来人明明拥有最强神器魔神之心，却到死都没发现其真正的作用。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绝望的死去，却没想到一睁眼，竟带着满级大法师的记忆，重生回到了10年前。游戏中的所有技巧，他全都知道。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世必定不惜一切代价变强。而重生的第一件事，便是购买头盔进入游戏，重获至高神器。看了看手机，距离游戏开服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他购买头盔后，立马进入了游戏。这时的新手村已经人满为患，他来到村外一处峡谷旁，来到上辈子记忆中的位置，果断地跳了下去。本是必死无疑的高度，却因为峭壁上树木的缓冲而减速。就在陆阳即将死亡的时候，他终于落在了地上。看了看山谷的环境，四周都是峭壁，在一侧峭壁的下有一棵巨大的金黄色树。走过金黄色的树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在山洞当中有一位面容枯槁、发长及腰的老人，身后被4条巨大的暗红色锁链锁。这个老人就是赤焰魔神卡尔达斯，只要有人摘下果实送给他恢复能量，他就会给予玩家一件可成长的神级宝物魔神之心。陆阳走到了果树边，伸手将金黄色的果实全部摘下来。老人家，我替您将水果摘下来，您快吃点吧。老人无法保持待人，将所有果实全都吸入到口中大嚼起来，随后满意的抬头说道：你帮我找回能量，救了我一命，那么我也送给你一样礼物作为感谢。老人的身前浮现出一个赤红色的心脏，魔神之心0级，耐力加1，力量加1，敏捷加1，智力加10，体质加1，法术暴击几率增加1%，法术释放速度增加1%，法术命中几率增加1%，装备等级0。看着这个心脏，陆阳心中激动，忍不住再次紧握双拳。这就是陆阳上辈子赖以成名的宝物，每升1级属性翻倍，并且增加数种额外属性。一口气将装备升级到了传说级后，可以直接化身赤炎魔神，30分钟之内无 CD 释放任何高阶法术，并且自动学会火系3大进程，额外还增加30%几率的10倍暴击等一系列数字不尽的好处。第二世界中神器屈指可数，每一个拿到神器的玩家都是雄霸一方的枭雄。如今重得重宝，陆阳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魔神之心升级，而且第一次升级也是最容易的。陆阳公继续问道：老人还需要帮助吗？老头看了看陆阳的等级，笑呵呵地说道：想帮我，等你200级之后再说吧。系统提示老人的委托传说级是否接受？陆阳一愣，上辈子陆阳并没有领到这个任务，在得到了魔神之心之后，他没有当回事。接受传说级任务给的奖励必定是传说级的，就算不是装备也是相同等级的东西。老人家你放心，当我到了200级的时候，我一定前来解救你。老者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挥，陆阳只感觉一阵眩晕，随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峭壁之上。还得跑回去，回到安全区。陆阳根据记忆自制了一些香酥垫轻肉，可以回复蓝量还加智力。现在首要的是先升级。陆阳来到平原，找到了牧羊人弗莱克。此时弗莱克正在懊恼地自责。陆阳走近弗莱克问道：先生，出了什么事情吗？我可爱的母马居然被草原上的一头野马给抢走了，谁能帮我将我的母马找回来？那是我唯一的坐骑，虽然我很想帮你，但是我没有工具啊。弗莱克赶忙从腰间将一条套马索递给了陆阳，这是我套马用的绳子，尊敬的冒险者，你一定要帮我。系统提示您接受了牧羊人的委托，寻找他丢失的母马，您获得了牧羊人的套马索。看着手中的套马索，陆阳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表情。这个任务给出的道具其实是一个 bug。陆阳上辈子在攻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在2级与3级的野怪区的交界处有一座陡峭的高山，正常来说玩家徒手是爬不上去的，但有了套马索便可以上到山顶，在山顶上打下面的5级野人，不仅能越级刷怪，而且非常安全。陆阳拿着绳索来到了山崖底部，将绳索向上一扔，套住了山崖上突出的岩石后，立刻向上攀爬。来到山顶，陆阳找到了攻略中提到的那个凹字地形，看着山崖下面遍布着的5级野牛，陆阳忍不住的激动起来。脾气暴躁的野牛是这个级别当中物理系输出最高，也最能秒人的怪物，但是陆阳却可以利用这个 bug 在这里单刷。虽然相比会慢很多，但是越级打怪有经验加成，升级速度绝对比外面的玩家快很多。瞄准了一头强壮的野牛，陆阳果断地搓起了火球术。火球术可以对目标造成14到22点火焰伤害，游戏中1点智力等于1点法伤。由于陆阳自带10点智力，魔神之心又增加了10点智力，再加上香酥垫轻肉的5点智力加成，换算成法伤就是25点，所以火球术造成的实际伤害为39到47点。3秒钟之后，一个火球从陆阳的手中形成，准确的命中了距离最近的一头野牛，打掉了42点生命值。正在吃草的野牛突然间遭到火球术攻击，疼痛的剧烈嘶鸣起来，周围的野牛也被这声嘶鸣唤醒，纷纷瞪着血红的眼睛也看向了陆阳的方向。随后6、7头野牛同时对着陆阳发动了冲锋，如果是在平地上，恐怕连防御都做不到。轰的一声，6、7头野牛全都撞到了墙壁上。野牛智商低，看到冲锋不到陆阳，只能着急的在山崖下面来回奔跑，却毫无办法。5级的野牛生命值是580点。陆阳连续释放了15个火球术，将野牛打死在了山谷当中。系统你击杀了野牛，获得了75点经验，其中越级杀怪经验25点，0级升1级的经验是5000点。他计算了一下，杀死一个野牛有75点，平均杀死一头野牛需要45秒的时间，也就是说算上恢复的时间，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陆阳就可以升到1级。这比正常玩家需要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要快上好几倍。2个多小时之后，陆阳达到了1级10%，这个时候陆阳已经排在了等级榜的第10名。如果不是之前浪费了1个小时获得魔神之心，1个小时烹饪垫轻肉，陆阳绝对可以排在等级榜的第1名。至于等级榜前9个人，全都是个大公会的老大，他们凭借着人数优势清场打怪，升级速度并不弱于陆阳。上辈子陆阳在游戏初期一直默默无闻，这辈子既然重生了，陆阳决定一开始就要闯出一番名头。他埋头继续刷着野牛，一连刷到山谷中的野牛都让陆阳给杀没了，连续杀死了几百头野牛。
居然连一个装备都没有打出来。陆阳不得不感叹，爆率真的是太低了。幸好玩家可以对野牛进行包皮等生活技能处理，然后拿到新手村去卖给 NPC， 不然的话普通玩家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吃了一块香酥店青肉将狼回满了之后，陆阳借助绳索来到了凹字形的山谷当中，开始对山谷中的野牛尸体进行包皮。一张牛皮3个铜币，虽然没有几个钱，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正当陆阳一边包皮一边四处观察有没有刷新野怪的时候，一个金黄色身影突然间在了凹字形山谷的入口。一瞬间，陆阳全身都打了一个激灵，激动的眼睛都红了。黄金幼龙，这是第2世界杀人最多的 BOSS， 作为新手村野外的5级 BOSS， 黄金幼龙个头矮小，可是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却让所有玩家又爱又恨，因为它真的会爆好东西。新手村最好的5级装备它都爆，但它却十分难打，就算是5级的玩家也最多只能靠2到3下，哪怕是人多也没用。不过黄金幼龙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只会近身攻击。如果是在平地上，陆阳见到黄金幼龙只会有多远躲多远，但是陆阳现在正待在 bug 上，只要将黄金幼龙引诱到了凹字形山谷当中，自己岂不是就可以利用地形 bug 杀了它？火球术准确命中黄金幼龙的身体，负35，黄金幼龙遭到攻击，转过头朝着陆阳就冲了过去。即将冲到山崖下面的时候，黄金幼龙突然展开翅膀高高跃起，眼看着距离陆阳只有2米的时候，却又落了下去。如果黄金幼龙能够打到陆阳一下，就可以将陆阳秒杀。可惜就因为这2米的距离，让黄金幼龙根本够不到陆阳。陆阳脸上露出了安心的表情，刚才黄金幼龙的那一下突击吓了他一跳，吸引着黄金幼龙朝着山谷内跑去。不然就算是杀了黄金幼龙，一时半会也拿不到装备。将黄金幼龙引到山谷后，陆阳对着黄金幼龙再次使用火球术，升级后他的智力达到了16点，再加上魔神之心给的10点智力，以及香酥店青肉增加的5点智力，就是31点。法伤也达到了31点。面对着1万点生命值的黄金幼龙，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魔法值和法术伤害，陆阳还真不敢去招惹他。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黄金幼龙硬生生的被磨死。随着黄金幼龙不甘心的一声怒吼，来了一次4×4的大爆。16样物品当中，陆阳一眼就看到了最中间的一个金光闪闪的法杖，装备分为白板、青铜、黑铁、白银、黄金、暗金、史诗和传说。一般的精英怪爆青铜和黑铁 ，BOSS 级野怪爆黑铁和白银，而黄金幼龙属于新手村中的特殊 BOSS。用了1个小时清理掉周围的野怪后，陆阳顺着绳索跳了下去，快速捡完装备回到了山上。纵火者法杖黄金级，攻击4到8，体质2，智力10，法术伤害24点，法术暴击几率12点，法术命中几率12点。附带法术火强术。看着纵火者法杖那极品的属性，陆阳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新手村所有装备当中，其他职业的装备全都是青铜或者黑铁，最高也就是白银，唯独法师有一个黄金级的法杖，但是爆率不足10万分之一。陆阳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幸运。火强术类型火焰法术，消耗30法力，持续时间30秒，距离30码。描述向地方释放一个2×2范围的火墙，每次造成36点火焰法术伤害。有了这个技能，陆阳相信自己的升级速度绝对可以提高一大截。激动之下，陆阳赶忙将法杖装备到自己的身上，法术伤害立刻提升到了77点。走到山谷凹形区的外面，找到一个满是野牛的地方，陆阳举起法杖，释放火球术将野牛聚集在自己的下面，随后释放起了火强术。不多时，下面几十头野牛的脚下同时燃起了火强术，一片负71的字样从野牛的头顶出现。趁着释放法术的时候，陆阳点开装备栏看了看黄金幼龙爆出来的其他东西，六角戒指黑铁级，法术伤害2到5，智力2，装备等级3。没有想到又出来一个法师的小极品，正好陆阳等级够，将六角戒指装备，法术伤害又多了3点。继续看其他装备，陆阳的眼睛再次瞪大了起。幼龙战盾白银级，防御7到22，力量2，体质3，格挡之8。盾牌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在初期，各大公会对于这个盾牌的收购价甚至超过自己手上的纵火者法杖。而在新手村，幼龙战盾是最好的盾牌，没有之一。黑铁头盔黑铁级，防御3到6，力量1，体质1，灼烧。类型火焰法术，消耗12法力，施法时间1.5秒，距离30码。描述向目标释放一道火焰，使目标全身被火焰包裹，更容易受到火焰伤害，可叠加5层，每层提高火焰法术伤害15点，并且造成10点火焰法术伤害，持续时间30秒。其他的东西则是6瓶小型瞬间回复魔法药剂与7瓶小型瞬间回复生命药剂。陆阳这边练级疯狂，外面的世界却因此再一次疯狂了。当陆阳用火强术升级的时候，一次性攻击20到30头野牛，相当于20到30个人在帮他一个人打怪，升级的速度立刻飞速提升。1个小时之后，陆阳变成了回到了等级榜100名；3个小时之后，陆阳变成了等级榜第10名；5个小时之后，陆阳就回到了等级榜第1名。与此同时，陆阳达到了4级，甩开了第2名雄霸整整1个等级。而重获魔神之心后，靠着其强大的属性效果，陆阳如期登上了等级榜第1的宝座，而他也因此招来了其他公会大佬的关注。公会老大的等级排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会的招新。各大公会开始利用各种关系寻找陆阳，可惜众人却根本查不到任何关于陆阳的信息，而陆阳本人关闭了好友申请和私信。这样一来，众人就彻底的没有办法。凹形山顶上，陆阳依然在打怪。到了4级，陆阳将点数全部加智力上来，加上魔神之心的10点智力和香酥店青肉的5点智力，六角戒指的2点智力，再加上法杖的10点智力，陆阳的智力总值达到了61点，换算成法伤就是61点，再加上戒指附加的5点法术伤害，以及法杖额外增加的24点法术伤害，陆阳的总法伤居然达到了恐怖的90点。法杖还附加了12点暴击几率。现在陆阳每一个火球术
都可以打出120多的伤害。一头野牛只有580点血，也就是只需要5个火球就可以杀死一头野牛，比之前快了1倍。正当陆阳准备继续升级的时候，山谷中出现一团剧烈的白光，白光出现的同时，一声愤怒低吼从山谷中心地带传来。陆阳强忍着强光一看，只见一头通体雪白色的8级野牛头领从白光中浮现。陆阳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运气这么好，这里果然是个好地方。想要获得装备只有2个途径，要么是进入副本获得低属性的装备，要么杀死野外 BOSS。不过每一个野外 BOSS 都拥有强大的攻击力、超多的生命值和强悍的防御力，尤其是野牛王 BOSS。野牛领主技能嗜血冲锋物理伤害，增加物理攻击力32点，并且以极高的速度冲向敌人。野牛践踏魔法伤害，增加魔法伤害10点，同时眩晕周围5码范围内敌方单位2秒钟的时间。野牛甩尾，野牛转身用力蹬出后腿，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增加物理攻击力60点，同时附带击退效果。野牛 BOSS 生命值是8000点。陆阳一个火球术对野牛 BOSS 造成129点伤害，野牛 BOSS 受到伤害，痛呼一声朝着陆阳就冲了过来。不过野牛 BOSS 也如同其他野牛一样，根本冲不上这30米的陡坡，只能任由陆阳这么一个火球一个火球的攻击。打了3分多钟的时间，就在野牛头领剩下不到5000血的时候，陆阳再一次悲剧的没蓝了，无奈的耸了耸肩膀，只能慢慢靠自然回蓝，磨死野牛。2个小时之后，野牛 BOSS 一声哀鸣被陆阳打死在了地上。陆阳清理过小怪之后，赶忙跳下山崖将装备捡了回来。专注者法杖白银级，攻击2到6，体质加1，智力加2，法术伤害正14点，法术恢复速度增加5点。新手村治疗类职业最顶级的法杖，没有想到在这里爆了出来。六角戒指黑铁级，法术伤害2到5，智力加2，装备等级3。陆阳将戒指装备到身上，这样一来，新手村最好的法师戒指都被陆阳获取了。在10级之前，陆阳都不需要为戒指操心了。牛角匕首黑铁级，攻击5到8，敏捷加1，体质加1，装备等级3，属于盗贼的装备。新手武器伤害抬1到2，陆阳相信这把武器会有很多人抢着要。闪烁类型空间魔法，3系法师共享，消耗2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冷却8秒，距离20码，描述破开空间，瞬间传送到指定地点，可在被击晕时使用。看着这本技能书，陆阳愣住。这本书对于法师来说，尤其是火法，可是最重要的技能啊。作为一个纯粹的输出性职业，火法前期很少有保命技能，这个技能是火法初期逃命的主要手段。这本书在市场上的价值更高，初期很少有人卖，后期价格高的离谱。想不到让自己在这得到了，迅速的将闪烁学习。既然野牛 BOSS 刷新了，那么巨人小镇的其他 BOSS 也应该同步刷新。陆阳看了一眼等级榜上的玩家，第2名雄霸到第5名玩家都是并列3级，如果没有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些玩家都将到达5级，到时候就不一定还能抢到这些 BOSS。从凹字形山谷右侧顶端下来，陆阳笔直的朝着前方奔跑。1个小时之后，前方出现了一片丛林，陆阳要找的青狼王就在那里。行走在丛林间，陆阳借助黄金幼龙爆出来的红药，一路击杀5级野狼，来到了狼王游荡的区域。在森林里找了很久，一个尖锐的狼嚎声突然从不远处传来，这是狼王独特的吼叫声。陆阳朝不远处的2棵大树走去，这2棵树是陆阳击杀野狼王的关键。上辈子一个5级小号单杀野狼王的视频在陆阳脑海中浮现，在树下等了几分钟，狼王终于进入到陆阳的攻击范围。陆阳躲在2棵大树的下面，一颗火球从陆阳的手中出现，朝着野狼王丢了过去。火球准确的命中了野狼王的脑袋，一个巨大的负240从野狼王的脑袋上爆了出来，暴击。而狼王的血条也显示了出来，8级头领怪，血量8000分之7760。野狼王受到攻击后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即将扑到陆阳身上的时候，陆阳动了，一阵白光亮起，陆阳从野狼王的视线中消失，野狼王失去目标。一个沉闷的响声之后，野狼王茫然地看着自己，被2棵大树的树干夹在了当中，动弹不得。这就是上辈子最著名的单杀狼王的本，利用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让野狼王自己卡在这2棵大树的中间，看着野狼王疯狂的挣扎去，被2棵树越夹越紧的样子。陆阳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拿出纵火者法杖，陆阳照着野狼王的脑袋打了一棒子，一个负8从狼王的脑袋上出现，站在原地。陆阳照着狼头释放起了火球术，负112，负122，负119，连续几个火球之后，狼王的眼神逐渐变得血红，一团青色的能量团从狼王口中喷射而出，如同冲击波一般扩散到了狼王的四周。恐怖嚎叫，发现了狼王的异常，陆阳赶忙向后退去。这种群体性控制技能最是麻烦，被击中后无目的的胡乱行走，一旦走到狼王的嘴边上或者隐患，陆阳哭都来不及。所以陆阳先撤退到一个足够远的距离，耳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陆阳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8秒钟之后，陆阳才恢复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距离狼头居然只有不到2厘米。陆阳惊恐的一个后滚翻躲开狼嘴，一直跑到了距离狼王30码的距离才停下来，差点就被野狼王免费送回新手村了。定了定心神，陆阳又一个火球术打在了狼王的脑袋上，如同野牛头领一般。在狼王还有4000点血的时候，陆阳又没蓝了，只能继续依靠着香酥店亲肉的 buff 跟狼王干磨，同时忍受狼王每1分钟释放1次的恐怖嚎叫。1个小时之后，陆阳终于将狼王磨得就剩下30点血，最后一个火球术打在狼王身上，狼王不甘心的一声哀嚎，死在了2棵大树中间。而狼王也爆出了不少好东西，火焰冲击，类型火焰法术，消耗3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冷却时间8秒，距离30码，描述释放火焰冲击敌人，冷却时间8秒，有50%几率击晕对手2秒钟时间。不错的技能，陆阳直接学习。黑水晶护腕黑铁级，魔法
伤害2到5，智力加2，需要等级3。正好陆阳没有护腕，装备上之后，法术强度有增加了7点，还多了20点魔法。生铁戒指黑铁级，物理攻击2到3，力量加1，需要等级3。双手大剑白银级，物理攻击10到15，力量加2，物理攻击力增加6点，需要等级5。战士用的极品武器，放到拍卖行可以卖不少钱。学徒披风青铜级，魔法伤害0到1，智力加1。别看这个装备是青铜级，但是一直到15级的副本之前，法师的披风只有这么一件，而且披风类的装备爆率很低。陆阳感觉自己重生之后运气好到爆，将天蓝色的披风装备上之后，陆阳魔法伤害增加的同时，外形也变得帅气了不少。靠着前世的记忆，陆阳来到5级野蜂的刷怪点。在众多5级怪中，野蜂的攻击力虽然不是最高，但最让人讨厌。野蜂的攻击附带毒素，中毒后每秒掉血20点。在这个级别有这么高的输出，让玩家很是头疼。不过陆阳知道，野蜂有一个特别大的弱点，翅膀。只要遭到火焰攻击，野蜂的翅膀就会被引燃，连续遭到3次重创，野蜂的翅膀就会燃烧殆尽，等于从而掉落到地上，任凭玩家攻击而无法还手。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的不容易。首先必须得准确的击中野蜂的翅膀，但在系统托管的自动模式下，玩家无法控制具体攻击位置。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为自由模式。自由模式不仅需要自学吟唱和解手印来调动身体中的魔法，还要手动瞄准怪物。如果使用自动模式的话，系统会默认释放这个法术的时间为3秒钟。自由模式释放的速度全看玩家读出魔法语的速度以及对魔法语的理解能力。上辈子陆阳之所以被人称为狂暴火王，就是因为陆阳懂得如何简化咒语，释放一个火球术，别人需要3秒，他仅需要不到0.5秒钟的时间，陆阳就不需要再去堆极速和命中，舍弃了这2样，陆阳将所有的属性都堆在了暴击上面，一度暴击几率达到了83%，几乎每一次攻击都是必爆的。如今陆阳再次解开了自由模式，属于他狂暴法皇的气势再次浮现。找到一只野蜂，他念起高阶魔法语的同时，双手迅速做出施法动作，仅0.5秒钟的时间，陆阳的手中出现了一个火球，朝着正在来回飞行的野蜂飞了过去。砰的一声，火球术准确地命中了野蜂的翅膀，一团火焰在野蜂的翅膀上燃烧起来，野蜂遭到攻击，快速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可是还没等野蜂向前飞2步，又是连续2发火球命中了野蜂的翅膀，野蜂的翅膀顿时燃烧成飞灰，掉落在了地上。算上击中间隔，仅2秒内便成为了待宰的羔羊。在有足够多的蓝和足够强大的魔法伤害力的时候，陆阳可以向世人诠释什么叫做移动炮塔，一路横扫进入野蜂领地。陆阳凭着记忆找到了野蜂王活动的区域，一阵巨大的嗡嗡声由远及近的传来。只见一只黑黄色相间、足足有半人高的野蜂从远处飞来，正是野蜂王。陆阳看了看身后，这一路上的野蜂都被陆阳杀死，现在还没有刷新，确保后路无忧之后，陆阳瞄准野蜂王开始吟唱咒语。0.7秒钟之后，一团火焰击中了野蜂王的翅膀，负137。野蜂王刚转身，第2团火焰击中了野蜂王的翅膀，负139。野蜂王刚往前飞了不到3米，第3团火焰击中了野蜂王的翅膀，负272。意外打出了暴击，野蜂王失去了翅膀，落在地上，只能靠着几条纤细的小短腿来追陆阳。在地面，野蜂王的爬行速度是正常移动速度的30%，陆阳只需要一边向后跑，一边释放火球术就可以将野蜂王拖死。当然，野蜂王没有这么容易杀死，1分钟之后，野蜂王的翅膀会再次长出来。陆阳想要杀死野蜂王，必须控制好自己的蓝。1个多小时之后，在野蜂王长出来第60次翅膀之前，陆阳一个火球术将野蜂王击杀在了地上。陆阳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魔法值不够的情况下，击杀 BOSS 还是太麻烦了，还得先想办法将装备弄全了。将地上爆出来的装备捡了起来。陆阳看了看属性，野蜂长弓白银级，攻击6到18，力量3，体质2，物理伤害增加4点。新手村猎人最顶级装备，一直可以用到8级副本。这样一来，陆阳的身上就只剩下副本才出产的护甲、肩甲、腿甲等常规装备。陆阳使用炉石回到了圣加尔城，前往东侧广场。东侧广场因为有大量的空地，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玩家摆摊的市场。陆阳随便找个地方开始摆摊，没多久，当2个人族玩家路过陆阳摊位的时候，一个女玩家疯狂的叫喊声让整个圣城都沸腾。现阶段能够有一件青铜装备就很自豪了，大部分都是卖初级烹饪和各种生活技能的东西。陆阳售卖的基本全是黑铁装备，自然让人震惊。有些无聊的人抱着好奇心走过来，点开之后看到陆阳摊子上的装备就语无伦次，然后人越来越多，有些已经反应过来的玩家开始询问价格。陆阳笑而不语，将装备的价格标注好摆放在了摊位上。看到价格，众人再次轰动。牛角匕首2个金币，黑铁头盔3个金币，双手大剑10金币，野蜂长弓10个金币，右龙盾20金币，1个金币等于100个银币。正当一众玩家惊呼的时候，嘈杂的人群中一声喝骂传来，只见一个盗贼打扮的玩家，在20多名玩家的簇拥下推开人群，走到了陆阳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坐在地上的陆阳：“小子，你的这些东西我全要了。”陆阳认识这个盗贼，名字叫做黑血，上辈子臭名昭著的游戏流氓。好啊，100个金币。听到陆阳的话，男人顿时怒了：“小子，你找死是吧？跟我们要钱！”黑血身边的人一拥而上，将陆阳围了起来。盗贼走到陆阳的面前，傲慢地说道：“要么你把东西给我，我当你加入我工会精英团的会费；要么我杀得你出不了安全区。小子，你自己想好了。”陆阳头也没抬，淡淡的吐出一个滚字。黑血瞪着陆阳骂道：“你再说一遍！”陆阳抬起头目视黑血，眼神冰冷地说道：“我让你滚，没听清吗？”黑血的手下惊呆了，他们没想到有人竟敢这么跟黑血说话。如果是现实中，黑血早就让人将他打成残废了。周围的玩家也惊呆了，面对这样的人，陆阳都敢惹。周围的玩家忍不住为陆阳担忧起来。正在此时，一声冷哼从人群后方传来，众人回头一看，一队玩家鱼贯而入，为首一人一声冷笑道：“黑血，你还是那么不要脸了！
以为这是你家门口那条街，可以随意的收保护费吗？至尊皇朝的工会会长雄霸风云，上辈子国服游戏的10大枭雄之一，为人虽然霸道，但是很讲诚信。黑血看到雄霸脸上露出忌惮的表情，这位朋友，你的东西我都买了，给个实在价吧。雄霸根本不看黑血，径直走到了陆阳身边。陆阳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几个大工会会长闻讯赶来抢购装备，众工会会长顿时吵得不可开交，都想将陆阳的装备购买下来。看着这么多上辈子厉害的角色争吵的场面，陆阳心中莫名的涌起一阵豪情。上辈子我没机会参与，这辈子不管你们是一方枭雄还是绝世红颜，都要臣服在我陆阳的面前。陆阳看向争吵的几人说道：“既然几位都有购买需要，那便价高者得吧。”三人同时无语的看着陆阳，如果他们有这么多金币的话，早就将这些装备都买下来，何必站在这里跟其他几人对眼呢？陆阳就等这句话了。之前摆那么高的价格，陆阳也知道众人买不起，所以故意让众人被高价吸引，然后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他手上有魔神之心，给这东西升级需要开启其他种族的声望，而开启任务的声望恰恰需要很多稀有材料。陆阳说道：“既然诸位老大这么有诚意，这是新的物品清单，大家谁能先给我提供这些材料，我就将东西卖给谁。”众人看着数量庞大的材料清单，倒吸凉气。饶是掌握数万人的工会，也要替这份清单打铁天工。于是几个会长只能挑选几样材料，勉强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当工会长们换取物品时，陆阳却在心中狂喜，因为清单上他本以为无法换取的材料，竟被雄霸工会换取了。这份材料可以开启第2世界的隐藏。暗泽蛛丝 X600 组换右龙战盾，微光元素 X600 组换双手大剑，研爆术抗拒火环。有这2个技能书的话，也可以兑换我手里的匕首和头盔。雄霸和迟木2人看到这份清单，都露出玩味的表情。技能书2人倒是有，材料2人也有，但是一个散人玩家要这么多材料，不得不让人怀疑了。老弟，一组微光元素是30个，你一次性要600组，等于是让我们工会3万人给你免费打工1天啊！雄霸试探着问道。陆阳笑了笑，没有说话。微光元素是1级怪法力游龙身上的特殊产物，掉落几率大概是1%。雄霸带着3万玩家占据了整个魔力阵的法力游龙刷新点，刷到600组微光元素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至于暗泽蛛丝是3级怪暗泽蜘蛛出产稀有物品，虽然爆率极低，但是陆阳相信迟木和雄霸想要右龙战盾的话，很快就能凑齐。小兄弟，能告诉我你要这么多稀有材料做什么吗？迟木老人问道。抱歉，无可奉告。陆阳说道。能优惠一些吗？雄霸问道。陆阳耸了耸肩膀说道。抱歉，我急需这些物品。陆阳一副油盐不进却彬彬有礼的样子，让雄霸和迟木老人都很无奈。一旁的夏雨薇本想插话，却发现陆阳要的东西他一样都准备不出来，黑血也是如此。他的工会组织现在还很松散，约定打怪清场可以，让手下去搜集这些稀有物品，他却没有这个能力。其他玩家更是如此，一时间所有人都尴尬地站在原地。雄霸看到这个情况，试探着说道：“这样，我手里有抗拒火环这个技能，我先跟你换牛角匕首。”他的手下有一个手法相当厉害的盗贼，有了这个匕首，输出能翻1倍。可以。陆阳将牛角匕首交给雄霸。研爆术，我倒是有一本，我换黑铁头盔。迟木老人说道。可以。陆阳将黑铁头盔交易给迟木老人。双手大剑我要了，微光元素我已经刷到，这就可以交易。雄霸问道。陆阳将双手大剑扔给雄霸，雄霸让手下从仓库里面拿出来了600个蛛丝交给陆阳。迟木老人说道。右龙战盾我要了，不过你要的暗泽蛛丝这东西不太好弄，我需要2天的时间才能凑齐。陆阳同样说道。没问题，我相信你是守信的人，我可以等。3万人工会的老大说的话，陆阳还是相信的。那就这么说定了。迟木老人暗自松了口气，在场的工会不少都有能力刷这些东西，迟木老人现在没有任何的优势。野风长弓呢，小兄弟，你这野风长弓怎么卖？雄霸问道。陆阳需要的材料都凑齐了，这个野风长弓他还真没想过怎么卖。如果卖金币的话，这些人给不起，便宜卖他还不愿意，换材料又没有可换的东西。正当他发愁的时候，雄霸突然间说道：“1000，小兄弟，我出1000信用点买你这把野风长弓怎么样？”1000。陆阳没想到雄霸这么大方，用一个5级武器换这么多信用点的话，这个可以，我们去外部平台交易。陆阳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把你的账号告诉我，我通过平台打钱给你。雄霸说道。第2世界内部没有开放兑换业务，也不赞成玩家线下交易，但是网络上有很多这种交易平台，信誉度良好，速度也很快，还不收手续费。陆阳跟雄霸在外部平台达成交易后，账号里面多出来了1000信用点，武器则到了雄霸的手里。老弟，交易愉快。雄霸大笑着说道。交易愉快。陆阳说道。周围的玩家都看傻了，他们以为陆阳只要金币和材料呢，没想到还要钱。这个法杖怎么卖？一个玩家突然问道。周围有钱的玩家都反应过来了，既然可以用钱买，谁也不差这么点钱啊。夏雨薇立刻问道。这个法杖怎么卖？我们也想购买。蓝雨也说道。高手，卖给我们吧。陆阳看向蓝雨，刚要说话，忽然间一个尖锐的声音盖过了其他所有人的询问声。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原来是个穷鬼。说吧，多少钱，我给你就是了。众人，陆阳皱着眉头看向声音来源，发现郑远正一脸倨傲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要多鄙视有多鄙视。陆阳只感觉一阵恶心，说道：不卖。专注者法杖的属性对于一个工会的牧师玩家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游戏初期，这件装备可以让牧师的恢复法术增加更多的生命值，这在通关 BOSS 的时候是极为重要的。本来雄霸和迟木2人看到夏雨薇的团队中有人跟陆阳认识，陆阳很有可能将装备卖给对方，
没有想到对方的团队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葩，居然敢这么跟陆阳说话。两人心中激动非常，相信陆阳绝对不会将装备卖给夏雨薇等人了。两人同时说道：“这个装备卖给我们吧。”夏雨薇已经被郑远的话语气的无奈了，好不容易有机会获得一件装备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郑远居然会这么跟陆阳说话。陆阳可是已经帮了他们2次了，不过这个时候不是起争执的时候。夏雨薇赶忙歉疚地对陆阳说道：“先生，我替我的队友向你道歉，他不该这么跟你说话的，这是他的不对，希望你不要介意。”郑远没有想到夏雨薇会这么说，愤怒地说道：“雨薇，你跟他道什么歉？这个人不就是要钱吗？还在那装清高，我就不信，我给他的钱多，他会不卖我装备？5000卖不卖？”郑远鄙夷地问道。这下周围的玩家都惊讶了，5000信用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这个价格还远远地高出了装备本身的价格。雄霸和迟木两人也停止了竞价，一起看向了陆阳。郑远看到自己成了所有人的中心，变得更加激动，仿佛是要在夏雨薇和蓝雨面前证明什么一般，傲慢地对陆阳说道：“怎么样，这回能卖了吧？没钱还装清高，赶紧的，别耽误我时间，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磨叽。”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陆阳会卖的时候，陆阳的脸色依旧带着嘲讽的冷笑，说道：“不卖。”你……郑远懵了，自己给出了比野风长弓高出5倍的价格，陆阳居然不接受。郑远气愤地说道：“你什么意思？”陆阳笑呵呵地说道：“没什么意思，我看你不爽，所以我就不卖给你。”郑远气疯了，想不到陆阳居然会这么说，这等于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他的脸啊！眼看着郑远就要暴露他20组的脾气，夏雨薇赶忙打眼神给张子博。张子博明白，带着2个人将郑远拉到了一边，不让他再说话。蓝雨有些哀求地说道：“高手，你将这个法杖卖给我们可以吗？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法杖。”哦，蓝雨的小脸顿时布满了失望之色，有心想要再跟陆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开口。陆阳看着蓝雨的小模样，实在是忍不住了，嘴角划起一丝弧度，说出了让全场惊讶的2个字：“只送。”什么？周围的玩家瞬间安静，包括雄霸和迟木2人也都惊讶地看向了陆阳。蓝雨也愣住了，试探着问道：“高手，你刚刚说什么？”陆阳好整以暇地站了起来，将法杖放在了蓝雨的面前，说道：“我说这把白银级的专注者法杖送你了。”真送啊！周围玩家一片哗然，这不是普通装备，而是白银级的专注这法杖，牧师10级以内最顶级的武器啊！蓝雨的小脸有些迷茫，没有伸手去接。啊什么呀？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再见面我会送你一件礼物，这个就是接好了。陆阳将专注者法杖在手中转了一圈后，扔到了蓝雨的手中。蓝雨有些茫然地看着落在自己手里的专注者法杖，这把武器对现场的玩家来说意义太大了。白银级的专注这法杖是攻略上给出的新手村最顶级的治疗武器，拿到这把武器，在下副本的时候，往往可以起到挽救团队的作用。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蓝雨说道。夏雨薇走到了蓝雨的身边，带着戒备的眼神看着陆阳，说道：“我们寒冰工作室感谢你的好意，不过这把武器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接受。你还是告诉我们你的账号，我们把钱打给你，5000信用点。”蓝雨惊讶地看着夏雨薇，一般而言，这么正式的交谈都是夏雨薇在讨厌某个人的时候才会说来的。雨薇姐，你这是干嘛？蓝雨发了一条信息给夏雨薇：“小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人有问题。”夏雨薇回了一条。蓝雨有心反驳，他感觉陆阳不是那样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陆阳看到这个情况，也有些反应过来，貌似自己做的太过了，也太着急了。不过他不在意这些事情，嘴角划起一丝弧度。陆阳对蓝雨说道：“小丫头，真感觉贵重的话，就继续替我保密，不许把秘密说出来，知道吗？”哦，蓝雨的小表情还是有些迷糊。陆阳有心如同上辈子一般揉一揉蓝雨的小脑袋，这丫头实在太可爱了，可惜现在还不能这么做，否则非得被蓝雨误会不可。再一个，游戏中有规定，亲密行为需要得到许可，否则有这方面的动作会被系统严厉处罚。好啦，大家散了吧，我这里没有装备可卖了。陆阳对周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玩家说道。玩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游戏，陆阳现在困得要命，他要下线好好的休息一下了。真可惜啊，一件装备都没买到。哎，走吧走吧。周围的玩家逐渐散去，有些玩家却留了下来。不过当他们看到站在一旁的迟木和雄霸都没走之后，只得叹息一声，转身离开了。老弟，老弟，先别走。雄霸抢先对陆阳说道。还有什么事吗？陆阳问道。雄霸说道，老弟，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会发展？你知道我雄霸的为人，从来不会亏待兄弟，你来了就进主力团。迟木老人也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我愿意跟你签3年工会长约，怎么样？我给的福利可是很优厚的哦。”陆阳就知道2人会这么说，不过他可没有想过要加入别人的工会，重生一辈子还要寄人篱下，岂是陆阳的处世之道？抱歉，我没兴趣。陆阳一转身走进了不远处的旅店当中，花费了一个10个铜币休息了下来。他就这么走了。2大工会的会长亲自邀请别人，都会惊喜的不知道该进哪个工会，他却转身走了，还说没兴趣。迟木老人和雄霸风云2人身后的玩家都露出不爽的表情。不过，迟木老人和雄霸风云2人却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各自带着队伍离开了。夏雨薇和蓝雨等人也留了下来，本来他们还想给陆阳钱，可是看到雄霸和迟木2人的招募，夏雨薇也就不再说话了。本来蓝雨和夏雨薇他们还猜测陆阳会加入哪个大公会呢，没有想到陆阳居然对2人说没兴趣，真不知道这人是真高手还是一个愣头青。迟木和雄霸什么时候亲自招过人啊？张子博说道。
那就是个缺心眼，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去，还把两人得罪了。看着吧，那小子一定会被两大公会追杀的。郑远在一旁不爽地说道：“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如果不是你，这法杖我们早就得到手了，还用费这么一番力气让蓝雨欠他一个人情吗？”夏雨薇皱着眉头说道。提到这件事，郑远的醋坛子又打破了，极恨地说道：“那小子算老几，用蓝雨偿他的人情？蓝雨，你告诉我他的名字，开通兑换功能，我立刻帮你把钱还上。”不用，蓝雨说道。怎么不用？让那种人就缠上，你的话有你受的，他绝对不怀好意。郑远说道。张子博同时看了看郑远，心想不怀好意的是你吧？不过一想到今后要跟一个陌生人纠缠不清，还是比他们厉害的人，张子博也有些不放心。我同意郑远的观点，这个人太神秘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这些装备，谨慎一些是好的。看吧，小雨，他们都赞成我的话，你就告诉我那人的名字吧，我不差这点钱。郑远说道。蓝雨依然摇了摇头，说道：“我们也下线吧，那人不会纠缠我的。”你怎么确定？夏雨薇刚问完，立刻反应过来，问道：“他说让你保密，那个人有什么秘密？”蓝雨的大眼睛露出紧张的神色，说道：“啊，没什么秘密，我们下线吧，我都困死了。”夏雨薇狐疑的看着走进旅店的蓝雨，对身边的张子博说道：“一定有问题。”陆阳还不知道郑远现在就恨上他了。拿下游戏头盔之后，他换了个姿势，倒头就睡。到了下午1点，陆阳才睡醒了过来。简单的吃过午餐之后，陆阳开始锻炼身体。他的老爸曾经是一名军人，从小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底子还是不错的。众生前为了杀刘杰，锻炼的那5年，受到了父亲战友的专业训练。可惜那个时候陆阳已经26岁了，错过了最佳的训练时间。不过就算这样，陆阳在佣兵界也闯出了邪火的名头，在东南亚让人闻之色变。如今重活一辈子，陆阳决定先把身体素质恢复到当年的巅峰时期，然后他要看看自己到底可以走到哪一步。尝试着打了一套父亲教给自己的拳法，活动开筋骨后，陆阳开始按照师傅教给自己的方法锻炼身体。这个锻炼方法是南亚某组织训练死士的秘法，按照这个方法锻炼身体，只要抗得住，身体素质可以急速的提升。不过这个方法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是非常的疼，常人能够坚持下来的十不足一。2个小时之后，陆阳忍不住摔倒在了地上，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仿佛都要断裂一般。可即便这样，想要提升也要坚持站起来。那一年让陆阳坚持下来的理由是杀刘杰，这一辈子依然如此。又坚持了半个小时，随着一声怒吼，陆阳完成了今天的锻炼，用颤抖的手臂擦额头的汗水。陆阳靠了浴室的墙上，勉强脱掉衣服后拧开淋浴头，任由冰水淋在身体上。每当这个时候，陆阳都会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不过上辈子回忆的都是悔恨，这辈子回忆的却有些不一样。都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陆阳是深有体会。上辈子背叛他的人是他大学上下铺4年的兄弟，同样上辈子在陆阳最落魄，欠下上千万巨债的时候，没有背叛他的却是一个没有考上大学，没有什么文化，还冒着傻气的小子肖亮。作为兄弟，他的友情无可挑剔。那时候陆阳的父母去工地打工，肖亮跟着去赚钱帮忙还债。后来王腾来杀陆阳，如果不是肖亮替陆阳挡了那一枪，陆阳早就死了。陆阳欠肖亮一条命，可是陆阳真的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让肖亮这么值得的事情。这辈子重生，陆阳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肖亮。洗漱完毕后，陆阳换了一套衣服，拿着银行卡到学校附近又买了一个虚拟头盔。陆阳朝着城中村的肖亮家走去。城中村是破旧和穷的代名词，活在这里的人都是社会的最底层，而且这个词形容的非常贴切。这里只有破旧的平房，楼房都非常的稀有。陆阳在街道里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破旧的用砖垒的院子外面，这个就是肖亮的家。陆阳刚要进门，忽然间听到院子里面传来一阵怒骂声：“小子，你找打是不是？让你今天拿50块钱，钱呢？没有，你不会去偷吗？不偷你他妈找打是不是？”这声音很熟悉。陆阳一个翻身跳入了院子，正好看到一群人正在围殴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肖亮。住手！陆阳喊道。一群人回头一看，发现是陆阳，又是一阵哄笑。哎呦，又来了一个送钱的，今天运气不错呀。为首的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一脚踩在肖亮的脸上，说道：“陆阳，你小子有阵子没看到了，有钱没有？有100块钱，老子今天就放了你。”陆阳认出了面前说话的这个人，虽然15年没见面，但是这人给陆阳的印象很深。他叫关大海，是这一代的混混，比陆阳他们年长10岁左右。小时候就仗着自己比陆阳他们壮欺负陆阳和肖亮等人。陆阳算是比较聪明的，总是能躲过关大海。不过这一次，陆阳却并不准备躲了。关大海，我让你放了肖亮。陆阳说道。哎呦，这小子居然敢命令我！关大海混进上来了，没让别人跟着，一个人朝着陆阳走了过来。小子，你最近没挨打皮痒了是不是？关大海走到陆阳近前，照着陆阳就是一脚。就在关大海幻想着自己可以一脚将陆阳踹飞出去的时候，忽然间关大海只感觉到胸口一阵气闷，再看的时候却看到陆阳已经侧过身去，同时一个漂亮的后旋踢精准地踹在了他的胸口。虽然陆阳刚刚锻炼了身体，没有多少力量，但是140斤体重借助身体的旋转带来的力量，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承受得住的。关大海捂着胸口跪在了地上。其他的混混都在看戏一般，想着关大海怎么揍陆阳，没想到关大海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让陆阳给踹趴下了。顿时其他4个混混就急了，一个个瞪着眼睛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你他妈找！打字还没说出口，一个板砖砰的一声呼在了那个混混的脸上。肖亮此时刚好抬头，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到了陆阳一个矮身躲过了第一个混混的拳头，随后用手中的石头精准的砸中了第二个混混的侧脸，然后一脚踹出，踢中了第三个混混的膝盖侧关节，第三个混混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第一个混混回过头一看，跟着他冲过来的3个人都躺在地上不能动了，眼神中带着惊恐的看向了陆阳。你刚才干了什么？陆阳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盯着这个混混也不说话，一步一步的朝着他走去。混混已经被吓破了胆，面对陆阳嗜血一般的眼神，竟然被吓得崩溃了，啊的一声转身逃跑了。关大海恰好缓过气来，看到这一幕，骂道：你他妈跑什么？给我回来！可惜对方根本不敢回头。妈的，一帮废物！关大海捂着胸口站起来，转过头去找陆阳。他感觉今天的陆阳有些邪性，有心留下一句狠话，改天找人再收拾他。可是没等他说话，呼的一声传来，砰！你他妈敢打我！关大海指着陆阳骂道。陆阳依旧不说话，眼神冰冷的走到了关大海的面前，拿起砖头照着关大海的脑袋用力的砸了过去。又是砰的一声，关大海这次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打趴下在了地上。剧烈的疼痛和陆阳的突然爆发，让关大海莫名的感觉到一阵恐惧。你要干什么？关大海转过头，声音颤抖的问道。他只是这一代的混混，连混社会的都不算，欺负普通人他敢，碰到陆阳这种跟他玩命的，他怂了。这样的人，陆阳在上辈子的最后5年见得多了，只要一次打疼他，这辈子他都不敢惹你。走到近前，陆阳单手抓着关大海的衣领，将其烂泥一般的身体抓起来，双目猛然爆发出上辈子嗜血的杀人眼神，问道：你敢打我兄弟？砰！没等关大海说话，陆阳又是一砖头。你敢打我兄弟？砰！陆阳又是一砖头。关大海被打得害怕了，求饶道：我不敢了，不敢了。陆阳又举起砖头，真不敢了。关大海嚎叫道。陆阳冷笑一声，侧过身指着蜷缩在地上，眼神中带着迷茫的萧亮说道：去，给我兄弟道歉，他饶了你，这件事算结束，不然我今天打死你。关大海怕透了陆阳的眼神，赶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向了萧亮。明明10几米远的距离，关大海却差点2次摔倒，来到萧亮的近前，还是摔在了地上。他也不起身，惊恐地说道：萧亮，我错了。萧亮还坐在地上，惊恐地想要往后躲。陆阳来到了萧亮的身边坐下，一把搂住萧亮的肩膀，用力的一握，说道：兄弟，关大海在跟你道歉呢。啊，他跟我道歉？萧亮眼神中透露着惊恐，想到从小到大被关大海欺负的经历，他根本不敢面对关大海。陆阳正好看到萧亮身后有一把切西瓜的水果刀，拿起来甩了一个漂亮的刀花之后，反手抓住刀柄，直接将刀尖送到了关大海的眼睛前1厘米的位置。啊！关大海惊恐的想要后退，却被陆阳用力的抓住了衣领。你要干什么？关大海问道。我感觉你的道歉并不真诚啊，是不是还想着以后报仇啊？陆阳慢慢的将刀尖靠近关大海的眼睛。关大海刚才在道歉的一瞬间，回想起了之前欺负萧亮的经历，心中充满了不甘。本想着今天过了这一关，回头带着人找陆阳和萧亮算账，可是这次眼看着刀尖距离自己眼睛越来越近，关大海真的怕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再也不敢了。关大海杀猪一般嚎叫了出来。萧亮在一旁都看傻了，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过关大海这么惊恐的样子。陆阳把水果刀从右手换到了左手，一手拿刀指着关大海，一手搂着萧亮的肩膀说道：兄弟，你记着，从今以后没人敢欺负你，谁欺负你，我杀了他。明晃晃的刀尖就在关大海的面前，关大海声音颤抖地说道：我不敢，以后绝对不敢了。滚吧。陆阳说道。他看出来了，萧亮一时半会还不敢接受关大海的道歉，再让关大海留在这里，这孙子很有可能失血过死在这。陆阳好不容易重生一次，可不想背上人命官司，还是让他滚蛋为好。萧亮看了看逃跑的关大海，又看了看陆阳自信的表情，迷茫地问道：老大，你今天怎么像是变了一个人啊？以前你从来不跟关大海冲突的呀。陆阳嘴角划起一丝弧度，说道：兄弟，记住了，以后没人可以欺负我们。哦。萧亮不明所以，不过还是应了一声，问道：老大，你今天怎么来找我了？陆阳没有回答，反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萧亮刚露出的笑容瞬间黯淡，迷茫地说道：我还能干嘛？没考上大学，家里穷，我爸妈也没能力让我去念技校，他们俩想要让我跟他们一样到市场上卖菜去。卖菜？陆阳问道：你喜欢吗？不喜欢。萧亮双手抱着膝盖，将头埋在了手臂当中，说道：可是我不喜欢又能怎么办？我没考上大学，只能听我爸妈的话去卖菜。陆阳拍了拍萧亮的肩膀，记得上辈子他找到萧亮的时候就是在菜市场。兄弟，你等我一会。陆阳说道。走到院子门口，陆阳从地上捡起来一个纸箱子，回到了萧亮的身边，拍了拍箱子的外壳，说道：来，看看这个是什么。萧亮抬头一看，眼神瞬间定格在了箱子的图案上，激动地说道：这是虚拟头盔。接着陆阳将虚拟头盔扔到了萧亮的手中，说道：送你了。仿佛是在拿生命中最珍贵的宝物一般，萧亮双手抱住了箱子，惊喜地看着陆阳说道：老大，你说这个是送我的？陆阳点头说道：当然。老大。萧亮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给他这么贵重的东西，也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好，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萧亮认真地对陆阳一鞠躬说道：老大，谢谢你。陆阳说道：跟我客气什么？你是我兄弟。内心当中，陆阳想到：兄弟，我欠你一条命呢，这辈子哥哥罩着你，绝对让你过上不一样的人生。兄弟。萧亮一阵迷茫后，认真地记下了这句话。好了，别愣着了，一会上线自己先去熟悉一下环境，老大我回家上线再带你升级。陆阳说道。
哦，好的，我这就上线。肖亮赶忙跑回了屋子里面。陆阳失笑的摇了摇头，说道：“这小子连名字都忘记告诉我就回去了。”不过陆阳没有在意，每一个游戏头盔都有独立编号，只要知道这个编号，也能在线找到肖亮。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之后，陆阳简单的活动了一下身体，戴上头盔后，再次进入到了游戏当中。刚上线，陆阳的信箱不断的发出滴滴的提示音，打开一看，发现是迟暮老人发来的。老弟，能帮个忙吗？你要的材料我还没凑齐，但是我这边要下副本，你能提前把盾牌给我吗？陆阳一乐，想不到迟暮老人也会放下身段来求他帮忙，这可是3万人工会的会长啊，日后更是鼎鼎大名的国战统帅，居然会求自己，出什么事了吗？陆阳回了一条信息。副本当中，迟暮老人第3次扑倒在了第1关的 BOSS 面前，身边的副会长烈酒清风说道：“老大，我们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没有好的盾牌，我这个 MT 根本扛不住。MT 指的就是盾战或者盾骑士，打副本的时候主要抗怪的玩家。”迟暮老人说道：“我知道，可是陆阳没上线，我买不到啊。雄霸那边怎么样了？他们打到哪一关了？”烈酒清风说道：“已经打到副本第2个 BOSS 了。”妈的！老头子忍不住骂了一句，说道：“怪不得那孙子早上不跟我抢盾牌呢，原来他已经打到了。老大，我们不能让雄霸他们先过了第1个副本啊，这个成就可是要在全游戏公布的，对以后招募玩家的影响太大了。”我知道，迟暮也有些着急，可是他也没办法，现在各大公会都在抢着第1个成就，只要有盾牌出来，莫等迟暮找到就让人买走了，能够碰到陆阳已经算是他的运气了。正当他发愁的时候，迟暮收到了陆阳发回来了的消息：“老弟，你可上线了。”迟暮激动地说道：“怎么了？”陆阳问道。“别提了。”迟暮连忙将他下副本遇到挫折的事情说了出来。谁知道第20届的副本这么难啊，一个普通的3级副本，我们20个最精锐的玩家居然连第1个 BOSS 都打不过，你说这叫什么事？迟暮老人说道。陆阳没有感觉到意外，第20届为了不让玩家快速升级，也为了降低装备的贬值时间，一方面限制装备的出产，另外一方面提高副本的难度。一个普通的3级副本不仅需要20个玩家通力合作，还需要有一定的装备基础，尤其是主力 MT， 没有装备根本打不过去。我可以把盾牌先给你，你让人来东城区的7号旅店门口吧，我在这里等你。”陆阳说道。他相信迟暮老人不会黑他装备。迟暮本来还担心陆阳不同意，一直发愁说不说给钱做抵押的事情。他感觉出来陆阳不是一个特别在乎钱的人，如果用钱跟他说，陆阳一定不同意，可是又怕自己空口白牙，更让陆阳不同意。没有想到居然这么相信他的人品，什么抵押都不要的就同意了。老弟，感谢你这次帮忙啊，哥哥我欠你一个人情，如果以后用到哥哥的地方，我一定全力帮忙。迟暮老人说道。陆阳要的就是这句话，说道：“行，我记下了。那你等我一下，我这就派人去。”迟暮老人发完信息后，转头对副会长烈酒清风说道：“去一趟东城区7号旅店，陆阳上线了，他答应先把盾牌给我们。”太好了，我这就去。烈酒清风拿出回城券飞，回到了主城当中。回城券是稀有物品，系统不出售，只在小怪身上偶尔爆出来。回城的地点不是玩家自己设定，而是系统默认在出生点的广场上。从广场到东城区的7号旅店不过2分钟的时间，没过多一会，陆阳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他记得这个人就是上午跟在迟暮身后的玩家。高手，我来了！烈酒清风喊道。陆阳招了招手，等对方来到近前说道：“你就是烈酒清风吧？”“是我，迟暮老大派我来的。”烈酒清风一边说话一边发了一个交易申请。陆阳看到对方的名字没错，将右龙战盾放在了上面。烈酒清风看到龙战盾的属性，眼睛都直了，赶忙点了交易，说道：“高手太感谢你了，有了这个盾牌，我们过副本总算是有希望了。”陆阳笑了笑说道：“祝你们成功，承你吉言。”烈酒清风着急回副本，说了2句话就离开了。陆阳送走了烈酒清风之后，在游戏好友查找那一栏输入了他买给肖亮的头盔代码。本来这个头盔代码是游戏公司为了方便玩家互相查找的，没有想到后来很多玩家为了认识新朋友，随意的输入代码交流，让这个功能反倒是成了一个新的交友软件。0019852476输入代码后，陆阳看到了一个叫做黑甲战士的名字。这小子果然还是这名字。陆阳笑了笑说道：“上辈子肖亮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此时肖亮已经冲到了主城的外面，加入了抢怪大军当中。经过第1天的游戏，一级野怪区的玩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是又增加了很多。作为一个有志青年，肖亮在听说这款游戏要上市的时候，就幻想未来自己在这个游戏里面叱咤风云的场景。他曾暗暗发誓，如果有游戏头盔，他一定要拼尽全力去升级；如果他有游戏头盔，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打金高手。可是现在看着大地图上的一级野怪区，青绿色的草地上几乎每平米就站着4个人，刚刷出来一只怪，周围能有6、7把木剑同时砍过来，想要抢一个怪，不仅拼手速，还要拼运气，刷远了你打不到，手慢了也打不到。而想要升1级需要杀这样的野怪几百个，一想到这个，肖亮就一脸的郁闷。怎么这么难啊？肖亮郁闷地翻开了等级榜，当他看到第1名叫做陆阳的玩家已经到了4级的时候，又是一阵叹气。哎，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升级的，奇怪，这人怎么跟我老大同名呢？肖亮说道。正在此时，一个好友申请出现，而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陆阳。肖亮看了看2个人的名字，发现还真是一模一样，赶忙点了确认，激动地说道：“老大，那个等级榜第1是你吗？”陆阳笑着说道：“当然。”老大，你怎么冲上去的？肖亮激动地问道。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会成为第20届的等级榜第1名，
这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你现在在哪呢？陆阳问道。我在花雨平原的1级野怪区呢，这里抢怪的人太多了，还有那么多大公会包场练级。萧亮有些郁闷地说道。陆阳就知道是这个情况，说道：你在城门口等我，我带你升级去。萧亮刚要答应，可是一想到陆阳都4级了，自己才1级，他带自己的话一定会耽误升级，被其他人超过。想了想，萧亮发了一条消息给陆阳：老大不用你带我，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加油升级，千万别让人超过了。陆阳捂着额头一阵无语，不用猜都知道萧亮这小子毛病又犯了，说道：赶紧过来，带你不耽误我升级。找萧亮的时候，陆阳就想好了，虽然前期他也没办法帮萧亮太多，但是做任务的时候带他打怪升级还是可以的，一点也不耽误时间。啊，哦。萧亮听到陆阳这个语气说话，立刻说道：我这就到。这小子，陆阳说道。只是刚说完话，陆阳的眼神猛地变得凌厉起来，头没动，眼神看了看右侧，一个模糊的虚影逐渐被他看清，那是一个隐身的盗贼。陆阳有些不确定这个贼是不是要找他的麻烦，故意带着这个贼绕了一段路，结果他发现这个贼还在自己身后，他明白过来，这个贼就是来找他麻烦的。一个1级的贼敢在4级的我面前隐身，真是笑话。陆阳懒得去搭理这个人，凭借他现在的实力，在当前这个级别，少于20个人别想对他造成压力。一转身，陆阳朝着城门口走了过去。杀人不能在城内。另外一边，萧亮已经跑到了大门口，在护城河边的大桥上坐了下来。之前他打怪的地方就在城门口附近，所以来得很快。此时城门口不断有穿着新手服的玩家从城内跑向城外去升级。朴素的新手服就是一套普通的白色布衣，女玩家是一套粉红色的裙子，看起来很是单调。就在萧亮向城内张望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披着蓝色披风，手中拿着檀木色长柄螺旋形法杖的玩家出现在城门口。周围玩家都被这人的装备吸引，忍不住的对他行起了注目礼。哇哦，这人装备好好啊，感觉像是一套青铜装备。我感觉他的武器是白银的，这武器头部居然是螺旋形的，太嚣张了。萧亮也羡慕的看着跑过来的这个人，只是莫等他多想，右下角的邮箱发来消息，点开一看是陆阳发过来的。我到了城门口了，你在哪？手里拿着螺旋形长柄法杖的就是我。萧亮惊呆的忍不住挠了挠头，想不到他羡慕的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大。看着对方越跑越近，萧亮赶忙举起手挥舞，喊道：老大，我在这。周围的玩家瞬间将目光聚集在了萧亮的身上，这种被人注目的感觉让萧亮很是享受。陆阳早就认出来了萧亮，萧亮选择的人物外形跟上辈子一模一样，他发信息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已。来到萧亮的身边，陆阳看着萧亮羡慕的眼神，问道：怎么样，老大这一身装备不错吧？萧亮点点头，问道：老大，你这武器是什么级别的？看起来太帅了。陆阳将纵火者法杖的属性图片发给了萧亮。纵火者法杖，黄金级，攻击4-8，体质+2，智力+10，法术伤害+24点，法术暴击几率+12点，法术命中几率+12点，使用等级5级，黄金级。萧亮看傻了，虽然他才进入游戏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之前从网上看到了的相关攻略和刚刚在游戏中的感悟，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游戏的装备非常难获得。世界频道上那么多人喊话求购一把青铜级的武器，却很少有人卖，即便是卖起步价也是500信用点。可是看看陆阳的武器居然是黄金级的。萧亮忍不住问道：老大，你从哪打到的呀？陆阳没有回答，反问道：想要一套战士同级别的布。萧亮原本羡慕的眼神变得有些畏缩，摇了摇头，说道：这个级别的装备太贵了，我承担不起。陆阳摇了摇头，搂住萧亮的肩膀，说道：信老大的，我很快帮你打出来一套同级别的装备。萧亮用力的点了点头，从小到大他一直信陆阳，陆阳也从来没有骗过他，答应的事情从来没有没做到的。老大，那我们现在去哪啊？跟我走就知道了。陆阳一边说话一边装作不经意的看了看城门口，正好看到一个盗贼拼命的跑了过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在他身边隐身的盗贼。果然是跟踪我的呀，陆阳暗自说道。盗贼看到陆阳看向城门口，赶忙使用隐身术，同时一转身躲进了城门口的墙角，发信息说道：黑鞋老大，我跟踪到那个人了，他已经到城门口了，怎么办？巨人小镇的2级野怪区已经杀成红名的黑血一刀捅死了一个不甘心被包场的玩家。看到这个消息后，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说道：你跟好了，我这就叫金雕去杀了他。没错，一直跟踪陆阳的这个人就是黑血的手下。上午买装备的时候，黑血认为他被陆阳极大的羞辱了，所以想要一雪前耻。在打听到陆阳一直在巨人小镇外升级，一方面安排人在陆阳住的酒店外盯梢，一方面亲自带着工会3000玩家在巨人小镇外包场练级。可是他没想到陆阳居然没有回到巨人小镇，反而去了花雨平原。他在巨人小镇外杀人，杀成了大红名，没法回城，只能让留在花雨平原上的手下去做这件事。陆阳带着萧亮走的速度并不快，两人仿佛散步一般，有说有笑的穿过了3级野怪区。在即将进入4级野怪区的时候，陆阳停下了脚步。老大，我们怎么不走了呀？是要在这里升级吗？萧亮问道。陆阳摇了摇头说道：不，这里不是为了升级，而是为了杀人方便。说话间，陆阳突然间回头对着身后不远处的空气使用技能火焰冲击。砰的一声，空气莫名的炸裂起来，火光四射中，一个玩家眼神惊恐从空气中露出了原形。135眩晕2秒。萧亮刚要问陆阳这是在干什么，结果看到身后莫名的出现了一个玩家后，下意识的喊道：是盗贼。
盗贼被陆阳给打懵了，惊恐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你身后？”陆阳冷笑一声，说道：“因为你等级太低，我都4级了。你一个1级的小号跟着我，我能看不到你吗？”什么？盗贼忽然间感觉到自己就像个傻子，他还以为陆阳一直都没有发现他呢，原来人家一直在拿他当猴耍。羞恼之下，盗贼愤恨地说道：“别以为自己等级高就很厉害，我不是来杀你的，只是来跟踪你的。”陆阳问道：“说谁让你来的？”盗贼傲慢地说道：“我老大黑血，连他你都敢得罪？他已经派精锐来了，一会看你怎么死。”“我怎么死不知道，不过你怎么死我知道。”陆阳手中燃起火球术，照着盗贼飞了过去。盗贼总气血才160点，之前被火焰冲击打掉了135点后，就剩下25点。面对一个法师和一个战士，他完全没有躲避的能力，索性也不再反抗，就这么让陆阳轻松的给送回了城。系统提示：你杀了人。萧亮有些焦急地问道：“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黑血的大名已经让萧亮有所领教，花语平原一侧的1级怪区包场练级的就是黑血的手下。陆阳不在意地说道：“不用担心，你躲到一边去，看老大怎么杀了他们。”“老大，你要一个人跟黑血派来的人对抗啊？”萧亮不可置信地问道。陆阳说道：“不是对抗，是虐杀。就目前这个级别，玩家实力普遍不高，进入游戏才2天时间，还都是新手，即便是黑血手下的精锐装备，也不可能比陆阳更好。更何况陆阳比他们多出了10多年的技术，还懂得火法的简化咒语。”另外一边，距离陆阳大概500码的地方，5个人影从远处快速的接近而来。为首的战士穿着一身黑色战甲，右手持刀，左手却带着一个绿色的珠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穿着皮甲的猎人，此时正开着迅捷光环，提高全体人员移动速度10%。队伍的另外3个人分别是法师、牧师和盗贼。大家小心，负责盯梢的猎狗被他发现给杀了。那人有点实力。战士金雕说道。什么？队伍当中的盗贼寻风骂道：“这人是老大要求我们必须杀的，可别他妈让他跑了。”说话间，寻风一眼看到了远处的陆阳正站在草原的空地上，脸上顿时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喊道：“那人就在前面，我们追上他了。”战士金雕原本还担心那人跑了他们被老大痛骂，没想到他们居然追上了。一起上，别让他跑了。金雕激动地说道。放心，他绝对跑不了。盗贼寻风突然间开启加速技能，疾跑，提高了30%的移动速度的寻风飞速地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队伍中的牧师皱着眉头说道：“小心，你也是红名，距离太远，我没法给你加血。杀他还用加血？看我怎么虐他！”盗贼寻风对自己的技术很有自信，在整个永乐天堂当中，他盗贼的手法是排在第1位的。事实上，这次来的5个人每一个都是黑血手下的绝对精锐，单挑的话，在公会里面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高手。缠住他，我们随后就到。同队的法师说道。那你们可要快一点。说话间，寻风已经跑到了陆阳近前30码的距离，从背后抽出弩箭，凌空跃起，照着陆阳射了一箭。看你往哪里跑！寻风一脸嘲讽地说道。找死！陆阳的手中突然间出现了一团比火球术燃烧的亮度高1倍的巨大火团，陆阳照着寻风打了过去。研爆术，类型火焰法术，消耗30法力，施法时间5秒，距离35码。描述：向目标发射一个炽热的火球，对目标造成36至-42点火焰伤害，附带击退效果。寻风此时正在半空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扔出研爆术。砰的一声，144，寻风直接被打死在了地上。全敏的2级盗贼只有100点血，临死前他都没有想明白陆阳是怎么瞬间释放需要5秒钟吟唱的研爆术。他哪里知道，解开了自由模式的陆阳懂得简化咒语，研爆术作为后世火系法师最主要的输出技能，早就被一众火法大神研究的施法时间只要0.7秒，所以陆阳释放起来如同瞬发一般。紧随其后的战士金雕和法师等人都被陆阳的法伤惊呆了。他居然秒了寻风，他多少法伤啊？法师问道。不知道啊，而且我感觉他刚才使用研爆术的时候没有读秒呢。猎人问道。难道他有气定这个技能？牧师问道。气定可瞬发法术，但是冷却时间要2分钟。金雕说道。不管了，先秒了他，大家跟我一起上，注意队形。法师等人都收起了轻视之心，一个个都露出了凝重的表情。4人靠近陆阳50码的时候，猎人和法师从战士身后向侧面横向跑动，牧师位置不变，还是在战士的身后。4个人呈扇形将陆阳包围。我先上。金雕来到30码的距离，突然间对陆阳使用技能冲锋。冲锋是战士 PK 的第一控制技能，不仅可以在短短的1秒钟之内冲过30码的距离来到对方的面前，还能击晕对方1秒钟的时间。只要陆阳被打晕1秒钟的时间，猎人、法师和战士3人随后的输出就能将他打死。面对这个情况，陆阳丝毫不乱。就在金雕即将撞到陆阳身上的那一瞬间，陆阳的身体当中猛然间迸发出一道金黄色的火焰光环。抗拒火环，类型火焰法术，消耗1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距离5码。描述：向周围释放一道强大的推力，将敌推离自己的面前，等级相差越高，推送的距离越远。砰的一声，冲锋到陆阳面前的金雕突然间被抗拒火环崩飞的向后倒退了10多步的距离。两侧的法师和猎人都没有想到金雕会冲锋失败。此时法师正在吟唱寒冰剑，如果被寒冰剑打中，陆阳的移动速度将会降低30%。只是陆阳怎么可能会让法师用出技能？
崩飞了战士之后，陆阳反手使用技能法术反制。法术反制类型：通用法术，消耗1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距离35码。描述：反制目标正在使用的法术，使其在12秒钟之内无法释放该系任何法术。一道光芒闪过，陆阳成功的反制掉了对方法师的兵系法术。就在这个时候，猎人的弓箭到了，夹杂着巨蟒之刺的毒箭出现在了陆阳的身前，坚不容发之下，陆阳一个闪烁出现在了距离猎人3码远的位置。猎人手里拿着的弓箭自动被系统强制换下，转而拿起来长柄武器木棍。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能用弓箭了？猎人惊呆了。战士金雕喊道：“快退！他在你弓箭的盲区当中，向后退1码就能再用弓箭。”猎人也知道弓箭盲区的事情，只是陆阳的突然袭击让他方寸大乱。闻言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向后退去。可是猎人退1步，陆阳向前走1步，猎人退2步，陆阳走2步。猎人愤怒地向前走1步，想要用武器打陆阳，陆阳又偏偏向后退1步，总是处在猎人武器盲区的位置。看到这个情况，唰的一下，猎人头上的汗都下来了。玩游戏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被人逼迫到这么尴尬的境地。别着急，我来帮你。战士站稳后，对着陆阳使用技能拦截。拦截是战士的第2控制技能，与冲锋造成的效果一样。可是金雕刚启动拦截，没等冲到陆阳面前，陆阳再次吟唱研爆术。0.7秒钟之后，一发研爆术精准地打在了战士的身上。砰的一声，金雕不自主地向后仰了一下，拦截被打断，并且头上出现一个147的字样。快给我加血！战士喊道。牧师立刻吟唱起了咒语，恢复。可是恢复的吟唱时间是3秒钟，没等牧师吟唱结束，陆阳的第2发研爆术到来。砰的一声，战士金雕被打死在了原地，绿色的珠子掉落在了地上。而此时，牧师的吟唱在进行了一半。这法师的研爆术怎么都是瞬发啊？牧师激动地问道。不是瞬发，我看到他读秒了，法师快反制他！猎人距离陆阳最近，看清楚了陆阳的施法方式。可是看清楚和能够反制是2回事，只有0.7秒的施法速度，顶级法师也很难掌握这个时间。眼看着陆阳又一个研爆术将牧师打成空血，无奈之下只能靠蒙一般对陆阳使用法术反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反制失败。牧师看到这个情况，惊恐地丢下同伙转身就跑。可是陆阳怎么会让残血的牧师逃走？看到火焰冲击已经冷却完成，瞄准牧师的后背释放法术。砰的一声，135，牧师直接被打死在了地上。此时场面上剩下的就是一个法师和一个猎人了。陆阳越打越兴奋，重生回来之后，这是他第一次 PK。 为了秀操作，陆阳继续卡在猎人3码的距离上，同时他不再用法术反制限制对面的法师输出，使用研爆术跟对面的法师硬刚。可惜陆阳使用研爆术只需要0.7秒的施法时间，对面法师使用寒冰剑却要2.5秒。没等寒冰剑读出来，陆阳就一个研爆术打在了法师的身上。142，2级的法师全魔加点生命才96点，直接被陆阳打死在了地上。陆阳回头看了看猎人，说道：“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猎人面对陆阳的狂暴已经吓得肝胆俱裂，根本不敢再跟陆阳对抗，逃命似的转身向后跑去。可惜没跑2步，先后2发研爆术打了过来。砰砰2声之后，猎人也死在了地上。1条5，陆阳完胜。萧亮在一旁已经看傻了，走到近前说道：“老大，你简直太厉害了！1条5居然一点血没掉就打赢了，一帮垃圾而已，我杀他们就跟玩一样。”陆阳说道。可是老大，你的法术怎么释放起来跟别人不一样啊？我看其他法师使用火球术的时候都是3秒钟的时间，而且他们的火球术也没有你的大。萧亮问道。告诉你也无妨，不过这件事你要保密。陆阳说道。刚才我释放的比火球术还要大的技能叫做研爆术，伤害比火球术高50%，但是这个技能的正常施法时间是5秒，一般而言是没有法师在打怪和团战中使用这个技能的。但是老大我特殊，刚进游戏的时候我有一些机缘学会了简化咒语，别人释放要5秒，我释放却只要0.7秒。啊！萧亮惊讶地瞪大眼睛说道。这么短的时间，萧亮再不会玩游戏也能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这相当于别人释放一个研爆术的时候，陆阳已经释放了7个，也就是陆阳一个人等于7个人的输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换成法师职业？老大，我教你简化咒语。陆阳笑着问道。萧亮的眼神有些憧憬，不过很快就变得坚毅。不，我要玩战士。萧亮之所以选择战士，就是因为他想抗在陆阳面前，谁想打陆阳都要先过他那一关。不过这种话萧亮说不出来，只能去做。陆阳也不逼迫萧亮，玩游戏这种事情还是要看个人喜好，有人天生就喜欢玩法师，如同陆阳一般，也有些人天生就喜欢玩战士，喜欢砍人的感觉。行，随你。如果哪天你要是想当法师，老大我绝对不吝啬，一定将所有的活法简化咒语交给你。陆阳说道。萧亮点了点头。去看看装备吧，看看这几个人都爆出来了什么装备。陆阳问道。金雕等5人全都是大红名，根据系统规则，红名玩家死亡，背包里的东西全部被爆掉，身上的装备也有极大的几率掉落。萧亮来到了5人死亡的地方看了看，说道：“老大，他们身上带的好东西不少啊。”地面上铺满了各种药水和闪着青铜色光芒的装备。陆阳走过来看了看，说道：“黑血的永乐天堂果然混蛋，这5个人身上的装备得是杀了多少玩家才能爆出来的？”黑血奉行的打法是以战养战，从0级开始带着手下四处杀人，掠夺玩家身上的任何物品换钱。虽然这个方法混蛋，却吸引了很大一批喜好 PK 的玩家加入了黑血的帮会。黑血的逐渐强大也是靠着这些玩家。虽然后来这些玩家们发现黑血的人品不行，纷纷退会，但那是后话了。萧亮将装备挨个捡了起来，来到战士金雕面前的时候，
萧亮看到一颗闪着绿色光芒的珠子，捡起来之后，好奇地对陆阳问道：“老大，这个珠子很奇怪啊，是干什么用的？”陆阳抬头一看，顿时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说道：“蛇毒珠？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在这个级别报道蛇毒珠？蛇毒珠？那是什么东西啊？”萧亮不懂，游戏官方的设定中，特殊物品没有介绍，一切功能全靠玩家自行摸索。陆阳激动地说道：“兄弟，这可是个宝贝啊！如果说在初期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能够入了陆阳的法眼的话，纵火者法杖算一个，魔神之心算一个，除了这两个就要数萧亮手里拿着的这个蛇毒珠了。怪不得上辈子黑血一伙人能够快速崛起呢，原来他们这么早就打到了这个宝贝啊！”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上辈子？什么上辈子？”萧亮不明所以地问道。“没什么。”陆阳对萧亮说道：“老弟你发财了，这个蛇毒珠是一个可以升级的特殊宝物，升级之后是什么暂且不说，我先告诉你现在它的威力有多强大。它可以释放出10乘以10范围的毒物，目标受到毒物攻击，每秒掉血10点，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是2分钟。”“啊，这么强？”萧亮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是啊，或许对玩家的时候，因为玩家有加血技能，还能吃药和用绷带，逃出毒物的范围也能破解掉这个技能，但是怪不能，谁携带这个装备，就等于有了一个快速升级的神器。老大，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快速的升级了？”萧亮惊喜地说道。陆阳说道：“当然，这个蛇毒珠你拿着，再换上战士的这一套青铜装备，老大带你升级去。”本来陆阳是想要去巨魔营的做一个特殊任务，不过现在有了蛇毒珠，他决定带着萧亮先去食人魔营地。沿着花语平原，陆阳带着萧亮一路跑向了圣加尔城的西北方向，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通过了3级到9级的野怪区之后，陆阳带着萧亮进入了寂静森林。“老大，这里是10级怪区吧？”萧亮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他一个刚进入游戏的0级小菜鸟，居然跑到了这么高级的地图当中，心里害怕的要命。陆阳笑着说道：“别担心，我们不在这里打怪。”萧亮傻眼地问道：“老大，你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往前走啊？”陆阳一乐，说道：“哎呦，反应挺快啊！”萧亮看着远处的10级黑熊那庞大的身躯，忍不住咽了下口水，说道：“这符合老大的作风。”陆阳失笑，拍了拍萧亮的肩膀，说道：“不要害怕这些怪，跟着我，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方法，是不会惊动他们的。”10级的黑熊虽然体积庞大，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却是不怎么爱动，尤其是在夜晚，这些黑熊习惯性的待在一些固定的位置，不去游戏中的主干路。陆阳带着萧亮等到了太阳落山，月亮高挂，此时夜色下的寂静森林显得格外恐怖，树木上部不断有蝙蝠掠过，远处还有猫头鹰恐怖的叫声，但是黑熊都回到了森林的深处，各自在固定的位置徘徊起来。“我们可以走了。”陆阳说道。萧亮也发现黑熊都不见了，激动地说道：“老大，你怎么知道黑熊这个方法呀？”陆阳笑了笑说道：“游戏官网上有一个游戏图书馆，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实际上这个方法根本不是游戏图书馆里找到的，而是玩家们自行摸索的。上辈子他进入游戏的时候，正是各大工作室在游戏里大肆开拓的时候，为了掠取高等级的药材，工作室要求手下玩家提前进入到高等级的地图采集草药，一株高等级的药材工作室给出的价格是普通药材的好几倍，为了获得高级药材，工作室的打金员经常铤而走险，在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之后，有工作室的玩家发现了这个方法。陆阳在路上奔跑，忍不住回想起了那个年代自己的经历，可以说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啊。他也是万千打金员中的一个，这条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记住地图上每一只黑熊、每一只恐狼、每一只花吻蜘蛛和每一个草药的位置。两人快速在森林中奔跑，用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了森林的尽头，来到丘陵地带。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了。陆阳停下了脚步，对身后的萧亮说道。此时天色微明，太阳从东方升起，眼前的景色逐渐明朗起来。萧亮好奇地往前面看了看，只是当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怪物的时候，忍不住咽了下口水。老大，那是什么怪啊？在萧亮面前的不远处，一个身高足足有萧亮1个半那么高的巨型生物正在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这个巨型生物有着狮子一般的头颅和强壮的人类躯体，全身绿色，腰部围着虎纹布裙，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的骨头棒子，光是这个棒子就比萧亮的大腿还粗。陆阳说道：“你面前的这个怪物叫做半兽人，是15级的怪。半兽人，第2世界种族志中的可怜种族，是兽人和人类战争遗留下来的产物，目前附属于兽人麾下，与人类为敌。老大，我们怎么打呀？”萧亮问道。他有种感觉，半兽人杀他1根手指就够了。陆阳说道：“不用怕他，信不信老大我杀他1滴血都不掉？”啊！萧亮的眼神中满是惊讶。看我的！陆阳自信地说道。上辈子半兽人被玩家称为近战绞肉机，高达200点的伤害和不俗的移动速度，以及超高的气血和防御力，让战士和手法一般的盗贼面对半兽人完全扛不住，需要一队玩家搭配合理才能打得过。不过陆阳有自己的办法，记得上辈子有玩家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中5个活法使用岩爆术配合，利用岩爆术击退的原理，交替释放之下，打的半兽人到死都没有在原地动一下。陆阳现在虽然只有1个人，但是陆阳的施法速度只有 0.7 秒，比5个活法交替施法的速度还要快。来到距离半兽人30码的位置，陆阳调动其体内的魔法能量，口中念动咒语。0.7 秒钟之后，一个巨大的火团从他的手中浮现。岩爆术！火团猛地从陆阳手中飞出，砰的一声，精准地命中了半兽人的脑袋。半兽人被打得向后退了一步，身体差点倒在地上。135。
好！半兽人受到巨大伤害，循着火球的方向找到了陆阳后，愤怒地吼叫了一声，挥舞着手中的棒子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可是刚跑了一步，第二发炎爆术精准地命中了半兽人的脑袋，砰！半兽人又退回了原地。好！半兽人更加愤怒，迈开大步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只是再次跑了一步之后，又一发炎爆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半兽人又退回了原来的位置。半兽人头脑简单，不懂得变通，只知道向前冲。这样一来，陆阳凭借超快的施法速度，用了10多发炎爆术，将2000血的半兽人打死在了原地。至此，半兽人没靠近陆阳一步。系统提示：你获得了286点经验。老大，你太强大了！萧亮佩服地说道。陆阳笑了笑问道：你获得了多少经验？我得到262点经验，这比外面打怪升级快太多了。萧亮说道。杀一级怪才给10点经验，一次刷新只能杀到一只怪，有时候还抢不到，然后就要再等15分钟的刷怪时间。而陆阳这里1分钟不到就打死了一个怪，经验有262点经验，这里杀一个等于外面杀好几个小时的。陆阳却有些不满意，他算了一下，正常一个15级怪给的经验是280点，陆阳5级杀15级怪，月10级杀怪经验加成100%，也就是560点经验，跟萧亮平均分的话，才给了不到300点，萧亮获得的经验也不多。这里的升级速度还是太慢了，跟我走，我带你找到个更快的升级地方。陆阳说道。啊，还能更快？萧亮感觉自己的想象力有些不够用。陆阳说道。当然了，你有蛇毒株，升级速度至少还能提高5倍。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哦，萧亮赶忙跟上了陆阳的脚步。半兽人丘陵实际上是一座半兽人的城市，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半兽人的内城和外城，在外城的丘陵当中有数不清的洞穴，这些洞穴就是半兽人的日常休息的地方，里面有着大量的半兽人。正常而言，玩家都是在这些洞穴当中打怪，不过在众多的洞穴当中，有一个洞穴存在着一个 Bulletin 星号位。上辈子有神级盗贼利用个人技术越级单杀半兽人的时候，不小心被几个半兽人追杀，就在他被逼迫到了墙角，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盗贼发现墙角的巨石后面有一个缝隙，他立刻跳了进去，结果跳进去之后，半兽人完全打不到他。后来他利用这个 Bulletin 星号位用弓箭轻松虐杀半兽人，快速升级，直到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将这个 bug 公布出来。陆阳带着萧亮来到半兽人营地，目的也就是在这里，他也要利用这个 bug 刷怪。两人一路杀怪来到了这个洞穴门口，刚进洞，门口3个半兽人同时发现了陆阳，挥舞着骨头棒子朝着陆阳冲了过来。老大，怎么办？萧亮紧张地问道。洞穴里面的半兽人非常多，如果两人就这么四散逃跑，很容易引得其他半兽人。站在这里别动。陆阳毫不在意，口中快速地念动咒语，眨眼间3个炎爆术先后飞向了3个半兽人，刚刚跑进2步的3个半兽人几乎同时被打退了1步，紧接着陆阳继续念动咒语，不多时就将3个半兽人打死在了地上。呼，吓死我了！萧亮紧张地长出了一口气，说道：老大，这里半兽人很多呀。除了门口的位置，洞穴两侧长廊几乎被半兽人挤满了。陆阳说道：这才有几十个，往里面走，有好几百个呢。一路杀怪，陆阳带着萧亮进入了洞穴大厅，把着墙壁往里看，整个洞穴大厅十分的宽阔平坦，有2000平米的样子。大厅四周的环形墙壁上都放置着火把，在大厅的中间部位也有一个巨大的火堆，数百个半兽人正散布在整个大厅当中。老大，这里怪太密集了，怎么打啊？萧亮发愁地说道。第二世界中 NPC 智商很高，在这么高度聚集的环境中，打中一个怪至少会引得其中几十只的怪同时冲过来。陆阳说道。别怕，看到大厅左侧墙角的那个大石头了吗？萧亮点点头，左侧墙角的巨石非常明显。陆阳说道。那是个 Bulletin 星号，一会我去引怪，我让你跑的时候，你立刻跑到那里，跳到石头的后面。啊，老大你咋知道的呀？萧亮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陆阳早就想好了对策，说道。因为老大我是内测玩家。内测玩家？萧亮立刻明白过来，激动地说道。怪不得老大能够登上等级榜第1名呢。陆阳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一会听我指挥啊，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失败了你就惨了。别看从这里到大石头边上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如果萧亮跑得不合时机，跑早了或者跑晚了，都会被半兽人打死。第二世界的死亡惩罚很严重，而且半兽人营地这里没有复活点，一旦玩家死亡，想要重新来到这里，就要再跑3个小时的路程，很是麻烦。我尽力。萧亮紧张地看向了大石头。老大，我跑过去了，那你怎么办啊？萧亮突然间问道。我自有办法。陆阳开启了自由模式，保命能力强得很，观察了一下每个怪的移动方式，算好了距离之后，陆阳拍了拍萧亮的肩膀，示意他做好准备。萧亮点了点头之后，陆阳口中念动咒语，一发炎爆术精准地打在了一个刚好移动到左侧距离大石头还有10码位置的半兽人。好！半兽人怒吼一声，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同时因为他的怒吼，整个左侧靠近大石头部位周围10码的半兽人全都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顿时左侧大石头周围的怪为之一空。陆阳释放完咒语之后，快速跑进了大厅当中，半兽人看到陆阳更改了方向，也追着陆阳跑了过去。陆阳看到左侧已经没有怪了，立刻对萧亮喊道：跑！萧亮嗖的一下跑进了大厅，朝着左侧的大石头跑了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只怪没有被陆阳引到，萧亮都必死无疑。不过幸好陆阳是一个老手，拉怪的本领相当老道，在没有落下一个怪的情况下，让萧亮轻松地跑到了大石头的旁边。老大，我到了，你快过来！萧亮爬上了大石头，站在上面喊道。此时陆阳还在带着怪满大厅的跑，并且还将大厅其他方面的半兽人的仇恨给吸引到了。
半兽人的移动速度比陆阳略快，如果在森林里跑，陆阳相信自己可以将半兽人甩掉。可是在这个平坦的圆形大厅当中，前面还有怪的情况下，陆阳每次躲避前方半兽人挥舞来的鼓棒都要耽误一点时间，这么一来，后面的半兽人很快就追了上来。陆阳眼看着自己身边的半兽人越来越多，不过陆阳也因此吸引到了大厅里所有半兽人的仇恨。就在陆阳被半兽人逼迫到大厅右侧墙角无处躲避的时候，面对着周身数十个砸下来的骨头棒子，陆阳知道自己不跑不行了，口中念动咒语，闪烁，瞬间一道白光闪过，骨头棒子纷纷落空。半兽人迷茫地看着消失的陆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棒子没有将陆阳打死。突然间，身后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一个半兽人回头张望，刚好看到了陆阳正朝着大厅左下角的大石头跑了过去。好！半兽人一声怒吼，吸引同伴的注意力，带着其他半兽人朝着陆阳冲了过去。此时陆阳已经没有了保命技能，如果被这几百个半兽人追上，他必死无疑。好在闪烁的距离是30码，面对前方只有不到20码的距离和身后距离30码的半兽人，陆阳用尽全力奔跑。在来到大石头面前之后，陆阳纵身一跃，萧亮伸出手用力抓住了陆阳的手臂，往上一拉，陆阳轻松地跳到了石头上面。而此时距离陆阳最近的一只怪才刚刚到石头旁边，半兽人举起手中的鼓棒，用力地朝着陆阳砸了过去。跳！陆阳赶忙拉着萧亮跳进了石头缝隙当中，这个石头缝隙很大，足以容得下2个人。半兽人没有想到陆阳和萧亮还能跳到石头后面，一击落空之后，愤怒地拿起骨头棒子朝着石头缝隙里面捅了进去。其他半兽人来到石头边上，也都拿出骨头棒子往石头缝隙里面捅，大有要将陆阳和萧亮2人捅死的打算。陆阳和萧亮2人刚刚进入石头缝隙中，顿时骨头棒子就捅了过来，萧亮还以为安全了呢，看到骨头棒子过来，吓傻在了原地。陆阳赶忙一把手将萧亮拉到了自己的旁边，靠近墙角的地方，躲过了致命一击。呼，太危险了！萧亮后怕地拍着胸脯，感激地对陆阳说道：“老大，谢谢你。”陆阳说道：“小心，以后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没有彻底的成功，就不要有任何放松的情绪。”我记住了。萧亮受教地点了点头。本来陆阳只是随口这么一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游戏中，萧亮时刻记着陆阳这句话，并且在百国大战中成功地挫败了某国的阴谋。在对方询问的时候，萧亮得意地说出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后话了。萧亮问道：“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陆阳说道：“当然是刷怪了，拿出蛇毒珠，老大我告诉你怎么用。”哦，好的。萧亮赶忙将蛇毒珠拿了出来，以米德加尔德的名义毒物。陆阳说道：“这个就是蛇毒珠的咒语，快用来看看。”萧亮嗯了一声，平举手臂将蛇毒珠指向前方，学着陆阳的话重复了一遍：“以米德加尔德的名义毒物。”黑绿色的蛇毒珠猛然间迸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但绿色的毒物大量的从宝珠中飘出，遇到石头后自动分散，从上下2部分继续向前飘散。堵在石头缝隙的3、4个半兽人首先遭到毒素攻击，原本就全身墨绿色的半兽人被染成了鲜艳的淡绿色。不过半兽人没有丝毫的反应，只是将仇恨都集中在了萧亮的身上，仍然在拼命的用棒子往石头缝隙里面捅陆阳和萧亮。系统提示：半兽人中毒了！半兽人中毒了！半兽人中毒了！萧亮虽然看不到后面毒物的范围，但是看到身边显示面板上面的数不清的系统提示，简单的数了一下，有上百个半兽人。老大，这毒物范围这么大啊！萧亮激动地说道。陆阳说道：“当然了，10乘以10的范围呢，而且伤害还高，每秒掉血10点，持续5分钟的时间。”萧亮算了一下说道：“一个半兽人有2000点血，1分钟是60秒，那我4分钟就能杀死100个左右的半兽人了呀！一个半兽人经验260多点，100个半兽人就是2.6万点，这么多经验足够让萧亮升到3级，用不上那么久，看我的！”陆阳跳到石头上端，举起手中的纵火者法杖，念动咒语，释放出纵火者法杖的自带法术火墙。一个2乘以2范围的火墙从石头面前的地面上燃起，熊熊大火足有半米高，处在火墙中的半兽人立刻受到伤害。萧亮也跟着跳了上来，看到陆阳释放的火墙术，惊讶地说道：“老大，你居然有范围法术！”范围法术早在游戏开放之前就被媒体爆出，第2世界为了限制玩家升级，特意将范围法术定在了10级以后才能学习。他没有想到陆阳居然在5级的时候就学会了。陆阳说道：“不是我学会了这个法术，是我的这个武器厉害，这把纵火者法杖自带1级火墙术。”说话间，陆阳继续释放火墙术，不多时，整个地面都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墙术每秒造成36点伤害，算上陆阳的法术伤害加成110点，实际上火墙术每秒可以对怪造成146点伤害。半兽人处在火海当中也不四散逃跑，只是愤怒地在火海当中走来走去。可惜他们被前面的玩家阻拦，就是打不到陆阳。而且火墙术有一个特点，按照游戏的规则，火墙术对玩家造成伤害分成2种，一种是触碰受到伤害，只要碰到火墙术就算受到伤害，之后停留在火墙里面，每1秒受到1次伤害。还有一种伤害的方式是多次触碰分开计算伤害，如果目标从这个火墙里面走到另外一个火墙里面，伤害单独计算，这就导致很多处在2个火墙边缘的半兽人因为打不到陆阳，来回的在2个火墙里走来走去，走一次计算1次伤害，而走一次的时间只要 0.5 秒钟的时间。最终不到20秒钟的时间，没等火墙燃烧结束，面前的近100只半兽人全部被陆阳的火焰和萧亮的毒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282点经验。你获得了282点经验。一长串的经验出现，陆阳的经验条向前跳了一大块，萧亮更是连续2道金光亮起，从1级跳到了3级。老大，
这经验太多了。萧亮惊喜地说道。对比外面在一级野怪区艰难升级的玩家，萧亮无法想象自己的升级速度可以这么快。老大，这么快的升级速度，我会不会也进入等级榜前10啊？萧亮激动地问道。现在他已经排在等级榜前1万人以内了。这个还真有可能。陆阳说道。咱们试试看，有没有机会爆掉前面那些大帮主和大公会的老大们。萧亮干劲满满。陆阳笑着说道。那还不赶紧，下一波怪冲过来了。大厅当中的半兽人有好几百个，死了第一批之后，后续的半兽人立刻补了上来。看着又一批用骨头棒子往石头缝里乱捅的半兽人，有了经验的萧亮不再害怕。等蛇毒株的冷却时间到了之后，再次念起了咒语。陆阳也举起法杖，用起了火墙术铺设火海。正当陆阳等待经验的时候，右下角的语音传来了滴滴声。陆阳一看，发现是小蓝雨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按下了接通键。小蓝雨，找我什么事啊？陆阳问道。面对陆阳每次都是这种如同大哥哥的说话语气，小丫头很是无奈，不过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开心。谁小了？我都上大学了。蓝雨鼓着嘴说道。陆阳都能想到蓝雨说话时的模样，说道。那也是小丫头，找我什么事？蓝雨翻了个白眼，说道。高手，你是不是得罪了永乐天堂的黑血了啊？那家伙疯了一样，满世界的通缉你呢。陆阳一乐，问道。跟我说说看，怎么通缉的？永乐天堂那边传来的消息说，是因为你杀了他们的5个精锐玩家，还爆掉了他们身上的青铜装备，害得他们下副本的时间都延后了。黑血在世界上发布了通缉令，谁杀了你，凭借视频可以获得100信用点。蓝雨说道。陆阳无语，没有想到黑血这么幼稚，问道。他有没有提绿色珠子的事情？蓝雨说道。什么绿色珠子啊？陆阳有些迷茫，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才开区第2天，估计黑血等人上辈子意外拿到了蛇毒株，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怎么用的，一定是通过其他渠道才找到的办法。这辈子黑血等人刚获得蛇毒株，还不知道它的作用就被自己给抢走了，所以黑血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损失的有多大，他只是在为金雕和寻风等人的装备而愤怒。陆阳说道。没什么，放心吧，黑血打不过我的，他的人再多也没用。事实上，黑血已经在这么做了。金雕和寻风5人是黑血现实中的小弟，当他们狼狈的复活去跟黑血汇报的时候，黑血得知5人装备都掉了好几件，气得直接退出游戏，在现实中对5人一顿暴打，骂了1个下午才停了下来。他们5个人身上的装备是黑血杀了不知道几千人才凑出来的，结果就这么掉了好几件。黑血气得打完人之后，上线开始发布通缉令，凡击杀陆阳的玩家，可凭视频找永乐天堂的工会管家领取100信用点。蓝雨说道。高手，如果你需要我帮你买药或者送东西的话，你就跟我说啊，我保证不告诉别人，一个人给你送过去。陆阳听到这话还挺感动，不过他有魔神之心、纵火者法杖以及黄金电鳗肉，暂时还不需要他的帮忙。先谢了呀，如果有需要我一定找你。陆阳打开了好友栏，看了看蓝雨的等级，问道。你们都2级快3级了吧？蓝雨点点头说道。马上就到3级了，装备也都有很多白板装备了。那你们是不是准备下3级副本了呀？陆阳问道。副本是第2世界中的一大特色，最低参与人数20人的副本是玩家在游戏中获得装备的第2途径。是啊，我们这边的3个战士都凑齐一套防御装备了，雨薇姐想要带队下副本试试。蓝雨说道。陆阳问道。战士的防御力多少？3个战士都是62点左右。蓝雨说道。这是白板装备的标准属性。陆阳说道。信我的话，千万别去，你们的战士防御力不够，去就是送死。第2世界中的副本没有一个是简单的，需要20人配合的副本，且不说打起来需要多么完美的配合，单就玩家的硬件来说，要求都非常的高。如果是陆阳带队指挥的话，硬件差点也有可能打过去，换成夏雨薇这个菜鸟带队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蓝雨说道。啊，那我赶紧跟雨薇姐他们说去，他们正聊着呢。陆阳再次郑重的说道。记住，如果战士防御力不够71点，绝对不能去。如果是其他人，陆阳绝对不会说出这个秘密，也就是蓝雨，陆阳不忍心看他掉级。哦，我知道了。蓝雨说道。岩石洞穴里面，夏雨薇和张子博、郑远等人正在商议下副本这件事。听说了吗？迟木和雄霸他们已经去开拓副本了，如果他们开拓成功，他们就拥有首当副本的成就了，以后招收睾丸更加容易，我们想要追赶上他们就难了。郑远激动地说道。张子博说道。郑远的话有道理，我们马上就到3级了，应该去试试这个副本，以我们现在的装备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夏雨薇也非常心动，游戏之初他们8个人成立工作室的时候都是抱着试探心理的，所以并没有撒钱去跟大公会争夺高手，结果开局慢了一步。为了今后的发展，夏雨薇有心争一争这个副本首通的成就。也好，那我们就……夏雨薇刚要说去试试看，蓝雨突然间说道。等等，怎么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都看向了蓝雨。蓝雨说道。那个我们好像打不过这个副本。夏雨薇一皱眉，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过啊？蓝雨有些不想告诉夏雨薇等人是陆阳告诉他的，不过看到张子博、郑远还有其他人都盯着他看的时候，只好叹了口气，说道。是那个送我装备的大哥哥告诉我的，他说战士的防御力没有71点是绝对不能去的。他怎么知道这一点？郑远顿时极度的火冒三丈，说道。小雨，你怎么还跟他有联系，还管他叫哥哥？他得罪的可是永乐天堂，小心被他牵连到。蓝雨秀眉轻蹙，说道。郑远，麻烦你叫我蓝雨。还有，我们这个工作室所有人的等级能够一直排在全服前500名以内，都是靠着他告诉的这个秘密地点才能保持的，烹饪也是他告诉我们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人家对我们的帮助。
郑远还要争执，却被张子博拦住，说道：“这件事蓝宇说的对，如果没有那人，就没有我们的现在。他需要帮忙，我们一定伸手援助。不过这跟下副本无关，我还是想要去副本试探一下，机会就这么一次，而且就差7点防御力，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张子博不想讨论这些无关升级的时候，所以很快将话题转了回来，并且看向了夏雨薇。夏雨薇本就对下副本心动不已，在听到张子博的话之后更加心动，说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先打怪，到了3级就去副本。”好，张子博和郑源等人都激动地答应下来，连雇佣来的工作室成员都十分赞同。蓝宇看到这个情况，也只好不再劝说，跟着继续打起了怪。另外一边，陆阳在跟蓝宇说完话之后，继续带着萧亮刷怪。此时洞穴大厅当中的半兽人已经全部给陆阳和萧亮2人合力给杀光了。萧亮成功的升到了5级，进入了等级榜前10，陆阳则升到了7级，远远的将第2名雄霸风云甩开了2级。正当2人闲聊的时候，忽然间洞穴大厅正对门口的座位上一阵白光亮起。好！一声巨大的怒吼声之后，陆阳和萧亮惊讶地看到一个体型比普通半兽人大了2圈的巨型半兽人出现。这个半兽人手里拿着2把黑亮亮的斧头，全身穿戴着黑色的钢铁盔甲。半兽人勇士，陆阳皱着眉头说道：“老大，我们能打得过吗？”萧亮问道。陆阳说道：“当然可以。半兽人勇士是半兽人当中的精英级小怪，这种怪对于战士和盗贼等近战职业来说是非常难打的，因为看体型就知道这个怪的防御力非常高，而且拿的是黑亮的巨型斧头，近身攻击力也非常高。不过这个怪也有缺点，就是没有法防。看我的！”陆阳说道。从 Bulletin 信号跳出，陆阳慢慢的朝着半兽人勇士靠近，在距离对方30码距离的时候，陆阳口中念出咒语研爆术，一道巨大的火焰从陆阳的手中飞出，精准的命中在了半兽人勇士的脑袋上。好！半兽人勇士在剧痛之下怒吼一声，举起斧头对转身就跑的陆阳说道：“该死的人类，我要杀了你！”系统提示：半兽人勇士对你发动了技能冲锋。陆阳只感觉到背后风声响起，半兽人勇士庞大的身躯在路上留下一片虚影，电光火石之间冲到了陆阳的面前。就在快要撞在陆阳身上的那一刹那，陆阳身上一阵白光亮起，施展了一招标准的闪烁躲冲锋。这是上辈子法师破解战士的标准技能，别看只是一个简单的闪烁，使用起来却不是那么的简单，时机早了或者晚了都起不到效果。闪烁早了，系统会根据游戏规则判定冲锋距离可延长，也就是说即便冲锋的最远距离是30码，但是玩家在目标冲锋之后使用了闪烁技能，目标在使用冲锋的时候依然可冲锋到玩家面前。如同陆阳这样闪烁早了的话，半兽人勇士实际上可冲锋60码的距离。如果是玩家闪烁晚了，被击晕之后，虽然可以使用闪烁逃跑，可是击晕有 0.1 秒的绝对静止，这个时候玩家是无法使用技能的。而半兽人冲锋的时候是举起斧头的，系统在判定冲锋的时候会在冲锋命中的那一瞬间同时判定物理输出，陆阳还是会被秒死。所以闪烁躲冲锋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是需要玩家拥有精确的计算能力、反应能力以及对游戏的预判能力。这种操作让新手玩家来做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陆阳这里却是上辈子每天不知道重复多少次的事情，轻松异常。闪烁之后，陆阳距离左侧大石头 Bulletin 星号只剩下20码的距离。半兽人勇士发现自己的冲锋失败之后，则举起斧头，更加愤怒地朝着陆阳冲了过去。第2世界的设定中，玩家的初始移动速度是325点，部分野外精英怪的移动速度比玩家快 50%， 也就是487点，这其中就有半兽人勇士。虽然陆阳闪烁出去了30码的距离，但是剩下这20码的距离还是半兽人勇士快速地追了上来。老大小心！萧亮站在大石头上面喊道。就在陆阳还有2步就来到大石头旁边的时候，半兽人勇士追上了陆阳，先是遭到攻击，后是遭到闪烁躲避。感觉到被羞辱的半兽人勇士愤怒地举起斧头，如果这一斧头落下来，陆阳必死无疑。可是就在这一瞬间，陆阳突然间回身对着半兽人勇士使用瞬发法术火焰冲击，砰！一团火焰从半兽人的脑袋上炸裂开来，半兽人被打晕在了原地。老大，快把手给我！萧亮伸出手臂喊道。陆阳甩出火焰冲击之后也不看结果，纵身一跃，伸手抓住了萧亮的手臂。萧亮用力一拉，将陆阳拉到了石头顶端。萧亮刚要喘口气，陆阳拉着萧亮纵身跳下了岩石缝隙当中，两人相当于从石头上掉进了墙角的缝隙当中，狼狈不堪。莫等萧亮问为什么，上部一个巨大的晶石撞击之声出现。当！萧亮抬头一看，半兽人的斧头深深地凿进了岩石当中。老大，他怎么醒得这么快？萧亮傻眼地问道。他之前看过陆阳的火焰冲击，能够将目标打晕2秒。陆阳说道：“这是精英怪，系统规则，精英怪控制时间减半，领主怪免疫控制。”萧亮受教地哦了一声，问道：“老大，那这大家伙不会把岩石打碎了吧？”半兽人勇士的斧头太过巨大，不能像半兽人手中的骨头棒子一样往石头缝隙里面捅，在打不到陆阳的情况下，愤怒地用斧头凿击岩石。陆阳回忆了一下上辈子那个盗贼杀 BOSS 的视频，说道：“放心吧，这家伙永远打不碎这块岩石，我们俩现在可以放心的输出，轻松的弄死这个大家伙。”太好了！萧亮激动的立刻拿起蛇毒珠释放出了毒素，将半兽人勇士染成了鲜绿色。陆阳举起手中法杖，一连4个火墙出现在半兽人勇士的脚下和他移动的两侧。随后陆阳念起了研爆术的咒语，砰砰砰
半兽人勇士作为15级的精英怪，气血2万点，防御高，伤害高，而且回血速度非常快。正常而言，想要击杀半兽人勇士，需要2对15级以上的玩家才有希望。可是现在，陆阳他们只要2个人站在 Bulletin 星号上，就可以轻松的打死半兽人勇士，而半兽人勇士只能这么无奈的绕着大石头走来走去，对陆阳他们造不成一点伤害。随着一次次的研报术和一声声的怒吼，在打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之后，半兽人勇士终于不甘心的躺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3142点经验。老大，我们真的把半兽人勇士给打死了！萧亮激动的大声喊了出来，这是他进入游戏之后打死的第一个 BOSS。虽然他看不到半兽人勇士的死，但是他也看到了经验的提升。陆阳不在意的说道：别着急出去捡装备啊，现在外面全都是半兽人。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外面的半兽人都刷了4波了，整个洞穴大厅当中又恢复了陆阳刚来时候的状况，有好几百个半兽人在其中走来走去。萧亮趴在石头上看了看外面被半兽人挡住的半兽人勇士的尸体，说道：郁闷，真想看看报到了什么装备。陆阳失笑，不过他能够理解萧亮现在的感受。16岁的少年好奇心强，想当年陆阳在打死第一个 BOSS 的时候，也如同他一般着急的想要去看 BOSS 掉落了什么装备。吃了2个香酥电鳗肉，将魔法恢复满，陆阳站起身，使用研报术将附近的半兽人都引了过来。2人合力用火墙和蛇毒击杀之后，周围的怪都被清理干净。陆阳这才带着萧亮跳出了 Bulletin 星号，打眼一看半兽人勇士身边掉落的东西，陆阳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居然是技能书，快去看看是什么。技能书可是一个好东西，这东西比装备还要珍贵，装备不用了还能出售，但是书这东西用了就没了。萧亮快步的跑到了半兽人勇士的身边，将 BOSS 掉落的东西挨个捡了起来，回到了陆阳的身边，有些郁闷的说道：老大，一共就掉了2本技能书，一个是盾墙，一个是地精守护，其他掉的就是一堆瞬间恢复药剂了。什么？陆阳赶忙看向了技能书，当他发现真的是盾墙和地精守护的时候，激动的说道：兄弟，你这命太好了啊！有啥好的？也没出装备。萧亮傻头傻脑的说道。陆阳说道：傻兄弟，这一本盾墙用10件10级的黄金级装备都换不来啊！啊，这么珍贵啊！萧亮惊讶的说道。当然了，陆阳今天真的是激动了。盾墙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40%，持续时间8秒，冷却时间4分钟。这个技能是防战的神技，哪怕是以后战士到了200级，团战打 BOSS 的时候，该用这个0级就能学会的技能还得用，因为它能降低怪40%的伤害，即便 BOSS 狂暴了，也能硬抗住 BOSS 的攻击。防战只有拥有了盾墙，才能算作是一个合格的防战。后期玩家都知道盾墙这个技能的时候，散人组团下副本，防战要是没有盾墙这个技能都没人组，以至于后期盾墙这本0级技能书被炒到了50个金币一本的地步。可是盾墙的暴力极低，本身第2世界的技能书掉落地点就有限，很多副本也都不产技能书，只有在几个特定的地方才能打到，或者击杀野外顶级 BOSS 才有。结果导致很多防战玩家都到了50多级学会高阶技能了，还没有这本盾墙技能书。快学了，有了这个技能，老大我就敢带着你下各种高难度的副本，到时候黄金级的装备任你选。陆阳说道。哦，萧亮赶忙将技能书学了，一阵金光亮起，萧亮学会了盾墙技能。老大，另外一本技能书地精守护是干嘛用的呀？萧亮好奇地问道。这个是牧师的技能，可以给全团每个人增加土系防御力，也算是一个初期的神技。这本书你用不上，我先拿着了。陆阳将技能书放在了自己的背包当中。哦，陆阳看了看左右的怪，整个洞穴大厅当中还有200只半兽人都集中在大厅的右侧。兄弟，我要出去做个任务，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打怪，按照我教你的方法，用弓箭引怪，然后用毒杀他们就行。陆阳说道。弓箭是之前陆阳杀死黑雪手下那个猎人爆出来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青铜装。老大，我去帮你啊。萧亮快6级了，说话很有底气。陆阳说道。你要是想帮我，就尽快升级。你一个人在这里没有我分担，经验升级更快，早点到了10级，你才能帮到我。哦，好的。萧亮有了目标，干劲满满。陆阳看着萧亮引了2次怪都没有问题之后，这才放下心来，一个人按照原路杀出了洞穴，回到了半兽人丘陵。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陆阳借着夜色朝着地图西侧跑去。在半兽人丘陵西侧有一处森林，里面居住着一群巨魔。陆阳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击杀森林巨魔的头领萨满祭司沃金斯。不过巨魔可不是那么容易击杀的，作为15级地图中最难杀的怪，巨魔不仅拥有半兽人一般强壮的身体，还有狼人一般敏捷的速度，并且巨魔的回血速度也是15级怪中最快的。陆阳就算是想要击杀他们当中的普通巨魔都十分的困难，不过好在陆阳有他自己的办法。来到了巨魔森林的边缘，陆阳开始放慢了脚步。夜色下的森林更难发巨魔的存在，如同半兽人一般，巨魔也有一身绿色的皮肤，嘴角也有突出的獠牙。不过巨魔的身材非常的雄壮，腹部有棱角分明的8块腹肌，身材也很修长，头发和胡子都是红色的，手里拿的武器是长矛。陆阳之所以敢在7级的时候一个人来巨魔森林，就是因为这里的巨魔攻击特点是只会投掷长矛，所有的巨魔都是远程攻击怪，在这片巨魔森林当中，只要陆阳躲避得当，完全可以做到一滴血不掉的杀掉巨魔。不过那是在白天，夜晚的时候陆阳都找不到巨魔藏在哪，更看不清对方投掷长矛的方向，所以陆阳停留在原地等到了清晨。无聊的时候，陆阳对蓝雨发起了语音聊天。此时蓝雨正看着副本里面的第一个 BOSS 发呆呢，按下了接通键问道：干嘛？你们副本打得怎么样了？陆阳问道。挂了3回了。蓝雨郁闷地说道。陆阳没忍住，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蓝宇顿时更加郁闷了，有些小气愤地说道：“你还笑？”陆阳赶忙说道：“啊，抱歉，一时没忍住。你们是不是死在了 BOSS 的血量剩余30%的时候啊？”你怎么知道？蓝宇惊讶地问道。陆阳心说：“我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副本的 BOSS 是所有玩家新手期的噩梦。上辈子不知道多少大公会的精英玩家，因为不知道第一关 BOSS 的打法，以为剩余血量30%改善一下打法就能打过去呢，结果一灭就是一晚上。你们不用想办法了，这一关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只能靠战士自身的装备硬抗，防御力不到71点是绝对没有机会的。”陆阳说道。第二世界的伤害结果计算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这涉及到基础破防、攻击、防御和伤害结果等一系列东西。对于蓝宇他们这样的新手期玩家，陆阳能解释明白的只有防御力不够71点，不能打这一点。蓝宇说道：“好吧，我去劝一劝雨薇姐，把你的话跟他们说一遍，希望他们能听吧。”小丫头最后还叹了口气，陆阳都能想到那个小丫头此时的小模样。去吧，陆阳说道。关闭了通话，陆阳靠在一棵大树旁边休息，一直等到太阳升起才从地上站了起来。清晨的森林显得生机盎然，阳光透过树叶照在森林的地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远处一只梅花鹿在吃着带露水的嫩叶，旁边的树上还有2只松鼠在四下观望。乍一看去，巨魔森林一片祥和，可是陆阳却不敢大意。巨魔在白天的视野非常好，而且陆阳跟巨魔的等级相差太大，很容易被巨魔发现。正当他准备走进森林的时候，忽然间，前方30码距离陆阳最近的一棵大树上，一个绿色的身影嗖的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绿色的皮肤，强壮的身体，红色的头发和手中尖锐的长毛，正是森林巨魔。陆阳忍不住咂了咂舌，暗道：幸好自己没有在晚上进入巨魔森林，否则刚进去就得被面前这个森林巨魔给秒了。看着森林巨魔转身准备走进森林，陆阳举起纵火者法杖，对着巨魔的后背念起了咒语。0.7秒钟之后，岩爆术在法杖顶端形成。陆阳法杖一指巨魔，岩爆术如炮弹一般，拉着长长的火尾飞向了巨魔的后背。砰！巨魔被打得一个踉跄，口中发出一声嗜血的低吼，转过头，眼神如狼一般盯着陆阳，举起手中的长矛，原地不动，手臂拉得笔直，随后用力一掷，呼！破空声响起，长矛瞬间飞到了陆阳的面前。如果是普通玩家的话，绝对躲不开巨魔投掷的长矛，因为对方投掷长矛的速度非常快，长矛在空中的弹道也非常平，只要长矛投出，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能穿过30码的距离打中玩家。森林巨魔丢出的长矛伤害非常高，几乎每一下都能打掉玩家200点左右的气血，即便玩家到了15级，除了盾战和防骑其他职业也根本扛不住。上辈子大量玩家进入巨魔森林的时候，很多法师和猎人等玩家自以为是的，没等战士开怪就先手攻击，结果被巨魔回手掷出的长矛一击秒杀，可见巨魔到底有多强。不过巨魔的长矛投掷速度再快，对陆阳也无效，因为任何一个高端法师在 PK 中首要学会的就是如何躲避射手的弓箭。上辈子陆阳不知道参加了多少万次的 PK 战，在自由模式下，他连射手的弓箭都能躲避开，更不要说森林巨魔的长矛了。简单的一个侧身，陆阳躲开了长矛，口中咒语再起，又是一个岩爆术从法杖尖端打出，砰的一声打中了巨魔的脑袋。284暴击，巨魔被打得后退一步，同时巨魔的投掷动作被打断，巨魔只能重新做出动作。只是当他投掷出长矛的时候，陆阳的第3发岩爆术也打了出来，陆阳向右一躲，在他躲掉了巨魔攻击的同时，又对巨魔造成了伤害。就这样，陆阳一边利用自己上辈子高超的 PK 技术躲避巨魔的长矛，一边使用岩爆术攻击，不到30秒的时间就将一只巨魔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321点经验。陆阳警惕了看了一眼四周，确认没有第2个巨魔之后，这才来到了巨魔尸体的旁边，拾取了掉落的一件白板装备后，陆阳走进了森林当中。巨魔森林这个地图非常大，里面的巨魔也非常多。陆阳按着上辈子的记忆找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杀了几十只巨魔，才在巨魔森林的最深处找到了巨魔营地。系统提示：你发现了巨魔营地。这是一个木质的营地，营地栅栏是纯木制作，大概有1.5米高的样子。营地里面有30多个建筑物，每一个建筑物旁边都有10只左右的巨魔。陆阳极目远眺，营地的最深处背靠着一个山谷，他记得那里面就是沃金斯的老巢。终于找到你了，陆阳说道。打死了门口的2个巨魔，陆阳一路前行，在尽量躲避巨魔的情况下，陆阳来到了山谷的位置，躲在草丛中往里面看了看，没有发现其他巨魔后，陆阳快步地跑进了山谷当中。山谷的入口处看起来不大，但是里面非常宽阔。沃金斯作为这个巨魔部落的大祭司，拥有无上的权威，所以他单独的居住在这个地方。往前走了不到20米，陆阳看到了一个刷着红漆的巨大木质圆形房间，在房间的一侧，陆阳找到了沃金斯。这是一个全身涂抹着红色染料的巨魔，体型要比正常巨魔大一些，此时正站在一个布满了符号的圆形土坑当中，向上天祈祷着什么。只是按照常理而言，巨魔崇拜的是巫术，眼前的这个巨魔全身上下却散发着一股狂暴的火元素的气息。根据陆阳上辈子搜集到的资料记载，这个巨魔之所以能够拥有火元素气息，是因为他拥有魔神之心死亡时掉落在大陆上的碎片，这个东西就是陆阳升级魔神之心用的材料之一。想到上辈子给魔神之心升级之后的强大，陆阳再也忍不住，一个箭步来到距离沃金斯30码的位置，举起手中的法杖，一发岩爆术打在了沃金斯的身体上。砰！84，掌握有魔神碎片的沃金斯拥有极高的火抗。吼！沃金斯正在贪婪地享受着火元素带来的力量，突然间遭到攻击。沃金斯转头愤怒地顶住陆阳：该死的人类，你居然敢跑到我的地盘，我要用火焰净化了你！系统提示：
沃金斯对你使用火球术。2秒钟之后，沃金斯的火球术在手中形成。只是这2秒钟的时间，陆阳已经一个跳跃跑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沃金斯本来瞄准陆阳的法术，瞬间失去了目标，只能朝着大树攻击。轰！火球命中在了陆阳身前的大树上，树木应声而倒。这就是火焰的力量！该死的人类，你是跑不掉的！沃金斯丝毫没有为他没有打中陆阳而感觉到难堪，反倒是有一种猫抓老鼠的感觉。陆阳却是冷笑一声，口中念动咒语，再次一发炎爆术打在了沃金斯的身体上。沃金斯一个踉跄，正在释放的法术被打掉。第2世界的规则制定中，法师在施法过程中遭到攻击，会延长魔法能量的凝聚时间，也就是延长施法速度。上辈子陆阳亲身测试过，法师在施法过程中每遭到一次攻击，施法时间延长1秒，最多延长3次。如果是精英怪的话，施法延长时间减半。陆阳赶在7级的时候单挑15级的精英怪巨魔萨满，就是看中了巨魔萨满只会远程魔法攻击，不懂得近战的原因。看到沃金斯重新凝聚火焰，陆阳站在原地念起了咒语，以 0.7 秒每发的速度连续打出了4发炎爆术，打得沃金斯凝聚不起火元素。等到 3.5 秒钟之后，沃金斯手中的火球术才成型。虽然火球术在空中的飞行速度只有不到 0.5 秒钟的时间，寻常人很难躲避，但是陆阳看准了沃金斯的施法手势，等沃金斯一抬手，陆阳肩不容发的一个横移，轻松的躲避过了呼啸而来火球术。不同于玩家的火球术，巨魔萨满的火球术伤害高达370点，陆阳的气血还不到100点，只要被打中一下就会被打死。不过有着上辈子10年200级大法师经验的陆阳，怎么可能会被巨魔萨满的法术击中呢？凭借他的手法杀巨魔萨满就跟玩一样。连续打了2分钟之后，巨魔萨满的气血被打掉了1/10，而此时陆阳的蓝就剩下了300点，再次躲开了巨魔萨满的火球术。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来一瓶瞬间魔法恢复药剂，瞬间魔法恢复药剂效果恢复魔法500点，冷却时间2分钟。这个药剂是陆阳在击杀黄金幼龙的时候留下来的，不过药剂的数量不多，算上杀半兽人勇士掉落的瞬间气血回复要6瓶，瞬间魔法回复要10瓶。之前陆阳一直没有使用，就是留在这里用的。喝下之后，陆阳的魔法恢复到了805-850点，继续跟巨魔萨满对攻起来。20分钟之后，巨魔萨满的血量只剩下了不到1/10。卑微的臭虫，你激动了我，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巨魔萨满绿色的皮肤突然间变得通红，身体仿佛燃烧起来了一般。系统提示：巨魔萨满进入嗜血状态。嗜血状态是巨魔一族的天赋法术，开启嗜血之后，免疫一切控制技能，施法和攻击速度提高 50%。陆阳来之前就计算到了这个情况，所以他根本没有畏惧。刚才在跟沃金斯对攻的时候，陆阳逐步朝着沃金斯旁边的红色圆形房子移动，看着自己此时距离房子只有2米了，面对沃金斯1秒钟释放1个的火球术，陆阳尽显上辈子顶级火法的本色，闲庭信步一般，一边轻松躲避对方发射来的火球，一边走到了房子旁边，之后一个闪身躲避到了圆形房子的侧面。沃金斯失去了视野，无法使用魔法，咆哮一声朝着陆阳追了过去。只是刚刚看到陆阳，没等他施法，早就等在那里的陆阳算着时间刚刚好一发炎爆术打出，仿佛是沃金斯自己往炎爆术上撞一样。砰的一声，沃金斯被打中了脑袋。244暴击，本就残血沃金斯气血更少，暴怒之下立刻施法，可是没等释放出来，陆阳快速绕着圆形房子奔跑。1秒钟之后，沃金斯准备释放火球术的时候，陆阳早就绕到了2米以外看不见的地方了。沃金斯的火球术只能被动的打在了房子的墙壁上。砰的一声，房子的木质墙壁燃烧起来。沃金斯继续寻找陆阳的视野，可是陆阳围绕着圆形房子逃跑，沃金斯根本打不到陆阳。相反，每当沃金斯施法结束再去追陆阳的时候，沃金斯都会被躲在圆形房子侧面的陆阳一记炎爆术打中脑袋。就这样，陆阳带着沃金斯绕着房子跑了20多圈之后，沃金斯的气血只剩下了200点。此时只要陆阳再释放2发炎爆术，就能打死沃金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沃金斯却没有继续追陆阳，反而停留在了原地，口中喃喃自语地念了起来。陆阳正躲在圆形房子的侧面等待呢，可是炎爆术都打空2次了，沃金斯还是没有追来。正当陆阳好奇的时候，忽然间陆阳感觉到一阵暴躁的火元素。伟大的火焰之主，请接受您最卑微的仆人的信仰，请求您赐予我焚烧一切的火焰。这段咒语陆阳在上辈子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这个就是魔神之心升级之后使用出来的刺禁咒流星落。咒语的吟诵时间为10秒钟，之后从天空中坠落下来一枚巨大的火流星，对10乘以10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巨大伤害。暂且不说流星落的伤害，单说巨魔萨满沃金斯300多法伤的实力，这样一个火流星砸下来，陆阳必死无疑。在一个沃金斯处在嗜血状态，咒语的吟诵时间只要5秒钟就能释放，此时已经过去2秒钟了。一想到陆阳再也顾不得其他，拼命地朝着沃金斯跑去。等他来到沃金斯面前的时候，又过去了1秒多，此时就剩下不到2秒钟的时间了。天空中的乌云已经开始凝聚，并且泛起了火红色。陆阳看着脸上露出狞笑的沃金斯，内心没有任何惊慌，手中立刻凝聚起火元素。就在天空中的乌云出现缺口的时候，流星即将出现的时候，陆阳一发炎爆术打中了沃金斯的脑袋。238暴击，沃金斯口中的咒语戛然而止，脸上带着不可置信和不甘心的神色，径直地摔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击杀了巨魔萨满沃金斯，你获得了5482点经验，其中越级经验加成2741点，你的等级提升了1级。陆阳本就快要升级了，没想到沃金斯给的经验这么高，直接让他的等级提升到了8级。不过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陆阳激动地跑到了沃金斯的尸体旁边，看着地上掉落的一个冒着火焰的赤红色印记，双手将其捧了起来。系统提示：你获得了一枚奇怪的印记，这个就是魔神之心的升级材料之一。魔神印记是上古时期魔神战败后能量掉落在大地上的一个碎片，虽然是能量最低的碎片，却也是可以引发次禁咒的超强物品。陆阳忍不住握了握拳头。魔神之心从0级到1级的3样升级物品当中，魔神印记是最难获得的。现在只要再得到另外2样物品，魔神之心就能升到1级。提升了等级的魔神之心到底有多么强大，只有陆阳自己知道。属性成10倍的提升，还能学会次禁咒流星落。小心翼翼地将魔神印记收在了背包当中。陆阳看向了地面上的其他物品。巨魔萨满爆出来的物品不仅有魔神印记，还有一本技能书、一件装备和一些瞬间恢复药剂。陆阳捡起了技能书看了看，系统提示：你得到了技能书光能烈焰。居然是这个技能书。陆阳说道。若要论所有初级技能书中哪一本最尴尬，法师玩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光能烈焰。这本技能书看名字很嚣张，可实际上就是向前喷射1道3码距离的火焰，造成64点伤害。这样的法术尴尬的地方在于，说它是单体攻击，却可以向前攻击3码距离；说它是群体法术，却只有3码距离。如果是组队打怪的话，光能烈焰也没有使用的空间，前面有战士顶着，难道法师要走到战士身后来释放吗？因此，这本群体法术在度过了初期的紧俏之后，卖的价格连10个铜币都不到。不过，后来随着大量的玩家学会了简化咒语，他们在研究中明白了咒语的使用原理，开始对一些咒语进行改良，其中就有光能烈焰。有火法玩家研究发现，光能烈焰可以最多蓄力10秒钟的时间，然后向正前方喷射1道长度为15码、宽度为3码的超强火焰。这种火焰的伤害是正常释放的光能火焰的4倍，虽然还是不能作为正常输出的时候使用，但是在某些特定时刻，这种蓄力之后的光能火焰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将光能火焰学习，陆阳的技能栏中多出来了一个带着喷射的火焰模样的图标。再看了看地面上的装备，这是一件10级的战士铠甲，白银级的可以卖不少钱。将装备放在了背包当中，陆阳又把地上的瞬间恢复药剂捡了起来，其中有回血的3瓶，回蓝的2瓶。再看了看周围，没有发现其他东西之后，陆阳拿出回城券准备回城。正在此时，忽然间一声尖锐的叫喊声从巨魔萨满的房子当中传出：救命！救命！我要被火焰烧死了！谁来救救我！陆阳一惊，这个是地精异族的语言。虽然陆阳现在是人类，还没有学过地精语，但是陆阳上辈子玩了10年了，地精异族的语言不会写，正常交流却没有任何问题。陆阳看了看沃金斯的房子，刚才在两人的交手当中，沃金斯的火球术多次击中了房子的墙壁，此时房子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奇怪，这里怎么有个地精了？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上辈子陆阳来的时候已经是100多级了，那个时候这里只有这么一个 boss， 不过既然是地精，陆阳决定必须要将他救出来。第2世界的种族设定中，地精是贪婪的象征，他们自封为贸易亲王，在全世界进行交易。如果玩家能够跟地精成为朋友，地精会教导玩家学会工程学，而且高级地精会发布特殊任务，完成任务的玩家会获得极高的奖励。上辈子国服第3大公会碧血苍穹能够有这样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的老大获得了一位地精亲王的友谊，手下玩家地精工程学制造的高端火枪、工程车、火炮、火箭靴等特殊装备数不胜数。不过想要跟地精成为朋友十分的困难，地精总是认为别人看不起他，挂在他们嘴边的话永远是这里的人瞧不起我。地精还总是喜欢捉弄别人，上辈子有玩家为了跟地精成为朋友，送给地精一个金币作为礼物。地精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并且立刻回赠了他一个礼物，可是当他打开的时候却是一个星号，直接将他炸死了。经验掉了1/10不说，身上的装备和背包里的物品还爆了一地。陆阳上辈子就一直想要获得地精的友谊，却始终找不到门路，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快步地跑进了沃金斯的房子当中。刚进门，陆阳在大厅的中央看到了一个被捆在木头桩子上的地精。地精只有1米左右的高度，光着身子，全身绿色的皮肤，看这个地精的模样，还是一个年轻人。此时地精也看到了陆阳。哦，先生，我请求您救救我，如果您救了我，我愿意给你一个金币。地精的大眼睛中流出了眼泪。钱就不用了，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陆阳快步地来到了地精的身边，开始帮他解绳子。不过绳子很粗，又被沃金斯系得非常紧，陆阳用了很大力气才拉动了一点点。哦，先生，时间就是金钱，求您快一些，房子要塌了！地精惊恐地喊道。此时房子已经燃烧到了屋顶，刺眼的火光和冒着黑烟的房顶让地精充满了恐惧。陆阳也想快，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感叹，要是玩战士职业就好了，起码战士力量大，这种绳子一拉就解开了。忽然间陆阳想到了一件事，战士可以用力量拉开绳子，为什么自己不能用火焰毁了绳子呢？口中念起研爆术，陆阳照着绳子打了过去。砰！绳子被爆裂的火焰炸碎，而此时头顶上方支撑房子的木头横梁重重地砸了下来。地精已经吓傻了，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眼看着就要被砸死的时候，陆阳用力一推，将地精推出了危险区，随后自己一个前滚翻躲开重重砸落在地上的横梁。别傻站着，快跑！横梁没了，这房子要整个塌了。陆阳站起来后，抓住地精，快速地朝着大门口跑去。地精已经被吓得双腿发软，听到陆阳的话才反应过来，赶忙跟着一起跑了出去。两人刚到大门口，整个房顶失去支撑，再加上火烧，彻底的砸落下来。轰的一声，房屋倒塌。呼，差点死了。陆阳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按照这个房屋掉下来之后受到的伤害，他必死无疑。身边的地精也是一阵后怕，不过
地精很快整理好了自己的仪表，十分优雅地对陆阳鞠了一躬，说道：“先生，地精比塞尔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请接受我一个金币的谢礼。”陆阳的眼神猛地亮了起来。比塞尔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上辈子游戏在经过了第3个年头之后，地精一族建国，而建国之后，首位国王的名字就叫做比塞尔。陆阳忍不住打量起了这个年轻的地精，虽然脸色被烟熏的黢黑，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位比塞尔国王。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救下了地精一族未来的国王。我不要你的金币，就你只是举手之劳。陆阳说道，跟未来的国王有意相比，一个金币算个什么？地精的大眼睛当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说道：“是我给的金币太少了，这是我的不对，我愿意付出5个金币。”别看地精的身上一个金币都没有，但是只要陆阳同意，用不了5分钟，一封风险投资公司的信就会送到陆阳的邮箱当中，打开之后就是5个金币。陆阳依然摇头说道：“我说过了，就你只是举手之劳。”比塞尔的眼神变得有些不善，有些恼怒地说道：“贪婪的人类，我最多就给你10个金币，如果你再不同意，我1个铜币都不会给你。10个金币是什么概念？即便再过1个月，10个金币也可以轻松地购买一整套10级的白银套装。如果是一般玩家，看到比塞尔恼怒的样子，一定会以为比塞尔说的是真的。不过陆阳却不信这一点。地精，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说过了，我就你只是举手之劳，我不要你的金币。”陆阳说的斩钉截铁。比塞尔愣住了，在他的记忆当中，人类不都是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的吗？不是给钱就可以让他们为你卖命的吗？怎么眼前的这个人不一样呢？陆阳的愤怒还在继续。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杀死巨魔萨满沃金斯，你看好了，沃金斯的尸体就在那里，遇到你只是巧合，你居然想要用钱来收买我，你让我感到厌恶。比塞尔顺着陆阳手指的方向看去，巨魔萨满沃金斯正躺在地上，嘴巴张得老大，满脸都是不甘心的神色。沃金斯死了。比塞尔小心翼翼地来到沃金斯的尸体旁边，再三确认之后，激动地大叫起来。陆阳却没有搭理比塞尔，摆出一副愤怒的样子，转身朝着巨魔营地的外面走去。实际上，陆阳也是真的有些愤怒。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2040年，比塞尔虽然是游戏中的一个虚拟人物，却也有他如同真人一样的性格。陆阳的性格有些如同烈火，刚正不阿，他喜欢结交讲义气的人，最厌烦的就是那些喜欢认为用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人。他已经有魔神之心了，比塞尔的重要性并不是那么大。如果比塞尔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人的话，即便是虚拟人物，陆阳也不愿意跟他成为朋友。比塞尔正在高兴，看到陆阳要走，赶忙追到了陆阳的面前，激动地说道：“先生，请您等我一下。”“什么事？”陆阳问道。比塞尔这一次认认真真的给陆阳鞠了一个90度的躬，并且保持住了这个姿势。“先生，请原谅比塞尔刚才的无礼。如果您不愿意接受我的金币，我请求您接受我的友谊。如果您不介意，地精比塞尔愿意成为您的朋友。”比塞尔认真的说道。陆阳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心道：“这样才对。他不信一个品行低劣、认为钱能买到一切的人能够当上地精一族的国王。国王啊，那是一个需要何等气魄和品格的人才能够当选啊！人类陆阳愿意接受你的友谊，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陆阳伸出双手扶起了比塞尔。比塞尔的大眼睛露出了激动的神情，开心的说道：“啊，真是太好了，我比塞尔终于有了一个人类的朋友了。”陆阳好奇的问道：“你之前没见过人类吗？”“见过。”比塞尔无奈的说道。“不过你们人类的贪婪并不比我们地精差，人类当中你还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不见钱眼开的人。”陆阳上辈子也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不然他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聚齐5000人的工会，还在野外建立了要塞呢？他笑着问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别提了。”比塞尔一想到这件事就愤怒，指着沃金斯的尸体说道：“我的商队在经过半兽人丘陵的时候被这个该死的家伙给偷袭了，商队的其他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以为沃金斯是想要让我用钱买命，可实际上沃金斯要我把当祭品给活活烧死。这是巨魔一族的习俗，但凡认为可以献祭给神的，都会用火给烧死。可能沃金斯是感觉你这个地精长得比较帅气，想要让你去给他们的神当仆人吧。”陆阳开玩笑的说道。比塞尔有些羞涩的笑了起来，如同一个小孩。忽然间，一对巨魔从山谷入口处经过，吓得比塞尔赶忙躲到了陆阳的身后。“我们先回去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小心再有其他巨魔过来。”陆阳说道。比塞尔点点头，左右看了看，在倒塌房子的不远处找到了他的衣服和背包。穿戴好之后，比塞尔跑到了陆阳的身边，从背包里拿出来了一个金属制作的圆形长棍。陆阳认的这个东西叫做安全传送器，最多可同时传送5名玩家回到指定地点。这是我们一族的伟大杰作，准备好，我带你离开这里。比塞尔按下了圆形长棍的按钮，一阵电光之后，陆阳和比塞尔消失在了原地。另外一头，圣加尔城西侧贸易区的风险投资公司营地的传送点上，一阵电光闪过，陆阳和比塞尔出现。呼，总算是安全了。比塞尔弯着腰，双手扶膝，一脸后怕的说道。这时，一个年老的地精带着一对地精从远处走来，老地精身高更矮，只有90厘米的样子，脸上有很多皱纹，皮肤也更加深绿，眼神深邃，一看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不过老地精的表情很是慈祥，仿佛正在跟身后的后辈们聊着什么。突然间看到比塞尔，老地精惊讶的快步走了过来。比塞尔，你不是带着货物出去了吗？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年老的地精问道。比塞尔看到年老的地精露出沮丧的表情，走到了老地精的身边，抱歉的说道：“塔塞尔伯伯，我的第一次生意搞砸了。”“孩子，怎么回事？”塔塞尔问道。“我的队伍在半兽人丘陵遭到巨魔沃金斯的袭击，跟我出行的地精全都死了，我也差点被沃金斯给杀了。”比塞尔说道。“什么？”塔塞尔惊讶的赶忙检查了一下比塞尔的身体，问道：“你没事吧？”“我没事，
我身后的人类击杀比塞尔的时候将我救了下来，我这才能回来。比塞尔说道。老地精脸色平静地抬起头看了看陆阳，说道：先生，感谢您救了我的侄子，能让我跟我的侄子说2句话吗？陆阳说道：当然可以。老地精微微颔首，说道：佩斯里，带着这位先生去看看我们的营地。好的，先生。一个年纪不大的地精从塔塞尔身后的队伍中走出，来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先生，请跟我来。陆阳看了看比塞尔，比塞尔对陆阳点点头，说道：兄弟，等我一下，我跟伯伯汇报一下具体情况，然后我就来找你。好的，没问题。陆阳说道。佩斯里来到了陆阳的身前，开朗地说道：先生，我先带您参观一下我们地精的商品怎么样？相信我，您一定会喜欢。好的。陆阳说道。地精一族的营地紧连着圣加尔城西侧的市场，在整个营地当中有很多地精商人，不过这些商人出售的物品都很一般。上辈子陆阳来过这里，并没有淘换到好东西。正当他以为佩里斯还要带他去市场那里的时候，佩里斯却带着陆阳来到了地精营地中心右侧的一个由米黄色岩石建筑而成的房子门口。这个房子看起来不是很大，占地200平米左右。陆阳跟着佩里斯进了房间，在房间当中看到了3个穿着洁白衣袍的中年地精正站在货架旁边聊着什么。先生，这3位分别是炼金术大师布瓦、修补匠大师吉格和贸易商人安德斯。佩里斯说道。佩里斯，怎么会有人类来到这里？炼金大师布瓦皱着眉头问道。是塔塞尔先生让我带他来的。佩里斯恭敬地说道。哦，既然是塔塞尔的客人，请随意参观我们的商品。贸易商人安德斯说道。佩里斯一鞠躬，转过身对陆阳说道：先生，请跟我来，那边就是货架。虽然我们卖的这些精品都是直接提供给各国贵族和国王的，如果您想要购买，我们可以出售给您。陆阳来了兴趣，上辈子他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要说商品了，连这个地方陆阳都进不来，估计又是一个系统设计的秘密地点。所谓的秘密地点是第2世界研发公司对玩家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奖励，不过这些特殊任务完成的方法特殊且唯一，一旦失败，任务永久消失。他跟着佩里斯来到了货柜旁边，陆阳看了看货物，可是当他看到商品的时候，陆阳忍不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工程火箭靴、蛛网术卷轴、变阳术卷轴、闪光尘卷轴，这里居然会卖这些东西。陆阳说道。蛛网术是猎人的控制技能，变阳术是法师的控制技能，闪光尘是盗贼的控制技能，这3个技能可都是玩家在15级以后才有资格学习的。想不到这里居然有卖卷轴，虽然5个银币一个，还只能使用1次，不过这东西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啊。可惜虽然只要5个银币一个，陆阳的身上却没有那么多钱，之前的装备都换材料和技能书了。正当陆阳继续看的时候，他突然间在下一个货柜上看到了一个卷轴，叫做抗毒药剂配方。陆阳这次是真的惊讶了，如果说有谁知道抗毒药剂配方的真正价值的话，除了陆阳不会有第2个人。陆阳清楚地记得，上辈子当大量玩家到了8级开始冲击8至12级副本毒蛇山谷的时候，虽然他们穿戴了一身3级副本产出的白银级套装，可是面对8级副本中怪物的毒素攻击，无论玩家的防御力有多高，都跟毒素没有关系。中毒的玩家以每秒50点气血的速度飞速掉血，盾战和防骑还好说，其他输出系职业气血少，有的不到3秒钟就挂了，牧师加血都来不及。陆阳真心想要购买，可是看到购买栏那一块显示的是灰色，这表示玩家的声望不够，不能购买。此时陆阳在地精一族的声望还是中立，虽然距离友善只有500点，但是很多玩家一辈子在地精这里的声望还是中立，因为地精一族很少有提高声望的任务。正当陆阳发愁的时候，大门被推开，比塞尔快步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激动的神色。在他身后跟着进来的老地精塔塞尔看陆阳也是一脸的慈祥。嘿，兄弟，我把你的事情跟伯伯说了，他也认可你了。比塞尔激动地说道。陆阳说道，我说过了，只是举手之劳，不必这么在意。塔塞尔说道，先生，你的举手之劳却救下了我风险投资公司的未来继承人，也救了我的一条性命。而且你的品格如此高尚，我们地精一族的大门愿意随时为你打开。系统提示，你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声望达到友善。你在地精种族的声望达到友善。比塞尔问道，兄弟，你救了我一命，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陆阳侧过头看了一眼配方，发现此时抗毒药剂配方已经变成了白色，属于可以购买项，旁边的价格标注是5个银币。这个配方给我留着，这2天我攒够了钱来你这里购买。陆阳指着抗毒药剂配方说道。比塞尔看了一眼抗毒药剂配方，让佩里斯将其拿了过来后，比塞尔双手将配方交给了陆阳，说道，兄弟，既然你需要这个配方，那我就送给你了。陆阳说道，那怎么可以，我不能要这个配方，他有自己的赚钱办法，不差这5个银币。比塞尔昂起头，眼神坚定地看和陆阳说道，兄弟，我送你这个礼物只是想要告诉你，我们地精不只有贪婪，还有感恩。陆阳想了想说道，那好吧，我接受你的这份礼物，谢谢。从比塞尔的手中接过卷轴，陆阳的内心实在是无法平静下来。他清楚地记得上辈子数以亿计的玩家被困在毒蛇山谷副本面前无法通过的盛况，以第2世界副本的困难程度，没有5到8级的装备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10级副本里面的怪的。正当全区玩家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间有玩家在拍卖行出售抗毒药剂，激动的玩家们纷纷跑去购买，一瓶抗毒药剂被玩家认为炒到了5个银币一瓶的程度，可就算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兄弟，你可是送给我了一份大礼啊。陆阳说道。比塞尔毫不在意地说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而已，与我的性命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塞塔尔说道，我们不仅要送给你一份小小的礼物，还想要拜托先生您帮我们一个忙。什么忙？陆阳问道。塞塔尔没有说，而是微微欠身给比塞尔。
比塞尔从身后的一个地精手中拿出来了一张任命文书，愤怒地对陆阳说道：“该死的巨魔居然敢袭击我们风险投资公司，还想要杀了我！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委托，杀光那些该死的巨魔。”陆阳接过委托文书，上面写着：“风险投资公司委托书，杀光巨魔。该死的巨魔竟然敢袭击风险投资公司的商队，为了给他们以教训，也为了给其他各族以警示，风险投资公司委托陆阳先生前往巨魔营地，击杀剩余的所有巨魔，以巨魔脖子上佩戴的骨链作为依据，每杀死一只巨魔，风险投资公司愿意为陆阳先生支付20个铜币作为奖励。”陆阳计算了一下，巨魔营地一次性大概刷新100只所有的巨魔，他杀一次就可以获得2000个铜币，也就是20个银币，这是一笔相当不错的生意，正好他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制作抗毒药剂的材料。我接受这个委托。陆阳在委托书上签下了字，然后将委托书还给了比塞尔。真是太好了，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接受我的这个委托。比塞尔开心地说道。陆阳看了看时间，发现他已经在地经营的耽误了一段时间了，莫名其妙间想到了上辈子刘杰的事情，陆阳内心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兄弟，我这就去巨魔营地，你等我的好消息。陆阳说道。好的，商队暂时没有外出任务，如果你来找我，就到营地东侧的商会大厅里面，我在那等你。比塞尔说道。陆阳点点头，辞别了比塞尔，来到河边又去做了200个香酥电鳗肉，然后跑到了巨魔营地当中，瞄准了一个巨魔。陆阳念起了研报术的咒语。地精的刷新速度也是15分钟一次，不过这种怪比较难打，陆阳每次攻击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地躲避对方投掷过来的长矛，只要躲避失败一次，陆阳就会被长矛打死。事实上，这样的升级速度和打怪方式远远比不上陆阳给他小弟销量安排的地点，而且他已经接到了地精的委托，完全可以拖到10级的时候再来做这个任务。那个时候陆阳的装备齐全了，再组一队人过来，大家捡东西平分。但是其他玩家没有接到地精委托书就拿不到巨魔骨链，等于是陆阳免费雇佣来这个营地的玩家帮他巨魔骨链。可是陆阳却没有那么做，一方面陆阳是想要锻炼自己的操作技术，另外一方面陆阳也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积累优势的机会。现在游戏货币与现实货币没有开通，玩家手上几乎都没有钱，哪怕只击杀100个巨魔，20个银币在游戏里面也算是一笔巨款，可以做很多事情。再说陆阳的目标可不只杀100个巨魔，在当前这个阶段，陆阳能够越级击杀的怪也就是到这里了，后面他再想越级挑战，在没有更好的装备、技能、特殊物品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一连击杀了1个小时的时间，陆阳感觉到了一丝疲惫，看着夜色逐渐变深，陆阳找了一个没有怪的地方休息下来。长时间集中精力的躲避巨魔的长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夜晚。打开好友栏，陆阳点开了肖亮的通话键。兄弟，你那边怎么样了？半兽人洞穴大厅的 bug 位置上，肖亮还在用蛇毒蛛群刷半兽人。老大，这个地方杀怪简直太爽了，我都快要到7级了。肖亮开心地说道。陆阳的眼睛一亮，他没有想到肖亮的升级速度这么快，说道：行啊兄弟，这速度可以啊。何止是可以，外面世界上都乱套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玩家突然间踏入等级榜前10名，随后一路势如破竹的干掉了黑血、迟暮和雄霸等各大公会的老大，在短短的1天之内到了7级，稳稳地坐在了等级榜第2的位置上。世界频道上的玩家们都在讨论这件事，很多玩家羡慕，更有很多玩家嫉妒，甚至他们跑到游戏公司官方那里去投诉 bug， 因为黑血和迟暮他们才刚刚到6级半，所有人都想不明白，这个名字叫做黑甲战士的玩家是怎么升级的，一定是用了外挂。岩石洞穴当中，刚从2级回到3级不久的郑远愤愤不平地说道：他们之前去挑战3级副本，连死5次，等级掉回了2级50%。张子博说道：这个也不一定。怎么说？夏雨薇一边打怪一边问道：你们刚才注意到没有，当黑甲战士快速升级的时候，排在第1名陆阳也在快速的升级，我怀疑这个黑甲战士认识陆阳，两人是在一起升级的。张子博说道：妈的，你们说这2个人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陆阳联系不到也就算了，这个黑甲战士也关闭了好友功能，他们不知道如果出售升级方法可以获得很多钱吗？郑远骂道。夏雨薇说道：没办法，高手都有一些另类，大家不要为这件事耽误心情，都努力升级，我们的这个升级地点也不差。张子博等人无奈的点点头，他们现在就是没有装备，如果有装备的话，靠着这个只有1、2级怪的洞穴里面数之不尽的小怪，早就升到4级了。蓝宇看着正在谈论陆阳的夏雨薇等人，心里怪怪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带着那么一丝丝的神秘与悸动，仿佛有一种他在偷偷做着什么坏事，很怕被人发现的感觉。他在做什么呢？蓝宇好奇地想到。夜色下的巨魔森林，陆阳已经恢复完毕，正在继续击杀巨魔，一直杀到现实世界的第2天清晨，陆阳才停了下来。使用回城券从巨魔森林回到了圣加尔城，陆阳跑到了城西的地精营地，在议事大厅中，陆阳找到了比塞尔。伙计，你回来了，战果怎么样？比塞尔正在跟塞塔尔聊着什么，看到陆阳来了，立刻开心地走了过来。陆阳从背包里拿出200个巨魔骨链，交给了比塞尔，说道：一共杀了200个。哦，兄弟，你真是好样的，真不愧是大个子，这是40个银币。比塞尔从腰间拿出了一个袋子，交给了陆阳。系统提示：你获得了40个银币。陆阳有些激动，40个银币看着非常少，但是现在是开服的第3天，服务器没有开通游戏币与现实货币兑换功能的时候，一个大公会的流动资金才几10个银币，陆阳手里的这40个银币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明天我再来找你。陆阳告别了比塞尔，
走出的经营地后，来到了圣加尔城东城区的拍卖行。他准备大量的收购制作抗毒药剂的草药。第二世界中玩家之间是不能穿人的，也就是说，玩家占据了一个地方，其他人就不能从他身上走过去。为此，第二世界的商用建筑物都建造得非常雄伟。东城区的拍卖行就是一个标志性商用建筑物，3层高的拍卖行占地的地基就有8000多平米，光是大门就有50米宽，可同时容纳1万玩家参与拍卖。此时，拍卖行已经有很多玩家光顾，不过大多数都是生活玩家，他们采集草药、兽皮、矿石等物品放在拍卖行里出售。在大厅的每一层当中，有很多的 NPC 可以帮助玩家拍卖，同时也有类似于银行 ATM 一样是设备，让玩家自助参与拍卖。陆阳找到一个自助拍卖器，点开界面后选择了草药类别，找到了石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这3种草药就是制作抗毒药剂的原材料。拍卖行草药类拍卖一般都是30个为一组，只有少部分高端草药才会被允许一个一个的拍卖。他看了看草药的价格，发现3种草药价格相同，都是一组，最高价10个铜币，最低价3个铜币，这让他忍不住的惊讶起来。记得上辈子玩家从各个渠道逐渐得到抗毒药剂配方之后，制作抗毒药剂的草药价格一路走高，最高的时候一组草药能卖到1个银币，想到现在的卖价才这么低。陆阳花费30个银币买了300组草药，随后陆阳来到了药剂师工会。圣加尔城的药剂师工会是人类最大的药剂师工会，也在圣加尔城的东城区，就在拍卖行的东北侧，占地5000平米的样子。玩家想要学习炼金学，只能到药剂师工会这里花5个银币学习初级炼金技能，学会了炼金技能之后才可以使用各种配方。此时药剂师工会的1楼大厅里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玩家，看到陆阳后，每个人都是一脸傲慢的样子。在开服第3天就能来到药剂师工会学习炼金术，一定是各大工会全力培养的药剂师。陆阳知道这些人跟他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也懒得去搭理他们，径直上了2楼，如同上辈子一样，选择了他熟悉的第9个房间的炼金术大师伯肯斯。先生您好，我想要学习炼金术。陆阳恭敬地说道。伯肯斯是一个年纪在40岁左右的中年人，正站在书架旁看着书籍。他身上穿着一件紫金色的炼金师法袍，这个颜色代表了他的等级，表明他是一个高阶炼金术师。小伙子，欢迎你学习炼金术这门高深的技术。不过，想要学习的话，你需要支付给我5个银币的学费，我才能教你。伯肯斯说道。当然。陆阳拿出5个银币交给了伯肯斯。伯肯斯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下来一本炼金学初级技能书，递给了陆阳，说道：仔细阅读，你会从中找到炼金术的真谛。陆阳接过书籍，选择使用。系统提示：你学会了初级炼金术，炼金术熟练度050，这个是初级炼金术可以达到的最高等级。想要学习50级以后的中阶炼金术，还需要再来交钱。从背包里拿出了抗毒药剂配方，陆阳再次选择使用。一阵光芒之后，抗毒药剂配方消失，在他的炼药技能栏中却多出来了一个抗毒药剂的图标。系统提示：你学会了制作抗毒药剂。先生，我想要租借一个炼药房间。陆阳说道。当然可以，1个小时1个银币。伯肯斯说道。陆阳交付了银币，伯肯斯用魔法将他送进了炼药房。炼药房间可以提高1%的炼药成功率，这对于很多普通玩家来说非常重要，不过对于陆阳却没什么用。他租借炼药房间不是看中了那1%的成功率，而是看中了炼药房里有大型的炼药炉，可以一次最多炼制30瓶药，省去了1瓶1瓶制作浪费的时间。第2世界的官方设定当中，玩家想要炼药也需要亲自去动手熬制草药，添加药剂，产生化学反应，平均制作1瓶的时间要5分钟。陆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用炼药房是最好的选择。点燃炼药炉下的火焰后，等到药炉里的水烧开，陆阳从背包里拿出石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一样往炼药炉里面放了一组。想要一次性制作30瓶药剂并不容易，普通玩家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药剂制作过程中，只要有一个步骤出错，这1瓶药剂就废了。不过这难不倒陆阳，上辈子做一个法师，还是一个顶级法师，最重要的必修课之一就是炼金术。上辈子陆阳就是一个炼金术大师，不过这个炼金术大师不是陆阳主动想要学习的，而是被游戏逼出来的。法师太浪费钱了，现在进入副本还好说，不用吃药和使用高阶药剂，可是到了50级以后，法师玩家副本必须带药剂和合剂，否则法伤根本不够击杀 BOSS 的。可是1瓶合剂太贵了，陆阳那个时候还是穷小子一个，为了省钱，陆阳在几个兄弟的帮助下，慢慢的学会了合剂的制作方法。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经历，既心酸又带着一丝丝快乐，或许那就是纯粹的友谊吧。兄弟们等着我，很快我就来解救你们。陆阳一边炼药一边想到。5分钟之后，炼药进入最后阶段，只要经过冷却管再倒入玻璃瓶里面，药剂就算炼制完成。不过玻璃瓶是需要付费购买的，一个最低级的玻璃瓶是2个铜币。陆阳先购买了30个玻璃瓶，整齐了放在了桌子上，拿过一个玻璃瓶放在了冷却管的出口位置，拧开阀门，将药剂倒在了瓶子里。抗毒药剂的颜色是黑色的，液体带着一丝丝的粘稠。陆阳轻轻摇匀后，将整瓶药剂喝了下去。系统提示：你的抗毒效果增加了30点。陆阳握了握拳头，他成功了，抗毒药剂的效果就是这个。本来他还有些担心，上辈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炼制这种初级药剂了，没有想到一次就成功了。这样一来，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将剩余药剂也都装进了玻璃瓶当中。陆阳拿出草药，继续炼制起来。1个小时之后，陆阳一次没有失手的炼制出了3炉药材，做出了89瓶药剂。看着桌子上摆放整齐的89个玻璃瓶，陆阳算了一下，按照1瓶解毒药剂5个银币的价格，这89瓶药剂的价值足足有4个多金币。离开炼药房间，陆阳告别了伯肯斯之后，来到了圣加尔城的银行。
这个银行是第二世界，为了方便玩家存储金币和装备的地方，每个玩家拥有一个免费的储物箱。不过这个箱子只能存放50件物品，再想继续储存的话，需要新的租借储物箱。不过在后期也很少有玩家会去租借第二个储物箱，因为每一个储物箱的租借费是1周1个金币。点开储物箱，药剂也是如同药材一般，30个为一组。陆阳将药剂放在了储物箱里面后，又询问了一下销量的情况，得知这小子还要强撑，陆阳让他必须下线。等销量下了之后，陆阳也跟着退出了游戏。拿下头盔，陆阳从床上坐了起来，简单的吃过早饭，他继续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锻炼身体。虽然他的身体经过昨天的锻炼后还没有完全恢复，肌肉稍微进行剧烈的活动都会感觉到酸痛，但是陆阳依然咬牙坚持。上世纪的一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先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表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的磨练出自信。2个小时之后，陆阳的身体再次到达了极限，这一次陆阳的肌肉更加疼痛，不过陆阳感觉到自己对身体的控制力越来越高，强撑着站在原地，陆阳一步一步的挪到了浴室，简单的洗漱之后，陆阳倒在床上睡了起来。到了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陆阳才醒了过来。吃过晚餐后，陆阳戴上头盔，再次进入到了第二世界。刚刚进入登录界面，正当陆阳准备继续前往巨魔森林赚钱的时候，游戏里有人用语音跟陆阳聊天。点开一看，发现是迟暮老人的，按下了接通键。没等陆阳说到，就听到迟暮老人哈哈大笑的声音：“老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啊！”陆阳问道：“怎么了？”“今天早上靠着你的盾牌，老哥哥我成功的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打通了3级副本的公会，载入了第二世界的史册，你说我高兴不高兴？”迟暮老人激动的说道。陆阳却没有太过意外，右龙战盾的属性强悍的过分，谁拿到这样的盾牌过3级副本都不是太难，更何况迟暮老人手下有很多精英玩家，那真是恭喜了呀。陆阳说道：“这都多亏了老弟你啊！”迟暮老人愈发的激动，这一次的首档副本不仅让迟暮老人获得了大量的名望，也为他的公会带来了大量的玩家。原本就已经招收到了4万人的公会，一夜之间多出来了2万人要入会。迟暮老人说道：“哥哥，我欠你个人情，如果你有事，随时可以找我，我能帮上忙的，绝不推辞。”这次招收游戏玩家，最让迟暮高兴的是，因为首档的成功，他终于跟国内3个顶尖游戏工作室谈下了合同，将这3个工作室全都招收到了麾下。不过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并且让这3个公会在其他城市发展。陆阳还真有想法让迟暮去还他的人情，因为升级魔神之心的材料当中有一个材料是在3级副本当中产出的，原本想自己组个队伍去的，如果有已经打通副本的迟暮团队去更好。陆阳问道：“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暗泽蛛丝是吧？已经准备好了，你等着啊，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过去。”迟暮老人说道。“行，我在银行门口等你。”陆阳说道。“好的。”雄霸关闭了通话后，转过身对副会长说道：“清风，你去一趟圣加尔城的银行，给陆阳送一下他要的材料。”“好的，老大。”副帮主烈酒清风拿出回程卷，飞回了圣加尔城。陆阳让雄霸给他准备的暗泽蛛丝的数量是600组，这么多的数量玩家的背包是不够用的，只能在银行分批次交易。正当陆阳站在银行门口等待的时候，一队玩家从远处走了过来。雨薇还有蓝雨，你们放心，我已经高价买下来了一套战士的青铜装备，这次我们过副本绝对没有问题。一个让陆阳熟悉却又感觉到厌烦的声音传来。陆阳侧过头一看，正好看到了走过来的蓝雨和夏雨薇一行人。蓝雨也刚好看到了陆阳，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招手说道：“高手，你怎么在这里啊？”陆阳笑着走到了蓝雨的身边，问道：“我也想问你呢，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呀？”蓝雨说道：“我们准备去下副本啊，这次我们买到了一整套的战士装备，防御力超过了71点，绝对没有问题了。”陆阳一乐，说道：“很有自信啊。”“那是当然，我们都快要到4级了，这次绝对没有问题。”蓝雨说道。夏雨薇看了看陆阳，说道：“这位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下副本，不如跟我们一起组队怎么样？”蓝雨的眼神一亮，说道：“这个主意好，高手，你能说出来第一个 BOSS 的通关要求，证明你一定知道这个副本的资料，我们通关更有把握了。”“鬼丫头！”陆阳笑着说道。夏雨薇同样也是这个想法，在经过前一天晚上连续5次在副本的第一个 BOSS 那里失败后，夏雨薇知道想要通过这个副本并不是他现在能够做到的。即便他们的战士防御力够71点了，可以打通第一关 BOSS， 可是后续的3个 BOSS 怎么办？难道还要再一次一次的灭团去寻找打法吗？还是等实在找不到通关方法了，再让蓝雨去求陆阳？到目前为止，迟暮老人已经第一个打通副本了，雄霸等其他大公会也都打通了副本，夏雨薇有心要跟他们竞争，为了不落后太多，心急之下只能想到这个主意。陆阳对夏雨薇说道：“让我去跟你们打副本也可以，不过我这人下副本有2个要求。”“什么要求？”夏雨薇问道。“第一，团队的指挥必须是我；第二，法师装备全都给我，最终 BOSS 安格洛的首级也必须给我。”陆阳说道。“可以。”夏雨薇本来也有这个打算，既然求到陆阳帮忙，团队指挥和装备要求都是应该的。队伍中的其他人听到这话，却顿时议论纷纷。张子博等其他4个同学都跟陆阳不熟，要听一个陌生人指挥，还要通关后的所有法师装备。几个人看陆阳的表情都有些不善。“雨薇，我不同意，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打副本，他就要所有装备？”一旁的郑远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浓浓的敌意。刚才蓝雨与陆阳亲密的样子，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而且7个同学里面，就他一个是法师，出了装备就应该是他的，现在却要把本该属于他的装备让给陆阳，郑远心里已经怒极。夏雨薇猜到郑远会这样，抱歉地对陆阳说道：“
能给我一点时间吗？我跟我的队员聊聊。当然可以。陆阳无所谓，他正在等迟暮的人给他送材料，不会太久，5分钟的时间。夏雨薇带着郑远等人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对郑远和张子博等人说道：“你们相信我，既然这个人能够在早期就得到那么多的极品装备，显然这个人就很大的几率是内测玩家。即便不是，他能知道副本第一个 BOSS 的通关最低要求，也说明他对这个副本有一定的了解。让这样的人带队，总比我们胡乱摸索强。”张子博等人也都明白，之前他们看到陆阳卖装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有很大的几率是内测玩家。如果是普通玩家的话，有这样运气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之前没有立刻同意，不过是做样子，一方面是给陆阳看，一方面是给郑远看。都知道郑远是法师，怕立刻答应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郑远不是傻子，也明白这一点，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让陆阳进组。不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郑远说道。夏雨薇顿时皱起眉头，说道：“郑远，我以为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让陆阳加入，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虽然他要走了副本产出的所有法师装备，但是之后我们可以陪你刷啊。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影响团队的事情出现。”郑远看着夏雨薇发怒的表情，有些不敢再说下去，只好嘟囔的说道：“那我就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本事。如果他没有，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夏雨薇没有说话，带着队伍回银行门口去找陆阳。此时陆阳已经看到了烈酒清风，两人正在银行里面交易。任务完成，烈酒清风开心的说道：“一次交易600组暗泽蛛丝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陆阳说道：“多谢。”“不用客气，事实上我们还要多谢你啊兄弟，多亏了你把盾牌提前给了我们，不然我们绝对不可能抢下首通，还获得了那么多奖励。”烈酒清风开心的说道：“哦，看样子你们得到了不少装备啊。”陆阳说道：“嘿嘿，我运气好，这次副本几乎毕业了，一共4个 BOSS， 每一个都给我爆出来了一件战士的防御装备。”烈酒清风说道：“你的防御力多少了？”陆阳问道。“大概是102点。”烈酒清风说道。陆阳算了一下，这个防御力过专家级副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恰好这个时候夏雨薇走了过来，对陆阳说道：“我的手下都答应了，我们这就可以下副本了。”烈酒清风说道：“你们还有事？那你们先聊，我不打扰了。”陆阳看到烈酒清风要走，说道：“等等，先别着急，我跟你们老大说2句话。”示意烈酒清风和夏雨薇等人稍等，他在游戏里拨通了迟暮老人的电话。“老弟，找我什么事？”迟暮老人正在工会门口亲自招人，游戏之初为了打天下，迟暮也要摆出一副亲民的样子。陆阳说道：“想找你帮个忙啊，有空吗？”“有啊，你说。”迟暮老人正想要还陆阳的人情呢。陆阳说道：“我准备去下一趟3级副本，能不能把你们的副会长借给我一下？”“没问题，还用人不？我再找几个帮里的精英陪你去都行。”迟暮老人说道。陆阳看了看夏雨薇队伍里面的郑源等人，说道：“这个还真不一定，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再找你。”结束了通话，陆阳对烈酒清风说道：“我跟你们老大说好了，借你一段时间，帮我们去打个副本。”烈酒清风已经收到了迟暮老人的消息，豪爽的说道：“没有问题。”陆阳看了看夏雨薇，夏雨薇说道：“我们这边也没有问题，随时可以开组。”陆阳说道：“别急，我先开团，你们进了我的队伍之后，挨个报一下数据。对了，我再叫个人过来，这样副本就能打得过了。”“什么？”郑远瞪着眼睛说道：“你还要带个人？你想带谁？”陆阳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了，法师装备已经都给你了，你怎么还要带人来？你当我们的队伍是给你打工的是吧？”郑远指着陆阳说道：“是啊，如果是小号的话，还是别带了，我们这边有24个人了，他们还想要进副本呢。你是团队指挥，也不能这么做啊，我们还要升级呢呀。”夏雨薇团队中的其他人立刻起哄起来，这些人都是看郑远的眼色说话的受雇佣玩家。你们过分了吧？烈酒清风知道陆阳的身份，更知道迟暮想要拉他入会，看到这个情况，立刻上前替陆阳抱不平。可是没等他说完，陆阳用手拍了拍烈酒清风的肩膀，示意他不要冲动。烈酒清风有些迷茫的看了看陆阳，他不理解陆阳为什么不让他继续说下去。“高手，如果你需要人的话，我老大说了，随时可以调一个工会精英团过来陪你打副本，咱搭理这帮人干什么呀？”烈酒清风暗中给陆阳发了一个消息，他不想透露给夏雨薇等人自己是迟暮工会副会长的事情。陆阳也不想带郑远他们，如果不是有蓝雨，陆阳早就让迟暮的工会精英团跟他去了，那样打副本可以轻松很多，还没有这些破烂事。不过为了帮蓝雨这个上辈子他最亲近的小妹妹，陆阳只能忍了。“别急，我再看看。”陆阳回复了烈酒清风，转头看向了夏雨薇，眼神中带着询问。夏雨薇顿时尴尬无比，转过头怒瞪郑远，说道：“闭嘴，你能不能不给我丢人？”“我怎么了？”郑远争辩道。“你说呢？”夏雨薇眼神变得冰寒。“好吧，我认了。”郑远登时蔫了，不敢继续说下去。夏雨薇这才脸色缓和了一些，转过头扫视了其他人，刚才附和郑远的那些手下赶忙都闭上了嘴。从现在开始，陆阳就是这个团队的队长，谁不服他，就是不服我，听到没有？夏雨薇掷地有声的说道。“好的，我们一切听从指挥。”张子博等人回答道。“哦。”郑远却有气无力的回复了一声，不过嘴里还是小声嘟囔着说道：“看他带的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实力，我绝对不放过他。”夏雨薇懒得搭理郑远，转过头对陆阳说道：“对不起，让您看笑话了，您让您的朋友过来吧，我这边没有问题，如果需要装备，我们也可以将装备让给他。”蓝雨也走到了陆阳的身边，瘪着小嘴说道：“高手，你不会生气了吧？”陆阳心说，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早就走了。这帮人连让他正眼看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会呢？等我一下，我叫我朋友过来。陆阳说道。打开了通话器，陆阳对已经上线，正在洞穴大厅里杀半兽人的萧亮说道：多少级了？萧亮看着又被他击杀了一地的半兽人说道：老大，我已经8级了。装备怎么样？陆阳问道。想不到半兽人还掉落8级装备，我已经凑齐一套了，不过都是白板。萧亮说道。第2世界的设定中，世界地图上的怪掉落的装备等级是区间性的，大概浮动8级左右。报下数据。陈诺说道。气血576，防御力109。萧亮说道。陆阳算了一下，这个数据在有盾墙的情况下抗隐藏 BOSS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回城到银行这来，跟我去下个副本。陆阳说道。马上到。萧亮二话不说，直接使用回城券飞回了圣加尔城。圣加尔城的广场到东城区的银行不过是1分钟的路程，陆阳很快就看到了从远处跑过来的萧亮。老大，我来了。萧亮老远的看到了陆阳，大声的喊道。陆阳笑着招了招手。郑远等人看到萧亮的说话语气，就知道这是一个没能耐的人。有能耐的人，第一不会喊别人老大，第二不会用这个语气。果然是一个蹭经验和装备的。郑远不爽的说道。张子博等人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队伍里的其他人也都一脸不爽的样子。正当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的时候，蓝宇突然间问道：高手，你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陆阳嘴角划起一丝弧度，带着一点坏笑的表情说道：干嘛问他的名字啊？昨天他们在打怪的时候，蓝宇听到张子博关于陆阳和黑甲战士的分析，陆阳他认识就是眼前的这个法师，那么陆阳叫来的人，蓝宇认为有很大的几率是黑甲战士。如今看到陆阳的表情，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是猜对了。我就知道你在使坏。蓝宇用他漂亮的大眼睛看着陆阳说道。陆阳耸了耸肩膀说道：哪有？那你告诉我他的名字。蓝宇追问道。夏雨薇有些好奇蓝宇为什么会这么问，郑远和张子博等人也都好奇的看了过来。他们知道蓝宇可不是这么多事的人。陆阳看到众人都在看他，知道不用再瞒着了，也懒得再扮猪了，内心暗自想到，这扮猪吃老虎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前面的铺垫真累，以后可不这么干了。老大，我来了。萧亮刚好跑到了陆阳的身边。陆阳拍了拍萧亮的肩膀说道：跟大家做个介绍，他们问我你是谁。萧亮看了看面前20多双盯着他看的眼睛，从来都没有受到这么多人关注的萧亮顿时有些脸红的挠了挠后脑勺说道：大家好，我叫黑甲战士。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都惊呆了，郑远更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你是黑甲战士？夏雨薇问道。是啊。等级榜第2的那个黑甲战士。张子博再问。是啊。萧亮感觉这些人很奇怪。噗！烈酒清风郑远等人的表情实在忍不住了，捂着嘴在边上忍得十分艰辛，看着陆阳的眼神带着惊讶和敬佩。蓝宇则气愤地用小拳头打了陆阳的胸口一下，说道：你个坏蛋。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立刻反应过来，同时看向了陆阳。如果他是黑甲战士，那你是陆阳？夏雨薇感觉口中十分干涸，忍不住咽了下口水。陆阳说道：没错，我就是陆阳。夏雨薇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张子博、郑远以及团队里的其他20多人更是呆立在了当场。陆阳是谁？等级榜第1，已经到了8级的全世界第1高手，与他相比，他们才刚刚3级多，在陆阳面前就跟小孩子面对大人一般。初期的时候，等级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果陆阳想要杀他们，他一个人可以打死他们团队中的20多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攻击陆阳的时候，处在系统模式之下，3级打8级，攻击有很大的概率是 miss， 而陆阳杀他们8级杀3级，几乎就是一个火球术一个人。回想起之前郑源几次得罪陆阳的场面，夏雨薇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来到陆阳面前微微颔首，说道：陆阳先生，之前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希望您不要介意。陆阳嘴角划起一次弧度，心想上辈子的9城之主，鼎鼎大名的蔷薇女王居然会给自己道歉，真的是太荣幸了。没关系，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陆阳扫了一眼郑远说道。夏雨薇这才松了口气，说道：真是太抱歉了。好了，我们开组吧。陆阳点开20人的团队模式，对所有人说道：我挨个组队，每个进组的人跟我报一下你的职业和数据。他第一个选择了夏雨薇。狂暴战3级，伤害31，气血144点。夏雨薇说道：他的加点方式是全力加点，可惜没有好装备，手上拿着的是1级武器粗制匕首。陆阳第二个选择蓝雨。牧师3级，法伤29，气血208点。蓝雨说道：牧师的加点方式是3魔2体，再加上有陆阳送的白银级法杖，数据要比夏雨薇漂亮很多。陆阳第三个选择了张子博。防战3级，防御力73，气血352点。张子博说道：19个人加完了，剩下最后一个人。陆阳看向了郑远，问道：你的数据？法师3级，法伤28点，气血112点。郑远一脸不爽地说道。陆阳将郑远组进了队伍，皱着眉头说道：你们的数据都不太行啊。战士盗贼去拍卖行买磨刀石去，增加5点物理伤害；法师去买法伤药剂，增加5点法术伤害。这些东西都是初级生活技能的产出品，拍卖行里交易的非常多，都可以买得到。不过价格对于新手期的玩家来说有些昂贵，一个磨刀石要10个铜币，一个法伤药剂要20个铜币，他们队伍19个人加在一起就要2个多银币，这等于是夏雨薇的全部家当。必须花费这笔钱吗？夏雨薇问道。陆阳点点头说道：必须买，不然过不去副本。好吧，那就去买。
夏雨薇咬着牙让张子博去了拍卖行。正当所有人等待的时候，郑远突然间走到了陆阳的面前，问道：“你让我们买了，你自己怎么不买啊？”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了陆阳，他们都想要知道陆阳为什么不去买。你不会是想让我们替你买吧，高手？郑远嘲讽地说道。肖亮已经看出来了，郑远在针对陆阳，大盾往郑远前面一立，挡在了陆阳的身前，对郑远说道：“我老大应该不用去买吧？他法伤再高的话，我拉不住怪了。”怎么可能？郑远不信。蓝雨好奇地问道：“高手，你的法伤多少了呀？”陆阳说道：“127。”众人，夏雨薇团队中的玩家内心已经崩溃了，郑远更是无语。他感觉自己的法伤有28点已经很难得了，可是跟陆阳的法伤比，他们才是陆阳的零头，还不够。你的法伤怎么这么高啊？是我们的4倍了。蓝雨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因为我是高手啊。”蓝雨鼓嘴，对于陆阳的回答很是不满意。他想听的是陆阳是怎么去击杀那些 BOSS 获得装备的故事，而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烈酒清风对陆阳比了一个大拇指，说道：“不愧是高手，我们公会的法师伤害没有一个超过你一半的。”陆阳耸了耸肩膀。5分钟之后，张子博跑了回来，说道：“买到了药剂和磨刀石了，大家到我这里来拿。”陆阳等蓝雨他们重新回到自己面前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副本团队正式成立，我是你们的团长陆阳。现在我说几个要求。陆阳说道。夏雨薇和张子博等团队成员纷纷看向了陆阳。陆阳接着说道：“第一，在我指挥的期间内，你们要绝对的服从指挥，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必须做什么。有不服的，怪打完了找我算账。但是在打怪期间，任何人不听话，别怪我立刻踢他出队伍。”众人点头，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第二，如果副本因为我的指挥导致失败了，我会赔钱给你们，每人1个银币。如果副本打通了，就像是我刚才跟夏雨薇商量的，法师装备我先选 ，BOSS 的最终掉落也归我，你们都没意见吧？陆阳说话的时候，眼神如鹰一般扫过现场的每一个人，颇有一股领导者的气质。除了夏雨薇，没有任何人敢跟他对视。放心吧，我们会遵守承诺。夏雨薇代替所有人说道。紧接着他转过头对郑源等人说道：“从现在开始，陆阳说的一切就代表我说的一切，谁要是不遵守或者捣乱，以后我们团队里就没有这个人。”团队中的所有人全都安静下来。夏雨薇的命令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严厉的。张子博等人跟夏雨薇是同学，知道夏雨薇从来说一不二，其他过来的人好不容易有一份这么轻松赚钱的工作，谁也不想砸了饭碗。唯有郑源脸上带着不忿，正准备开口说话，却正好看到了夏雨薇凌厉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旁的烈酒清风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冷笑一声说道：“高手兄放心，进副本我100%听你指挥，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挺你。”烈酒清风的话一语双关，他相信陆阳听得出来，刚才他已经跟迟木汇报过关于黑甲战士和陆阳的关系了。迟木给了命令，全力帮助陆阳。陆阳知道烈酒清风的意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多谢了，哥们。”夏雨薇等人好奇地看了看烈酒清风，他们不清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居然能够跟陆阳说出那种话。请问你是？张子博代替夏雨薇问道。烈酒清风说道：“陆阳的一个朋友。”这句跟废话一样，可是这话却也代表了烈酒清风不想表明身份。张子博还想再问，陆阳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所有人最后检查一下装备，没有问题就跟我走。陆阳说道。烈酒清风问道：“我还需要带什么东西吗？”陆阳说道：“你不用了，防御力都100多了，有你跟黑甲在，这个副本通关应该不成问题。”当然不成问题了，之前我防御力80的时候通关都没什么难度，更何况现在100多防御了。烈酒清风很是自信。陆阳笑了笑没有说话，对所有人招了招手，说道：“我们走吧。”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点头，跟着陆阳走出了圣加尔城，大概走了20分钟的时间，一行人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林地，这里就是3级野怪区豺狼人的营地。在营地的最中心有一处高山，而在山体的侧面的一个岩洞当中，就是最著名的20人副本地图死亡洞穴了。此时死亡洞穴的入口处已经聚集了几百名玩家，大多是20人一组，他们也都是来下副本的。昨天还没多少人呢，想不到今天这里的玩家变得这么多了。当然了，3天时间一定有很多高玩都到了3级，他们想要获得装备的话，只能来下副本。普通难度的死亡洞穴虽然大多数 BOSS 只产出白板装备，而且还非常难过，但是在野外打不到装备的情况下，面对等级提升后打怪没有装备的困难处境，玩家只能来到副本里来碰运气。目前在圣加尔城周围一共开放了8个3级副本，根据网上给出的攻略，死亡洞穴是最容易通过的，对玩家的要求也是最低的。不过一个副本4个 BOSS， 每个 BOSS 值掉落1件装备，而一个团队有20个人，想想就知道获得装备的难度。法伤25的法师求组，射手伤害29点，懂操作听指挥，有队伍要吗？不少散人玩家看到陆阳他们的队伍走了过来，纷纷上前询问：“老大，组我吧。”“兄弟，队伍里还缺人吗？”烈酒清风上前应付说道：“抱歉，人组满了，大家散了吧。”周围的玩家只能扫兴离开。“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开副本。”陆阳说道。他走到了死亡洞穴门口的一块发光的1人高圆柱体旁边，伸出手触摸到了立柱。系统提示：你在这片森林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穴，里面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听说这里经常传出怪异的声音，你是否想要进去一探究竟？陆阳：是。系统提示：你选择进入副本死亡洞穴，请选择难度：普通、困难、专家、史诗。陆阳：史诗。系统提示：你是否确认史诗难度？是。
陆阳再次选择史诗级，带着夏雨薇等人进了副本。一阵白光闪过，陆阳出现在一个阴暗的洞穴当中，两侧墙壁上火炬跳动的火光，让人的内心感觉很是恐惧。系统提示：你进入了死亡洞穴，副本难度史诗。夏雨薇等人也看到了这条提示，一个个惊讶的面面相觑。怎么会是史诗？陆阳团长，你选错了吧？怎么会是史诗难度啊？是啊，普通难度我们都打不过去呢。夏雨薇手下的玩家着急了。夏雨薇看向陆阳，却发现陆阳的面色很是平静。像陆阳这种高手，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难道陆阳故意选择的史诗难度？可是他凭什么呢？第二世界的初级副本有4个等级，在这4个等级当中，从普通到史诗，每个等级 NPC 的难度提升 30%， 也就是说，史诗副本比普通副本难了 2.2 倍。大家安静，我没选错。陆阳说道，不过是史诗级难度，我自有办法带你们通过。你算老几？连雄霸和迟木他们不敢挑战的副本，你凭什么说你能带我们过去？真以为等级榜第一就无敌是吧？郑远嘲讽地问道。他是你朋友？烈酒清风看到郑远3番4次挑衅陆阳，忍不住开口问道。当然不是，陆阳说道。要是我们的团队中有人敢这么质疑团长，早就被团长给踢出队伍了。哪会让他说这么多废话？你还真是好脾气啊。烈酒清风说道。烈酒清风不傻，陆阳能够成为等级榜第一，并且还在第一天就打到了那么多极品装备，就已经证明了他的不一般。既然他敢选史诗级难度，就一定有通关的把握。他没有想到，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副本游戏，还能有这么重要的收获。你谁啊？这有你什么事？哪跑出来的人到这跟我装来了？郑远气急，指着烈酒清风，脸色狰狞。烈酒清风淡淡的说道，在下田为紫金王朝工会副会长，迟木老人手下第一防战烈酒清风，有什么问题吗？你是紫金王朝副会长？郑远惊呆，张子博惊呆，夏雨薇更是惊呆。紫金王朝啊，官方统计已经达到6万人的超级工会，这样一个大工会的副会长，一人之下，6万人之上，他一句话就能碾死夏雨薇的这个20多人的寒冰工作室。夏雨薇赶忙来到了烈酒清风面前，说道，抱歉，想不到你居然是紫金王朝的副会长，我手下不懂事，您别介意。烈酒清风笑了笑，说道，没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按照我迟木会长的吩咐给陆阳当打手的。迟木会长刚才也说了，这次副本他全程支持陆阳，如果你们不想打，我立刻叫紫金王朝的精英团来替你们。夏雨薇和蓝雨等人惊讶地看着陆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迟木跟陆阳的关系这么好。陆阳对烈酒清风说道，多谢。夏雨薇以为陆阳真的要换人呢，副本是陆阳开启的，他又是团长，如果他要换人，夏雨薇等人根本没有反抗的资本。夏雨薇赶忙说道，陆阳你放心，我保证郑远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我们愿意跟你打史诗级副本。史诗副本出产的装备最次都是青铜，最高则是白银，陆阳只要法师装备，其他装备则全是夏雨薇他们的，夏雨薇怎么可能会让出去这个位置？陆阳说道，也行，那我们先打着，不过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他相信夏雨薇不是傻子，自己这么提携他应该能够明白。夏雨薇有些难堪，不过他知道这是他自己活该，是他一直都没有瞧得起陆阳，强忍着脾气点了点头，转过身对郑远说道，最后一次，郑远，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保证这个团队不再有你的位置。郑远内心不服，可是他知道现在不能再说话了，低着头一言不发。张子博做和事佬说道，高手，我们开始吧，我保证我们一切听你指挥。陆阳对张子博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说道，好吧，大家跟我走，开始的这一段路是没有怪的。萧亮收起了对郑远等人的敌意，跟在了陆阳的身后，烈酒清风也跟着走了。他也感觉刚才跟郑远这种人吵架有些掉身份。一行人朝着洞穴深处走去，蓝雨跟在夏雨薇的身边，看出了夏雨薇脸上的担忧，快走2步追上了陆阳，用手臂撞了他的胸口一下，暗中给陆阳发了一个信息，说道，高手，这一路上扮猪吃老虎，你可真够缺德的。陆阳看到蓝雨用手臂撞他，刚开始还不明白，等看到信息才明白，忍不住笑着回复了一条，说道，哪有，还没有，你都快吓到我们了，一个全游戏等级榜第2，一个等级榜第1，现在又多出来了一个第一工会的副会长。蓝雨不开心地鼓着小嘴。陆阳嘴角划起一丝弧度，回复道，好吧好吧，这件事怪我，以后我保证来之前将一切都说出来。他可不忍心看到小丫头生气，上辈子陆阳在父母死后被迫逃出国外，这种最难的时候，蓝雨在游戏里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如果说有谁是除了沈梦瑶最让陆阳在意的，就是蓝雨。他记得是自己在出国之后的第3年，那天上线听到蓝雨哭着跟他说家族安排他嫁给一个他不喜欢的人的时候，陆阳恨透了自己是个废物。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能力去保护小丫头。可是这辈子不一样，这辈子陆阳相信自己一定要当个好哥哥，给蓝雨最大的保护。笑一笑，不要生气嘛。陆阳哄着蓝雨说道。蓝雨还以为陆阳非常生气呢，没有想到反过来哄他了，忍不住想要捉弄陆阳，假装还在生气的说道，我才没有生气呢，你不生气就好了。陆阳举手投降，说道，好吧好吧，我错了，一会送你个礼物，不稀罕。蓝雨小嘴一撅，走了。烈酒清风和萧亮对视了一眼，两人纷纷露出明白了的神色。烈酒清风暗中给萧亮发了一个消息，说道，怪不得你老大愿意带他们升级呢，原来是看中了这个小丫头。萧亮偷偷一点头，道，我也有这个感觉。两人很有默契的就这样成为了好友。蓝雨回到了夏雨薇的身边，给了一个安心的眼神。这次夏雨薇却没有再说什么，她本能的感觉到陆阳未来在这个游戏中的成就绝对不是现在看到的这般。
张子博等人也是这样想的，几个人暗中用信息交流的时候，都认定陆阳这个人很不一般。唯独郑远看陆阳的眼神更加怨恨。刚才蓝雨用手臂敲陆阳胸口的时候，这种亲密的动作让郑远极度的差点疯掉。20人的团队继续向着隧道深处探索，在走过了隧道的转折点，陆阳看到前方出现了2个身上穿着轻装皮甲的 NPC， 名字统一叫做叛军士兵。根据官方的资料，死亡洞穴这个副本讲述的是反叛军与圣加尔城的故事。当年圣加尔城并不叫做这个名字，而是叫做法尔斯帝都。后来帝国被加尔国王绿军攻破，法尔斯被杀，帝国崩塌。少部分法尔斯帝国军官不甘心这样战败，暗中聚拢成员，准备复国。这个死亡洞穴是叛军的前哨站，本来是秘密地点，但是他们看到圣加尔城内部的主力军队被调到了边境，应对紧张的战事，得到上级许可，为了制造紧张情绪，开始袭杀过商人。烈酒清风看了看怪的血量，居然有8000点，咂了咂舌说道：“还真不愧是史诗级的副本啊，比普通本的血量多了1倍。”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心中惊惧，3级小怪8000的血，他们的普遍输出才50点左右，刨除掉3个战士和5个牧师，输出一共才12个人，想要杀死一个小怪都相当的费力。陆阳说道：“不必在意，都是些小怪。烈酒清风杀左边，黑甲杀右边，大家等烈酒清风先打3秒建立仇恨，再跟我一起打烈酒清风拉住的怪。”明白。众人一起说道。陆阳说道：“开怪。”萧亮和烈酒清风点头，2人开冲锋撞到了怪的身上，2个叛军战士被打晕1秒钟的时间，让怪背对着我们，战士走到怪身后。陆阳说道：“这是上辈子一个最简单的走位方法，既可以防止怪的突然逃跑，还可以让玩家输出更加方便。不过在这个游戏里面，还从来没有玩家注意到这一点。”烈酒清风一开始还不明白陆阳的想法，不过随后就明白过来，忍不住佩服地看了陆阳一眼。盗贼不要站在怪的侧面，站在背面输出，猎人先让毒蛇钉刺，然后再用神秘射击。陆阳说道。盗贼在人形怪背后输出，伤害提高 30%， 猎人在团队中只有1个人，但是他的毒蛇钉刺属于毒素攻击，可以持续造成伤害，先上毒蛇钉刺可以让猎人的输出更高。术士先上痛苦诅咒，再上暗影剑，圣骑士常规输出，法师都使用火法。陆阳一边说话一边给怪上灼烧技能。灼烧类型火焰法术，消耗12法力，施法时间 1.5 秒，距离30码，效果向目标释放一道火焰，使目标全身被火焰包围，更容易受到火焰伤害，可叠加5层，每层提高火焰法术伤害15点，并且造成10点火焰法术伤害，持续时间30秒。这个是初级副本中火法的神级技能，在叠加5层之后，目标每次受到火焰攻击就会额外承受75点火焰伤害。夏雨薇团队中算郑远在内有5个法师，这5个人都没有高端的法术装备，全魔加点打出的火球术伤害才50点左右，有了陆阳的这个5层灼烧，伤害提高了 2.5 倍，每次输出能打出125点左右的伤害。即便怪有8000的气血，他们5个人每3秒钟就能打掉怪600多气血，算上其他人的输出，不到20秒钟的时间就把一个叛军战士给打死了。陆阳想的虽然好，可是在输出的时候，夏雨薇团队中只有4个法师在用火球术。陆阳扫视了一眼法师的位置，看到郑远正在用奥术冲击。奥术冲击，奥术系法师无脑输出主流技能，基础伤害22点，每次对目标造成伤害后，自身叠加1层，提高 40% 伤害的 buff， 持续8秒钟的时间，最高叠加3层。这个技能伤害是很高，可每次提高伤害之后，蓝的消耗量增加 40%。如果杀血少的怪，陆阳一定会建议大家使用，但是杀血多的怪，尤其是在这种团战杀好几个怪没有办法恢复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垃圾技能。陆阳忍不住喊道：“郑远，换成火球术。”郑远不听，继续释放奥术冲击。他一共才250点魔法，在叠加了3层奥术冲击 buff 之后，每次使用技能都要耗费魔法33点。结果在打死第一个叛军士兵的时候，郑远就没蓝了，只能干站在一旁。一共才12个输出，其中还有5个是物理系的，本来伤害就不够，现在少了一个法师，其他法师的耗蓝量陡然增加。如果不是陆阳法伤高，烈酒清风和萧亮防御很高，这2个怪就能让他们灭团。等2个怪都被打死之后，趁着恢复的功夫，陆阳走到了郑远面前问道：“我让你用火球术打怪，你怎么用奥术冲击？”郑远耷拉着眼皮说道：“怎么着？我用奥术冲击输出，你有意见？我再问你，我要求所有法师用火球术，你为什么用奥术冲击？”陆阳的眼神冰冷。萧亮拿起武器走到了陆阳的身侧，烈酒清风也走了过来。陆阳不是一个没脾气的人，之前小事忍了也就算了，现在郑远居然敢耽误副本，陆阳绝对不能同意。夏雨薇看到陆阳要发火，赶忙走了过来，问道：“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郑远指着陆阳喊道：“雨薇，之前的事情我都忍了，这件事我忍不了，他凭什么要求我用火球术打怪啊？明明我的奥术伤害更高，用火球术干什么？他这摆明了就是看我不顺眼，找我茬嘛。”夏雨薇也不明白，看向了陆阳。陆阳说道：“你的伤害真的高吗？怎么不高？你懂不懂？我奥术冲击3次攻击之后，身上会有一个叠加 2.2 倍伤害的 buff， 除了你这个靠装备的人之外，我的伤害应该是最高的。”郑远尖着嗓子喊道。张子博等人走了过来，他们虽然不认可郑远的为人，但是郑远的话确实如此。郑远，你听陆阳的安排，他是团长，我们应该听他指挥。张子博担心再出问题，忍不住开口劝道：“凭什么？他做的不对我为什么要忍他？”郑远抓住事情不放。陆阳冷笑一声，从游戏中调出来了伤害输出，投屏在了众人面前，说道：“那我就让你看看你的输出到底是多少。DPS 统计
第一，陆阳总输出6415，秒伤79.4。第二，金蛇郎君总输出1914，秒伤21.2。第三，傲视总输出1911，秒伤21.1。第四，半世晨光总输出1846，秒伤20.5。第五，咸鱼大队总输出1845，秒伤20.4。第六，黑吉他总输出904，秒伤10.0。第七，郑远总输出901，秒伤10.0。从第一到第五，包括陆阳在内都是火法，第六是术士，等到了第七才是郑远。看到这个 DPS 数据，所有人都惊呆了，郑远更是连喊不可能。火球术的伤害怎么可能这么高？你们私藏装备是不是？郑远回头死死地盯着雇佣来的4个法师玩家，4个法师连忙摇头。半世晨光说道：“老板，你可别诬陷我们，我们哪敢藏装备啊？再说就算是有装备，输出也不可能这么高啊。”那是怎么回事？郑远问道。好像是陆阳团长用了什么技能吧，怪身上多出来了一个 buff， 我们每次攻击的时候伤害多加了75点。半世晨光说道。夏雨薇等人看向了陆阳，陆阳说道：“没错，这是我的技能，所以我要求你们用火法。”郑远无言。陆阳继续说道：“还有，你现在的蓝只能让你的奥数冲击打8下，之后你就没蓝了。也就是说，这2个怪你只有其中一个怪的输出数据，另外一个怪你都没蓝攻击。你知不知道这对团队的伤害有多大？别人要替你分担多少输出？”郑远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有心说这些人是他雇来的，是应该的，可是看到陆阳3人，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夏雨薇看到这个情况，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的父亲跟郑远的父亲是生意上的伙伴，2家之间的关系也不错，他怎么也不能看着郑远这么被陆阳奚落。抱歉，陆先生，我替他向你道歉，他下次绝对不会了。夏雨薇说道。陆阳看了看夏雨薇，叹了口气说道：“你就这么纵容他吧，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后果的。”上辈子陆阳记得清楚，寒冰工作室在初期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郑远的捣乱。后来夏雨薇忍无可忍，将他踢出了队伍，这才把寒冰工作室发展起来。等夏雨薇成为蔷薇女王、9成之主的时候，郑远求夏雨薇想要回寒冰工作室，夏雨薇碍于长辈的面子让他回来，并且让他当上了1成之主。可是郑远因定力不足中了美人计，害得夏雨薇9成丢了7成，差点被撵出游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好了，大家跟着我继续前进。”陆阳说道。一路击杀叛军士兵，陆阳带着队伍来到了一个圆形的洞穴大厅当中。大厅的高度很高，大概有6米高的样子，直径差不多有80码。在大厅的最中间位置站着一个将近3米高的食人魔，右手拿着一柄木质的巨大棒槌。食人魔克里夫 BOSS 等级8，气血0。他的身形怎么比普通本强壮了那么多啊？蓝雨惊讶地说道。很多吗？陆阳问道。当然了，普通本的食人魔才2米5，这个有3米那么高，还有他的肌肉比普通本壮了好多啊。蓝雨比划着说道。眼前的这个单头食人魔克里夫头上有角，全身皮肤是暗红，手臂和腹部隆起的肌肉十分壮硕，给夏雨薇等人带来了巨大的威压。烈酒清风说道：“高手兄，这个不好打呀，我怎么感觉我这100多的防御力扛不住呢？”夏雨薇看了看张子博，张子博说道：“我肯定扛不住。”团队里的成员听到这话，士气都有些低落。虽然一开始他们也没认为能够打过史诗级的 BOSS， 可是一路上走到这里，他们还是心存了一些希望的。不过现在都破灭了 ，BOSS 扛不住，那我们还打什么？我早就说过，史诗级副本是打不过去的。现在某人说大话闪了舌头吧？一旁的郑远再次叫嚣起来，脸上满是嘲弄的看着陆阳。如果打不过副本，郑远相信夏雨薇他们绝对不会再搭理陆阳了。既然今天结束之后不会再相见，郑远要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损一损陆阳，找回之前的场子。烈酒清风瞪了郑远一眼，说道：“咱们先试验一次，我尽全力试一试。打 BOSS 不仅看装备，还看玩家的手法。再说迟木交代过了，烈酒清风不想陆阳在这里受到羞辱。”夏雨薇也不满了，看了郑远一眼，他对郑远的短视已经无语了。在他看来，即便打不过史诗级副本，还有专家级和困难级呢。只要烈酒清风和黑甲战士在，降低一个难度一样获得装备。可是要这2个人在，首先就不能得罪陆阳啊。夏雨薇说道：“我也同意，先试验一次，就当积累经验了。”张子博明白夏雨薇的意思，说道：“我相信陆阳兄的指挥能力，我们先试验一次。”陆阳看了看众人，笑着说道：“你们怎么都是一副打不过的样子啊？”众人心想，看那 BOSS 手臂上的肌肉和大了 N 号的棒子，就知道打不过。陆阳拍了拍烈酒清风的肩膀，问道：“如果我让你的防御力再加30点，你能抗住不？”烈酒清风说道：“那应该可以，如果能多加30防御力，我抗他应该不是问题。”张子博说道：“多加30防御力，我也感觉能抗他2、3下。”陆阳说道：“那就好。”他对蓝雨招了招手，说道：“小丫头，过来。”啊，干嘛？蓝雨傻傻的走了过来，把这个学了。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来了从半兽人勇士身上爆出来的金守护。这是什么书啊？蓝雨问道。陆阳说道：“这本书叫做地金守护，是牧师前期的神技，可以为玩家增加一个防御力为30点的 buff， 持续30分钟的时间。”烈酒清风都傻了，愣愣的看着这本书说道：“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技能书呢？这太 bug 了。”夏雨薇等人也惊呆了，这本书的价值，但凡是个玩家都能明白，30点防御力对于初期的玩家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蓝雨连忙说道：“这本书我不能要，如果放在拍卖行，这本技能书的价格至少要2个金币。”陆阳说道：“赶紧拿着，不然这副本打不过去了，
哥哥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跟你们耽搁在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啊，哦，蓝宇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够用，傻傻的接过了技能书，说道：“那我先学了，以后有副本找我，我随叫随到。”陆阳说道：“这就对了。”烈酒清风给萧亮一个眼神，发信息说道：“你们老大炮 MAM 的技术很熟练啊，不愧是我老大。”萧亮回复了一个我懂的眼神。蓝宇把技能学过之后，技能栏多出来了一个土黄色的6棱形图标，他选择图标后将目标对准烈酒清风。烈酒清风的周围突然间出现了浓郁的深棕色土元素，凝聚成一个6棱形之后，爆散在了烈酒清风的护甲上。系统提示：蓝宇对烈酒清风使用技能的金守护。系统提示：烈酒清风受到地金守护的作用，防御力增加30点。烈酒清风打开属性栏，发现真的多了30点防御，激动的说道：“我的防御力有133点了，真的增加了30点防御力，太好了，我们真的有机会杀过史诗级副本的 BOSS 了，白银级装备啊！”张子博也激动了，团队里的成员都激动了。史诗级副本 BOSS 暴露的装备最低是青铜级的，最高是白银级的，他们是整个游戏第一个打史诗级副本的，给白银的几率很大。陆阳看到众人的表情，就知道他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指挥道：“这个 BOSS 不难，大家听我指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打过去。现在按照我的要求站位。”陆阳团长，您说吧，我们听你的。您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团队中的玩家本以为根本打不过这个 BOSS， 现在看有机会了，每个人都认真了起来。陆阳说道：“除了近战，法师站在我左侧，牧师站在我前面，猎人和术士站在我右边。每个队伍和我之间的间隔是10码的距离。虽然有15年没打过这个副本了，但是第一次过的副本总是给人印象深刻。陆阳现在还记得这个副本当初他是怎么过去的。不同于普通本，史诗本的这个 BOSS 一共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00分号气血的时候 ，BOSS 只用纯粹的物理攻击；第二个阶段 ，BOSS 的血量是50%至0%，这个阶段 BOSS 会随机在地上释放寒冰之花与火焰之花，寒冰减速，火焰伤血。这一阶段是最难的，因为 BOSS 会先选择对中了寒冰之花的玩家释放火焰之花，一旦中了火焰之花，2秒必死。新手玩家面对寒冰之花并不知道躲避，等出现火焰之花的时候，想躲避也来不及了。在地面上画好了站位之后，陆阳说道：“大家争取一次过，打过普通本的都知道。”这个 BOSS 没有其他技能，就是物理输出高，但是这是史诗本，如果中间出现什么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听我指挥。他不想具体说出来 BOSS 的技能，以免让人怀疑。虽然一句内测玩家就能解决，但是谎言说多了，总有戳破的那一天，因此反倒不如不说。再说了，只要所有人听指挥，躲避也不是很困难。哦，烈酒清风和夏雨薇等人眨了眨眼睛，有些人反应过来，有些人则还在盲目乐观。既然都没有问题了，蓝宇给黑甲上地精守护，清风先手开怪，大家看着我的位置走位，等清风3次破甲后，大家输出，咱们杀了 BOSS 一起庆祝。陆阳高声说道：“好！”众人激动的一起喊道。陆阳一招手，带着团队成员朝着 BOSS 走了过去。夏雨薇深深的看了陆阳一眼，从不可能到可能，陆阳仿佛有魔力一般，将所有人都团结在了他的周围，并且让他们发挥了最大的积极性。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成事。夏雨薇说道。张子博等几个同学也都点了点头，唯有郑远一脸不忿的说道：“不就是一本技能书吗？等过阵子开启货币兑换的，我给他钱就是了。”夏雨薇已经懒得理郑远了，带着队伍跟在了陆阳的身后。此时，烈酒清风已经来到了距离食人魔克里夫30码的位置，随时可以冲锋。食人魔克里夫没有注意到陆阳他们的到来，兀自在那里咆哮：“该死的，我的食物怎么还不送来？信不信我吃了你们？”陆阳指挥众人站好了位置，对烈酒清风说道：“开怪！”好脸！烈酒清风将右龙战盾护在身前，对着食人魔克里夫发动了冲锋。砰的一声，烈酒清风撞在了克里夫的身上。该死的，居然有人敢闯入我的领地！我要杀了你们！克里夫怒吼一声，抡起手中的巨型木棒，照着烈酒清风当头一棒。烈酒清风赶忙举起盾牌，砰！142，烈酒清风的气血被打掉1/3，治疗快加血。烈酒清风赶忙喊话，同时使用技能破甲降低克里夫的防御。蓝宇和另外2个治疗同时举起手中的法杖，为烈酒清风加血。55、47、47，3道治愈术让烈酒清风的血量恢复大半。陆阳喊道：“清风不要着急，慢慢的带着 BOSS 转身，输出做好准备，3次破甲之后，大家再打。”打副本，身为一个团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时刻喊话，让团员知道他应该做什么。虽然有些话语是重复的，但是很多人面对 BOSS 就紧张，可能会出现失误。这个时候，团长说的这些重复话语就会让玩家感觉到信心。5秒钟之后，烈酒清风给克里夫上了3层破甲。陆阳喊道：“近战输出！”夏雨薇等人立刻对 BOSS 发起了攻击，2个盗贼背对着 BOSS， 输出的时候伤害增加30%，立刻成为了团队的最高输出。陆阳举起法杖，连续释放咒语，克里夫的身上多出来了一个5层灼烧的 buff。火法不要留蓝，尽全力输出。陆阳说道。好的。办事晨光等人一起喊道。看惯了自己50多法伤的数据，突然间能够打出来125点左右的法伤输出，办事晨光等人输出的格外凶猛。陆阳自己也开启了火法的输出模式，8级的陆阳在全魔加点、纵火者法杖等装备、魔神之心以及黄金电鳗烹饪的属性加成之下，魔法伤害有127点，暴击几率有27%点。上了5层灼烧之后，再增加75点法伤，陆阳的每次攻击都有201点左右的火焰伤害。不仅如此，根据第2世界的规则，玩家在自由状态下攻击人形生物的时候，
击中目标的脑袋，暴击几率额外增加50%。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毕竟怪物每次攻击的时候，身体都会做出来动作。可是陆阳是谁？有着10年活法经验的重生玩家，上辈子最后5年还是一个用枪的杀手，瞄准食人魔那么大的脑袋，相当轻松。400暴击，400暴击，400暴击，一连3个400伤害的暴击，输出的数据瞬间超过了团队里的所有人。夏雨薇和蓝雨等人之前看陆阳拉出来输出界面，感觉这个方法对打怪帮助很大，也都拉出了这个界面。当他们看到陆阳的输出伤害的时候，都忍不住的看向了陆阳的方向。他到底什么装备啊？怎么暴击几率这么高？张子博问道。不知道，不过这个级别这么高的暴击几率不应该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夏雨薇说道。这人身上的秘密很多啊，不过我感觉这次杀 BOSS 容易了很多啊。张子博说道。正当他们讨论的时候，顶在最前面的烈酒清风忍不住了，喊道：输出别太猛，我拉不住了。该死的，我要杀了你们！克里夫喊道。陆阳一边输出一边喊道：别担心，你拉得住，他不会冲过来的。陆阳的输出虽然引起的仇恨很高，但是克里夫这个 BOSS 特殊，食人魔一根筋在克里夫的身上显现的淋漓尽致，这回压根就不会转移目标。400暴击，400暴击，400暴击，又是连续的3个暴击，才20秒钟的时间，陆阳的伤害就打出来了2400点，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人伤害的总和。烈酒清风还以为自己拉不住了呢，结果看到陆阳这么肆无忌惮的输出，都没有事放下心来，说道：原来这 BOSS 只有第一仇恨，太好了。张子博等人也放松下来，原来他们也担心 BOSS 会转移目标呢。这下所有人都放下了手脚，一时间火球术、奥术剑、暗影剑等各种输出全都打在了 BOSS 的身上。在输出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想要成为伤害第一的想法，可是当他们全力输出的时候，看到陆阳打出的伤害，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个华丽的400点伤害不断从 BOSS 脑袋上冒出，才1分钟的时间，陆阳打出的伤害就超过了8000点，是其他11个团员输出伤害的总和。这个时候，夏雨薇看明白了，陆阳的每个火球术都精准地打中了 BOSS 的脑袋，这才造成了暴击效果。办事晨光等人原本还以为陆阳就是靠招法伤高技能多才能做到输出第一呢，看明白了之后，每个人都陆阳都钦佩至极。他是怎么做到的？每一发都打中 BOSS 的脑袋，为什么我们只能打 BOSS 的身体啊？那是自由模式，他是自己瞄准的。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怎么能打得那么准？不知道，不过他一定有什么办法，这人真是个高手。肖亮听到他们的对话，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心中想到：你们还没见过老大的简化咒语呢，等见到了之后，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做高手。不到3分钟的时间，克里夫的气血总量降低到了50%左右，让众人有些放松。这 BOSS 原来也挺容易的呀。是啊，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陆阳却没有松懈，眼看着 BOSS 血量掉到了50%以下的时候，陆阳开始观察克里夫的左手。卑微的人类，尝尝克里夫的怒火吧。克里夫没拿兵器的左手突然间涌起一团寒冰能量球，朝着蓝雨所在的位置扔了过去。蓝雨快停手，躲开克里夫的技能！陆阳喊道。蓝雨的施法动作已经进行到了一半，本来他还在犹豫，听到陆阳的话，立刻向右侧跑了几步，躲开了技能。寒冰能量以抛物线的形式落在了蓝雨刚才所在的位置，噗的一声变成了一滩水。这是什么技能啊？感觉没有杀伤力呢。蓝雨问道。是减速技能吗？他也没有第二仇恨，没有意义啊。众人不解。陆阳喊道。所有人不要大意 ，BOSS 的技能没有垃圾的，一定有用意。记住了，所有人看到技能一定要第一时间躲避。我们近战呢？夏雨薇喊道。近战也躲。陆阳说道。夏雨薇嗯了一声，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办事晨光等法师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10秒钟之后，克里夫的右手再次凝聚出一团寒冰能量，这次朝着陆阳砸了过去。陆阳向左侧跑了2步，躲开了寒冰能量。不过地面上又多出来了一滩水。郑远看到陆阳的动作，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内心想到：一个减速技能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正巧，下一个10秒钟之后，克里夫的手里又凝聚起一团寒冰能量，朝着郑远扔了过去。快躲！陆阳喊道。郑远正好处在施法的过程中，没有搭理陆阳，站在原地等到火球术打了出去才想走。可是这个时候再走已经晚了，寒冰能量团正中郑远的身上。噗的一声，郑远的身上多出来了一个 buff。系统提示：你被寒冰能量击中，移动速度降低70%。哦，我的食物，你的身体已经被我清洗干净了，那么就让我把你烤熟了吃掉吧。克里夫的左手突然间凝聚起一团炽热的火焰能量，照着郑远扔了过去。郑远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赶忙朝着旁边跑去。可是郑远被降低了70%的移动速度，逃跑起来慢如蜗牛，被火焰能量正好打中。一团燃烧的火焰从郑远脚下腾起。100，郑远的气血总量还不到90点，直接被烧死在了原地。伤害这么高，张子博惊叹。陆阳喊道：大家千万要小心，别再有人中水球了。他担心死的人太多，输出不够。夏雨薇等人纷纷点头。见识过 BOSS 的技能之后，再也没有人对水球掉以轻心。继续输出，很快 BOSS 的血量掉到了10%以下。看着 BOSS 的血量不足5000点了，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太好了，我们要成功了，真的要打死了。夏雨薇的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表情。只是这个时候，办事晨光突然间喊道：团长，我没蓝了。我也是，我没法用火球术了。我也没了，我的也没了。4个法师的魔法先后告罄，其实他们的魔法早就应该没了，
只是刚才在输出过程中，克里夫多次将水球丢向了他们，使得他们不得不停止输出躲避，这才坚持到现在。蓝宇说道：“我的魔法也快没了。”眼看着 BOSS 的气血变成了 9%、8%、7%，如果牧师也没蓝了，防战没人给加血，就彻底过不去了。夏雨薇看到这个情况，咬着牙喊道：“所有近战加紧输出，一定要打死 BOSS！ 史诗级 BOSS 有很大几率出白银装备，即便团里的20人全死了，只要能打到装备也算值得。加油！”张子博等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一起喊道。可是话音刚落，克里夫手中的蓝色冰球朝着地面丢了下去。烈酒清风和夏雨薇等人吓得赶忙向后跳开，砰的一声，围绕着克里夫身边形成了一个蓝色的圆圈。此时蓝雨已经没蓝了，烈酒清风的气血也剩下了不到300点，如果他继续抗怪必死无疑。可是别人抗怪却没有他那个手法，面对这个情况，烈酒清风咬了咬牙，准备继续使用嘲讽。就在这个时候，陆阳突然间喊道：“烈酒清风后撤，黑甲上嘲讽，开启盾墙。”终于到我上场了。萧亮对着克里夫怒吼一声，克里夫正要朝着烈酒清风跑去，刚跑到一半，转过头朝着萧亮追了过去，来到近前照着萧亮就是一棒子。盾墙，萧亮将盾牌斜插进地面，整个身体躲藏在了盾牌当中。砰的一声，木棒砸在了盾牌上面。就在所有人以为萧亮会受到170多伤害的时候，一个红色的102从萧亮的头顶上冒出。怎么这么少？烈酒清风问道。这是盾战的防御技能盾墙，过后我给你详细解释。陆阳喊道。萧亮别动，你周围都是水了。夏雨薇等人看到萧亮拉住怪想要上来输出，结果克里夫连丢3个水球将道路封死，夏雨薇等近战职业只能站在外围无法输出。完了，我们进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啊？张子博喊道。远程没有蓝，近战还进不去，开了盾墙的萧亮算上吃药最多抗10下，而 BOSS 的血量却只剩下 4%。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火球术精准地命中了克里夫的脑袋。400暴击。夏雨薇等人侧过头一看，发现陆阳刚刚将手里的药瓶子放回了背包当中，而第二个火球术已经从他的手中成型。呼，又是一发火球术打在了 BOSS 的脸上。400暴击。 BOSS 的血量变成了 3%， 1200点。陆阳还有蓝，加油！蓝雨激动地喊道。加油！办事晨光喊道。加油！张子博喊道。加油！夏雨薇喊道。只要陆阳再有3发火球术， BOSS 就死定了。而 BOSS 也终于发现了陆阳的位置，在 BOSS 还剩下2%气血的时候，朝着陆阳丢出了水球。眼看着水球呈抛物线形式朝着陆阳落了过去，夏雨薇等人纷纷喊道：“快躲！”陆阳也知道他应该躲，可是他不能躲。此时萧亮的气血就剩下不到200点了， BOSS 再有2下就能打死萧亮。为了不让萧亮掉经验，陆阳决定展示以下他火法的操作。兄弟坚持住，哥哥我绝对不会让你掉经验的。陆阳喊道。萧亮对陆阳有1万的信心，看着自己的血量越来越少，他的内心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坚定地抗在 BOSS 的面前。1秒钟之后，水球砰的一下在陆阳的身上炸开。如果陆阳躲过去了， BOSS 一定会照着萧亮就是一棒子。那个时候，即便陆阳将 BOSS 打死了，萧亮也必死。现在陆阳中了水球， BOSS 的下一次攻击就变成了扔火球。哦，我的食物，我已经为你洗干净了身体，让我把你烤熟了吃了吧。克里夫在仅仅剩下1%气血的时候，朝着陆阳丢出了火球术。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小火球也如同抛物线一般朝着陆阳丢了过来。此时陆阳已经中了减速，想要跑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所有人以为陆阳要被火球术烧死的那一刹那，陆阳的身上冒出一阵白光，闪烁。陆阳在打出火球术的时候，闪现到了另外一滩水上，再次进入减速状态。克里夫就剩下100多点气血了，在丢出火球之后，克里夫又砸了萧亮一下。现在只要再有一棒子，克里夫就能打死萧亮。可是在陆阳再次踩在了水渍上面，克里夫又将攻击目标定在了陆阳的身上。只是正当他凝聚火元素的时候，陆阳的火球术在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火红色直线，砰的一声，精确地命中了克里夫的脑袋。400暴击。克里夫的眼神瞬间变得空洞，已经举起一半的左臂垂直落了下来，身体往后一仰，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克里夫死亡。系统提示：你获得了4128点经验。系统提示：陆阳带领的团队成功的击杀史诗级副本克里夫，载入第2世界官方历史，恭喜团队里所有的玩家。一连3条系统提示让还没有从克里夫被击杀缓过神来的众人激动的差点欢呼起来。不过想要用出来这个 bug 对火法的要求非常高，速度、角度、时机都要把握住了才可以。陆阳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 bug 了，趁着重甲战士巡逻的间隙，陆阳走到前方的水槽看了看，在找到了合理的位置之后，回到了队伍当中。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吗？烈酒清风问道。他本能的感觉陆阳已经找到了办法。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也看向了陆阳。陆阳说道：找到办法了，所有人做好准备。团队里的成员摆好了战斗队形。夏雨薇问道：怎么打？陆阳没有说话，看着2队排着纵列的重甲战士即将走到他刚才预设好的位置，侧过头看着夏雨薇，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道：打法很简单。白光一闪，陆阳从夏雨薇的眼前消失，下一秒，在众人惊恐的眼神当中，陆阳居然出现在了2列重甲战士的中间。所有人都看傻了。敌袭，杀了入侵者。重甲战士立刻发现了陆阳，2列重甲战士同时转身，8根纯钢长枪一起捅向了陆阳的身体。5级的精英怪攻击力有 BOSS 的1/3，陆阳的防御力不到15点，气血总量不到300点，
如果被8根长枪同时击中，必死无疑。就在夏雨薇等人都以为陆阳要被长枪捅死的时候，电光火石之间，陆阳一矮身，口中默念咒语，一道狂暴的火红色光环从陆阳的身体中涌现而出，冲向四周。抗拒火环，砰的一声，被红色光环波及到的左右两列重甲战士，右侧被崩的倒退到了地下暗河当中，左侧被崩飞到了水槽里面，怎么挣扎也走不出来。烈酒清风和夏雨薇等人眼前一亮，还能这么操作，漂亮，神来之笔啊！陆阳说道。清风和黑甲准备好，4个重甲战士上岸后，一人抗住2个。好脸！烈酒清风扛着大盾对其中一个刚要爬上岸的重甲战士冲锋，然后转过头对第2个上岸的重甲战士发动技能嘲讽。萧亮同样如此，扛住了另外2个怪。陆阳说道，给烈酒清风5秒钟破甲时间，所有人先跟我打烈酒清风拉住的怪。他给怪的头上标记了一个3角形符号，这是游戏中的特色，可以让团队玩家清晰地明白指挥的意思。12个人一起输出，4个重甲战士不到3分钟就被陆阳他们击杀。另外一边，剩下的4个重甲战士还依然卡在水槽里出不来。太好了，这下打得太容易了。张子博说道。剩下这4个怪我们是不是不用去抗了？烈酒清风笑着问道。陆阳说道，当然不用了，他们出不来我们还去抗干嘛？进战退后，法师慢慢输出，不要着急。明白。办事晨光等4个法师一起说道，本来他们的蓝已经不多了，真要是抗8个精英怪输出，他们的蓝根本不够用，现在好了，即便没蓝了，也能慢慢的等待魔法恢复再去攻击。高手兄，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竟然能够想到这种办法。烈酒清风站在一旁钦佩的说道。夏雨薇也说道，确实厉害，能够有你这样手法的，估计现在整个游戏也没多少人。烈酒清风摇了摇头说道，恐怕只有陆阳兄弟一个人，起码我们紫金王朝和雄霸的至尊皇朝家在一起10多万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实力的。蓝雨和夏雨薇两人惊讶地看向了烈酒清风，他俩没有想到烈酒清风给陆阳的赞誉这么高。我没乱说，是真的，你们可能才接触自由模式，我们老大早在开服之前就知道自由模式了。进入游戏之后，我们几个被老大选中的人一直在练习自由模式的打法。之前我能抗住 BOSS， 也是多亏了自由模式。可是即便如此，刚才陆阳兄的那个神来之笔，不论是我们还是雄霸公会的法师都做不到。烈酒清风说道。实际上烈酒清风的话没有说全，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陆阳在闪烁切入的时机和释放抗拒火环选择的那个角度。陆阳是蹲下后身体倾斜着释放抗拒火环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将重甲战士崩飞到水槽里面。而这个角度的选择相当的困难，大了的话怪可能被崩飞到墙上反弹回来，小了怪进不去水槽。蓝雨惊讶地看向了陆阳，说道，高手，原来你这么厉害啊。陆阳说道，哪有清风说的那么厉害，不过是个小技巧而已，过誉了。烈酒清风笑了笑，没有再多说话，他已经打定主意在副本结束的时候将整个视频发给迟暮老人，让全公会开启自由模式的法师都练习这个动作。很快，卡在水槽里的4个重甲战士也被击杀了，众人继续前行。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打头的烈酒清风说道，前面又出来8个重甲战士，还得劳烦陆阳兄弟。陆阳刚要答应，身后传来一个痞里痞气的声音，慢着。陆阳和烈酒清风等人回头一看，发现说话的人是郑远。有什么问题吗？烈酒清风皱着眉头问道。夏雨薇忍着脾气问道，你要想干什么？郑远看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心中很是得意，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刚才听你们说的好像你那招多难一样，我想尝试一下。夏雨薇顿时紧皱眉头说道，郑远，你胡闹什么？蓝雨也说道，郑远，还是让高手哥去吧，这个太危险了，不就是个闪现加抗拒火环吗？这有什么难的，这2个技能我也有。郑远不爽地说道。他发现个问题，不仅蓝雨、夏雨薇也跟陆阳走得越来越近了，他现在看陆阳就跟看仇人一般，恨不得在各方面都将陆阳踩在脚下。你要是没意见我就去了，麻烦你让一让。郑远瞪着陆阳说道。陆阳忍不住了乐了，说道，行，那你去吧，不过我跟你说过了，这个你做不到的，死了可别怪我。说得像真有多难似的。郑远傲慢地看了陆阳一眼，朝着8个重甲战士走了过去。陆阳摇了摇头，对团里的众人说道，大家后退一点。为什么？夏雨薇问道。再往后退的话，战士没办法及时接怪了吧？张子博问道。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还没尝试过自由模式，并不清楚烈酒清风刚才称赞陆阳的地方，他们以为郑远也能够成功呢。陆阳说道，相信我，他做不到的。为什么？夏雨薇问道。陆阳想告诉他，这一招他刻意练了3个月的时间才掌握了所有的角度和距离，郑远能一次成功都见鬼了。再说了，抗拒火环只能崩飞比自己等级低的怪，现在郑远才3级，怪是5级的，郑远的抗拒火环实际上对怪是无效的。他刚要解释，郑远在前面喊道，你们准备好，我开始了。白光一闪，陆阳和夏雨薇等人眼看着郑远跳到了重甲战士的脸上，敌袭。重甲战士手中盾牌一扬，照着郑远就是一个盾击。盾击，用盾牌狠狠地打在对方的脸上，将目标击晕2秒钟的时间。郑远瞬间昏迷，随后陆阳和夏雨薇等人看着郑远被7根长枪同时击中。系统提示，玩家郑远阵亡。夏雨薇、蓝雨、张子博等人。烈酒清风。陆阳则耸了耸肩膀，说道，看样子他连闪烁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学会。烈酒清风捂着肚子说道，我真忍不住了，居然跳到怪的脸上去了，这死得太惨了。夏雨薇尴尬的脸都红了，
这一次郑源给他丢人，彻底丢到家了。抱歉，耽误你们时间了。夏雨薇说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陆阳就当调节心情了。夏雨薇感激地看了陆阳一眼。不多时，郑远从副本外面跑了回来，看到众人都在等他，说道：“刚才失手了呀，我重来。你还来？”夏雨薇急了：“刚才只是个意外，雨薇你相信我。”郑远说道。夏雨薇刚要说话，陆阳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说道：“继续。”夏雨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道：“那你小心点，这次放心，我绝对没问题。”郑远再次来到了刚才的位置，选了好久之后发动闪烁技能。这一次，郑远成功的跳到了8个重甲战士中间，可是他跳的位置有些靠后。迪奇走在最前面的重甲战士回头对着郑远发动技能冲锋，郑远没等用出来抗拒火环，就被打晕在了原地。随后，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再次看到郑远被8根长枪捅死在了原地。众人可怜啊！烈酒清风说道。这怪怎么还会冲锋？夏雨薇问道。刚才高手进去的时候没看怪冲锋啊？张子博说道。烈酒清风笑了一声，说道：“哪个战士怪不会冲锋？我们会什么技能 ？NPC 一样会什么技能？那为什么怪没有冲高手呢？”蓝雨好奇地问道。烈酒清风说道：“那是因为陆阳兄切入的时机太精准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一头雾水。烈酒清风摇了摇头，说道：“知道什么叫做极限卡位吗？”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还是一脸茫然。烈酒清风说道：“你们连这点 PK 技术都不懂，居然就敢成立工作室，我不得不佩服你们。算了，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吧。所谓的极限卡位，就是卡在玩家技能的极限距离上。比如战士的冲锋技能，根据游戏规则，战士的冲锋技能最远距离是30码，最近距离是2码。如果玩家能够卡在30码以外，战士就不能冲锋。同理，如果玩家能够卡在2码以内，战士也不能冲锋。”郑源以为他跳的位置刚好，可是却不知道他正好跳到了距离第一个重甲战士2码之外的位置上 ，NPC 不立刻冲锋都怪了。还有这个说法呀？蓝雨惊讶地说道。烈酒清风点点头，说道：“当然了，你们以为陆阳刚才那一跳非常简单，实际上需要非常高明的技巧，而且就算是跳进去了，还有角度呢。你们考虑过陆阳为什么矮身斜着释放抗拒火环吗？他是在找角度。你们认为郑源懂得如何找角度吗？”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这才恍然大悟，再次看向陆阳的时候，夏雨薇眼睛中包含的东西不一样了。张子博说道：“原来这里面讲究这么多啊。”烈酒清风说道：“当然了，别忘了，我们现在打的是史诗级副本，是连我们紫金王朝都不敢去触碰的顶级副本。”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纷纷醒悟过来，他们才发现自己太低估这个副本了，也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原来能够走到现在，都是靠着陆阳。正巧郑远从远处跑了过来，不过他脸上的表情难看的厉害，连续2次都失败了，他感觉自己非常的丢人。雨薇，再让我……郑远没等说完话，夏雨薇打断的说道：“郑远，这个方法你暂时还学不会，不要浪费时间了。”郑远本就感觉到丢人，没有想到夏雨薇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跟他说话，顿时气急败坏的说道：“我怎么就耽误时间了？你都已经失败2次了，我们没时间陪你在这耽搁，你到一边去，让陆阳来。”夏雨薇说道。夏雨薇，你过分了吧？从副本到现在，我认你很久了，你怎么事事都偏向那个陆阳？不就是一个副本吗？瞧你跟他恭维的样子，你还打算以身相许怎么着？郑远无所顾忌的说道。夏雨薇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至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郑远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郑远，你给我滚出这个团队，我夏雨薇不需要你这样的队友。夏雨薇怒道。走就走，老子还不稀罕呢。郑远拿出回城券，飞回了主城，场面瞬间尴尬至极。陆阳也尴尬了，他也没想到这个郑远能够混蛋这个程度，说道：“那个，抱歉啊，没想到让你们内部闹不和了。”夏雨薇摇摇头，说道：“不怪你，是郑远这人有问题。”张子博等人这次也没有替郑远说话。这一路上，陆阳已经忍了郑远很多次了，现在郑远自己因为丢人而胡言乱语的退队，完全不干陆阳的事情。高手，我们继续吧。”夏雨薇说道。陆阳点了点头，一道白光亮起，闪烁到了2队重甲战士的中间。抗拒火环，一队重甲战士崩飞到了水槽里面，另外一队崩飞到了地下暗河当中。清风和黑甲准备接怪，陆阳一边往回跑一边喊道。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再次看着陆阳一气呵成地做出这套动作，几个人都有一种在看艺术品的感觉，这动作太完美了。办事晨光说道。很快，8名重甲战士被击杀在了地上，爆出来了一件青铜级护手。陆阳上前捡起，说道：“狂暴战的。”团队中只有夏雨薇是狂暴战，他来到陆阳身边说道：“谢谢。”陆阳本以为夏雨薇还会为刚才郑远说的话而感觉到尴尬，没想到状态调整得这么快。不用客气，大家继续。陆阳说道，将装备交易给了夏雨薇。陆阳继续带着队伍用卡 bug 的方法击杀了5波重甲战士，来到了隧道的尽头。一条宽50米的地下暗河出现在了陆阳他们的面前，而在地下暗河旁边的码头旁，一艘黑色的海盗船正停泊在那里。码头的桥上站着的则是副本的第2个 BOSS 大法师奥尔德斯，头戴黄色圆柱形高帽，身披湛蓝色魔法披风，手中拿着镶嵌着红宝石的魔法杖，面孔看起来大概有40岁左右。这就是大法师奥尔德斯。我的天，8级的大法师还是 BOSS 级的？烈酒清风惊讶地说道。怎么了？夏雨薇问道。烈酒清风皱着眉头说道，昨天我们公会来的时候，普通本的这个 BOSS 是3级怪，打我一下就200多了，现在是8级高手，我感觉我扛不住。夏雨薇沉吟了一下，
说道 ：“Boss 奇怪提高5级，法术伤害至少提高100点，烈酒清风的气血一共才300多点血，出暴击就死。”张子博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黑甲也扛不住，他的气血也才500多，那怎么办啊？”众人看向了陆阳，陆阳说道：“他俩当然扛不住了，放心，这个 boss 我来扛。”你扛？夏雨薇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当然，高手，你那么点血扛不住吧？”烈酒清风委婉地说道。夏雨薇说道：“陆阳，别逞强，不行我们就算了。放心，我的血量虽然不多，但是我开启的是自由模式，如果他打不中我，我不就抗得住了吗？”陆阳说道。事实上，这个 boss 陆阳单杀都没有问题，15级的巨魔萨满都打不中他，更何况8级的奥尔德斯了。夏雨薇惊讶地说道：“自由模式还能躲避法术攻击？”陆阳说道：“当然了，不然干嘛叫自由模式？它的优点就是不看面板上的躲避、格挡、招架，完全依据玩家自己的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动作。”烈酒清风说道：“话虽然这样说没错，可是高手，你真的能做到每次都躲避 boss 的攻击吗？只要一次躲避失败，你就被打死了。”第二世界，为了避免法师的法术，比如火球术，被自由模式下的盗贼类玩家戏耍，将法术的弹道设计得非常快，只有不到 0.5 秒的时间。也就是说，30码的距离 0.5 秒就能飞到，相当于玩家眨眼间的功夫。烈酒清风公会的全敏盗贼都做不到这种躲避的速度，他不相信陆阳能够做得到。陆阳说道：“小意思，看我的。”说完话，他朝着 boss 走了过去。在距离码距离的时候，陆阳手中燃起火焰，对着奥尔德斯使用技能灼烧。147，你们是加尔那个混蛋的派来的，我要杀了你们！奥尔德斯遭到攻击，一声怒吼，右手燃起一团火焰，2秒钟之后，一团红色火球带着红色的火尾，嗖的一下朝着陆阳飞了过去。这么快？夏雨薇和蓝雨等人的眼睛都没有来得及跟上火球的飞行轨迹，一群人赶忙看向了陆阳，却发现陆阳早已经躲避开了奥尔德斯的火球术，再次用灼烧攻击奥尔德斯。呼，吓死我了！蓝雨说道。太惊险了！张子博说道。不是太精彩了，这陆阳神了呀！烈酒清风说道。团队中的成员都反应过来，这样的攻击速度陆阳都能躲得过去，这简直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高手，你太厉害了！蓝雨激动喊道。陆阳侧过头看了看蓝雨，笑着给了他一个眼神。别说在30码的距离，上辈子在10码的距离，陆阳都能躲避开对面发射来的法术。这在第二世界的后期，不过是任何一个高级玩家都必须具备的技能。烈酒清风他们现在看起来很难，等他们玩这个游戏时间长了，练习的次数多了，也可以轻松躲避。给奥尔德斯上了5次灼烧之后，陆阳喊道：“所有人到我两侧去输出 ，BOSS 的仇恨在我这里，你们随便打。”夏雨薇等人立刻冲了上去，全力输出起来。陆阳则继续一边躲避奥尔德斯的法术，一边用灼烧输出。不到3分钟的时间 ，BOSS 的气血就降低到了50%以下。还以为打不过去呢，没想到这么轻松。一个近战玩家说道：“是啊，真没想到陆阳还有这种操作。”张子博说道：“即便他是一名内测玩家，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高手。”夏雨薇评价道。张子博等人点头。又过了2分钟的时间 ，BOSS 的气血降到了0点，被打死在了地上。从始至终，奥尔德斯一个火球术都没有打中陆阳，相反，陆阳趁着对方释放火球术2秒钟的间隙，用灼烧攻击，稳稳地拉住了 BOSS 的仇恨，在输出上还是全团第一。高手，你这真的是不给我们留活路啊！防战输出你一个人全包了，还不用治疗，我们感觉很多余啊。张子博说道。是啊，我们太没存在感了。蓝雨起哄地说道。众人都乐了。陆阳笑着说道：“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只是侥幸而已。走吧，我们开装备去，看看是什么装备。”装备的吸引力远远大过了陆阳对他们的吸引力，众人立刻激动起来。不知道这次出的是什么装备，一定要是盗贼的呀？扯淡，绝对是法师的，没看 BOSS 都是法师吗？也不一定，这个可不是根据这个来的。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陆阳来到了 BOSS 的身边，伸出手去开 BOSS 的装备，又是一道白银色的光芒闪过全场。谁的装备？是一件法师的衣服。陆阳说道。他把装备的属性发给了所有人。魔法长袍，白银级，等级3，防御4-6，体质+4，智力+5，术伤害+16，法术暴击几率+8。属性这么好，半世晨光等4个法师眼睛都绿了。陆阳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就能将这件魔法长袍爆出来，这是这个副本中最顶级的法系衣服，爆率只有1%。之前说好的，这件装备归我。陆阳说道。应该的。夏雨薇说道。没有陆阳，副本也打不到这个地方。团里的其他人也都没有意见。高手，你的法伤多少了呀？张子博问道。陆阳换上了魔法长袍，说道：“法术伤害现在有148点了。”众人，我的法伤才29点。半世晨光一脸凄凉地说道：“我都扛不住高手兄2个瞬发灼烧的攻击。”张子博郁闷地说道。蓝雨等人也都一起凄惨地点了点头。陆阳对众人的表情有些无语，说道：“别闹，你们是个团队，我这次教过你们，以后只要配合得好，不出1周的时间，你们中大部分人的装备就都齐了。”也对哈。张子博鼓励地对所有人说道：“大家加油，跟着高手兄打过了这个副本，我们就去刷困难和专家这2个级别去，争取1周之后每人1套装备。”团队里的成员都激动了，能够在初期就得到一身青铜或者黑铁装备的话，在游戏里是非常占优势的。陆阳暗自为张子博鼓了鼓掌，
不愧是上辈子蔷薇女王手下的第一团长，鼓舞手下的能力非常强大。上辈子夏雨薇剩下的最后2座城池，其中一座就是张子博守住的。陆阳说道：“我们继续，下一个 BOSS 在船上，大家跟我来。”海盗船的船身处与码头之间连接着一块30厘米宽的跳板。陆阳带着夏雨薇他们沿着跳板走上了海盗船。船的甲板很宽，大概有15米的样子，左右长度大概是50米。船舱靠近船的后半部，在船舱顶部是一个2层平台，有4个海盗在来回巡逻。海盗的装扮很特殊，每个人的脑袋上都绑了一个红色的布条，仿佛是为了证明身份。将这4个海盗击杀后，陆阳带着队伍进入了船舱当中，一路击杀来到了船舱休息区。一个头上戴着黑色头巾，右眼戴着黑色眼罩，全身披着黑色披风，手里拿着一把黑色匕首的中年人出现在了前方的不远处。汉斯克，等级8，气血0。这个 NPC 很帅啊。团里的一个牧师妹子说道。蓝雨等其他几个女孩一起点了点头。陆阳说道：“这个是 BOSS 啊。”陆阳说道：“你们没看过王城门口的通缉榜吗？”没有。所有人一起摇头。陆阳说道：“这个汉斯克前身是法尔斯帝国暗杀队队长，必杀技逆刃，可同时攻击8个目标。最后一战中，他受到重创，断了一条手臂，眼睛也被射伤了一只，是通缉榜上的10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大家小心，逆刃这个技能非常厉害，是正常攻击的2倍左右。第一次打的时候，我们团不知道这个技能，结果8个近战，包括我在内全挂了。现在是史诗本，他普通攻击力更高。”烈酒清风说道。“这么难啊？”张子博问道。陆阳说道：“别担心，这个 BOSS 让黑甲去抗，黑甲有盾墙，也只能靠黑甲了。”烈酒清风说道。陆阳拍了拍手，说道：“所有人最后确定一下自己的气血和魔法，有问题的举手。”所有人都摇了摇头。陆阳说道：“黑甲开怪，3次破甲后大家再输出，牧师全体给黑甲加血。”萧亮扛起盾牌，朝着 BOSS 发起了冲锋。27，阻挡法尔斯帝国复国者，死！汉斯克反手握住匕首，侧身照着萧亮刺了过去。254，匕首绕过萧亮的盾牌，刺在了他的腰部。动作这么快？萧亮惊讶地说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死了。”张子博对夏雨薇说道：“想不到 BOSS 还会从侧面攻击，这个 BOSS 太难打了。”夏雨薇说道：“我们第一次灭团就是因为这个，不知道陆阳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烈酒清风说道：“牧师加血。”陆阳说道：“57、49、49、49、49。”连续5道加血魔法释放在萧亮的身上，让他顺利地度过了危险。可是1秒钟之后，汉斯克再次绕到萧亮的侧面，匕首直刺了过去。252，老大怎么办啊？我躲不开他的攻击。萧亮的气血一共500多点，3刀就死。陆阳说道：“别急，拉着 BOSS 去船舱的角落，这样你就不会遭到侧面攻击了。”对啊，烈酒清风和夏雨薇还有萧亮3人都是眼前一亮。萧亮立刻向后逃跑，船舱空间不大，他2、3步就到了角落的位置，盾牌护在身前，身上再也没有一点死角。汉斯克这次找不到空隙，只能攻击在萧亮的盾牌上面。188，打在盾牌上面，攻击力还这么高，黑甲的防御力也是130多，那么 BOSS 的攻击力岂不是有300多？攻击力比第一个 BOSS 食人魔克里夫还高，攻击速度也比克里夫快，这个 BOSS 太难了。萧亮面对汉斯克不敢做出太大动作，用了8秒钟的时间才完成了3次破甲。所有人全力输出，近战听我指挥，我让你们撤退的时候，所有人第一时间撤离。陆阳一边给汉斯克上灼烧，一边对近战说道：“好的。”夏雨薇等近战一起回答。有了5层灼烧，陆阳的火球术每次造成的伤害达到了245点。不过这一次陆阳不敢瞄准汉斯克的脑袋，这么高的法术伤害，再打出暴击，汉斯克必定将仇恨转向他。那时候近战都堆在汉斯克身前，汉斯克一定会仇恨偏移，胡乱攻击。夏雨薇他们这些近战的气血没有一个超过200点的，如果遭到汉斯克攻击，一刀就能打死一个。2分钟之后，汉斯克的血量掉到了 80%。为了法尔斯帝国的荣耀，汉斯克的匕首闪耀出一阵银白色的光芒。陆阳喊道：“所有人撤退，黑甲用盾挡。”萧亮立刻启用盾墙模式，受到的伤害降低 40%。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快速撤退到了10码以外的地方。逆刃，汉斯克反握匕首，向着周围打出了一道10字白光。夏雨薇等人听从陆阳的指挥，提前撤退，没有被汉斯克打中，只有萧亮被打中。374，萧亮之前气血就不足400点，再次遭到攻击，瞬间空血。他连忙喊道：“牧师，快给我加血！”57、49、49、49、49，一连5道加血才将萧亮的气血上线拉了回来。呼，太危险了！夏雨薇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有盾墙都能打出来这么高的伤害，他的实际输出岂不是有600多？烈酒清风说道。萧亮的盾墙2分钟才能使用1次，下一次他岂不是扛不住了？张子博问道。夏雨薇看向了陆阳，问道：“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怎么打？”陆阳说道：“所有人全力输出，下一个阶段我的伤害会让汉斯克转移仇恨，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你要抗？烈酒清风问道。陆阳说道：“黑甲扛不住下一次输出，这里面能够躲开 BOSS 技能的只有我。逆刃这个技能你也能躲？”烈酒清风惊讶地问道。逆刃的技能释放速度比火球术还要快，而且还是近战技能，几乎是没有躲避的空间。老大，我死了没关系，你不用替我抗的。”萧亮说道。夏雨薇说道：“陆阳，
如果需要死人的话，让张子博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张子博也说道：是啊，高手，一会让我去吧。陆阳笑了一下，说道：怎么好像说的非得死人才能打过去一样？大家听我指挥，不要乱，躲个技能而已，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无非是用闪烁躲逆刃而已，跟陆阳用闪烁在极限距离躲战士的冲锋是一个道理。只要在对面释放技能的那一刹那使用闪烁，就可以完美的将逆刃躲避过去。蓝宇等人不明白陆阳的自信从何而来，都想要继续劝阻陆阳，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很快 BOSS 的气血上限快要降低到了 60%， 近战躲开，黑甲别用嘲讽，我要拉仇恨了。陆阳喊道。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立刻向两侧跑开，陆阳跑到了萧亮旁边的船舱拐角，对准 BOSS 的脑袋连续释放3个火球术，490暴击，490暴击，490暴击。陆阳的仇恨本身就非常高，连续3个暴击瞬间让汉斯克的仇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为了法尔斯帝国的荣耀，汉斯克的气血上限恰好降低到了 60% 以下，手中的匕首一阵白光闪起，汉斯克朝着陆阳冲了过去。船舱横向距离很窄，汉斯克2步来到陆阳面前，高高跃起，手中冒出一道白色十字光芒。逆刃！陆阳双目紧紧地注视着汉斯克的匕首，就在匕首即将刺中他的那一刹那，闪烁，一道白光亮起，陆阳出现在了萧亮的身边，而汉斯克的逆刃打空。Miss， 漂亮！蓝宇和夏雨薇等人本来还紧张的怕陆阳会被打死，可是看到陆阳居然用这样的法师躲开了 BOSS 的技能，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叫起来，还能这么操作？烈酒清风更是有一种抓狂的感觉，他发现跟陆阳打这一次 BOSS， 他对游戏的理解完全被陆阳给颠覆了。夏雨薇等人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还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躲避 BOSS 的技能，原来游戏还能这么玩啊！张子博说道。黑甲嘲讽接怪，所有人回到原位，别傻站了。陆阳喊道。萧亮之前虽然看过陆阳一条5打死黑血手下的情形，可是看到陆阳这次面对 BOSS 依然用闪烁躲避技能，还是看呆了。听到陆阳的话才反应过来，连忙对跑向陆阳的 BOSS 只用嘲讽技能拉着汉斯克回到了墙角。夏雨薇等人也反应过来，重新开始对 BOSS 输出。高手，你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呀？能不能教教我们啊？求指教！趁着输出的间隙，半世晨光等4个法师忍不住开口询问起来，这个技术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烈酒清风和张子博等人也看向了陆阳，他们也想要知道陆阳是怎么做到的。陆阳说道，这个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反应速度快而已，你们想学的话，以后多练习练习反应速度。上辈子玩家之间 PK 的时候，法师用闪烁躲技能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不过陆阳说的虽然轻松，想要掌握这个技能，没有几个月的苦练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不是盗贼靠着加敏捷就能躲避得开的，而是要真正的靠玩家本人的反应速度，在看到对方技能靠近的那一瞬间，也就是0点几秒的时间之内，必须用出闪烁。慢一点，立死当场；快一点 ，BOSS 停止施法动作，重新对着你发动技能。半世晨光等人忍不住咽了下口水，说道：“高手，没听明白。”恰好 BOSS 的血量降低到了 40%。陆阳说道：“你们还有2次机会，看好了，我再给你们演示一遍。”又是3个火球术打中了 BOSS 的脑袋，造成暴击后，汉斯克的仇恨对准了陆阳。逆刃，陆阳就站在原地，等汉斯克靠近用匕首直刺自己胸口的那一刹那，闪烁。陆阳再次跳到一旁躲开了 BOSS 的技能，萧亮快速跟上使用嘲讽技能，将汉斯克拉回了角落。看明白了吗？陆阳问道。半世晨光4人互相看了看，纷纷摇了摇头，他们还是没有弄明白陆阳闪烁的那个点。等到 BOSS 剩下 20% 血量的时候，陆阳又演示了一遍，可惜还是没人能够看懂。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要学会这个技能只能靠自己领悟，毕竟每个人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闪烁的时机都是千变万化的。很快汉斯克的气血就降低到了 10% 以下。陆阳说道：“大家加紧输出，装备就在眼前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瞬间被陆阳这句话给带动起来，所有人都尽全力的输出 BOSS。汉斯克是死亡洞穴的最终 BOSS， 给的装备一定是白银的。影邪、奥术剑、暗影剑、火球术、英勇打击，各种技能打在了汉斯克的身上，汉斯克的血量见底。难道法尔斯帝国再也没有未来了吗？汉斯克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世界频道，玩家陆阳、夏雨薇、烈酒清风等团队成员成功打通史诗级死亡洞穴副本，荣誉值加100。成功了，我们真的打通了史诗级副本。所有人都激动地看着陆阳打通史诗级副本，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奇迹。看着系统在世界频道上发布的消息，他们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不是他们做的。夏雨薇看向陆阳，内心忍不住涌起崇拜之情。这一路上，陆阳完全是靠着他一个人的能力带着团队打通的副本。第一个 BOSS 的狂暴输出，第2个 BOSS 的神级躲避，第3个 BOSS 的闪烁躲避杀。夏雨薇忍不住走到了陆阳的身前，恭敬地说道：“谢谢，没有你我们绝对不可能打得通这个副本，我们又欠你一个人情。”陆阳看向了夏雨薇，此时的夏雨薇脸上再也没有一丝高傲的表情。蓝宇也来到了陆阳的身边，开心地说道：“高手，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陆阳看着2人笑了笑，这次带着夏雨薇他们来下副本，完全就是个意外。本来他是想要找迟木让他的精英团帮忙的，对于这个副本，陆阳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隐藏 BOSS。不用跟我客气，一会还得找你们帮我个忙呢。大家先跟我去开 BOSS， 看看装备。陆阳说道：“快看看，这次是不是盗贼的？如果是盗贼的就好了。”
不可能，绝对是战士的。这个汉克斯的伤害太高了。听到开装备，所有人都凑了过来。夏雨薇本来想要询问陆阳要帮什么忙，看到这个情况也就没有再问。陆阳来到汉斯克身边，蹲下身选择拾取，2秒钟之后读条完毕，一道耀眼的白银色光芒闪耀全场，又是一件白银装备。众人忍不住惊呼起来，纷纷来到陆阳的身边观看。陆阳拿起来后，将装备的属性展示给了所有人，说道：黑金短剑，盗贼用的。黑金短剑，白银级，攻击力9-12，敏捷+3，体质+2。我就知道是我的。一个跟夏雨薇年纪差不多的男生兴高采烈地从人群中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高手兄，多谢了。陆阳认的这个人是夏雨薇和蓝雨的高中同学，本名叫做冷风，游戏里名字叫做冷风骑士。夏雨薇和张子博以为陆阳不认识，走上前又给介绍了一遍。陆阳假装不认识，跟冷风骑士寒暄了2句，将装备交给了对方。终于有白银级的武器了。冷风激动地将只要1-1的白板匕首换下，装备上了黑金短剑。夏雨薇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陆阳。这一次副本陆阳只拿了1件装备，而他的团队却拿走了2件顶级的白银装备和1件青铜装备，而过副本的过程还全都靠陆阳帮忙打过去的，他们相当于免费获得装备和经验。夏雨薇走到了陆阳的面前，放下了他高傲的姿态，带着一丝女性的温柔说道：陆阳，这次多谢你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跟你成为朋友。陆阳一愣，没有想到夏雨薇居然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并且还要主动跟他成为朋友。那当然好啊，荣幸之至啊。陆阳说道：上辈子夏雨薇可是蔷薇女王啊，这辈子没有意外依然会是，以后你可以称呼我雨薇，我的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夏雨薇主动伸出手说道。陆阳握住了夏雨薇的手，说道：好的。蓝雨、冷风和张子博3人都有些看傻了，雨薇姐还是第一次这样对同龄人这么低姿态吧。蓝雨说道。冷风和张子博2人一起点头，不愧是高手，连冰山都能融化。夏雨薇脑门上冒出黑线，忍不住回头看着冷风和张子博说道：你俩敢再说一次试试？冷风和张子博2人立刻闭嘴。陆阳一阵失笑，他记得冷风和张子博2人是夏雨薇坚定的追求者。烈酒清风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高手，我想把咱们通关史诗级副本的视频发回给帮派，可以吗？他只是客套一下，即便陆阳不同意，烈酒清风也要冒着被人指责为食言的代价将通关视频发给迟暮老人。陆阳说道：当然不介意了。陆阳找烈酒清风的目的也是想要让迟暮老人的工会快速发展起来。上辈子最顶级的那几个大工会当中，只有迟暮等少数几个工会是跟刘杰不合的，陆阳帮迟暮等于是在帮自己。多谢。烈酒清风激动地说道，他立刻将视频资料整理一遍，发给了迟暮老人，并且向迟暮老人汇报这件事去的经过。夏雨薇问道：陆阳，你刚才说让我们帮你做件事，是什么事情啊？高手，你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尽全力。冷风说道。陆阳说道：我这边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需要击杀这个副本里面的一个隐藏 BOSS， 我想让你们陪着我去找一下。在哪？张子博问道。陆阳说道：我们需要开着船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开船？众人惊讶地看向陆阳。陆阳说道：没错，就是开船。这船能开？夏雨薇也惊讶了。陆阳说道：应该可以吧，隐藏任务里面介绍的，大家跟我来，咱们试试看。他带着张子博等人来到了船尾，合力用绞索盘将船锚从水里拉了上来。水流是朝着外面流淌，没了船锚的阻拦，海盗船顺着地下暗河的水流方向前进起来。船动了，真的动了！蓝雨惊喜地说道。我去开船。陆阳将张子博和冷风等近战职业留在了船尾，带着夏雨薇等人来到了控制室，长着船舵在地下暗河当中行进起来。地下暗河的上部空间很高，有很多钟乳石垂直而下，左右两侧的石壁上都挂着火炬，将河道照得通明。往前行进了5分钟的时间，陆阳发现了一个可以让船只停靠的浅滩，就是那里。雨薇，你让大家做好准备。陆阳指着浅滩说道。夏雨薇点头，走出控制室整队去了。陆阳将船只停靠好了之后，让张子博等人放下船锚，带着众人跳下了海盗船。一行人往前走了5分钟的时间，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平台呈圆形，周围被一个2米宽的环形水道包围，想要继续往前走，只有经过一个天然石桥，在石桥的后面则是一条幽暗的隧道。陆阳说道：我去前面探路，你们留在这里等我，你多加小心。夏雨薇说道。陆阳点头，拿起一只墙壁上的火把，走进了隧道当中。在这个洞穴的深处，就是陆阳要找的最终目标大法师安戈洛。背叛者安戈洛原本是赤炎魔神的信徒，可是他后来背叛了赤炎魔神，并且参与了捕杀魔神信徒的行动。赤炎魔神战败在天神殿，临被困之前，他将体内的残余力量化作诅咒，诅咒那些背叛他的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大法师安戈洛。遭到诅咒的安戈洛不能使用火焰法术，并且十分畏惧火焰和光芒，因而躲藏在了死亡洞穴里面。虽然他不能使用火焰法术，但是他的其他法术还是非常的精湛，比如寒冰剑。嗖！陆阳听到风声，立刻使用闪烁，向着来路跳跃。白光亮起，一道冰蓝色的寒冰剑精准的穿透白光，打在了陆阳旁边的墙壁上。墙壁立刻结上了厚厚的寒冰。陆阳相信，如果这个技能打在了他的身上，他必死无疑。该死的，把火焰灭掉，不然我杀了你！一个人类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陆阳知道，这个就是大法师安戈洛。他顺着声音的方向瞬发一记岩爆术，砰的一声，岩爆术打在安戈洛的身上，将穿着一身白色魔法长袍、中年人模样的安戈洛映照出来。大法师安戈洛，领主级，等级10。
零，该死的，你不是兄弟会的人，我要杀了你！大法师安戈洛咆哮一声，朝着陆阳追了过来。陆阳赶忙逃跑，但是 BOSS 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 1.5 倍，很快两人之间剩下不到30码的距离。安戈洛在距离陆阳剩下15码的时候停在原地，口中念起咒语。作为大法师，他不仅会冰系法术，还懂得土系、雷系和冰系法术。雷蛇，一道碗口粗的雷电朝着陆阳击射而去。陆阳听到咒语的时候就闪身躲避，成功的躲开了安戈洛的技能，并且还拉大了一点两人的距离。冰风暴，一个比寒冰剑大了3倍的冰球朝着陆阳劲射而来。陆阳算准了时间，再次闪身躲避，冰球打中了陆阳身边的墙壁，砰的一声，冰球碎裂成点点寒冰，落在了陆阳的身上。系统提示：你受到了冰风暴的攻击，移动速度降低 50%。陆阳暗道不好，不过他没有慌乱，继续朝着前面逃跑。这种减速只有3秒钟的时间，只要坚持过3秒钟之后，就会恢复行动。地裂术，陆阳脚下的大地猛然间裂开一个口子，陆阳身上有减速跳跃不过去，他只能选择后退，被困在了原地。幸好闪烁技能快要冷却完毕，连续躲过了安戈洛接下来的3个法术之后，闪烁冷却完毕，他赶忙向前跳跃，拉大了距离。很快，陆阳跑出了洞穴，看到了夏雨薇等人正在看着自己，他立刻喊道：所有人退后30码的距离，快！夏雨薇等人立刻向后跑去，可是团队里有人却没有在意，依然好奇地看着洞穴。雷蛇，又是一道碗口粗的雷电从后方击射而来。陆阳此时已经跑过了石桥，赶忙侧身躲避。雷蛇没有打中陆阳，径直向前冲去，正好命中了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一个战士。564，战士玩家直接躺在了地上，并且雷蛇没有停止，而是向两侧扩散，又把这个战士两侧的4名玩家给电死在了原地。这么强？烈酒清风傻眼地说道。陆阳回头对着石桥连续释放2个火墙术，逃到了夏雨薇的身边。你们看看 BOSS 的等级，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强了。陆阳喘着气说道。这一路上的奔跑和躲避让他也有些疲惫。夏雨薇等人一看都惊呆了，10级的还是领主怪？烈酒清风激动地说道。领主怪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种特殊怪，它比同级别的 BOSS 要高出一个级别。如果一个10级 BOSS 的血量是5万，那么领主级怪的血量就是10万，同时各项属性和技能也都提升1倍。高手兄，你怎么把这么个怪物给引出来了？张子博问道。陆阳喘了口气，恢复了一下身体，说道：别怕，一切有我。你们看这怪现在不是过不来吗？他怕火。夏雨薇等人这才反应过来，安戈洛在石桥边上绕来绕去，就是不经过陆阳放出来的火焰魔法。这是什么魔法？怎么还能在地上持续燃烧？夏雨薇问道。陆阳说道：这个技能叫做火墙，是10级以上的火法技能。我会这个魔法是因为我的法杖，这把黄金级的纵火者法杖自带火墙技能。黄金级？夏雨薇等人再次被陆阳惊呆。陆阳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瞒着夏雨薇等人，将纵火者法杖的属性发到了团队当中。纵火者法杖黄金级，攻击4-8，体质+2，智力+10，法术伤害+24点，法术暴击几率+12点，法术命中几率+12点，附带法术火墙术。我晕，不带这样的。高手兄，你哪打的这个装备啊？烈酒清风傻眼地问道。夏雨薇等人也激动地看向了陆阳。黄金级装备啊！他们获得一件白银级装备都激动不已的时候，陆阳却已经拿着黄金级的装备了，这太让他们嫉妒了。陆阳笑着说道：秘密。夏雨薇顿时无语，他发现自己被陆阳给调戏了。蓝宇也小嘴气鼓鼓地看向了陆阳。张子博等人也表示很受伤。陆阳受不了他们的这种眼神，说道：好吧，我告诉你们就是了，这是一个 Bulletin 新号位，咱们先打过这个 BOSS， 打过之后我亲自带你们去。真的吗？夏雨薇惊喜地问道。陆阳说道：当然了，我这人从来不食言。其实陆阳已经想过了，既然这个 bug 位置早晚要被曝光出去，那不如先把这个刷怪的方法交给跟自己关系好的人，正好蓝宇的等级也到了该去刷5级怪的时候了，让他们去那个地方升级正好。高手，太谢谢你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一起说道，他们正为下一个阶段升级的地方而发愁呢。陆阳说道：别客气，我去拉怪了呀，等我让你们输出的时候你们再上，这个 boss 真的不好打。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好的。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刚才那5个人死亡，所有人都还历历在目。安戈洛在火墙周围绕了有1分钟了，依然没有办法进去，这使得他不断的来回行走寻找地方。安戈洛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 1.5 倍，在这种快速行走的状态下，陆阳想要瞄准非常费劲。先给石桥补上了2道火墙之后，陆阳看准机会对安戈洛使用法术灼烧。安戈洛刚刚往左走2步，仿佛是故意往陆阳的技能上撞一般，正好被陆阳的灼烧打中。158。陆阳能够打中安戈洛的时候，恰好陆阳也进入了安戈洛的射程，他立刻停在了原地，口中念起咒语。地裂。陆阳脚下的岩石地面突然间裂开，不过陆阳在看到安戈洛手中释放动作的那一刹那，就向前走了一步，成功的躲开了地裂技能。水沙。陆阳的头顶突然间落下3道冰蓝色的光芒，他一个前滚翻及时躲开，身后传来3声炸裂的响声，原来是水弹打碎了岩石发出的声音。夏雨薇等人看着安戈洛释放的法术，都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难道这就是后期法师拥有的技能吗？张子博问道。应该吧，不然都有陆阳那个闪避微操的话，火球术这一类法术几乎是永远打不中他的。烈酒清风说道。呵呵，现在也打不中。冷风说道。众人，夏雨薇他们一边惊叹于安戈洛法术的厉害，一方面惊叹于陆阳的躲避能力。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达到陆阳那种高度，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出来的。张子博说道。
我有种感觉，这个陆阳一定当过军人，并且还是一名非常厉害的特种兵。冷风说道。为什么呢？蓝雨问道。想要在游戏开服第3天就有这种身手，除非他本身就拥有这个能力。而有这个能力的，在咱们国家除了特种兵，还有其他人吗？冷风问道。那他岂不是一个大叔？怎么角色看起来那么年轻啊？蓝雨问道。说不定是伪装。夏雨薇说道。这个人的谈吐和外面看起来的年龄严重不符，我感觉他是伪装的。张子博和烈酒清风等人回忆了一下陆阳之前的说话做事的方式，都感觉夏雨薇说的有道理。还真是这样。张子博说道。肖亮在一旁看着他们的分析，内心忍不住有一种要笑喷的感觉。他的老大明明才要上大一，跟大叔完全不贴边。烈酒清风发现了肖亮的存在，问道：黑甲，你老大多大年龄啊？夏雨薇等人这个时候也才想起来黑甲就在他们身边呢，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肖亮这个人存在感特别低，还很少说话。黑甲，你们老大多大了呀？夏雨薇问道。肖亮早已打定主意，这辈子就认陆阳当老大了。关于他的事情，如果陆阳没有同意，他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抱歉，这个是秘密。肖亮说道。众人再次无语，不过对于陆阳有个这么听话的小弟，也都好奇陆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开始输出，我已经拉住 BOSS 的仇恨了。陆阳说道。半世晨光等4个火法和团队里的猎人术士站在距离陆阳30码的位置，全力输出。近战怎么办？夏雨薇问道。近战休息，这个你们别冲过去，一旦他释放雷蛇，沿路的人都得死。雷蛇。说话间，安哥洛手中闪出一道赤白色的光芒，朝着陆阳急射而去。陆阳侧身躲避，雷电打中陆阳身后的墙壁，打出来了一个直径30厘米的大洞。夏雨薇本来还想反驳，看到这个情况立刻退了回去，说道：你小心，需要我们的话随时喊我们。放心，这个 BOSS 为火，火法对他的普通攻击都是2倍伤害，看我爆他的头，打出4倍伤害。陆阳突然间使用火球术，精准地命中了移动中的安哥洛的脑袋。980暴击，这样都能打中。张子博激动地跳了起来。安哥洛是人形生物，脑袋照比食人魔克里夫小了不止1倍。陆阳躲过一发冰风暴，说道：当然。手中燃起火焰，又是一发火球术打中了安哥洛的脑袋。980暴击，这怎么做到的啊？烈酒清风惊叹地说道。他感觉陆阳已经非人类了。夏雨薇等人纷纷摇头表示不知道。事实上，用法术攻击跟人用枪击杀目标是一样，只不过一个射速快，一个射速慢。即便再慢，凭借一个枪手的直觉，也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找到安哥洛移动速度和火球在空中弹道时间的平衡点，打中并不是什么难事。接下来，陆阳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精准，仿佛他的每一个火球术都是安哥洛主动撞上去一般。连续30多个暴击之后，陆阳一个人就打掉了 BOSS 将近3万的气血，加上半世晨光等人的输出，安哥洛被打的气血就剩下不4万点。而此时才过了2分钟的时间。该死的人类，我要让你们尝尝寒冰的滋味！暴风雪。安哥洛站在原地，双手举过头顶，寒冰元素在他的手中聚集。陆阳喊道：半世晨光，你们几个人快向后跑，千万别停留。半世晨光正在读火球术，眼看着还有不到1秒钟就能释放出来，他没有舍得逃跑。结果他的头顶出现一个直径10码的乌云，数不清的冰刀从乌云中出现，砸向了半世晨光所在的区域。417，仅仅一次攻击，半世晨光就被打死在了地上。这么快的施法速度，众人惊呆。陆阳对剩下的人说道：你们撤退到50码之外，这个暴风雪不止一片。话音刚落，陆阳的脑袋上也出现了一片乌云。陆阳赶忙跑出了乌云区域，可是刚跑出来，又一片乌云区域出现在了陆阳的头顶，陆阳只能继续逃跑。转眼间，场地中已经出现了3个直径10码的乌云，并且持续的下着暴风雪。如果这一关是人数多的玩家打的话，几乎就灭团了，因为乌云的随机性，在玩家乱跑的时候，暴风雪几乎覆盖在30码以内的任何场地。之后，安哥洛在输出的时候，玩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暴风雪区域被秒杀。如今只有陆阳一个人，他小心翼翼地将暴风雪集中控制在了他所在的区域。等安哥洛施法结束，6个暴风雪都集中在了他左侧靠近墙壁那里。这招漂亮，烈酒清风说道。众人点头赞同。陆阳说道：都回来，继续输出。这就来。另外一个火法金蛇郎君说道：有香酥电鳗肉的魔法恢复，躲避的这一段时间，几个火法的魔法值都恢复了不少。再次输出，陆阳依然拉着安哥洛的仇恨，而安哥洛也还是打不中陆阳。当安哥洛的气血只剩下2万点的时候，安哥洛再次咆哮起来：我没有错，虽然我失去了火焰，但是我学会了冰、雷、风、土4种魔法。愚蠢的人类，尝尝我的雷电法术静态立场。在陆阳的脚下，一道直径5码的蓝色闪电立场逐渐形成。如果玩家停留在静态立场当中，会遭到雷电攻击，被瞬间秒杀。而静态立场的形成时间只有 2.5 秒钟的时间，玩家只要迟疑1秒钟就跑不出去。陆阳赶忙跑出立场范围，对其他几个法师喊道：快跑到50码以外的地方。金蛇郎君等火法经过刚才的事情，已经知道该怎么打了，立刻跑出了范围。话音刚落，第2个静态立场出现在了金蛇郎君的脚下，幸好金蛇郎君立刻跑了出去，其他人也都跑了出去。场地中又剩下陆阳一个人，安哥洛再次将目标对准了陆阳，连续在陆阳的脚下释放静态立场。陆阳如同之前一般，沿着角落跑，将安哥洛释放的静态立场都化解掉了。呼，幸好有陆阳，总算是打得有惊无险。夏雨薇在一旁感叹地说道。众人点头。等静态立场结束后，陆阳说道：大家都过来 ，BOSS 到最后阶段了，
黑甲冲锋，开盾墙在嘲讽，5个牧师全力加血，所有人全力输出，争取10秒钟之内秒了他。夏雨薇等人一直等着陆阳的命令呢，闻言立刻冲了上去。安哥洛的气血只剩下2万点左右，遭到众人的围攻，掉血的速度加快了不止1倍，转眼间就剩下不到5000点了。又过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安哥洛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击杀了背叛者安哥洛。陆阳立刻来到了安哥洛的面前，点击拾取，将安哥洛的脑袋装在了背包当中。这个就是魔神之星晋级的第2个物品，而剩下一个物品兑换需要的材料600组暗泽蛛丝和600组微光元素，他都已经准备好了。魔神之星很快就可以升级了。夏雨薇和张子博他们看到 BOSS 死了，第一时间不是庆祝，而是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吓死我了！刚才的最后阶段，我还以为 BOSS 又要放金开立场呢。张子博喘着气说道：“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看他的手都抬起来了。”冷风说道：“可惜我们团队的装备不行，如果我们也能有陆阳那种装备的话，这个 BOSS 就容易打了。”张子博说道。众人点了点头。夏雨薇看到陆阳去开 BOSS， 问道：“陆阳出什么装备了？”陆阳说道：“是一件白银级的法师护腿。”他将装备的属性发给了所有人。安哥洛的护腿，白银级，等级5，防御6-10，体力+3，智力+8，法术伤害+18，法术暴击几率+8，法术命中几率+8。归我了呀！陆阳说道。之前就有约定，除了法师装备都归他所有。夏雨薇等人点头，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们知道能打过这个 BOSS 跟他们关系不大。陆阳换上了护腿后，法术伤害再次增加26点，算上之前的148点，实际的法术伤害已经达到了174点。不过这个装备他并没有在意。陆阳说道：“大家跟我出副本，我告诉你们 bug 地点，你们去那升级。”夏雨薇以为陆阳之前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想到陆阳真要带他们去 Bulletin 星号。多谢。夏雨薇说完话，转过头对所有人说道：“所有人集合。”张子博和冷风他们立刻带着团队成员过来，一群人一起回到了圣加尔城。刚落地，烈酒清风说道：“陆阳兄弟，还有诸位，我先走了呀，团长找我有事。”陆阳知道迟木想要知道具体通关的过程，说道：“这次多谢了，替我谢谢迟木会长。”烈酒清风说道：“是我们多谢你才是，有了这个视频，我们工会很快就会领先其他工会一大截的。”陆阳笑了笑，没有说话。烈酒清风也知道有些话他说不合适，需要迟木亲自来说。大家再见，改日我们有空再聚。烈酒清风一抱拳，转身走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纷纷目送着烈酒清风离开，他们知道这次分开之后再想见面就难了，因为烈酒清风是6万人工会的副会长，他们只是一个20多人的工作室。陆阳发现了夏雨薇等人的失落，说道：“不要灰心，这是游戏初期，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清楚。如果你们几个人的身家丰厚的话，等游戏开启货币兑换，你们也可以大量招募玩家，建立工会。”夏雨薇点头说道：“我也正有这个想法。”张子博和冷风等人纷纷点头，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游戏在未来的影响力，都认为投资这个游戏是值得的。陆阳就知道夏雨薇会这么说，说道：“大家跟我来，我们传送到巨人小镇。”老大，我也去吗？肖亮问道。你留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带你去升级。陆阳说道。一会他还得把肖亮送到半兽人洞穴大厅里面去。肖亮也知道陆阳的意思，点点头说道：“那我在这里等你。”陆阳嗯了一声，带着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传送到了巨人小镇。指导着夏雨薇他们接受了牧羊人弗莱克的任务，获得任务物品套马索后，陆阳带着他们来到了高山下的 Bulletin 星号上。陆阳说道：“用套马索从这里爬上去，山后面的怪都是5级的野牛，你们从上面输出，野牛无法还击。任务物品还能这么用？”张子博傻眼地问道。陆阳说道：“当然，快上去吧，现在到5级的玩家非常少，你们至少有2天的时间在这里升级。”夏雨薇等人对陆阳千恩万谢。游戏的第3天，进入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能够找到一个没人抢怪的地方都难，更何况陆阳还送给他们一个可以越级打怪的地方。陆阳着急升级魔神之星，跟夏雨薇和蓝雨他们寒暄了2句，回到了圣加尔城。从传送人那里花费了1个银币，飞到了20级地图夜幕镇。夜幕镇上辈子玩家票选最讨厌来的地方当中排名第9，因为这个地方到处都是10多米高的黑色树木，大树遮天蔽日，让树下的人常年处在阴暗的环境当中。而地面上夜幕镇外到处都是沼泽地，游戏模仿现实，一旦陷进去就是必死的结局，很多玩家都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很大的阴影。不过对于陆阳来说，这却是天堂，上辈子得罪了黑血，陆阳和兄弟们就是躲在夜幕镇外面的沼泽当中才得活命。想到黑血，陆阳又是一阵愤怒。刘杰暂且不说，现在就算是黑血，他都没有办法正面击败，这让他内心又变得急迫起来。走出夜幕镇，陆阳循着上辈子的记忆，一路击杀野怪，来到了沼泽深处，找到了一个叫做包子村的地方。这个地方上辈子也很少有玩家知道它的存在，沼泽深处只有一条可以让玩家通过的小路，而这条路却隐藏在一片黑色的沼泽地里面。陆阳他们当年是为了躲避黑血的手下，才艰难地找到了这条路，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子周围是用黑色木头做的栅栏，在村子的入口处有2个只有半米高、全身紫色皮肤、脑袋像个橄榄球一样，上面长着6只黄色眼睛的类人形生物。他们是包子村的卫兵，不过他们的等级只有5级。见到有陌生人前来，2个卫兵都露出了警惕的表情。系统提示：你发现了包子村，你在包子村的声望为中立。
陆阳走到两人面前，说道：“我是一个外出试炼的魔法师，不经意间探索到了这里，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左侧卫兵对着陆阳说了一通包子语言，陆阳上辈子来的时候就没有听懂，不过他在包子村待着将近半年的时间，简单的包子语也能听得懂。他说的意思很简单，冒险者，你当然可以进去，但是希望你能快点离开，这里不欢迎外人。陆阳点头，径直走进了包子村当中。包子村不大，因为他们身高只有半米的缘故，村子里面的房子也只有1米多高，房子都是木质的，外形像是一个去掉壳的椰子。在一栋房子里面有一栋比较大，那个是村长的房子。此时村长正站在家门口，看到陆阳后，村子的眼睛一亮，主动对陆阳用大陆通用语喊道：“人类的小伙子，请到这里来。”陆阳走到了村长的面前，恭敬地说道：“村长您好，我是一名外出游历的魔法师。”村长看起来已经很老了，仰着头对陆阳说道：“年轻人，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我只是路过这里，好奇进来看看，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陆阳问道。“年轻人，你真的愿意帮我们？”包子村村长问道。“当然，上辈子陆阳也是这么跟村长交谈上的，他只是想要问问有没有任何任务可以接，没想到村长不停地跟他要暗泽蛛丝和微光元素。陆阳一开始以为是隐藏任务，给了几十组之后，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提高声望的任务。后来陆阳在升级魔神之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任务最终给的东西就是魔神之星的升级物品之一。包子村村长说道：“如你所见，我们包子村的战斗力非常弱小，周围的猎物又太过强大，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更多的暗泽蛛丝和微光元素来协助我们战斗。”“好的，没有问题。”陆阳说道。“任务提示：你接受了包子村村长的委托，寻找到一组暗泽蛛丝和一组微光元素。”来之前，陆阳的背包里面就放满了18组的暗泽蛛丝和18组的微光元素。他从背包里面一样拿出一组，交给了包子村村长，说道：“村长先生，您要的是这个东西吗？”包子村村长双手从陆阳手里接过材料，激动地说道：“就是这个，年轻人，我代表包子村对你表示感谢。系统提示：你获得60点包子村声望，你在包子村的声望达到友善。”陆阳能够理解包子村村长的激动，他们村子的战士才5级，外面的怪却普遍都是20级的，他们的战斗全靠夜晚用微光元素和暗泽蛛丝去诱捕，而暗泽蛛丝和微光元素的产地距离这里有一个银币的路程，先不说有没有钱，外面那么多高等级的怪物，他们怎么出去都是个难题。包子村村长继续说道：“我们包子村的朋友，这些暗泽蛛丝和微光元素远远不够，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更多。”陆阳将背包里剩下的17组蛛丝和元素都拿了出来，交给了包子村村长，说道：“我这里还有很多，都送给你们吧。”“这么多！”包子村村长激动地说道：“年轻人，感谢你的慷慨。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020点包子村声望。”陆阳说道：“如果你需要，我还可以为你找来更多，不过我的背包不够用。”他的背包只有36个，这是系统自带的。另外，为了方便玩家，系统可以让玩家再携带5个背包。之前陆阳一直都没有买，因为第2世界的爆率太低了，他买了也用不上。再一个，系统卖的背包都是4格的，要30个铜币，贵还不实用。包子村村长说道：“年轻人，作为感谢，我允许你在我的村子进行补给。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去找村子里的杂货铺，他那里或许有你需要的东西。”“好的，我去看看。”陆阳说道。第2世界中，每个有声望的地方都有特殊物品出售。包子村的特殊物品有3个，其中之一就是包子的材料包，有36个格子，比系统卖的好了9倍，价格还便宜。另外2个是法师用的包子的披风白银级和法师用的技能书炽热极速，不过这2个需要的声望，一个是尊敬，一个是崇敬，暂时购买不了。陆阳轻车熟路的找到了杂货铺，对站在门口卖货的包子大妈说道：“我想要买些东西。”“当然可以。”包子大妈说道。因为陆阳在包子村的声望到了友善，村子里的包子们对陆阳的态度好了很多。“谢谢。”陆阳点开购买界面，找到了包子村的材料包，每个需要10个银币。之前陆阳卖掉了沃金斯爆出来的白银级装备，赚了67个银币，正好够用。一连买下了5个背包之后，陆阳手里的银币还剩下17个，而他的背包空间达到了216个，只要再来回6次就可以将剩下的500多组暗泽蛛丝和500多组微光元素运过来。拿出回程券，陆阳回到了圣加尔城，跑向了银行。第2世界高度模仿现实，各个城市、村镇之间的银行并不互通，玩家想要将东西从一个城市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只能用人背包或者用物资车运送。虽然这种模式一直被玩家诟病，但是因为这个模式，游戏的可玩度高了很多，尤其是要赛战的时候，双方攻击对方运送药材和装备的补给团队，有时候打溃一次对方的补给团队，就能获得一场战争的胜利，而且还能获得对方的大量装备和材料，比抢劫都要赚钱。也正是因为这样，游戏中总是出现侠盗和怪盗这一类英雄人物，他们从不示人以姓名，却总是在大公会欺负普通玩家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关键的战役里面绝杀对方重要补给团成员。为此，有几个侠盗还上过电视，接受过采访，不过都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半个小时之后，陆阳回到了包子村，将108组蛛丝和108组元素交给了包子村村长。系统提示：你获得了6480点声望，你在包子村的声望达到尊敬。声望到了尊敬，陆阳可以购买包子的披风了。他回到了杂货铺，对包子大妈说道：“我想要购买东西。”“尊敬的先生，请您随意挑选。”包子大妈说道。在陆阳的声望达到了尊敬的时候，包子村对陆阳的态度大有改观。陆阳点开操作界面，找到了包子的披风。包子的披风白银级，等级10。
体力加4，智力加7，法术伤害加11，法术命中几率加5。特效包子的弱小让人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这个披风的属性在10级的装备中非常一般，不过那个年代陆阳被黑血撵的四处跑没有装备，只能换上了这个披风。可是让陆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披风属性虽然差，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居然可以降低仇恨。陆阳很早就领悟到了法师的自由模式，可是在自由模式之下，他的暴击几率太高了，几乎是每次攻击都能打出暴击来，让他们几个兄弟当中防战非常郁闷。后来有了这件披风之后，无论陆阳怎么输出，仇恨都纹丝不动。陆阳找了很长时间的原因，才发现是披风的效果。后来经过测试，哪怕陆阳一连打出20个暴击 ，BOSS 都不带看他一眼的。因此，哪怕到了50级的时候，有了50级的黄金级披风，陆阳都没舍得把这个披风换下来。之前陆阳下副本打 BOSS 的时候，最怕的就是 OT 仇恨转移，以至于他输出的时候总是得留5分力。现在有了这个披风，他就可以全力输出了。花费了5个银币买下了披风，陆阳将身上的披风换成了包子的披风。他看了一眼面板属性，法术伤害达到了191点。拿出回城券，再次飞回到了圣加尔城。因为是公测的缘故，回城券一个只卖30个铜币。过几个月，游戏进入正式运营的时候，开放了货币兑换，回城券一个要1金币，并且要读取5秒钟的时间。不过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发财。正当他往背包里装材料的时候，迟木老人向他发起了通话。陆阳一乐，按下了通话键，说道：“迟木会长，有什么事吗？”迟木老人此时已经听完了烈酒清风的当面汇报，感激地说道：“老弟，你真的是送了哥哥一个天大的人情啊！1周之内，哥哥我6万公会中，起码有3000人能配上3级的白银级装备，你帮着哥哥我领先了其他公会一大截啊！”迟木老人手下是有职业玩家的，也有专业的工作室，这些工作室里的玩家学习陆阳的自由模式并不是非常难，有高手的话，用不了2天的时间就能学明白。同样，雄霸手下也有很多这样的高手，其他大型公会也都有。陆阳最终选择了他，这是迟木最感谢的地方。陆阳说道：“也算不上帮忙，我不也是找了烈酒来帮我抗怪吗？”“不，我听烈酒说了，黑甲战士就是你手下，有他在完全没有让烈酒去的必要。这件事哥哥记下了，以后但凡有什么事情跟老哥哥我说。”迟木老人说道。陆阳说道：“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找老哥你帮忙。”他要的就是迟木老人这句话。过阵子陆阳建立公会，迟木老人是他要争取的第一个盟友，现在打好关系，以后也好见面。两人又闲聊了2句之后，陆阳关闭了通话器，装满了1背包的材料后，陆阳返回了包子村，再次交给村长216组材料。陆阳的声望达到了重境，这个时候他可以去购买法师的技能书炽热极速了。炽热极速，类型火焰法术，消耗3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描述：使用后玩家的移动速度提高100%，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5分钟。这个技能是陆阳最喜欢的，在 PK 当中配合陆阳0.5秒的瞬发研爆术，即便陷入混战，也可以做万人当中取其上将首级。花了5个银币买下了技能书，陆阳选择了学习。系统提示：你学会了炽热极速。陆阳点开技能栏选择使用，双脚下面猛地冒出一团火焰。系统提示：你使用了技能炽热极速，移动速度提升到了650点。玩家的初始奔跑速度是325点，相当于人类1秒钟跑4米，而650点速度相当于人类1秒钟跑8米，只比博尔特慢2米。他在包子村跑了一下，摇了摇头，上辈子他的最快移动比这要快1倍，让他一点也找不到上辈子的感觉。停下了脚步之后，陆阳拿出回城券，继续搬运暗泽蛛丝和微光元素，一连搬运了5回了。村长都是一句话不说，只是拿了蛛丝提高声望，一直到了第6次，陆阳将600组蛛丝的最后一组交给村长的时候，系统提示：你获得了60点包子村声望，你在包子村的声望达到了崇拜。包子村的村长抬起头仰望着陆阳，恭敬地说道：伟大的勇士，感谢你为我村子做的这一切，我无以为报，这是我们村子最尊贵的礼物，希望你能够喜欢。系统提示：你获得了魔神能量碎片。陆阳看着背包里的火红色能量片，忍不住激动地握了握拳头。他做到了，在开服的第3天，他就凑齐了升级魔神之心的材料，现在他真的可以做到掌控自己的命运了。老村长，谢谢您的礼物。陆阳说道。他拿出回城券飞回了圣加尔城，然后直奔城南的贫民窟。贫民窟这里居住的都是圣加尔城的底层劳动力，因此居住环境非常的差，街面上走的也都是一些脏兮兮的人，房子也都是岩石垒成的小房子。陆阳走进贫民窟当中，立刻受到周围人的注意，有好几个 NPC 小偷盯住了陆阳的口袋。陆阳没有在意他们，径直走进了贫民窟的深处，在一片住宅当中，陆阳找到了一个用花岗岩垒成的房子。房子的外墙仿佛很久都没有收拾了一般，看着就很脏。陆阳走到门口，用力地敲了敲门，说道：有人在吗？该死的，滚远点，信不信我杀了你？门内传来一声咆哮。如果是一般玩家，一定会被吓退。上辈子陆阳发现这里，也是因为他的等级已经100多级了，并不惧怕，才敢继续敲门。请开下门可以吗？我找一下火神侍从卡恩。陆阳说道。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打开，一个披着红色粗布衣服的老者冲到了陆阳面前，激动地说道：你是谁？陆阳笑着说道：不请我进去一下吗？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卡恩，因为上辈子跟他见面次数最多就是这个卡恩。卡恩平复了一下心情，说道：请进。陆阳走进了大门，他记得上辈子自己在圣加尔城图书馆找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进入的这个大门。房间里面什么都没变，还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样子，
还有一个放在桌子上的烧黑了的石头。卡恩进门后关上了房门，怒瞪着陆阳说道：“告诉我，是谁告诉你卡恩是火神侍从的？”陆阳没有说话，将赤炎魔神的心脏从身上拿了下来，放在了卡恩的面前，说道：“卡恩，你看看这是什么？魔神之心，我主的心脏。”卡恩大惊失色，惊恐地看向了陆阳，问道：“你怎么会有我主的心脏？”陆阳说道：“这是魔神赠予我的礼物。魔神在上，我主没有死，他真的没有死。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卡恩开心大笑。陆阳摇了摇头，说道：“你暂时不能过去。赤炎魔神被困这件事，他不想说出来，免得让赤炎魔神失去了尊严。”卡恩虔诚地说道：“魔神在上，既然你不让我知道，那么这一定是我主的旨意。请问我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陆阳说道：“我想要让魔神之心恢复到他最强的程度。”卡恩脸上闪现出一丝愤怒的表情，说道：“该死的安哥洛，他在我魔神殿落败的时候，带着异教徒屠杀了我们的神殿，整个大殿就剩下我一个人，而我已经重伤，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了。不过那个安哥洛也不好过，他背叛了魔神，必定受到了我神的诅咒。如果你想恢复魔神之心的能力，就要先杀了安哥洛才可以。”陆阳就知道卡恩会这么说，从背包里拿出了安哥洛的头颅，放在了卡恩的面前，说道：“这个是不是你要找的安哥洛的头颅？”卡恩看着安哥洛人头上惊恐的表情，激动的哈哈大笑，说道：“我主在上，大人您果然是我主选中的人，请跟我来，我带您去魔神殿。”卡恩默默念动咒语，一阵空间波动传来，两人消失在了房间里面。陆阳只感觉一阵眩晕，等他恢复视野的时候，出现在了一个黑色的大殿当中。大殿非常巨大，如同教皇的宫殿一般，数不清的石柱在大厅两侧的走廊上。卡恩激动地说道：“这里是魔神殿，在我们战败之后，我用我主教给我的秘法，将魔神殿传送到了一个异位面当中，将这里完整的保存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就交给您了，我主选择的战士。”陆阳说道：“放心，我一定会让魔神重见天日的。”上辈子陆阳也如今天一样进入了魔神殿，在这个异位面当中的魔神殿，陆阳不会遭到任何的攻击，一旦遇到危险，给陆阳5秒钟的时间就能传送到这个神殿当中。想要离开的话，也可以选择回到刚才的地方，或者回到圣加尔城卡恩的家中。卡恩说道：“如果您想要给魔神之心升级的话，请跟我到祭坛这里来。”在大殿的后面有一个直径1米的圆形祭坛。卡恩说道：“有了安哥洛的头颅，您只要再集齐了魔神印记和魔神碎片的话，再加上魔神之心，祭坛就会帮您自动升级。”陆阳从背包里拿出从巨魔沃金斯那里得到的魔神印记和从包子村那里得到的魔神能量碎片，放在了祭坛上面，说道：“这些东西我已经凑齐了。”卡恩激动地说道：“我主在上，太好了，我这就帮您合成，请您等我一下。”卡恩口中默念咒语，放在祭坛上的3样东西仿佛受到了牵引一般。安哥洛的头颅首先爆碎，一个红色的火元素能量从里面飞了出来，魔神印记和魔神能量也发出耀眼的红光。随后3样物品绕着魔神之心旋转了几圈之后，融入了魔神之心当中。系统提示：魔神之心升级成功，魔神之心的等级提升为1级。陆阳拿过了魔神之心后，看了看属性：魔神之心等级1级，体质加10，耐力加10，力量加10，智力加50，敏捷加10，暴击几率正 5%， 命中几率正 5%， 法术极速正 5%， 火法技能等级加1，特殊法术流星落。陆阳忍不住握了握拳头，这个就是魔神之心升级之后的属性，除了智力，其他属性都翻了10倍，而智力属性虽然只提升了5倍，却提升了到了50点。这些属性加在一起，一共为陆阳增加了90点属性点，足足是玩家提升16级的属性总和。也就是说，陆阳现在虽然只是8级的玩家，实力却跟24级的玩家相当，并且他的暴击几率本身就有 20% 多，再加上魔神之心附加的 5% 暴击几率，总暴击几率达到了 25%， 平均每4下陆阳就能打出1下暴击。还有特殊法术流星落，法术效果为召唤一个巨大的火流星砸落地面上，造成10×10的范围伤害，造成基础伤害600点，眩晕时间10秒，技能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也就是现实中的6个小时。虽然这个技能还称不上是禁咒，但是它的效果在当前这个级别与禁咒无异。如果黑血敢找人围攻他，陆阳只需要1个流星落就能解决战斗。不过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魔神之心升级后多了一个火法技能等级加1的属性。这个属性等于是将陆阳的火球术、炎爆术、灼烧、火强术、抗拒火环、炽热急速以及流星落全部提升了1个等级。第2世界当中给技能提升等级是非常困难，因为技能提升1级，基础伤害增加的非常多。以炎爆术为例，1级的伤害是36至42点，2级的时候却是106至144点，提升了将近3倍的基础伤害，算上法伤加成，以后陆阳在用炎爆术的时候打出的伤害足足有390点。即便是到了10级，除了全血加点的防骑，任何一个职业都经不住他一个炎爆术的攻击。而在所有火系技能当中，加成最大的是流星落，流星落的2级伤害有1300点，加上法术伤害能打出1600多的伤害，用来秒15级的巨魔都没有问题。不过装备虽然强大，却也有一个弊端，一旦陆阳死了，那么魔神之心毙掉，并且其他玩家捡走的时候，魔神之心的等级不变，等于是给他人做了嫁衣。陆阳知道自己以后需要加倍的小心了，他把魔神之心装备到了身上，告别了魔神侍从之后，回到了圣加尔城，找到了等候自己的萧亮。陆阳说道：“等急了吧？”萧亮摇了摇头，说道：“我刚才逛了逛市场，感觉这个游戏真的是太有活力了，玩的人真多。”陆阳笑了笑，以后这个游戏的最高峰是30亿人同时在线，
那个时候才真的算人多。走吧，我送你去半兽人营地。陆阳说道。哦，好的。两人一路杀怪来到了半兽人大厅，陆阳送他到了 Bulletin 星号上，随后朝着巨魔营地跑去。有了流星落，陆阳想要在巨魔营地刷怪，而且巨魔身上还抱巨魔骨链，可以让陆阳拿去找比塞尔换钱。从半兽人丘陵到巨魔森林有20分钟的路程。正当陆阳来到巨魔森林入口处的时候，突然间，陆阳听到巨魔森林里面传来人数庞大的脚步声。不应该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密集的脚步声呢？陆阳谨慎地看向了巨魔森林里面。突然间，陆阳看到一个手中拿着猎制长弓，带着一个宠物狗的猎人从树林里冲了出来，正好与陆阳打了个照面。猎人喊道：“快跑啊，后面都是巨魔！”陆阳回头一看，眼睛情不自禁地睁大起来，在巨魔森林当中居然冲出来了数不清的巨魔，看样子有80多个。我去！陆阳一转身，开着炽热急速跑了起来。2级的炽热急速移动速度增加 125%， 持续时间增加到45秒，转眼间就追上了猎人。猎人正在拼命地在前面跑呢，突然间看到身边一个冒着火的黑影追上自己后，嗖的一下冲到了他的面前。他定睛一看，发现居然是陆阳。法师跑得比猎人还快，我可是开着光环的呀！猎人虽雨傻了吧唧地想到。猎人有一个猎豹光环，开启之后移动速度增加 30%。陆阳一口气跑出了100码的距离才脱离战斗。他回头看着这个正在一边奔跑一边躲避猎人投掷的长矛的猎人，他感觉这个猎人很眼熟，但是就是有些想不起来。突然间，陆阳一拍脑袋，他认出这个猎人是谁了。他是上辈子鼎鼎大名的神级猎人孙宇，曾经创下过一个人从地狱深渊拉着300级的 BOSS 到圣加尔城，差点将圣加尔城给毁了的光辉事迹。后来被铁血战狼公会招募到了旗下，后期铁血战狼被刘杰击溃，他为了报仇，多次偷袭刘杰的手下精锐，打得刘杰十分狼狈。不过后来孙宇不上线了，据传说被刘杰在线下抓住，生死不明。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陆阳忍不住起了招募的念头。平心而论，孙宇这人够胆量，为人还忠义，是一个不错的伙伴和兄弟。想到这里，陆阳看到自己的炽热急速还有15秒的时间，朝着孙宇跑了过去。孙宇看到陆阳跑回来了，惊讶地喊道：“你回来干什么？快跑啊！”陆阳来到了孙宇的身边，问道：“你一次性拉这么多怪去哪呀？”孙宇是一个很健谈的小伙子，说道：“我拉他们去哨卡呀，那里有2个守卫，这80个怪每一个都被我攻击到了。根据游戏规则，即便是守卫击杀了他们，也算是我的经验。”陆阳一脑门黑线，说道：“那2个守卫才15级，你感觉这80个同样15级的巨魔会打不过那2个15级的守卫吗？”孙宇顿时一脸茫然，傻了吧唧地说道：“对啊，我咋忘了那俩守卫也才15级啊？”陆阳失笑，虽然后期是一个大神级玩家，可是现在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少年。孙宇急道：“那咋办啊，高手？这些怪跟我的移动速度相当，我甩不掉他们。”陆阳说道：“你相信我的话就听我的，先跟我组队。”好的。孙宇赶忙向陆阳发起组队邀请。陆阳选择同意，说道：“咱们现在已经到了14级的野怪区，你看到左边有一个空地了吧？1分钟之后，你把怪拉到那里，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高手，你要干嘛？孙宇问道。一会你就知道了，千万别忘了时间。陆阳拍了拍孙宇的肩膀，看到自己的炽热急速时间到了，朝着左侧的空地跑了过去。孙宇来不及多想，一点头，继续带着80个巨魔朝着前方跑去，同时他开始计算时间。陆阳来到了空地上，连续10多个研爆术打死了周围的野怪后，开始在空地上释放火墙术。因为魔神之心到了2级的火墙术，基础伤害达到了84点每秒，算上法术伤害，实际伤害数值达到了275点每秒，是刷怪的神级技能。不过这首先要布置火海，还要有人将怪拉到火海当中，现在有孙宇正好。40秒钟之后，陆阳在地上铺满了16乘以16范围的火墙，而此时孙宇已经拉着怪过来了。看到陆阳在地上铺满了火墙，孙宇虽然不理解陆阳释放这个技能是要干什么，不过他还是朝着这边跑了过来。陆阳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掐着时间点，算好了巨魔到自己身边还要10秒钟的时间。他慢慢举起手里的纵火者法杖，一大段晦涩难懂却又高昂响亮的音节从陆阳的嘴里吐出。高手，你要干什么啊？孙宇已经跑到了距离陆阳30码的位置，而身后的巨魔距离孙宇有30码。陆阳没有回答孙宇，继续吟唱着晦涩难懂的音节。9、8、7、6、5。随着时间的一点点倒数，孙宇来到了距离陆阳10码的位置。他已经能感觉出来陆阳身上散发出来的狂暴魔法能量，好强，怎么有一种天地劫难的感觉？孙宇说道。他玩游戏到现在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此时他身后的巨魔距离最近的已经来到了孙宇29码的位置，朝着孙宇用力投掷出一只长矛。孙宇听到脑后有风声，赶忙向着侧面躲避，回头一看，巨魔已经逼近，他赶忙继续逃跑。当孙宇来到陆阳脚下大石头旁边的时候，巨魔冲进了陆阳布置的火海当中，顿时受到大量的伤害。不过陆阳有包子的披风，巨魔的仇恨还都集中在孙宇身上。高手，快跑，小心巨魔杀你！孙宇话音刚落，突然间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迫力正从天上冲击而下。他往天上一看，一个直径有10米的巨型火流星突然间从天而降，轰！正中火海的中心。而此时火海当中，距离孙宇最近的一只巨魔刚要跑出火海，而距离最远的一只则刚刚进入火海。陆阳将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所有巨魔全部被打晕在了火海当中。系统提示：你击杀了一个巨魔，获得了189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23点。
系统提示：你击杀了一个巨魔，获得了189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23点。不到5秒钟的时间之内，眼前的80多只巨魔全部被陆阳击杀。而在另外一边，孙宇的身上一连冒出3道亮光，他从2级半一跃升到了5级。好强！孙宇抬起头仰望着陆阳，随后他发现了陆阳的名字。陆阳。孙宇猛然间醒悟，激动地说道：“你就是国内等级榜第1的高手陆阳。”陆阳笑着说道：“是我，高手，求带。”孙宇立刻露出了少年本性，就差抱住陆阳的大腿了。陆阳失笑说道：“让我带升级的，你还是第1个啊！”孙宇怕陆阳不答应，立刻说道：“高手，我很有用的，我可以去拉怪，保证你要多少，我给你拉多少过来。”陆阳本来就想收了孙宇，听到这话，说道：“好吧，那就带你升级吧。”太好了！孙宇激动极了，换作是他自己的话，想要从2级升到5级，就算用拉怪的方法，没有5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还要累得要死。陆阳却用1秒钟就解决了，这样的人要是不跟着升级，完全就是傻蛋。孙宇问道：“高手，你让我怎么拉怪？我这就去。”陆阳看着孙宇稚嫩的表情，感觉这孩子才14、15岁的样子，说道：“不要着急，你先休息一下，恢复精力。”高手，你太够意思了。孙宇刚才拉80多个怪跑了那么远的距离，还要躲避身后投掷而来的长矛，心神确实累得不轻。你把地上爆出来的东西捡了，这些东西一会拿回去卖了，咱俩平分。”陆阳说道。孙宇一直没有去捡地上暴露的白板装备，听到陆阳的话更是摇头，说道：“高手，都归你了吧，你带我升级就行，我啥也不要。”陆阳说道：“听话，我让你拿你就拿着。”孙宇没有想到陆阳这么够意思，挠着后脑勺不好意思的说道：“那谢谢大哥了呀，我就不客气了。”他确实需要这些东西拿回去卖钱，猎人玩家是最郁闷的，因为他们射出去的箭都是花钱买的，虽然不贵，但游戏初期打钱真的是太难了。孙宇去捡装备和钱，陆阳则捡巨魔骨链。等东西捡完之后，他带着孙宇回到了巨魔森林的入口处。孙宇拿出一块劣质面包，准备恢复气血。游戏的官方设定，玩家跑的时间长了也会掉血，血量低于 5%， 只能行走不能奔跑。陆阳有些可怜孙宇，劣质面包难吃的要死，不过开了自由模式，五官感觉就都要开放，不然遭到偷袭了，系统都不通知。他刚才看孙宇跑的姿势，一定是开了自由模式。陆阳从背包里拿出一块香酥电鳗肉，说道：“别吃劣质面包了，吃我这个。”孙宇接过香酥电鳗肉，看了看属性，惊讶地说道：“黄金级的烹饪高手，你从哪弄到的呀？”想知道？陆阳问道。孙宇连忙点头，说道：“每天吃劣质面包，我都要被恶心死了。”陆阳失笑，说道：“等分开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知道的人很多了。夏雨薇他们那边终究是没有保守住秘密，被一部分跟踪的玩家发现了。不过现在流传的并不广，知道秘密的人都没有大范围的说出来。”陆阳又给了孙宇2组香酥电鳗肉。等孙宇恢复好了之后，他说道：“一会你进里面引怪，不要引太多，一次20个就好。”高手，你还能释放那个天上掉下来的火球吗？孙宇问道。陆阳说道：“那个是有 CD 的，不过我不用那个技能也有办法杀怪，你去引怪吧。对了，跟我加个好友，往回跑的时候提前1分钟通知我。”哦，好的。孙宇接受了陆阳的好友申请，积极地跑进了巨魔森林当中。陆阳在外面等了大概3分钟的时候，孙宇发信息给陆阳说道：“高手，我拉了20个怪回来了，1分钟之后到。”好的。陆阳举起法杖，在20码的直线上布置了4条火焰之路。当火墙铺设完成之后，陆阳站在火墙末端，看到了从森林里跑出来的孙宇和他身后带着的20个巨魔。高手，怎么办啊？孙宇问道。往我这里引。陆阳说完话，右手将法杖横在胸前，口中再次念起晦涩难懂的口诀，同时左手随着每一个音阶慢慢的抬高。他这次释放的咒语是光能烈焰，这个法术是他之前击杀巨魔萨满沃金斯爆出来的。光能烈焰，类型火焰法术，消耗28法力，施法时间瞬发。描述：向前喷射1到3码距离的火焰，对直线上的敌人造成64点火焰伤害。本来这是一个垃圾技能，但是上辈子有火法玩家改良了这个咒语，让它可以蓄力10秒钟之后再释放。蓄力之后，喷射距离变成了15码，宽度变成了3码，喷出火焰的伤害是常规伤害的4倍。如今陆阳的火法技能等级+1，光能烈焰升到了2级，伤害则提升到了174点，蓄力10秒后能打出696点伤害，加上191点法伤，实际造成的伤害有887点。火墙铺设了20码的距离，根据游戏规则，如果停留在火墙里面，每秒造成1次伤害，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如果目标在1秒钟之内跑出了火墙，再进入另外一个火墙，则计算为受到2次伤害。因此陆阳铺设的这20码距离的火墙，凭借巨魔的奔跑速度，2000血的巨魔没跑出火墙就都死了。但是陆阳担心孙宇的仇恨太低，他输出太高，产生仇恨偏移。虽然他有包子的披风，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发生偏移，3个巨魔同时攻击，陆阳就得死在地上。为了不发生任何意外，陆阳决定使用改良版的光能烈焰。巨魔在火墙里面一边跑一边受到伤害，血量快速的倒了下来。正当巨魔快要死了的时候，为首的3个跑到距离陆阳5码位置的巨魔突然间将目标对准了陆阳。巨魔怒吼一声，做出要扔长矛手势。恰在此时，陆阳口中最后一个音阶结束，高高举在头顶的左手指向面前的巨魔，一道跟水缸差不多粗的烈焰猛然间喷向前方。系统提示：你杀死了巨魔，你获得了187点经验。系统提示：你杀死了巨魔，你获得了187点经验。一连20个系统提示让孙宇长出了一口气。
他来到陆阳的身边，挠着后脑勺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啊，高手，差点把你害死。”陆阳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谦逊，说道：“跟你无关，我预料到这一点了，休息一下，咱们继续。”刚才即便巨魔投掷出长矛，陆阳也有2种方法躲开技能，一个是向右侧躲避，凭借他的身法躲避开长矛并不难；第二个是闪烁，向着身后闪烁30码距离就完事了。孙宇还以为陆阳会责怪他呢，没想到陆阳这么好说话，顿时开心起来，嗯了一声，坐在原地休息了2分钟后，又跑进巨魔森林拉怪去了。连续拉了40多波巨魔之后，陆阳击杀了900多只巨魔，他的等级快到10级了，孙宇也升到了6级。高手，跟着你升级太爽了，我到了等级榜前100名了，现在我也是高手了。孙宇第一次进榜，激动极了。陆阳有了上一世的经历，对此看得很淡，如果不是为了创建工会的时候吸引更多的高手加入，他早就将名字隐藏了。这个游戏里面高人不少，千万不要以等级榜作为准则，否则你会吃亏的。陆阳劝诫道：“哦，我知道了，高手，我进去拉怪了呀。”孙宇带着宠物狗跑进了巨魔森林。陆阳看着孙宇的背影摇了摇头，这小子明显还是少年心性，根本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8分钟之后，陆阳看了看时间，这次孙宇拉怪的时间比平时长了1倍。正当他好奇的时候，孙宇给陆阳发了个消息，说道：“高手，我拉怪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陆阳一边在地上设置火墙，一边问道。孙宇一边跑一边看了看后面那个释放火球的萨满沃金斯，说道：“没有啊，就是拉怪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会魔法的巨魔，拉他浪费了点时间。”陆阳看着孙宇发的消息有些迷茫，他记得巨魔森林里面没有会魔法的小怪啊，唯一会魔法的就是 BOSS 沃金斯啊。刚好孙宇从森林里跑了出来，带着身后的20多只巨魔。陆阳往他身后仔细一看，正看到跑在最前面的比其他巨魔高了半个头的巨魔萨满沃金斯。我晕，你怎么把 BOSS 给拉出来了？陆阳有些无语的说道。啊，这个是 BOSS 啊，我不知道啊。孙宇慌了，听到是 BOSS， 他有些恐惧。BOSS 的移动速度比玩家快 1.5倍，此时沃金斯已经跑到了距离孙宇不到10码的位置，又要释放火球术。孙宇回头一看，顿时惊慌失措，朝着前面猛跑。可是他慌乱之下只顾着直线跑，人跑的速度怎么比得过火球的飞行速度？一旦被火球术打中，他必死无疑。Z 自行跑位，朝着我的右边跑。陆阳喊道。他赶忙换下包子披风，口中念起咒语，1.5秒钟之内连续3个研爆术打中了沃金斯的脑袋。670暴击，670暴击，670暴击。后沃金斯暴怒，转过头将目标对准了陆阳，火球术朝着陆阳飞了过去。与此同时，因为陆阳换下了包子的披风，没有了降低仇恨的装备，进入火墙受到伤害的巨魔们同时将目标对准了陆阳。20多根长矛同时朝着陆阳投掷而来，密集的长矛雨看的孙宇都傻眼了。高手小心！陆阳哪里会不知道该小心呢？眼看着长矛临近，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身后30码的位置上。刚刚落地，陆阳举起法杖，在前方的道路上连续释放火墙术，与之前的火海相连接。巨魔们看到陆阳逃跑，立刻追了上去。陆阳布置的火海当中，纵向的火墙就有10个，普通巨魔穿过火海立刻被烧死了，只有巨魔萨满沃金斯穿过了火海，踩着陆阳刚释放的火墙术追了过来。陆阳等的就是萨满沃金斯，看到沃金斯来到自己身前30码的距离，口中念出咒语，研爆术以 0.5 秒每发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打在了沃金斯的身上。1级研爆术打在精英怪身上，只能让精英的施法速度减慢，但是2级研爆术不一样，直接打得沃金斯后仰僵直，连火球术都凝聚不起来。孙宇在一旁看着陆阳的研爆术如同瞬发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在空中划过，打在沃金斯的身上，都惊呆了。高手的施法速度怎么这么快？孙宇想到。陆阳此时却心无旁骛，眼前的这种手法上辈子在高端火法当中很普遍，这也算是一个系统漏洞，或者说是系统对顶级玩家的奖励。你对游戏的了解越深刻，咒语释放速度练习的时间越长，你就能做到这样的施法速度。一连释放了50多个研爆术，陆阳打的沃金斯血量快速掉到了 30% 以下。该死的人类，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沃金斯暴怒，全身的皮肤变成了血红色。嗜血，免疫一切控制技能，施法速度提高 50%。这个时候，陆阳的研爆术产生的后仰僵直对沃金斯无效，沃金斯终于可以释放出火球术。陆阳却凛然不惧，依然以 0.5 秒的施法速度使用研爆术跟沃金斯对攻。等到沃金斯 1.5 秒钟之后释放火球术的那一瞬间，陆阳才横向躲避一个身围，恰到好处的躲开了火球术的攻击。此时天色已经进入到了夜晚，天空虽然有一轮明月，孙宇站在一旁却看不清楚陆阳和沃金斯的脸孔，他只能看到两人身边不断飞射而来的火球术，这样都能躲得开。孙宇感觉陆阳已经不是人类了，他哪里知道这才是陆阳的真正实力。他凭借脑海中的记忆凭空计算出沃金斯手中发出火球术的那一瞬间，只要躲开了的那一瞬间，陆阳就轻松躲避开对方的火球术。1分钟之后，火光在夜色中消失。系统提示：你击杀了巨魔萨满沃金斯，你获得了3714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1251点。陆阳身上金光一闪，他终于到了10级，走到了 BOSS 身边，看了看暴露的装备，又是一把沃金斯之弓，白银级。他回头看了看孙宇，说道：发什么呆呢？快过来看。哦。孙宇来到了陆阳的面前，想了好一阵子，这才鼓起勇气说道：高手，我想拜您为师。陆阳一乐，没想到孙宇突然间会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问道：我是法师，你是猎人，你怎么想要拜我为师呢？您刚才躲避的手法太高明了，这不是职业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实力和判断力。您收下我吧，教教我怎么躲避敌人的攻击。孙宇一开始说话
还有些不利索。慢慢的，语气变得十分坚定。相处这么长的时间相处，他感觉陆阳这人不仅手法高超，是全服的等级榜排在第1名的高手，而且这人没有一点架子，与各大公会的老大比起来，迟暮城府深沉，雄霸过于霸道，黑血等人又过于缺德。如果跟随陆阳这样的人，孙宇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内心有些忐忑，怕陆阳这样的大高手不会答应他这个小人物的请求。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绝对不会让师傅失望的。孙宇期盼地说道。陆阳会担心孙宇让他失望吗？当然不会，前世的神级猎人啊。本来陆阳就对孙宇起了招揽之心，可是他知道用利益去捆绑一个天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用感情的付出。而孙宇这人上辈子就十分忠义，铁血战狼从最辉煌的时候，7个要塞被打的就剩下1个要塞，工会里大部分工作室和主力都被其他工会招揽走了，孙宇却没有离开，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人的品质。至于陆阳能不能当孙宇的师傅，法师和猎人的输出是有共性的。再说陆阳上辈子10年活法，并且还一直都是团队指挥，对于任何一个职业的了解程度都要比孙宇高无数倍。他来指导孙宇的话，在身法上这一项就能让孙宇少走2年的弯路。孙宇见陆阳迟迟没有回答，心里着急。师傅，您收下我吧。孙宇恳求道。收下你也可以，不过别叫我师傅了，我应该比你年长，你喊我大哥或者老大吧。陆阳说道。太好了。孙宇欢呼一声，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心性，喜不自禁的样子让陆阳看了不禁莞尔一笑。既然收下你了，当老大的也不能吝啬。陆阳将地上的握金丝之弓捡了起来，交给了孙宇说道，这个送你了，就当是见面礼了。孙宇这才发现陆阳手里拿着的弓箭，握金丝之弓，白银级，等级8，伤害16-24，力量+5，敏捷+5，物理攻击力+12，物理暴击几率+10。这武器属性这么好。孙宇手里拿着的一直都是系统给的0级白板武器烈日长弓，那把弓的伤害只有1-1，现在突然间看到握金丝之弓，孙宇激动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他虽然十分想要这把弓箭，但还是忍着痛拒绝道，老大，这把武器是你打死 BOSS 得到的，我一点忙没帮上，我不能要，拿着就当老大送你的。陆阳选择赠送功能，将装备放进了孙宇的背包当中。这把弓之前陆阳卖过，价值67个银币，而孙宇也在拍卖行上见到过这件装备，当时他就想买，可是他没钱。后来这把武器被人买走了，还让他心痛了好久，没想到现在陆阳赠送了他一把。老大，谢谢你。孙宇真诚地说道。他从背包里面拿出来了一枚戒指，放在了陆阳的面前说道，老大，我这有个小玩意，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挺特殊的，当做我的拜师礼了，您别嫌弃。陆阳一开始还没在意，可是当他看到戒指的外形的时候，他忍不住露出的激动的表情。治疗戒指？陆阳问道。孙宇惊讶地说道，老大，你认识这个戒指啊？我还以为挺稀有的呢。陆阳说道，当然稀有了，你从哪弄到的？治疗戒指，等级1，法术伤害0-1。虽然介绍只有这么一丁点，而且这个戒指没有品阶，但是这个戒指有一个神奇的属性，任何人佩戴上了这枚戒指，技能栏里都会多出来一个叫做治愈术的技能。治愈术类型神圣法术，消耗20法力，描述向目标释放一道治愈术，立即回复玩家26点生命值。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魔法值的玩家，戴上这枚戒指都能释放治愈术。孙宇说道，我做了一个隐藏任务，那老头送我的，我拿这个戒指没什么用，就是感觉挺好玩的。陆阳说道，这戒指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用处，我不跟你客气了。这戒指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用，就是一个系统做出来让玩家娱乐的小玩具。类似于这个戒指的还有法师的火焰戒指，可以释放火球术，术士的暗影戒指可以释放暗影剑，萨满的闪电戒指释放闪电链等等。不过这个治疗戒指对陆阳来说却是太有用了，有了这个戒指，他可以提前做到很多事情。老大，你感觉有用就行。孙宇说道。陆阳失笑说道，走吧，跟我进巨魔森林，我带你到8级可以换上弓箭，这期间我教你闪避的方法，你再结合我的闪避尝试尝试。好的。孙宇赶忙跟了上来。陆阳不仅能教导孙宇闪避的方法，还能教导孙宇输出的要诀。有些时候一些操作方法明明就像是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可是如果没有人帮你捅破那层窗户纸，你却要浪费很长的时间。孙宇很有玩游戏的天赋，陆阳有着10年经验，对游戏的领悟力极为深刻。在孙宇输出的时候，他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对孙宇起到极大的作用，这让孙宇愈加的佩服陆阳。两人又练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陆阳看孙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自己的经验，也带他到了8级。陆阳说道，暂时你先在这里用巨魔锻炼身法吧，面对一个巨魔你已经能勉强躲避，等你练到面对3个巨魔也能躲避自由的时候，你就到了及格线了。好的老大，我去练习了。孙宇点头答应下来。陆阳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和平时下线前躲避的位置之后，这才返回了圣加尔城。经过1天的战斗，他手里的巨魔骨链达到了1214个，这让他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比塞尔。从圣加尔城的广场跑到了城西的地精营地，在议事厅中，陆阳找到了比塞尔。巨魔骨链99个为一组，陆阳连续点击了13次交任务。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98个银币，你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99点声望。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98个银币，你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99点声望。将巨魔骨链都交给了比塞尔之后，陆阳的身上金光一闪。系统提示，你在风险投资公司营地的声望达到尊敬。比塞尔说道，兄弟，你是我们风险投资公司最为尊敬的朋友，想要学习地精一族的绝学吗？我愿意教你。
地精一族的绝学就是地精工程学，这是其他玩家一辈子想学却找不到学习地方的好东西。陆阳立刻说道：“我当然愿意了，30个银币。”比塞尔说道。幸好陆阳用巨魔古链换到了2个金币40个银币，否则这30个银币的钱他都不知道从哪出。兄弟，不要这个表情，你知道的，我们的金做事是有原则的。比塞尔说道。好吧，我没有介意，给你钱。陆阳把钱给了比塞尔。比塞尔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图纸，交给了陆阳，说道：“这个就是地精工程学的初级学习方法，跟我来，我教你如何制作。”陆阳跟着比塞尔来到了议事厅后面的房间，房间的正中间有一个地下暗道，他跟着比塞尔走了进去。通过地下暗道，陆阳进入了一个十分宽广的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当中，正有10多名地精在制作工程学的产品。这里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跟我来这边，我教导你如何制作工程学产品。比塞尔带着陆阳来到了一个没人使用的桌子旁边。上辈子陆阳没有学过地精工程学，因此他跟比塞尔学习的时候特别认真。地精工程学的初始配方里面只有劣质星号和劣质星号这2种。劣质星号是从劣质石头中提炼出来的，桌子上一共摆放了5个劣质石头，石头被切割成了长方体，有足球大小。陆阳跟着比塞尔学习了2遍之后，自己尝试制作，在报废了2个劣质石头后，在第5个劣质石头中，他成功的提取出来了劣质星号。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制作出了劣质星号，你的工程学熟练度+1。劣质星号则是用劣质星号和亚麻布制作而成，亚麻布是通过生活玩家学习采集制作而成。试验台上也摆放了5个，是比塞尔赠送给陆阳做试验用的。他尝试着用劣质星号和亚麻布制作劣质星号，一次制作成功。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制作出了劣质星号，你的工程学熟练度+1。陆阳看了看劣质星号的属性，劣质星号类型投掷，距离30码，描述向目标投掷1枚劣质星号，对直径5码范围内的敌人造成37点伤害。好了兄弟，既然你已经学会了这2个配方的制作方法，等你将熟练度提升到50点的时候再来找我，我教给你新的配方，不过你要付费。比塞尔说道。陆阳就知道比塞尔会这么说，告别了比塞尔，他来到了拍卖行，先是用10个铜币一组的价格将拍卖行上面出售的10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这3种草药一样买了300组，花费了90个银币。这些草药都是陆阳用来做抗毒药剂的。将这些材料都放在了银行里面之后，他在搜索页上面找到了劣质矿石和亚麻布。这2种物品卖的玩家非常少，因为它们的利用率太低了。劣质矿石只能用来做磨刀石，这种物品除了冲出及锻造没有任何用处。亚麻布也是如此。不过到了陆阳这里倒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东西在拍卖行的价格便宜，一组30个的劣质矿石拍卖行上才卖5个铜币，亚麻布6个铜币。制作劣质星号只需要1个劣质矿石，因此他只买了1组劣质矿石和亚麻布，才花费了11个铜币。回到了地精工程车间，他把材料放在了桌子上，继续制作劣质星号和劣质星号。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制作出了劣质星号，你的工程学熟练度+1。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制作出了劣质星号，你的工程学熟练度+1。一连30次成功，陆阳掌握了劣质星号的制作方法，然后他拿出亚麻布开始制作劣质星号。很快30次制作，他成功了26次，一共做出了26个劣质星号。同时他将地精工程学冲到了50点熟练度。地精工程学的初级产品虽然垃圾，但是那是对陆阳而言的。如果将这些东西交给1级玩家的话，几个人拿着劣质星号可以轻松的在1级野怪区升级，并且谁来抢怪，他们就能用劣质星号去杀人。对于新人来说，威力十分巨大。同理，地精工程学的终极配方当中也有对于陆阳这个级别的玩家有作用的物品，这个物品叫做铁皮星号。且不说威力如何，单是这个星号可以让人瘫痪5秒，就足以证明它的强大。陆阳回到了议事厅当中，找到了比塞尔，说道：我的熟练度已经到了50点了，我想学习新的配方。我的朋友，当然可以，这是配方清单，你想学习哪个？比塞尔问道。陆阳的面前出现一个交易框，上面出现了很多的图纸，在众多的图纸当中，陆阳找到了铁皮星号、活动假人、烈性星号、青铜管这几个。其中烈性星号是制作铁皮星号的材料之一，青铜管是制作活动假人的材料之一。铁皮星号和活动假人是熟练度200才能制作的物品，烈性星号和青铜管则是熟练度115才能制作的物品。根据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熟练度的提升是根据玩家使用材料的等级来提升的。如果玩家熟练度是0级，那么用0级的材料就能提升；如果玩家熟练度到了50级，那么用0级的材料就无法提升，只能用50级的材料来提升。但是如果玩家熟练度是50级，想要用100级的材料的话，还使用不了。为此，陆阳又购买了劣质铜壳星号和粗制星号粉等配方，然后又到拍卖行去购买相应的材料。青铜锭和铁锭价格比较高，陆阳这边的成功率又不是很高。结果等陆阳将工程学的熟练度冲到200级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剩下40个银币了。好在制作铁皮星号和活动假人的材料就是烈性星号和青铜管，只要再买到青铜锭、铁锭、毛料和丝绸就能制作。制作一个铁皮星号要3份烈性星号、2个铁锭、2个丝绸。陆阳尝试着30多次才制作出来了5个铁皮星号。铁皮星号类型投掷，距离30码，使用间隔2分钟。瞄，向目标投掷1枚铁皮星号，对直径5码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31点火焰伤害，并使目标瘫痪5秒，
任何伤害都会打断这个效果，对30级以上目标使用效果很差。陆阳握了握拳头，有了这个星号，他在当下的 PK 当中又多了一个资本。将5个星号放在了背包里面之后，陆阳拿出青铜管、青铜锭和毛料，开始制作活动假人。活动假人是一个有半米高的青铜外壳机器人，制作起来非常容易。按照图纸上的介绍，陆阳在失败了2次之后，成功的在第3次制作出来了一个青铜机器人。活动假人类型：防御，距离：近战，气血300，使用间隔2分钟。描述：在地上放置一个活动假人，放置后，活动假人自动释放嘲讽技能，吸引周围怪物攻击，持续3分钟。虽然这个气血扛不住任何 BOSS 的一次普通攻击，甚至陆阳都能一招将他秒了，但是在遭到敌人围攻的时候，在地上放置一个活动假人，可以为逃跑争取到不少的时间。陆阳整理了一下身上剩下的材料，又制作了5个活动假人后，身上的材料全部用尽。这个时候，肖亮拨打来了电话。陆阳按下了接通键，问道：什么事？老大，我下线休息了呀。肖亮说道。陆阳看了看时间，这才发现又一个晚上过去了。他说道：好的，我也下线了。点开游戏模式，陆阳选择了下线。另外一边，夏雨薇等人正在野牛区的 Bulletin 星号上杀野牛，1天1夜的时间，合作杀怪的10多个人都将升级升到了5级。夏雨薇看了看时间，跟张子博对了一下眼色。我们下线休息吧。夏雨薇说道。好啊，我也困了。蓝雨说道。也行，那我们就先下线休息吧，明天我电话通知你们上线。夏雨薇说道。好的，那我们也下了。办事晨光等人说道。夏雨薇一点头，当先退出了游戏。蓝雨在整理了一下背包之后，也退出了游戏。只是他刚从游戏舱里面出来，一个身材火爆的女人正用愤怒的眼神盯着他。雨薇姐，你这么看我做什么？蓝雨有些心虚。现实生活中的夏雨薇是一名大2学生，身材凹凸有致，还有一副倾城之姿。问我为什么？你说呢？夏雨薇掐着星号不爽地说道。蓝雨瞬间反应过来，夏雨薇应该是在埋怨他没有将陆阳就是之前他们在护城河边认识的那个普通人说出来。我不知道啊。蓝雨装傻卖萌，还不老实交代，再不说信不信我抓你痒痒。夏雨薇暴露出魔女本色，伸出纤纤玉指瞄向了蓝雨的腰间。那个我真不知道啊。蓝雨瑟瑟发抖，每当夏雨薇露出这种眼神，都是她要倒霉的时候。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姐姐不客气了。夏雨薇伸手抓向了蓝雨的腰间痒痒肉，嘴里恨恨地说道：你个死丫头，知道陆阳的身份不早说，害得姐姐我昨天丢死人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救命啊！蓝雨惨遭蹂躏，被追得满宿舍跑。可惜宿舍就那么大的地方，她本想跑出去，结果同屋的另外一个美女已经将门锁上了，而这个美女就是团里的美女术士。蓝雨跑无可跑，还被2人夹击，无奈之下只能将陆阳的事情说了出来。姐姐们，我就知道这么多，求放过。蓝雨用无辜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地看着2位美女。就这么多？真的只有这么多？她在现实中的身份真不知道。蓝雨说道。算了，看你还算真诚，就放过你吧。不过那个陆阳你要多注意，他看起来对你很有意思的样子。夏雨薇说道。哪有？蓝雨的脸色有些红，他对陆阳也有些好感，不过也只是有些好感。夏雨薇和美女术士只顾着想陆阳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蓝雨的表情。另外一边，正在锻炼身体的陆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说道：难道着凉了？不应该啊。锻炼完身体后，陆阳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再次上线。他看了看自己现在的属性，算上纵火者法杖、香酥电蛮肉、魔神之心等所有东西的加成，他的属性提高了很多。陆阳等级10，耐力23，力量21，智力153，敏捷23，体质37，生命592，魔法1836，物理伤害26-30，法术伤害242，防御33-39，物理暴击几率0，魔法暴击几率28.3%，法术恢复速度5.5秒。这个等级能够拥有这个属性，足以让陆阳傲视整个游戏，哪怕是黑血找人围攻他一个人就能打崩黑血整个公会。黑血用不了多久，我第一个灭了你的公会。陆阳暗自说道。虽然他现在就可以去报仇，不过陆阳暂时没有时间。玩家到了10级以后，游戏的可玩性变得多了很多，其中有很多好玩的小游戏。如果完成了小游戏，可以得到很多特殊的物品。眼下就有一个陆阳能够在城市内完成的小游戏。在城东的市场附近有一个神乐马戏团，每个月的中旬他们就会来到这里表演。本来玩家都在外面升级，没有人来马戏团看演出。上辈子也是在游戏开放了2个月之后，有休闲玩家来到这里看表演，无意中触发了隐藏任务，这才将这个任务暴露出来。陆阳来到了马戏团的大门口，一个小丑模样的 NPC 来到了陆阳面前，说道：先生，不进去看看我们的演出吗？当然。陆阳走进了马戏团当中。此时是白天，马戏团当中正在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走钢丝、跳火圈、搞笑舞台剧等。陆阳走过这些区域，一直来到了一个雷霆剑塔的表演区。雷霆剑塔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面积900平米的竞技场里面，表演者站在当中，竞技场周围的8个大门当中，不断的有雷霆蜥蜴从里面奔跑出来，表演者需要不断的躲避蜥蜴，如果被触碰到了，就算失败。陆阳来到了观战席上，此时场地当中正有一个 NPC 在里面表演，他只开了4个门，4只体型比大象还要巨大的雷霆蜥蜴冲出大门后，分别向左右调整了一下角度后，一起朝着表演者冲了过去。他们奔跑的时候，如同大象在地上奔跑一般，
朝着表演者冲过去的时候，还将脑袋防低，亮出了鼻子上的尖角。表演者左闪右避地躲开了4只雷霆蜥蜴，没有撞到人的雷霆蜥蜴没有回头，而是跑进了对面的大门里面。连续躲开几波雷霆蜥蜴之后，竞技场周围的大门从4个变成了6个，之后又变成了8个。当8个大门里面不断跑出雷霆蜥蜴的时候，难度加大了很多倍。3秒钟一波的雷霆蜥蜴在场中如同洪流，而表演者仿佛一只小船一般，随时可能倾覆。怎么样，我们的表演很不错吧？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陆阳侧过头看了看对方，这是一个戴着魔术帽、穿着黑色燕尾服、脸上留着2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陆阳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触发这个任务的隐藏 NPC 马戏团的团长巴恩斯。陆阳说道：“确实挺难的。”巴恩斯得意地说道：“这是我认为最难人的游戏，小伙子，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陆阳说道：“当然可以。”哦，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勇士。你想要挑战什么样的难度？巴恩斯问道。陆阳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虚拟屏幕，上面分别有2个门、4个门、6个门、8个门以及16个门。陆阳说道：“我挑战16个门。”小伙子，这可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你要知道，挑战的机会只有1次，失败了可就不能再次挑战了。你确定要选择这个选项吗？巴恩斯问道。系统提示：你在马戏团遇到了巴恩斯团长，他向你发出了勇者挑战，你接受了挑战，并且选择了最高难度。巴恩斯团长赞叹你的勇气，并且向你再次确认，你是否真的要选择这个难度？是否？陆阳说道：“是，我选择16个门。”巴恩斯说道：“好吧，既然你已经这样选择了，我向你说明一下规则：16个门同时打开的时候，每3秒就会有一波雷霆蜥蜴从里面跑出来，游戏时间为3分钟，你不能使用任何的法术，也不能被雷霆蜥蜴碰到一下，一旦碰到游戏结束。”我知道了，陆阳说道。上辈子他对这个规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在得知这个隐藏任务的时候，他研究攻略和身法有1个多月的时间，这才敢挑战这个任务。走进了竞技场的中央，陆阳看了看四周变成16个打开的大门，静下心来长出了一口气，对看台上的巴恩斯说道：“可以开始了。”巴恩斯高声喊道：“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勇敢的挑战者，他要直接挑战最高等级16个门，让我们为他鼓起热烈的掌声。”场内4周数不清的 NPC 同时鼓掌，让陆阳仿佛回到了上辈子的那个时候。那一次，陆阳是孤注一掷，这一次他是信心十足。3、2、1，比赛开始！巴恩斯大喊一声，场内16个大门同时打开，第一波16只雷霆蜥蜴从大门里跑，怒吼一声冲了出来。陆阳立即闪身躲避，虽然雷霆蜥蜴的奔跑速度很快，但是第一波并不是很难躲避。真正难的地方在于，雷霆蜥蜴体型十分巨大，你站在它的面前，完全不知道第二波雷霆蜥蜴的奔跑方向。想要猜到这个，只能凭借玩家自己超高的听觉和身法上的跑位。你能听清楚后面雷霆蜥蜴的脚步，或者能提前躲开第一波蜥蜴，拉开空位观察，你才能躲开之后的几波雷霆蜥蜴。恰好陆阳当雇佣兵那几年，这2个技能都非常的熟练。夜色下的雇佣兵在热带雨林里跟人对决，连对方开枪的方向都掌握不到的话，跟送死没有任何分别。陆阳轻松的连续躲开了30波雷霆蜥蜴，看得现场观众疯狂不已，纷纷起立为陆阳鼓掌叫好。虽然看起来这些观众的鼓掌是对玩家的一种肯定，可实际上这是游戏中故意设置的一个干扰项。如果玩家被观众的掌声干扰，一定会在游戏里面分神。同时冲锋来的16个蜥蜴是从16个角度冲过来的，一旦分身，几乎就是必死的结局。陆阳丝毫没有被外力所干扰，精气神全部集中在了眼前的雷霆蜥蜴上，不断的跑位躲避，又躲过了20波雷霆蜥蜴后，陆阳发现雷霆蜥蜴的出门速度提升了，原来是3秒钟一波，现在提升到了2秒钟一波。这样一来，陆阳想要拉扯出空位的难度变得更大。连续拉扯了6波之后，他被压迫到了右下角的位置，在他的身后就是4个出雷霆蜥蜴的大门，而面前则是跑过来的6只雷霆蜥蜴，在他们的身后也有杂乱纷繁的脚步声。陆阳此时并没有慌乱，而是将精力全部集中在了耳朵上，光是凭着听觉，在2秒钟的时间之内听清楚了身后的脚步声动向。陆阳立刻朝着左侧闪避，刚刚躲过第1只地形龙之后，一个右侧的侧滚翻，陆阳恰到好处的躲过了他身后的第2只雷霆蜥蜴。陆阳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站起身后，快速的朝着左侧连续跑了6步。就在他刚刚跑到位置，身后突然间冲出4只地形龙，踏过了他刚刚走过的区域。再次躲过眼前的这一波之后，陆阳停下了脚步，转过头看向了站在看台上的巴恩斯。最后一波雷霆蜥蜴已经被他躲过去了。巴恩斯这个时候举起双手，微笑着为陆阳鼓掌。系统提示：玩家陆阳成功通过雷霆剑塔16门挑战，并且打破小丑皇的记录，获得 SSS 级评级。系统提示：小丑皇出现在了看台上，一个头上戴着金色王冠的小丑出现在了巴恩斯的身边，仿佛在跟巴恩斯说着什么。随后2人一起走到了陆阳的面前。巴恩斯说道：“恭喜你，陆阳先生，你成功的挑战过了雷霆剑塔最难的任务。现在你有2个选择，一个是接受奖励，另外一个是接受一项新的挑战。如果你挑战成功，我们会给你更高的奖励。”陆阳等的就是这个，故作不知的问道：“什么挑战？”巴恩斯指着身边的小丑皇说道：“这位是小丑皇，刚刚你打破了他的记录，因此他想挑战你，你是否愿意接受？”小丑皇的身高要比陆阳高1个头，他的脸上涂抹的白色颜料和夸张的熊猫眼，让人看着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小子，这个记录我保存了10年，被你打破了，我很不爽，我要向你发起挑战，你敢不敢接受？小丑皇傲慢地说道。系统提示：你成功地打破了小丑皇保存了10年的比赛记录，这让小丑皇感觉很不安，他决定向你发起挑战。如果你挑战成功，奖励提升。是否？陆阳说道：
我愿意接受挑战，请说出挑战规则。他等的就是小丑皇的挑战，只有完成了小丑皇的挑战，才能得到他想要的奖品。小丑皇说道：很好，这次的任务规则很简单，你还是躲避这16个门的雷霆蜥蜴，但是你还要躲避一个会不停抓捕你的我。如果你被我抓到了，就算你输；如果我被雷霆蜥蜴撞到了，就算我输，怎么样？这个规则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本来躲避奔跑的雷霆蜥蜴就很难了，还要同时躲避一个会选择抓捕目标的小丑皇，这个难度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陆阳说道：可以，咱们开始吧。上辈子他也挑战到了这一关，这一关虽然很难，但是只要打通了，给的奖励丰厚到玩家无法想象。很好，巴恩斯，你去当评委。小丑皇打了一个只想来到了距离陆阳10米远的位置，巴恩斯则来到了裁判席。3、2、1，比赛开始。话音刚落，小丑皇朝着陆阳扑了过去。与此同时，16个门同时打开，每个门里面都有一只雷霆蜥蜴，他们怒吼一声，朝着陆阳狂奔而来。小丑皇的移动速度很快，2秒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陆阳的近前。一旦陆阳被抓到，就会被判定失败。陆阳眼看着小丑皇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而小丑皇的脸上更是浮现出恐怖的笑容。小朋友，你输了！小丑皇尖叫一声，双手抓向了陆阳的衣领。就在这个时候，陆阳忽然间向后连退6步，小丑皇一击落空，不甘心的咬着牙继续朝着陆阳追了过去。可是没等跑2步，小丑皇发现侧面冲过来了一只雷霆蜥蜴，他只能闪身躲避。陆阳本想骗小丑皇被雷霆蜥蜴撞到，可是小丑皇的躲避速度太快，第一次欺骗没有成功。此时场中的雷霆蜥蜴不断的跑过他们的中间，挡住了2人的视线。陆阳想要确定小丑皇的位置，需要不断的左右奔跑拉扯开空间，同时他还要注意会不会在拉扯空间的时候跟小丑皇撞到一起，且他还要注意下一波雷霆蜥蜴来的方向。小丑皇同样也在找陆阳，连续几次躲过了雷霆蜥蜴后，他拉扯出来了空间，很快就找到了陆阳的位置。我找到你了！小丑皇张开双手，用诡异的笑容朝着陆阳扑了过来。陆阳赶忙计算数据，在想到了最合理的路径之后，他立刻向着东北方向跑了起来。只是在跑的过程中，陆阳猛然间想到了刘杰，一股不甘心的情绪涌上了心头，这让他想起了上辈子自己东躲西藏的那几年。回头看了一眼小丑皇，陆阳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耳朵听清了周围的脚步声，陆阳瞬间想出了一个新的完成任务的方法。他一边躲避雷霆蜥蜴，一边朝着东北方向的死角跑了过去。小丑皇同样在躲避雷霆蜥蜴的同时，快速的朝着陆阳迫近。此时2人距离东北角还有8米的距离，小丑皇距离陆阳只有5米的距离。眼看着小丑皇越来越近，陆阳没有慌乱，而是继续按照预定的轨迹朝着东北角走去。小丑皇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陆阳被他抓到的场面。不多时，2人的距离就剩下3米了，陆阳距离角落的位置也只有2米。这个距离，只要大门打开，雷霆蜥蜴冲出来就能撞到陆阳，他想要躲避的话，已经变得十分困难。陆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他选择的时机很好，正好是前一只雷霆蜥蜴跑出去的一刹那，他躲在了雷霆蜥蜴的身后。小丑皇就麻烦了，他需要躲避的不仅仅是一只雷霆蜥蜴，还要躲避侧面来的2只雷霆蜥蜴，这让他躲避的有些狼狈。不过小丑皇躲避的还是游刃有余，在狭小的间隙当中，他躲开了雷霆蜥蜴的攻击，继续朝着陆阳走了过来。此时2人的距离就剩下2米了，陆阳也拉到了距离东北角只有1米的地方。陆阳的身后就是释放雷霆蜥蜴的大门，前面就是小丑皇，他已经躲无可躲。小子，你输了！小丑皇朝着陆阳扑了过去，陆阳的嘴角却露出了一丝笑容。在小丑皇扑过来的那一刹那，他选择了趴下身体。一头雷霆蜥蜴突然间从大门里冲了出来，同时他低下头，将脑袋上的尖角对准了前面。陆阳趴下的那一瞬间，正好躲过了雷霆蜥蜴的尖角，而小丑皇面对正面冲过来的雷霆蜥蜴以及2侧围栏里同时冲出来的雷霆蜥蜴，避无可避之下，正好被雷霆蜥蜴撞到了身体。系统提示：你成功的打败了小丑皇，任务结束。陆阳正等着身体被雷霆蜥蜴践踏呢，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突然间场上的雷霆蜥蜴全部消失了，只有小丑皇站在他的面前。小丑皇无奈地说道：小伙子，我被你打败了。陆阳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侥幸。小丑皇无言以对，陆阳赢的并不是侥幸，他先把自己引入了绝境当中，然后合理的利用了规则被谁先被碰到谁就输的原理，用趴在地上的方法躲过了雷霆蜥蜴的脑袋，而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径直追了过去，恰好被雷霆蜥蜴的脚撞了正着。如果他没有冲上去，只要再有 0.1 秒的时间，陆阳就会被雷霆蜥蜴的脚踩到，就算是他输了。既然你赢了，这个东西就送给你了。小丑皇将一枚指环放在了陆阳的面前，陆阳看了看眼前的指环，激动的双手接了过来。迷梦指环，等级10，法术伤害2-5，物理伤害2-5。描述：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指环，任何一个人看到它都会被它迷惑。这个指环就是上辈子鼎鼎大名的9大特殊装备之一，任何拥有魔法的玩家佩戴上了这个戒指，都会获得一个叫做迷梦之光的技能。迷梦之光，类型：特殊魔法，消耗30法力，距离30码。描述：向目标发出一道迷梦之光，有一定几率控制非不死系生物为你作战。陆阳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为的就是这个迷梦指环，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去召唤一样宝贝了。他立刻告别了小丑皇，从圣加尔城的传送门来到了20级地图白光镇。白光镇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小镇，不过
小镇外面的怪物是所有20级怪物当中最恶心人的，因为这个地图上的怪大部分都是蜘蛛，要么是半人高的黄色天狼蜘蛛，要么是1人高的紫黑色的花吻蜘蛛，要么是半人高灰色多毛的头质蜘蛛。这3种蜘蛛恶心人的程度一个比一个高，近战玩家根本就不来这里打怪，谁没事打怪的时候愿意面对一个6只眼睛还奇丑无比的多毛怪物？好在陆阳是远程魔法攻击，而且他的气血和法伤都足够高才能来这里。他一路杀着蜘蛛走到了白光镇上面的森林当中。系统提示：你发现了永醉森林。永醉森林里面的树木并不高大，但是森林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陆阳在森林里面一边杀蜘蛛一边仔细的寻找，忽然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陆阳身边跑过。陆阳眼睛一亮，赶忙追了过去。在连续击杀了6个蜘蛛之后，陆阳看到了这个白色的身影。永醉刀位，等级0，气血。陆阳一握拳，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宝贝，将迷梦指环佩戴在手指上。陆阳对准永醉刀位使用迷梦之光，一道白色的光芒落在了永醉刀位的头上，永醉刀位的名字变成了黄色。系统提示：召唤失败。陆阳不气馁，继续使用迷梦之光，一连失败30多次之后，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召唤到了永醉刀位。永醉刀位的名字旁边多出来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陆阳2个字，表示永醉刀位是陆阳所有。被召唤成功的永醉刀位走到了陆阳的身边，恭敬地说道：我的主人，我愿意听从您的吩咐。陆阳内心有些激动，他终于召唤到了永醉刀位了。别看永醉刀位现在属性垃圾，可是给永醉刀位升到了7级，他的属性暴增，气血变成，攻击力变成476，防御力变成600。而一个20级的顶级防护骑士，气血最多1400点左右，而最顶级的狂暴战攻击力才200多，最顶级的防战防御力才200多。一个永醉刀位比20多级的玩家属性要高出来很多倍，就算是跟40级的顶级玩家比起来也不遑多让。陆阳上辈子从来没有得到过永醉刀位，因为永醉刀位每次刷新都会引起一场 PK 惨案，无数大公会因为永醉刀位撕破脸皮。想不到这辈子被他这么轻易的给得到了，这让他激动的不得了。不过想要使用永醉刀位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永醉刀位不能进城，一旦进城就会遭到守卫的攻击。其次，永醉刀位每隔4个小时会摆脱迷梦指环的控制，玩家必须重新召唤。第三，想要给永醉刀位升级，只能让永醉刀位自己去杀怪，玩家帮他杀的不算。陆阳看了看周围都是25级的怪和永醉刀位0级的属性，没办法，他只能带着永醉刀位一路从25级的地图跑向了0级地图花雨平原。10个小时之后，陆阳回到了花雨平原的8级地图毒蛇峡谷。这个地方遍地都是黄色、红色和黑色的毒蛇，毒蛇的毒性非常猛烈，让玩家非常头疼。不过毒蛇的防御力很低，几乎是没有防御。陆阳看到一只黄色的毒蛇，口中念起研报术打了过去。336，陆阳一发研报术打中了黄色毒蛇的身体。嘶！黄色毒蛇立刻摆动身体朝着陆阳爬了过去，它的爬动速度很快，身体摆动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黄色毒蛇的血量不多，只有1100点血，陆阳3个研报术故意没有打出暴击，打掉了1084点血。看到黄色毒蛇来到身前，陆阳指挥永醉刀位冲了上去，连续10刀将黄色毒蛇砍死在了原地。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10点经验。陆阳看了看黄色毒蛇的身侧，没有掉落任何装备，他带着永醉刀位走进了峡谷当中，一路打了2个多小时，陆阳终于成功的将永醉刀位带到了4级。这个时候永醉刀位不需要陆阳再去刻意的帮忙了，他只需要将怪引过来，有了100多攻击力的永醉刀位10刀就能砍死一个黄色毒蛇。不多时，陆阳的永醉刀位就到了7级。而这个时候永醉刀位的身上突然间冒出来一阵黑色光芒，随后永醉刀位的身体比原来长高了1倍，手中的双手刀变成了一把长柄大刀，身上的盔甲也从银白色变成了纯黑色，从盔甲里面不断的喷涌出狂暴的力量。陆阳看了看自己身边的永醉刀位，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带着永醉刀位往毒蛇山谷里面探索。他记得毒蛇山谷里面有一个3头蛇 BOSS， 如果能够将他击杀，也能获得不少的东西。不过毒蛇山谷的地图很大，全部跑下来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正当陆阳回忆着上辈子关于3头蛇攻略的时候，嘶嘶的声音突然间从远处传来，这个声音非常的尖锐，而且地面传来了一阵石子摩擦的声音，仿佛有什么重物碾压了过来。陆阳走到前面的一个拐角处，往里面一看，眼睛情不自禁的瞪大起来，一头有2人多高，体型堪比野牛的3头黑蛇正从远处慢慢的爬了过来。3头黑蛇 BOSS 等级8，气血20002000。陆阳要找的就是他，看了看周围的毒蛇已经被他清理干净，陆阳手中扬起法杖，对3头黑蛇使用灼烧技能。262， 3头黑蛇的3个脑袋同时发现了陆阳，6只眼睛盯着陆阳，摆动身体快速的朝着陆阳冲了过来。系统提示：3头黑蛇对你发动冲锋。3头黑蛇的冲锋与其他怪不同，当3头黑蛇冲锋到目标的时候，它的3个脑袋会同时张开血盆大口咬中目标。左侧脑袋附带冰系伤害，中间脑袋带有高额的物理伤害，右侧脑袋带有毒素伤害。一旦被咬中，减速 70%， 每秒掉血40点，直接受到物理伤害400点。陆阳看着3头黑蛇冲向自己，以前他一定会用闪烁躲避，可是现在有了永醉刀位，他不需要了，给永醉刀位一个命令，永醉刀位立刻拦在了陆阳的身前。砰！3头黑蛇装在了永醉刀位的身上。
20，永醉刀位因抗住了三头黑蛇的攻击，而且因为永醉刀位的防御力有600之高，三头黑蛇的中间脑袋对永醉刀位只能造成强制性的1点伤害，而永醉刀位毒抗较高，只能造成1半的伤害。最后一个冰系脑袋拥有减速技能，可是永醉刀位根本不需要逃跑，他就站在原地跟三头黑蛇对砍起来。陆阳对永醉刀位的实力非常满意，继续对三头黑蛇使用灼烧技能。因为魔神之心的火系法术技能+1，灼烧的技能也提升到了2级，在对 BOSS 使用之后，附加的火焰伤害从15点提高到了30点。陆阳给三头黑蛇附加了5层灼烧之后，对 BOSS 造成的火焰伤害额外提高150点。随后，他口中念出炎爆术的咒语，一发炎爆术精准地打在了三头黑蛇中间的脑袋上。1072暴击 ，BOSS 一共才22000点气血，陆阳一个暴击就打掉了 BOSS 的1/22。可是陆阳拥有降低仇恨的披风，三头黑蛇怒吼一声，却根本不去看陆阳，依然将目标对准了永醉刀位。永醉刀位对 BOSS 的伤害也不低，每一刀都能打掉三头黑蛇130多点气血。他的攻击速度很快，平均1秒钟一刀，10秒钟的时间就打掉了1000多点血。陆阳带着永醉刀位输出才1分钟的时间，三头黑蛇就被陆阳打的只剩下6000多点气血。正当陆阳准备全力输出击杀三头黑蛇的时候，忽然间陆阳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回头一看，顿时脸上露出冰寒的眼神。这个人他认识，是嗜血盟当中嗜血霸天的头号打手叶孤星，上辈子伏击陆阳的人当中就有他一个。叶孤星也看到了陆阳，同时还看到了 BOSS 三头黑蛇。兄弟们，今天运气不错呀！你说的果然没错，这趟来果然有收获。说话的人叫做浴血魔王，是嗜血盟的一个长老。其他跟着来的6个人纷纷大笑起来。他们在毒蛇山谷外面升级，叶孤星发现毒蛇山谷里面的毒蛇被人击杀了，立刻想到里面一定有人，几个人起了杀心，想要爆掉对方的装备。没想到他们进来之后，不仅看到了人，还看到了被打成残血的 BOSS。叶孤星说道：“先杀人，然后大家再一起杀 BOSS。”好，身后的6个人一起朝着陆阳冲了过去。陆阳虽然看不到他们的等级，但是猜也能猜到他们的等级最低也有5级了。不过这个等级面对他就跟找死一样，陆阳毫不客气地念起了咒语，手中炎爆术出现，朝着一个对他发起冲锋的战士打了过去。砰！386，5级的战士气血总量才200多，被陆阳打中，直接死在了地上。不过由于冲锋的惯性，让他在横着死亡的状态下，在地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陆阳没有理会这个搞笑的情形，他已经发现对面的玩家当中有一个术士、2个法师、1个盗贼、2个战士和2个牧师，其中叶孤星是盗贼，看到陆阳一招打死了他们的战士，立刻使用了隐身。浴血霸王是术士，正在读取暗影剑，2个法师也正在读取寒冰剑。另外一个战士一开始没想冲锋，以为他的同伴冲过去，加上这么多人的攻击就能打死陆阳，可是看到陆阳莫名其妙的一招就打死了他的同伴，赶忙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丝毫不在意对方的冲锋，看着对方冲过来的时候，陆阳突然间使用闪烁，一道白光闪过，陆阳轻松地躲开了对方的技能，并且出现在了浴血霸王这个术士和2个法师的身边。本来浴血霸王3人马上就要释放法术了，可是陆阳的突然间消失让3人失去了目标。他人呢？浴血霸王问道。陆阳走到了浴血霸王的身边，说道：“我在你身后。”浴血霸王这才发现了陆阳的存在，赶忙和2个法师调转方向，重新释放魔法。可是陆阳怎么会给他们这种机会？抗拒火环，一道金黄色的圆形火环从陆阳的身体中迸发而出，猛地朝着四周扩散而去。砰！浴血霸王3人碰到火环，顿时感受到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3人同时被陆阳崩得向后倒退了10多码的距离才停下来。陆阳趁着这个时机，回手一个炎爆术打死了再次冲过来的战士，随后使用瞬发灼烧技能。272，连续2个灼烧，轻松烧死了血量刚刚才到150点的2个牧师。而这个时候，浴血霸王3人才刚刚站稳，看到场中的情况，3人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浴血霸王惊恐地说道。只这几秒钟的时间，他们来的8个人被杀了4个，此时场地当中剩下的就是他们3个和偷偷找机会靠近陆阳的叶孤星。陆阳冷笑一声，口中念出咒语，抬手一个炎爆术打在了一个法师身上。336，法师立刻死亡。快用法术反制，快反制他！浴血霸王惊恐地对身边仅剩下的一个魔法师喊道：“我反制不到他，他的施法速度太快了。”法师惊恐地喊道。陆阳冷笑，上辈子能反制他的人1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这其中却不包括眼前的这个法师。抬手一个炎爆术打死了最后一个法师，随后不给浴血霸王说话的机会，又一发炎爆术将他打死在了地上。此时场地当中就剩下最后一个盗贼了。叶孤星看到带来的7个人全给陆阳杀了，已经吓得肝胆俱裂，生怕被陆阳打死爆掉身上的装备。他的装备是嗜血霸天花费高价从其他玩家手里买来的白银级装备，如果爆出去了，他没法向嗜血霸天交代。可是5级的盗贼想要在10级的法师面前逃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差了5级，盗贼的隐身在陆阳面前就跟没隐身一样，陆阳可以清晰地看到叶孤星弓着身子逃跑的模样。他一个闪烁来到了叶孤星的身边，冷笑着说道：“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抗拒火环，陆阳的身上猛然间冒出一道火红色的圆环，把叶孤星崩得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露出身形。你敢杀我？我是嗜血盟的人！叶孤星色厉内荏地看向陆阳。临死叶孤星还想拿出嗜血盟的名字来充脸面，
陆阳冷笑一声，说道：“嗜血盟算个什么东西？”他手中燃起一团火球，一发炎爆术打在了叶孤星的身上。336，我们嗜血盟不会放过你的。叶孤星只来得及发出这一声不甘的尖叫，被陆阳打死在了地上。从陆阳被偷袭到战斗结束，一共才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可见陆阳现在实力到底有多么的强大。他看了看叶孤星8人暴露的装备，有2件白银级装备，6件青铜级装备，嗜血霸天非得气个半死不可。陆阳想到，这些装备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卖的人太少，想要再凑出来这些装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陆阳将这些装备放到了背包里，突然间一个尖锐的嘶嘶声从身后响起。系统提示：你击杀了3头黑蛇，获得了6000点经验。陆阳回头看去，正好看到3头黑蛇被永醉刀卫的大刀砍死在了地上，而此时永醉刀卫的气血居然还剩下3000点，等于是仅仅耗费了200点气血就打死了3头黑蛇。他不得不佩服永醉刀卫的回血能力，这让他的信心又增加了很多。上辈子他只是听人说永醉刀卫如何强大，现在看到了，他才真的确定下来，永醉刀卫确实非常霸道。陆阳来到了3头黑蛇的面前，看了看爆出来的装备，在众多药水当中，一本技能书明晃晃的摆在了陆阳的面前。他赶忙将技能书捡了起来，仔细一看，赤焰鸟，类型火焰法术，消耗45法力，施法时间3秒，距离30码。描述：终极法师技能，法师将魔法幻化成一个巨大的赤焰鸟，投掷向敌人，对目标周围直径3码的区域造成225点法术伤害。陆阳终于有了第一个正式的范围攻击技能，别看这个技能的施法时间是3秒钟，但是这个技能也是有简化咒语的，可以简化到瞬发。第二个物品是蛇毒囊，这个东西表面上没有任何解释，实际上是给蛇毒株增加威力用的，上辈子攻略有记载。其他的物品就是一些瞬间恢复药剂。陆阳将东西都放进了背包之后，陆阳没有走出毒蛇山谷，而是照着原路返回，用了6个小时来到了20级地图的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正北方向指示的是白光镇，不过这次他要去的不是这里。陆阳看了看左侧的指示牌，显示为海边小岛，他一转身朝着这个地方走了过去。4个小时的时间之后，陆阳来到了这个小岛上，这个地方是一个25级地图，不过这个岛比较特殊，岛内只有1个渔村，玩家没有办法通过传送来到这里，只能用步行。陆阳之所以来这个小岛，是因为在这个小岛上的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神器，30级亚传说级武器神火法杖。第2世界为了丰富游戏的乐趣，给一部分高等级的史诗级武器附加了一个叫做无级别限制的特效。这一类特效只有史诗级武器才有，但是将它们归为史诗级不合适，算作传说级也不够格。玩家为了区分方便，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亚传说级。虽然只是亚传说，但是这类武器在游戏中十分稀有，上辈子能打到亚传说武器的，谁也不公布打出来的地点。陆阳之所以知道海边小岛有，是因为上辈子一个工作室内部因为财务出现内讧，将这条消息走漏了出去。他之前去完成小丑皇的挑战，获得迷梦指环，还有花费了10多个小时的力气带永醉刀卫升级，目的都是为了这把亚传说级的神火法杖。陆阳在渔村稍作休息，等永醉刀卫第4次叛变之后，他重新用迷梦指环将永醉刀卫收服，然后跑了出去。穿过小岛的东南侧的雨林，一片古老的废墟出现在了陆阳的面前。雄伟的青色城墙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变得残破不堪，绿色的青苔遍布在城墙上面，在古城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巨大的宫殿。根据游戏官方的资料记载，在上古时期，这里原本是类人生物尼尔族的王城，不知道什么原因，尼尔族消失，只留下一座被血洗的空城和被杀死的国王。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些死去的尼尔族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僵尸和骷髅，其中最低阶的叫做恶灵僵尸，等级25至27级，外形是一个皮肤赤红，手里拿着一把长剑的人形怪物，他们遍布在废墟外围。陆阳来到了废墟的正门，有2只恶灵僵尸正在没有目的的来回行走。恶灵僵尸等级25，气血3660。陆阳瞄准其中一只，抬手一发炎爆术打了过去。732暴击，2只恶灵僵尸同时将目标锁定了陆阳，缓慢地朝着陆阳走了过去。怪的移动速度慢是这个地图的一大特色，虽然这里的怪等级高，但是移动速度只有普通怪的1/4。陆阳释放的炎爆术有后仰僵直效果，被他攻击的僵尸停在原地没走一步就死了，而另外一只恶灵僵尸才走到了距离陆阳20码的位置。永醉刀卫冲了上去，一刀砍在恶灵僵尸的身上。206，恶灵僵尸举起长剑砍在永醉刀卫的身上。不破防，这就是永醉刀卫最强大的地方，即便是25级的物理系怪打在永醉刀卫的身上也不破防。陆阳释放炎爆术打死了恶灵僵尸，看到2个怪都没有爆东西后，继续朝着废墟里面走去。废墟内部的空间很大，由于陆阳是第一个来到这里开荒的，里面的恶灵僵尸非常多。如果是以前的话，陆阳需要小心翼翼的一个怪一个怪的慢慢击杀才能进入到内部，现在有了永醉刀卫和赤焰鸟，打怪的方式变得轻松了很多。他命令永醉刀卫跑进怪物当中，吸引到了40-50个僵尸之后，陆阳口中念起咒语，一只全身燃烧着烈焰的火鸟出现在他的手中。他用手一指僵尸群，火鸟嘶鸣一声，飞上天空后朝着目标冲了过去。412、832、417、488，一瞬间几十个伤害数字在僵尸群中升起，这个就是火法技能赤焰鸟。恶灵僵尸一共才3660的气血，瞬间被打掉了一大块，但是有包子披风减仇恨，恶灵僵尸依然将目标对准永醉刀卫。但是恶灵僵尸的伤害太低，面对永醉刀卫只能打1点血，而且恶灵僵尸的攻击范围都是近战，
除了包围永罪刀位的那几个僵尸以外，其他僵尸完全打不到永罪刀位。陆阳一连释放20多个赤炎鸟，将这几十个僵尸全部击杀。因为是月15级打怪，陆阳获得的经验额外增加150点，这几十个僵尸就让他的经验提升到了10级10%的经验。为了带这一个永罪刀位，陆阳来回跑地图，浪费了20多个小时的时间。等级榜上不少人都追了上来，他感觉如果打到了神火法杖，在这里升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老大，我下线了呀！肖亮发来了消息，已经连续20个小时了。肖亮坚持不住下线休息去了。夏雨薇和蓝雨他们早在4个小时之前就下线了。孙宇在陆阳往回海边小岛跑的时候也下线了。陆阳说道：“休息去吧，我这边再打一会我也下了。”肖亮回了一声，下线休息去了。陆阳则继续往废墟里面探索。2个小时之后，陆阳来到了废墟的中心处，看到了一个巨型的宫殿。系统提示：你发现了尼尔族王宫。陆阳走进王宫大门，宫殿内部是由黑色大理石组成，中间有一条红毯，两侧有很多根起支撑作用的圆形立柱。虽然内部的空间很暗，但是由于四周有窗户，透过阳光，陆阳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情况。他带着永罪刀位往里面走了一段距离，一个披着黄色破旧斗篷，手里拿着一把纯钢长枪的骷髅从一根立柱旁边爬了起来。骸骨长枪兵，等级28，器械41104110。根据游戏资料记载，骸骨长枪兵原本是尼尔族皇宫中的禁卫军，死后变成了这个样子。陆阳手中燃起火焰，一连6发研爆术打死了骸骨长枪兵，继续朝着里面走去。在穿过护卫大厅、佣人区、花园之后，陆阳来到了皇室区。皇室区分成6个部分，在陆阳面前的是一条长廊，左侧是禁卫军兵营，中间直通的是国王大殿。陆阳要找的 BOSS 就在国王大殿里面。正当陆阳准备朝着国王大殿跑过去的时候，长廊右侧传来了大量骷髅跑动的声音和玩家叫喊的声音。陆阳皱起眉头，在这个级别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除了自己，应该没有别人啊。他立刻朝着长廊右侧走了过去。记忆中，长廊右侧是猎犬厅，里面有好几十只骸骨猎犬。兄弟们，快想想办法，我坚持不住了。老大，不如我们死回去吧，这里没法打。再坚持一下，让我想想办法。老大，还想啥呀？谁能跟我一样这么倒霉，来到30级地图啊？猎犬大厅当中，30多只骸骨猎犬正分别站在3个柱子下面狂吠，在柱子上面有5名玩家正用力地抱着柱子的边缘。陆阳走进大厅当中，看到这5个人，忍不住了乐了，问道：“你们干嘛呢？”浊酒轻伤看到陆阳，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激动地喊道：“哥们快跑！这些猎狗非常厉害，不是你能抗得住的。”陆阳一乐，想不到这人品质不错，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能知道让自己逃跑。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陆阳问道。他没立刻去救这几个人，因为陆阳要确定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份，如果是上辈子的仇家，他转身就走。浊酒轻伤看到陆阳这么镇定，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仔细打量了陆阳一番，说道：“我叫浊酒轻伤，是一名圣骑士。我身边的这几个兄弟分别叫做毛球、夜月听风、塞外狂刀和火神 M16。兄弟看你这么悠闲，一定是有办法对付这些怪物。如果你能救下我们几个，算我浊酒轻伤欠你一个人情。”浊酒轻伤，陆阳感觉这个人的名字有些耳熟，他记得上辈子浊酒轻伤和夜月听风几人是著名的散人玩家，后来因为欠了是诸神黄昏公会的老大独步杀戮的人情，加入了诸神黄昏当中。几人手法高超，任何一个人拿出来都能独当一面，但是因为欠下人情，几个人一直跟着独步杀戮。不过独孤杀戮这人吝啬小气，人品还差，最终手下玩家受不了，大量主力离开，之后更是遭到6个公会的联手攻击，独步杀戮的公会彻底失败，他本人退出游戏。浊酒轻伤和夜月听风等人这才恢复了自由身，其他公会想要招募他们，浊酒轻伤几人却再也没有加入公会。陆阳可以肯定，这几个人绝对是重情义的人，且不说以后要不要他们报恩，但是他们的人品就值得陆阳出手帮忙。人情就算了吧，你们再坚持几秒钟。陆阳对永罪刀卫发出指令，永罪刀卫立刻冲向了骸骨猎犬，发动技能嘲讽。30多只骸骨猎犬同时看向了永罪刀卫，立刻朝着他围了过来。陆阳口中念起咒语，一只火焰幻化而成的红色大鸟出现在他的头顶。赤焰鸟，火鸟嘶鸣一声，从空中俯冲，砸在了骸骨猎犬所在的地方。276，一大片红色伤害数字从骸骨猎犬的头上冒了出来。浊酒轻伤和夜月听风等人都看傻了，这是火法技能禁咒吗？老大，我们跟他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吧？怎么我的攻击力才40多，他却打出来400多啊？火神 M16 说道。他还没有仇恨呢，你们发现了吗？夜月听风说道。浊酒轻伤也发现了这一点，说道：可能是有什么特殊装备吧。骸骨猎犬也是28级的怪物，气血4110点。陆阳连续用了9个赤焰鸟，轻松打死了30多只骸骨猎犬。浊酒轻伤等人从柱子上跳了下来，几个人一起来到了陆阳的面前。多谢，要不是你，我们这次就死定了。浊酒轻伤代表夜月听风等人说道。不用客气，举手之劳。陆阳说道。浊酒轻伤表情认真的说道：不，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你，我们保住了一样宝贝，这个恩情我浊酒轻伤记住了，以后有事需要我们兄弟几个出力，你招呼一声。老大，你咋把宝贝给说出来了？毛球说道。要不然这东西就爆出去了，还是会到这位兄弟手上。浊酒轻伤耸了耸肩膀，他看向陆阳说道：兄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陆阳。陆阳说道。你是陆阳？浊酒轻伤几个人都惊呆了，他们仔细地打量起了陆阳。毛球问道：那个等级榜上第1名的陆阳吗？
陆阳就知道他们几个人会是这种表情，说道：“如假包换，怪不得。”夜月听风说道：“我说谁敢独自来这里升级呢？原来是等级榜第一的高手。”浊酒轻伤有些尴尬，想不到说报恩报到了等级榜第一的高手上去了，他们才5级，浊酒轻伤都想不到陆阳有什么需要他们做的事情。陆阳也发现了浊酒轻伤的尴尬，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不用客气，见面就是缘分，大家交个朋友。”陆阳主动向浊酒轻伤发动了好友添加申请。按照浊酒轻伤的想法，高手都有一些傲气，他们在其他游戏里面都是高手，也都有一些奇怪的脾气，但是他没有想到陆阳这人这么没有架子，顿时让他起了真正的结交之心。浊酒轻伤选择了同意，随后认真的跟陆阳介绍起了他的几个朋友，陆阳也将夜月听风和毛球等人加为好友。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陆阳坐下休息恢复魔法的时候，好奇的问道。提到这件事，浊酒轻伤和夜月听风等人都露出无奈的笑容。别提了，先给你看看这个装备。浊酒轻伤将一本金色的书籍递给了陆阳。圣光之书，等级10，位置饰品，防御20-20，力量加10，耐力加10，体质加10，智力加10。描述：圣光给予相信他的人以强大的力量，将这本圣光之书带在身上，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圣光之书，陆阳惊讶的差点站了起来，说道：“你们在这个等级就得到这个东西了？你认识他？”浊酒轻伤等人看向陆阳，陆阳何止认识，这本圣光之书在上辈子的名气相当大，是仅次于魔神之心这一类神级装备的顶级物品。你们千万要把这个东西保存好，也不要让我以外的人再知道这件装备，更不要把它卖了。陆阳认真的跟浊酒轻伤说道。几个人看陆阳说的这么郑重，都有些惊讶。高手，这个装备很好吗？浊酒轻伤问道。本来他感觉这件饰品的属性不错，但是听陆阳的话，他感觉这件装备一定还有特殊效果。夜月听风和毛球等人也都看向陆阳。陆阳说道：“这件装备强大的地方在于最后的那个描述上面，圣光给予相信他的人以强大的力量，将这本圣光之书带在身上，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毛球读了一遍，挠着头问道：“这不就是一句普通的描述吗？”陆阳摇头说道：“你们没有去过图书馆，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图书馆，里面详细的介绍了这本书的作用，任何圣骑士佩戴上了这本书，都可以获得献祭技能等级+2的效果。”什么？浊酒轻伤激动的站了起来，说道：“它可以让我的献祭技能等级提到2级。献祭是圣骑士的拉怪技能，伤害非常低，只有10点每秒，而且它还是法术伤害，没有法伤加成，完全打不出伤害。可是升级之后不同了，玩家想要给技能提升等级，只有通过加入魔法学院才可以。想要进入魔法学院，那是30级的事情，也就是说，玩家的技能等级在30级之前都是1级的，如果在10级的时候就能提高2级的话，光是想想就能猜到对自身的提高有多么的巨大，也不怪浊酒轻伤这么激动。”陆阳点头说道：“没错，你们的运气真好。老大，技能提升2级，那以后你的献祭岂不是比我们的伤害还要高了？”毛球说道。浊酒清风感激地看向陆阳，说道：“兄弟，我现在可以确定你真是一个可以真心结交的人。要是换个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装备，别说解释了，早就抢走了。”夜月清风和毛球等人看向陆阳的表情也都变得十分真诚。技能等级+2，这么好的属性放在黑市上，起码能卖上好几万呢。夜月听风说道。陆阳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重生一世，想要赚钱的话，有的是办法，没必要靠这个。再说浊酒轻伤几个人的为人摆在那里，上辈子鼎鼎大名的义气兄弟，陆阳本身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所以他压根就没动过抢的念头。陆阳说道：“你们几个兄弟不够意思啊，我可从来都没有这个想法。”浊酒轻伤和夜月听风等人都露出惭愧的表情。兄弟，是我们几个想歪了，你别介意。浊酒轻伤抱歉的说道。陆阳也没有真的怪他们几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陆阳是他们的话，遇到这个情况也会担心，毕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们几个先回城吧，这里的怪等级太高了。陆阳说道。也好，那高手兄，我们先走了。浊酒清风说道。陆阳点头，跟他们告别之后，离开了猎犬大厅，沿着长廊来到了国王大殿的门口。往里面看去，国王大殿的地面是由青色的方形石块构成，在中间部位有一条红色的地毯。此时，大殿的前厅里面密密麻麻的遍布着手中拿着血红色长柄流星锤的骸骨重锤兵，数量上起码有200多个。这些重锤兵自带15%的击晕效果，非常难缠。上辈子有全身黄金级装备的50级防战来这里带小号，结果被重锤兵围困。虽然重锤兵打不死他，却让他陷入了无限击晕的境况中，靠着小号吸引仇恨，才侥幸逃脱。在这些骸骨重锤兵的中间，还夹杂着5、6个全身血红色，手里拿着长柄双叉的骷髅。骸骨精灵精英，等级30，器械90000900000。骸骨精灵的皮肤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这个怪的火抗非常高，有400多，陆阳击杀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骸骨精灵的攻击当中附带火系法术伤害，永罪刀位魔抗不高。如果有3个以上的骸骨精灵同时攻击永罪刀位，加上骸骨重锤兵的击晕效果，永罪刀位很有可能被打死。陆阳有些挠头，他没有想到开荒的时候这里面的怪有这么多，如果一个一个击杀的话，陆阳也能杀得过去。但是这好几百个怪呢，杀到哪年去啊？而且一旦不小心引怪了，引来100-200个，陆阳也只能逃跑。正当陆阳想办法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高手，等我们一下。”陆阳回头一看，浊酒轻伤带着毛球等人跑了过来。“你们怎么还没走？”陆阳问道。浊酒轻伤说道：“高手，
刚才的事情太让我们惭愧了，我们想过来看看能帮到你什么。陆阳刚要说话，浊酒清风继续说道：高手兄，你要是拿我们当兄弟，就千万别客气。毛球说道：高手兄，我们是实心实意的。陆阳看出来这几人确实有诚意，说道：我还真有个事要你们帮忙，不过可能要死人。没关系，我让火神 M16 带着圣光之书回城了，没了这个负担，我们死回去还是飞回去都一样。浊酒轻伤洒脱地说道。这本书是浊酒轻伤等人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死回城的原因，毕竟是费了很大力气得到的特殊装备，属性那么好，他们都不甘心就这么还给系统。陆阳一乐，想不到这浊酒轻伤还挺有头脑，说道：那好吧，你们跟我过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他带着浊酒轻伤4人来到了大门口，指着国王大殿前厅的骸骨战将说道：看到那些怪了吗？浊酒轻伤等人点了点头。我要进入这个大厅里面，但是门口的怪太多了，我杀起来太浪费时间，我想让你们帮我把怪引走。陆阳说道。没问题。浊酒清风说道。你跟我们说吧，需要我们怎么做？陆阳说道。一会你们出来2个人，将大厅里面中间和右侧的怪都拉到左侧，我趁着你们拉怪的间隙跑到大厅右侧的水池附近。高手，这太危险了吧？我不是说我们，而是说你。浊酒轻伤说道。大殿里面有几百只怪，即便浊酒轻伤他们吸引到了全部，在陆阳跑过去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仇恨偏移，更何况浊酒轻伤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够做到将全部的怪都拉走。看咱们的配合吧，如果可以的话，一次就能成功。陆阳说道。他对自己身法有信心，再加上有包子的披风降低仇恨，可行性很大。再说，即便失败，他也可以用闪烁脱身。浊酒轻伤看了看里面，说道：那我们3个人一起进去，我和毛球拉右边，毛球是猎人，开散射的话能拉到很多，我这一路上开陷阱也应该能拉住仇恨。陆阳想了想，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确可以拉住仇恨，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必死无疑了。200多个被拉住了仇恨的怪一起冲过来，很容易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基本上没有逃跑的机会了。多谢，过后我会补偿给你们1件白银级装备的。陆阳说道。千万别，兄弟几个可不是为了装备来帮你的。浊酒轻伤真诚地说道。是兄弟就别跟我们客气。毛球说道。好吧，算我错。陆阳说道。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这才满意地走了进去，其中塞外狂刀拉的是中间的怪，浊酒轻伤和毛球拉的是右侧的怪。几个人定下计划后，塞外狂刀先跑了进去拉中间位置的怪，随后浊酒和毛球先跑了进去。毛球开的是自由模式，进门之后手中弓箭斜向上60度，用抛射的方式打出散射箭，攻击距离只有40码的散射箭打到了60多码的地方才落下。正中前厅中最后面的几只骸骨重锤兵，咔咔，骸骨重锤兵咬合了一下上下颚，举起双手锤朝着毛球冲了过来。路上的骸骨重锤兵也都被吸引了过来。毛球又连续释放了几次，将怪都吸引到了之后，这才跑向了左侧的位置。轮到我了。浊酒轻伤来到毛球刚刚站立的位置，双手用力往下一按，脚下10码范围内圣光四射。追过来的重锤兵遭到圣光的攻击，立刻将目标对准了浊酒轻伤。骸骨精灵也被引了过来，移动速度最快的他们跑在了最前面。陆阳趁着这个间隙，带着永醉刀位擦着这些骷髅重锤兵的边跑进了大厅当中。有一些骷髅重锤兵没有被毛球他们吸引，看到陆阳冲进来了，立刻挥舞着流星锤朝着陆阳跑了过来。陆阳看了一眼数量，大概是20多个，其中还带有一个骸骨精灵，这个数量还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他赶忙继续带着永醉刀位朝着水池跑了过去。这个水池是一个圆形的喷泉水池，正好在国王大殿右侧中间部位的一个向内凹的角落位置，喷泉夹在凹字的中间，使得凹字形的内部刚好有一个空隙让玩家躲避。陆阳尽全力奔跑，但是跑的速度没有骸骨精灵快，精英级的骸骨精灵很快追上了跟在陆阳后面的永醉刀位，双叉举起，猛然间朝着永醉刀位的后背插去，在双叉落下去的时候还带有2道明亮的火光。284，这是骸骨精灵的招牌技能烈焰斩，玩家后期也能学会这个技能，附带火元素攻击。永醉刀位回头对骸骨精灵发动攻击，一刀砍了下去。64，骸骨精灵一共9万的气血，如果陆阳继续这么跑到凹字形的水池旁边，任由骸骨精灵攻击永醉刀位的话，永醉刀位绝对扛不住骸骨精灵的攻击。再说后面的20多个骷髅重锤兵也在接近，一旦被骷髅重锤兵困住，15%的眩晕几率之下，永醉刀位很快就会被击杀。面对这个情况，陆阳一咬牙换下包子披风，对准骸骨精灵释放灼烧技能。本来陆阳的法伤有242点，灼烧也有20点法伤，打普通怪的话可以打出来260多的伤害，可是打在骸骨精灵的身上居然打出来了免疫的字样。陆阳早就知道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他没有在意，连续释放5次灼烧，附加了150点火焰伤害后，陆阳照着骸骨精灵的脑袋释放了一记研爆术。142暴击，往常应该打出1000伤害，打在骸骨精灵的脑袋上却只有142点，显然骸骨精灵的火抗至少有400点。虽然伤害少了很多，但是这比永醉刀位造成的伤害要高。骸骨精灵被打得后仰僵直之后，立刻朝着陆阳跑了过去，两者距离大概有20码，骸骨精灵不到5秒钟的时间就能跑到他的面前。看到这个情况，陆阳没有立刻跑向水池，而是带着骸骨精灵朝着大厅里面跑了过去，同时命令永醉刀位带着骸骨重锤兵跑向了水池位置。陆阳想过，如果他现在就带着骸骨精灵闪避跑开，由于骸骨精灵速度快，他还是会在骸骨重锤兵之前先一步来到永醉刀位面前。骸骨精灵的伤害太高，陆阳没有把握在骸骨精灵打死永醉刀位之前杀死他，所以他只能想办法让骸骨重锤兵先来到了永醉刀位的面前。
用骸骨重锤兵当作盾牌，这样骸骨精灵就被堵在外面，打不到永罪刀位。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满屏幕的都是怪，陆阳只要稍微跑动，就会引到周围的怪，骸骨精灵追得还紧，一旦走位失误，就有可能将自己送进了包围圈当中。陆阳只有一次闪烁的机会，那就是跳进水池角落的时候可以使用，一旦其他时候使用之后，就会陷入必死的局面。因此，陆阳这一次算是将自己的身法、走位和全部状态都拿了出来，带着身后的骸骨精灵往大殿深处跑了10码的位置，在距离前面骸骨精灵的极限拉怪距离上，陆阳猛然间停止，随后朝着左侧跑去，在即将引到对面怪距离上，陆阳再次停止。这个时候，永罪刀位还在带着骸骨重锤兵朝着水池那边跑，骸骨重锤兵的速度太慢了，陆阳第一次希望这些笨锤子能走得快一点。回头看了一眼骸骨精灵，此时他已经来到了陆阳身前3码的位置，陆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骷髅头的瞳孔内跳动的金色火苗。此时陆阳已经避无可避，只要被骸骨精灵来到面前，骸骨精灵一个普通攻击就能把陆阳打死。2码，1码，陆阳眼看着骸骨精灵走到了自己的面前，就在骸骨精灵即将举起双叉的时候，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来铁皮手雷，照着骸骨精灵扔了过去。地精手雷可以让目标瘫痪6秒钟的时间，面对精英怪星号效果减半，同时由于手雷对30级以上目标作用不大的效果，其中包含了30级，因此骸骨精灵仅瘫痪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不过就是这不到1秒钟的时间，陆阳突然间一个前滚翻从骸骨精灵的身侧钻了过去，骸骨精灵瞬间醒了过来，发现目标消失之后，左右看了看没有找到，回头一看，这才看到了陆阳，立刻朝着陆阳追了过去。不过此时陆阳已经跑开了3码之外，而永罪刀位已经来到了圆形水池和凹字形墙壁的位置，刚好这个地方最多只有3个怪能够同时打到永罪刀位。陆阳快跑2步，看到距离足够之后，立刻发动闪烁技能，骸骨精灵恰好追到陆阳面前，举起带着火焰的双叉，猛然间插入白光里面。Miss， 水池后面白光乍现，陆阳顺利的跳到了这个角落里面。骸骨精灵发现没有打中目标，立刻朝着陆阳冲了过来。可是这一次骸骨精灵却没有办法靠近陆阳，因为在他的面前有20多个骸骨重锤兵挡住了他的去路。陆阳靠在墙边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成功了。他打开通话器，对浊酒轻伤说道：“你们怎么样？死了几个人？”浊酒轻伤说道：“一个没死，都活着呢。”陆阳感叹：“不愧是上辈子的高手，果然都有各自的压箱底功夫。不着急的话，你们就在这里等着，1个小时之后我带你们升级。”陆阳说道。长廊外面没有怪，浊酒轻伤躲在那里也没有任何问题。好的，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浊酒轻伤说道。陆阳嗯了一声，关闭了通话器，平复了一下气息之后，抬起头看向了面前正在攻击永罪刀位的骸骨重锤兵和在最后面来回走动的骸骨精灵。骸骨重锤兵打在永罪刀位身上不破防，只有1点伤害，3个重锤兵打出的伤害还没有永罪刀位回血速度快，永罪刀位扛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陆阳放下心来，口中念起咒语，先是对着比其他怪高1个脑袋的精英怪骸骨精灵释放了5道灼烧，随后口中快速念起研爆术的咒语，从他法杖的顶端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火球朝着骸骨精灵飞了过去。骸骨精灵正因为打不到陆阳而急得来回走动，本身他的移动速度就快，在小范围的移动当中走的速度更快，可是他再快也没有陆阳瞄得准。第一发研爆术精准的命中了骸骨精灵的脑袋，打得骸骨精灵僵直在原地。0.5秒钟之后，等骸骨精灵反应过来刚要走的时候，第2发研爆术又到了，再次将骷髅精英打得后仰僵直。就这样，陆阳持续不断的攻击骸骨精灵，一旦魔法消耗超过了600点，立刻使用魔法药。在坚持了10分钟的时间之后，骸骨精灵的气血掉到了0点，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骸骨精灵的身上脱离，骸骨精灵变成了一堆红色的骨头掉落在了地上，同时一本金灿灿的技能书和一件银色装备掉落在了地上。陆阳顿时瞪大了眼睛，看到骸骨精灵身边没有刷出来其他怪之后，命令永罪刀位释放群体嘲讽技能，让20多个骸骨重锤兵加深对他的仇恨。随后陆阳闪烁到骸骨精灵的身边，将地上的技能书和装备捡了起来。唤醒描述：魔法师释放自身的潜力，加速魔法恢复速度，在6秒钟之内恢复魔法值2000点，冷却时间2分钟。这是一个奥数系的技能书，但是任何系的法师都可以学习，只是想要给这个技能升级的话，需要选择进入奥数系魔法学院才可以。游戏规定，除非触发特殊任务，玩家只能专精一个魔法学院，所以这个技能陆阳只能学到1级。不过在当前这个阶段，这个技能也可以让陆阳的魔法恢复到满格。陆阳最发愁的就是蓝不够用，有了这个技能，他的输出会变得轻松很多。他立刻学习了这个技能。骷髅头盔，白银级，等级30，类型板甲，防御力16-23，力量+8，体质+8，物理伤害+24，套装1/8。这是一个狂暴战的套装系列，其他的还有骷髅戒指等装备，凑齐一套会有一个狂暴效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陆阳将骷髅头盔放在了背包当中，等闪烁技能冷却时间结束后，他朝着国王大殿的中间部位走去，在他的前面还有一只骸骨精灵，如同之前一样，他把这只骸骨精灵也拉到了水池旁边，利用骸骨重锤兵的阻挡，将其击杀，爆出来了一件圣骑士用的白银级的铠甲。此时陆阳的前面再也没有骸骨精灵了，在面前剩下的就是这些骸骨重锤兵以及围绕在骸骨暴君周围的恶灵狮王。恶灵狮王亚精英，等级30，器械40000，40000。陆阳先把眼前的骸骨重锤兵击杀的就剩下3个，
正好这3个怪可以挡在永醉刀位的前面。然后陆阳用闪烁跳出包围圈，捡起来骸骨精灵掉落的白银级铠甲后，来到了恶灵狮王的附近。他数了数，一共有30多个恶灵狮王。狮王的外形是一个全身红色，身上困着铁链的僵尸，比正常人类高一些，攻击的时候用嘴咬人。虽然他们的外形与王宫外面的恶灵僵尸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攻击力非常高，防御力也非常高。不过他们有一个缺点，不抗火。这是所有不死系怪物的共同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陆阳才有信心击杀这30多个狮王。他抬手一个研爆术打在了一个狮王的身上，吼！狮王怒吼一声，朝着陆阳追了过去。由于狮王们之间的距离很近，他的一声怒吼将其他30多个狮王全都吸引了过来。狮王的移动速度很快，还会冲锋技能。第一个被陆阳攻击到的狮王走进30码的范围之后，朝着陆阳发动了冲锋技能。一旦被狮王撞到身上，狮王高达700多的攻击力，一下就可以将陆阳秒杀。不过陆阳早就等着狮王这一招了，他在打到狮王的时候就往回跑，此时已经跑到了距离水池30码的距离。在狮王即将撞到他的那一瞬间，陆阳在原地留下一个火墙术，白光一闪，跳入了水池后面的角落当中。狮王的冲锋落空，但是受到脚下火墙的伤害，继续朝着陆阳跑了过去。其他狮王也都被这个狮王带着跑了过来，再次到了距离陆阳30码的位置。可是狮王们却因为水池和骷髅重锤兵的阻挡而无法发动冲锋，只能跑到骸骨重锤兵的身后来回走动。不多时，30多只狮王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距离骸骨重锤兵最近的狮王连来回走路都做不到，只能堵在那里无法行动。双方明明只有咫尺一般的距离，可就是无法触及。陆阳看着不断冲着他怒吼的狮王，抬手在地上释放火墙术。当地面上形成一片火海之后，所有的狮王都开始不断的掉血。陆阳在释放完火墙术也不停手，赤焰鸟一个接一个的从空中俯冲，砸进狮王群落。不到10分钟的时间，狮王就全都被打死了。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340点经验，其中越级杀怪经验670点。一片系统提示音之后，陆阳的经验值增加了4万多，地面上多出来了10多件装备，有白板的，也有青铜的，可惜没有白银级的。恶灵狮王是伪精英，能够爆出来东西都是意外。陆阳上辈子来到这里的时候，杀恶灵狮王连药水都不给，这是第一次被杀，能给装备陆阳很满足。陆阳跳出水池，将装备都捡起来后，回头打死了身后的3个骸骨重锤兵。此时国王大殿从水池到王座中间已经没有小怪了，前后左右大概有60码的位置都被陆阳清理完毕，在他的面前就剩下一个战骸骨暴君了。陆阳看了看永醉刀位的血量已经恢复到了满血，他迈步来到了距离骸骨暴君30码的位置。骸骨暴君领主级，等级30，气血00。此时骸骨暴君正站在王座面前，他的身高大概有人类2倍的高度，外形是一个银灰色的，头上长着2个犄角的骷髅，身上披着一件金红色的披风。骸骨暴君的胸前没有护甲，露出了他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下身的左腿还有血肉，右腿被无数的小骷髅头覆盖在外面。腰间的腰带也是一个硕大的骷髅头。最具特色的是骸骨暴君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一个长柄的战锤，只是锤头不是用金属做的，而是用数不清的骷髅头粘合在一起。这个武器可以让骸骨暴君使用他的招牌技能魔魂斩。魔魂斩附带的伤害是灵魂攻击，在普通攻击的同时附带灵魂攻击3000点，攻击距离近战，范围10乘以10。上辈子第一个开荒这里的玩家是那个后来起内讧的工作室的20级精英团，全团200人，每个人身上的装备最次都是白银级的，最好的是暗金级的。之前一路杀怪让他们以为这个地图的怪非常简单，看到骸骨暴君也都以为跟之前的骸骨精灵一般好杀。20多个战士没有听指挥，习惯性的一起冲了上去。20级的白银级装备的防战血量都在2000点左右，他们自以为能够轻松抗住 BOSS， 还抢着用嘲讽拉怪，结果骸骨暴君抬手一个魔魂斩，20多个防战全部被一锤子打死。工作室的指挥开始也没看得起骸骨君王，看到战士冲过去的时候没有立刻阻止，导致牧师则习惯性的跟进治疗，输出也习惯性的冲了上去。结果骸骨暴君第一个魔魂斩干掉了20多个防战后，其他人都傻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的攻击已经打到了骸骨暴君的身上。骸骨暴君顿时冲进人群，连续4个魔魂斩打死了80多人。这个工作室的指挥也是非常厉害，看到手下被屠杀没有慌乱，立刻让工会主力房骑去抗 BOSS， 治疗加血，输出站位。房骑一身暗金装备，加点方式是全血，血量有5000多。虽然 BOSS 每次攻击都能打掉他3000多的气血，但是在20多个治疗的加血之下，还是勉强抗住了怪。可是骸骨暴君不止有魔魂斩这一个技能，当他掉了20%气血之后，他发动第2个大招血之盛宴。血之盛宴攻击距离30码，对30码范围之内的玩家造成5000点灵魂伤害。第一个血之盛宴，房骑死；第2个血之盛宴，这个工会的精英团全灭。这个时候工作室才发现骸骨暴君的难打，可是之后他们开荒了半年的时间，玩家等级都到了50级，还没有将这个 BOSS 打过去。因为有血之盛宴，来多少人都一样。后来一直到有一天，嗜血霸天在网上炫耀他得到的永醉刀位升到7级的属性。7级的永醉刀位之所以会变化成全身穿着黑甲看不清脸的武士，就是因为满级的永醉刀位会进化成鬼魂系生物，对灵魂系的伤害完全免疫。工作室这才找到了打通这个 BOSS 的方法，让永醉刀位去抗 BOSS。可是面对血之盛宴这个技能，他们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最后剩下一个法师一个牧师的时候，法师多次利用闪烁躲掉了血之盛宴，这才打死了骸骨暴君。
本来陆阳是不会知道这个方法的，可是那个工作室起内讧之后，被赶出工作室的玩家一怒之下，将他们工作室打通骸骨暴君的视频公布出来。陆阳当时为了学习闪烁躲技能的方法，用这个视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重生一次，但是这个视频的内容是陆阳记得最清晰的，因此他的信心才这么足。人类，居然会有人类闯入这里！骸骨暴君发现了陆阳，2人高的骸骨暴君突然举起手中的骷髅头锤，带着一阵幻影对陆阳发起冲锋。陆阳身上白光亮起，闪烁到了王座上面，轻松躲避开了骸骨暴君的这一击。刚才的那一招是骸骨暴君的招牌技能冲锋加重剑斩，两者叠加在一起可以打出4倍的攻击。骸骨暴君的攻击力有700多，4倍攻击一刀就能砍出2800多伤害。虽然永罪刀位有600的防御力，但是这一刀就能打掉永罪刀位1半多的气血。陆阳为了安全起见，用闪烁替代永罪刀位去抗 BOSS 的第一刀。他躲开了技能之后，立刻命令永罪刀位发动冲锋技能，撞在了骸骨暴君的身上，同时发动技能重剑斩。84、264，骸骨暴君正准备对陆阳发动2次冲锋技能拦截，突然间遭到永罪刀位的攻击，他立刻将仇恨转移到了永罪刀位身上。魔魂斩，一个 Mace 的字样从永罪刀位的脑袋上飘了起来，紧接着一个194的字样冒出。前者的 Mace 是对灵魂类攻击无效的提示，后者的194是骸骨暴君的物理系伤害。陆阳冷笑一声，这点伤害对永罪刀位几乎没用，他口中念出咒语，对 BOSS 使用技能灼烧。267，骸骨暴君的脑袋上多出了一个燃烧的符号，没有火焰抗性的骸骨暴君受到了全额伤害。虽然伤害高，但是骸骨暴君依然将目标锁定在了永罪刀位身上，魔魂斩一个接一个的打出。在永罪刀位周围10码的范围内，数不清的惨白色亡魂上下飞舞，可惜就是造不成伤害。陆阳在等永罪刀位将骸骨暴君的仇恨拉稳了之后，又连续释放4道灼烧，将火焰伤害造成的效果提高150点。随后，陆阳在 BOSS 脚下立起一道火墙，481，二级的火墙术基础伤害84点，加上5层灼烧和他自身247点法伤，轻松打出每秒481点的火焰伤害。陆阳口中咒语不断，紧接着他的法杖前端冒出巨大的火球，研爆术以 0.5 秒每发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打在了骸骨暴君的脑袋上。1082暴击，1082暴击，1082暴击，每秒钟陆阳都能打出2600多的伤害数据。骸骨暴君开始飞速的掉血，不过不管陆阳怎么输出，在包子的披风的降低仇恨之下，骸骨暴君就是不看陆阳，专注的打着永罪刀位。骸骨暴君的攻击频率并不高，每次都附带魔魂斩，使得他攻击前都要先蓄力1秒钟的时间。魔魂斩对永罪刀位造不成伤害，骸骨暴君打在永罪刀位身上的伤害只有200点左右。10秒钟之后，陆阳打掉了骸骨暴君26000多的气血，但是永罪刀位的气血掉到了1000点左右。陆阳早就预想到了这个场面，他把治疗戒指换到了身上，技能栏中瞬间多出来了一个白色的图标。法伤247的陆阳连续10道瞬发治愈术将永罪刀位的气血加满，随后陆阳继续输出。如果有人能够看到陆阳在挑战 BOSS 的话，一定会被陆阳的举动惊讶的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他们永远都不敢去想象的事情。单杀 BOSS 啊，这是需要何等的胆色和自信，但是在上辈子这种事情却经常能够看到，因为你想要证明你是一名高玩，首先你要在网络上公开你单挑 BOSS 的经典战，这样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否则即便你在野外杀人数万，玩家依旧认为你只是一个卑鄙的偷袭者。无数玩家为了这一荣耀而去挑战极限，陆阳也是其中之一。他上辈子不止单杀过一个 BOSS， 如今再次挑战，终于引燃了他体内的热血。这不是在新手村虐小号，而是在10级挑战30级的领主 BOSS， 是真正需要体现一个高玩整体实力的时候，只要稍有不慎，被 BOSS 的伤害擦到边，就会立死当场。该死的人类，我要让你品尝到死亡的滋味！骸骨暴君的气血被陆阳打掉了 20%， 暴怒的骸骨暴君突然间举起手中的骷髅头锤，血红色的水流从骷髅头锤中的每个骷髅脑袋里面喷涌而出，那种流淌在空气中的流线形态和颜色是那么的迷人。可是当血红色的河流离开骷髅头锤5码的距离之后，血红色的河流瞬间扩散成了数以万计的血红色亡魂。原来这根本不是河流，只是被压缩的红色亡灵。亡灵并没有立刻冲向陆阳，而是飞向空中，血之盛宴不按仇恨攻击，一切打击都是随机性的。当他升到最高空时候，会瞬间朝着某个方位的30码区域落下。陆阳的躲避时间只有 0.5 秒钟，他不能提前用闪烁躲避，如果他提前躲避，血之盛宴会立刻改变方向，如果他躲避晚了，立刻受到5000点伤害，必死无疑。陆阳紧张地注视着天上的血色亡灵，虽然攻击目标是随机的，但是全场只有2个目标，一个是永罪刀位，一个是自己，血色亡灵必定会有一半打向自己。血之盛宴，骸骨暴君的手臂突然间落下，就在这落下的一瞬间，陆阳身上白光一闪，间隔不到 0.01 秒钟的时间，血色亡灵砸在了他原来站立的位置。Miss， 陆阳成功躲避过了第一次的血之盛宴，他忍不住握了握拳头。虽然5年没有挑战 BOSS， 但是5年的雇佣兵生涯让他的身法意识更加高超，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血色亡灵攻击结束后，飞回到了骸骨暴君的锤子当中。万千红色亡灵进入武器的那一刹那，骸骨暴君高举双锤，猛然间砸了下来。魔魂斩，可惜灵魂伤害对永罪刀位无效，永罪刀位只受到了202点伤害。
陆阳看到永醉刀位的气血还有1600多点，又看了看自己的魔法值还有400多点，他连续给永醉刀位使用了10道治愈术，将魔法用光，随后用出技能唤醒，如同飓风一般的蓝色魔法能量将陆阳包围，他的魔法值飞速的回升到了1900多，陆阳再次输出起来。很快，骸骨暴君再次被陆阳打掉了20%的气血，他只剩下60%的气血了。人类，献出你的灵魂！骸骨暴君再次将武器举起，骷髅头锤中的数万红色亡灵再次喷涌而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陆阳胆子大了很多。他趁着亡灵刚刚喷出来的时候，连续对骸骨暴君使用炎爆术，等红色亡灵飞到天上的时候，陆阳才停手。血之盛宴，骸骨暴君用武器指向陆阳，万千亡灵以肉眼难辨的速度瞬间飞到陆阳的面前。就在那一瞬间，陆阳身上白光涌动，出现在了王座上面。Miss， 陆阳再次成功躲避开了血之盛宴。从闪烁当中出来后，陆阳发现骸骨暴君头上的灼烧 buff 已经消失，他立刻补上了5层灼烧。此时他的蓝已经不多了，他立刻从背包里拿出魔法恢复药剂，中瓶喝了下去，魔法值快速的提升到了1500点。2分钟之后，陆阳成功的躲开了骸骨暴君的第3次血之盛宴，并且陆阳将他的气血打到了只剩下30%。这个时候，陆阳停止输出，并且快速的给只剩下800血的永醉刀位加血，紧接着又使用一次唤醒。当骸骨暴君的血量低于30%的时候，才是 BOSS 最难的阶段。这一阶段 BOSS 会进入狂暴状态，攻击速度加快100%，伤害增加30%，法术释放速度加快100%，释放的频率增加100%。当年那个工会打不过去，就是因为进入了这个阶段 ，BOSS 连续释放血之盛宴，来多少人死多少人。系统提示：骸骨暴君进入狂暴状态。原本全身灰白色的骸骨暴君突然间变成了赤红色，原本1.5秒钟才挥舞一次的骷髅头锤，突然间变成了每0.75秒挥动一次。254、239、241。幸好陆阳看过视频，否则陆阳在这个时候没蓝或者加血不及时的话，永醉刀位一死，陆阳也必死无疑。不过即便是这样，永醉刀位也抗得辛苦，陆阳加血都来不及，更不要说输出了。看到这个情况，陆阳跑下王座，一边跑一边给永醉刀位加血，来到了距离永醉刀位30码距离的侧面，放下一个活动假人。这个活动假人就是陆阳用地精工程学制造出来的特殊物品，他只会一个技能嘲讽。陆阳放置好假人后，跑回到了王座旁边，命令活动假人释放嘲讽技能。嘲讽会瞬间将目标对他的仇恨提到最高。骸骨暴君遭到挑衅，丢下永醉刀位朝着活动假人跑了过去。陆阳命令永醉刀位停留在原地，不要跟在骸骨暴君的身后攻击。趁着这个机会，他先用治愈术将永醉刀位的血加满，然后快速的用炎爆术攻击。骸骨暴君在移动状态下跑的速度很快，可即便如此，陆阳还是能够每一发炎爆术都精准的命中骸骨暴君的脑袋，打出暴击，让输出达到了最大化。骸骨暴君来到活动假人面前，一锤子打了下去，青铜做成的活动假人的气血只有300点，瞬间被打得稀碎。由于活动假人是陆阳放下的，骸骨暴君转过身，将目标对准了陆阳。就在骸骨暴君即将发动2次冲锋技能拦截，陆阳对永醉刀位发动指令嘲讽。如果晚0.1秒钟的时间，骸骨暴君都会对陆阳发动拦截技能，同时一刀秒了陆阳。可就是这0.1秒钟的时间，陆阳成功的让永醉刀位吸引到了骸骨暴君的仇恨。骸骨暴君转过身，朝着永醉刀位跑了过去，只是跑回去又是30码的距离，骸骨暴君又被陆阳打了中了好几个炎爆术。此时骸骨暴君的血量还剩下28%。这个时候是陆阳最紧张的时候，以骸骨暴君发狂之后的攻击速度和攻击力，永醉刀位只能承受18秒的时间。活动假人2分钟才能释放一次，暂时不能再用。他想要让永醉刀位抗住，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快速输出，争取将骸骨暴君的生命值达到25%。骸骨暴君的生命值掉落到了30%以下，每5%的血量就会释放一次血之盛宴。现在还差3%的气血，陆阳只能跟骸骨暴君去抢时间，看看是在这18秒钟的时间内，是骸骨暴君先打死永醉刀位，还是陆阳先把他的气血打到25%、28%、27%、26%。陆阳拼尽全力的输出，另外一边，骸骨暴君疯狂的挥舞着骷髅头锤，打得永醉刀位的气血快速下降，1300、1100、900、600。就在永醉刀位的气血只剩下300点，只要再有2下，或者骸骨暴君打出一次暴击，永醉刀位就会被击杀的时候，陆阳又一个炎爆术打在了骸骨暴君的脑袋上，1092暴击。骸骨暴君高高举起的骷髅头锤，只是这一次骷髅头锤没有落下，而是停在了空中，上面的无数骷髅头同时张开牙齿，血红色的亡灵再次喷涌而出。陆阳松了口气，他成功的将骸骨暴君的血量打到了25%。趁着血之盛宴形成之前的间隙，陆阳赶忙用治愈术给永醉刀位加血。就在陆阳即将给永醉刀位加满血的时候，血之盛宴突然落下。陆阳瞬间使用闪烁跳到了永醉刀位的身边，成功躲开了血之盛宴。刚刚落地，陆阳修改攻击模式，将组队攻击改成了全体攻击，口中念出咒语，一个金红色的能量圈从他体内喷涌而出。抗拒火环。在全体攻击模式下，陆阳的技能也能对永醉刀位造成伤害。7级的永醉刀位被陆阳用2级的抗拒火环打中，瞬间向侧面倒退了13码的距离。骸骨暴君的骷髅头收回红色亡灵后，瞬间砸向永醉刀位，结果永醉刀位被陆阳崩飞。他这一击魔魂斩没有打出来，因为骸骨暴君的仇恨始终在永醉刀位身上，他没有去攻击陆阳，而是立刻朝着永醉刀位追了过去。
别以为闪烁加抗拒火环这种操作谁都能做到。如果刚刚陆阳闪烁早了，他会被追来的血之盛宴打死；如果他闪烁晚了，也会被血之盛宴打死。即便闪烁的及时，如果他释放抗拒火环晚 0.5 秒钟的时间，虽然他能崩飞了永罪刀位，让其躲过骸骨暴君的魔魂斩，但是10码范围攻击的魔魂斩一旦落下，陆阳却躲不过去，结果还是死亡。想要做到陆阳这个程度，只有真正的高端火法才能做得到，一般人完全不可能。陆阳改回组队攻击模式，从背包里拿出一瓶魔法恢复药剂，中瓶喝了下去，对准骸骨暴君的后脑继续使用研爆术输出。骸骨暴君跑了4秒钟的时间才来到永罪刀位的身边，这4秒钟的时间，陆阳命中骸骨暴君8级研爆术，打出8000多伤害。又等了5秒钟之后，永罪刀位的嘲讽技能 CD 结束，陆阳命令永罪刀位跑向王座的同时释放嘲讽技能。骸骨暴君遭到嘲讽技能，立刻追了过去，这种一跑一打之间，让骸骨暴君的输出速度降低了1倍。陆阳趁此机会连续释放治愈术，将永罪刀位的气血回满，同时将陆阳和永罪刀位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了30码。继续输出10秒钟之后，骸骨暴君的血量降低到了 20%， 他再次释放血之盛宴。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陆阳利用个人技术多次在鬼门关上徘徊，也有些疲惫。不过他知道胜利就在眼前，面对又一次落下的血之盛宴，他瞬间躲开。此时他身上的活动假人 CD 结束，陆阳立刻放下活动假人，利用活动假人嘲讽的方法将 BOSS 的血量打掉到了 15%。紧接着又一次利用抗拒火环的方法，陆阳将 BOSS 的血量打到了 10%。此时骸骨暴君的血量只剩下45000点了，陆阳只要再有40多个研爆术就能打死骸骨暴君。骸骨暴君再次举起法杖，准备释放血之盛宴。不过这一次，陆阳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冷笑，他没有躲避，而是就站在原地。他的口中突然间冒出一段晦涩难懂却又充满了上古气息的咒语，一股狂暴的火焰能量从陆阳的身上迸发而出。陆阳将纵火者法杖指向骸骨暴君，伟大的火焰之主，请接受您最卑微的仆人的信仰，请求您赐予我焚烧一切的火焰力量。流星落，一个巨大的陨石突然间从天而降，在骸骨暴君的骷髅头锤即将释放完红色亡灵的那一刹那，重重地砸在骸骨暴君的脑袋上。4028暴击，骸骨暴君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眩晕符号，持续时间5秒钟。即便是领主级怪，面对伪禁咒的攻击依然会遭到眩晕，只是眩晕时间减半。不过这样已经是非常强了，陆阳等于是将 BOSS 的技能给打断了。骸骨暴君想要再释放血之盛宴，只能等眩晕结束，这样一来，陆阳等于是可以随意输出8秒钟的时间。此时骸骨暴君只剩下4万多点的气血，陆阳以前所未有的口速，几乎是每 0.4 秒就释放一枚研爆术，精准地打在骸骨暴君的脑袋上，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出1000多点伤害的暴击。5秒钟之后，骸骨暴君醒来，这个时候骸骨暴君的血量还有28000点。骸骨暴君重新举起手中的骷髅头锤，再次释放血之盛宴。3秒钟的时间，陆阳又打出7发研爆术，随后他以毫厘之差，差一点就被血之盛宴打中的时候闪烁躲开。此时骸骨暴君剩下21000点气血，永罪刀位还有2800点气血，最后的不到1%的气血，到底是骸骨暴君先打死永罪刀位，然后一个冲锋打死陆阳，还是陆阳先打死骸骨暴君？就看这最后的18秒钟的时间。陆阳不能犯一丝一毫的错误，甚至连研爆术咒语的一个音阶都不能错，一旦错了，他必死无疑。这个时候也正是看出一个玩家心理素质的时候，一个心理素质差的玩家，即便平时锻炼的手法再高明，这个时候也会因为紧张而出错。可是陆阳不会，5年的境外生死搏杀，每一天都在丛林里跟敌人用死亡去磨练意志。陆阳的心早已强如钢铁，完全不受一点压力的影响。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 BOSS 的身上，研爆术的每一个音阶仿佛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般，说出来没有丝毫的滞涩感。18000、16000、12000、10000。另外一般，骸骨暴君依然在疯狂的输出，并且连续2次打出了暴击。不到5秒钟的时间，永罪刀位的血量就剩下了1200点。这个时候，一旦骸骨暴君再打出一次暴击，陆阳都必死无疑。陆阳也没有想到骸骨暴君在最后的这个时候会这么幸运的出现暴击，他没有慌乱，甚至都没有去看永罪刀位剩下多少的气血，专心的对着骸骨暴君输出。8000、6000、3000、1000、800。就在这个时候，骸骨暴君猛然间一刀打死了永罪刀位，随后骸骨暴君猛然间抬起头看向陆阳，手中骷髅头锤举起，带着一阵幻影朝着陆阳冲了过去。30码的距离，只要 0.5 秒钟的时间。恰在此时，就在骸骨暴君即将撞到陆阳的那一刹那，陆阳口中的最后一发言爆术完成。砰！骸骨暴君撞在了陆阳的身上，陆阳眼前一黑，进入眩晕状态。紧接着，陆阳并没有倒地死亡，而是存活了下来。他看了看面前的骸骨暴君，本来已经变成红色骷髅的骸骨暴君跪倒在了地上，全身不断的冒着金色的光芒。系统提示：你击杀了骸骨暴君，你获得了32847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12917点。陆阳长出了一口气，一下子坐在了王座上面，内心不由得感叹：刚才真的是好险啊！他的蓝就剩下30点了，要么释放研爆术，要么释放闪烁，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无法使用。而且在他用研爆术的时候 ，BOSS 已经冲了过来，他没法瞄准，只能凭感觉。他也算是拼了，幸好他拼赢了，虽然赢得侥幸，但他还是成功的在10级就干掉了30级的领主级 BOSS 骸骨暴君。此时骸骨暴君已经死透了，金色的光芒从他体内飞出之后，骸骨暴君化作一堆骨头架子掉落在了地上，
同时一根释放出耀眼的红色法杖掉落在了地上。神火法杖，陆阳瞬间扑到神火法杖的面前，将其捡了起来。神火法杖，亚传说，等级30，物理伤害15-62，体质+22，智力+57，法术伤害+102。描述：神爱世人，他总是会给人们最大的帮助。如果你敬仰他、尊敬他，并且将你最虔诚的信仰供奉给他，你就会获得他的眷顾。上这段看似无用的描述，实际上的含义就是无级别限制。可是玩家们并不知道，上一世那个起内讧的工作室打到这柄武器的时候，成员的平均等级都50多级了，他们佩戴上这柄武器没有丝毫的问题。他们在这个等级打骸骨暴君，只是为了出口气。打到之后，看到属性跟50级的装备完全不能比，就扔在了工会仓库，谁也没有将这把武器当回事。之所以能够发现，是过了很久之后，工作室的一位高玩在给徒弟装备的时候，忙中出错，将工会仓库里的神火法杖送给了对方。这位徒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戏小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游戏，对游戏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拿到装备之后，立刻想要佩戴上去，结果却怎么也装备不上。他立刻找到师傅控诉，表示师傅骗人，系统提示佩戴上这件装备需要智力200点，他的智力才80多点，根本不够。也幸好这位徒弟的师傅是工作室的高玩，听到徒弟的话，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系统给出装备不上的原因不是等级不够，而是智力不够。他立刻从工作室的仓库里面借到了10级的黄金级套装，又买了很多智力宝石，将女徒弟的智力提升到了200点。再次尝试装备，居然得在10级就把神火法杖给装备上了。至此，神火法杖的神秘属性才被玩家发掘出来。这个工作室在开服1年的时候发现了神火法杖的秘密，那个时候刚好是游戏玩家进入量大爆发的时候，每天都有数百万上千万的玩家进入游戏。这个工作室靠着这么一件神火法杖狠狠地赚了一笔。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神火法杖，工作室在利益分配上出现矛盾，最终引发内讧，秘密被曝光了出来。正所谓神器一出，再无兄弟。上辈子这种事情陆阳见得多了，他把神火法杖放在了背包当中，此时他的智力才158点，想要装备上还差42点智力。不过陆阳并不发愁，想要获得智力很容易，5级副本当中会暴露低级的宝石。他又看了看地上的其他东西，骸骨暴君嘶吼来了一个4乘以4范围大爆。在一众药水当中，陆阳又看到了一件黄金级的弓箭，猎杀者之弓，黄金级，等级30，伤害64-122，秒伤54.2，力量+22，体质+12，物理伤害增加22点，物理暴击几率增加12点。这是30级最好的几个弓箭之一，在纯粹的输出上面，它比其他任何弓箭都要高，正好可以送给孙宇。陆阳把猎杀之弓放在了背包当中继续拾取。一般而言 ，BOSS 爆出来2样装备已经是极限了。正当他把地上层叠在一起的药水捡到背包里的时候，突然间一个鎏金色的小盒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潘多拉魔和陆阳忍不住惊呼出来，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打到这个东西。别看这个东西小，只有药水瓶那么大，但是这个东西却是一个让所有玩家都会陷入疯狂的宝贝。潘多拉魔盒，这是一个神奇的小东西，它总是让你有一种打开它的欲望，试着打开它看看，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潘多拉魔盒的解释让玩家更有打开它的想法，不过打开之后得到什么却不一定。上辈子经过无数玩家的测试，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结果一共有8种。第一种是获得30级以内任意品阶的装备，第二种是获得特殊装备，第三种是有几率提升属性，这是最好的3种几率。同样还有5种坏的几率，第一种是瞬间死亡，第二种是永久性降低属性，第三种是被传送到任意一个30级 BOSS 的面前，可能是副本的 BOSS， 也可能是野外的 BOSS， 第四种是瞬间召唤一个50级以上的领主 BOSS 出现在他的面前，几乎是必死的。还有最惨的一种，身上和背包里的装备全部消失，几率完全是随机性的，没有任何可控的办法。陆阳重生一世，感觉自己运气不错，他有心尝试，不过却不敢现在就试验。魔神之心1级，神火法杖还有纵火者法杖等一系列装备都在身上呢，万一他这次运气差抽中最后一种，就真的是一招回到解放前了。他赶忙压下尝试的念头，将潘多拉魔盒放在了背包里面，继续捡东西，剩下的全都是魔法恢复药剂大瓶和生命恢复药剂大瓶。魔法恢复药剂大瓶，等级0，描述使用后可在5秒钟之内恢复2400点魔法值。生命恢复药剂大瓶与魔法恢复药剂属性一样，只是将魔法换成了生命值。陆阳捡起来所有东西后，发信息给浊酒轻伤，还在门口吗？浊酒轻伤和毛球3人正在讨论陆阳进入国王大殿里面要去做什么。看到陆阳发来消息，立刻回复道：我们都在。陆阳说道：都回城，在圣加尔城的东门等我，我带你们去升级。他本来想要带浊酒轻伤等人继续在这里升级的，可是永醉刀位死了，面对夹杂在骸骨重锤兵里面的骸骨精灵魔抗高，跑动速度还快，他单挑不过，只能先带他们回去，再找地方升级。好的，我们这就去东门。浊酒轻伤还挺高兴，之前他让火神 M16一个人去送东西回城，如果陆阳在这里带他们升级的话，他们4个的等级会比火神高很多，现在回城再去升级地点，就可以带火神一起了。4人飞回城的时候，陆阳已经回到了圣城，他先跑到了银行，将神火法杖和潘多拉魔盒存了起来，然后跑到了东门，正好看到了浊酒轻伤5人都等在门口。浊酒轻伤也看到了陆阳，挥手喊道：我们在这。陆阳跑到了浊酒轻伤的近前，说道：我带你们去15级地图升级，一会大家别害怕，跟着我跑就行。
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眼睛都是一亮，他们就猜到陆阳会带他们去越级打怪。穿过花雨平原和半兽人丘陵，陆阳带着他们来到了巨魔森林。此时，陆阳已经在游戏里面玩了超过26个小时了。肖亮和孙宇都再次上线。陆阳给孙宇发了个消息，问道：“技术练得怎么样了？”“老大，我勉强能同时躲过4个怪了。”孙宇正一边躲避4个巨魔投掷来的长矛，一边回话，显得很是游刃有余。陆阳将猎杀者之弓的图片发给了孙宇，说道：“看看这个是什么？”孙宇看到武器的属性，激动的差点躲避失误，赶忙跟陆阳说道：“老大，这个是给我的吗？”陆阳笑了，说道：“当然是了，在森林门口等我，我把弓箭给你，顺便我带几个人过来升级。”“好的，老大，我这就回去。”孙宇丢下4个巨魔，跑向了森林入口。陆阳带着浊酒轻伤等人来到森林入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孙宇等在那里。他把两边的人互相介绍了一番之后，把猎杀者之弓交给了孙宇。孙宇几乎是用抢的，可是拿到弓箭之后，孙宇想要装备，却发现装备不上。等仔细看了一下等级，才发现是30级武器。老大，偶要努力升级。孙宇欲哭无泪地说道。陆阳失笑，他明白孙宇的感受。当你看到一把极品武器摆在你的面前，你却因为等级低带不上的时候，你也想拼命升级。放心，老大这就带你升级，进去拉怪吧。陆阳说道。好的，老大，我这就进去。孙宇斗志满满地跑进森林。很快，第一批20个巨魔被孙宇从森林里拉了出来。陆阳则在30秒之前在地面上铺设火海。浊酒轻伤来到陆阳的身边，问道：“高手，用不用我挡在你面前？”“不用，这些怪不会打我的，我有减仇恨的装备。”孙宇拉怪也拉得很稳。陆阳说道。浊酒轻伤一愣，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火法。他发现陆阳跟他印象中的火法完全不一样。毛球则不同，他看到孙宇拉怪的时候，眼神中就放射出强烈的色彩，那是一种遇到高手的兴奋之色。孙宇经过陆阳的指导，拉怪的时候不再只是猛跑，而是有能力转过头，一边射箭稳定仇恨，一边奔跑。陆阳看到怪进入了距离他60码的距离，口中开始念起咒语，狂暴的火焰力量从陆阳身上散发而出。10秒钟之后，巨魔差不多排成3列，冲进了火海当中，并且即将跑出火海的范围。陆阳手中的法杖指向前方，突然间，一道3码宽、15码长的烈焰从法杖前端喷射而出。那种狂暴的火焰力量让浊酒轻伤等人都惊呆了。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2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36点。一连20个系统提示让浊酒轻伤等人醒悟过来。经验这么多，浊酒轻伤说道：“他们兄弟几个才5级，平时打怪虽然也是越级打，但最多只越过3级，再多他们也不敢了。可是他们5个人组队，越3级打怪给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打得非常艰难。本来这次看到是7个人组队，他们还感觉经验不会太多，可是看到获得的经验，他们都激动得不得了。这经验太爽了！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能升级了。怪不得陆阳兄弟能够在等级榜排名第1呢，这经验获得的太容易了。”陆阳说道：“今天我带你们打4个小时，你们的等级很快就会接近10级了。”毛球看了看陆阳的火墙，问道：“高手兄，你的火墙能够持续多久啊？”陆阳想了想，说道：“大概3分钟吧。他的法伤有200多，再加上火墙数2级了，基本上可以支撑到4分钟的时间。”毛球的眼睛露出一丝兴奋的神色，问道：“高手，那我也学着孙宇一样去拉怪怎么样？”陆阳一乐，说道：“能够这样的话当然好了，不过你行吗？”毛球说道：“我可能做的没有孙宇那么完美，不过也差不多。”浊酒轻伤说道：“如果单纯只是将怪拉到这里的话，我感觉我也可以试一试。圣骑士有十字军光环，可以被动提升15%的移动速度和坐骑移动速度。”浊酒轻伤对自己的身法也很有自信。陆阳说道：“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们3人每次间隔20秒时间进入火海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都有些兴奋，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他们升级的速度等于是提升了3倍。一番讨论之后，几个人定下策略，毛球第1个进，浊酒排在第2个，孙宇手法最好，他排在第3个位置。都是上一世最顶尖的几个大神，虽然一开始配合的有些滞涩，但是3次之后，3人拉怪的配合就如同合练了好几年的战友一般。陆阳更是厉害，3人拉怪的时间全靠他来控制，同时还要释放光能烈焰和掌控脚下火墙的时间，他居然可以做到轻松应对。这样一来，他们升级的速度被大大提高，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浊酒轻伤等人就从5级升到了9级，陆阳则到了11级。趁着等刷怪的时间，几个坐在地上一边恢复一边聊天，痛快，今天真的是太痛快了。浊酒轻伤激动地对陆阳说道：“这5个小时顶得过我们兄弟5天的努力，不愧是国服第1高手，我服了。”毛球和火神3人也都一脸激动，纷纷感谢陆阳的帮忙。陆阳说道：“你们兄弟几个手法也很过硬，不然我们升级的速度也不可能这么快。”浊酒轻伤和毛球赶忙推辞。孙宇插话说道：“毛球大哥和浊酒大哥的手法真的很好。”毛球本来对孙宇还有些比斗的心理，听到孙宇这么多，心里又是羞愧又是开心。还是小弟你厉害，哥哥我得承认，照比你的身法，我还差了很多。毛球说道。浊酒轻伤点点头，说道：“孙宇小弟的身法确实厉害，如果现在单挑的话，我面对你没有任何胜算。”火神等人也都点了点头，他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孙宇的手法比他们高明很多。孙宇被人这么夸奖，有些不好意思，挠着后脑勺说道：“我的这些身法和意识都是我师傅教我的，原来我也跟你们差不多的。”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都是一愣，同时看向了陆阳。高手兄，怪不得孙宇喊你师傅呢，原来是你教导他的呀。毛球说道：“这不科学啊，
火法的近身躲避和远程躲避比我们还强。塞外狂刀说道，他是一个盗贼，但是他现在有些猛。火神和毛球也都有满脸迷茫。陆阳说道，我会一些家传功夫，所以在身法和意识方面比一般人强一些。浊酒和毛球等人这才明白，怪不得高手你敢进30级的地图去打怪呢。毛球说道。浊酒、轻伤等人回想起当时那满屏幕30级的骸骨重锤兵的时候，脑袋都发麻，看到陆阳就这么跑进去了，都替他担心不已。想不到陆阳有家传功夫，根本不怕，一时间几个人都有些唏嘘。陆阳笑了笑没接话，他看了看几个人的表情，刚刚他带着浊酒等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怪，一方面是感谢他们帮忙，另外一方面陆阳也想亲身试探一下他们的人品到底如何。虽然接触的时间还有些短，但是陆阳感觉浊酒和毛球他们的为人确实有如上辈子传言一般，为人仗义热诚。陆阳起了招揽之心。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加入工会？陆阳问道。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都是一愣。我们兄弟5个自由惯了，暂时还没有想过。浊酒、轻伤说道。陆阳说道，过阵子我想建立一个小型的团队，大概是40人，平时大家互不干扰，各自都非常自由，只有在下副本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专门挑战高难度副本获得装备，怎么样？浊酒、轻伤5人眼睛一亮，他们在之前的游戏中被工会中某些老大所谓的仗义骗了好几次，以至于他们加入工会的心都凉了，所以这次进入游戏5个人就约定好了不进入工会，只当一个自由自在的闲散玩家。可是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不一样，它有庞大的副本系统和需要更多人配合才能打过的 BOSS。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团队的话，平时大家都很自由，需要打副本的时候大家再聚在一起，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而且浊酒、轻伤5人看出来了，陆阳的实力非常强大，他身边的徒弟实力也非常强，最重要的是陆阳这人够义气，跟这样的组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浊酒、轻伤5个人私下里聊了几句之后得出结论。浊酒、轻伤代表毛球等人对陆阳说道，我们同意加入你的团队。陆阳说道，欢迎之至。恰好刷新时间到了，陆阳对孙宇、浊酒以及毛球说道，你们这一次一起将100个怪都拉出来干嘛？浊酒、轻伤和毛球4人都惊讶了。孙宇脸上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问道，老大你是不是？陆阳点点头。孙宇更加激动说道，太好了。浊酒、轻伤听着两人的对话一头雾水，笑着问道，高手你俩在打什么哑谜呢？陆阳说道，我有一个特殊技能，每6个小时可以释放一次，刚好时间到，你们去拉怪吧。浊酒、轻伤的表情变了，有些惊讶地问道，这游戏还有这种一次性能消灭100个怪的技能？在没有攻略的情况下，浊酒、轻伤等人对游戏的了解非常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禁咒这一回事。陆阳笑着说道，快去拉怪吧，一会你们3个人尽量一起把怪拉到我的面前。好吧，我们尽量试验一下。浊酒、轻伤和毛球2人跑进了森林，孙宇也跑了进去。3人之前就分配好了各自拉怪的区域，这次一起拉怪配合起来更加容易。很快100个巨魔被3人从森林里的3个方向拉了出来，3人在陆阳前面100码的距离汇合到了一起，巨魔也被汇合到了一起。100个巨魔跑动起来，连带着地面都跟着震动，那种一往无前的杀伐气势让普通玩家看着就感觉害怕，但是孙宇3人心中却愈发的兴奋。孙宇和毛球不断地向着后方使用散射箭，浊酒、轻伤每跑动30码都在原地释放一个献祭，3人都把怪的仇恨拉得非常稳。等快到陆阳50码距离的时候，毛球忍不住对身边的孙宇问道，你师傅到底有那绝招啊？难道是禁咒吗？孙宇一点头说道，是啊。毛球一愣，他只是顺口说了一句，没想到孙宇居然承认了。正当这个时候，一股令毛球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狂暴能量从陆阳的身上迸发而出，陆阳口中开始念出音阶，每一个古朴的音阶都仿佛是来自数千年前。伟大的火焰之主，请接受您最卑微的仆人的信仰，赐予我焚烧一切的火焰力量。流星落，天空中云层密布，突然间云层中出现一个缺口，一个足有房子大小的火流星带着长长的火尾猛然间从空中砸落，那呼啸的破空声犹如地狱的呼唤之声，看得跑到陆阳前面10码位置的毛球惊呆在了原地。还真是禁咒啊！毛球仰着头惊呆地说道。火神 M16 更是看得傻眼，火流星准确地撞击在了100个巨魔的中心处，当火流星落地的一瞬间，一股金黄色光圈猛地向周围扩散，那是巨大撞击力量引起的冲击波。轰！火流星猛然间炸裂，狂暴的力量将100个巨魔全部笼罩在内。3288、3166、1649、1594。系统提示：你获得经验121点，其中越级打怪经验加33点。数不清的伤害数字从巨魔的头顶上冒出，同时数不清获得经验的系统提示在他们的对话框上翻飞。等提示音结束之后，他们看向场内还活着的巨魔不到40个，但是即便活着也全都残血。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巨魔群的面前，他口中念起咒语，等10秒钟的眩晕结束之后，巨魔刚要朝着陆阳发动攻击，陆阳的法杖朝前一指，一道3码宽的烈焰猛然间喷射而出。陆阳用法杖在原地横着一扫，当烈焰喷射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怪都消失不见了。浊酒、轻伤5人彻底看傻了，唯有孙宇之前已经见过了陆阳释放这个技能，不过他也处在兴奋之中。太帅了，师傅！孙宇喊道。浊酒、轻伤被孙宇的话惊醒，他赶忙带着火神 M16 来到了陆阳的面前。陆阳兄弟，这是什么技能？你从哪学的啊？浊酒、轻伤激动地问道。这种技能造成的伤害完全超出了浊酒、轻伤等人对这个游戏的认知能力。陆阳说道，这是禁咒技能，我偶然间学会的。这技能太强了吧，
系统怎么设置这样的技能啊？毛球不解地问道。陆阳失笑说道，连技能+2的装备都有，有个禁咒有什么稀奇的？也对，毛球有些释然。火神 M16也是火法，他几次看陆阳都欲言又止。陆阳知道火神的想法，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道，抱歉，这个任务是唯一性质的，你做不了。火神 M16 长叹一声，变得有些落寞，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任何一个火法看到陆阳的这个禁咒都想学习。好了，你们的等级也都基本上到10级了，我这边连续玩了30多个小时了，身体有些吃不消，我下线休息了呀。陆阳说道。好的，那你先下吧，我们继续玩一会。浊酒轻伤说道。你们要是想练级身法的话，就跟孙宇在这里多练一会。陆阳说完话，拍了拍孙宇的肩膀，鼓励他继续努力，随后使用回城卷飞回到了圣加尔城，在广场上找了一个没人的位置坐下，退出了游戏。连续30个小时的奋战让陆阳的精神很是疲惫，不过他还是先锻炼身体后再去睡觉。这一觉他睡了足足有16个小时，醒来洗漱之后，他再次回到了游戏当中。此时已经是游戏的第6天了。陆阳看了看玩家的等级，很多大公会的玩家都超过了5级，有一部分人的等级甚至到了8级。这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各大公会的职业玩家，很多人陆阳都在上一世听过他们的大名，这让陆阳感觉到了紧迫感。显然每个人都在进步，陆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他起身朝着地精营地走去，昨天带着酒轻伤等人的时候打到了2376个巨魔骨链，拿去找比塞尔，又可以去换一笔丰厚的资金。从广场到地精营地有10分钟的路程，其中要转过好几个街道。陆阳刚刚走出广场，发觉身后有2个人一直跟在他的后面，他不能确定这2个人的身份，看了看左右，刚好前面是圣加尔城的居民区，他转身走了进去。居民区的房子很高，基本上都是砖石垒砌的3层高住宅，如果不熟悉周围环境的，走进去就跟进了迷宫一般。上辈子这个地方陆阳跑了不知道多少遍，有他跟踪别人追进来的，也有他躲避别人的时候跑进来的，对这里的地形熟悉至极。他习惯性的来到一个由红色3层高房屋组成居民区当中，一转身进入了2个房子中间的空隙，这里是一个死胡同，正前面是一道3米高的墙壁，左右都是房子的墙壁。陆阳来到这里，使用闪烁出现在墙壁的另外一端，随后他靠在了墙壁上偷听。2个跟踪陆阳的人一直追在陆阳身后，看到陆阳走进了拐角，也快步的跟了上来。可是2人走过拐角一看，2人傻眼了，怎么会是死胡同？人呢？不应该啊，我们2个是跟在他的身后进来的，不应该消失的啊。有什么暗门吗？2人左右找了起来，可是摸遍了墙壁也没有找到暗门，让躲在墙壁后面的陆阳失笑不已。完了，把人跟丢了，怎么跟孤星老大交代啊？所谓的孤星老大，那个想要在毒蛇峡谷抢他 BOSS 被他一挑8反杀的嗜血盟1号打手。陆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惜现在是在城市当中不能杀人，否则陆阳一定跳回去杀死这2个小卒。不过既然对方想要杀他，他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陆阳走到了拍卖行，把叶孤星他们几个人爆出来的那2件白银装备和6件青铜装备摆在了拍卖行上面。青铜装备摆价10个金币，白银装备摆价100个金币，并且在装备描述当中写上杀死嗜血盟的叶孤星和浴血霸王等人暴落。这个价格是绝对卖不出去的，不过陆阳不在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装备，而是为了向嗜血盟和叶孤星挑衅。第2世界挑选装备的时候，系统为了方便玩家挑选，给出了很多方式，其中就有价格从高到低排列的方式。玩家买东西或者来看东西的时候，也都会习惯性的点击价格从高到低排列，这些装备很容易被玩家看到。等到那个时候，嗜血盟和叶孤星等人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哇哦，居然有白银装备，大家快来看啊，拍卖行居然有白银装备了，价格这么贵，要100个金币，谁买得起啊？快看旁边的介绍，居然是杀死嗜血盟的叶孤星爆出来的。叶孤星是谁啊？嗜血盟的头号打手，这人根本不是卖装备，而是打脸来了，而且这打的也太疼了。嗜血盟3万人的大型公会，这下有好戏看了。大量的玩家聚集到了拍卖行的台前，纷纷讨论起到底是谁敢这么得罪嗜血盟。陆阳没有想到这件事这么快就造成了轰动，他冷笑一声，披上斗篷走向了西城区，来到了地精营地的议事大厅，找到了比塞尔。兄弟，欢迎你回来。比塞尔看到陆阳进门，主动跟他打招呼。又去杀巨魔了吗？当然。陆阳来到比塞尔面前，将巨魔骨链一组一组的交给了对方。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9个银币，80个铜币。你获得了99点声望。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9个银币，80个铜币。你获得了99点声望。一连24组提示之后，陆阳收获了4个金币，75个银币，20个铜币。同时，陆阳身上金光一闪。系统提示，你在风险投资公司营地的声望达到崇敬，你在地精种族中的声望达到友善。兄弟，你是我们风险投资公司的英雄，我们愿意为你开放更多的购买选项，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哦，想不想看一看？比塞尔说道。陆阳眼睛一亮，说道：当然。一般而言，特殊物品都是玩家制作不出来，游戏产出也限量的宝贝，并且只保留1天的时间，第2天就刷没。陆阳来到了地精贸易大厅，找到交易员点击购买，他的面前出现了很多物品的图标，在众多物品当中，一个叫做伪装外衣的东西出现在了上面，价格1个金币。伪装外衣，兽族，等级0，使用次数3/3。描述：为了交易，地精总是需要跟各个种族去打交道，有些种族并不喜欢跟外族人说话，不过聪明的地精总是能够找到办法，伪装外衣就是一项。这可是一件宝贝啊，有了这件伪装外衣，人类玩家可以变装成兽族玩家，混入敌对的兽族营地当中。
陆阳毫不犹豫地花费了1个金币买下了这件伪装外衣，虽然现在用不到，但是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而且这个东西这次不买，明天就刷新没了。他又看了看其他物品，没有发现到现在能够对他有用的。陆阳转身回到了拍卖行，他准备去买一些抗毒药剂的原材料。刚刚来到拍卖行的门口，陆阳发现拍卖行的门口全都是人，已经将拍卖行堵得快进不去了。陆阳凑到门口的人群那里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事情，对身边的一个战士模样的玩家问道：“兄弟，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不知道。”战士激动地说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有玩家向嗜血盟宣战了，将他爆出来的嗜血盟老大的装备挂在了拍卖行上，并且给出了1000个金币的价格。现在嗜血盟的老大已经带着人进拍卖行了，你看前面那个就是。”陆阳感叹，游戏中造谣的能力实在强大，他写的明明是杀死了叶孤星等人，爆出来的装备要价也只是100个金币，到了这位兄台嘴里就变成了杀死了嗜血盟的老大，爆出来的装备要价1000金币。不过这样也好，起码可以让嗜血霸天颜面尽失。他往里面看了看，嗜血霸天正带着叶孤星和几十个玩家站在拍卖行的交易台上，此时他们已经看到了陆阳卖的装备和发布的消息。会长，对不起。叶孤星心惊胆战地低着头对嗜血霸天说道。浴血霸王也是一脸的小心翼翼，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嗜血霸天的脸。嗜血霸天气的脸都筷子了，堂堂3万人的大公会会长，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这样挑衅，而且还是在这种公众地方，这就如同两国开战，一方军队的军旗被对面给缴获后放在展览厅里面大肆宣扬一般。嗜血霸天不用想都能猜到雄霸、迟暮等各大公会的会长此时在如何嘲笑他。给我查，找到这个人，杀了他。是，老大，我下次一定杀了他。叶孤星惊恐地说道。我们现在随时带着40名精英玩家，一定可以杀了他的。浴血霸王紧张地说道。嗜血霸天冷哼一声，没有说话，转身朝着拍卖行的门口走去。他没有买下这几件装备，因为他钱不够，这也是让他更加愤怒的原因。本来拥堵的大门瞬间让出来了一条道路，陆阳就站在道路的旁边盯着嗜血霸天。嗜血霸天走过陆阳的身前，感受到了目光，看向了陆阳。陆阳丝毫不必让他跟他对视。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走了，没有理会陆阳。跟在嗜血霸天身后的叶孤星和浴血霸王从头到尾没敢抬头，也没有看到陆阳。人群迅速恢复了平常的秩序，玩家的讨论也变得激动起来。所有人都在好奇这个敢挑战嗜血盟的人是谁，会不会是雄霸的人干的？听说昨天雄霸刚跟嗜血霸天在5级地图打了一架，双方各自召集了5000人呢。说不定是迟暮老人干的，他故意栽赃给雄霸挑起他们两边战争也说不定。我感觉是剑舞苍穹干的，我感觉像是黑血。陆阳听着他们的讨论冷笑一声，可能谁也想不到做这件事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会和财团背景的普通人。回想起刚才跟嗜血霸天对视的时候对方轻蔑的眼神，陆阳忍不住握起拳头。等着吧，用不了多久，嗜血霸天，我会亲手灭了你的嗜血盟。陆阳不再理会周围玩家的讨论，径直来到了拍卖行当中，找到了一台自助拍卖器，选择草药项。10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这3种草药的价格还是最低3个铜币一组，最高10个铜币一组。陆阳将这些草药全都买了下来，每种草药大概有900多组，一共花费了2个金币70个银币。此时他手里剩下的钱只有1个金币多一点了，不过他并不心疼，再过半个月将会有大量的玩家到达10级，等到了那个时候，用这些草药制作出来的药剂会让陆阳迎来一次暴富。这些钱就是他争霸天下的第一笔资金，可以让他迅速创建工会，吸纳普通玩家，也可以让他给招募来的那些高手以信心。不过陆阳没有立刻去炼药，而是将草药都存到仓库里面后走出了拍卖行，在外面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念出返回魔神殿的咒语。一阵赤红色的光芒笼罩在他的身上，5秒钟之后，陆阳出现在了魔神殿的大殿当中。陆阳手里还有一个潘多拉魔盒没有使用，他想要试试运气，不过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有的结果太多变。运气最好的玩家曾经开出来过一套暗金级的装备，运气最差的话，身上和背包里的装备全部消失，甚至还有可能召唤来50级以上的领主级 BOSS。 他担心自己万一开出来倒霉的东西，所以他先回到了魔神殿，将身上的魔神之心、神火法杖和纵火法杖等装备全部放在了魔神殿大殿的桌子上。魔神殿是他的私人空间，其他人进不来，不过他怕万一开出来的是领主级 BOSS， 他又回到了圣加尔城的外面，因为一旦领主级 BOSS， 那魔神殿就不是他的私人空间了，是那个领主级 BOSS 的了。陆阳虽然能单挑得过 BOSS，可也不是能够单挑得过每一个领主级 BOSS 的。左右看了看没人，陆阳从背包里拿出鎏金色的潘多拉魔盒，右手放在盖子上面，用力往上一拉，一道金光从盒内迸发而出，照得陆阳忍不住挪开脑袋，闭上眼睛。可是当他看到是金光的时候，陆阳的内心忍不住激动起来。金光代表的是装备，他这一次成功了，运气好的不能再好。2秒钟之后，金光消失，连带着潘多拉魔盒也消失在了空气中，3个透明的水晶骰子出现在了陆阳的手中。命运骰子，陆阳忍不住叫了出来。他没想到自己运气能够好到这个程度，连命运骰子这种东西都能得到。命运骰子等级0，冷却时间半个小时。效果：玩家投掷命运骰子，如果点数超过10点，未来的半个小时之内，玩家的幸运值增加10点；如果点数低于10点，玩家的幸运值降低10。玩家初始的幸运值是0点，幸运值的作用是玩家在给装备、宝石等物品升级的时候用的。一件装备最高可以升19级，每升1级提高1点主属性，伤害、法伤、防御、
同时镶嵌宝石的等级加1。正常而言，装备从0级升到1级的几率为50%，随着等级的提升，装备升级成功的概率越低，升到5级的时候，概率就剩下10了。但是如果玩家的幸运值高于10点，玩家在给装备升到10级以前，几率是100。陆阳想要装备上神火法杖，就要给他身上的装备升级后再镶嵌宝石。本来他还发愁这件事呢，没有想到运气这么好，轻松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命运骰子对陆阳的意义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东西，他可以让他的手下快速提升装备等级，等于是多了一个战争神器。现在陆阳唯一欠缺的就是给武器升级的材料和升级用的宝石了。正当陆阳激动的时候，通话器传来滴滴声，陆阳打开一看，是迟暮老人发来的，按下了接通键。老弟，有没有兴趣陪我下一趟史诗级的永夜城堡啊？迟暮老人问道。他往里面看了看，嗜血霸天正带着叶孤星和几十个玩家站在拍卖行的交易台上，此时他们已经看到了陆阳卖的装备和发布的消息。会长，对不起。叶孤星心惊胆战地低着头对嗜血霸天说道。浴血霸王也是一脸的小心翼翼，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嗜血霸天的脸。嗜血霸天气的脸都快紫了，堂堂3万人的大公会会长，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这样挑衅，而且还是在这种公众地方，这就如同两国开战，一方军队的军旗被对面给缴获后放在展览厅里面大肆宣扬一般。嗜血霸天不用想都能猜到雄霸、迟暮等各大公会的会长此时在如何嘲笑他。给我查，找到这个人，杀了他。是，老大，我下次一定杀了他。叶孤星惊恐地说道。我们现在随时带着40名精英玩家，一定可以杀了他的。浴血霸王紧张地说道。嗜血霸天冷哼一声没有说话，转身朝着拍卖行的门口走去。他没有买下这几件装备，因为他钱不够，这也是让他更加愤怒的原因。本来拥堵的大门瞬间让出来了一条道路，陆阳就站在道路的旁边盯着嗜血霸天。嗜血霸天走过陆阳的身前，感受到了目光，看向了陆阳。陆阳丝毫不必让他跟他对视。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走了，没有理会陆阳。跟在嗜血霸天身后的叶孤星和浴血霸王从头到尾没敢抬头，也没有看到陆阳。人群迅速恢复了平常的秩序，玩家的讨论也变得激动起来。所有人都在好奇这个敢挑战嗜血盟的人是谁，会不会是雄霸的人干的？听说昨天雄霸刚跟嗜血霸天在5级地图打了一架，双方各自召集了5000人呢，说不定是迟暮老人干的，他故意栽赃给雄霸挑起他们两边战争也说不定。我感觉是剑武苍穹干的，我感觉像是黑血。陆阳听着他们的讨论冷笑一声，可能谁也想不到做这件事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会和财团背景的普通人。回想起刚才跟嗜血霸天对视的时候，对方轻蔑的眼神，陆阳忍不住握起拳头。等着吧，用不了多久，嗜血霸天，我会亲手灭了你的嗜血盟。陆阳不再理会周围玩家的讨论，径直来到了拍卖行当中，找到了一台自助拍卖器，选择草药项。10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这3种草药的价格还是最低3个铜币一组，最高10个铜币一组。陆阳将这些草药全都买了下来，每种草药大概有900多组，一共花费了2个金币70个银币。此时他手里剩下的钱只有1个金币多一点了，不过他并不心疼，再过半个月将会有大量的玩家到达10级，等到了那个时候，用这些草药制作出来的药剂会让陆阳迎来一次暴富。这些钱就是他争霸天下的第一笔资金，可以让他迅速创建工会，吸纳普通玩家，也可以让他给招募来的那些高手以信心。不过陆阳没有立刻去炼药，而是将草药都存到仓库里面后，走出了拍卖行，在外面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念出返回魔神殿的咒语。一阵赤红色的光芒笼罩在他的身上，5秒钟之后，陆阳出现在了魔神殿的大殿当中。陆阳手里还有一个潘多拉魔盒没有使用，他想要试试运气，不过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有的结果太多变。运气最好的玩家曾经开出来过一套暗金级的装备，运气最差的话，身上和背包里的装备全部消失，甚至还有可能召唤来50级以上的领主级 BOSS。 他担心自己万一开出来倒霉的东西，所以他先回到了魔神殿，将身上的魔神之心、神火法杖和纵火法杖等装备全部放在了魔神殿大殿的桌子上。魔神殿是他的私人空间，其他人进不来，不过他怕万一开出来的是领主级 BOSS， 他又回到了圣加尔城的外面，因为一旦领主级 BOSS， 那魔神殿就不是他的私人空间了，是那个领主级 BOSS 的了。陆阳虽然能单挑得过 BOSS， 可也不是能够单挑得过每一个领主级 BOSS 的。左右看了看没人，陆阳从背包里拿出鎏金色的潘多拉魔盒，右手放在盖子上面，用力往上一拉，一道金光从盒内迸发而出，照得陆阳忍不住挪开脑袋，闭上眼睛。可是当他看到是金光的时候，陆阳的内心忍不住激动起来。金光代表的是装备，他这一次成功了，运气好的不能再好。2秒钟之后，金光消失，连带着潘多拉魔盒也消失在了空气中，3个透明的水晶骰子出现在了陆阳的手中。命运骰子，陆阳忍不住叫了出来，他没想到自己运气能够好到这个程度，连命运骰子这种东西都能得到。命运骰子等级0，冷却时间半个小时。效果：玩家投掷命运骰子，如果点数超过10点，未来的半个小时之内，玩家的幸运值增加10点；如果点数低于10点，玩家的幸运值降低10点。玩家初始的幸运值是0点，幸运值的作用是玩家在给装备、宝石等物品升级的时候用的。一件装备最高可以升19级，每升1级提高1点主属性、伤害、法伤、防御，同时镶嵌宝石的等级加1。正常而言，装备从0级升到1级的几率为 50%， 随着等级的提升，装备升级成功的概率越低，升到5级的时候，概率就剩下 10% 了。但是如果玩家的幸运值高于10点，玩家在给装备升到10级以前，几率是 100%。
陆阳想要装备上神火法杖，就要给他身上的装备升级后再镶嵌宝石。本来他还发愁这件事呢，没有想到运气这么好，轻松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命运骰子对陆阳的意义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东西，他可以让他的手下快速提升装备等级，等于是多了一个战争神器。现在陆阳唯一欠缺的就是给武器升级的材料和升级用的宝石了。正当陆阳激动的时候，通话器传来滴滴声，陆阳打开一看，是迟暮老人发来的，按下了接通键。老弟，有没有兴趣陪我下一趟史诗级的永夜城堡啊？迟暮老人问道。5级的永夜城堡刚好是智力宝石的出处，普通难度到专家难度只给宝石碎片，史诗级难度给碎裂的宝石。陆阳嘴角一笑，问道：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迟暮老人说道：别提了，输出不够，从老一开始就打不过去，现在全服就你输出最高，我只能求你帮忙了。有陆阳打通死亡洞穴史诗级的视频，迟暮老人集合全帮的力量，给他手下的一个精英团队全都装备上了黑铁级和部分白银级的3级装备。此时他们的等级都到6级了，迟暮老人信心十足，带着团队开荒5级副本，普通、困难和专家级都打通了，但是卡在了史诗级上面。根据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如果有团队第一个打通史诗级副本，官方会在全服播报。这个全服是包括欧美等所有国家的共同播报，带来的荣誉是前所未有的。迟暮老人想要通过这份荣耀去招募更多的高手，可是5级史诗本的难度远超他的想象，老一的时候输出就不够，全团灭了4次，差点掉级。迟暮老人无奈之下，只能来找陆阳帮忙。陆阳本来就要去打永夜城堡的史诗本，只有打通了副本才能得到宝石碎片。之前他还思考是不是要找蓝玉和夏雨薇他们帮忙，现在迟暮老人自己送上门了，陆阳不介意让迟暮老人给自己当苦力。陆阳说道：帮忙可以，不过我是有要求的。你说。迟暮老人做好了被宰的准备。我帮你们打通副本，你给我8块智力宝石。陆阳说道。可以。迟暮老人毫不犹豫地说道。4个碎片换1个碎裂宝石，4个碎裂宝石合成1个宝石，不过是128个碎片而已，跟全世界首通的荣耀比起来不值一提。陆阳就知道迟暮老人会答应，不过他一想到自己被嗜血霸天通缉的事情，说道：还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迟暮老人问道：什么事？看到拍卖行上面挂的那个价值100金的白银装备了吗？陆阳问道。迟暮老人一乐，他也刚刚知道这件事，是他安排在嗜血盟的间谍告诉他的。看到了，嗜血霸天这一次跌了一个大跟头，会长的面子尽失，连带着加入他们工会的人都少了很多。你这么问我，这件事不会是你做的吧？就是我做的。陆阳说道。这次开团虽然你是团长，但是有我在队伍当中，或许会因为我而引起你和嗜血盟的战争。迟暮老人不在意的说道。没关系，嗜血霸天算个什么东西，他怎么敢惹我？陆阳说道。那就好，什么时候开打？时间你定，我们这边随时可以打。迟暮老人说道。陆阳正好没事，说道：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吧。迟暮老人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说道：我这边人就在副本里面，还需要我们准备什么东西吗？陆阳想了想说道：不用，你们在副本门口等我就行。永夜城堡的史诗级并不难，只要购买一些东西就可以做到轻松度过。他来到地精营地的贸易大厅，找到了交易员，购买了5张变杨树卷轴，然后来到了永夜城堡的门口。此时永夜城堡附近也聚集了很多的玩家，绝大部分都是各个工会的精英，每一个人胸前的徽标分明，让人很容易辨认。陆阳一眼就看到了嗜血盟的人，嗜血盟的人也看到了他，不过除了叶孤星等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就是陆阳。陆阳有心杀人，但是几大工会的玩家互相之前都很警惕，他来了之后，所有人的目光也都在他的身上，没有出手的机会。想到迟暮还在副本当中等着自己，陆阳决定还是算了，先进副本再说。副本中，迟暮老人和烈酒清风等人正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打 BOSS。突然间，陆阳出现在了副本里，迟暮老人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说道：陆阳老弟，欢迎你的到来。烈酒清风看到陆阳更是眼睛一亮，说道：原来老大说请来的高手就是你啊，这太好了，有你一定能过得去副本。陆阳说道：哪里，我来也就是帮忙试试看。迟暮哈哈大笑的说道：陆阳老弟谦虚了，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工会的主力。他等陆阳来到身前，指着身边的2个战士和2个法师介绍道：清风之前你见过我就不说了，这2位战士分别是银狼和军战灭天，都是国内顶尖的工作室的老大，这2位美女法师分别是银色轻舞和洛思雨，也都是工作室的老大。陆阳一乐，说道：你手下精英很多啊。迟暮老人最自豪的就是这件事，他在跟其他几个财团争夺顶尖工作室的时候招募到的最多。他对4人介绍道：这位就是陆阳，等级榜排名第1的高手。银狼和洛思雨等人同时皱眉看向了陆阳，对于陆阳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打不通副本他们自然会想办法，现在迟暮却找了个外人进来，显然是对他们不信任。会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银狼率先发难，陆阳能进来，被替换掉的就是银狼的小弟。迟暮一愣，没有想到手下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问道：怎么了？银狼不满地说道：这人来有什么用？难道副本换一个人就能打得过去吗？军战灭天说道：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会长你换个外人进来，应该先跟我们商量一下吧。迟暮露出标准的笑容，他知道眼前这几人都有自己的傲气，不想让副本说成是靠外人打通的。抱歉啊诸位，这次我自己擅作主张了，不过你们也知道，我们工会的目标是全世界第1大工会，为了这一目标，暂时就委屈诸位了，好不好？银狼冷着脸说道：不行。迟暮脸上还是带着笑容，问道：那你说怎么才行呢？
我跟他比试一下，单挑不是打怪，他能挡得过我1分钟，我算他赢。银狼说道。陆阳一愣，对身边的烈酒清风打字问道：你们老大没有把我的视频给他看吗？他哪来的勇气？烈酒清风悄悄地打字说道：别问，这里面涉及到的事情很多，以后你就知道了。陆阳略有所悟，这可能是涉及到工会内部的问题。他又仔细看了看银狼和军战灭天，忽然间他回忆起来，上辈子迟暮工会好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叛变事件，带头的就是这2个人。当初游戏刚开服，迟暮为了尽快起家，在招募精英工作室的时候给出的条件十分优厚，还给出了很多其他工会都不愿意给的自由离开条款，以至于后来银狼和军战灭天在其他财团给出更加优厚条件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迟暮。至于后来怎么样，陆阳就不清楚了，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对游戏上层的事情知道的并不清楚。小子，问你话呢，你敢不敢跟我单挑？银狼用斧头指着陆阳问道。陆阳刚才在想事情，没有注意到银狼的问话，他看了看迟暮老人，打字问道：我该怎么办？迟暮叹了口气说道：那就比吧，这样双方申请公平决斗，死了不掉经验。银狼冷笑着说道：可以，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斤两，也不想让老大你为难。陆阳说道：我随意，这样我加一个条件，银狼，如果你在1分钟之内能打到我一下，就算你赢。什么？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连带着周围10多个团员也都凑了过来。洛思雨美目仔细地打量了一遍陆阳，说道：不要小看银狼，他在等级榜上的位置是19名，并不差你太多。烈酒清风也着急地说道：高手，这样比不公平，银狼的技能很多，很容易打到你的。陆阳失笑说道：无所谓，只是玩玩而已，如果失败了，就当辜负了迟暮老大的期望，我退出就是了。说完话，他向银狼发起决斗申请。银狼嘴角露出一丝狞笑，扛起手中的巨斧，走到了陆阳30码的位置，说道：这是你自找的。陆阳说道：多说无益，手底下见真章吧。好，那我就看看你如何在1分钟之内不被我攻击到。说话间，银狼对陆阳发起冲锋，同时银狼高高举起双手斧，如果他的冲锋打中陆阳，巨斧落下可造成1.5倍伤害。显然银狼也是一名开启了自由战斗的玩家，并且已经初窥门径。不过这在陆阳眼中如同儿戏，30级领主怪骸骨暴君的冲锋他都能躲开，更何况这个什么银狼。他眼看着对方带着一阵幻影冲锋而来，就在银狼即将撞到他的那一刻，白光一闪，在原地消失。银狼仿佛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冲锋没有命中，银狼立刻寻找，同时做好了发动2次冲锋技能拦截的准备。可是当他四下一看，发现陆阳就站在他身后4码的位置，恰好卡在了银狼使用拦截的最低距离之内。银狼顿时停在原地，1秒钟之后他才反应过来，只能向前跑了2步。双手斧是长柄武器，可以打2格的距离，可是他往前走，陆阳往后退，两人的距离还是4码，银狼还是打不到他。银狼找不到机会，立刻向后跑去，想要拉开距离冲锋，可是他往后跑，陆阳就跟着往前跑。银狼跑了10多步，发现两人距离还是4码，这下银狼懵了，他又尝试着急停转身攻击，陆阳却仿佛跟他毫秒不差一般急停躲避，让银狼的攻击总是无功而返。银狼的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看得陆阳失笑不已。可就在这个时候，银狼的脸上突然间露出狰狞的表情。英勇飞跃，我看你还怎么躲。银狼突然间跳跃而起，朝着4码距离的陆阳跳了过去。这是战士克制法师的第3个技能，不过这本书爆率极低。陆阳没有想到银狼连这个技能都有，不过他一点也不畏惧。刹那间，陆阳向右侧连走2步，毫厘间避开了银狼的攻击。银狼没有想到这样陆阳都能躲避，他落地后立刻双手举起斧头猛击地面，雷霆震击。在银狼脚下3码的距离之内，地面龟裂冒出白色光芒。陆阳看到银狼举起斧头，就知道他要释放这个技能，往后一跳，轻松躲开了银狼的攻击。短短10数秒的对战，看得周围玩家屏息凝气。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看向陆阳的眼神更是惊喜连连，他们没有想到陆阳的实力居然如此之高。银狼也没有想到，此时他的所有远程攻击技能都用完了，等 CD 时间都超过了30秒，也就是说1分钟之内他已经没有远程攻击技能了。顿时银狼的眼神中浮现出怒色，他感觉自己这次丢人丢大了。就在此时，迟暮老人突然间哈哈大笑，鼓掌来到两人中间，说道：两位打斗的精彩，实在是精彩，不如就到这里结束吧。想必银狼已经是出了陆阳的深浅，我们还是打副本去吧，别让其他工会抢了头筹才是主要的。银狼看了看迟暮，他知道这是迟暮在给他台阶下，收起斧头说道：我听会长安排。陆阳自然没有意见，说道：当然可以，我来就是为了过副本的。众人听到陆阳这么说都松了口气，他们真怕陆阳不给迟暮面子，选择继续打下去，那样的话银狼丢人就丢大了。迟暮老人和烈酒清风都对陆阳投以感激的神色，银狼看陆阳的眼神也缓和了很多，洛思雨等人看陆阳更是有了好感。洛思雨主动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高手，我也是活法，有空能指导我吗？洛思雨可是一个大美人，身材更是窈窕多姿，亭亭玉立地站在陆阳面前，用带有撒娇式的语气说话，让周围的玩家都忍不住看呆了。不过陆阳却知道这位美女的厉害，上一世鼎鼎大名的杀人无声洛思雨可不是白来的名号，他可不敢以貌取人。荣幸之至，不过我也是个初学者，有机会我们互相爱那个切磋吧。陆阳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洛思雨对陆阳的回答十分满意。银色飞舞也走过来说道：还有我，高手兄不能厚此薄彼哦。陆阳失笑说道：一定一定。银狼站在原地有些尴尬，他没有想到自己的2个盟友这么快就背叛了他。
烈酒清风看出了问题，打圆场说道：“不如我们先到 BOSS 面前去吧，趁着大家热情都在，我们一鼓作气打过 BOSS。”迟木满脸喜色地说道：“之后的指挥就都交给陆阳兄弟吧，咱们大家精诚合作，过掉这个 BOSS。现在让陆阳来指挥，团里面没人不服，银狼也放不下面子再去找陆阳的麻烦。洛思雨和银色轻舞也很佩服陆阳，起码他们做不到让银狼完全无奈。君临灭天虽然不服气，但是独木难支，也只能点头答应。”陆阳说道：“那好吧，我尽全力带大家打过这个 BOSS。先说好，如果我指挥错了，你出副本骂我，但是在副本里面，所有人必须听我指挥。”众人没有异议，反倒是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看陆阳的眼神更加发光。陆阳有些受不了两人的眼神，侧过头问迟木：“现在副本打到哪了？”迟木说道：“打到老一了，他前面的小怪我们都清理干净了。”陆阳说道：“那好，咱们到老一那去，路上的时候你跟我说说差哪打不过去。”好的。迟木在路上跟陆阳说明了原因，打老一的时候 BOSS 在5分钟之内打不死的话，会释放全屏攻击，瞬间秒杀所有人。陆阳点开团队模板看了看法师人数，里面有10个人是火法，不错，火法人数挺多，这样就好过了。陆阳说道。迟木说道：“我找你来的目的也是因为我手中的火法多，但是没人会灼烧。老弟，你这个技能哪爆出来的？怎么这么难获得呢？”陆阳失笑，这个游戏的技能书本来就难爆，更何况灼烧在10级地图中只有黄金幼龙才爆，黄金幼龙他也是侥幸才打死了，其他人根本没机会。这个是隐藏任务，我也是偶然间才打到的。陆阳说道。此时已经来到了 BOSS 的面前，这是一个全身穿着板甲，手持双手剑的亡灵战士，坎特男爵，等级10，器械15000015000。永夜城堡本来是圣加尔城的前身，法尔斯帝国的尤里斯公爵的城堡，可惜在战争中城堡被攻破，公爵一家和他下属全部被杀。公爵和他士兵战死后，被一名亡灵法师复活。本来法尔斯帝国应该出兵剿灭，但是此时法尔斯帝国被加尔国王攻破，改朝换代之下，这座永夜城堡就这样被人遗忘在了山林当中。副本中的老一坎特男爵原本是尤里斯公爵手下的轻骑兵队长，他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一顿猛揍就能过去。陆阳说道：“大家准备好，清风听我指令开怪。”洛思雨露出惊讶的表情，问道：“不用考虑一下站位什么的吗？”陆阳回复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说道：“这个 BOSS 简单，一会大家听我指令打怪就可以。”众人，洛思雨感觉陆阳说的话有些儿戏，这个他口中所谓的简单的 BOSS 可是让他们死了4次了。不过既然已经同意他当指挥了，洛思雨此时也不好立刻否决。君临灭天和银狼也是同样的想法，其余团员看陆阳也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有指挥在打 BOSS 的时候说的这么随意的。烈酒清风却感觉很正常，因为真要是有难度的话，陆阳不会这么说的。高手，我需要背对着拉怪吗？陆阳说道。当然，背身拉怪是必须的，不然法师命中起来不容易。团里的5个治疗只看清风，别人不要加血，开怪吧。好脸。烈酒清风对着 BOSS 发起冲锋，随后拉着 BOSS 转过身来。陆阳说道：“不要着急输出，所有人等清风上过3层破甲后再打。5个治疗只看清风，其他人不要管。这是基本常识，银狼等人都清楚。等3层破甲之后，银狼等近战才冲了上去。”陆阳继续说道：“法师玩家停手，等我喊输出再打。清风继续用加深仇恨技能。”好的。烈酒清风是工会的主力 MT， 身上的防战拉仇恨技能有6个，每当怒气值够了，他立刻使用。洛思雨等人看着时间都过了30秒了，陆阳还没有指令，法师们都有些着急。高手还不让我们打吗？小心时间不够用。洛思雨说道。陆阳没有说话，等烈酒清风又用了3次拉仇恨技能之后，他口中念起咒语，每 1.5 秒给 BOSS 上了1层灼烧。等 7.5 秒钟之后，陆阳说道：“所有法师全力输出，清风现在就看你拉仇恨能不能拉得住了。”放心，我没。烈酒清风莫等说出后2个字，只见一团火球精准地打在了 BOSS 的脑袋上。928暴击。我晕。烈酒清风赶忙喊道：“高手轻点，输出太高了。”银狼正在全力输出，本来他还好奇陆阳为什么不打，可是当他看到陆阳打出的伤害的时候，他服了。因为银狼的总血量还不够500点，显然刚才陆阳说让他1分钟之内随意出手是在有意让他，如果陆阳刚才跟他 PK 的时候输出，陆阳都不需要躲闪，站着2个火球术就能打死他，说不定1个暴击也把他解决了，这让银狼内心很是羞愧。洛思雨和银色轻舞对视了一眼，纷纷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讶，他们俩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的输出有这么高。其实陆阳的输出还能更高，因为他刚才用的是火球术而不是研爆术，而且他为了不暴露自己会瞬发咒语的事情，刻意放慢了念咒语的速度。陆阳说道：“清风不用担心我的仇恨，我有降低仇恨的装备，其他人别傻站着，全力输出。”洛思雨等人同时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他们实在是被陆阳的输出给吓到了。10个法师同时用起了火球术，转眼间10个火球同时命中了 BOSS 的后背。257、254、251，一个个超过250点的伤害从 BOSS 头上冒出，看得洛思雨等人都惊呆了。我们的输出怎么这么高了？洛思雨问道。陆阳说道：“这是我的灼烧技能产生的效果。清风，你那边如果感觉仇恨不稳了就说一声，我让大家停止输出。”哦，好的。烈酒清风说道。全团的所有人此时都不担心 BOSS 能不能打得过去了，他们都明白迟木叫来陆阳的意义，且不论陆阳的输出多么高，单单这一个灼烧技能等于是多出来了10个火法的输出，而且还是比团里法师输出还高的火法。20人的副本变成了30人打，想要打过去，
对他们这种精英团来说太简单了。才1分钟的时间，算陆阳在内11个活法，一共打出了6万多的伤害，这还是他们担心仇恨太高，怕清风拉不住罐，减慢了输出速度。有陆阳在打 BOSS 太简单了。洛思雨一脸轻松地说道。银色轻舞说道：是啊，比我们之前打的时候简单多了。说话间，银色轻舞的火球术打在了 BOSS 的身上，造成暴击效果。526，我晕。烈酒清风眼看着 BOSS 就要回头，赶忙嘲讽加雷霆一击吸引仇恨，用了好大力气才把 BOSS 的仇恨给吸引回来。美女，你轻点啊，我快拉不住了。烈酒清风突然间侧过头，抻着脖子看向银色轻舞。对于其他人来说简单，对于烈酒清风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啊，不好意思。银色轻舞俏皮的吐了吐舌头，他的暴击几率还不到10%，暴击的几率并不高，能打出来暴击属于意外。哎，都怪陆阳，他的这个技能太强了，我们的输出都感觉没意思了。洛思雨说道。银色轻舞等法师一起点头，明明一个史诗级 BOSS， 愣是让陆阳给变成了普通本的 BOSS。陆阳失笑，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多亏了魔神之心的技能加移效果，灼烧变成2级后，提高150点火焰伤害，对于火法来说提升的特别大。哎，陆阳的输出每一下都是500多，他的降低仇恨的装备是什么啊？怎么好像一点仇恨都没有呢？洛思雨追问道。陆阳才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他呢，包子的披风对于玩家来说意义太大，除了他帮派的人，他是不会说出去的，这是秘密。陆阳说道。切洛思雨和银色轻舞一起卖萌，可惜陆阳根本不上当，也不去看两人的表情。他对所有人说道 ：“BOSS 的气血只剩下2万点了，所有法师停手10秒钟，稳定下自己的仇恨。”坎特男爵最出名的就是攻击力，除了陆阳，没有任何法师能够抗得住他的一次攻击。一旦仇恨偏移，法师团队有可能瞬间灭亡。洛思雨等人也知道这一点，纷纷停手等待。10秒钟之后，众人再次输出。烈酒清风经过10秒钟的喘息，已经稳稳地拉住了怪的仇恨，哪怕银色轻舞连续打出2个暴击，也没有产生仇恨偏移。陆阳的输出更是轻松，很快 BOSS 就被他们打死在了地上，爆出来了一件5级的白银级匕首。出装备了，给谁？陆阳问道。我。一个盗贼模样的玩家跑了过来，这是我们公会的长老引刀。迟木老人介绍道。陆阳认识这个人，是跟迟木一起创建公会的元老级人物，也是上个世纪的80后。我都7级了，总算是有5级的白银级武器了。引刀激动至极，陆阳失笑，把武器给了引刀，说道：大家原地恢复一下，我们继续。休息2分钟之后，众人继续前行。与专家级相比，史诗级本的变化并不大，只是怪的血量多了一些。陆阳刻意不去过多的指挥团队，让团里的成员按照打专家本的方式去输出，这样一来就不会让人发现他之前打过这个副本，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洛思雨和银狼等人这一路上都在观察陆阳，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傲气。陆阳帮他们过副本，引起了他们的好胜心。他们只是认为自己的装备和技能比陆阳差，并不认为手法比陆阳差，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打得都很认真。从永夜城堡的大门一路攻入城堡内厅，遇到了第2个 BOSS 管家阿弗雷。阿弗雷，等级10，气血80000，80000。一脸络腮胡子，身材有2米左右，高大的管家阿弗雷是尤里斯公爵军队的副官。他手里拿着的武器是双锤。化作亡灵后，他的外观改变不大，还是穿着一件管家服，只是皮肤有些黑。烈酒清风来到陆阳身边，介绍道：高手，我们打专家本。时候就差点没打过去阿弗雷。他的技能有4个，一个是邪恶打击，伤害增加100%，并且降低目标治疗效果50%。第2个是召唤亡灵女仆，女仆无视拉怪技能，不消灭的话会越来越多，而且攻击力非常高。第3个技能是疾病污染，随机对一定范围内的玩家造成污染，每秒掉血80点，持续时间5秒。这个技能非常坑，经常与邪恶力量先后释放，治疗兼顾起来非常费力。第4个技能是加血，他每次掉血超过10%都会给自己释放加血技能。迟木问道：最难的就是疾病污染这个技能，史诗本怕是每秒要掉血120点左右，咱们团的治疗不够，我用不用换几个治疗进来？治疗的法伤都在70点左右，算上技能才能加90多点气血。阿弗雷的邪恶打击双锤砸下能打出400多的伤害，治疗只能全力去救治烈酒清风。如果同时间阿弗雷使用疾病污染，其他任何一个非防御职业都是必死无疑。如果是以前，他们完全不敢碰这个 BOSS， 因为少了治疗加不住血，少了输出又打不死怪。现在有了陆阳，他们可以换出去好几个法师。洛思雨和银色轻舞都有些不安，他们虽然明白这件事，却都不希望自己的手下被换出去。陆阳说道：不用换治疗进来，我也有加血技能。啊，你也会加血？洛思雨惊讶地问道。迟木老人和烈酒清风等人也都惊讶地看向了陆阳。老弟，你是隐藏职业啊？迟木老人问道。不是啊，那你怎么会加血技能啊？牧师团队的队长戒律无敌问道。陆阳耸了耸肩膀，摊开手说道：我徒弟送了我一枚治疗戒指，可以释放1级治愈术，我法伤247，让我去加 MT 都行。众人，银狼等人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法伤247，这还让其他人玩什么？他们已经不是嫉妒了，而是绝望了。洛思雨美目流转地走到了陆阳的面前，问道：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法伤是怎么变成这么高的呀？银色轻舞和其他法系职业都凑了过来，迟木老人也看向了陆阳。陆阳看了洛思雨一眼，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道：这件事啊，还得从我做的那个隐藏任务说起。隐藏任务？众人的眼睛都冒出金光，但凡是隐藏任务，都代表着极大的收益。陆阳点头说道：没错，
正是隐藏任务。当初我在城内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跟我说啊，这个隐藏任务就是你千万不能告诉一个叫做洛思雨的人。众人无语，洛思雨顿时气得小脸通红，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瞪着陆阳说道：“你敢骗我！”众人爆笑，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洛思雨露出这样的表情，显然洛思雨是真的被气到了。陆阳也笑了，不过他偷偷的给洛思雨发了一条消息过去。洛思雨看到这条消息，眼神迷茫了一下，随即说道：“算了，本姑娘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烈酒清风等人讶然，洛思雨平时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怪，现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居然不反抗。烈酒清风问道：“刀手，你真是我的偶像啊，你怎么做到的？”陆阳说道：“美女大人有大量呗，我们还是去打怪吧。”其实陆阳是在私下里告诉了洛思雨一个隐藏任务的通关方法，奖励非常丰厚。上辈子洛思雨在迟暮手下当上了城主，曾经帮过陆阳一次，不过也戏耍了他一次。陆阳忌惮洛思雨，也是因为那一次他被洛思雨给耍得有些郁闷，不然他也不能见到洛思雨这样的大美人无动于衷。这一次逗他，就当是为上辈子的自己报仇了。至于告诉他隐藏任务，算是偿还他的人情。一行人来到距离阿弗雷50码的地方，陆阳开始分配站位，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为5码，每3个玩家形成一个小三角形，所有的远程职业则形成一个弧形。陆阳站在弧形的中间，他前面站着的就是烈酒清风。清风跑过去开怪，其他人在原地等待。BOSS 到了面前之后，清风让怪背对着我们。陆阳说道：“好的。”烈酒清风跑过去冲锋开怪，拉着 BOSS 来到了距离陆阳等人30码的位置，随后让 BOSS 背对着所有人。陆阳喊道：“全力输出，牧师看 MT， 其他人感染，我负责加血。”连续上了5层灼烧，洛思雨等10名火法的输出伤害再次显现出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阿弗雷的血量降到了6万点。期间，阿弗雷2次想要加血，都被陆阳用反制打断。该死的入侵者，我要让你们受到惩罚！阿弗雷的双锤冒出黑色光芒，同时举起打向了烈酒清风。574，快加血！烈酒清风喊道。5个牧师同时将治愈术加在了烈酒清风的身上，可是治疗效果降低 50%，5人只给烈酒清风恢复了200多的气血。就在他们释放治愈术的时候，阿弗雷身上冒出一道绿光，陆阳身边的3名法师同时受到疾病污染。100，我要死了，伤害太高啊！一个法师玩家喊道，他的总血量才200多点，再有2秒钟就死定了。另外2个法师玩家也喊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时，陆阳抬手连续3道治愈术打在了他们的身上。3人只见自己的气血一会上去一会下去，紧张的不得了。持续了5秒钟之后，3人看到自己还是满血，这才松了一口气。多谢高手！3人同时感激地对陆阳说道，死了就会掉10%的经验，这对他们来说十分难受。陆阳说道，专心打怪，赶紧把他打到第2阶段。好，3人点头，全力输出起来。1分钟之后 ，BOSS 进入到第2阶段。出来吧，我的奴仆，替我杀了这些该死的入侵者！阿弗雷的身上飞出8个白色幽灵，落地后朝着玩家飘了过去。陆阳喊道，所有远程职业攻击幽灵，看我灼烧标记输出，近战继续输出 BOSS。每个白色幽灵都有8000的气血，攻击力80多。他们的攻击方式是释放惨白色的射线，击中玩家后产生折射，一共可以折射4个单位。近战血后暂时能够承受，但是远程不行，一旦有2-3个幽灵飞到远程这边，一次攻击就能打死4个远程职业。烈酒清风等人看到这些幽灵都有些头疼，专家级的时候差点没过去，原因就是从这里开始让他们手忙脚乱的。一方面幽灵血多，他们秒不死；另外一方面幽灵靠近玩家后，他们需要分散躲避，以免被折射到。这样一来，玩家输出就会减慢。阿弗雷随时释放邪恶打击和疾病污染，一旦他们被幽灵打乱站位，阿弗雷释放技能的时候，他们必定灭团。陆阳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不担心8个5000血的幽灵而已，他用最快的速度给幽灵上灼烧。他只是上灼烧，上满5层之后立刻换幽灵。洛思雨等10个火法在有5层灼烧之下，一次攻击就能打出2500多点伤害，5秒钟就能打死一只幽灵。这样一来，不到40秒钟的时间，8个幽灵全部被击杀。刚好阿弗雷再次举起双锤释放邪恶力量和疾病污染。不好，我中疾病污染了！一个牧师玩家喊道。众人本以为这个 BOSS 招这么打下去铁定没问题了，想不到这一次 BOSS 居然选中了3个牧师为目标。3个牧师顿时慌乱起来，习惯性的先用治愈术给自己加血，结果阿弗雷打在烈酒清风身上的邪恶力量第1下打出566的伤害，紧接着第2下普通攻击就要砸了下来。烈酒清风一共700多的气血，一旦被打中必死无疑。陆阳正在给牧师加血，看到牧师慌乱间给自己加血，就知道要坏。就在 BOSS 第2下攻击即将落下的那一瞬间，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烈酒清风的面前，将攻击模式改成全体攻击。抗拒火环。烈酒清风发现治疗没有加自己，已经认命的闭上眼睛，可是身体突然间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他忍不住连续向后退了10多步。恰好在他退的那一瞬间，阿弗雷双锤砸下 ，miss。阿弗雷没有想到他会打空，朝着烈酒清风追了过去。陆阳担心烈酒清风仇恨不稳，立刻喊道：“所有人停止输出，牧师归位给清风加血，清风3层破甲建立仇恨。”烈酒清风没有想到陆阳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能把他给救下来，激动的大吼一声：“看我的！”看着 BOSS 距离自己还有8码的距离，烈酒清风发动第2冲锋技能拦截，带着一阵幻影冲到了阿弗雷的身前。迟暮老人和洛思雨等人都以为这次要灭团了呢，也都做好了放弃的准备。可是当他们看到陆阳操作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一种疯狂的感觉。
这是何等的反应速度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陆阳刚才那一下抗拒火环，他们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不仅崩飞了烈酒清风，还将其他所有近战玩家也都崩得倒退出去，恰好让他们避开了 BOSS 因为突然间失去目标而产生仇恨偏移的打击。这招太帅了，大家加油，我们一定可以打过去这个 BOSS。洛思雨给大家鼓劲，银狼和君临灭天等成员也都佩服之至，有陆阳这样的团队指挥带领，这个 BOSS 根本不是问题。顿时团队气势提升，所有人输出都格外用力。2分钟之后，阿弗雷的血量降低到了 30%。入侵者，你们激怒了我。阿弗雷的身上突然间变成了红色，不好，他狂暴了。不应该啊，专家本的时候都没有狂暴。团队骚动起来 ，BOSS 的狂暴会带来力量和速度上的额外提升，他们打过 BOSS 的信心都降低了很多。该死的，都给出来，替我杀这些敌人！阿弗雷的身后突然间冒出来了24个白色幽灵，不好，打不过了，怎么幽灵有这么多？君临灭天喊道。陆阳也看到了幽灵的数量，他的眼色转冷，喊道：所有人继续输出 BOSS， 不要管幽灵。说完话，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阿弗雷的身边。抗拒火环，24个幽灵刚落地就被崩得四散飞起。当他们再次落地后，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24个幽灵同时将目光对准了陆阳，快速的朝着陆阳飘了过来。史诗级怪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 1.5 倍，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陆阳10码的位置。陆阳丝毫不惧，脚下突然间出现一团火焰，开启炽热极速，额外增加 125% 的移动速度，转过身朝着后面入口处跑去。我拉走这些幽灵，你们全力输出，坚持30秒，等我回来。陆阳临跑出内厅之前，又给 BOSS 上了一个灼烧，随后飞一般跑了出去。银狼看到陆阳居然还有这样的技能，内心更是敬佩和羞愧。如果一开始陆阳就用这个技能，银狼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下台。洛思雨等人以为打不过去了呢，想不到陆阳还有这样的技能，顿时信心又增加了很多。所有人全力对 BOSS 输出起来。从城堡的内厅到外面的城堡花园，陆阳带着幽灵们一路向外奔跑。当他跑到花园右侧城墙上的时候，陆阳停下了脚步。永夜城堡经历过战争，城墙上很多地方都破损严重，刚刚陆阳跑过的一段地方更是没了女墙。陆阳转过头看着身后已经在他奔跑过程中被他拉到了一起的幽灵。幽灵没有实体，当他们挤在一起的时候却有了人的模样。顺着城墙楼梯，幽灵们追到了城墙上面，看到陆阳就在前方，幽灵集体尖笑一声，朝着陆阳追了上来。可是就在他们来到那段没有女墙的地段的时候，陆阳身上白光闪动，突然出现在了幽灵群的侧面。抗拒火环，24个几乎叠在一起的幽灵同时被抗拒火环击中，狂暴的火焰力量将他们冲击的向外侧漂移，没有女墙阻挡，幽灵们全部跌落城墙，掉入了护城河当中。这是上一世的著名 bug， 其实也不能算是 bug， 玩家只是合理利用了游戏规则。陆阳对于这个 bug 记忆犹新，因为当年为这件事玩家官方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探讨。看着在河里挣扎爬上岸的幽灵，他们想要从护城河那里回到内厅，需要先绕到正门再跑进来，起码要2分钟的时间。陆阳此时有充足的时间回到内厅。BOSS 打得怎么样了？陆阳发信息给迟暮老人，就差最后 25% 的气血，清风已经挂了。BOSS 现在正在追杀所有人，狂暴的 BOSS 太难打了，你快出副本吧，这次铁定过不去了。陆阳就知道会出现这个情况，他赶忙跑向了内厅。此时 BOSS 正在追杀火法，连续打死2个火法之后， BOSS 将目标瞄准了洛思雨。洛思雨赶忙闪烁躲避，可是他慌张之下忘记身后是城墙，闪烁打在墙壁上，洛思雨仅仅向后闪烁了10码的距离。阿弗雷3步来到了洛思雨面前，举起双锤就要砸下，洛思雨无处可躲。就在他要认命的时候，陆阳跑到了内厅，他瞬间换下披风，使用瞬发法术火焰冲击打中 BOSS 的脑袋。500暴击，没了防战。其他人被 BOSS 撵得四处跑的时候，大家的仇恨都快速削减，几乎都下降到了0点。陆阳在这个时候打出暴击，瞬间产生伤害过载，引起仇恨偏移。阿弗雷举起的双锤没有落下，他丢下洛思雨，转过头朝着陆阳跑了过去。该死的入侵者，我要杀了你！阿弗雷的双锤再次出现黑色光芒，陆阳丝毫不惧，一边释放灼烧，一边对所有人喊道：法师站位输出，其他人不要慌乱，都用远程攻击。牧师看好中了疾病污染的人。洛思雨捡回一条命，看到是陆阳帮助他，顿时心中产生一丝好感。其他人看到陆阳回来了，都松了一口气，听到陆阳的指使，仿佛都找到了支柱一般，重新开始站位对着 BOSS 输出。阿弗雷的气血快速下降，转眼间就剩下 20%。可是此时阿弗雷已经冲到了陆阳的面前。陆阳快跑！洛思雨着急地喊道：你扛不住他的。银色轻舞也高声喊道：快用闪烁！陆阳不为所动，一直等到阿弗雷冲到自己面前，举起双锤带着邪恶力量砸下的那一瞬间的时候，陆阳身上白光一闪 ，miss！ 阿弗雷打空，在他身后30码的位置，陆阳从白光中出现，刚落地，陆阳手中活动假人放出，然后他快速地朝着侧面跑去。阿弗雷一击没有打中陆阳，引起更高的仇恨，他没有看向其他人，转头朝着陆阳追了过去。洛思雨等人看到陆阳宁愿用这么危险的方式闪避也要吸引仇恨，哪里还不明白陆阳的用意，纷纷用出全力去输出。转眼间 BOSS 的血量掉到了 15%。此时 BOSS 第2次追到了陆阳的面前，不过陆阳已经跑到了距离活动假人30码的位置。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陆阳这一次必死的时候，陆阳给活动假人下达指令，青铜做成的活动假人立刻对阿弗雷发动嘲讽技能。啊！弗雷本来已经追到了陆阳面前，
遭到嘲讽，立刻转头追向了活动假人。陆阳喊道：“大家全力输出！”银狼站位到活动假人右侧30码的位置，君临灭天站到银狼右侧30码的位置。银狼和君临灭天都是顶尖玩家，两人瞬间明白了陆阳的指示。银狼先找好了位置，君临灭天更是先看了看银狼，又看了看其他人，选择了一个距离陆阳刚好30码的位置。阿弗雷用了5秒钟的时间跑到了活动假人的面前，双锤砸下，只有300点气血的活动假人瞬间碎裂。活动假人是陆阳放置的，阿弗雷再次将目标对准了陆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陆阳喊道：“银狼嘲讽！”银狼早就做好准备，看到 BOSS 打碎活动假人的那一瞬间，随着陆阳的话对 BOSS 释放了嘲讽技能。阿弗雷遭到银狼的嘲讽，朝着银狼跑了过去。陆阳说完话的一瞬间，在阿弗雷跑向银狼的路上连续释放6道火墙术。阿弗雷跑过火墙，遭受到3000多的伤害。陆阳伤害过量，阿弗雷丢下银狼，朝着陆阳跑了过去，再次跑过火墙，阿弗雷又遭到了3000多伤害。迟暮老人和洛思雨等人看到陆阳的手法，同时忍不住喊了一声漂亮。陆阳看到阿弗雷即将跑出火墙的时候，对君临灭天喊道：“君临释放嘲讽！”君临灭天在陆阳说完话的一瞬间对 BOSS 发动嘲讽技能，嘲讽可以控怪5秒钟的时间。现在陆阳的仇恨已经超出其他玩家太多，5秒钟之后 BOSS 毫无意外将跑向陆阳。陆阳也知道到了最后关头，看着 BOSS 最后剩下的8%血量，高声喊道：“全力输出，兄弟们，装备就在眼前！”洛思雨等人恨不得让火球术1秒钟释放一个，可是他们不会简化咒语，只能拼尽全力。此时就算是银狼都换上了弓箭，对着 BOSS 射击起来。7%、6%、5%，嘲讽时间到！阿弗雷全身血红，暴跳如雷地朝着陆阳跑了过去，双锤再次出现黑色光芒。4%、3%、2%，阿弗雷的气血快速下降，而此时他已经来到了陆阳的面前。就在他即将使用双锤打向陆阳的时候，洛思雨等人的火球术打中阿弗雷。1%，就剩下1%的气血了，也就是800点。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尖锐的鸟叫声出现，一个血红色的大鸟从陆阳手中出现。赤焰鸟！陆阳一指阿弗雷，火红色的大鸟猛地撞在了阿弗雷的脑袋上。1084暴击！阿弗雷的双锤停滞在半空中，随后阿弗雷不甘心地摔倒在了地上。公爵大人，我辜负了您的期望。阿弗雷最后说道。系统提示：你成功击杀了管家阿弗雷，你获得了4533点经验。我们成功了！洛思雨不可置信地看着死去的阿弗雷。银狼、君临灭天、银色轻舞等人更是激动地欢呼起来，他们终于打过了第2个 BOSS。陆阳看着众人的模样笑了笑，上辈子他跟兄弟们打过 BOSS 也会这样。迟暮老人走到了陆阳的面前，感慨地说道：“老弟，这样你都能带队打过去，太厉害了。”陆阳笑了笑，说道：“还好吧，我最后也是勉强。”他只是谦虚的说法而已。事实上，即便 BOSS 来到他的面前，想要打中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的闪烁也冷却结束，随时都能逃跑。迟暮老人完全不信，刚才他就站在陆阳的身边，他可以从陆阳的眼神中看到100%的自信，完全没有一点遇到 BOSS 逼近产生的恐惧感，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一般。老弟，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工会？我给你年薪10万。迟暮老人说道。陆阳一愣，没有想到迟暮居然会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不过这点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对他而言却太少。先不谈这个，我们还是救人吧。陆阳说道。烈酒清风和5、6名玩家都躺在地上呢。迟暮发现陆阳并不对他的开价感兴趣，他不再谈这件事，高声对团里的牧师喊道：“救人，先把地上的玩家都救起来。”几个牧师都处在打过 BOSS 的兴奋当中，听到老板的话，这才反应过来，赶忙将烈酒清风等人复活。烈酒清风的鬼魂正在副本门口站着呢，本来他都感觉这次副本必败无疑了，尤其是看到团里的其他人也都灵魂状态的跑了过来，更是不看好其他人能够抗得住。正当他想着怎么才能扛住 BOSS 的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对话框。系统提示：玩家随遇而安对你使用复活术，你是否接受？是否？烈酒清风眨了眨眼睛，他不记得团队里面有人会战斗复活，那么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赶忙点下了是的按钮。画面一闪，他出现在了副本当中，看了看面前的迟暮老人，烈酒清风惊讶地问道：“真的打过了呀？怎么打赢的？”洛思雨走到了烈酒清风的身边，指了指陆阳说道：“高手的功劳，这家伙太强了。”众人一起点头，深表赞同。银色轻舞也走了过来，问道：“高手，能跟我们说说你用的都是什么技能吗？有很多我们都没见过。”陆阳说道：“当然可以。”他详细的介绍了一下火焰冲击、炽热急速、抗拒火环、火墙术和赤焰鸟这几个技能。当他们得知陆阳已经学会2个范围魔法之后，洛思雨和银色轻舞都露出了极度的神色。我们这些大公会的人都没有这些技能呢，你竟然有这么多！洛思雨郁闷的说道。银色轻舞也跟着卖萌的点了点头。陆阳失笑说道：“别闹，这个都看个人运气，我只是运气好一些而已。”迟暮老人说道：“这些技能我慢慢会给你们配全的，你们今天跟陆阳打这次副本，光是学习他的打法就能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提升。”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等法师同时点了点头，他们承认陆阳刚才的那一系列操作，暂时他们谁也做不到。银狼和君临灭天也都是一副认真点头的样子，看到陆阳的操作，让他们的眼界开阔了很多。陆阳说道：“我去开 BOSS， 看看这次能有什么好装备。”众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快看看！陆阳走到 BOSS 面前，开启装备，一件5级的白银级护甲爆了出来。给谁？陆阳问道。我的。烈酒清风开心地说道。
虽然刚才掉了经验，但是与这件装备相比，完全不值一提。陆阳笑着将装备递给了烈酒清风，说道：“你运气不错，这件衣服的属性相当好。”烈酒清风换上了这件5级铠甲，防御和气血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接着探索吧，一鼓作气将剩下的2个 BOSS 也都干掉。陆阳说道。好，所有人都在陆阳的带动下气势满满。迟暮老人招募陆阳的想法更是迫切。从城堡内厅上3楼，一群灰黑色的蝙蝠倒挂在3楼的房顶上。烈酒清风看了看数量，惊呼道：“怎么这么多？”陆阳问道：“怎么了？”这些蝙蝠躲避太高，魔法也能躲避得掉。之前打专家本的时候，他们造成的伤害不多，但是他们会一直追着我们攻击，很是烦人。烈酒清风说道：“这次必须打死蝙蝠之后再走，我再也受不了被蝙蝠追着咬的场景了。”洛思雨气愤地说道：“是啊，而且这次蝙蝠这么多，我查了一下，有36只，史诗本的伤害一定比专家高，我们恐怕扛不住。”银色轻舞也一脸赞同。君临灭天说道：“可是我们打不到他们啊，躲避那么高，法师都打不准。那怎么办？这么多蝙蝠，我们绝对打不过的。难道我们要卡在这里了？”众人一阵烦躁。陆阳说道：“我去试试看。高手，这个蝙蝠很特殊，特别考验准度的。”洛思雨说道。陆阳一笑，上一世他最后5年在东南亚丛林里跟人搏杀的时候，打的目标哪有站在原地不动的？为什么他能活着回来？因为在50米以内，他弹无虚发。看我给你们表演。陆阳来到了距离蝙蝠群30码的位置，倒挂在房顶的蝙蝠并不是都聚集在一起，而是4个一组围成一个正方形。蝙蝠等级8，气血500-500，在史诗本里面只有这么点血，显然他们的躲避能力高得惊人。陆阳瞄准一只蝙蝠，口中念起岩爆术的咒语，5秒钟之后，岩爆术在他手中形成，他瞄着一只蝙蝠打了过去，蝙蝠立刻四散飞逃，躲开了陆阳的岩爆术，在走廊不大的空间当中开始乱飞起来。哎，果然不行。烈酒清风说道。洛思雨和银色轻舞却没有说话，反而都紧紧地盯着陆阳。凭借女人的直觉，他们认为陆阳能够做到。陆阳站在原地，看着走廊里快速飞舞的蝙蝠，手中再次举起岩爆术。蝙蝠感觉到了岩爆术的温度，在空中飞得更加迅速。可是无论他们怎么飞，都是有轨迹可循的。突然间，陆阳打出手里的岩爆术，巨大的火球朝着空气中没有蝙蝠的地方飞了过去。一只蝙蝠恰好在空中后空翻倒着飞行，仿佛是他主动往岩爆术上撞一般。砰的一声，岩爆术正中蝙蝠身体。542，系统提示：你杀死了蝙蝠，你获得了114点经验。漂亮！烈酒清风忍不住喊了出来。这一下岩爆术让他的血液都要燃烧起来。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等团里的女孩更是激动的欢呼不已。他们想不到陆阳真的可以打中移动速度这么快的蝙蝠。陆阳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欢呼声，此时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蝙蝠上面。蝙蝠被打中之后飞的速度更快，并且规律更加不好掌握。不过任何事物终究是有规律可循的。陆阳看准机会，再次释放岩爆术。砰的一声，又一只蝙蝠落地。与此同时，陆阳用手一指空中，火焰冲击。一只蝙蝠如同主动撞在火焰冲击上面一般，被打晕在了天上，眼看着掉落下来。陆阳紧接着一招灼烧，将其打死。剩下的一只蝙蝠突然间在空中绕了一个半圈，朝着陆阳的侧面俯冲而来。小心！众人喊道。陆阳仿佛不知道蝙蝠过来一般，可是当蝙蝠飞到陆阳身前，即将张口咬他的时候，陆阳身体中猛然间冒出一股赤红色的力量，抗拒火环。冲过来的蝙蝠瞬间被陆阳咚的倒飞回去。与此同时，2道灼烧先后打中了蝙蝠的身体，蝙蝠莫等停稳身体，就死在了地上。不到1分钟的时间，4只蝙蝠被陆阳全部击杀，看得洛思雨等人惊叹不已。陆阳，你太厉害了！洛思雨走到陆阳身边说道。银色轻舞好奇地问道：高手，你是怎么做到火球术在手中凝聚而不释放的吗？还有为什么你的火球术每次都能打中他们？洛思雨和团里的其他法师也都好奇地看向了陆阳。陆阳说道：我这个叫做法师的自由模式。法师的自由模式？洛思雨和银色轻舞都惊讶地看向了陆阳，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师也有自由模式。银狼和君临灭天也走了过来。银狼问道：法师也有自由模式吗？陆阳说道：当然，任何一个职业都有自由模式，不过相比于战士、盗贼的自由模式，法师和射手一类的自由模式比较难而已。有什么特殊吗？银狼不解地问道。陆阳说道：法师的自由模式要自己念咒语，也要自己做出手势和引导体内的魔法能量，一个步骤出错，咒语都释放不出来。这是法师和近战类自由模式的最大差别。近战职业的所有技能都是瞬发，调动体内能量非常容易。法师最长的魔法咒语甚至有吟唱10分钟的，任何一个地方出错技能都无法释放出来。陆阳接着说道：打开自由模式之后，法师的所有攻击都是靠着他自己去瞄准，并不看你的命中等级。所以你能随时打中蝙蝠是吗？洛思雨问道。当然，陆阳说道。不过这种模式相当难，100个法师里面不一定有一个法师能做得到。迟暮老人走到陆阳身前问道：老弟，你能将自由模式的使用方法告诉我们吗？去哪才能学习啊？不要命中只对暴击就能输出，任何一个工会老大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陆阳说道。你们找到任何一个法师的职业导师都能学习自由模式，就在跟他交谈的那一栏中。原来那个不仅是法师的发展史啊！洛思雨惊讶地问道：你是怎么看下来的呀？多无聊啊！点开法师的职业导师选项，第一栏就是交谈，
法师的职业导师会跟玩家说差不多10分钟的法师发展史，夹杂在其中的就是法师的自由模式的咒语。陆阳失笑说道：“我这叫细心。”洛思雨郁闷地撇了撇嘴，不过他感觉陆阳说的很有道理，起码陆阳就发现了法师的自由模式。那要怎么练习啊？感觉很难的样子。洛思雨说道。陆阳说道：“后面还有32个蝙蝠，你们可以把我使用自由模式的方法录制下来，慢慢学吧。如果你们学会了，以后也能做到打 BOSS 的时候次次出暴击。”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等法师同时眼睛一亮，纷纷来到了陆阳的身侧，学习陆阳使用魔法的方法。陆阳笑了笑，开始输出。他之所以告诉洛思雨等法师关于自由模式的事情，是在为以后做准备。今天跟着迟暮老人打副本的这些人，未来都是迟暮老人倚重的高级玩家，很多都是团长和城主级别的。他想在未来创建帮派的时候与迟暮老人结盟，并不只是与迟暮本人结盟，而是与他的帮派结盟，那么就需要迟暮手下的支持。陆阳相信，今天他帮助洛思雨等人提前发现自由模式，未来洛思雨给他的回报会更大。很快，32个蝙蝠被陆阳击杀。洛思雨等人虽然在一旁观看，但是谁也没有看明白，感觉好难啊。洛思雨说道。银色轻舞和其他法师都附和的点了点头。陆阳说道：“别着急，有什么问题过后问我。好了，蝙蝠清理完毕，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早点打通这个副本。”好。洛思雨等人气势满满，从3楼走廊一路击杀小怪，来到了公爵大厅。一个身高2米多、穿着公爵礼服的巨型丧尸出现在了大厅中间。尤里斯公爵，等级15，器械250000250000。血这么多，众人都皱起了眉头。烈酒清风来到了陆阳的身边，说道：“这个 BOSS 不好打，他会4个技能。第一个技能是召唤灵狼，他在攻击过程中召唤一头精英级别的狼，攻击力非常高。第二个技能是散弹攻击，他会随机对3名玩家发动散弹攻击，散弹会弹射，如果不躲开，他会一直弹下去。第3个技能是公平决斗，他的气血下降到50%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人崩飞到天上，落地时所有人的气血只剩下1%，然后他使用回血技能，他血玩家也跟着回血，最多回血50%。第4个技能是致命伤害，他的攻击会产生叠加效果，每5秒钟叠加一次，我最多只能坚持30秒，就需要花2T 来抗。我们打专家本的时候灭了很多次，因为灵狼出现的时候，我和2T 交换起来非常麻烦。哎，不知道在这个 BOSS 这里要灭几次，我真的没有信心掌握好切换的时间。君临灭天说道，他已经将装备换成了防装。陆阳说道，我们先打一次试试看。其实这个 BOSS 非常好打，一次过没有任何问题，他带来的变杨树卷轴就是为了打灵狼的时候用的。大家还是3角形站位，以我为中心，遇到散弹立刻四散逃跑，记住千万别2个人往同一个方向跑。陆阳说道，这个 BOSS 最难的地方其实是在这里，不论多么精英的玩家被散弹打中都会慌乱，一乱就容易往人群里跑，那样就全都死了。陆阳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已经将攻击模式改成了全体攻击，说道，清风开怪。好的。烈酒清风跑到尤里斯公爵面前，冲锋开怪后拉着怪来到了距离陆阳他们30码的位置，然后转过身来。尤里斯虽然是僵尸怪，但是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双手大剑，追上清风后当头一剑487，平砍伤害就这么高，快加血。烈酒清风喊道。5个牧师同时给烈酒清风加血，陆阳给怪上了5层灼烧，带着队员开始快速输出，很快 BOSS 的血量降低到了90%。尝尝散弹的滋味。尤里斯公爵转头对着人群释放散弹攻击，3颗散弹瞬间打中了团队里的一个牧师、一个法师和一个猎人。我中弹了，3人同时喊道。陆阳喊道，牧师向左，法师往前，猎人往后跑。可惜散弹高达150点的伤害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3人慌乱之下跑到了一起，结果被反弹而死。陆阳就知道会是这样，好在他之前安排的是3角形站位，死人也就死3个，不会牵连到其他人。输出继续，不要管死人。陆阳说道。众人继续输出，不多时，尤里斯的血量降低到了80%，烈酒清风身上的伤害加深 buff 叠加到了6层。陆阳喊道，军战灭天嘲讽，清风退后。我的宠物，你在哪里？尤里斯高喊一声，他身边出现一个黑色的召唤阵法，一头灵狼从里面跳出。灵狼，精英，等级15，气血50000500000。烈酒清风此时刚好残血，他刚要硬着头皮去抗灵狼，陆阳喊道，清风停手。说话间，陆阳从背包里拿出变杨树卷轴，一道光芒闪过，凶猛的灵狼变成了一只半人高的小绵羊。高手，这是什么技能？烈酒清风问道。陆阳说道，这个是变杨树。他抬手给烈酒清风加血，连续3道治愈术让烈酒清风回满血之后，说道，所有人转换目标，跟我集火灵狼。洛思雨等人立刻将目标对准了灵狼。陆阳第一个使用灼烧攻击，灵狼受到伤害，从变杨树状态挣脱，恢复了狼形态，刚要朝着陆阳攻击，烈酒清风开启嘲讽，将灵狼拉到了他的面前。5万血的灵狼很容易击杀，很快就被打死，恰好此时到了30秒。陆阳喊道，灭天退后，清风嘲讽。军战灭天退出战团，清风嘲讽接怪，2人配合得十分完美。陆阳带着洛思雨等人继续输出，很快 BOSS 的血量被打到了50%。我要与你们公平决斗！尤里斯公爵怒吼一声，砰的一声，陆阳和其他16个活着的玩家同时被崩得飞起。公爵大厅的高度有8米左右，如果被崩飞到了天花板上，气血强制降低到1%。陆阳刚刚被崩飞，他身上白光一闪，
刹那间出现在了地面。看着正在施法的尤里斯，陆阳迅速使用火球术攻击。施法的尤里斯如同一个活靶子，被陆阳连续打中了3下脑袋，气血再次下降了2%。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等人本来都在等待落地，可是他们看到陆阳的做法，瞬间都明白过来，原来闪烁还能这么用。银色轻舞略有所悟地说道：“我们法师团都有这个技能，下一次 BOSS 再用公平决斗，我们也这么打。”洛思雨说道。此时众人都已经落地，除了陆阳，每个人的气血都只剩下1%。尤里斯双手举过头顶，开始恢复生命值，每秒恢复1%的气血上限。这个技能不仅给 BOSS 加血，也给玩家加血，同样是每秒恢复1%。陆阳喊道：“牧师主家烈酒清风，我家君临灭天，法师各自用绷带加血。”说话间，陆阳连续用出2个治愈术后，对尤里斯使用法术反制，打断了 BOSS 的加血技能。出来吧，我的宠物，杀了这些该死的敌人！尤里斯怒吼一声，召唤琳琅。陆阳不为所动，再次举起变羊术卷轴，将琳琅变成了绵羊，轻松地带着众人平稳度过这一阶段。继续输出，琳琅被打死后，尤里斯发动散弹技能，3颗散弹朝着法师团飞奔过去。此时，法师团的玩家只是用绷带恢复了50%的气血，一旦遭到散弹弹射2次，必死无疑。法师团顿时慌乱起来。陆阳看到这个情况，瞬间闪烁到了法师团的中央。抗拒火环，站在陆阳周围的法师团成员瞬间被陆阳崩飞的四散开来。3颗散弹命中法师团的3个人，刚要折射，却因距离太远而没有目标，再次轻松度过。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等人本以为必死，没有想到陆阳还能这么打，顿时松了口气。陆阳喊道：“加油输出 ，BOSS 的血量只有最后的20%了，别让他狂暴。”他又喊道：“小心 BOSS 的崩飞，法师学我的方法，用闪烁躲避。”好的，洛思雨等人同时应答。我要求与你们公平决斗。尤里斯咆哮一声，发动技能，全团成员再次被崩飞到了天空中。可是这一次，空中同时亮起10道白光，陆阳和洛思雨等人同时使用闪烁，毫发无损地落在了地上。法师团输出，陆阳喊道。洛思雨等人火力全开，一边输出，他们一边看着陆阳。此时，陆阳使用自由模式，每一下攻击都精准地打在 BOSS 的脑袋上，导致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出暴击。952、976，一个个伤害可观的数字让他们看得羡慕不已。再对比他们一次250多点的输出，让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学会自由模式。很快，所有人落地 ，BOSS 开始回血。只是这个时候 ，BOSS 的血量只剩下10%。陆阳喊道：“清风后退，灭天嘲讽，牧师全力给灭天加血，其他人输出，我们争取一波打过去。”说话间，他使用法术反制，打断了尤里斯的恢复技能。尤里斯再次怒吼，召唤琳琅。可是他第3次召唤的琳琅依然被陆阳一个变羊术卷轴控制住。而这一次，陆阳没有让法师团攻击琳琅，而是继续让所有人攻击尤里斯。不一会，尤里斯就被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击杀了尤里斯公爵，你获得了6532点经验。陆阳说道：“牧师复活团员。”他来到 BOSS 面前看了看装备，爆出来了一件5级的双手大剑，公爵的双手剑，白银级，等级5，伤害15-24，力量加6，体质加3，物理伤害增加12点。不错的装备，谁要？陆阳问道。给我，我的。迟木老人满面笑容地跑了过来，这把武器完全击中了他的内心。陆阳将双手剑交给了迟木老人，笑着说道：“你是全服务器第一个拥有5级双手剑的玩家，恭喜！”迟木老人哈哈一笑，说道：“多亏了老弟娘，我不会亏待你的。这次副本你什么都没拿，等出了副本我立刻给你打钱。”陆阳莞尔，他发现迟木为人还挺有意思的。打副本到现在，迟木在观察他，他也在观察迟木。虽然迟木年纪60岁了，但是他在游戏里面的反应速度却一点也看不出年纪，与银狼和君临灭天一般无二。陆阳还发现一件事，团里的另外一个上世纪80后的盗贼，速度也非常快。显然，在没有肉体的拖累，他们都显露出了曾经身为高手的实力。钱就不用给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宝石就行了。我们继续。陆阳说道。前面还剩下最后一个 BOSS， 是亡灵大法师布莱德曼，就是他使用禁咒复活了尤里斯等人。第2世界，官方曾经出过一本编年体的小说，其中有一章详细介绍了大法师布莱德曼的来历。他曾经是人类著名的寒冰法师，但是他贪恋永生，临死前将自己转成亡灵巫师，遭到圣光审判所的追捕。陆阳带着队伍穿过公爵大厅，一路击杀小怪，来到了城堡右侧转角。这里有一个旋转楼梯，直通地底实验室。烈酒清风一边带路一边说道：“之前打专家本的时候，我们没有打过去。第1阶段 BOSS 释放的冰霜混合物，直接让我们灭团了。”陆阳失笑，他记得冰霜混合物这个技能，这是一个标准的考验团队指挥眼力的技能。冰霜混合物向目标周围50码区域投掷冰霜混合物，造成每秒100点伤害，同时降低目标区域内玩家50%的移动速度。BOSS 投掷时候手法的隐蔽性非常强，不是高端指挥绝对看不出来，而一旦看错了，就代表团灭。别担心，我们试试看，无论什么样的 BOSS 终究会有弱点的。陆阳说道。有了之前3个 BOSS 的经历，包括银狼和洛思雨在内的所有玩家都对陆阳佩服之至。他已经做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带队打通副本的奇迹，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对陆阳信心满满。迟木老人明显感觉得到，团队当中的所有人的气势都十分的高涨，这与他之前带队打副本是截然不同的2个情况。就算是他用现金鼓励，也做不到这一点，这让他对陆阳愈加的推崇。
一行人从旋转楼梯走到了城堡地下室，推开大门，一个有马的巨大实验室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全身穿着黑色长袍的布莱德曼正站在实验室中间的桌子上调制某种蓝色试剂。亡灵法师布莱德曼，等级15，气血00。陆阳说道：“我们先打一次试试看，所有远程职业都站在我的附近，听我统一指挥。这个 boss 比较难，稍有不慎就会死人。近战职业听到我让你们跑，你们立刻就跑，知道吗？”烈酒清风问道：“包括我吗？”陆阳说道：“你不用动，5个牧师会专注给你治疗，我也会给你加血。你只要背对着我们，拉住 boss 的仇恨就可以了。”事实上，这个 boss 几乎没有打 MT 的技能，所有的技能都是针对输出职业的，只要陆阳的指挥不出现失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清风开怪，我们争取一次打过去。”陆阳高声说道。“好烈！”烈酒清风跑过去对布莱德曼发起冲锋，随后带着布莱德曼来到了距离陆阳他们30码的地方。“又有人类，跟我一样获得永生怎么样？让我来救赎你们！”布莱德曼从怀里掏出一个冰蓝色的瓶子。陆阳喊道：“近战不动，所有远程职业停手，跟着我往左侧跑。”洛思雨等人都是高玩，执行能力非常强，哪怕正在施法也全都停手，跟着陆阳跑向了地图左侧位置。刚跑2秒钟，布莱德曼将瓶子投掷到了他们刚才所站的位置，以瓶子为中心，50码范围之内全部变成了冰霜，不过没有打中一个玩家。洛思雨等人惊讶之极，他们没有想到陆阳真的可以带着他们躲过这个技能。陆阳带着队伍一直跑到了左侧角落位置才停下，喊道：“继续输出。”1分钟之后 ，BOSS 的血量下降到了80%。尝尝我新研发的毒药。布莱德曼从怀里拿出来一个绿色的瓶子，轻轻摇晃了一下。陆阳喊道：“近战后退20码。”清风拉着怪往左侧走。银狼等人不敢怠慢，迅速撤退，但是有2个玩家没有听指挥。布莱德曼将瓶子往他烈酒清风的身上一摔，绿色的有毒物瞬间铺满他脚下20码的范围。150，一个每秒降低150点血的持续伤害出现在烈酒清风的身上，同时降低他50%的移动速度。烈酒清风有牧师加血抗得住，另外2个玩家却扛不住，2人没等跑出范围就死在了地上。等烈酒清风跑出了毒素范围，陆阳喊道：“近战继续输出。”此时 BOSS 的血量还有60%，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实力。布莱德曼双手指向天空，所有人的头顶同时出现了一朵黑云。陆阳喊道：“所有人停止输出，法师跟着我向右侧跑，近战往右跑5码，清风拉怪向右侧走5码。”银狼和君临灭天等人刚跑到 BOSS 身边，没等输出又要跑，2人都有些无奈。不过有了刚才那一次的死人，所有近战都乖乖的跑开。陆阳这边刚带着队伍跑到地图中间位置，在他们刚才的位置下起了寒冰碎片。近战也是如此，不过有陆阳的指挥，他们都提前躲避了过去。烈酒清风一边拉怪，一边对他身边的迟木说道：“老大，你发现没有，这次打怪很轻松啊。”迟木点点头说道：“确实如此，有陆阳指挥，这 BOSS 打起来没有感觉到一点难度。”上世纪80后的玩家引刀说道：“老哥，陆阳这人你怎么也要招进来？之前我们怀疑他是内测玩家，但是光凭他带队的能力和眼力，都比团里的那些所谓的高玩强甚多。”迟木说道：“我给他10万年薪，可是他不来啊。那是你诚意太少，有这个带队能力，让雄霸发现的话，你认为雄霸会给他多少钱？还有其他财团，你感觉他们会给这个人多少钱？”引刀问道。迟木老人瞬间反应过来，说道：“你这话有道理，这游戏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戏。不说别人，你看我们这些老头子就绝对离不开这个游戏。我们在现实中身体因为年龄的原因变得行动迟缓，可是在游戏里面我们却找回了年轻人的感觉，这游戏有毒。”引刀点头说道：“我看好这个游戏的未来，值得我们去认真投资一下。”迟木侧过头看了看正在指挥的陆阳，说道：“好吧，一会打完 BOSS， 我会给他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价格。”此时 BOSS 的血量只剩下了40%，布莱德曼释放魔法的速度更快，寒冰混合物、寒冰碎片和毒药技能平均每20秒释放一次，输出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即便如此，在陆阳的指挥下，还活着15名玩家。大家坚持住，胜利就在眼前，千万听从指挥，别掉队。陆阳喊道。洛思雨等人虽然躲避的辛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刻像这样有信心能够打得过 BOSS。所有人都认真的听从陆阳的安排，说跑就跑，说停就停。很快 BOSS 的血量就剩下最后的20%。看我的毒性催化剂。布莱德曼的手中出现一个装满金色药水的玻璃瓶，他朝着远程法师团丢了过去。陆阳眼睛一亮，喊道：“法师团向右侧跑20码，我留在这里。”洛思雨等人惊讶地看向了陆阳，不过他们还是听从安排跑向了右侧。金色药水的玻璃瓶掉在地上后摔得粉碎，金红色的能量喷涌而出，铺满了周围20码的区域。陆阳的身体瞬间布满了金色能量。系统提示：你的魔法伤害提高100%，你每秒受到100点法术伤害。这个是 BOSS 的陷阱技能，当他还剩下最后20%气血的时候，很多法师玩家贪图伤害的提升，强行走进催化药剂的范围输出。可是在这个级别，几乎没有法师能够承受得住每秒150点的法术伤害。但是陆阳除外，他有魔神之心和一身装备属性上的加成，气血有500多，扛住催化药剂不是任何问题。他硬抗技能3秒钟发出一枚火球术，随后瞬间闪烁到范围边界。1842暴击，伤害这么高，有法师玩家忍不住学着陆阳走进了催化药剂的金色圆圈中，结果没等释放魔法就死在了地上。陆阳一边给自己加血，一边喊道：“别进去，你们扛不住。”说话间，他又走回了能量圈，
再次释放火球术之后又走了出来。1836暴击，洛思雨等人看得羡慕不已，他们也想有这样的输出。BOSS 本身就剩下5万点血，哪里受得了陆阳这样的输出？再加上洛思雨等人的攻击，又坚持了10秒钟的时间，被陆阳他们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恭喜迟木老人带领的团队全世界首通永夜城堡。这一声提醒同时出现在欧美日韩等所有开通这款游戏的国家，瞬间引起了全世界震动。永夜城堡被人打通了，欧洲某挑战极限已经打到永夜城堡史诗本尤里斯公爵面前的20名玩家同时震惊地看向了系统公告。比我们快这么多，哪国的？日本还是韩国？不是中国？这怎么可能？他们是怎么挑战过去的？没人能够回答，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韩国、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的数百个顶级团队同一时间几乎都打到了尤里斯公爵的门口，但是现在他们都停下了战斗，因为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全世界无数玩家在网络上进行讨论，同时都记住了迟木老人这个名字。国内服务器中，迟木老人的通话器更是被打爆了，不过他没有去接任何人的电话，而是来到了陆阳的面前。老弟，跟我过来一下。迟木老人说道，他拉着陆阳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口。陆阳问道，什么事？迟木老人诚恳地说道，老弟，我想跟你谈谈加入我工会的事情。陆阳刚要拒绝，迟木老人接着说道，不要忙着拒绝，听听我的条件。陆阳问道，什么条件？我给你50万信用点的年薪，聘用你当我工会的第一副会长，聘用时间5年，怎么样？迟木老人信心满满地看着陆阳，这笔钱和这么大的权利，迟木老人不信陆阳不动心。陆阳想了想，上辈子资本进入游戏的时候，迟木的工会人数最高达到50万，他让自己当第一副会长，这种权利确实诱人。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抱歉，我不能接受你的聘用。迟木老人惊讶地问道，为什么？是我给的薪水太低？陆阳说道，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他在未来势必要跟刘杰进行一番较量，迟木老人今年已经60岁了，玩游戏的目的更多是娱乐，不可能为了他去跟同级别的刘杰财团进行生死对抗。迟木老人有些反应不过来，不过他没有深究，洒然地说道，好吧，那这件事先放在一边。多谢。陆阳说道，我们先回去开装备吧。迟木点了点头，随着陆阳回到了副本当中，尹刀和烈酒清风两人激动地看着迟木，他俩都知道迟木会用重金聘请陆阳，都在等着迟木公布好消息。可是当迟木来到两人面前的时候，却只是一副微笑的模样。陆阳来到了布莱德曼的面前，开启装备，得到了一件白银级的魔法袍和一枚碎裂的蓝宝石。亡灵法袍，白银级，等级5，防御4-6，体质+4，智力+7，法术伤害+18，法术暴击几率+18。事先定好的宝石我拿走了。陆阳感觉自己运气不错，宝石的种类有10多种，他第一次打就获得了蓝色的智力宝石。迟木老人说道，亡灵法袍你也拿走吧，就当我送你的礼物，之后的智力宝石我会在2天之内给你送过去。陆阳说道，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他把宝石和魔法袍都放到了背包里面，跟洛思雨等人摆了摆手，使用回程券飞回到了圣加尔城。烈酒清风看到陆阳走了，急忙来到了迟木老人的身边，问道，老大，你没招募陆阳吗？洛思雨和银狼等人也好奇地走了过来。我怎么没招募？我还给他50万的年薪，这样优厚的待遇他还不来，我能怎么办？迟木老人有些生气地说道。尹刀好奇地问道，这么高的薪水都不来，真是奇怪。别管他了，我们先回去招人。别的不说，陆阳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迟木老人说道。众人都点了点头。此时不仅迟木的通话器被打爆了，他们这些人也都被打爆了。无数人想要入会，毕竟现在5级的白银装备是最稀有的东西，谁能拿到谁就能抢占先机。陆阳回到圣加尔城后，朝着拍卖行走去。对于拒绝迟木的事情，他一点也不后悔。老天爷给了他重生一次的机会，他要是给人卖命，简直天理难容。忽然间，路边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高手，高手！陆阳侧过头一看，蓝宇正坐在路边的咖啡厅，冲着他招手。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也都在。他笑着走了过去，问道，怎么有空在这休息呢？偶尔调剂一下生活吗？蓝宇说道。夏雨薇和张子博也纷纷和陆阳打招呼。高手，真的是多谢你的帮忙了，我们的工作室正式开始扩张了。张子博说道。陆阳笑着问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多亏了你给我们的 bug 打怪点，我们都快速到了5级，我们几个决定正式投资，招募玩家组建工会。张子博兴奋地说道。陆阳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引起了蝴蝶效应，上一世夏雨薇他们是在游戏开服半年后才开始投资的。陆阳说道，那这是恭喜了。哎呦，这不是全服第一高手吗？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店门口传来。陆阳侧过头一看，发现郑远从门口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容。陆阳没有搭理郑远，而是看向了夏雨薇。夏雨薇有些尴尬，说道，郑远是工作室的投资人之一。蓝宇悄悄地给陆阳发了一条消息，说道，别难为雨薇姐了，郑远的爸妈和我们的爸妈是世交，他们发话了，雨薇姐没法拒绝。陆阳失笑，发信息说道，我哪怪他了，只是好奇而已。坐在蓝宇身边的一个女子发现陆阳和蓝宇正在用眼神交流，看了郑远一眼，故意说道，雨薇还有蓝宇，这次真的是多亏了郑远帮忙呢，他可是投资200万，可以招募很多高手呢。说完话，女子还有意无意地看了陆阳一眼。陆阳看得出来，女子挑衅自己的目的明确。郑远对于自己能开工会更是非常的得意，看陆阳的时候也一改之前颓废，转而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道，陆阳老弟，
既然所有人都说你是国内第一高手，来我们公会怎么样？我给你月薪5000，让你当个团长如何？郑远你也太大度了吧，这样就让他当团长，小心你招募来的那些顶尖高手不愿意啊。女子继续说道。郑远高声说道，不愿意就滚，老子出钱雇他们，还敢跟老子反抗？够了，郑远你给我闭嘴！夏雨薇和蓝雨同时怒视郑远，傻子都听得出来，郑远这是摆明在侮辱陆阳。陆阳的脸色也冷了下来。正当此时，身后传来一个叫喊声，高手兄，等我一下。陆阳回头一看，发现是烈酒清风。等对方跑到面前，陆阳好奇地问道，你怎么过来了？烈酒清风将4个碎裂的蓝宝石交给了陆阳，说道，我们老大说了，让我先把这个给你送来。陆阳一愣，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打到了？烈酒清风得意一笑，说道，嘿嘿，你那边打的时候，我们老大就在一旁录视频，并且同步传送给我们下面的30多个精英团中，你这边打完了，他们那边也跟着打的差不多了。陆阳无语，他还是被迟木给坑了，说道，怪不得和老头打副本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呢，原来在同步上传视频呢，怕说话影响到他手下听我指挥喊的话，太阴险了。合着陆阳等于一个人同时指挥30多个团队在打副本，迟木玩的这一招高明的无懈可击。虽然在有些 BOSS 上面陆阳的打法他们模仿不了，但是迟木雇佣的工作室都是国内顶尖的，这个副本并不太难，他们想一想就能找到替代的方法。烈酒清风嘿嘿笑着说道，老大那人太精明了，你被他算计正常。陆阳失笑说道，好吧，下次见到他我一定找他要劳务费。提到这件事，烈酒清风问道，高手，老大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对你的承诺年薪50万和工会第一副会长的承诺永远不变，只要你愿意，他随时跟你签5年合同。陆阳叹了口气说道，抱歉，我真的不能去你们工会，这不是我跟迟木老哥有意见，而是我自己有些问题，我不能去。烈酒清风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老大说了，他在工会给你留了一个名誉长老的位置，有人敢找你麻烦，你随时可以用我们工会的名义帮你出头。陆阳咂了咂舌，迟木老人能做到这一点，情谊真的是有些重了，替我谢谢他。陆阳说道。烈酒清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夏雨薇他们一眼，这就是拥有7万人工会的副会长的气势。夏雨薇都没有资格让他看一眼，更何况郑远了。此时包括夏雨薇在内，所有人都惊呆地看向了陆阳。蓝雨惊讶地问道，高手，刚才是你帮迟木老人打通的永夜城堡史诗本的呀？陆阳说道，是啊，迟木要给你年薪50万，还当第一副会长，你还拒绝了？蓝雨接着问道，是啊，刚才你们不是招募主力团团长吗？不如我来给你们当怎么样？陆阳笑着问道。呵呵，好是好，可是我们可给不起你50万的年薪。蓝雨明知陆阳是在反讽郑远，不过他依然一本正经地说道，工会建立数不清的地方要花钱，他们在招募玩家上面的年预算才50万。郑远的脸色此时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夏雨薇和张子博也都尴尬不已。之前他们一直没有看得起陆阳，以为他只是一个比其他人运气好的普通人，如果他们拿出家族的力量，陆阳根本不被他们看在眼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迟木老人竟然聘请他去当7万人工会的第一副会长，一人之下7万人之上，而且迟木老人还在不断的投钱，不断的招募顶尖高手和普通玩家。用不了多长时间，迟木老人手下的玩家就能达到10万人。一个这样帮派的第一副会长，如果是迟木老人跟他们开口，夏雨薇和张子博等人自认无法拒绝。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夏雨薇顾不得尴尬开口问道。陆阳失笑，游戏未来的发展他们不会知道，陆阳跟他们讨论也没有意义。我还有事，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吧。陆阳说完话转身离开了。夏雨薇没有想到陆阳这么不给他面子，顿时尴尬的无地自容。张子博等人也很是无奈，他装什么啊？坐在桌边的女子嫉妒地说道。夏雨薇叹息一声说道，如果没有迟木的话，他什么都不算，现在他却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众人点头，有了迟木的这句话，等于是奠定了陆阳在这个游戏中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一般工会更是不敢惹他。张子博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本来我还想让蓝雨去找陆阳帮忙，再告诉我们几个打怪的地点，现在找不成了。夏雨薇看向郑远，恼怒地说道，郑远，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如果不是我们之前跟陆阳有交情，我们工会末等建立起来就让他给废了。郑远脸色如同猪肝，还没有从刚才的打击中反应过来，骤然间听到夏雨薇的责怪，脸上顿时浮现出狰狞的表情，说道，他敢，我找人废了他。混账话！夏雨薇怒了。蓝雨无奈地叹了口气，懒得去听两人的争吵，发信息给陆阳说道，高手，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陆阳走过街角，找到了一个无人的位置，念动咒语飞回到了魔神殿，刚落地收到了蓝雨的消息，不禁失笑着说道，我哪有时间跟他们生气，郑远这种小角色都值得我生气的话，那我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我是真的着急有事而已，替我跟夏雨薇说一声，我不在意的。蓝雨松了口气说道，刚才你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以后都不搭理我们了呢。陆阳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是蓝雨，他疼爱地说道，傻丫头，我怎么可能不搭理你，乖乖的省去，早点到8级，我帮你去打8级的副本。哦，蓝雨说道。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蓝雨对陆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仿佛陆阳就是他的大哥哥一般，总是在不断的保护他，关心他，他很享受这种被陆阳关怀的感觉。陆阳都能想象到蓝雨此时可爱的小表情，不过他内心的紧迫感却越来越强烈。关闭了聊天框，陆阳来到了魔神祭坛，他把4个碎裂的蓝宝石放在了上面，点击合成。系统提示：
你合成了一枚蓝宝石。蓝宝石，等级0，智力+6。他把蓝宝石放在了背包里面，现在他只要给装备升级，就能镶嵌宝石了。不过，给装备升级的材料比较特殊，是一种叫做黑铁矿石的物品，普遍存在于7级的僵尸矿洞当中。玩家到了7级，可以到僵尸矿洞当中挖矿赚钱。矿石分为铁矿石、铜矿石、银矿石、金矿石和黑铁矿石。前面4种材料都可以卖到不错的价格，只有黑铁矿石系统的收购价只有1个铜币。上辈子大量玩家都到了7级，在僵尸矿洞挖矿的时候，挖了1天的玩家，往往因为背包不够，将黑铁矿石扔在地上，都认为黑铁矿石是系统难为玩家的恶作剧。一直到游戏开服半年之后，有玩家找到了武器升级的隐藏任务，之后更是发现了黑铁矿石的真正作用，这才让黑铁矿石回到了它本来的价位。这一世，全服玩家到了7级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却都是顶级玩家，没人会去矿洞挖矿，更何况挖矿是一门技术活，想要挖到高品质的黑铁矿石，没有3-5个月是做不到的。正当陆阳想办法的时候，忽然间，陆阳感觉到现实中有人在敲自己家的房门。陆阳有些皱眉，此时应该是半夜12点左右了，这个时间段来敲门，让他感觉很有问题。他赶忙退出游戏，来到了门口，问道：“谁在敲门？”敲门声戛然而止，陆阳却没有立刻听到对方的回答，等了好几秒，一个沧桑的声音出现：“你好，我是陆从军的战友，我找他有些事情。”当陆阳听到这个充满沧桑的声音的时候，他激动的眼泪差点流了下来。这个声音这辈子他也不会忘记，这个人就是上一世将他从刘杰走狗手下就走，并且培养他5年回去报仇的师傅韩忠。他赶忙打开门，此时韩忠的手臂和小腹正勃勃地流出鲜血，模样十分的憔悴。在韩忠的身边是2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女孩的名字叫做韩颖，男孩的名字叫做韩飞和韩宇。这3人就是上辈子陪他回到国内报仇的3个兄弟。求求你，让我们进去行吗？我父亲快要不行了。韩颖哭着哀求道。韩飞和韩宇2人也是一脸哀求和彷徨。陆阳猛然间回忆起来，上辈子韩忠曾经受过重伤，那次韩忠也是来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时也是如同现在这般场景，他让韩忠进了家门，并且帮助其包扎伤口。不过那个时候陆阳的父亲还在外地没有回来，韩忠与陆阳不熟悉，也担心被仇家找上门连累了陆阳，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也正是在那天晚上，仇家追上韩忠，最终韩忠以1条手臂为代价杀了对方，却也少了1条手臂。陆阳每每想到那件事，就恨自己当时不懂事，这一世重生，陆阳满脑子都是仇恨，忘记了这件事。幸好韩忠还是找到了自己。快进门，我去给你们拿药。陆阳赶忙将师傅韩忠搀扶进来。韩忠以为陆从军在家，走进来后刚要问，却发现家里面只有陆阳一个人。孩子，你父母呢？陆从军问道。陆阳说道：我爸妈都出差了，要2-3个月才能回来。韩忠一愣，坐在了沙发上，说道：孩子，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确实是你父亲的战友，你可以打电话确认一下。陆阳也正有这个想法，说道：我听父亲提起过您，您稍等，我这就给我爸妈打电话。说完话，他先给韩忠和韩颖3姐弟拿来热水、毛巾和纱布，说道：先处理伤口，家里的纱布是我爸怕我一个人在家意外受伤，在2个月前买的，都是干净的。韩颖3姐弟顾不上感谢陆阳，连忙接过纱布和毛巾给韩忠处理伤口。韩忠的身体剧痛，但是他发现陆阳居然一点也不畏惧自己，还这么照顾自己，不由得心下生出好感。孩子多谢了。陆阳心道：师傅，这是徒弟应该做的。他拿起电话说道：应该的，我爸跟我说过，您是他生死之交的战友。韩忠露出回忆的笑容，说道：想不到你爸还跟你说过我和他的事情。陆阳在这件事上没有胡说，有一次他爸喝多了，将他们2人当年在边境当兵的经历说了一些，其中就有他和韩忠多次互相救命的故事。他拿起电话打给了父亲，很快电话接通，当陆从军从陆阳口中得知韩忠来了的时候，立刻激动的让韩忠接电话。2人聊了好一段时间，韩忠才把电话还给陆阳。儿子，我这就给你打2万块钱过去，你去外面的 ATM 机取出来交给你叔叔，让他在附近找一个地方住下。陆从军说道。陆阳听得出来，父亲顾虑到自己的安危，不想让陆从军住在家里，但是又舍不得战友情，于是他让自己给韩忠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老爸，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你放心吧。陆阳说完话，挂断了电话。韩颖3姐弟此时已经为韩忠包扎完伤口，都在紧张地看着陆阳，生怕陆阳会赶他们走。陆阳说道：我爸说了，让你们就在我家住下，等叔叔的伤好了再走。韩颖3姐弟同时松了一口气，韩忠却一愣，他刚才跟陆从军叙旧的时候，陆从军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呀，他也理解陆从军的想法，所以他已经准备走了，没想到陆阳居然这么说。陆阳哥，多谢你了。韩颖站起来恭敬地说道。韩颖此时只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脸孔虽然青涩，却带着成年人才有的那种沉稳和忧愁。韩飞和韩宇是双胞胎，2人比韩颖小1岁，此时2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脸上充满了愤怒与不甘，远不像后世那般沉着冷静，不过却也显现出2人的锋锐。陆阳哥，谢谢你。2兄弟也一起真诚地感谢道。在茫茫的人海中，一个陌生人在这个情况下愿意施以援手，2人真心的感激。陆阳拍了拍2人的肩膀，又递给韩颖一条干净毛巾，说道：安心主宰者，今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接着陆阳又对韩忠说道：叔叔，我爸跟我说了，今晚就算是锁也要把您锁在这里，您绝对不能走。韩忠想了想，他自认已经甩掉了追兵，休息一晚应该没有太大事情，说道：那好吧，明天一早我们再走。陆阳说道：我现在下去给你们买换洗的衣物，你们等我半个小时，我很快就回来。楼下不远的地方就是大型购物超市，
陆阳走10分钟就能到地方。跟韩中4人告别后，陆阳来到了楼下，给4人买好了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后，陆阳买了2把水果刀。水果刀是木质刀柄，刀身长10厘米，宽3厘米。他担心今晚敌人就会找到他家，准备用来防身。从超市回到家门口，陆阳用钥匙拧开了大门，却发现门被反锁上了。谁？门内传来了韩飞的声音。是我，陆阳说道。韩飞警惕地打开门，确定只有陆阳一个人，这才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我以为你被人挟持了呢。韩颖说道：小弟胡说什么呢？他担心韩飞吓到陆阳，导致陆阳将他们赶出去。哦，对不起，韩飞嘟囔地说道。陆阳看着韩飞收起的飞刀，露出怀念的笑容，说道：小弟，飞刀借我一下。干嘛？韩飞将飞刀放在了陆阳的面前。陆阳接过飞刀后，突然间将飞刀收到了手心内侧，紧接着右手猛然间投掷而出。韩中和韩飞3人顺着陆阳手指的方向一看，飞刀正中墙壁上挂着的一个飞镖靶子上的中心处，并且没进去整个刀尖，显然已经刺穿泡沫做的靶子钉进了墙壁当中。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韩中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刚才陆阳显露出的手法和技巧跟他的独门绝技飞镖投掷一模一样，而且这手法如此老练，绝不是偶然间做到的。陆阳心道，这一招当然是上辈子您教给我的了，不然一个城市人怎么可能会用飞镖杀人呢？我没事就练飞镖，瞎扔的。陆阳胡诌道。陆阳大哥，真的假的？我扔的都没你准。韩飞欲哭无泪，这一招他练了2年了，才窥到门径。韩颖和韩宇也被陆阳这一招震撼到了，韩颖更是露出迷茫的厌恨。他记得父亲说过，飞镖和飞刀完全是2回事，2种暗器投掷的姿势都不同，更何况陆阳投掷的姿势如此标准。你以前学过投掷飞刀吧？韩颖问道。陆阳从韩飞手里接过剩下的14只飞刀，照着墙壁上的靶子连续丢出去2只，全部命中靶心。这很难吗？我感觉很容易啊，电视剧里小李飞刀不都是这么扔的吗？陆阳继续胡编。韩中可以确定陆从军不会飞刀，他又从来没有见过陆阳，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陆阳真的是从电视剧那学来的。孩子，你的资质不错，想认真的学习飞刀吗？韩中问道。陆阳说道，当然想了。韩中站起身，用没有受伤的手拿起剩下的飞刀，同时投掷向了靶子。一瞬间，3把飞刀同时插进了靶子最外围的那一圈上半部的3个节点。如果你想学习，我可以教你。韩中说道。陆阳正愁找不到机会重新拜师呢，恭敬地说道：师傅，我想跟您学习。韩中十分满意陆阳对自己的佩服，哈哈大笑地说道：拜师的事情得由你父母来定，这个暂且不说，我先教你飞刀的投掷方法，你要记住，投掷飞刀首先要学会。陆阳对韩中教导的飞刀投掷技术早就烂熟于心，并且根据他自身的特点改良了很多投掷方法，如今再听一遍基础知识，他倒是感觉挺新鲜的。韩中对于陆阳的教导时候，也在教导韩颖3姐弟，不过韩中由于身体失血过多又劳累过度，讲了一会就乏了。陆阳说道：师傅，您睡我爸的房间吧，小颖睡我的房间，我和小飞和小雨他们俩今晚在客厅睡。韩中说道：也好，小飞和小雨，你们2个人值班，注意安全。好的。2人同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陆阳说道：卫生间有洗浴，你们先去洗漱一下再去休息。韩中点头。等4人先后洗漱之后，陆阳已经换好了2个屋子的干净床单，并且准备好了新的被子。送韩中和韩颖回到屋子里休息后，他回到了客厅，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韩飞和韩宇2兄弟正在好奇地看着电视。陆阳走了过去，笑着问道：你们2个想看什么？陆阳大哥，你看的什么电视剧学会投掷飞刀的？我们也想看。韩飞说道。韩宇也一个劲的点头。在飞刀投掷这一项上面，2人发现他们在这方面的天赋上非常差，只有他们的大姐韩颖学到了父亲的真传，他俩完全学不明白。陆阳恍然，他记得上辈子韩飞和韩宇2人擅长的都是近身搏杀，而且还是刺杀，远程的话他们只会用枪，中程他们完全没辙，这是他们俩唯一的缺点。那个电视剧早就演完了，明天有空的我在网上找给你俩。陆阳说道。紧接着他问道：你们是得罪了什么人吗？到底是谁要杀你们？这件事上辈子韩中他们并没有细说，陆阳当时只记得复仇，也没有多问这件事。如今重活一世，他要替他师父报断臂之仇。韩飞和韩宇2人都没有心机，陆阳又在这种情况下收留他们，2人早已将陆阳当成一个可以信任的大哥哥。我来说，我们得罪的是缅甸那边的一个坏人，那人想要。一番详谈，陆阳明白过来，原来韩中在那边倒卖玉石，结果得罪了当地一个有势力的地方豪强，对方派人杀他们，韩中打不过对方，被迫逃往内地。结果对方在内地颇有能力，可以查找到韩中等人住的酒店，再次派人追杀，韩中杀了对方3人，身负重伤，逃到了这里。陆阳问道：对方现在还有几个人？3个人吧，都是职业佣兵。韩宇说道。陆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职业佣兵？上辈子最后那5年，在东南亚丛林里死在他手中的职业佣兵没有300人，也有200多人。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现在他身体强度照上辈子差了很远，但是却比普通人强很多，更是比现在受重伤的韩中要强。既然韩中都能在上辈子杀了那3人，陆阳自信自己也没有问题。他对2人说道：你们也睡一会吧，今晚我替你们守夜。那怎么行？韩飞说道。他确实困了，连续多天逃亡，身体早已承受不住。陆阳失笑说道：乖乖的睡觉去，别忘了，你跟我的爸爸跟你爸一样是侦察兵出身，该会的我都会。
其实这些技术陆阳的老爸一样都没教给他，不过现在他用这招哄两个困得快睁不开眼睛的小孩正好。韩飞和韩宇真的是困得不行了，两人靠在沙发上说道：“那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有事你喊我。”陆阳笑了笑没有接话。他等两人睡下之后，从韩飞的背包里拿出10枚飞刀，关闭了屋内灯光后，躲在了客厅的衣柜当中，将身体融入黑暗。凌晨3点，世人陷入睡梦最深的时候，忽然间一个轻微的声响从门口传来。陆阳警觉地竖起耳朵，这个时候来的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来杀韩中一家的人。反锁的大门传来轻微的响动声，那声音极其微弱，如果是熟睡的人绝对不知道有人正在撬锁。咔咔咔，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紧接着一个比之前稍微大一点点的声音出现。咔的一下，门被人打开了，同时屋内灯光亮起。陆阳赶忙俯下身子，手中拿出准备好的飞刀。韩飞和韩宇两兄弟此时还在睡梦当中，猛然不知。韩中却警觉地来到了门口，刚往客厅探头，正好看到了前来杀他们的3个人。3人也瞬间发现了韩，不过3人没有用枪，而是同时拿出短刀朝着韩中冲了过去。韩中赶忙进屋躲避，同时面对3人，他没有丝毫胜算，唯有守住门口才是唯一活路。3人也知道必须冲进屋才能成功，赶忙追了过去。陆阳悄悄地打开衣柜门一点，从缝隙往外看了看，发现韩中已经守在门口，与3人对战上了，刀剑翻飞，凶险异常。韩飞和韩宇两人被金属交击声吵醒，看到父亲被攻击，两人刚要冲上来，却被一个黑衣人阻拦。韩中，你这次死定了，我们要杀了你全家！一个黑衣人脸色狰狞地说道。韩中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他知道如果他投降了，他和他的3个孩子必死无疑，只有他杀了眼前这3人，才有机会救下自己的孩子。只是眼前这3人的刀法平平，他却一条手臂受伤，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忽然间，韩中发现3人的刀总是攻击自己受伤的手臂，他忍不住地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在他准备牺牲自己的手臂用来换取3人的短刀的时候，陆阳看准2人全力攻击韩中一人，看着韩宇和韩飞都没有发现躲在柜子里的自己，去准时机，3把短刀同时扔出，正中3人后背。3个黑衣人同时向前跌倒，生死对攻，招招凶险。韩中发现3人同时出现破绽，突然间近身搏杀，一刀划过3人脖子，3人直接倒在了地上。韩中本以为是自己杀的，可是当他看到3人背上的短刀，再看看惊呆的韩飞和韩宇，又看了看走过来的陆阳，他才发现这3把短刀是陆阳投掷的。孩子，是你救了我们？韩中问道。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陆阳能够一次投掷3把飞刀，并且准确地命中3个敌人的后心要害。陆阳说道，当时情急之下有些慌乱，没多想就把3把飞刀扔出去了，侥幸。韩颖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刚才打斗声响起，他就来到了门口，本想伺机冲出去帮父亲，没想到被陆阳这么轻松地给解决了。陆阳哥，谢谢你。韩颖说道。韩飞和韩宇也缓过神来，两人一起来到陆阳身边，鞠躬说道，陆阳大哥，谢谢你。韩中也感动的不知道该怎么说，陆阳为了救他们，等于是背上了3起命案。孩子，这里有什么荒山吗？就是平时没人去的地方。陆阳说道，距离这里不远有一座荒山，几乎没人去呢。他住的地方就是城中村，往外走不远就是郊区，距离大山很近。那好，你找几个麻袋过来，再找几把铁锹，我们将他们埋到荒山上去。韩中说道。陆阳家里刚好有这2样东西，找到后将3人捆在麻袋里扔到了荒山上，找个坑就埋了下去。韩中一边填土一边说道，孩子别害怕，这件事以后出事了，叔叔就说是我做的，绝对不会牵连到你。而且这3个人都是坏人，你千万别有心理负担。陆阳心中失笑，上辈子这类人他杀的还少吗？根本就不在乎。不过他脸上还是表现出后怕的样子。没关系的，师傅，绝对不会有人发现的。他接着说道，既然敌人已经死了，这阵子师傅就在我那里好好的休养一阵子吧，别着急走。如果你现在走了，反倒是会被他们发现。韩中3人消失，会让对方以为他们跑进了荒山野岭，起码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去找那3个被杀的黑衣人，可以给韩中很长一段的缓冲时间。韩颖3人经过这一晚的相处，都对陆阳生出了感激之情，仿佛陆阳就是他们的大哥哥一般，可以让他们依靠。3人看着韩中都露出了希望的眼神。韩中也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说道，好吧，那我就再多待一段时间。太好了，韩颖3姐弟一起说道。陆阳也很开心，说道，以后你们就安心在家里休养，其他一切事情都交给我。处理完3个黑衣人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陆阳带着韩中和韩颖3人回到家中，几人都有些疲累，倒在床上后都睡了下来。陆阳在地上打了地铺，也睡了下来。等他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别动，再让我玩一会，这游戏太有意思了，给我玩一下。你都玩1个小时了。陆阳被2人的争吵声弄醒，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他发现韩飞和韩宇俩小子正在摆弄自己的游戏头盔，韩飞还戴在了头上，好像玩了起来。韩颖也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头盔，看到陆阳醒来后，他赶忙拉了拉韩宇，两人一起将头盔从韩飞的头上拉了下来。你们干嘛？我正在外面打怪呢，我这突然间出去会被怪打死的。陆阳失笑说道，放心吧，怪打不死你，没等他打你呢，就被周围的人给杀掉了。韩飞看着走过来的陆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陆阳大哥，没经你允许动了你的东西了。韩颖和韩宇也是一脸歉意。陆阳一点也不在意，问道，感觉这游戏怎么样？好玩？3人一起说道。陆阳这下愣住了，他记得上辈子自己让他们仨玩游戏赚钱，3人无论如何也不玩，想不到现在竟然想玩了。不过陆阳想想就明白了，那个时候韩中重伤，韩颖3姐弟已经长大，
并且习惯了时刻保持警惕，他们根本不会去触碰这类需要在一个地方停留10多个小时的游戏。现在则不同，此时的韩影三姐弟还是13、14岁的孩子，父亲也平安了，暂时不会有危险，三人自然恢复了少年心性。这样，我给你们3个一人买一个头盔，我带你们玩这个游戏。陆阳说道。真的吗？韩飞问道。可是马上，韩飞的脸色落寞下来，说道：还是不要了，陆阳大哥，这个挺贵的吧？韩影说道：我们看你玩就好了，不用给我们买的。韩宇也说道：我们还是别玩了，过阵子老爸又要去努力工作了，我们也要为老爸分忧才行。陆阳忍不住一阵心痛，他能够想象得到上辈子三姐弟到底受了多少的苦难。这个游戏头盔不贵，才500信用点一个，如果你们想要赚钱的话，不妨进入游戏来试试，在游戏里面赚钱要比游戏外面还快。陆阳说道。玩游戏还能赚钱？韩影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当然，你们在这等我，我去给你们买头盔，至于怎么赚钱，我会慢慢告诉你们的。三姐弟互相看了一眼，好奇心终究占据了上风，三人一起点头同意。陆阳让三人稍等，到了楼下从银行卡里取出钱后，给父母报了平安，这才到了学校门口的商店买了3个头盔。拿回家里后，韩影三姐弟开心极了，各种拿着一个游戏头盔，有些爱不释手。在陆阳的指导下，三人顺利登录游戏，其中大姐韩影选择用暗影术士，二弟韩飞选择用盗贼，三弟韩宇选择用猎人。陆阳在圣加尔城广场看到了进入游戏的三人，说道：你们先在游戏里面熟悉一下环境，一会我带你们去升级。第二世界如此魅力多姿，陆阳想要让他们先感受一下这个游戏的文化和乐趣，免得他直接带着他们去越级打怪，等级虽然高了，却不知道这游戏到底有何乐趣。好的。三小只脸上带着忍不住激动神色，开心地跑到外面玩去了。什么事？陆阳按下通话器问道。高手，我们已经搜集到8颗蓝宝石了，我一直在等你上线呢。烈酒清风说道。够快的呀。陆阳说道，他以为凭借迟暮老人的实力，怎么也要2、3天的时间才能集齐。我们公会为了你的事情可是拼尽全力，迟暮老大跟我们说，你要的东西必须第一时间集齐。烈酒清风说道。陆阳有些沉默，他知道烈酒清风说的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不可否认，迟暮真的是尽全力去完成他的要求。第二世界中的宝石种类有10多种，永夜森林即便打通也不一定给蓝宝石，他们能够在第2天就送来这么多，迟暮应该是发动了公会大量的人去打普通，本来获得宝石碎片。替我谢谢迟暮老哥。陆阳只能这么回答。烈酒清风有心再劝陆阳，但是他知道陆阳还是不会答应，遂不再说这件事，转而说道：你在哪？我现在在副本里面出不去，我派人给你送过去。陆阳说道：我在银行门口，等我2分钟。烈酒清风立刻派手下从公会仓库里面取出宝石送给了陆阳。蓝宝石智力加6。陆阳将这8颗蓝宝石放在了仓库当中，现在他只需要去给装备升级，就能将宝石镶嵌在装备上面。不过他去的地方有些特殊，需要有人给他挡伤害。他拨通了萧亮的通话器。老大，你找我？萧亮开心地说道。陆阳问道：在半兽人那里打得怎么样了？老大，我这要告诉你呢，我发现这个洞穴里面刷出来了一个比半兽人勇士还要大的全身钢甲的半兽人，我正打他呢，这是什么东西啊？萧亮将图片发到了陆阳的信息栏中。陆阳打开一看，惊讶地说道：兄弟，你还活着呢吧？这怪是半兽人领主，他会飞斧，能穿透 Bulletin 星号的岩石的。萧亮郁闷地说道：别提了，我刚刚被他从 Bulletin 星号撵出来，幸好他追我的时候用力过猛，斧头打在墙壁上，引得洞穴大厅的门口塌方，我现在正隔着岩石打他呢。陆阳一乐，他没想到萧亮的人品这么好，一般情况下领主级怪刷在洞穴里攻击的时候都会引起洞穴大门塌方，这样玩家就跑不出去了，只能跟他硬拼，但是结果往往都是领主级 BOSS 获胜。现在萧亮居然运气好到事先跑到了洞穴大厅的外面，这样他隔着墙壁输出反倒是更加轻松， BOSS 想要自己打穿他制造的塌方岩石起码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老大，你找我什么事啊？萧亮问道。陆阳说道：你先打，我等你打完。哦。萧亮说道：老大，我给你开同步视频。很快陆阳的眼前出现了萧亮输出的画面，他就站在洞穴大厅塌方岩石的外面释放毒物，而在里面半兽人领主只能拼命的凿击岩石。陆阳问道：他还有多少血？还有10万。萧亮说道。陆阳算了算说道：没问题，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能杀了他。萧亮本来还没有多少自信，听到陆阳的话立刻自信满满，继续释放尸毒术。30分钟20分钟10分钟，很快半兽人领主的气血只剩下1万点，不过这个时候塌方的岩石已经被半兽人清理出来了很大一块，萧亮已经能够听得到 BOSS 在砍他面前的最后一块岩石了。老大，怎么办？萧亮紧张地问道。陆阳说道：不用怕，你一定能先毒死他。萧亮嗯了一声，坚定信心，继续释放毒物。又过了3分钟，半兽人领主猛然间一斧头打穿了岩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半兽人领主再也坚持不住，不甘心的怒吼一声，死在了地上。老大，我成功了！萧亮激动地说道。陆阳也十分激动，说道：快看看报什么了，你杀的可是领主级 BOSS 啊！我都忘了。萧亮一拍脑袋，赶忙来到了半兽人领主面前，发现地上一共掉了一本术士技能书，召唤3头地狱犬和一把武器黑血刀。黑血刀的品阶是白银级，佩戴等级10级，不过武器的属性很一般，伤害只有10至30点。老大，我运气太差了，爆了个垃圾武器。萧亮郁闷地说道。陆阳却摇了摇头，说道：兄弟，你这哪是运气不好啊，是运气太好了，
这是黑血刀，如果给你的蛇毒株升到9级，会进化成黑血珠，跟黑血刀以及黑血甲是一套装备，集齐之后30级以内几乎无敌啊！这么好？萧亮问道。当然了，老大我什么时候骗你了？陆阳说道。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升级啊？萧亮问道。有老大我来给你升级，你先回城来，我带你换个地方升级，顺便我给你介绍3个人，是我的表弟和表妹。陆阳说道。那我这就回来。萧亮捡起了 BOSS 掉的所有物品后飞回城内。陆阳看了看时间，韩影3姐弟在游戏里面玩了快1个小时了，应该对游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在好友中组建了一个群，将韩影、韩飞和韩宇3姐弟全都拉了进来。玩得怎么样？有什么感受？陆阳问道。陆阳哥，这游戏太好玩了，原来游戏中的建筑物能够做得这么雄伟。韩飞激动极了，紧接着他又说道，可是这游戏升级太难了吧，怎么玩的人那么多，一个怪刷出来7个人跟我抢，就算我开启自由模式，我也不能100%抢怪，累死我了。韩影和韩宇也深有同感。韩影说道，近战还好些，我和韩宇一起组队升级，怪刷出来，通常是我俩没等放出技能，怪就被人抢了，我们攻击仅仅是替别人打怪，一点经验都没有。陆阳失笑，他就猜到3人会是这种反应。还有，韩影有些气愤地说道，陆阳哥，这游戏里面怎么有个叫工会的组织带人包场练级啊？除了他们工会的人，我们进去就杀我们，太欺负人了。哪个工会？你们被他们杀了吗？陆阳皱眉问道，他的身上冒出一丝煞气，敢欺负他的兄弟，他不介意让那个工会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韩宇得意地说道，当然没有了，反倒是我和我姐杀了他们很多人，现在他们人太多，我和我姐只好跑出去了。至于他们的名字，好像是叫做万剑堂。陆阳知道这个工会目前是游戏中的一个中等工会，规模有2万人的样子。你们先都回到圣加尔城这里来，暂时不要继续跟他们起冲突，我先带你们把等级提升起来，然后我们再去收拾这个帮派。陆阳说道。韩影和韩宇确实有些郁闷，他们跟陆阳说的云淡风轻，事实上他们被追得一路跑回到圣城才侥幸活了下来。我们这就回来。韩宇和韩影2人一起说道。韩飞脑袋比较机灵，他刚刚研究了一下游戏的等级榜，发现排名第1的是陆阳，等级11。陆阳大哥，那个等级榜上的第1名是不是你啊？韩飞问道。陆阳说道，是啊，你的等级都这么高了，比第2名高了3。啊！韩影3姐弟一起说道。3人发现原来陆阳竟然这么强。陆阳笑着说道，当然了，不然大哥我怎么带你们升级啊？都快来，等我带你们提升了等级，赚钱还是杀人任你们选择，像是万剑堂这种角色，你们一个人就能杀得他们瑟瑟发抖。这辈子陆阳不想再让韩影3姐弟去当杀手，他想给3姐弟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或许从这里就可以。萧亮第一个到了陆阳的身边，他看到陆阳靠在广场的栏杆旁，立刻跑了过来，激动地说道，老大，我来了。连续几天都在半兽人大厅，萧亮有很多话想要跟陆阳说，尤其是装备方面。他把这几天打到的武器、装备和技能书献宝似的放在了陆阳的面前，说道，老大，这是我这几天的收获。半兽人大厅的爆率很低，但是他这几天杀了好几次半兽人勇士，今天还杀了一次半兽人领主，获得了不少装备。陆阳看了看，发现好东西还真不少，黑铁的盾牌、白银的肩甲、青铜的匕首，还有几本技能书，一共价值5、6千块钱。不过陆阳怎么可能要自己小弟的东西？他说道，给我干什么？自己都留着拿去卖钱去，这些东西卖到的钱比你老爸干1个月赚的都多，相信你老爸看到钱以后不会再阻拦你玩游戏了。这几天萧亮不去帮忙卖菜，天天在家里玩游戏，没少被父母埋怨。听到陆阳这么说，萧亮的眼睛露出憧憬的神色，不过萧亮马上摇了摇头，说道，那可不行，老大，我不能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跟你送给我的一样，那地方没你我不知道，也去不了，我不能拿去卖。陆阳无奈从背包里拿出10个金币说道，看看这是什么？10个金币？萧亮惊呆了，激动地问道，老大，你从哪弄到的？这10个金币能卖1万块钱呢？陆阳一笑说道，这些金币本来是老大我给你准备用来说服你爸妈的，既然你自己赚到，那我就不给你了。啊！萧亮有些反应不过来。陆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是你老大，当然要替你考虑了，你暂时不用替我去考虑什么，老大我赚钱有的是办法。哦，萧亮这才把装备都放到了背包里面，不过他内心更加坚定地想到，今后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到老大的人，不能永远都让老大去帮他。安心的休息一会，那3个小家伙马上就到。陆阳说道。很快，韩影3姐弟出现在了陆阳的视野当中，他挥了挥手，示意3人过来，将萧亮和3人互相介绍了一下。当韩影3姐弟知道黑甲战士就是眼前这个萧亮的时候，3姐弟又惊呆了。等级榜第1和第2的人一起带我们升级，太神奇了。韩飞说道。韩宇对萧亮说道，谢谢萧亮哥帮我们。萧亮挠了挠头说道，我就是给老大跑腿的，你们不用跟我客气。3姐弟又是一阵茫然。陆阳搂着萧亮的肩膀说道，别胡说，你跟他们一样都是我兄弟。他接着说道，明天萧亮你来我家一趟，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就好了，现在大家跟我走，我们去升级，这游戏努力的人太多，我们只要稍有懈怠就容易被人超过。好的。萧亮和韩影3姐弟立刻认真起来。陆阳先带着4人来到了铁匠铺，购买了4把鹤嘴锄，然后来到了圣城传送点。这是4个金币，你们一人拿着一个。陆阳说道。金币？韩影3姐弟刚才已经见识到了这个游戏的钱有多难获得，听到陆阳的话，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陆阳哥，你给我们这么多钱干嘛？我们不要。韩影说道。韩飞和韩宇也一起点头。陆阳说道，
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是议会传送的时候给 NPC 的。我们去的地方太远，传送费要1个金币呢。4人同时露出惊讶的眼神。什么地方啊？要1个金币？韩颖问道。他刚刚在游戏中看到有个土豪想要用800块钱买1枚金币。陆阳说道：萨罗斯城，一会都记住了，别点错了。萧亮和韩颖3姐弟都忍不住咽了下口水，他们还是第一次用1个金币去一个地图。放心吧，老大，我不会按错的。萧亮说道。他第一个选择传送地点，一阵白光闪过飞走了。韩颖3姐弟也同样选择传送地点飞走了。陆阳最后一个飞到了萨罗斯城。萨罗斯城地图等级20级，是人类9大帝国所有城市当中距离兽人帝国最近的。上一次人类和兽人的战争中，萨罗斯小镇是主战场。人类士兵打退兽族军队后，本该享受荣耀的战士们遭到亡灵巫师的偷袭。虽然他们杀死了亡灵巫师，却发现亡灵巫师已经在无数战死的士兵身上释放了亡灵魔法，用不了多久，这些曾经为了捍卫人类和平的伟大战士就会变成僵尸，转而进攻人类。为了防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当时的人族联军在萨罗斯城外修建了一个极大的地下迷宫，将这些死去的战士都放在了迷宫当中，并且用巨石将这个地下迷宫封死。本来这个事情到此结束，可是人族军队混入崇拜亡灵的人类叛徒，他们在修建地宫的时候偷偷地修建了一条通往萨罗斯城内部的秘密通道。后来地宫修建完成之后，这几个奸细意外被发现，直接处死，导致这个秘密就这样被隐藏了下去。陆阳之所以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上一世人族和兽族开启战争的时候，人类玩家大量聚集到了萨罗斯城，这才被玩家发现了秘密地道的存在。当时全服玩家的数量达到了10多亿人，即便以第2世界这样庞大的地图，依然无法装下这么多人。每天玩家上线之后，全都艰难的在20级地图上跟其他玩家抢怪。这个玩家意外进入秘密通道后，发现里面全都是怪，还没人跟他抢，激动的立刻带着兄弟几个一起来这里升级。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等级就在所有人当中脱颖而出，与各大公会的会长平齐，在当时引起无数猜测。如果他们几个人能够一直隐瞒下去，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一阶段超过各大公会会长的等级。可惜这几个人等级高了之后，为人太过高调，招惹到了一名高阶盗贼。一天晚上，盗贼隐藏在他们身后，想要杀他们，可是他们兄弟几个一起走，盗贼没找到机会，就一直跟在他们身后。高阶盗贼隐身术高明，他们几兄弟自以为没人跟踪，就这么进了隐藏地图。结果这兄弟几个被盗贼当晚全部击杀，并且升级地点也被盗贼说了出去。陆阳知道这个隐藏地点，也是因为当时这件事太过轰动，他对身边正在好奇看着地图的萧亮和韩颖3姐弟说道：你们把好友申请关闭，并且隐藏等级榜上自己的名字。3姐弟都是新手小白，不知道陆阳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他们也都没有询问。突然间，一声尖锐的鸣叫从上空传来。韩颖3姐弟抬头一看，一只2米长、全身土黄颜色的猎鹰从他们头顶飞过。猎鹰等级20，气血28002800， 20级怪。韩颖3姐弟吓得赶忙摆出了躲避姿态，他们才1级，如果猎鹰发现他们就死定了。萧亮也吓得赶忙摆出防御姿态，并且一步来到了陆阳的面前，随时准备开启盾挡。15级的半兽人他尚且打不过，更不要说20级的猎鹰了。陆阳拍了拍萧亮的肩膀，又拍了拍韩飞的肩膀，说道：不要这么担心，这鸟是不会飞下来的。这鸟的名字叫做沙漠猎鹰，是萨罗斯城外特有的怪兽，经常会从城墙上空飞过，不过它们却从来不会攻击城内的玩家，一旦它们降落到一定距离，就会遭到萨罗斯城内弓箭手的攻击。吓死我了！萧亮放下盾牌，一脸后怕地说道。3姐弟也长出一口气。韩飞紧张地问道：陆阳大哥，这里的怪怎么都是20级的？韩颖和韩宇也都惊讶地看着陆阳。陆阳笑着说道：不用惊讶，我现在带你们去升级的地方，怪就是20级的。啊！3姐弟有些茫然，他们看了看自己的等级，还都是0级呢。萧亮就猜到陆阳不会带他们来低级别的地图升级，说道：不用惊讶，当初老大带我去15级地方升级的时候，我也是0级。韩颖3姐弟更加惊讶，虽然他们没玩过游戏，但是他们也知道0和15或者0到20之间的距离。陆阳大哥，我们要怎么做呀？韩飞问道。陆阳说道：到地方我再告诉你们，让你们关闭好友申请和隐藏等级榜也是这个原因，那里会让你们的升级速度很快，未免被其他人打扰，你们就先隐藏一下身份吧。3人这才明白过来。陆阳等3人都关闭了之后，带着萧亮和韩颖3姐弟从萨罗斯中央广场一路走到了城市东侧的一个居民区当中。居民区不大，只有30多户人家，在这些人家最中间的一个房子的侧面，陆阳停了下来。这个房子的选址很特殊，它的侧面几乎紧挨着城墙，仿佛留下的空隙是为了不让房子用城墙当墙壁才这么做的。可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秘密通道的入口，真走到近处，才可以发现这里是能让一个人侧身走进去的。陆阳对身后的萧亮说道：从这里往前走，第7块石头那里就是秘密通道的入口，你进去之前开启防御姿态，如果怪太多就开启盾墙。好的。萧亮检查装备和药水。陆阳对韩颖3姐弟说道：等我跟萧亮进去后，你们3个等我通知再进，知道吗？好的。韩颖3姐弟一起说道。很好，我们开始升级去。陆阳一招手，带着他们来到了角落位置。萧亮走在最前面，侧着身子走进了房子和城墙的中间，刚走到第7块石板，石板突然间从两侧分开，萧亮瞬间掉了下去。陆阳从上面往下看，发现萧亮正好落在一个高高的只能容下6个人同时站立的平台之上，平台有3米高，在平台的西侧有一个石阶通往地面。
地面上则是数不清的黑绿色僵尸。僵尸等级20，气血2600，2600。下面的空间非常大，一眼望不到头，但是只要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就全都是僵尸。本来这些僵尸都在没有目的的行走，突然间上方冒出了光亮，再加上萧亮跳下去发出的声响，让周围数百个僵尸同时将目标对准了他，疯狂地朝着他跑了过去。萧亮吓了一跳，赶忙往下走了2步，卡在楼梯中间，并且支起盾牌，对已经冲上来的10个僵尸发动嘲讽。楼梯可以同时容纳2个人行走，萧亮只能卡住其中一个位置，另外一个位置他却卡不住。陆阳为了防止僵尸占据平台，立刻跳了下去，站在了萧亮的身边，卡住了另外一个位置。老大，你别站在这里，太危险了。萧亮赶忙对陆阳面前的怪发动嘲讽。僵尸的攻击力非常高，萧亮的气血下降速度飞快，也幸好陆阳卡住了位置，否则他被3面围住的话，6个僵尸一起攻击，萧亮必死。此时僵尸群已经堆积在了楼梯下面，最先冲过来的僵尸被陆阳和萧亮卡住位置，没有冲到高台上。陆阳玩游戏至今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着面前的2个僵尸同时疯狂地撕咬萧亮的盾牌，他一边给萧亮加血，一边说道：“不用担心，你嘲讽过怪，他们暂时不会打我。”紧接着陆阳对上面的韩影3姐弟说道：“你们3个跳下来。”哦，好的。韩影3姐弟咽了下口水，赶忙跟着跳了下来。这么逼真的画面，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陆阳说道：“别害怕，你们3个组队，韩宇对面前的怪开散射，争取每一个怪都打到。我才0级，对他们攻击无效啊。”韩宇傻眼的说道，他不明白陆阳为什么让他去攻击。陆阳看着面前的僵尸说道：“立刻攻击，不要犹豫。”韩宇不敢再做耽搁，赶忙拿出弓箭，开启散射模式。散射一次打出20支弓箭，落在僵尸身上，只强制造成1点伤害。不过这样也吸引了僵尸的注意力，更多的僵尸朝着这边跑了过来。陆阳看到僵尸的数量差不多了，对身边的萧亮喊道：“群嘲，拉住仇恨，看大哥，我给你们表演个奇迹。”萧亮被陆阳的话带动起来了热血，立刻发动群嘲，将怪的仇恨都吸引到了他的身上。10秒钟，同时开启盾墙。伟大的火焰之主，请接受您最卑微的仆人的信仰，请求您赐予我焚烧一切的火焰。狂暴的火元素从陆阳的身上涌现而出，迷宫顶端阴云密布。10秒钟之后，云层中出现一个缺口，一个足有房子大小的火流星带着长长的火尾猛然间从空中砸落。迷宫顶端距离地面只有5米高，火流星落地速度飞快，而地面上四周空旷无比，只有数之不尽的僵尸。当火流星落地的那一瞬间，金红色的光圈猛地向四周喷发，看得萧亮和韩影3姐弟都傻呆在了原地。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41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1275点。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41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1275点。数不清的系统提示从韩影3姐弟的通话栏中翻飞，同时3人身上同时闪出无数道金光，1次、2次，一直到8次才停了下来。萧亮第一次看到陆阳用这个技能，惊呆在了原地，连拉怪都忘记了。陆阳喊道：“快嘲讽！”他面前的僵尸仇恨不稳，有转移目标的趋势。萧亮这才反应过来，连续攻击几次将怪物的仇恨稳定后，陆阳释放火强术和研爆术，将他面前剩下的6个僵尸全部打死。这个时候，陆阳回过头看了看3姐弟，问道：“都多少级了？”韩影不可置信地看着陆阳，说道：“8级了。”这怎么可能？萧亮惊讶地问道。韩飞和韩宇也惊呆地看着陆阳。刚才在外面打怪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游戏升级有多难。本来他们想着有陆阳带他们升级，能够一天升1级或者2级，他们就很开心了。可是陆阳居然一次性带着他们从0级升到了8级。韩飞打开了等级榜，他记得刚才看等级榜的时候，除了陆阳和萧亮等级到了11级，其他人的等级最高的才8级而已。果然，等级榜上第1名是陆阳和萧亮的11级，包括雄霸、迟暮老人、黑血、嗜血霸天等人才8级。韩影和韩宇也打开了等级榜，3人一起查看，发现到了第500名的时候才是7级。我们居然进了等级榜前500名！韩飞惊讶地说道。陆阳笑着说道：“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让你们关闭好友申请和隐藏等级榜排位了吧？”3人一起点头，他们明白，突然间登上等级榜，一定会有无数人申请加他们的好友，询问他们的所在地，或者找他们加入帮派。萧亮激动地问道：“老大，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这个地方升级太快了，这种升级速度完全超脱了正常游戏的范畴，但是却又显得那么的合理。”陆阳一笑说道：“没什么稀奇的，只是他们的等级跟怪的等级相差太大了而已。这是上辈子一个著名的 bug， 根据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玩家越级打怪的时候，等级相差越大，额外增加的经验越多。比如0到1级多给 10% 的经验，0到2级多给 20% 的经验，以此类推，最高经验增加 100%， 也就是10级。如果越级超过10级，则按照10级计算。本来这个经验公式就这么写下去了，但是策划设计公式的时候忙中出错，意外将越20级给的经验变成了增加 1000%， 也就是10倍经验。当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策划们没有选择改正，而是没当回事。谁能相信一个玩家可以在0级的时候打死20级的怪？游戏中有一个抢怪规则，并不是某玩家第一次攻击怪，这个怪就是该玩家所有的。如果其他玩家打出的伤害比第一个玩家高出太多，则怪的经验和爆出来的装备归其他玩家所有。再一个，这个 bug 只针对0级玩家，而超过0级的玩家的计算公式还是常规计算方法。也就是说，这个漏洞只能用1次，而且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再用到游戏的另外一个漏洞，
如果第一个玩家先攻击目标，第二个玩家的技能瞬间秒怪，则怪的经验还是归第一个玩家所有。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大号欺负小号而设计的，也为了防止大号带小号升级设计的。但是上辈子有高级活法利用这个漏洞，带小号去30级怪的地图升级，利用其强大的爆发力，瞬间秒了一屏幕的怪，让小号瞬间从0级升到了20级。不过这个法术仅限于活法才能完成，而且活法想要达到这样的爆发力，只有禁咒。一个禁咒的冷却时间要好几天，是一个帮派的战略技能，一旦用出来，这个帮派在这段时间就处于虚弱期，因此官方发现这个问题也没有纠正。陆阳没有办法带韩颖他们去30级的地图，销量也抗不住30级怪的攻击，在这个20级的隐藏地图是目前最好的选择。陆阳大哥，这升级的速度太爽了！韩飞反应过来后，脸上满是激动的表情。韩宇也是如此，韩颖平时冷漠的脸上也不那么的冷静。陆阳说道：今后这一段时间，我会一直带你们在这里升级。刚才那个升级方法只有这么一次，以后升级给的经验不会再有这么多，你们要做好准备。有这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比别人厉害很多了。韩颖满足的说道。韩飞和韩宇也都点头赞同。韩飞说道：陆阳大哥，我去帮你捡装备。100多个僵尸被打死之后，地面上爆出来了很多东西。20级的僵尸爆12级到20级的所有装备和10级以下的技能书。别去！陆阳连忙喊道。可是这个时候，韩飞已经跳下了高台，跑到了一名暴露装备的僵尸面前。他刚要伸手去捡，听到陆阳的话，不解地抬起头。就在此时，已经被打死的僵尸突然间苏醒过来，伸出手朝着韩飞抓了过去。韩飞的警觉性非常高，听到身边有动静，低下头一看，正好看到僵尸抓过来的血手。与此同时，周围的僵尸也都复苏过来，纷纷朝着韩飞抓了过去。韩飞吓了一跳，不过他并没有害怕，而是一个后撤步躲开了脚下僵尸的血手，然后以闪电一般的身法，连续几个躲闪，轻松的从稀稀拉拉爬起来的僵尸周围钻了出来，连续几步跑到了台阶上。陆阳立刻让出一个身位，让韩飞跑上了高台。他说道：这些僵尸每个都要复活2次才算被打死，以后别乱跑，知道吗？哦，我知道了。韩飞一阵后怕，萧亮却眼神一亮，说道：老大，你的表弟身法很厉害啊，他从哪学到的呀？韩飞小孩子心性，瞬间忘记了刚才的莽撞，得意的说道：家传绝学，我老爸教我们的，不过我老爸最厉害的是飞刀，可是大哥比我们学的都好。提到这件事，韩飞又是一阵郁闷，引得陆阳和韩颖、韩宇两人失笑不已。又是家传绝学？萧亮无语的看着陆阳，说道：老大，他们怎么跟你一样，都是家传绝学啊？陆阳跟萧亮说过一次他身法的问题，笑着说道：我爸跟他们3个的父亲是战友，都在东南亚打过仗。萧亮这才明白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老大，那你能不能教教我一些简单的功夫啊？我感觉我的手法太差了。之前在跟夏雨薇等人下副本的时候，萧亮明显感觉得到，他跟烈酒清风的手法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连张子博等人的手法也要比他强一些。他想帮陆阳，不想当陆阳的拖累。陆阳这边升级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开服6天的时间，第2世界的玩家总数突破3亿人，国内玩家的人数突破7000万。即便是一个有数百个服务器的网游，有7000万活跃用户，就算得上顶尖网游。而对于第2世界而言，这7000万人是在同一个服务器当中来玩游戏的。如此多的人口基数，精美的游戏界面，跨时代的全息投影模式，彻底征服了玩家们对于游戏的追求。下午，国内某电竞战队数十个顶尖游戏战队同时宣布进入游戏组建工会，其中最著名的包括20世纪初建立的 V 战队、LGD 战队。已经组建的工会当中，嗜血霸天和雄霸同时宣布对游戏追加5000万的投资，用来雇佣精英玩家和发展帮派建设。夏雨薇、张子博以及郑源等人此时也在招募玩家，他们已经招募到了2000多人。可是当他们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糟。果然，不到半个小时，已经招募来的高级玩家很大一部分退出了工会，2000多人转眼间剩下不到1300人。这帮人都有毛病吧？跑什么啊？老子给他们钱，他们都跑。郑远骂道。张子博看着郑远气就不打一处来。招募人的时候，郑远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态度相当傲慢无礼。当时他就感觉不好，现在这么多工会同时出现，大家给出的条件基本一样，这些人不跑才怪。以后你能不能收敛一点态度？你这样谁还来我们工会？张子博说道。还怪我了？郑远瞪着眼睛说道。不怪你怪谁？好几个走的高玩都说跟你没法相处。张子博说道。谁？你告诉我名字。夏雨薇看着两人有吵架的趋势，冷着脸来到了两人面前，示意两人闭嘴。郑远，这游戏即将进入乱世，刚才你招人的时候确实太傲了，我们想要发展，光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我们要有真心帮我们的手下。郑远举着手说道。好好好，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夏雨薇皱了皱眉头，对张子博说道。算了，我们继续招人吧。蓝宇看着夏雨薇和郑远，内心的一阵哀叹。他打开好友栏，找到陆阳，发了一条消息过去。高手在吗？陆阳这边刚好杀完面前的100多个僵尸，回信息问道。什么事啊？蓝宇说道。高手，我们这边招人遇到麻烦了。陆阳问道。怎么？蓝宇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要的跟陆阳说了一下。这样下去，工会即便招到了人，也没法形成战斗力。蓝宇说道。我不是在乎钱，只是感觉这样下去，工会根本没有竞争力，早晚会被其他工会给打散的，那时候雨薇姐一定承受不了。陆阳就猜到会是这样，说道。这件事谁也没法管，你的雨薇姐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她被郑远坑的招募不到一个高玩的时候，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陆阳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在幸灾乐祸呢？小蓝雨不满地说道。陆阳说道，哪有，只是感觉你的雨薇姐太高高在上了，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尚且知道礼贤下士，你们家的这位当家的却总是冷着一张脸，你认为同等条件下，有谁会愿意看他的脸色或者看郑远的脸色呢？蓝雨被陆阳说的哑口无言，只能叹了口气说道，好吧，那我只好把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一旦雨薇姐出现问题，我立刻帮她。陆阳都能想到蓝雨现在萌萌的小模样，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方面他也没法帮助蓝雨和夏雨薇，有郑远在，即便帮忙得不到感谢不说，还有可能让对方认为你有不良企图。他关闭了聊天框，看了看面前，此时怪都被杀死了，萧亮和韩颖他们正在捡装备。老大，这里的爆率太高了，我已经打出来一件黑铁级别的装备了。萧亮回来后激动地说道。青铜的也有2件，技能书有7本了。韩飞说道。陆阳说道，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来吧，运气比较好，大家把技能书该学的都学了，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好的。萧亮和韩颖3姐弟分了分技能书，把能学的全都学到了身上，不能学的则统一交给韩颖保管。秘密通道的长廊很长，里面全都是僵尸。陆阳连杀了3批僵尸，走到了一个宽阔地带。他带着队伍向东侧前进，走到了一个小桥附近。桥的宽度可以同时让2个玩家并排行走，刚好是一个火墙的宽度。桥不是很长，只有5码的距离。在桥的后面有一个不大的平台，在平台后面的墙壁附近有一个银白色的巨大矿体。老大，这个是什么啊？萧亮好奇地敲了敲这块矿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陆阳从怀里拿出来4把鹤嘴锄，交给了3小只，说道。萧亮和韩颖的地狱3头全卡在桥上，你们3姐弟学着我的样子挖矿，如果挖到黑铁矿石就交给我。秘密通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矿洞，在这个矿洞里面，无论是刨周围的墙壁，还是挖眼前的这种矿石结晶体，都能挖到铁矿石、铜矿石、银矿石、金矿石和黑铁矿石。其中黑铁矿石就是陆阳要找的给装备进行升级的材料之一。不过挖矿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随便挥动鹤嘴锄刨在矿石山上就能得到矿石的。如果遇到笨蛋玩家，1个小时也挖不下来一块矿石。陆阳之所以懂得挖矿，是因为上一世他的工会太穷了，为了生存，他带着兄弟们经常起早贪黑的待在矿洞里面挖矿。回想起那个时候，真的是让人怀念不已。韩颖3姐弟以前没有挖过矿，但是3人学习速度很快，而且他们感觉挖矿很好玩，陪着陆阳挖了1下午加半个晚上，一直到韩中催促他们，陆阳才停了下来。我们先回城一趟，将今天打到的东西存储一下。另外，萧亮去萨罗斯城的拍卖行那里，将这几天打到的东西都拍卖调换成信用点，交给你爸妈。陆阳说道。好的。萧亮有些激动地说道。爸妈看到我把钱拿回家，一定很惊讶。韩飞好奇地问道，什么东西这么值钱啊？萧亮也不避讳韩颖3姐弟，说道，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打到了1把10级的白银级武器和几样黑铁装备，一共能卖5、6千块钱。这么多？韩颖3姐弟同时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他打到最值钱的东西是那把黑血刀，我没让他卖，那个武器配上宝珠和铠甲，3样放在一起，最低能卖5万块钱。韩颖3姐弟感觉自己的脑袋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的老爸做生意的时候也没能1个月赚5万块钱啊。陆阳大哥，那我们今天打到的这些装备是不是也能卖钱啊？韩飞问道。他们今天一共得到了2件黑铁级装备，4件青铜级装备，还有8本技能书，不过被学掉了6本。算上技能书的话，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应该可以卖到1万块钱，装备的价格在5000块钱左右，技能书的价格也在5000块钱左右。那我们刚才岂不是花了5000块钱了？韩宇的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韩飞更是郁闷地说道，早知道就不学了，卖钱好了。陆阳搂着2人的肩膀说道，我的傻弟弟们，本来我就没准备卖这些东西，装备都自己佩戴着，我先给你们1人凑一套装备出来，再把你们的基础技能都配全，这样你们几个就能在这里升级了。陆阳接着说道，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要让你们还给我钱或者其他什么，哥哥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也可以和萧亮一样在游戏里面赚钱，而且赚的很多。韩飞和韩宇还有些懵懂，韩颖更早的承担生活上的压力，他明白陆阳的意思。陆阳哥，谢谢你。韩颖说道。陆阳拍了拍韩颖的小脑袋，说道，我是你们的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比起上辈子陪他回国暗杀刘杰的险死还生，他为3姐弟做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好了，我们先回到萨罗斯城下线，别让我师傅等急了。对了，陆阳说道。韩飞兴奋地说道，一会出去我就跟老爸说，让他也进这个游戏，他一定玩的比我们还好。韩颖说道，算了吧，老爸是个老顽固，要让他听你的，下辈子吧。陆阳忍不住笑了出来，确实，韩中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凭借他的身手，在东南亚如果想要赚钱，可以赚到大笔的金钱，但是那些钱都是非法的，他从来不碰。一路闲聊，陆阳带着队伍打回到了秘密通道的入口处，从他们进来到现在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但是通道里面刷出来的怪还不太多，轻松击杀后，陆阳带着他们跳出了高台，来到了萨罗斯城。韩颖3姐弟选择原地下线休息，萧亮则跑到拍卖行去卖东西。陆阳清点了一下他的收获，10个小时的挖矿，他得到了20块黑铁矿石、29块铜矿石、25块铁矿石、4块白银矿石、1金矿石。每一块矿石都是有品质的，玩家卖给商店的时候，品质不同，卖的价格也不同。陆阳把铜、铁、银、金4种矿石卖到了商店，获得了1个银币。这是陆阳他们4个人10个多小时的努力，可见这个游戏想要获得金钱到底有多难。金矿石如果品质足够高的话，可以有其他用途，但是他获得的这块品质才3点，远达不到要求的标准。
陆阳也给卖了。背包里剩下的就是黑铁矿石了。陆阳看了看品质，其中品质最高的一块矿石有42点，品质最低的也有17点。陆阳这次运气不错，如果品质在10点以下，这种矿石就不能用了。一般而言，20点品质的黑铁矿石可以用来给装备升级1次，他的这些黑铁矿石刚好可以给装备升级8次，8颗智力宝石足够让他佩戴上神火法杖。不过，想要给装备升级，还需要同级别的饰品才可以。陆阳来到萨罗斯城的饰品店，购买了16件法伤加1的戒指和16件法伤加1的手镯，花费了64个银币。有了这些东西，陆阳终于凑够了给升级的所有材料，他终于可以换上神火法杖了。一想起神火法杖的属性，陆阳忍不住兴奋起来，口中念动咒语，脚下出现一个赤红色的法阵，红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魔神殿中。他来到了魔神祭坛面前，将纵火者法杖、2块品质加在一起超过20点的黑铁矿石、2件智力加1的戒指和2件智力加1的手镯放在了祭坛当中。陆阳又从背包里拿出命运骰子，这是他从潘多拉魔盒当中开出来的特殊物品，作用是3颗命运骰子一起投掷点数超过10点，他的运气将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之内提高10点。给装备升级并不是100%成功的，如果失败了，装备和升级材料全部损毁。也就是说，如果陆阳给纵火者法杖升级失败的话，纵火者法杖就彻底没了。上辈子大量玩家用无数惨痛的经验总结出一个观点，只有幸运点超过10点，打造到10级之前的成功率才是100%，如果幸运点低于10点，那么打造的成功率逐级递减，最低只有10%。陆阳将手里的命运骰子扔在地上，落地后的骰子飞速旋转，30秒之后，3个骰子撞在一起，各自停了下来。3、6、6。系统提示：玩家陆阳转动命运骰子点数为15点，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幸运加10。陆阳握了握拳头，他就知道自己的运气会很好。收起骰子后，陆阳点击祭坛，开启锻造。正常而言，装备升级都是在锻造炉当中进行的，但是魔神祭坛也拥有锻造炉的功能。纵火者法杖、4个首饰、2块矿石迅速的在魔神祭坛当中融合在了一起，一阵红光之后，纵火者法杖重新出现在了魔神祭坛当中。系统提示：装备锻造成功。陆阳拿起纵火者法杖看了看，纵火者法杖黄金级，攻击4-8，体质+2，智力+10，法术伤害+25，法术暴击几率+12点，法术命中几率+12点，附带法术火强术，插槽+1。陆阳一握拳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插槽+1。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智力宝石，镶嵌在了插槽当中，纵火者法杖的智力变成了16点。他把纵火者法杖装备在了身上，身上的智力值变成了172点。神火法杖的佩戴要求是200点智力，只要再有28点智力，他就能佩戴成功了。陆阳忍住激动，这次换上衣服放在了魔神祭坛当中，同样是首饰和黑铁矿石。30秒钟之后，衣服升级成功，陆阳给衣服也镶嵌智力宝石。半个小时之后，陆阳升级6次，给身上的6样装备都镶嵌上了升级宝石。这个时候，陆阳的智力达到了202点，他终于达到了装备神火法杖的要求。他赶忙从背包里拿出神火法杖。神火法杖亚传说，等级30，伤害15-62，体质+22，智力+57，法术伤害+102。描述：神爱世人，他总是会给人们最大的帮助。如果你敬仰他、尊敬他，并且将你最虔诚的信仰供奉给他，你就会获得他的眷顾。陆阳咽了下口水，尝试着将装备放在了武器那一栏。系统提示：装备成功。刹那间，陆阳的手上多出来了释放出赤红色光芒的法杖，法杖的顶端是一个长长的6棱红色水晶体，法杖的手柄也是红色的不知名树木做成，仿佛这个手柄就是树木的枝干一般，没有丝毫刀削的痕迹。陆阳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此时他的智力达到213点，法术伤害更是达到恐怖的382点。不仅如此，以后下副本的话，陆阳的输出完全可以1个人当5个人用，无论什么副本，他都能带着队伍打过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他的队伍将会先一步拥有比其他工会精英更加强大的装备，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将浊酒轻伤等人笼络到自己的团队当中。老大，我10级了。孙宇突然间发来了消息。陆阳一乐，说道：速度挺快啊。老大，你最近升级不怎么努力，小心徒弟超过你啊。孙宇发了一个得意的表情。相处的时间越长，陆阳越能感觉到孙宇对自己的亲近，这种话也只有这小徒弟才能跟自己这么没心没肺的说出来。是吗？那你可要努力了，明天老大我的升级速度会咱们一起升级的时候快1倍。陆阳说道。啊？孙宇眨了眨眼睛，之前陆阳带他们的时候是他们升级最快的时候，现在陆阳说升级速度要比那个时候快1倍。孙宇惊讶地问道：老大，你咋做到的呀？陆阳说道：等见面你就知道了。事实上，陆阳的等级马上到12级了，明天他有很大的机会升到13级。先不跟你说了，老大我得去睡觉了。陆阳说道，他将自己经验的截图发给了孙宇，逗逗这个小徒弟。晕。孙宇看着陆阳发来的图片一阵无语，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说道：你们先下线吧，我在练会籍，都12点了，明天再练吧。毛球说道。是不是陆阳那边有什么情况？浊酒轻伤关心地问道。现在嗜血霸天的通缉令已经让全服的玩家都知道了，无数人在寻找陆阳，虽然相处短暂，但是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感觉陆阳这人非常仗义，如果陆阳遇到麻烦，他们私下里决定即便跟嗜血霸天对抗也要帮陆阳。火神 M16、夜月听风、塞外狂刀也都关心地看了过来。孙宇说道：不是那个，
老大跟我说他明天的升级速度会比带咱们的时候快1倍，我怕被他落下太多，这才着急升级的。还能更快？浊酒轻伤惊讶地说道。是啊，也不知道老大找到了什么打怪地点，刚才他发给了我一个截图，他的经验快要到12级了。孙宇说道，他把图片共享给了浊酒轻伤等人。得了，兄弟们，我也再加练2个小时。浊酒轻伤说道。我也加练。毛球说道。我也加练。浊酒轻伤5人全都选择多练2个小时。他们升到10级之前，以为杀15级巨魔由越级打怪的经验提成升级并不是很难，可是到了10级，他们发现想要升到11级，需要的经验居然要20万，这比9级到10级的经验多了2倍还多。他们几个人还想着很快就能追上陆阳了呢，起码陆阳在12级末的时候，他们也能刚好到12级，可以一起下副本。结果现在陆阳马上就到12级了，并且升级速度还能提升1倍，他们都是高手，也是有尊严的。另外一边，陆阳还不知道，因为他的刺激，浊酒轻伤等人比上一世更加努力的去升级。他把头盔拿了下来，刚睁开眼，正好看到韩影3姐弟在忙活饭菜。陆阳哥，来吃饭吧，我已经做好晚餐了。韩影看到陆阳拿下头盔，开心的说道。陆阳嗯了一声，先去了父亲的卧室，看到师傅韩忠已经躺下了，他问道，我师傅他怎么样了？老爸身体坚持不住，先去休息了。韩影说道。陆阳内心感叹，师傅一边与追杀他的敌人对抗，一边要照顾韩影3姐弟，一连坚持了半个月的时间，其中的辛苦外人无法想象。那我们吃吧，正好我跟你们说说游戏中的技巧。陆阳说道。韩影3姐弟都露出开心的表情，一边吃饭一边听陆阳讲解游戏中的知识，一直到后半夜，3人才在陆阳的催促下恋恋不舍的去睡觉了。深夜，沙发上，韩飞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游戏，第一次接触就让他为之着迷。他侧过头看了看在地板上打地铺的陆阳，小声问道，陆阳大哥，你再跟我说说游戏的事情呗。韩宇也没睡着，闻言也爬了起来，问道，陆阳大哥，我也想知道。陆阳双手插在脑后，望着天花板说道，好吧，那我跟你们说一下游戏最重要的一条规则。什么规则？两人一起问道。规则就是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这样你们才能在游戏中发挥100%的实力，都乖乖的睡觉。陆阳说道。韩飞和韩宇两人失望的趴在了沙发上，只好听陆阳的话睡觉了。第二天清早，刚到6点，陆阳从被窝里爬了起来，看到韩忠正好在带着韩影3姐弟锻炼身体。起床了，韩忠说道。陆阳点点头，看着3姐弟锻炼的样子，一时间陆阳忍不住回忆起当年他被韩忠救到了东南亚，每天跟着3姐弟一起锻炼的情形。韩忠看到陆阳在看他教导韩影3姐弟锻炼，笑着说道，这是例行的晨练，这里没法进行特殊锻炼，暂时我只能让他们进行一些体力上的锻炼，要不要一起来试试？陆阳说道，师傅，我这里有一套特殊的锻炼方法，一会你帮我看看怎么样？韩忠一乐，他猜测这是陆阳的父亲教导他军队的锻炼方法，不过跟他的相比要差很多，不过他怕伤了陆阳的自尊心，说道，那你练2下我看看。好的。陆阳没有客气，来到了客厅的中间，开始用他在东南亚学会的特殊锻体方法进行身体锻炼。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陆阳刚一露手，韩忠不在乎的表情就变得严峻，韩影3姐弟的表情也露出了变化，像陆阳这种锻炼与自残无异，他们不理解陆阳为什么要这么多。陆阳没有停歇，一直坚持了2个小时的时间，终于陆阳再也坚持不住，扑通一声跌倒在了地上。韩影3姐弟赶忙上去要扶陆阳，陆阳和韩忠却异口同声的喊道，别动。韩影3姐弟看了看陆阳，又看了看韩忠，韩忠皱着眉头说道，最后这一步非常关键，一切都要靠陆阳的意志力去完成，如果他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力站起来，他今天锻炼的效果将大打折扣。陆阳全身剧痛难耐，但还是佩服的对韩忠笑了笑，上辈子韩忠也是给陆阳这套动作这个评价，之前几天的锻炼已经让陆阳全身痛苦难当，今天还能坚持2个小时，已经到了极限。他连续尝试着4次也没有自己站起来，但是在第5次的时候，陆阳怒吼一声，自己站了起来，艰难地走进了卫生间，开始洗漱。韩飞好奇地问道，老爸，陆阳大哥的这套动作对身体有好处吗？韩忠想了很久，说道，明天开始，韩飞和韩宇跟着陆阳锻炼，韩影方法不变。啊！韩飞和韩宇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他们刚才看陆阳锻炼都感觉到残忍。陆阳在卫生间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说道，用我这套方法锻炼还有一个好处，你们在游戏里面的身法将变得越来越灵敏， PK 也将变得越来越厉害。韩飞和韩宇同时露出喜悦的神色，说道，真的吗，陆阳大哥？陆阳说道，当然了，不然回头给你们看个视频，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了。他已经把他单挑巨魔萨满沃金斯和骸骨暴君，以及一个人单杀黑血的5个手下和一个人单杀嗜血霸天8个手下的视频都记录了下来，准备以后给手下的精英当做教学视频用的。那我们一定好好学。韩飞和韩宇一起说道。韩影好奇地问道，老爸，我为什么不能学啊？韩忠怜惜地看了韩影一眼，在这几个孩子当中，他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韩影，明明是一个小姑娘，却要承受这样的苦难。将来我教你的东西跟这个锻炼方法有冲突。韩忠编了一个谎言。陆阳洗漱完毕，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说道，我先出去买菜，等我回来我们一起进游戏。跟韩忠一家告别，陆阳走出了家门，来到菜市场购买了足够5个人吃3天的饭菜，然后返回了家中。此时3姐弟也锻炼结束，陆阳带着3人再次进入游戏。画面一闪，陆阳和3姐弟出现在了萨罗斯城，
三姐弟刚睁开眼，就被耀眼的红色光芒照射到了双目。等三人适应之后，三人才发现这是陆阳手里拿着的法杖所散发的光芒。陆阳大哥，你的武器太酷了，韩非说道。陆阳也被自己的法杖弄得有些刺眼，他将外观效果关闭，说道：不错吧，这是我新得到的法杖，感觉这武器很厉害啊。韩宇说道。陆阳说道：一会你们就知道这武器的伤害有多高了。他带着三姐弟下了秘密通道，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高台下面又聚集了不少的僵尸，陆阳数了数有20多个。开怪，陆阳说道。韩宇走上前，开散射箭，将周围的僵尸全都聚集了过来。陆阳立刻在原地释放火墙术，不多时，地面形成一片8乘以8范围的火海。544，僵尸刚走进火海当中，脑袋上立刻跳出一个伤害数字。这么高？韩非惊讶地说道。他记得昨天陆阳的火墙术伤害还不到400点。韩颖和韩宇也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突然间，一阵鸟鸣声出现，一个赤红色的大鸟出现在陆阳的头顶。陆阳用手一指面前的僵尸群，赤焰鸟。赤红色的大鸟猛然间俯冲进了僵尸群中。602，20个僵尸同时遭到攻击。本就在火焰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僵尸群被打得只剩下不到1000点气血，在火海里又走了3步，全都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31点经验，速度太快了。韩非说道，这种速度比流星落也不差太多。陆阳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此时距离升到12级就差3万的经验了，这不过是2波僵尸的问题。我们往里面走，这里面的地图很多很大，越往里面走怪越多。陆阳说道。好的。三姐弟紧跟陆阳，4人一路杀怪来到了昨天的位置。到了小桥附近，前面60码的位置是一个3岔口，其中左侧是通往秘密通道2层的入口。陆阳刚带着三姐弟走到了左侧的路口，突然间一个沉重的铁链声从远处传来。陆阳立刻停下了脚步，仔细的倾听。怎么了？韩非问道。陆阳示意3人不要出声。空旷的秘密通道当中，3人不说话的时候，只有僵尸的嘶吼声。哗啦啦，又是一个铁链拖在地上行走的声音。陆阳看向3岔口中间的位置，说道：跟我走中间。说完话，陆阳激动地朝着中间走去。这个铁链的声音在陆阳听来是如此的悦耳，因为只有狮王才会有这个声音。果然，陆阳一路杀怪，深入到中间路口当中，在一个有数不清僵尸的空旷地带中，陆阳看到了一个全身漆黑，比正常僵尸高出2个身子，足足有2米多高，全身绑着金刚铁链的狮王。狮王精英，等级30，这么高，是 BOSS 吧？韩非问道。没错，这个 BOSS 的名字叫做狮王，曾经是人类军队的百夫长，他们实力强大。感染瘟疫后，怕自己闯出地宫，让建造地宫的人将他们用金刚锁链捆在地宫的一个房间里面。不过，这些金刚锁链根本捆不住他们，反倒是被他们挣脱后当成了武器来使用。陆阳说道：我能抗住吗？萧亮本来还跃跃欲试的去抗狮王，听到陆阳的话，有些担忧起来。陆阳说道：你当然扛不住了，精英狮王攻击力1000多，你都不够他打2下的。啊，这么高？萧亮问道。那咋打呀？陆阳说道：简单，看我的。他换上纵火者法杖，开始在通道当中立火墙。通道只能并行8个僵尸，他放4个火墙就能将通道平行铺满。一连释放8排火墙，陆阳走到距离第一只僵尸10码的位置，这是极限距离，再往前走僵尸就会发现他。他重新换上神火法杖。伟大的火焰之主，陆阳口中念动咒语，身上突然间迸发出狂暴的火元素。老大，你要用禁咒！萧亮激动地说道。韩非和韩宇也全身血液沸腾，昨天陆阳释放的流星落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3人全都紧紧地盯着正前方。僵尸群也感受到了暴躁的火元素，无数僵尸不安地吼叫起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股火元素从哪来。10秒钟之后，僵尸群的头顶上乌云密布，一个巨大的火流星突然间从乌云中激射而出。轰！火流星正中僵尸群的中心，大量僵尸受到伤害，最中间的130多个僵尸被砸中脑袋，造成暴击，当场死亡。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17点经验。一连130多条系统提示之后，陆阳身上金光一闪，升到了12级。与此同时，僵尸群锁定了陆阳，剩下的200多只僵尸同时朝着陆阳冲了过来，狮王也夹杂在僵尸群的中间。陆阳向后闪烁到了火墙后面2码的位置，口中念动咒语，一只赤红色的大鸟从陆阳头顶出现。赤焰鸟。陆阳用手一指前方空地，赤焰鸟俯冲而去。当赤焰鸟飞到地方的时候，第一批僵尸刚好走进攻击范围，被赤焰鸟打个正着。陆阳口中咒语不停，赤焰鸟一个接一个的释放，很多僵尸没等走到火墙里面就被陆阳打掉了1半气血。等他们进入火墙的时候，几乎才走到第3排就被烧死在了火墙当中。吼！狮王大吼一声，走到了空旷地带到通道之间的入口处，刚好这个位置距离陆阳是30码远。陆阳不再去看普通僵尸，神火法杖一指狮王的脑袋，5层灼烧精准地落在了狮王的身上。炎爆术，一个巨大的火球术带着呼啸的风声朝着狮王激射而去，砰的一声，炎爆术正中狮王的脑袋。1284暴击，狮王遭到攻击，怒吼一声，朝着陆阳发动冲锋，可是他的面前全都是僵尸，冲锋撞在前面的僵尸就停了下来。陆阳就知道会是这样，他继续释放炎爆术，以0.5秒每发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打在狮王的脑袋上。炎爆术带有击退效果，狮王是精英怪，虽然不能被打得后退，但是狮王被打得后仰僵直，而前面的僵尸不断的死在火海里面，狮王2侧的僵尸不断的走到他的面前，阻挡他的去路，导致狮王只能停在原地一定不动。原来游戏还能这么打呀！
韩宇略有所悟地说道。韩颖也点了点头，同样都是远程攻击，他们两个人看陆阳的输出，对这个游戏有一种颠覆的感觉。很快，狮王的气血从9万变成了4万，普通僵尸则死得差不多了。狮王面前没有了僵尸的阻挡，逐渐的朝着陆阳接近。当两者距离只有20码的时候，狮王怒吼一声，带着一阵幻影冲向陆阳。不好，狮王冲锋了！萧亮喊道：“别过来！”陆阳喝着萧亮，在狮王即将撞到他的那一刻，使用闪烁出现在了狮王身后30码的位置。在落地的一瞬间，陆阳用出活动假人，脚下突然间冒火，发动炽热急速，朝着萧亮跑了过去。狮王一击不中，转过头准备对陆阳发动2次冲锋技能拦截，可是刚要释放技能，活动假人对狮王发动嘲讽，狮王立刻将目标对准了活动假人，带着一阵残影扑了过去。砰！狮王冲到活动假人面前，举起手中拇指粗的金刚铁链，照着活动假人当头一鞭，活动假人被打得粉碎。狮王再次寻找陆阳，刚好看到陆阳跑到了前面10码的位置，他朝着陆阳追了过去。萧亮嘲讽，陆阳开启炽热急速，2级的炽热急速让陆阳比狮王还要快50%的移动速度。他跑过萧亮身边20码的位置，狮王刚好来到萧亮身边。萧亮面对狮王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释放嘲讽技能。狮王转头看向萧亮，刚要举起鞭子，陆阳突然间投掷铁皮手，打在了狮王身上。萧亮推到我身边来。陆阳举起法杖，瞄准狮王的脑袋。狮王的冲锋和拦截冷却时间都是30秒。陆阳口中念起咒语，研爆术一个接一个的命中狮王的脑袋。吼！狮王怒吼一声，朝着陆阳跑了过来。可是没了冲锋和拦截技能，陆阳的研爆术每0.5秒一发，打得狮王走起来举步维艰。当狮王来到陆阳面前10码的时候，陆阳打出来了20发研爆术，打掉了狮王2万点气血。狮王看着陆阳，突然间扬起了手中的锁链，在10码的距离猛地将锁链朝着陆阳抽了过去。陆阳早就知道狮王还有这样一个技能，突然间侧移躲避开了这下攻击，继续狮王研爆术攻击。萧亮和韩影3姐弟看到狮王甩出锁链的时候，都紧张到了极点，可是没有想到陆阳居然就这么轻松的躲开了。这杀 BOSS 太刺激了，韩飞说道。是啊，原来单杀 BOSS 这么刺激。韩宇也两眼放光。陆阳听到了两人的对话，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内心却忍不住激动起来。他相信凭借两人的身手，以后单杀 BOSS 没有任何难度。狮王仿佛预示到了自己的死亡，脸孔愈加的狰狞，铁链子一下接一下的朝着陆阳抽去，陆阳却总是可以轻松躲避，并且立刻用研爆术还击。10秒钟之后，陆阳面对狮王再次举起的手臂，他没有准备躲闪，而是突然间左手一指狮王，火焰冲击，一团火焰从狮王脸上炸开，并且眩晕狮王1秒钟的时间。当狮王反应过来，再想甩出铁链的时候，陆阳又一发研爆术打在了他的脑袋上。砰的一声，狮王举起的右手慢慢的停了下来，然后仿佛失去了全部的力气一般，摔倒在了地上。而此时2本技能书同时从狮王身上掉落，陆阳闪烁出现在狮王的面前，捡起来一看，他露出了激动的神色。烈焰风暴，我终于得到你了，陆阳说道。萧亮和韩影3姐弟跑了过来，好奇的看着陆阳手里的技能书。老大，这是什么技能啊？萧亮问道。陆阳将技能书的效果发给所有人。烈焰风暴，类型火焰法术，消耗65点法力，施法时间3秒，距离30码。描述：向指定位置释放一道直径8码的火焰风暴，造成164点火焰伤害，同时在地面上产生持续3秒钟的燃烧效果，每秒造成22点伤害。烈焰风暴有20%的几率打晕范围内的目标。看起来没什么特殊啊。韩飞不理解陆阳刚才为什么那么激动，要预读3秒钟啊，敌人早跑了。韩宇也不理解，他是猎人，感觉躲这一招很轻松。陆阳说道。看着，一阵密集的火元素从他身上涌现，白光一闪，陆阳突然间出现在不远处5个从火海里爬起来的僵尸，他用法杖往地上一砸，烈焰风暴，僵尸脚下猛然间爆出一个直径8码的火焰风暴，高度足有5米。584，一个个伤害数字从僵尸们的头上冒出，并且伴随着一个眩晕2秒钟的符号。2次复活的僵尸气血只有800多，遭到烈焰风暴的攻击后，再等1秒就被火墙烧死在了地上。老大，你能瞬发烈焰风暴，还能打出眩晕效果？萧亮惊讶地问道。韩影3姐弟也惊讶地看着陆阳。陆阳走回到了4人面前，说道：这样还能躲吗？韩飞感叹地说道：烈焰风暴和闪烁还能一起用啊，这根本躲不开。陆阳笑着问道：我要是再用赤焰鸟呢？萧亮和3姐弟同时惊呆在了原地。如果陆阳用闪烁切入战场，先用烈焰风暴打晕敌人，再用赤焰鸟攻击，以陆阳现在300多的法伤，加上这2个技能自身200多的伤害，能够打出1000多的伤害。萧亮是一名11级的防战，2体3耐加点，再加上一身装备，气血总量才刚刚900点。如果是其他非防战职业，即便一身白银装备，气血也才1000左右。萧亮说道：老大，你这套连招秒谁死啊？韩影3姐弟连连点头，都同意萧亮的说法。陆阳说道：现在你们明白如此高兴的原因了吧？有了神火法杖，再有了这2个群体攻击技能，陆阳将不再畏惧任何帮派，即便对方人多，他用这套连招攻击，对方来多少死多少。萧亮和韩影3姐弟一起点头。陆阳从地上捡起了另外一本技能书火强术，他直接点击学习。这样一来，纵火者法杖彻底退出了陆阳的装备序列。他把纵火者法杖递给了韩影，说道：这个送你了，虽然这把武器法伤不高，但是带有火墙技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用火墙来烧怪。
韩影欣喜地接过法杖，即便是5级的黑铁法杖，在法伤上面也没有纵火者法杖高，更何况陆阳还给这把武器打了+6的智力宝石，完全不是陆阳说的那样。谢谢陆阳哥，韩影说道。你是我的妹妹，跟我客气什么？陆阳看了看地上的装备，说道。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都捡起来。300多个僵尸暴露了很多装备和技能书，萧亮和韩影3姐弟看着远处亮晶晶的装备，纷纷跑了过去。拾取战利品是每一个都喜欢做的事情。陆阳笑看着这一切，等他们捡完之后，陆阳带着队伍走回3岔路口，朝着右侧通道一路杀怪，来到了秘密通道2层。刚进入2层，陆阳就被眼前密密麻麻的僵尸包围，看数量足足有200多个。陆阳大哥，你找的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今天一定可以升到10级的。韩飞惊喜地说道。萧亮说道，我也有机会升到13级也说不定。当然，陆阳一边释放火墙术一边说道，这里可是一块升级宝地。他记得秘密通道一共3层，每层的僵尸数量都非常多，足够他带着萧亮和韩影3姐弟升到15级。继续前进，陆阳在2层中间部位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矿石结晶体。你们3个继续挖矿去，其他矿石你们拿去卖钱，黑铁矿石给我。陆阳说道。好的。韩影3姐弟拿着鹤嘴锄来到矿体面前，开始刨矿。陆阳在一旁继续烧怪，当他不需要萧亮帮忙抗怪的时候，他让韩影把鹤嘴锄交给萧亮，由韩影负责引周围的怪过来。就这样，陆阳在秘密通道2层带着韩影等人打了一天的怪，萧亮和韩飞、韩宇2人也挖了一天的矿石。到了晚上的时候，陆阳和萧亮的等级都到了12级80%，韩影3姐弟的等级都到了10级。好啦，今晚就打到这里吧。陆阳说道。不继续了呀？韩飞意犹未尽地说道。陆阳说道，再玩下去，小心你老爸揍你。韩飞和韩宇看了看时间，发现他们已经在线超过10个小时了，两人顿时慌了。完蛋了，老爸一定会生气的。韩宇着急地说道。一会老爸会不会揍我们啊？韩飞一脸焦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陆阳不忍心再逗他们2个，说道，不会有事的，我跟师傅说好了，这几天会让你们放纵一些的。吓死我了。韩飞和韩宇一起说道，两人忍不住地拍了拍胸口。陆阳说道，一会萧亮来家里一趟，你们互相认识一下。萧亮说道，老大，要不晚上我也住你家里得了，昨天我把钱打到我爸妈的卡号里面，他俩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同意我继续玩游戏了，也不再限制我的自由了。陆阳就知道会是这样，说道，你要来也可以，不过家里没地方了，你只能跟我和韩飞、韩宇一起住客厅。没事，我不在乎。萧亮说道。那好，你过来吧，你们先退出游戏，我整理一下物品。陆阳说道。他整理了一下黑铁矿石，今天运气不错，黑铁矿石一共打到了30多块，有用的有26块，足够他升级16次的。陆阳使用咒语飞到了魔神殿，将黑铁矿石堆在了祭坛旁边的空地上，然后他退出了游戏。韩影3姐弟已经下线开始忙碌做菜，陆阳也走过去帮忙。等萧亮背着行李来的时候，饭菜刚好做完。陆阳将萧亮介绍给3姐弟和韩忠，在得知韩忠是陆阳和3姐弟的师傅之后，萧亮忍不住的想要跟韩忠学习功夫。韩忠说道，明天你先做基础锻炼，能熬过去的话，我就收下你当徒弟。萧亮没想到韩忠真的答应了，激动的说道，我一定努力。第2天清早，陆阳和韩影3姐弟继续锻炼身体，萧亮则一旁做基础训练，看着陆阳等同于自残一样的锻炼方式，萧亮突然间明白陆阳在游戏中为什么那么强大。2个小时之后，陆阳结束锻炼，勉强的走进了卫生间冲澡。老大，你没事吧？萧亮走到门口问道。陆阳努力的平复自己的气息，说道，没事，老大我还抗得住。至于吗？你这也太拼命了。萧亮说道。陆阳淋着淋浴没有说话。很快，几个人都洗漱之后，陆阳带着他们进入到了游戏当中。萨罗斯城，陆阳刚刚出现，忽然间发现世界频道有无数人在抱怨，搞什么啊？毒蛇峡谷的毒素伤害这么高，普通本都打不过去。我都8级了，穿着全套的3级白银装备，连毒蛇峡谷的老翼都没看到，就被小怪给毒死了。数不清的玩家在世界频道上发牢骚，其中不乏各大公会的精英团玩家。陆阳打开等级榜看了看，等级超过8级的玩家已经达到了2000人。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还在攻略5级副本，但是各大公会的精英团现在一定都在打毒蛇峡谷。第一个打通毒蛇峡谷普通本和史诗本将获得全世界所有服务器通报的奖励，这种声望上的提升不是简单的用钱能够衡量的。不过毒蛇峡谷可没有那么容易打通，里面的每一个怪都带有剧毒，即便是普通本 BOSS 的毒素攻击都可以达到每秒100点。以目前玩家的实力，即便他们全身装备着5级的白银套装，也扛不住这种剧毒的攻击。想要控制毒素，要么拥有解毒术这个技能，要么拥有抗毒药剂。解毒术是10级以后才能学习的技能，而抗毒药剂目前全世界估计只有陆阳一个人拥有。陆阳知道他第一次报复的机会来了，2天前他就看到有不少玩家到了8级了，不过那个时候他没有着急去卖解毒药剂，而是故意让各大公会先去尝试着开荒。他则趁此机会带着萧亮和韩影3姐弟升级，现在萧亮和3姐弟已经可以自己在秘密通道里面升级了。各大公会的精英团也都发现毒蛇峡谷的毒素他们抗不过去，需要另想其他办法。陆阳对处在激动心情下的萧亮和韩影3姐弟说道，今天不能带你们升级了，你们先自己下秘密通道升级吧，老大我有些事情要回去处理一下。啊，不能带我们了呀？韩飞失望地看着陆阳。陆阳拍了拍韩飞的小脑袋，说道，一会我还回来，你们先打着。
萧亮和韩影三姐弟这才露出开心的表情。虽然他们现在也能独立在秘密通道里面升级了，但是有陆阳在身边，不仅打怪快，还让他们有安全感。韩影懂事的说道：“陆阳哥，你忙你的，我有你给我的纵火者法杖，也能带队的。”陆阳笑着点点头，跟四人摆了摆手，全身红光闪耀，回到了魔神殿。然后他通过魔神殿回到了圣加尔城，这样走的话，他在返回的时候也可以免费从魔神殿回到萨罗斯城。他走出卡恩的家门，来到了圣加尔城的拍卖大厅，在仓库保管员那里拿出来了30瓶抗毒药剂，以最低3个银币、最高10个银币的价格摆在了拍卖行的货架上，时间限制1天。然后他用1个金币的价格，以匿名的方式在拍卖行的频道发言：世界出售抗毒药剂，可有效降低毒素30点伤害，买的从速只有30瓶。说完话，他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舒服地享受着片刻的休闲时光。他相信用不了多久，各大公会的老大就会现身拍卖行。毒蛇峡谷里面，一个蛇形巨石的旁边，迟暮、黑血、王者之剑、嗜血霸天、雄霸风云等20多个大型公会的老大正带着各自的手下聚集在这里。连续2天的副本开荒，让他们心力交瘁，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打通副本老一的办法，以至于都不进副本，在外面探讨起来。老狐狸，你那有什么进展没有？我们互通一下消息。雄霸带着副会长主动找到了迟暮老人。迟暮老人正和手下交流，听到雄霸的话，侧过脸，厚着眉头说道：“不瞒你说，老一的第1阶段我都没扛过去，成片的毒素攻击导致治疗压力太大，如果多换治疗进来，输出又不够用。”雄霸皱着眉头，他也是卡在这里，说道：“这不是治疗的问题，我们需要解毒技能或者抗毒一类的药剂，哪找去啊？解毒技能是10级以后的，抗毒药剂我都没听说过。”迟暮说道。雄霸皱着眉头说道：“我倒是知道哪有卖抗毒药剂配方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提升声望。”雄霸的一个手下偶然间在拉克索小镇的城市执政官那里看到了这个配方，可惜他怎么也找不到提升拉克索小镇声望的办法。另外一边，黑雪也和嗜血霸天在聊副本，其他公会也都3两两的聚在一起。正当这些公会老大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间，几乎是同一时间，各大公会的老大和精英玩家同时露出惊呆的表情。有人卖抗毒药剂，赶紧回城！20多个公会的会长和身边的副手同时拿出回城券，一阵阵白光闪烁。毒蛇峡谷当中，剩下的只有各大公会的精英。拍卖行中，无数玩家也被这则消息也惊到了。到了8级的玩家或者消息灵通的玩家都知道，8级副本中怪的毒素攻击导致各大公会开荒不利，看到有抗毒药剂，都点开了拍卖器查看起来。可是当他们看到价格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3个银币，这人真敢要啊？还是底价？就算是个大公会也不可能买吧，太贵了。3个银币足够一个小型公会维持1天运转的资金，普通玩家手里能够有3个银币，已经算是一笔巨额财富。本来想要趁机发一笔财的玩家，纷纷被3个银币的价格给吓到，都没敢出手囤货。很快，雄霸和迟暮等各大公会的老大都带着手下赶到了拍卖行。当他们看到价格的时候，雄霸毫不犹豫地将价格拍到了4个银币，迟暮也不犹豫点到了5个银币。老狐狸，5个银币可以了。雄霸选择了另外一个抗毒药剂，也将价格提升到了5个银币。嗜血霸天等其他公会的老大正要加价，听到雄霸的话，纷纷将目标对准了其他抗毒药剂。转眼间，30个抗毒药剂的竞拍价都变成了5个银币。雄霸和迟暮这样出手快的竞拍到了2个，出手慢的只竞拍到了1个。烈酒清风在迟暮耳边说道：“老大，数量不够啊，我们起码每人带2瓶抗毒药剂才能打通普通本。”迟暮老人说道：“我也知道，但是卖东西那人明显是要抬高价格，我们不能擅自加价，不然会引起各大公会的仇恨的。如果被20多个公会同时恨上了，迟暮老人再有钱也扛不住，他现在也不敢轻易出手。”雄霸跟嗜血霸天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是一副就定在这个价格上的表情。拍卖行有规定，如果卖家认为这个价格合理，可以提前结算。雄霸等人猜测卖抗毒药剂的那个人有很大几率就在拍卖大厅里面的某个角落看着他们，因为抗毒药剂卖的时机太巧妙了，正是他们打副本打了2天都没有打过去，焦躁无奈的时候。陆阳悠闲地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当中，看着雄霸、迟暮和嗜血霸天等人貌似坚定的表情，他点开竞拍器，以10个银币的价格直接买走了一个抗毒药剂。雄霸和迟暮等人虽然表现得很是淡定，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比谁都要惊慌。20多个人就有20多个心眼，一旦有谁把持不住，直接用10个银币的价格去抢，转眼间他们就全都没了。竞拍这种东西并不出现买家的名字，也就是说让人抢走了他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正当他们互相担忧对方不仗义的时候，忽然间黑雪怒骂道：“你们中间哪个混蛋干的？既然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迟暮和雄霸等人也发现了有人强行用最高价买走了抗毒药剂，可是他们现在顾不得说话，生怕黑血等人强行购买导致他们自己买不到，纷纷抢购起来。系统提示：你获得了9个银币90个铜币。系统提示：你获得了9个银币90个铜币。一连29个系统提示让陆阳收获了2个金币87个银币10个铜币。陆阳忍不住握了握拳头，他就知道这些公会老大们会互相猜忌，绝对忍不住让别人先抢了副本手痛。黑血哈哈大笑的说道：“让你们这帮人不守规矩，我这次抢到了4瓶毒蛇峡谷的手通，一定是我的了。老大，你买到了几瓶？”烈酒清风着急的问道。迟暮恼怒的看了黑血一眼，说道：“只抢到了2瓶，这可怎么办？药剂根本不够用啊。”烈酒清风说道：“没关系，卖抗毒药剂那人手中一定还有很多存货，你留在这里，
我给你开通10个金币的权限，一旦有抗毒药剂，不超过10个银币，你不用通知我，全数购买。迟暮老人说道。烈酒清风点头答应，留在了拍卖行里面。陆阳冷眼旁观，他知道自己赌对了。各大公会的老大为了抢夺副本手通，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任谁都能看得出来，手通带给迟暮老人的好处，在精英团队和普通成员的抢夺上面，迟暮占了大便宜。现在毒蛇峡谷副本的手通就在抗毒药剂上面，由不得各大公会不全力抢夺。雄霸手下的美女副会长屈无意穿着一身镂空的魔法长袍，脸上冷若冰霜，却又媚态十足。清风，你们家老狐狸也认为还会有人继续卖抗毒药剂吗？屈无意问道。烈酒清风皱眉说道，屈无意，请称呼迟暮会长，麻烦你有一个最起码的尊敬。屈无意翻了个白眼，说道，那请问你们家迟暮会长也是这么想的吗？烈酒清风看了看对面的叶孤星和黑雪手下的金雕，说道，那两人的老大不也是同样的想法吗？真不知道这个人从哪得到的药剂配方，如果让我知道了，我一定找到他现实的住处。金雕狞笑的说道，他相信黑血也有同样的想法。叶孤星看了金雕一眼，说道，省省吧，虽然我也猜测这人就在拍卖大厅里面，或许他正在看着我们，可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他。金雕看了看拍卖行里的数千玩家，说道，真是麻烦，怎么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千人呢？他们猜的没错，陆阳此时就混在人群当中。等了10分钟的时间，陆阳走到仓库保管员面前，将剩下的300瓶抗毒药剂全都取了出来，然后他来到拍卖器面前，往里面投放了30瓶。又有抗毒药剂了，大家快看！一个散人玩家突然喊道。与此同时，各大公会负责留守刷拍卖器的人也同时喊了出来。金雕和屈无意等人几乎同时点开了拍卖器购买抗毒药剂。周围的玩家被那个玩家的话吸引，当他们刚找到抗毒药剂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再次被各大公会抢购一空，价格还是10个银币。轰的一下，无数玩家惊呆了。10个银币是很多玩家在游戏里面玩了8天时间才得到的金钱总量，现在却有人用一个药剂就能获得。这个卖药剂的人是谁啊？他这次发财了啊！各大公会这次真的是疯了，这么高的价格也抢，我们要不要囤货也抢购一下？没用，这人间隔10分钟放一次，最高价格也就定在了10个银币，这东西也就是各大公会才去抢，一会等各大公会饱和了，也就没人抢了。无数玩家加入到了讨论阵营，场内玩家都好奇10分钟之后会不会还有下一批抗毒药剂，也好奇拍卖行门口的这些各大公会的代表们会不会购买。屈无意和金雕等人恼怒至极，这种被人围观的感觉很不爽，而且他们也确信卖药剂的人就是在利用各大公会为了抢夺副本手通的这个时间点，逼迫各大公会用最高价格购买。妈的，这小子把人的心理把握得太准了！金雕骂道。如果只有我们几个公会竞争，何必花这么多钱？叶孤星也很是不爽，要不我们劝劝其他公会吧，不能让他这么赚钱啊！金雕说道。叶孤星冷哼一声，看着对面的屈无意、烈酒清风和其他10多个公会的代表，你认为你说的话，他们谁会相信？谁又知道那个卖药剂的一共有多少瓶呢？万一下一批就是最后一批呢？叶孤星问道。金雕无语，说道，真窝囊。屈无意也说出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也没有想要去找金雕等人商量。僵持了10分钟之后，陆阳第4次投放，屈无意和金雕等人只能再次抢购。至此，屈无意和金雕等人放弃合作，宁愿互相猜疑之下，便宜卖药剂的人也要抢夺药剂。2个小时之后，陆阳成功的利用各大公会之间的猜忌，将手中的300瓶抗毒药剂全部卖光，除掉扣税，他一共获得了31个金币、60个银币、80个铜币。看着这笔钱，陆阳忍不住握了握拳头。这仅仅是第一笔钱，等今晚各大公会开荒毒蛇峡谷成功，他们就会发现毒蛇峡谷当中会出产各个职业套装，8到12级的职业套装会让玩家的属性极大的提升，这对于帮派战争有很大的作用，而且相对于其他副本，有了抗毒药剂的毒蛇峡谷变得容易。雄霸和嗜血霸天、黑血这类得罪人的公会一定会全力购买抗毒药剂来提升手下装备。对于散人玩家来说，当他们看到各大公会的精英团成员从毒蛇峡谷副本里面打到套装之后，也一定会购买抗毒药剂去下毒蛇峡谷的副本。等到了那个时候，陆阳的资产将会迎来第一次暴富。有了钱，陆阳就可以逐步去解救上辈子那些上辈子陪着他一直走到最后不离不弃的兄弟们。想到这里，陆阳长出了一口气，他点开了拍卖器，找到了10根草等制作抗毒药剂的基础药材，每样买了600多组，将这3种草药全部买空，一共花费了1个金币、80个铜币。此时，陆阳的手里算上之前剩下的钱，一共还有32个金币。如果兑换成钱的话，这些金币可以兑换将近3万信用点，足够他、萧亮和韩中一家人舒服的生活好几个月的。不过，陆阳强忍着改善家里人生活的冲动，他决定用这笔钱来进行投资。未来圣加尔城最贵的东西不是装备，也不是神器，而是地皮。由于系统出售的装备只是最基础装备，也就是俗称的白板，这样的装备或者药品、饰品一类的东西远远无法满足玩家的需求。很多玩家抓住这一商机，将游戏中打到的青铜及以上级别的装备在圣加尔城摆摊出售。在城东大道上，由于场地宽阔，那里自动形成了一个贸易市场，玩家也都习惯了去城东大道上查看摆摊的货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城东大道两侧的房屋也是可以进行交易的。从游戏开始之初，服务器就开通了地皮交易功能，圣加尔城任何一条街道两侧的房屋都可以进行买卖。土地交易官的位置就在圣加尔城王宫左侧的1楼大厅里面。这个地方十分隐蔽，一般玩家不会来这里，只有各大公会的情报探子才会来这里探索。陆阳知道这里也是因为上辈子他也想投资一块地皮，不过他
他有钱的时候，圣加尔城的地皮已经卖光了，他只能从其他人手里购买。而那个时候，地皮最便宜的一块也要1万金币，最贵的一块成交价格达到300万金币。现在囤地皮，即便不做生意，将来转手卖了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走到交易官的面前，说道：“交易官阁下，我想要购买地皮，欢迎你来到圣加尔城进行投资。”胖胖的交易官笑眯眯地从怀里掏出一幅圣加尔城的地图，铺在了办公桌上，问道：“你想要购买哪里的地皮？”地图落在桌子上，瞬间浮现出一个立体的影像。陆阳可以在地图上面看到圣加尔城的全貌。他发现城东大道的交易市场那里已经有不少店铺被人买走了，不过最热的那几个还没有交易。陆阳指着城北的一块空地说道：“我要这个地方。”他指的位置是北城区广场附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上一世被炒到300万金币的那块地皮。这件事陆阳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太过轰动。而地皮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仇人黑血。当时圣加尔城开通货币兑换的时候，各大工会疯狂购买城市中的地皮，黑血却因为正在跟另外一个工会打仗，大量的金币投入到了战争中，无力参与争夺。等他打赢了战争，城东最繁华的交易区已经被各大工会瓜分完毕，稍差一些的城南和城西也有大批富商在游戏里面进行投资。唯一还有可以购买地皮的地方就是在城北，可是城北门外面是落日大峡谷，玩家无法从北门走出去，因此城北一直都是人烟稀少，即便投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里的地皮价格更是便宜，最贵的一块才10个金币。黑血当时为了面子，不想让人称为没有地皮的工会老大，象征性的花了30个金币在城北广场附近买下了3块地皮，为此他还遭到了各大工会老大的嘲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黑血运气这么好，在不久之后，官方决定在游戏内部设置一个货币兑换地点，玩家不需要摘下头盔在网上支付，只要在游戏的货币兑换点那里输入银行卡号和密码，就能在游戏里面直接兑换。而这个兑换地点没有设在繁华的城东，也没有设在城南和城西，而是设在了城北广场，就在黑血的那3块地皮的对面。当这个地方一设立，黑血买下的地皮价格直接翻了1000倍，有人当场出价3万金币买下他手里的3块地皮。黑血为人嚣张却不傻，冷笑着回了一句：“少于300万不要来找我。”后来陆阳的工会跟黑血打在一起，陆阳凭借魔神之心的力量将黑血的工会摧毁的一点不剩。就在他以为黑血彻底失败的时候，黑血卖掉了这块地皮，变成了一个身价上亿的大富豪。本来陆阳打掉黑血给工会提升了很大的士气，可是结果让陆阳和他的工会成员心里面腻歪的要命。这件事给陆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混蛋在游戏里面为非作歹，最后还能在离开游戏的时候成为亿万富豪，这是陆阳不能接受的。这辈子他要让黑血这混蛋知道什么叫做轮回报应。这个地方是城北最繁华的地段，如果你想要购买，请支付给我10个金币。交易官说道。陆阳说道：“这个地方我买了。”他拿出10个金币递给了交易官，地图上他所指的地方立刻变成了蓝星浩域。同时交易官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地契交给了陆阳，说道：“小伙子，现在那个店铺属于你了，还想要买什么地方吗？”陆阳问道：“这个房子两侧的地皮多少钱？”交易官说道：“左侧的房子10个金币，右侧的房子也是10个金币。”陆阳掏出20个金币，将另外的2个房子的地契也都买了下来。他将3张地契都放在了背包里面。这3张地契，陆阳并不准备在将来出售，而是准备开店铺。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并不是卖地皮，而是用前瞻性的眼光去做生意。他知道未来的游戏世界将会如何发展，他也知道玩家在未来最缺少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未来都会出现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他会因为这3个店铺变得暴富，以后这3个店铺就是陆阳最大的金钱来源地，也是陆阳争霸世界的根本。不过当下最值钱的店铺还是在城东市场，陆阳准备再去做些抗毒药剂，准备明天早上售卖。他走出王宫，来到了药剂师工会，刚刚要进门，突然间一个玩家被一群人从药剂师工会里面推了出来。滚，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不然见一次杀一次。叶孤星愤怒地说道。周围无数人看到这个情况都聚了过去，陆阳也混在其中。被推出的玩家被如此多的人围观，狼狈至极，面红耳赤地争辩道：“这不是我的错，你们凭什么开除我？”叶孤星气乐了，指着对方骂道：“老子给你100组草药，3000株草药，你炼药100次就成功1次。你跟我说你有炼药天赋，你逗我呢呀？你们让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做完就这样了，怎么能怪我？那还怪我了是吧？别人都完成这个任务，当上了学徒，就你做任务失败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你自己能力不够智能，怪你自己，赶紧给我滚！炼药师团队都是精英，不需要你这样的垃圾。”叶孤星满脸的嫌弃，被骂的玩家瞪着叶孤星，转头走出了人群。竟然是他！陆阳看着这个人喃喃自语，这个倒霉的玩家陆阳认识，名字叫做金不换。不过两人不是朋友，反倒是仇人。上辈子这个玩家是黑血手下的药剂师，黑血工会所有的特殊药剂全都是这个人制作出来的。陆阳和黑血之间的战争，多次因为这个药剂师制作的奇怪药剂而导致陆阳在局部战争失败。最后一次陆阳打赢黑血，是因为他抢劫了黑血的补给军团，并且当场将这个金不换给抓住。游戏中有特殊道具，可以控制一个玩家3天的时间，陆阳就是利用这3天的空当，彻底打败了黑血。金不换之所以给陆阳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陆阳在抓到金不换之后，金不换露出了一个解脱的表情，当时他的表情陆阳一辈子都忘不了。之后两人有过一次长谈，金不换也知道黑血在游戏里面做人做事太缺德，已经引起了众怒，他也反感黑血的做事方法。但是当年金不换最落魄的时候，是黑血帮他度过了难关，因此即便黑血再不是人，他也要帮黑血。
陆阳本来是要杀金不换到退区的，毕竟他害得帮里兄弟死伤惨重，而且金不换也不可能加入他的工会。但是就凭他这一句话，陆阳最终放了他。而金不换的选择更是让人吃惊，他删除账号，彻底退出了游戏。那个时候，金不换已经被人尊称为药王了，他能制作全游戏谁也做不出来的特殊药剂。如果他开一家药剂店，赚到的钱将会让他富甲一方。可是他就这么退区了。本来帮派里还有人对陆阳放了金不换感到担忧，看到金不换的做法，他们才意识到金不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除了真男人、大丈夫，其他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此时，金不换已经在药剂师工会门口摆摊的地方买下了很多草药，周围没有散去的玩家都对他指指点点。金不换恍若不闻，买好药剂后转身进了药剂师协会。陆阳看着金不换的背影，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追了过去。上一世金不换退出游戏之前，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可惜你我不是兄弟。既然你叹息上辈子你我没有成为兄弟，那么这辈子这个遗憾我来给你补上。陆阳快步追上了金不换，走到他的面前说道：等一下。金不换正在埋着头往前走，脸上带着愤愤不平的表情。这种屈辱是他一生都不曾遇到的。他要证明自己，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药剂师，不是一个废物。可是，一想到他连续制作药剂失败了100次，他又被绝望笼罩，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正当他想办法的时候，迎面出现了一个人，他差点撞到这个人身上。你是谁？让开！金不换气愤地说道。陆阳看着金不换愤怒的表情，亮出了自己中阶药剂师的徽章，说道：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告诉我你出了什么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金不换本来愤怒的表情变成了惊讶，问道：你是中阶药剂师，你怎么达到的？嗜血盟16个药剂师还没有一个是中阶的呢。陆阳就知道金不换会被自己的徽章吸引，中阶药剂师是所有药剂师的一道坎，因为初级药师到中级药剂师之间的要求只要50点熟练度，很多人都能达到。但是并不是熟练度到了50点就能晋升中级的，而是要参加考试的。陆阳能够达到，是因为他用大缸一次炼制30瓶抗毒药剂，手法达到了要求才能晋升的。而他之所以会炼药，是因为上辈子工会里面没有高级药剂师，他迫不得已去学习的，跟着手下兄弟们一起摸索探讨了2年时间，他已经达到了炼金术大师的水平，这比炼药师高出了8个等级。陆阳说道：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大家同是炼药师，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金不换正需要有人给他指点，看到有中阶药剂师愿意帮忙，哪里还会不同意，连忙点头说道：好的，我跟你走。陆阳带着金不换来到了2楼的第7个房间，找伯肯斯花费5个银币进入了炼药室，他把草药从背包里面拿了出来，一组一组的放在了桌子上。金不换游戏迷茫的看着陆阳，他感觉眼前的这个人有些眼熟，又有些陌生。请问我现在该做些什么？金不换问道。先用你的方法制作一瓶药剂给我看看。陆阳说道。金不换连忙点头，用他之前有些生疏的手法制作起了一瓶治疗药剂，小瓶。陆阳看到金不换的手法，就知道他这瓶药剂制作不成功，基础类的毛病太多。果然，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药剂变成了一瓶绿色的浓汤。金不换一阵失望，说道：又失败了。失败是正常的，你的手法有太多问题。这样，你先看我做一遍。陆阳走到金不换的身边，拿起草药制作药剂。制作药剂需要从熬制草药、添加药剂、产生化学反应这3个步骤来做。虽然步骤简单，但是其中关于水温、比例、时间这3个东西都要有精准的把控。陆阳一边说一边制作。一旁的金不换看到陆阳的操作手法都看呆了，他只感觉陆阳制作药剂时候的每一个精准的动作和每一次制作出来的样品都如同艺术品一般。5分钟的时间在金不换的眼中一眨眼就过去了。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陆阳的手里已经出现了一瓶颜色鲜红的治疗药剂，小瓶。高手，你能教我吗？金不换激动的口齿有些不灵，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在他完成那个任务失败之后，任务发起人给了他一条提示：制作药剂就如同制作一件艺术品，它不容许有丝毫的瑕疵，任何的不完美都会让你失败，而完美的艺术品会受到神的赏赐。到目前为止，这句话还挂在金不换的炼药技能下面。陆阳说道：当然，不过你要保密，这个制作方法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金不换连忙点头，他知道这个药剂的制作方法落到各大工会手里会值多少钱。陆阳写了一段信息发给了金不换，这上面就是制作治疗药剂小瓶的最佳配比。金不换立刻按照上面的方法制作起来。陆阳在一旁观看，这一次金不换制作的药剂每一步都跟他制作的药剂相差无几，半成品的颜色也都相同，一直到了最后一步，当金不换将药剂合成的时候，绿色的药剂瞬间变成了鲜红色。金不换的身体瞬间僵直，他激动的大吼道：我成功了，我制作的药剂成功了。陆阳失笑，他拿起自己的草药开始制作抗毒药剂。金不换怒吼了好一阵子，才将心中抑郁的心情发泄出去。5天了，整整5天了，自从他任务失败，他就一直被工会里的所有人嫌弃，其他药剂师嘲笑他，叶孤星等工会高层鄙视他，后来更是将他撵出了工会，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屈辱。这种压抑的心情让他难受到了极点，如今他终于释放出来了。等他反应过来之后，他来到陆阳面前，深深的一鞠躬，说道：高手，谢谢你。陆阳赶忙扶起金不换，说道：你这是干什么？他哪里知道金不换立志当一名职业玩家，想要靠着制作药剂赚钱养家，可是这5天给他的打击不仅在游戏中，更是在现实中让他差点崩溃。金不换直起身真诚地说道：高手，看你买了这么多草药，你也一定是一名职业玩家，以后我给你打下手怎么样？我学会了制作药剂，我也可以帮你做药剂拿出去卖钱。陆阳一愣，他还真没想过要让金不换当自己的手下，
他当时的冲动只是因为想要结交金不换这个朋友，弥补上一世的遗憾。不过金不换这么一说，陆阳还真的是动心了。今后市场对抗毒药剂的需求量必然猛增，他想赚钱就势必会减少练级的时间。陆阳未来建帮的时候，最大的资本就是等级榜第一，没了这个优势，他的号召力将会降低很多。可是没有钱，帮派也发展不起来。如果赚钱和升级起冲突，他只能招收药剂师来帮忙。虽然他已经有了人选，是他上辈子的兄弟，但是多一个药王更是如虎添翼。你等一下，陆阳打开系统界面，找到了合同项，将雇佣合同选择了出来，简单的填写之后交给了药王，说道：兄弟，以后不要说给我打下手，如果你愿意，咱们就一起打天下，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金不换不懂得陆阳的意思，他好奇地看了看合同上的条款，上面的条件很少，大体的意思就是陆阳每天至少提供价值1个金币的药材给金不换，金不换制作药剂成功之后与陆阳进行28分成，同时陆阳每个月支付金不换10个金币作为工资，合同有效期5年。这份合同比各大工会开出的合同还要高，正常一个工会只给他们培养的玩家10%的钱，而且即便金不换不工作，陆阳也要白养他5年时间。不行，我不能签。金不换摇头说道。怎么了？陆阳问道。金不换指着每个月10个金币那一项说道，这个太多了，给我2个金币就行。陆阳无语说道，那个只是小钱，你签合同就是了。金不换此时将陆阳当成了一个有钱的老板，既然敢开出这样的合同，绝对是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做到。他挠着头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呀。陆阳失笑，此时他制作的抗毒药剂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30瓶抗毒药剂是失败还是成功，就看最后这几秒钟了。他没有时间搭理金不换，认真的制作起了药剂。金不换低着头在桌子上签下名字，等他抬起头刚要将合同交给陆阳的时候，却惊恐地看到陆阳正将黑色的药剂倒入一个个玻璃瓶中。老大，你刚刚制作的药剂不会是抗毒药剂吧？金不换惊呆地问道。陆阳说道，没错呀，我制作的就是抗毒药剂。金不换感觉自己的大脑有些不够用了，他眨了眨眼睛问道，那今天拍卖行那边卖抗毒药剂的人就是你吗？是我呀。陆阳说道。老大，那咱们还是改合同吧，你根本就不需要我啊。金不换说道。一瓶治疗药剂，小瓶卖价才10几个铜币，跟10个银币一瓶的抗毒药剂相比是几十倍的差价。陆阳靠这一个抗毒药剂就能赚得盆满钵满。陆阳说道，谁说我不需要你的？一会我给你买一张抗毒药剂配方过来，以后你就按照我教你的方法给我做抗毒药剂。老大，我好有时间出去升级去。金不换惊呆了，他问道，老大，你还能买到抗毒药剂配方？陆阳说道，当然了。老大，那咱们还是改合同吧，我不能签这份合同，这个合同我赚大了呀。金不换语无伦次地说道。抗毒药剂被炒到10个银币一瓶的价格，如果他跟着陆阳学会制作，就算1小时只制作10瓶，他制作10个小时的时间就是100瓶，这样的话他一天就能赚到1个金币。1个金币在黑市上的价格是800到1000点信用点，如果能够持续1个月的话，他每个月就能赚2到3万信用点。可是这笔钱换谁来都能赚到手，他跟捡钱一样。陆阳说道，我给你这笔钱不光是让你当药剂师的，过阵子我会开一家药店，你是店长，不仅要炼药，你还要帮我招募有天赋的药剂师，同时负责培训他们，你的职责是很重的。好的，我一定完成任务。金不换这才不再纠结合同的问题，突然间他眨了眨眼睛问道，那个老大，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陆阳一笑说道，你还没认出来我吗？我是陆阳啊。金不换傻眼，他这才想起来陆阳就是他之前那个工会通缉的玩家。老大，我服了。金不换真诚地说道，不过随后他低着头想了好半天，脸上带着一丝尴尬的表情。陆阳问道，有什么问题吗？金不换想了又想，最终脸上露出一丝坚毅的表情，说道，老大，您能先借给我10个银币吗？当然可以。陆阳想了不想，从怀里拿出来了10个银币交给了金不换。你不问我做什么吗？金不换惊讶地问道。陆阳内心失笑，金不换果然还是上一世的那个金不换。他猜到，你是想回嗜血盟还钱吧？金不换没有想到自己的想法会被陆阳猜到，有些歉疚地说道，虽然嗜血盟没有跟我签合同，但是他们曾经在我身上花费了10个银币来培养我，我想还了这份人情。陆阳欣赏金不换的原因就在这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恐怕他能获得系统奖励，开启隐藏职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吧，正好我也要去给你买配方，我们一会还在这里见面。陆阳说道。好的。金不换感激陆阳的体谅，拿着钱走了。陆阳也离开了药剂师协会，他先来到地精贸易大厅购买了10张抗毒药剂配方，然后回到了炼药室。不久之后，金不换也回来了，不过他却是一脸铁青的低着头。怎么又和他们起冲突了？陆阳问道。金不换愤恨地说道，我拿他们当朋友，他们只拿我当可以利用的人，现在看我没有利用价值，我去还钱的时候还对我冷嘲热讽，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睛。陆阳能够猜到当时的情况，药剂师是一个有天分才能去学习的职业，当时金不换展现出天赋，被嗜血霸天和叶孤星等人看中，自然多加笼络。现在金不换做不出药剂，变成了一个普通玩家，嗜血霸天和叶孤星怎么可能还会搭理他？一个工会的底层玩家而已，叶孤星都懒得多看他一眼。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抗毒药剂的配方，放在了金不换的面前，说道，早晚他们会后悔的，不要想这件事了。这是抗毒药剂配方，你把它学了，从今天开始，我教你制作各种药剂，以后有你在这里，我也就可以安心出去升级了。金不换看着陆阳的眼睛，激动地说道，在我金不换穷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金不换别的做不到，今后就听老大你的差遣。
陆阳说道：“那我们就争取当一辈子的兄弟，一起闯荡这个游戏。”金不换重重的点了一下头，他能感觉到陆阳是真心当他是兄弟。当下，陆阳开始一步一步的教导金不换制作抗毒药剂的方法。金不换在上一世能够达到药王的高度，在炼药这方面的悟性是非常高的，很快他就学会了制作抗毒药剂的流程和要点。陆阳让他在一旁练习，自己则开始大批量的制作抗毒药剂。1个半小时之后，他做出来了500瓶，而金不换那边通过练习做出来了10瓶，不过有4瓶制作失败。金不换满脸的挫败感。陆阳说道：“别着急，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时间长了你就学会了。”金不换嗯了一声，说道：“我感觉到自己快要掌握方法了。”此时药材每样还剩下100多组，陆阳将制作好的药剂分批次的放在了仓库里面，然后他从背包里拿出来1枚金币，交给了金不换：“我要去升级了，你留在这里慢慢练级，记住不要着急，明天我来找你，如果草药不够用，你就用钱去买。”陆阳说道：“好的，我继续去炼药了。”金不换已经全身心的扑到了炼药上面。陆阳辞别了金不换，从魔神殿回到了萨罗斯城，跑向了秘密通道。这一次回到圣加尔城，他的收获巨大，不仅买了3块地皮，还得到了药王这个人才，这让他对未来对抗刘杰越来越有信心了。你们那边怎么样了？我回来了。陆阳发信息给萧亮：“老大，我们正在小桥那里呢。”萧亮说道：“我马上就到。”陆阳跳下秘密通道，一路杀怪找到了萧亮和韩影3姐弟。此时，萧亮和韩影的召唤兽地狱3头犬正挡在桥上，在他们的面前有大批的僵尸，韩影正在用纵火者法仗力火墙。看得出来，几个人打得都游刃有余，而且萧亮身上的装备比之前也好了很多。韩影看到了陆阳，欢喜的招手喊道：“陆阳哥，你来了！”萧亮和韩飞、韩宇也看到了陆阳，纷纷招手示意。陆阳笑了一笑，口中念动咒语，一只火红色的大鸟从他头上飞起。赤焰鸟。陆阳用手一指萧亮的面前，大鸟嘶鸣一声俯冲而去。轰的一声，萧亮面前的10多个僵尸被打成残血。他们刚要转移目标，脚下突然间出现黑色的条纹，随后一个巨大的火焰风暴将他们笼罩。烈焰风暴。连续2招之后，本就气血半血的僵尸被全部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19点经验。陆阳走到了萧亮和3姐弟的面前，说道：“不错，我才走几个小时，你们就变厉害了很多。”韩飞得意地说道：“陆阳大哥，我也很厉害，这些怪都是我引过来的。”陆阳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怪不得你们利用这个地方打怪呢，聪明。”韩飞被陆阳夸奖，很是得意。陆阳哥，我有没有提升的办法呀？我感觉我现在一点忙都帮不上。韩宇有些郁闷，看到陆阳来了连忙诉苦。韩宇是弓箭手，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一把好的弓箭，也没有什么好的召唤兽。陆阳问道：“打到初级掌控技能书了吗？”“打到了，刚刚一个僵尸爆出来的，我学习了。”韩宇说道。陆阳眼睛一亮，说道：“大家跟我回去，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给韩宇抓召唤兽去。”“陆阳大哥，这个召唤兽很厉害吗？”韩宇惊喜地问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召唤兽，你一定会喜欢它的。”陆阳说道。“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帮忙打怪了。”韩宇说道。萧亮有一丝不好的预感，一般陆阳这么说话都不是什么好事。很快，陆阳带着他们离开了秘密通道，来到了萨罗斯城外面的传送点。萨罗斯城是30级地图，陆阳给了他们每个人20个银币，说道：“从这里到赞加古城需要10个银币，这是你们来回用的。”4人拿着银币跟着杨一起飞到了赞加古城，刚落地，他们就被赞加古城浓浓的中东风情所吸引。这里很漂亮啊。韩影看着周围明黄色的房子说道。陆阳说道：“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游戏，各国的风情都能在游戏里面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图实际上是古代波斯王国的城市。”韩宇着急宝宝的事情，问道：“陆阳大哥，我们去哪抓宝宝啊？”陆阳说道：“跟我来，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带着4人走出城外，来到了一片森林当中。森林的树木他们叫不上名字，但是每一棵树都十分的高，在这些树木当中不时的飞过各种鸟兽。系统提示：你发现了奇迹森林，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韩影说道。若要论景色，这个地方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游戏中比较漂亮的景色之一，不过这里出没的怪兽却都不简单。陆阳说道。陆阳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抓的这个召唤兽特别厉害？韩宇惊喜地问道。陆阳说道：“那是当然。”突然间，森林的正前方出现一只红肚皮的大青蛙，大概有足球大小，瞪着2个大眼睛，咕咕地看着挡在路中间。陆阳一指这个青蛙说道：“我们要抓的就是它。”啥？韩宇刚刚激动的心情在看到这只大青蛙的时候跌到了谷底。陆阳大哥，你别逗我，这只大蛤蟆能干嘛啊？韩宇问道。弟弟，你要是带个大青蛙当宠物，还真是很特别啊。韩飞一脸无良的笑容。萧亮、韩飞和韩影3人在一旁同样毫无顾忌的哈哈大笑。韩宇更加沮丧。陆阳也被逗乐了，说道：“这只青蛙叫做剧毒蛙，不要小看它，现在它看起来很垃圾，但是如果给它提升7个等级，它就能学会喷涂毒素，还有一定几率吐出毒镖，令敌人快速掉血。这么厉害？”韩宇说道。当然，不过这种青蛙也有缺点，它们跳的速度太慢了，靠剧毒攻击，还体型这么大，官方设定它们的移动速度只有正常的1/10。陆阳说道。那也可以了，起码我能用它来打怪了。韩宇说道。走吧，我们一起去召唤，比谁先召唤到。陆阳抬手对剧毒娃使用技能诱惑之光。咕咕，剧毒娃的名字后面多了陆阳2个字，随后剧毒娃一跳一跳的来到了陆阳的面前。
啊！萧亮和韩影三姐弟同时惊讶地看着陆阳。老大，你咋会猎人的技能啊？萧亮问道。韩影三姐弟一起点头，他们也想知道。陆阳将迷梦指环从装备栏拿了下来，放在了三人的面前，说道：我靠的就是这个迷梦指环，等级10，法术伤害2-5，物理伤害2-5。描述：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指环，任何人看到它都会被它迷惑。这是什么？好特殊的指环啊！萧亮和韩影三姐弟惊讶地看着指环发呆。陆阳说道：这个指环的特效是佩戴上它可以让玩家拥有一个叫做迷梦之光的技能，技能的效果是如同猎人一般召唤宝宝，最多可以召唤5个。韩宇无语地说道：陆阳大哥，你哪来的这个宝贝啊？猎人只能带1个，你却能带5个，这太不公平了呀！陆阳说道：不一样的，你召唤的宝宝可以一直升级，我召唤的宝宝最多升7级。再一个，这个戒指只能用在50级以下的召唤兽身上，超过50级无效。萧亮和韩影三人这才感觉到一丝公平。不过这也很强了。韩非感兴趣的看着戒指，说道：陆阳大哥，你在哪弄到的？我也想要一个。韩宇眼睛一亮，说道：我要是有这个戒指，我是不是可以带6个宝宝了？陆阳失笑说道：这个戒指的出处在圣加尔城的神月马戏团，打败3S 级任务小丑皇就能获得。不过那个任务对身法和经验的要求很高，你们现在还达不到，继续努力吧。萧亮和韩影三姐弟一阵失落。陆阳说道：不用太过在意，过几天我对你们进行一下特训，再加上你们平时的锻炼，保证你们过去。萧亮和韩影三姐弟这才高兴起来，跟着陆阳进入里面抓去毒蛙去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一共抓6只巨毒蛙，陆阳带着5只，韩宇带着1只，又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巨毒蛙升到7级。此时巨毒蛙已经变了一个模样，它的后背已经变成了深蓝色，肚皮则是鲜红色。看到前面有一只20级的森林巨蟒，6个巨毒蛙同时喷吐毒液，黑色的毒液打中森林巨蟒，瞬间打掉了它20%的气血。第2轮攻击当中，陆阳的一只巨毒蛙突然间喷出一道黑色的毒箭，正中森林巨蟒的身体。114，每隔3秒，森林巨蟒掉一次114点的气血，虽然不多，但是确实固定的毒素伤害比同级别的战士输出要高很多，确实很厉害啊。韩影说道。韩宇也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输出比他高很多了。好了，我们回城继续升级去。陆阳说道。萧亮和韩影三姐弟点头，跟着陆阳一起回到了赞家古城的门口，看着门口的守卫，陆阳说道：你们先进去，我换个侧门。怎么了？韩影问道。陆阳说道：这是迷梦指环跟猎人召唤宝宝的另外一个不同点，迷梦指环召唤的宝宝每隔4个小时会叛变一次，因此官方认定我并不是召唤到了宝宝，而是将一个野怪暂时迷惑住了，他实际上还是一个野怪。门口的守卫见到就杀。那你怎么进城啊？萧亮问道。约定好了地点之后，陆阳独自来到了城墙后面，扔出套马锁套在了城墙顶端的女墙上面。城墙上面没有卫兵，第2世界对于玩家的容忍度是最高的，他不介意玩家展现任何聪明才智。陆阳一只一只的带着巨毒蛙上了城头，然后又带着箭毒蛙爬下了城墙。这个时候，萧亮和韩影三姐弟才跑到飞行点。老大，你这么快？萧亮惊讶地说道。那是当然。陆阳自认身法还是很好的，他收起套马锁说道：我们回萨罗斯城，有了这6个巨毒蛙，我们打怪的速度还能快上不少。萧亮和韩影三姐弟一起点头。很快，5个人回到了萨罗斯城。陆阳买了一些补给之后，带着他们进入了秘密通道当中。此时，高台下面又聚集了不少僵尸。萧亮走到陆阳前面，支起盾牌，韩影也让地狱3头犬挡在了陆阳的前面。与此同时，陆阳高台下面释放火墙术，不多时，火墙就达到了10个。韩宇则释放散射箭，高台下面的30多个僵尸被吸引过来，纷纷朝着他们走了过来。距离萧亮10码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火墙的范围当中。这群僵尸刚走到萧亮面前，就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19点经验。一连30个系统提示之后，陆阳说道：秘密通道第1层和第2层的怪已经不多了，靠韩非去吸引的话速度太慢，我们今天下第3层，那里的怪多。等僵尸群复活了2次之后，陆阳他们拾取物品，继续朝着秘密通道深处走去，一路上击杀僵尸。很快他们来到了2层到3层的入口处。陆阳大哥，下面僵尸很多啊，还有很多僵尸猎犬，哪个怪很厉害吗？韩非将小脑袋从洞口里缩了回来，看着陆阳说道：僵尸猎犬，等级20，气血2567。陆阳说道：僵尸猎犬比较难打，速度快，攻击高，还带有毒素，一个不小心容易被他给秒了。老大，我先下去。萧亮说道。陆阳说道：你扛不住，我先下去。这下面有一个高台，跟第1层一样，高台下面的台阶只允许2人并行，你等我打死一个僵尸猎犬再跳下去，顶在高台和台阶中间。小影等萧亮跳下去你再跳，用你的宝宝挡在萧亮的旁边。小飞和小雨等我杀了这2个僵尸猎犬，你们再抱着剧毒蛙跳下来。好的。萧亮和韩影3姐弟一起点头。陆阳布置完毕后看了看下面的情况，随后跳了下去。没等落在高台上，2个僵尸猎犬发现了陆阳，低吼一声朝着陆阳扑了过来。僵尸猎犬的速度非常快，陆阳刚落地，2个僵尸猎犬就冲到了他面前3码的位置。而高台的台阶下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僵尸，有好几百个，陆阳根本不能用闪烁技能躲避。看到这个情况，陆阳口中念起咒语，当僵尸猎犬冲到他面前即将攻击的那一刹那，高台上猛地出现黑色波纹。烈焰风暴。
两个僵尸猎犬瞬间被烈焰风暴击中，眩晕在原地2秒钟的时间。赤焰鸟，一个赤焰鸟从陆阳的头顶猛地俯冲到了两个僵尸猎犬中间。与此同时，陆阳连续念动咒语，研爆术以 0.5 秒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命中僵尸猎犬。等2秒钟结束的时候，一只僵尸猎犬被陆阳打死在了地上，另外一只刚要扑向陆阳，陆阳对着僵尸猎犬伸出左手，手掌正对僵尸猎犬的脑袋，火焰冲击。僵尸猎犬的脑袋上再次冒出眩晕符号，又是晕了2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其他僵尸也发现了陆阳的存在，都朝着陆阳扑了过来。不过陆阳已经不再担心了，老大，我来了。萧亮已经落到了地面上，一步走到高台与台阶之间的位置，重盾架在了第一个台阶上面。韩影三姐弟带着6个剧毒蛙也跳了下来，韩影的地狱3头犬紧随其后站在了萧亮的旁边，将台阶封死。僵尸冲到了台阶上面，不杀死萧亮和地狱3头犬根本打不到陆阳。而陆阳此时开始念动咒语，在萧亮的前面释放火墙术。韩宇再次举起弓箭，开启自由模式，以抛射的形式，散裂箭最远打到了60码位置的僵尸。剧毒蛙也加入了攻击，6只剧毒蛙喷射毒液，很多僵尸末等走到火墙就掉了 20% 的气血。10分钟的时间，高台下面的300多只僵尸被杀的只剩下不到20个。而就在此时，陆阳身上金光一闪，他升级了。系统提示：你到了13级。萧亮和韩影三姐弟满脸喜色。陆阳大哥，你升级了。韩飞说道。陆阳说道：是啊，真不容易，总算是升级了，我们加油，争取今天让你们也都升到11级。外面，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已经睡醒，开始了新一天的冲击。当他们坐着等待回复的时候，毛球无聊地打开了等级榜，刚好看到陆阳从12级升到了13级。高手真升到13级了啊！毛球惊讶地说道。这么快啊！孙宇惊喜地说道。我师傅果然不一般啊！浊酒轻伤等人点了点头，他们对陆阳越来越有信心了。夏雨薇和郑源等人正在带着招募来的高手打怪，张子博突然间惊呼道：陆阳升到13级了！什么？这怎么可能？郑远的脸上满是嫉妒，此时他才7级。第2世界的等级有多难提升，谁都清楚。陆阳在10级以上的升级速度比他们还快，这让他们很难想象。蓝宇侧过头看了夏雨薇一眼，他发现夏雨薇的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夏雨薇的眼神明显带着一丝不自然。拍卖行里面，叶孤星还在等待抗毒药剂的投放，他们都以为卖抗毒药剂的人是把手里的存货都卖没了，现在正在赶制药剂，谁也不肯走。无聊之下，他们分帮拉伙的先聊着。突然间，曲无意惊讶地说道：陆阳已经在等级榜上达到13级了呀！叶孤星听到这话，赶忙点开等级榜，看到陆阳的等级真的变成了13级的时候，气得他一脚踹在了拍卖器上。我一定要找到他，杀了他！叶孤星满脸狰狞，真想知道这小子在哪练级，如果我们也能有一个这样快速升级的地方就好了。烈酒清风惋惜地说道。别人不清楚，烈酒清风却知道，陆阳不仅是一个人在升级，还带着黑甲战士萧亮。陆阳升到了13级，萧亮也到了12级，这2人的等级已经远超他们这些大公会的精英很多。不过他还不知道，陆阳的手下还有孙宇和浊酒轻伤等6名到了11级的玩家，他们只是没有在等级榜上显露等级，更加不知道韩影三姐弟的存在。曲无意好奇地问道：你们跟陆阳走得那么近，迟暮没招募他吗？提到这件事，烈酒清风就一阵无奈，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秘密通道里面，陆阳的火墙还在燃烧，高台下面已经形成一片火海，无数僵尸倒在了火焰里面，让陆阳和萧亮4人的经验都飞速提升。当大部分僵尸都被击杀，只有零星几个还能爬起来的时候，陆阳说道：你们去捡东西吧，我来收拾小怪。萧亮和韩影三姐弟早就等不及了，听到陆阳的话，纷纷开心地跑下了高台。僵尸的爆率很高，尤其是技能书方面，萧亮和三姐弟基础技能还不全，正好靠着僵尸把技能书补充一下。不多时，萧亮和三姐弟跑了过来，每个人手里都有不少收获，几个人清点一番，他们得到了盗贼的影袭、兵法的暴风雪、圣骑士的忠诚之锤等6本技能书。陆阳说道：能学的都学了，不能学的交给我，我拿去拍卖行卖钱。萧亮和韩影三姐弟一起点头。陆阳大哥，这边有2个青铜护手，都是锁甲的。韩影说道：给韩宇，让他先装备上。陆阳看了一眼打到的装备，白板有4件，青铜装备有3件，都是可以装备上的。陆阳让他们穿在了身上。陆阳接着说道：我们就停在这里打怪，韩宇和韩飞，你们2个负责引怪，一次能引多少引多少。好脸！韩飞和韩宇一起点头，2人跑下高台，朝着前方引怪去了。走过高台下面的空地，前方是一个有6个分叉的长廊，这些长廊当中，每一个里面都聚集了数不清的僵尸。韩飞来到左侧第一个回廊，将匕首换成了飞刀，来到距离僵尸10码的距离，他猛地把飞刀投掷出去。他开的是自由模式，飞刀以抛物线的形式落在了45码后面的僵尸身上。与此同时，韩飞突然间脚下开启极速技能，移动速度提高 50%， 然后他朝着僵尸群冲了过去。最前面的僵尸立刻发现了他，瞪着惨白的眼睛朝着他冲了过来。僵尸的速度与他差不多，但是10多个僵尸一起朝着他跑了过来，气势上很是吓人。韩飞凛然不惧，继续朝着僵尸冲了过去，同时一边跑一边投掷飞刀。后面的僵尸频频被飞刀打中，当最前面的僵尸来到他1码位置的时候，他才停止了输出，转过头朝着来路跑去。韩宇此时也跑了过来，2人在岔路口中间集合。恰好此时韩飞的极速技能消失，不过他没有惧怕，因为他已经来到了韩宇的身边，在韩宇的猎豹光环帮忙之下，
他的移动速度增加30%，两人一起朝着陆阳所在的高台跑了过去。陆阳站在高台上看着两兄弟的配合十分满意，两人心意相通，配合起来没有一丝漏洞，一次就拉出来了100只左右的僵尸，干得漂亮！萧亮喊道。等韩飞和韩颖跑到了台阶上之后，萧亮侧身让两人跑到里面，随后重盾一放，再次卡在了位置上面。100多个僵尸立刻朝着高台冲了过来，可是台阶只有2人宽，只能同时容纳2个人上去，僵尸群追不上去，只能在下面盘桓。陆阳在韩飞和韩宇带着僵尸跑回来的时候，就在地上释放火墙术。此时大量的僵尸都进入到了火海当中，凭借陆阳现在380多的法伤和火墙自带的100多法伤，2000多血的僵尸在火墙里仅能坚持5秒钟的时间。5秒钟之后，大片僵尸倒在了地上，还活着的只是因为陆阳的火墙术还没有覆盖到。这么升级太轻松了，韩颖说道。萧亮点点头说道，老大的法伤太强了，其他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陆阳笑了笑，一边铺设火墙一边继续说道，为了提高你们的能力，我们玩个游戏，僵尸在火墙里死过第一次之后，小飞和小雨立刻去拉怪，小颖和萧亮则去捡东西，这是考验你们的配合，也考验你们的身法。僵尸死过一次是会复活的，无论捡东西还是跑去拉怪，都要经过僵尸群，一旦被复活的僵尸打中，除了重甲战士萧亮，其他人都扛不住2下攻击。老大，我怕我躲不过去。萧亮有些畏惧地说道，躲不过也要练习，关键时刻我会给你加血的。陆阳晃了晃手里的治疗戒指，孙宇当真是送给了他一个好东西。韩颖拍了拍萧亮的肩膀说道，加油，我们一起锻炼。萧亮顿时脸色羞红，连女孩子都敢，他又有什么不敢的？再说还有老大给他加血呢。好，我争取不给老大丢脸。萧亮鼓起勇气跳到高台下面，此时被烧死的僵尸不断有复活的，他刚落下，身边就有僵尸复活站了起来。僵尸伸手就要攻击萧亮，萧亮第一时间想的就是用盾，可是随后他反应过来，强迫自己利用身法去躲避。陆阳本来已经准备好给萧亮加血，看到萧亮躲开了，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韩颖3姐弟也很担心萧亮，不过他们看到萧亮成功躲开之后，也都松了口气。我们也去拉怪了，姐姐和萧亮哥，你们要加油啊！小心我们回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捡完装备。韩飞说道。韩宇嘿嘿一笑，显然赞同韩飞的挑衅。讨打，韩颖的功夫从来都是在韩飞和韩宇之前，他这个姐姐也是一直在保护2个弟弟。希望你们别让姐姐我等的时间太久。韩颖倏的一下跳到高台下面，韩飞和韩宇2人对视一眼，迅速跑下高台拉怪去了。沿途有僵尸爬起来，2人利用身法躲避的恰到好处，很快脱离了僵尸群，跑到了岔路口。陆阳满意的点了点头，想当年他就是这样和兄弟们一起锻炼身法的，想要在这个游戏里面生存，身法必须认真练习，而最佳的练习方法就是在战斗中。这次僵尸爆出来的物品不是很多，萧亮和韩颖很快就跑了回来，其中萧亮被打了4次，陆阳给他了加了4次血，韩颖则1次都没有被攻击到。萧亮郁闷的说道，老大，我还是差了很多啊。陆阳说道，别着急，慢慢的提升自己，你还有很大的空间。萧亮点头说道，这种锻炼确实很好，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法有了一些提高。韩飞和韩宇恰好跑了回来，带着第2批100多个僵尸，此时地面上的火墙很多都燃烧结束了。陆阳重新释放火墙术，萧亮等韩飞和韩宇进来后再次摆好阵型，两边衔接的几乎没有缝隙。半个小时之后，当韩飞和韩宇再次带回来了60多个僵尸，韩飞说道，陆阳哥，怪都被杀的差不多了，我这边3个通道都没有了。韩宇说道，我那边也快没了，不过我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僵尸，他全身披着黑色斗篷，身子下面没有脚，漂浮在半空中，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好像是叫什么亡灵巫师。陆阳赶忙看向前方，并没有发现亡灵巫师的到来，他松了一口气说道，小雨你做的不错，没有将他引过来。那个僵尸很厉害吗？韩宇问道。陆阳说道，不是很厉害，是如果你招惹了他，你会被瞬间秒杀，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是秘密通道里面的最大 boss。 这么厉害？萧亮和韩颖3姐弟同时惊讶地说道。陆阳说道，没关系，我有办法对付，等杀了这些怪，韩宇带我们过去。好的，韩宇说道。太好了，又能杀 boss 了。韩飞激动地说道。萧亮、韩颖和韩宇也都很激动，因为 boss 就意味着财富。很快，僵尸群被陆阳的火墙术烧死，韩颖3姐弟的身上同时金光一闪，3人都到了11级。韩飞顾不得升级的开心，对陆阳说道，陆阳大哥，我们去杀 boss 吧。陆阳也很想看看这个 boss 能爆出来什么，说道，捡装备，然后我们一起去。是。萧亮和韩颖3姐弟立刻跳下高台，不到1分钟就捡完了所有装备。陆阳让韩宇在前面带路，很快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地图右侧第1条岔路口，往里面没走多久，就看到一个全身披着黑色斗篷，看不到身子和脑袋，只有一个惨白的手臂，握着一个跟他身体不相称的巨大镰刀的幽魂在地图中游荡。他的周围没有僵尸，之前这个地方的僵尸都被韩宇给引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亡灵巫师 BOSS 等级30，器械200000020000。这个亡灵巫师根据游戏官方故事的记载，就是引发这里发生尸变的几个亡灵巫师之一，在释放亡灵法术被发现之后，人类军队付出极大代价将其杀死，为了惩罚他，将他扔到了这个秘密通道当中。亡灵巫师自身就是亡灵魔法的载体，在他死后，身体自动变成了亡灵状态，虽然实力大减，却也不是轻易能够打得过的。他会的法术有咒杀和复活死尸，遇到这个 BOSS
即便是一个团队来了，也很难打得赢。陆阳说道。死灵魔法是目前最难对付的魔法，任何一个玩家都没有亡灵法术的抗性，几乎是多少伤害就是掉多少血。陆阳大哥，我们怎么打？韩非激动地问道。陆阳说道，你们暂时帮不上忙，还得是我一个人单挑他，一会都看好了。我让你们练习身法的原因也在这上面，学会了我的身法，你们也能无伤单挑 BOSS。老大，你要单杀呀？萧亮问道。当然。陆阳在他自己周围开始释放火墙术，一边释放一边说道，还记得我是怎么杀大法师奥尔德斯的吗？萧亮点头，他这辈子也忘不了陆阳当时单挑大法师奥尔德斯时候的场面。陆阳说道，如果是30级的战士系 BOSS， 我们现在只能撤退，但是30级的法师 BOSS， 我单挑他却轻松异常。此时他已经在通道里面释放了60多个火墙术，并行5排的火墙术，足足有24码的长度。你们都退到后面去。陆阳带着5个剧毒蛙来到了距离亡灵巫师30码的距离，这个位置正好在火墙的前半部。他口中念动咒语，转眼间对亡灵巫师释放5道灼烧。亡灵巫师正被对着陆阳漂浮，遭到攻击，瞬间转过身来，斗篷下露出2个惨白色的光芒，对着陆阳举起镰刀。陆阳就地一个后滚翻，萧亮和韩非等人没看明白陆阳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转眼间，在陆阳刚刚停留的地方，仿佛是陆阳胸口的位置，一道黑紫色的符咒突然间出现，紧接着符咒如同雷电一般爆裂开来。这个就是亡灵巫师的法术咒怨，伤害在2000点左右，打中必死。不过要想躲避也简单，只要看到他扬起镰刀，就是要释放法术。萧亮和韩影3姐弟受教的点了点头。亡灵巫师看到一击不中，手中镰刀再次举起，一道黑紫色的光芒从镰刀中喷涌而出，就在陆阳的周围，20个明黄色身体的骷髅突然间凭空出现，11个手持弓箭，9个手持短斧，同时对陆阳发动攻击。如果是没有烈焰风暴，陆阳今天还真的不敢来打亡灵巫师，因为11个骷髅弓箭手在他闪烁之后第二次攻击，他根本躲不开。可是现在陆阳却丝毫不惧。烈焰风暴，20个骷髅即将攻击的那一瞬间，他们脚下10码范围内出现一片黑色的波纹，随后冲天的火焰光柱将他们笼罩，所有骷髅被打晕2秒钟的时间。赤焰鸟，一只赤红色的大鸟从陆阳头顶出现，紧接着俯冲而下，命中了所有骷髅。骷髅一共2000点气血，陆阳的每一个技能都能打出500多的法伤。2招刚过骷髅就只剩下1000的气血，又在火墙里面待了2秒钟，20个骷髅的胸口同时白光喷涌，倒在了地上。这个时候最能体现出神火法杖的作用，如果没有神火法杖的超高法伤，2秒内打不死骷髅，陆阳必死无疑。地裂术，亡灵巫师在释放完骷髅海的时候，直接用出土系魔法地裂术，陆阳的脚下突然间晃动起来，如果他不躲，将会受到1500多的法术伤害。闪烁，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身后20码的距离，而5个剧毒蛙却在一旁不停地对亡灵巫师吐毒液。亡灵巫师的仇恨全在陆阳那里，看到陆阳超出了他的攻击范围，不理剧毒蛙，立刻朝着陆阳追了过去。很快，亡灵巫师进入了火焰当中，立刻受到每秒704点左右的火焰伤害，这是5层灼烧和火墙术叠加的效果。陆阳此时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对身后的萧亮和韩影3人说道，这个 BOSS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释放骷髅术士气血每掉10%释放一次，地裂术士每隔30秒释放一次，只有咒杀是瞬发的，因此他之前的3板斧用过之后，杀他就非常轻松了。萧亮和韩影3姐弟似有所悟的点了点头，他们发现亡灵巫师现在只能不停地对陆阳释放咒杀，而陆阳的身法非常高明，无论是突然间的左右闪避还是后滚翻，都能轻松地躲避开咒杀的攻击。陆阳虽然不能攻击，但是他的火墙术和剧毒蛙不停地攻击亡灵巫师，剧毒蛙的攻击是毒素，和固定伤害差不多，5个一起攻击，几乎虽然没有火墙术打得多，但是剧毒蛙一定喷出毒箭，伤害就能与火墙术平齐。不多时，亡灵巫师的气血就降低了10%，他再次举起镰刀召唤骷髅兵，而陆阳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再次用烈焰风暴加赤焰鸟加火墙术的办法将其打死。老大果然是法师 BOSS 的克星，杀起来太没难度了。萧亮说道。韩影3姐弟一起点头。不过这话要是让其他玩家听到，或者是其他玩家看到了，哪怕是顶尖玩家看到陆阳的这个打法，都是感觉到疯狂，因为这是他们现在根本就达不到的，即便再苦练几个月也达不到。陆阳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上一世玩了10年，再加上练就了一身雇佣兵的本事，这才有了这样的身手，其他人根本做不到。很快 BOSS 的气血上限被打掉了80%了，就剩下最后的4万点气血了。不过这个时候亡灵巫师被剧毒蛙长时间的攻击惹烦了，突然间亡灵巫师身上露出诡异的黑色光芒，同时他转过头去，一镰刀砍在了他身边的剧毒蛙身上。844，剧毒蛙一共800点气血，遭到攻击立刻被打死在了地上。他狂暴了，萧亮说道。陆阳没有说话，突然间他的身体当中爆发出极其猛烈的火焰元素。老大，你要放大招。萧亮惊喜地说道。伟大的火焰之主陆阳的流星落冷却时间已经结束，本来他是不想用流星落的，但是亡灵巫师突然间的狂暴让他不得不这么做。狂暴的亡灵巫师施法速度将增加100%，这个施法速度只是指他释放咒杀时候的施法前摇，这个加速太厉害了。陆阳之前躲避咒杀就是能够看到施法前摇，现在看不到了，他只能这么做。不过剧毒蛙只能抗他4秒钟的时间，陆阳不得不想其他办法。他一边念咒语，一边给萧亮发了一则消息：剧毒蛙死光了，你就对他发动群嘲，务必让他朝着你跑去。你要躲在他30码范围之外，不要进入攻击距离。萧亮说道。好的老大，我明白怎么做了。
很快，4个剧毒蛙被狂暴的亡灵巫师击杀。此时，亡灵巫师再也没有阻碍，他刚转过头准备对陆阳释放咒杀的时候，远在30码范围的萧亮突然间对着亡灵巫师发动战士的群体嘲讽技能。亡灵巫师立刻被萧亮吸引，刚要对萧亮发动攻击，却发现萧亮已经转身逃跑。在有猎豹光环的加持之下，萧亮瞬间跑出了30码的范围。亡灵巫师无法使用魔法，立刻朝着萧亮追了过去。很快，亡灵巫师经过了陆阳的身边，嘲讽只能支撑6秒钟的时间。当亡灵巫师跑了6秒钟之后，他再次将头对准了陆阳。可是没等他使用技能，一个巨大的流星从天空中冲击下来，正中亡灵巫师的身体。4028暴击 ，BOSS 的头顶冒出一个眩晕符号。如果是普通怪，可以打晕10秒钟，而 BOSS 怪只能打晕5秒钟。陆阳趁此机会立刻释放研爆术，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火球正中亡灵巫师的脑袋。1204暴击，1204暴击，连续10发研爆术，亡灵巫师才醒悟过来，正要发动攻击的时候，陆阳突然间闪烁到亡灵巫师的身后。烈焰风暴，亡灵巫师刚要转身，被烈焰风暴打晕了0.1秒。他举起镰刀的时候，一个赤红色的大鸟从空中出现，猛地俯冲到了他的身上。1444暴击，亡灵巫师的镰刀停留在了空中，随后镰刀坠地，斗篷也掉落在了地上。亡灵巫师的灵魂化作一道光芒四散崩裂。与此同时，他来了一次8×8范围的大爆。系统提示：你杀死了亡灵巫师，你获得了331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1212点，成功了。萧亮和韩影3姐弟惊喜地跑了过来，陆阳也长出了一口气，说道：看看爆出来什么东西了。这种大爆外围都是药水，只有核心部位的1到2个东西才是极品。有一个技能书，韩飞捡起来看了看，将图片共享给了所有人。火蛇束缚，类型火焰法术，消耗100点魔法，施法时间3秒，距离30码。描述：向目标释放一道火焰之蛇，将目标牢牢控制住8秒钟的时间，对目标造成24点每秒的火焰伤害，冷却时间30秒。陆阳大哥，这是你的技能书。韩飞说道。陆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眼神都变了，说道：快给我，这可是个宝贝啊。火蛇束缚是火法在5世纪以前唯一的一个单体控制技能，其稀缺程度比很多100级的法师技能还要少。上一世这本书最贵的时候达到100个金币，足足有5000信用点那么昂贵。这本书很强吗？韩飞不解地将技能书给了陆阳。陆阳学会之后说道：当然强了，被我这样的火法控制在原地8秒钟的时间，你认为结果是什么样？萧亮和韩影3姐弟同时咂舌。那人死定了。韩飞说道。陆阳说道：这个技能不能是在杀人上面，打 BOSS 的时候也很有用，它能给我提供很大的缓冲时间。这个技能对领主级 BOSS 无效，但是对于普通 BOSS 和精英怪的作用非常大，升到2级，控制时间达到了10秒钟，即便 BOSS 和精英时间减半，也有5秒钟的时间。即便陆阳不攻击，有5层灼烧的情况下，一次控制就能打出来800多的伤害，更何况陆阳还能用研爆术攻击。回想起陆阳每 0.5秒释放一发的研爆术和陆阳能够打出的伤害，萧亮和韩影3姐弟就能猜到 BOSS 的结局。陆阳接着说道：再一个，这个技能还有打断作用，如果对方向我发起冲锋，我眼力和手法够的话，我能在他冲锋的瞬间将其缠住。萧亮问道：老大，这个技能也有简化咒语吗？陆阳说道：当然，老大我能做到瞬发。萧亮和韩影3姐弟都崇拜地看着陆阳，如果这样都能做到的话，将没人能单挑得过陆阳。再看看还有什么装备没有？陆阳说道。韩影捡起来一把弓箭，欣喜地说道：陆阳大哥，这里有一把弓箭，王者之弓，黄金级，等级20，伤害54-66，力量加20，体质加11，物理攻击力加22点，物理暴击几率加20。这武器这么好？韩宇激动地说道。陆阳说道：归你了。我不要，这武器一定能卖很多钱。韩宇还是有些畏惧。陆阳说道：你是我兄弟，这武器你能用就拿着，不要跟我客气。韩宇的心里涌出一丝暖流，说道：那我就拿着了。虽然拿了，你还是用不上。韩飞无良地说道。韩宇突然间反应过来，一声狼嚎喊道：要20级才能带啊！陆阳和萧亮等人都大笑起来。不用担心，继续在这里升级，我们的等级很快就能够到20级的。陆阳说道。韩宇看了一眼自己刚刚才11级的等级，又看了看弓箭，郁闷地说道：为了升级，我拼了。陆阳说道：我们继续升级，这一层怪很多，足够我们杀到晚上。众人一起点头。秘密通道3层有很多支路，支路又连着支路，为了不迷路，陆阳带着4人从通道最右侧一直往前杀，杀光了一条通道所有支路的怪之后，返回来再杀另外一条通道的怪，一共6个通道。当陆阳杀到第5个的时候，看到一块银色的结晶体矿石从墙壁的一侧伸了出来。陆阳说道：大家跟我过来挖矿石，小影负责拉怪。黑铁矿石的存量还是太少了，陆阳需要更多的黑铁矿石来提升装备等级。众人欣然点头，跟着陆阳一起挖了起来。当韩影连续拉了6波怪都被陆阳打死之后，他们也将这个结晶体矿石给挖光了。这次的收获很大的，我们挖出来了这么多的矿石。萧亮查了一下，一共有100多块，其中黑铁矿石有16块。陆阳拿过黑铁矿石，其中可以使用的有9块，其他的都是没用的废品。正当陆阳准备带着队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忽然间陆阳发现被挖空结晶体的墙壁有些问题，米黄色的墙壁隐约可见那么一丝的裂纹。陆阳有些皱眉，墙壁本身就是土墙，不应该有裂纹的存在，除非……
陆阳手中聚起火焰，照着墙壁打了过去。砰的一声，墙壁被陆阳打得皲裂，如同蜘蛛网一般。老大，这墙壁怎么会这样？萧亮问道。陆阳露出一丝笑容，说道：今次我们中奖了，这是游戏里面的隐藏地图，就跟挖宝一样，能够找到就会获得特殊奖励。还有这样的地方？韩非说道。陆阳又是一发研爆术，将墙壁打得粉碎，灰尘散尽之后，一个可供一人通行的缺口出现在墙壁上，同时魔法能量充斥在洞口附近。不多时，一个紫色的魔法能量罩在洞口出现。韩非走进能量罩，想要用手去碰一下，说道：这是什么呀？陆阳拉住韩非，说道：别动，这次的奖励有些特殊，是神秘商店。神秘商店？萧亮和韩影三姐弟一起问道。没错，就是神秘商店，不过这个地方去的方法有些特殊，你们得紧跟着我才能进去。陆阳说道。神秘商店实际上是一个小型迷宫，进入之后会出现一张有4个洞口的房间，随意进入一个洞口，又会出现一个4个洞口的房间，顺原路回去，进去的绝对不是原来的洞口，而是另外一个洞口，邪门的很。如果是一个新手来这里，走到死也找不到神秘商店。不过上一世这种迷宫的走法早就被玩家破解。就5世纪以内而言，迷宫一共有5个，每一个的走法都有固定的模式，而且每一个迷宫都有它特殊的识别方法。他率先走进了迷宫当中，刚进门，数不清的僵尸将目光对准了他，而在他面前的6个僵尸第一时间发动攻击。陆阳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情况，猛然间下蹲躲过攻击，同时左手用力一拍地面，以他为中心10码范围之内出现一道道黑色波纹。烈焰风暴，一个巨大的火焰光柱将他周围10码范围内的僵尸全部打晕。紧接着陆阳瞬发一个赤焰鸟，然后侧开一个身位让萧亮进来。2秒钟之后，僵尸群反应过来，萧亮举起盾牌发动群嘲，同时开启盾墙，降低40%的伤害。僵尸群刚要打在陆阳身上的爪子集体转向了萧亮，群嘲持续时间10秒钟，陆阳趁此机会连续释放火墙术，连续6个火墙术将身前所有位置填满。随后陆阳持续释放赤焰鸟，高达380多的法伤让陆阳的每一次范围攻击都能打出500多的伤害，加上火墙的500多伤害，他面前的僵尸没等扛过6秒钟就全被打死在了地上。周围因为群嘲而跑过来的僵尸进入火墙后持续遭到火焰攻击，陆阳接着释放赤焰鸟，导致这些僵尸没等反应过来就全都被打死在了地上。韩影三姐弟这个时候才进门，看到数不清的尸体堆在陆阳和萧亮的面前，3人都有些感叹，陆阳大哥的法伤太高了。韩非说道。萧亮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如果没有陆阳他们都不敢下来，可是有了陆阳在身边，明明是20级的怪，比他们高了将近10级，陆阳却杀得轻松异常，如同打1级的小怪一般。不用羡慕，你们努力锻炼也能跟我一样。陆阳说道。后是一个高阶盗贼开启逆刃技能，一招就能将这些僵尸全部击杀，战士更是可以使用剑刃风暴，这种强力攻击技能连陆阳都不敢正面引起锋芒。至于术士和猎人，2人不用攻击召唤兽都能轻松将这些僵尸打死。陆阳现在能够打得轻松，一方面占了魔神之心和神火法杖的优势，一方面是他能用简化咒语100%打出眩晕效果。萧亮和韩影三姐弟听到陆阳的话都露出了憧憬的表情，如果能够达到那种高度，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当然一切实力都需要打好基础，你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升级，到了19级我带你们做任务，给你们每人都配一套高级装备，等技能和装备都全了，你们也能做到我这一点。陆阳说道。萧亮和韩影3人点头，他们对陆阳有绝对的信心。不多时，房间里面的僵尸全被击杀干净，陆阳接着说道，我们接着走吧，接下来我们进的每一个门都是这个情况，一会我们找到神秘商店后在这里升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陆阳大哥，你是怎么区分这些房间的呀？韩非问道。陆阳指着房间的外形说道，这个区分非常细微，实际上这样的房间一共有108个，它们的分布就如同一张蜘蛛网。你们看4个门上方的标记，每一个门的上方都有一个微不可察的小标记，进入下一个房间4个门上方也有这样的标记，想要找到秘密商店就要沿着一套固定的符号去走。陆阳没有对4人藏私，详细的跟萧亮和韩影3姐弟介绍了通过密道的方法。等萧亮的盾墙冷却时间结束，陆阳一边说一边带着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房间，就这样一连走了6个房间，在到达第7个房间的时候，陆阳带着队伍进入了神秘商店。神秘商店里面没有怪，只有一个戴着白色布帽穿着一身邋遢衣服的老人。第2世界秉承着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或者说缘分这2个字，上一世能够找到神秘商店的无一不是幸运儿，他们乱走都能走进来，看到神秘商人，再从他们手里用贱价购买游戏中最稀缺或者说最昂贵的物品。这些幸运儿都被称作神选之子，因为神秘商店卖的东西太好了，很多人都为此而着迷，喜欢满世界的寻找神秘商店，其中因此而成为巨富的玩家不在少数。现在这一世就让陆阳发现了，他感觉自己这一世的运气真的不错。年轻朋友，欢迎你来到神秘商店。神秘老人主动对陆阳打招呼。陆阳来到了老人面前，问道，请问我可以购买些什么东西？神秘老人向陆阳开放购买选项，3个潘多拉魔盒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我这里有3个潘多拉魔盒，每个只要20银币。潘多拉魔盒，这是什么东西？韩非好奇地问道。陆阳皱着眉头说道，我们遇到了最特殊的神秘商店，一般而言，神秘商店会卖很多平时我们想要却得不到的物品，当然这个潘多拉魔盒也是其中一项。至于潘多拉魔盒是做什么用的，陆阳慢慢给4人介绍了一遍。萧亮和韩影3姐弟得知潘多拉魔盒的8种效果之后都有些咂舌，这东西真邪门。韩非说道。陆阳也感觉邪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神秘商店，
他还以为能够买到高级装备或者其他什么好东西，没有想到就给了3个潘多拉魔盒。不过既然人都来了，潘多拉魔盒上一世卖价最高曾经达到10个金币一枚，现在在这里才卖20个银币，不管怎么样都是相当合适。陆阳没多做犹豫，还是花费了60个银币将3个潘多拉魔盒买了下来。世界频道，恭喜玩家雄霸带领的团队成功打通毒蛇峡谷。看到这则消息，陆阳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他本以为能够第一个打通副本的是迟木老人的团队呢，之前自己教给迟木打通5级副本的办法，让迟木团队的装备提升很多，没想到最后第一个打通的却是雄霸。看样子这个雄霸也很不简单啊。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怎么了，老大？萧亮问道。你这是干嘛呀，陆阳哥？韩影问道。我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在我没回来之前，你先用我的装备带队升级。陆阳说道。韩影一开始没在意，当他看到陆阳给他的东西的属性的时候，惊讶极了，说道：陆阳哥，这些东西好强啊。什么东西？韩飞和韩宇要看，却被韩影藏了起来，说道：一边去。陆阳失笑，说道：妹子，这是哥哥我以后在游戏里争霸的关键，你先穿着，千万别弄丢了。对于韩影，陆阳可以毫不保留的信任。韩影没有想到陆阳会这么信任他，欣喜的将装备穿在了身上，他的属性瞬间跟陆阳一样，达到了380多的法伤。我们回密道1层等你回来。韩影说道。陆阳嗯了一声，全身红光闪烁，飞到了魔神殿，再从魔神殿回到了圣加尔城。既然雄霸打通了毒蛇峡谷，其他公会打通毒蛇峡谷也是在这1个小时以内的事情。普通的毒蛇峡谷打通之后，雄霸和其他公会的老大看到毒蛇峡谷出产套装，势必会带领手下玩家冲击专家本和史诗本，力求打到白银套装。这对一个公会实力的提升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而想要打通毒蛇峡谷，抗毒药剂就是必需品，用了5-6个小时才打通了毒蛇峡谷，可以肯定他们的抗毒药剂都用光了。陆阳现在需要将新的抗毒药剂上架销售。毒蛇峡谷的副本当中，迟木老人最后一刀砍死了3头蛇王，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什么笑容，因为他击杀的速度只比雄霸慢了30秒。银狼一脚踢飞了身边的一块石头，对于没有抢到副本首通，他也非常的愤怒。洛思雨和银色轻舞的脸上也都带着一丝失望。可惜啊，就差30秒。军战灭天来到了迟木老人的面前，问道：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迟木老人说道：还能怎么办？先打专家本配齐套装，再想办法抢史诗本的首通呗。迟木发信息给烈酒清风，命令他继续到拍卖行门口蹲守抗毒药剂。同样，黑血、王者之剑、嗜血盟等几十个公会的老大都命令手下去抢夺抗毒药剂。陆阳带着300瓶抗毒药剂来到拍卖行的时候，烈酒清风和叶孤星等人已经来到了拍卖行，正在热烈的讨论，又要让那个卖药剂的小子发一笔横财了。金雕不爽的说道：有什么办法？人家掌控了独门生意，到现在我们都没其他渠道买到抗毒药剂呢。叶孤星说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卖啊，这么等也不是办法呀。屈无义有些烦躁的蹙起秀眉。陆阳从几人身边经过，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冷笑一声，来到拍卖行2楼，找到了一个拍卖器，一次性投放了100瓶抗毒药剂，价格还是最低3个银币，最高10个银币。有抗毒药剂了！叶孤星的手下喊道。叶孤星和屈无义等人对视一眼，各自点开了拍卖器。陆阳盯着药剂的价格，他发现这一次仿佛是商量好的一般，各大公会的负责人只把价格定在了5个银币上面，再多他们也不加价了。看样子都学聪明了呀。陆阳笑了一下，显然各大公会在暂时打不过史诗本无法拿到首通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了。不过能够卖到5个银币已经达到了陆阳的心理价位，他选择了同意出售。转眼间100瓶药剂全部卖出，4个金币95个银币进入了陆阳的口袋。就知道这小子会同意。叶孤星不爽地说道。我们要不要再压下价格？金雕问道。别想了，价格再低的话他不会出售，只要等待几天，价格还得回到5个银币。屈无义说道。毒蛇峡谷副本的产出很快就会从各大公会的精英玩家口中流传到全服，当所有玩家都知道这个副本产出的装备有多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来打这个副本。虽然现在到达8级的玩家只有3000多人，但是哪怕有1半人来打副本，他们都别想用5个银币买到抗毒药剂。真是金雕一脸的无奈。快看，那人又放出来了，他这次放出来了200瓶抗毒药剂。烈酒清风喊道。叶孤星和屈无义等人再次出手购买，给的最高价格还是5个银币。陆阳见好就收，只要价格到了5个银币，他就脱手卖掉。转眼间300瓶抗毒药剂让他赚到了14个金币，85个银币。再次有了钱，陆阳准备继续购买草药。今天这2次的购买只是抗毒药剂的一次预热，等到了2-3天之后才是抗毒药剂最热销的时候，等到了那个时候他就真的发财了。想到这里，陆阳不由得兴奋起来，他点开了拍卖器，找到10根草、枯叶草和银叶草这3种草药。此时这3种草药的价格略微有些提升，拍卖价格达到了每组12个铜币的价格。陆阳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之前连续2次将这3种草药买空了的缘故，不过他不介意，还是用最高价格购买。10根草有1200组，枯叶草1147组，银叶草1219组，数量有些多，他的背包装不下。陆阳分几次购买，存到了魔神殿中。购买这些草药一共花费了5个金币，此时他还剩下9个金币。他发信息给金不换，问道：抗毒药剂制作的怎么样了？炼药室里面，金不换看着自己制作的绿色药剂，眨了眨眼睛，拨通了陆阳的通话器。老大，你有空吗？金不换问道。陆阳问道：怎么了？我刚刚制作抗毒药剂的时候，好像触发了隐藏职业，
制作出来了一瓶魔免药剂。金不换挠头，陆阳眼睛一亮，说道：“我这就回去。魔免药剂，这是何等强大的药剂！全游戏当中能够制作出这种药剂的，哪怕上一世到了最后期，全世界加在一起也不超过100个人。这样的一瓶药剂，如果放到市面上，最少价值10个金币，还是有价无市的那一种。”陆阳回到了炼药师，看着这瓶纯绿色的药剂，兴奋至极。药剂是一种透明的绿色，仿佛是代表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元素。可惜只能持续3秒钟的时间。金不换说道：“他现在还不理解这瓶药剂的意义。”陆阳说道：“这瓶药剂我买了，我会付给你10个银币作为酬劳，以后再有这样的药剂，你都留给我。”金不换没有想到陆阳这么看重这种药剂，说道：“不用给我钱，这东西看起来也没啥用，才3秒钟。你要喜欢我再做出来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给你留着。”陆阳说道：“我给你的钱其实远没有达到这个药剂的实际价值，只是合同上规定的酬劳，你别嫌少。但是这个是我必须给你的，以后再有这种药剂，我也会这样给你钱。”陆阳接着说道：“这不是我这个人势利眼，或者说我拿你当棋子，我只是注重契约精神，我在合同上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金不换这才明白过来，说道：“行，那我就不跟你矫情了。”事实上，金不换也确实需要这笔钱，他需要养家。陆阳说道：“抗毒药剂制作的怎么样了？我到现在才做出来了60瓶，进步有些慢。”金不换说道：“速度确实有些慢。”陆阳想了想说道：“这样，你还是慢慢的炼药，我给你一份人员名单，你再招募几个药剂师，如果他们不来，你告诉他们你手里有抗毒药剂配方，只要签订合同就给他们配方。”金不换说道：“如果有抗毒药剂配方的话，没有人会拒绝的。”陆阳笑着写下了8个人的名字，发给了金不换，说道：“当然，我也相信他们愿意来赚这笔钱。这些人都是上一世陆阳记得住的顶级炼金师，并且都研制出了属于他们的独特配方。”金不换说道：“我这就去联系他们。”陆阳说道：“招募的合同我会发给你，除了你之外，所有人的合同我只和他们19分账。”金不换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即便是19分账，在未来1年的时间里面，也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这么好的事情不会有人拒绝的。”陆阳拿着魔免药剂告别了金不换，来到了外面。他忍不住从背包里拿出了3枚潘多拉魔盒。不得不说，这东西不愧是叫潘多拉魔盒，真的有一种让人想要打开的魔力。横竖自己身上没有魔神之心，没有神火法杖，其他装备要么给了韩影，要么放在了魔神大殿。现在自己除了背包里的9个金币，剩下什么都没有。陆阳念念叨叨的想到这里，又飞回了魔神殿，将9个金币也放在了魔神殿里面。陆阳看了看魔神殿的大厅，按理说在魔神殿大厅里面使用潘多拉魔盒也没有问题，但是潘多拉魔盒容易召唤来50级领主级 BOSS，50级的领主级 BOSS， 不要说陆阳了，就算是魔神殿都容易被他给拆了，所以陆阳还是回到了圣加尔城。他来到了人员较少的城北，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将抗毒药剂和2枚潘多拉魔盒放在了地上，背包里只剩下1个潘多拉魔盒。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防止打开之后是遇到装备全部清空的情况，真遇到的话，他还能保住剩下这2枚，一定要是一个好东西啊！陆阳祈祷的说道。他用手掀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一阵黑色光芒闪过，陆阳的心情顿时塌了下来。黑色代表抽到了倒霉项目。系统提示：一阵黑雾从你身上掠过，带走了你背包里和你身上的所有物品。呼，好险！陆阳长出了一口气。他最怕的是降低属性，对于黑雾，他倒是一点也不怕，因为他身上仅有的几个东西都扔地上了，这也算是运气好啊。陆阳捡起来另外一个潘多拉魔盒，他感觉自己今天的运气不错，慢慢的将其打开。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过，陆阳的眼睛猛然间睁大，他果然运气好，金色的是给特殊装备。系统提示：你获得了逃脱匕首。一把古朴的只有20厘米长的银色匕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看到这把匕首，陆阳兴奋的差点用拳头去砸墙，如果不是怕怒吼出来被人发现，他很恨不得大叫2声。逃脱匕首，等级0。描述：拥有破开空间能力的神奇匕首，据传说是盗窃之神的贴身武器。这把武器是上一世所有玩家都想要拥有的宝贝，效果跟他描述的一样，实际作用是用力投掷出去之后，玩家随时可以出现在匕首出现的任何位置，最远距离30码。上一世这个匕首的价格最高达到500金币，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割舍，因为这样的武器并不是说杀死某个 BOSS 就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碰运气，只有杀死50级以上的领主级 BOSS 才有几率获得，爆率是10万分之1，而领主级的 BOSS 全服不到1000个。陆阳上一世曾经侥幸得到过一把逃脱匕首，对于一个法师玩家来说，这把匕首的重要性太大了，可以让法师的逃命能力大大增加，配合闪烁技能用出2段闪，瞬间跑出60码的距离。在输出方面，它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前世最著名的竞技场打法，开场用逃脱匕首出现在敌人面前，瞬发烈焰风暴加赤焰鸟加岩爆术，然后用闪烁逃回本方营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世重生回来，陆阳曾经想过自己能够获得逃脱匕首，但是也只是想想而已，没有想到现在真的被他用潘多拉魔盒给得到了。他把第3枚潘多拉魔盒和魔免药剂放在了背包里面，然后使用法师回到了魔神殿。现在他要给逃脱匕首升级。逃脱匕首虽然是特殊物品，但是也可以升级，最高升到19级。0级的时候，逃脱匕首冷却时间是2分钟；19级的时候，冷却时间只有10秒钟。虽然升到19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升到10级却是他现在能够做到的。他拿起命运骰子点击使用，命运骰子飞快地在他手中旋转，几番碰撞，骰子停了下来。3，一共9点，是小。系统提示：幸运降低10点。陆阳无语，他发现自己的运气可能在刚才全都用完了。
如果运气下降10点，给装备升级必败；如果失败了，装备就会消失。这可怎么办？陆阳满心着急。突然间，他回忆起一件事情来：游戏中有一种物品叫做祝福油，使用之后可以为武器附加幸运，在毒蛇山谷杀毒蛇有很小的几率爆出来。现在全服到了8级的玩家才3000人左右，8级的升级地图有800多个，愿意去毒蛇峡谷的人数非常少，祝福油爆出来的数量应该不会太多。但是祝福油还有另外一个获得办法，游戏中还有一种叫做鹿血的东西，是一级小怪梅花鹿身上的东西，有特殊任务可以用来换祝福油。不过这个东西的爆率更低，大概只有1/1000的样子，好在1级玩家太多了，应该能买到。陆阳来到了城东交易市场，挨个店铺看了起来。城东交易市场经过这几天的积累，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市场。原本一条可以容纳30人并排行走的宽广青石大道，被商家分割成了12条。此时街面上卖东西、买东西的人非常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陆阳沿着其中一条街道行走，一直走到了街道末端，快到竞技场侧面外墙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卖鹿血的。这鹿血怎么卖的？陆阳问道。卖货的人没有搭理陆阳，眼神看着竞技场内十分的专注。突然间，竞技场内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声，卖鹿血的大声喊道：漂亮，这赢得太漂亮了。陆阳侧过头看了看，他发现竞技场内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这是一场3v3的战斗。竞技场是一凹陷在地下的圆形舞台，它是属于整个竞技中心的数百个擂台之一。兄弟，你要买点什么？卖货的人此时才发现陆阳，赶忙问道。陆阳收回目光，看着摊位说道：你这鹿血怎么卖的？你要这东西做什么？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玩意是干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卖货的玩家问道。陆阳岂会告诉他这是能换祝福油的宝贝？祝福油后期10银币一瓶，很是值钱。他顺嘴胡说道：炼药用。靠，我还以为什么宝贝呢，原来就这么点用处。卖货的玩家一脸失望，随后他看着陆阳的眼神露出狡猾的神色，说道：这样，我这只有5个，看在老兄你这么诚实的份上，我按收购价卖你20个铜币一个，你给我1个银币吧。陆阳岂会不知道这小子在瞎胡诌，拿出1个银币，假装欣喜的说道：那真是太感谢了。卖货的更是开心，实际上他收购这东西才2个铜币，当初只是感觉稀有才收购的。将鹿血交给陆阳后说道：谢谢惠顾，不知兄弟还想要些什么？我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陆阳看了看这小子的摊位，剩下的无非都是一些5级以内的东西，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兴趣。他撇开话题看了看竞技场内，此时那3名刚刚打赢了的玩家又跟其他人打了起来，眼看着又要打赢了。那3个小子是谁啊？手法很厉害啊。陆阳问道。卖货的感觉坑了陆阳之后心情很好，热情的说道：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我天天在这里卖货。那3人分别叫做白虎、白狼和白狮，是竞技场的常客，手法相当厉害，目前为止竞技场没输过一次。陆阳眨了一下眼睛，内心震惊无比。这3人的名字对于他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上一世鼎鼎大名的白氏3杰啊，3v3竞技场的全球总冠军，自出道以来3人合战未尝一败。无数工会想要招募3人，但是3人家底丰厚，玩游戏只是为了娱乐，不接受任何人的招募。突然间，竞技场内响起热烈的欢呼声，陆阳往里一看，白氏3兄弟又干掉了一支队伍。还有谁要来送死？白狼得意地喊道。竞技场内观战的玩家被他的豪情引得尖叫连连，白虎和白狮2人更加得意，目光骄傲地扫视着全场。陆阳忍不住有些手痒，正好他现在没有武器装备，更没有魔神之心，上一世他很遗憾没有跟白氏3兄弟交手，这一世有机会，陆阳不想错过。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竞技场上，正好是白氏3兄弟对面的位置。我来跟你们打。陆阳说道。白氏3兄弟看到陆阳只有1个人，纷纷皱起眉头。白狼说道：叫你的同伴上来。只有我1个人。陆阳说道。白氏3兄弟的脸上同时出现愤怒的神色。白狼怒道：你瞧不起我们。陆阳说道：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要跟3位较量一下，我们3兄弟从来都是同进同出，你要知道跟我们打的话就是要跟我们3个人打，你还是别找虐了。白狮说道：我就是要和你们3个人打，来吧，让我看看你们3个人的实力。陆阳掏出1枚银币，头也不回地往后一扔，银币发出清脆的声响，以一个优美的弧线精准地落在了竞技场的管理人手中。系统提示：陆阳战队向白氏3兄弟战队发起挑战。有2下子。白氏3兄弟同时露出惊讶的眼神，这一手他们都做不到，比我们还狂。白狼露出感兴趣的表情，拿起长枪说道：既然你找死，那我们就给你个痛快。白虎和白狮2人心意相通，分别拿着盾牌站在了白狼的身前，摆出了一个品字形的防御阵法。与此同时，3人一共点击接受挑战。系统提示：挑战赛开始。周围观战的玩家看到这一幕都惊讶了，可是刚才陆阳那一手又让他们感觉陆阳的实力好像很强的样子。场内，陆阳看着站在30码外的3人，他发现这3个人说话虽然狂妄，但是气度非凡。他刚刚入场的时候用的是闪烁，到现在冷却的时间还差几秒才结束。如果这3人品质卑劣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发起冲锋，现在等在这里只是在给自己恢复的时间。陆阳说道：我的技能冷却时间已经结束，你们不用等了。白氏3兄弟的确是在等陆阳的技能冷却结束，不过他们3个没有想到陆阳居然看出来了。你果然有点实力，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白虎是战士，他右手持1人高的大盾，左手持短刀，就在他即将用出冲锋的时候，忽然间他愣在了原地。白狼和白狮2人也愣在了原地。场外观战的玩家好奇地看着场内的一幕，不由得都露出了迷茫的眼神。上啊，怎么不冲锋啊？一个冲锋拍死他！白虎，我看好你！无数玩家在场外大声呼喊。
可是场地内的白氏三雄却还是无法发动冲锋。陆阳站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原地不动，而是以一个微妙的步伐在不停地晃动身体。白虎开启的是自动模式，他无法掌握陆阳的位置，不敢发动冲锋。一旦冲锋不中，他将失去位置，暴露身后的白狼。三人之前一直无往不胜的要诀就是白虎和白狮两人加点方式是二体三耐，两人没有丝毫攻击力，只有强大的防御力，而白狼全力加点，只有攻击力，没有防御力。装备方面，三人也是跟加点方式一样。一般队伍用这个打法根本不适合，但是这三人自小就是三胞胎，心意相通，又一起长大，用这个方法打起来配合的天衣无缝，所以白虎根本不敢冲锋，以至于暴露了白狼的位置。这种感觉让三人很是难受。白虎问道：“我冲锋不了，现在怎么办？”白狮是圣骑士，说道：“不用怕，他就一个人，我们慢慢靠近过去。如果他用魔法，你就冲锋；如果他不用，我们三个人逼到他的面前，一样能打死他。”白狼拿着长枪，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道：“暂时只能这样了，我们前进试试看。”白虎点点头，三人仿佛同一个人一般，同时朝着陆阳走去，步伐整齐的惊人。陆阳猜到三人会这么打，不过他没有在意，继续等待在了原地。其实，如果陆阳想要打赢他们的话，相当简单，只要闪烁到他们中间，利用等级优势释放抗拒火环，将他们三人崩飞。即便他没有装备，靠着自身智力附加的法伤和研爆术打头暴击的效果，趁此机会连续释放2个研爆术，就能打死全力加点的白狼。而白虎和白狮没有输出，那时候他俩只能束手就擒。不过，要是这么做的话，就太没意思了，三兄弟也一定会鄙视他。所以，他既不用等级优势，也不用简化咒语，只凭身法跟三人对抗。此时，白氏三兄弟已经来到了陆阳面前20码的位置，这个距离让白虎心里有了一些底气。冲锋30码距离用的时间是1秒钟，现在只有20码的距离，用时大概在0.8秒。他不信这个距离还冲锋不到陆阳。我试试怎么样？白虎问道。白狮摇了摇头，说道：“继续往前走，走到15码的，我不信15码的距离他还能躲得过去。”白狼说道：“我同意。那好，我们……”白虎的话还没说话，突然间，他们3个人惊恐地发现，远在20码以外距离的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他们身前4.9码的位置。白虎顿时难受的要死，冲锋的最低要求是5码距离，陆阳所处的位置正好卡得他冲锋不起来，身后的白狼更是难受至极，他要冲锋，除非白虎和白狮让开位置，不然他也冲锋不了。陆阳说道：“3位，你们不攻击，我可要出手了。”他抬手使用灼烧，1.5秒的正常施法速度，让白虎忍不住扑上来攻击陆阳。白狮和白狼两人立刻跟进，可是4.9码的距离和他们3人之前的愣神，让陆阳从容地释放出了灼烧。白虎遭到攻击，却来到了陆阳面前，照着陆阳的脑袋释放钝击。与此同时，白狮对陆阳使用制裁之锤。钝击和制裁之锤同属于眩晕技能，被击中之后，眩晕2秒钟的时间，陆阳一旦被击中，白狼的长枪必定会从白虎和白狮之间传出，一枪捅向陆阳的脑袋。陆阳面对着必杀的一击，丝毫不惧。突然间，他的身体整个侧了过来，向后轻轻一跃，来到了3人的侧面。白虎和白狮两人之前的 PK 只见过有人向后和向下躲避，他们已经想好了种种对策，可他们却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侧身向后躲避。结果两人同时打空，并且暴露了白狼的位置。白狼的长枪本来已经蓄势待发，看到2位哥哥打空，直捅出去的长枪顺势横扫。白虎仿佛心灵相通一般，立刻矮身让出位置。白狮赶忙用盾护在白狼面前。白狼信心十足，他不信陆阳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第2次动作。可是就在白狼的长枪即将打中陆阳的时候，陆阳猛然间伸出右手指向白狼的脑袋，烈焰冲击。白狼的脑袋上露出了一个眩晕符号，被陆阳打掉了174点气血。陆阳虽然没穿装备，但是他已经13级了，全智力加点法伤达到了65点，算上烈焰能冲击自身的伤害和暴击产生的2倍伤害，将总血量只有260多的白狼打成了残血。白虎看到这个情况，如果是在往常的话，他一定使用前滚翻，同时释放雷霆震击，不求伤敌，起码让陆阳的速度减慢。可是陆阳现在站的位置让他难受到了极点，他用前滚翻就一定会滚过境，如果他扑向陆阳，陆阳只要横移就能躲开，还彻底暴露了白狼的位置。白狮喊道：“先防守，我给白狼加血。”兄弟，你这是什么步伐？能透露一下吗？白虎趁着白狮加血的时候对陆阳问道。我这个步伐叫做迷踪步，是法师专门克制战士冲锋用的。陆阳说道。这是他上一世总结现实中和游戏中所有的战斗经验研究出来的步伐，可惜上一世没有机会用出来。好功夫，你是第一个让我无法冲锋的玩家。白虎赞叹地说道。陆阳笑了笑，说道：“这一场比赛我们算平局吧，怎么样？”他现在有些意兴阑珊，白氏三雄刚刚进游戏，实力跟后世区别太大，而且装备和技能也太差。以他们现在的阵型，看似很坚固，可是圣骑士在没有抗魔光环和无敌等技能的时候，他只要释放一个火强术就能破了他们的阵型，再配合闪烁和烈焰冲击，秒杀白狼轻而易举，这让他感觉很没意思。想跑？白狼一脸不爽地说道。不行，这局必须分出胜负。朋友，比赛就有胜负，不然比试还有什么意思？白狮说道。从刚才到现在，他打得十分憋屈，心里也非常不爽。加械完毕，3人再起枪盾阵，一步一步地朝着陆阳逼近。这次他们吸取了教训，没有发动冲锋。抱歉，你们的等级太低了，我欢迎你们到了高级别的时候再来向我挑战。陆阳的手中突然间多出来了一枚金币，他随手抛向后方，落在了挑战申请人的手中。
战斗进入静止观战模式。陆阳命令道：“挑战申请人是一个全身黑衣、留着精致小胡子的中年欧洲人。”允许。一道紫色的光幕笼罩在了竞技场中央，场外的观众顿时只能看到这个紫色的光照。你这是干什么？白虎问道。陆阳说道：“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过，我相信三位不是喜欢说出别人隐私的人。”说话间，陆阳头顶上突然间出现一只火红色的大鸟，尖锐的鸟叫声响起，大鸟落在陆阳的右肩上。在三人惊讶的眼神中，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带着赤焰鸟出现在了白氏三兄弟的面前。当陆阳出现的同时，双手猛然间下压，一道黑色的波纹从他们脚下出现。烈焰风暴，三人刚要攻击，一道冲天的火焰光柱将三人围困住，同时将三人打晕2秒钟的时间。112、113、112。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脚下突然间多出来了一道火墙术。96、89、91。三人顿时慌乱起来，赶忙向后退去。陆阳用手一指，赤焰鸟尖叫一声，朝着三人俯冲而去。轰的一声，连续3个109的伤害从三人头顶飘起，白狼被直接打死在了地上。你会群攻技能？白虎惊讶地问道。快抢攻，不能再让他使用魔法。白狮对着陆阳使用制裁之锤。陆阳轻松的一个斜后撤步，坚不容发地躲开了制裁之锤的金光，同时右手沿抱树打出，砰的一下，白狮被打得后仰。102。白狮的气血还有400点。白虎看准机会，猛然间一个后撤步，然后对准陆阳发动冲锋，只有5码的距离，他不信陆阳还能躲开。陆阳早就防着白虎，在他后撤步转身的那一刹那，身体轻轻一晃，随后斜着向前走了一步，白虎恰好发动冲锋，结果他跟陆阳只有0.1厘米的差距，擦着陆阳的衣角飞了出去，一直跑出去30码才停了下来。陆阳趁此机会抬手对再次攻击过来的白狮使用岩爆术，再次将其打得后仰。102。白狮还剩下298点血，白虎对自己冲锋没有撞到人感觉到了莫大的耻辱，跑出30码外，刚刚停下脚步，转过头对准陆阳发动技能2次冲锋技能拦截，再次冲了过来。陆阳没有回头，抬起手对着白虎使用烈焰冲击，砰的一声正中白虎的脑袋。白虎刚刚冲锋到15码的位置被打晕在了原地，同时掉了160多的气血。白狮反应过来，知道不能再让陆阳使用岩爆术了。虽然他不知道陆阳是怎么做到岩爆术几乎瞬发的，但是再用的话他必死无疑。攻下路，白狮前滚翻一刀扫向陆阳的下盘，白虎心意相通，紧随着白狮滚到了陆阳的脚下，同样一刀扫了过来。陆阳没有装备，气血只有不到100点，被两人缠上必死无疑。不过两人根本就打不到他。陆阳的身体当中猛然间迸发出一道金黄色的火焰光环，抗拒火环。白虎和白狮瞬间被崩飞到了10码之外的位置，莫等停稳，陆阳的岩爆术紧跟着打了过来。白狮第一个被陆阳打死，白虎随后也被打死。系统提示：战斗结束，陆阳胜。白光一闪，白氏三兄弟原地复活。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惊讶地走到了陆阳的面前。朋友，你的岩爆术怎么是瞬发的呢？白虎皱着眉头问道。陆阳说道：这是法师的自由模式。法师的自由模式？白氏三兄弟更加一头雾水。陆阳说道：当然，物理系有自由模式，法师也自然是有自由模式。白氏三兄弟同时无言以对。刚才的那场战斗，陆阳用群攻法术和抗拒火环，他们都不在意。唯一让他们不爽的就是陆阳的岩爆术跟瞬发一样，打得他们连后仰带掉血，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果然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我们三兄弟服了。不过，我想再约个时间挑战你。白狼跃跃欲试地说道。白狼和白虎一起点头，虽然他们比赛输了，但是他们相信总会找到打败陆阳的方法。随时欢迎。陆阳看了看三人的装备，说道：不过，你们的等级太低了，技能也太少了。你们也看到了，刚才我跟你们打的时候没穿装备，如果我穿上了，你们连我一招都挡不住。陆阳这话带着激将法的味道，他突然间有些想要招揽这三兄弟，毕竟是上一世的大神，就算三人拒绝，他也要尝试一番。真的假的？白狼不信。陆阳说道：不如我们打个赌吧，下一次挑战你们三兄弟赢了，我告诉你们圣骑士圣光术的简化咒语，如果你们输了，加入我未来建立的工会。白氏三兄弟惊讶地看向了陆阳。白虎说道：你要招募我们？没错，你们3个人手法不错，我建立工会的话正要你们这样的高手。陆阳说道。白氏三兄弟对望了一眼，他们对加入工会没有任何兴趣，但是他们对圣光术的简化咒语很有兴趣。如果白狮能做到瞬发圣光术，他们将变得更加强大。三人私下里商量了一番之后，白狼说道：我们并不想加入工会，不过你要是真能打得过我们三兄弟联手，我们三兄弟以后就进你的工会。陆阳面露喜色说道：那就这么约定了，我随时欢迎你们的挑战。如果是上一世他还真打不过白氏三兄弟，但是这一世他们即便再练1年也打不过他。陆阳可以肯定，这三人100%要进入自己的工会了。好，那就这么定了，近期我们就会向你发起挑战。白虎说道。陆阳全身冒起红光，说道：三位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是吹嘘，希望三位下次挑战的时候务必要多些装备和技能，否则你们绝对挡不住我的全力出手。我们怎么找你？白狮问道。他刚才尝试与陆阳加好友，却发现陆阳的好友申请是关闭的。陆阳向三人发起好友申请，三人的好友提示同时发出声响，与此同时，陆阳在红光之中消失不见。白氏三兄弟的眼神都有些迷茫，
恰在此时，他们头上的紫色光幕消失，数不清的观众聚集在外面看着他们。那人呢？你们比赛什么结果？到底谁赢了呀？白狼没有在意外面的人，喃喃自语地说道：“这人真怪。”话音刚落，白狼看到了好友栏中陆阳的名字，他瞬间反应过来，惊讶地看向了白虎和白狮。白虎和白狮恰好也看向了白狼，这人是陆阳。白狼动容地说道：“怪不得他这么狂，这人确实有狂的资本。”白狮说道：“陆阳的战绩太彪炳了，先一对5杀黑血手下5个精英，后一对8杀嗜血霸天手下8个顶级玩家，这在整个游戏都传开了。他们3人都很佩服陆阳的战斗力，更佩服陆阳敢于一个人向2大公会开战的勇气。而且嗜血霸天的追击令都快10天了，陆阳不仅没死，还越来越强。他们3个都自认做不动这一点。”白虎说道：“果然是高手，不过我们不好办了呀，他都13级了，我们才8级，根本追不上他的等级，破不掉他的抗拒火环，我们怕是打不赢他。怕他个球，等级高不代表实力强，只要我们破了他的迷踪步，一定能打赢他。”白狼自信地说道：“那我们就回去练习 PK， 有一个这样的高手给我们当练手的，正好提高我们的 PK 手法。”白虎说道。白狼和白狮一点头，3人离开了竞技场，寻找破解陆阳迷踪步的办法去了。魔神殿中，陆阳来到了祭坛旁边，拿起命运骰子，双手合十祈祷地说道：“魔神保佑啊，一定要是10点以上啊，不然又要等半个小时。”他摇动骰子，3颗骰子飞速转动，30秒钟之后，骰子停了下来。666，系统提示：点数18点，玩家陆阳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之内幸运加10。陆阳用力地握了握拳头，拿起逃脱匕首放在了祭坛上面，然后又放了4块黑铁矿石。对于无属性的物品，炼制不需要手势，只要正常使用就可以。祭坛当中光芒一闪，炼制成功，逃脱匕首的等级+1。陆阳继续锻造。5分钟之后，陆阳成功的将逃脱匕首的等级提升到了10级。逃脱匕首10，等级0。描述：拥有破开空间能力的神奇匕首，据说是盗窃之神的贴身武器。对于装备的描述还是那么简单。陆阳尝试着将匕首向前投掷，20厘米长的匕首以不可见的速度朝着前方飞去。就在这个时候，陆阳的技能栏里多出来了一个闪着蓝色光芒的技能。陆阳默念逃脱，匕首闪过一丝蓝色的光芒，陆阳瞬间出现在了匕首所在的位置。这整个的过程加在一起才1秒钟的时间。此时，技能栏中带有白色光芒的技能暗淡下来，出现了一个30秒的倒计时，这个就是冷却的时间。陆阳用力握了握拳头，今后在打架的时候，他可以轻松用逃脱匕首进入敌阵，秒放烈焰风暴和赤焰鸟，然后他可以闪烁回到本方阵地，剩下的人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把匕首放在了祭坛旁边。此时还有一个潘多拉莫魔盒，看着潘多拉魔盒那金色的外壳，陆阳心动地将魔盒放在了背包里面。他默念咒语，回到了北城区，从卡恩的家里走了出来，来到城北广场附近。陆阳看了看左右，确认没人之后，他从背包里拿出来潘多拉魔盒，祈祷地说道：“魔神保佑啊，一定要开出来一套黄金装备啊！”之前陆阳的运气这么好，他准备连续开启。运气这东西没法说，运气来了的时候，连续都有好运，做什么事都顺利。再说现在又有幸运加10的效果，陆阳决定赌一次。万一要是开出来一套20级的黄金级发生套装，陆阳就不用再为装备担忧了。想到这里，陆阳激动地伸出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就在他期待冒出金色光芒的时候，突然间，一道耀眼的黑色光芒从盒子当中喷涌而出。一瞬间，以陆阳为中心，整个30码范围之内全部陷入了黑暗当中。一个黑色的漩涡从潘多拉魔盒中出现，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怒号，黑色漩涡停止下来。一个身高足有50码，全身漆黑，手里拿着一把黑色圆形弯刀的怪物出现在了圣加尔城中。恶魔之魂领主，等级50。不好！陆阳在脚下释放一个火墙术，随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30码外的地方。刚落地，陆阳脚步停歇，开启炽热极速，飞速地朝着圣加尔城中的神圣教廷跑了过去。他没想到自己运气好过头了，50级的领主 BOSS 恶魔之魂被他召唤过来。传说中，恶魔之魂诞生于远古世界早期的战场，代表着无数怨灵的仇恨和狂怒。在第2世界的所有50级领主怪当中，恶魔之魂的难打程度能够排在前3。陆阳现在才13级，一点单挑恶魔之魂的能力都没有。是谁吵醒了我的睡梦？恶魔之魂俯视四周，当他看到周围只有陆阳一个人在飞速狂奔的时候，用手一指陆阳所在的位置。死亡将是你最好的归宿。一道高达30码、直径5码的黑色能量柱突然从他面前的地下迸发而出，打碎了前面的一间房屋之后，黑色能量朝着陆阳所在的位置冲击而去，沿途的每一个房屋都被黑色能量柱轰碎。陆阳拼命奔跑的时候，听到了身后的响动声。他上一世打过恶魔之魂，知道这是他的招牌技能魂之牵引，伤害5000，距离50码，属于追踪技能，只有跑出了这段距离才能活命。他看了看距离，闪烁出去30码，他又跑了16码，此时就剩下4码的距离了，冲了过去。因为他50码的身高，正常的一幢房子才12码左右，恶魔之魂每走一步都踩他一幢房子。当当当当当，尖锐的警报声突然间从圣加尔城的中心城楼响起。世界频道警告警告，圣加尔城北部突现50级领主怪，请玩家快速离开。陆阳可以明显的听到身后房子被踩碎的声音越来越近，如果被恶魔之魂追上，只需要轻轻一刀，陆阳就必死无疑。现在唯一让他能够活命的就是圣光骑士团，圣加尔城是主城，他绝对不允许有怪物进入城内，普通怪是城卫军来对付，顶级怪是圣光骑士团来攻击。
刚才的警报声已经表示圣光骑士团在赶来的路上，按照上一世的记忆，圣光骑士团的集合时间要30秒。陆阳知道自己抗不到圣光骑士团的到来，但是陆阳知道城北有巡逻的 NPC 士兵，只要让 NPC 士兵替自己扛一下，陆阳才有机会逃命。正当陆阳想到这里的时候，恶魔之魂已经追到了陆阳身后10码的距离。正当恶魔之魂举起弯刀准备攻击的时候，2队巡逻的 NPC 士兵从陆阳的两侧出现。为首的士兵头领抽出长剑，指向恶魔之魂，怒吼：“英勇的圣加尔城战士，冲锋！”16个战士同时拔出长剑，从陆阳的身子两侧冲向了恶魔之魂。该死的人类，你们竟然敢向我发起挑战！恶魔之魂感受到了愤怒，目标转向巡逻兵。陆阳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活命了，赶忙原地念起返回魔神殿的咒语。战斗过程中，回城券无法使用，巡逻兵支撑的时间多说5秒，唯一能让他逃命的只有返回魔神殿的咒语。巡逻兵只是普通卫兵，等级是30级，在50级的领主怪恶魔之魂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恶魔之魂2刀打死4个巡逻兵，又2刀打死4个巡逻兵，16个巡逻兵不到4秒钟的时间就被他全部击杀。恶魔之魂再次将目标对准了陆阳，看到陆阳就在30码左右的位置，他用手一指，魂之牵引。陆阳看着冲击而来的黑色光柱，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就在魂之牵引来到陆阳面前的时候，陆阳全身红光闪烁，成功的返回了魔神殿。刚回到魔神殿，陆阳立刻换上装备，只是此时他原来的装备都在韩影身上，陆阳只能临时换上了现有的装备。圣加尔城的圣光骑士团等级都是50级，他们一定会打死恶魔之魂，到时候恶魔之魂一定会爆出来很多装备。他在逃跑之前先在地上放了一个火墙树，根据谁第一个攻击经验就是谁的规则，这个恶魔之魂的经验一定是陆阳的，那么装备就是他的。一想到50级领主怪爆出来的东西，陆阳就激动的无以复加。他换好装备之后，使用回城券返回了圣加尔城的中央广场。那是什么？那么高，50级的领主怪啊！圣加尔城不会被毁了吧？我晕，北城区貌似被他给毁了呀，他不会跑到这边来吧？广场上无数玩家躲在安全区里面，看着远处的恶魔之魂闲聊。恶魔之魂50码的身高，让人想看不到都不可能。陆阳哼了一声，根据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安全区只是针对玩家，并不针对 NPC。也就是说，如果恶魔之魂到了安全区这里，他还是能够打死玩家，安全区对他来说是无效的。圣光与我们同在。突然间，远处传来一声怒吼，50名全副武装、一身金色重甲的圣光骑士团成员骑着骏马疾驰而过。陆阳扫过其中一名骑士的等级，圣光骑士，等级50，气血800000800000，照比恶魔之魂200万的气血少了很多，但是圣光骑士团胜在人多，磨死恶魔之魂没有问题。无数玩家脱离人群，循着圣光骑士团的身影追了过去。陆阳发现自己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都知道系统不会拾取装备，那么恶魔之魂死了之后，装备一定是玩家捡取。看样子谁都不想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不好！陆阳在脚下释放一个火墙术，随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30码外的地方。刚落地，陆阳脚步停歇，开启炽热极速，飞速的朝着圣加尔城中的神圣教廷跑了过去。他没想到自己运气好过头了，50级的领主 BOSS 恶魔之魂被他召唤过来。传说中，恶魔之魂诞生于远古世界早期的战场，代表着无数怨灵的仇恨和狂怒。在第2世界的所有50级领主怪当中，恶魔之魂的难打程度能够排在前3。陆阳现在才13级，一点单挑恶魔之魂的能力都没有。是谁吵醒了我的睡吗？恶魔之魂俯视四周，当他看到周围只有陆阳一个人在飞速狂奔的时候，用手一指陆阳所在的位置。死亡将是你最好的归宿。一道高达30码、直径5码的黑色能量柱突然从他面前的地下迸发而出，打碎了前面的一间房屋之后，黑色能量朝着陆阳所在的位置冲击而去，沿途的每一个房屋都被黑色能量柱轰碎。陆阳拼命奔跑的时候，听到了身后的响动声。他上一世打过恶魔之魂，知道这是他的招牌技能魂之牵引，伤害5000，距离50码，属于追踪技能，只有跑出了这段距离才能活命。他看了看距离，闪烁出去30码，他又跑了16码，此时就剩下4码的距离了。不过这不是实际距离，因为魂之牵引有5码的范围，也就是说他还需要跑出去9码的距离。陆阳知道是死是活就在这最后的9码距离了，他不敢跑弯道，就直线朝着前方跑去，拼尽全力朝着前面奔跑。就在他又向前跑了2秒钟的时候，身后轰的一声巨响出现，又有一间房子被魂之牵引击中，巨大的冲击力从身后传来，陆阳被冲击力吹得向前跌倒，他赶忙顺势一个前滚翻着地，随后继续朝着前面跑去。无论你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你终将成为我的刀下亡魂。恶魔之魂一击不中，举起弯刀朝着陆阳跑了过去。恶魔之魂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3倍，带着一阵幻影朝着陆阳冲了过去。因为他50码的身高，正常的一幢房子才12码左右，恶魔之魂每走一步都踩他一幢房子。当当当当当，尖锐的警报声突然间从圣加尔城的中心城楼响起。世界频道警告警告，圣加尔城北部突现50级领主怪，请玩家快速离开。陆阳可以明显的听到身后房子被踩碎的声音越来越近，如果被恶魔之魂追上，只需要轻轻一刀，陆阳就必死无疑。现在唯一让他能够活命的就是圣光骑士团，圣加尔城是主城，他绝对不允许有怪物进入城内，普通怪士城卫军来对付，顶级怪士圣光骑士团来攻击。刚才的警报声已经表示圣光骑士团在赶来的路上，按照上一世的记忆，圣光骑士团的集合时间要30秒。陆阳知道自己抗不到圣光骑士团的到来，但是
陆阳知道城北有巡逻的 NPC 士兵，只要让 NPC 士兵替自己扛一下，陆阳才有机会逃命。正当陆阳想到这里的时候，恶魔之魂已经追到了陆阳身后10码的距离。正当恶魔之魂举起弯刀准备攻击的时候，2队巡逻的 NPC 士兵从陆阳的两侧出现。为首的士兵头领抽出长剑，指向恶魔之魂怒吼：“英勇的圣加尔城战士，冲锋！”16个战士同时拔出长剑，从陆阳的身子两侧冲向了恶魔之魂。该死的人类，你们竟然敢向我发起挑战！恶魔之魂感受到了愤怒，目标转向巡逻兵。陆阳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活命了，赶忙原地念起返回魔神殿的咒语。战斗过程中，回城卷无法使用，巡逻兵支撑的时间多说5秒，唯一能让他逃命的只有返回魔神殿的咒语。巡逻兵只是普通卫兵，等级是30级，在50级的领主怪恶魔之魂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恶魔之魂2刀打死4个巡逻兵，又2刀打死4个巡逻兵，16个巡逻兵不到4秒钟的时间就被他全部击杀。恶魔之魂再次将目标对准了陆阳，看到陆阳就在30码左右的位置，他用手一指，魂之牵引。陆阳看着冲击而来的黑色光柱，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就在魂之牵引来到陆阳面前的时候，陆阳全身红光闪烁，成功的返回了魔神殿。刚回到魔神殿，陆阳立刻换上装备，只是此时他原来的装备都在韩影身上，陆阳只能临时换上了现有的装备。圣加尔城的圣光骑士团等级都是50级，他们一定会打死恶魔之魂，到时候恶魔之魂一定会爆出来很多装备。他在逃跑之前先在地上放了一个火墙树，根据谁第一个攻击经验就是谁的规则，这个恶魔之魂的经验一定是陆阳的，那么装备就是他的。一想到50级领主怪爆出来的东西，陆阳就激动的无以复加。他换好装备之后，使用回城卷返回了圣加尔城的中央广场。那是什么？那么高，50级的领主怪啊！圣加尔城不会被毁了吧？我晕，北城区貌似被他给毁了呀，他不会跑到这边来吧？广场上无数玩家躲在安全区里面，看着远处的恶魔之魂闲聊。恶魔之魂50码的身高，让人想看不到都不可能。陆阳哼了一声，根据第2世界的游戏规则，安全区只是针对玩家，并不针对 NPC。也就是说，如果恶魔之魂到了安全区这里，他还是能够打死玩家，安全区对他来说是无效的。圣光与我们同在。突然间，远处传来一声怒吼，50名全副武装、一身金色重甲的圣光骑士团成员骑着骏马疾驰而过。陆阳扫过其中一名骑士的等级，圣光骑士，等级50，气血800000800000，照比恶魔之魂200万的气血少了很多，但是圣光骑士团胜在人多，磨死恶魔之魂没有问题。无数玩家脱离人群，循着圣光骑士团的身影追了过去。陆阳发现自己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都知道系统不会失去装备，那么恶魔之魂死了之后，装备一定是玩家捡取。看样子谁都不想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不过这些人还不知道恶魔之魂的强大，说不定恶魔之魂没杀死，他们倒是先死了。陆阳魂在人群当中跟着跑向了北城区，从中央大街到北城区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不断有玩家从两侧的街道汇聚而来。第2世界把地图做的已经非常大了，主干道可以容纳100名玩家并排而行，可是即便这样，陆阳往前才跑了10分钟的时间，交通瘫痪了。在路的正前方有一座只能并行50人的大桥，而大桥两侧可以并行50人的主干道上也挤满了无数玩家，三方汇聚导致所有人都被堵在了这里。搞什么啊？前面倒是走啊！让开，别耽误老子抢装备。不少公会玩家各自聚集在一起，抱成团想要往前冲，可惜游戏没有穿人设置，真走不动的时候，除非他们决定在主城内杀人，否则只能等待。普通玩家也被骂出了火气，如果是在城外，散人玩家无法凝聚力量，但是在这个人挤人的地方，一个被挤得火气暴躁的玩家转过身，怒瞪着身后的公会玩家吼道：“你挤什么挤？没看前面走不动了吗？”这个公会的成员正仗着身后全都是一个公会的人往前挤，看到前面的玩家敢跟他喊，顿时狞笑着说道：“你他妈找死是吧？老子是灵魂阵战公会的精英，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给我滚开！前面的人都给我滚开！”灵魂阵战公会的几十人仗着人多势众一起叫骂，这是他们以往的习惯。如果是在野外，散人玩家早就吓得噤若寒蝉，四散躲避。可是他们忘记了，现在是在数万人拥挤在一起大道上。早就受够公会欺凌的散人玩家几乎同时将目光对准了灵魂阵战的几十名成员。之前被骂的散人玩家更是大声喊道：“大公会欺负人了！大公会欺负人了！”结果这一下引来了数千玩家的目光，在灵魂阵战周围，所有的散人玩家都怒瞪着他们几十个人。我知道这个公会最他妈不是东西，跟黑血没什么两样。你们仗着公会人多就了不起是吧？欺负人是吧？有第一个人出头，就有第二个人跟随。当无数被欺凌的玩家愤怒起来之后，回想起从开区到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被各大公会欺负的惨状，他们都失去了理智。灵魂阵战公会的几十个成员以为仗着人多就能跟往常一样吓唬的其他玩家让出道路，可是他们没想到这次引发了众怒。面对周围数以千计的玩家的指责，为首的灵魂阵战的精英团副团长浪地睥睨受到了刺激，红着眼睛怒吼道：“谁喊的？谁喊的？老子记住你们了，以后在外面别让我看到，不然我杀到你们退区。”虽然出了安全区，但是在城内杀人是要被圣加尔城的卫兵攻击的。浪地睥睨仗的就是普通玩家不敢随意杀人，周围的玩家都是普通散人，他们也知道圣加尔城内部的规定，这一段时间城内杀人被卫兵攻击的例子有数千起，他们也知道城卫兵的厉害，可是在这个普通人被逼急了的时候，他们也不管不顾了。兄弟们，
老子宁愿让城卫兵追杀了，有胆子的跟我一起上，弄死灵魂阵战的这帮混蛋！之前被骂的玩家怒极，再也不管不顾，拿起手中的长剑，照着灵魂阵战的副会长浪地睥睨一剑砍了过去。浪地睥睨看到这个情况，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根据游戏规则，如果遭到对方率先恶意攻击，即便是在城内，他也可以反击，打死对方玩家城卫兵也不会攻击他。你找死！浪地睥睨遭到攻击，可是他身上装备极品，即便被攻击也才掉了不到20点气血。看着对方的名字变成了褐色，浪地睥睨抽出腰间的2把匕首，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可是就在浪地睥睨即将攻击那名玩家的时候，突然间周围数千名玩家同时抽出武器，对着浪地睥睨发起攻击。数不清的弓箭、飞刀、长剑、火球数落在了浪地睥睨的身上，浪地睥睨瞬间被打死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即便人挤人的时候，周围玩家也让出来了一个圈，将灵魂阵战的剩下几十名玩家都困在了包围圈里面。灵魂阵战的玩家都傻眼了，他们没有想到散人玩家真敢攻击他们，而且还是几千人同时攻击，这让他们害怕起来。周围玩家这一次却是拼了，之前喊话的玩家继续喊道：兄弟们，今天我们起义了，杀一个是杀，杀100个也是杀，我们杀了这帮灵魂阵战的混蛋。他当先冲进了灵魂阵战的阵中，朝着对方的一名玩家打了过去。这个喊话的散人玩家身上的装备只是普通的白板，等级更是只有3级，可是他的勇气渲染了周围的玩家，本来就暴怒不已的散人们再也忍不住对灵魂阵战的其他人出手，疯狂地宣泄着他们的怒火。灵魂阵战的几十名玩家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不到2秒钟的间，几十个人全都被打死在了原地。看着爆出来的一地装备，周围的玩家一拥而上，爽！原来大公会也没什么可怕的。兄弟们，今天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各大公会太欺负人了，我们今天报仇去，但凡是见到身上有公会名字的玩家都给我杀了，我们散人今天造反了。这个3级玩家举起双剑，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这句话是这个玩家在世界频道上喊出来的，全服几千万人都能看到。他的这句话极具渲染力，拥堵的情况在城市的各个主干道发生，大公会也都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散人，城市内各地早就忍耐到了极限的玩家们再也忍不住了，跟大公会的拼了，我们受够欺负了。无数玩家在世界频道上跟着一起喊了起来，结果这一次真的乱了。游戏中大大小小的公会有上千个，看着很多，可是这些公会加在一起人数也不够500万，其他的几千万玩家依然是散人。这些玩家等级低，装备差，可是他们人多。根据游戏规则，玩家加入公会之后，可以将自己的名字显露出来，如果显露出来，名字后面将会有公会名字的后缀。以前这是一个可以仗势欺人的名牌，现在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大道上面开始，在这个3级玩家的第一个攻击之下，所有带有公会名字的玩家纷纷遭到攻击。散人组队100人一组，散人玩家中不乏高手和有组织能力的人，看到这么攻击容易误伤，他们开始组织玩家以团队的形式发动攻击。各大公会的玩家本来是多数人，结果这样一来反倒是成了少数。可是各大公会的玩家欺负散人欺负惯了，突然间被散人欺负，他们岂能容忍这个情况？仗着自身装备精良，立刻跟散人玩家对打了起来。局部对战当中，公会玩家反倒是杀的散人玩家七零八落。陆阳不想加入到这场混战中去，他的目标是远处的恶魔之魂。此时恶魔之魂的气血只剩下70%了，杀了他！几个公会玩家发现了陆阳，朝着他疯狂地冲了过来。陆阳看到对方是剑舞苍穹公会的，上次韩影和韩宇就是在他们手下吃了亏，算你们走运，下次有机会再收拾你们。陆阳找到了躲避战斗的地方，看着左侧14码高的房屋顶部，手中逃脱匕首向上一甩，匕首高速旋转的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插在了黄色房子房顶上。此时5、6个剑舞苍穹公会的成员已经冲到了陆阳的面前，突然间一道蓝色光芒从陆阳身上绽放而出，陆阳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人呢？谁看到他跑哪去了？没看到啊，周围都没有。剑舞苍穹公会的成员四下寻找，却没有看到陆阳，随即他们转换目标，朝着另外一堆散人冲了过去。陆阳站在房子的顶部俯瞰四周，他发现整个圣加尔城的都处在了暴乱当中，连城市中的安全区附近都发生了战乱，只要没有卫兵的地方，玩家全都打在了一起。前方的大桥上也是如此，最拥挤的地方就是大桥，而大桥之所以拥挤，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区20多个大公会的玩家和其他散人玩家正被恶魔之魂追杀的四散奔逃。陆阳冷笑一声，圣光骑士团是不具备仇恨攻击的，因此只要玩家攻击恶魔之魂，恶魔之魂会立刻攻击玩家。现在玩家的等级普遍都在9级以下，不要说9级，即便是50级非战士系玩家也挡不住恶魔之魂的一次普通攻击，更何况恶魔之魂无限使用魂之牵引，5000伤害的魂之牵引打中谁，谁必死，如果跑，死的人更多。可是玩家遭到攻击，谁不跑啊？尤其是法师玩家，仗着有闪烁技能，被魂之牵引攻击，立刻闪烁逃跑，结果法师玩家逃跑路上的那一串人全部被追踪而来的魂之牵引打死。有些法师玩家本身距离较远，逃脱了魂之牵引的攻击，技能躲过了，但是不代表他能躲开恶魔之魂的追击，结果沿途的玩家不是被恶魔之魂踩死，就是被恶魔之魂随手挥出的弯刀打死。最早来的一批玩家反应过来不再攻击，可是后来的玩家不知道这一点，刚看到 BOSS 就玩命的攻击，结果恶魔之魂不断追杀，就这样没过多久，恶魔之魂被带到了大桥附近。而此时恶魔之魂的气血只剩下50%了，大桥上的玩家也停止了互相攻击，全都将目标对准了恶魔之魂，他们都想要抢夺装备。陆阳看到这个情况，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口中不由自主地倒数起来
3、2、1，恶魔之魂的气血被打掉到了 49%， 他突然间站在原地不动，不再追击玩家，右手举起黑色弯刀。黑暗力量以恶魔之魂为中心，无数条紫色锁链从恶魔之魂的体内飞出，因为恶魔之魂正对着大桥，整个大桥上数万玩家同时被紫色锁链锁住咽喉，随后数万玩家同时死亡，而恶魔之魂的气血恢复到了 100%， 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这 BOSS 会吸血，所有人后撤，别再往前上了，快跑！这 BOSS 没有仇恨。看着大桥上的数万具尸体，所有玩家都傻眼了，桥下幸存的玩家不由自主的全都往后撤退，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过去凑任何。桥对面的玩家看到这个情况也傻眼了，他们也没有想到快死了的恶魔之魂还有这么强大的技能，赶忙四散躲避，不敢再靠近恶魔之魂100码以内的距离。恶魔之魂吸血后没了目标，转过身继续与圣光骑士团打了起来。圣光骑士团的50名骑士攻击力非常高，远程、进攻、法术、治疗样样俱全，恶魔之魂的气血迅速往下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恶魔之魂的气血掉到了 30%。可是在这个时候，周围的玩家再次按捺不住了。这个时候谁先打 BOSS 一下，势必 BOSS 的经验就是谁的，装备也就是谁能先拾取。如果让别人抢走了，岂不是太吃亏了？抱着这个心理，各大公会的玩家首先朝着桥上跑去，城北桥下的周围的玩家也逐渐朝着恶魔之魂聚拢。不知道是谁，桥下的玩家当中突然间有人一个火球术打在了恶魔之魂的身上，恶魔之魂瞬间回头，那个玩家所在的位置足足有1-2000人。黑暗力量，恶魔之魂身上释放出1000条紫色锁链，转眼间这数千名玩家同时被打死在了地上，而恶魔之魂的气血恢复到了 50%。 就在这个玩家发动攻击的时候，桥上的玩家全都红了眼睛，拼命地朝着大桥冲了过来，同时所有人都对准了恶魔之魂发动攻击。当他们看到恶魔之魂的气血恢复之后，所有人又吓得想要往后逃跑，可是这个时候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恶魔之魂的身体转向大桥，他抬起左手五指，张开指向桥面，在他的手掌当中，一道黑色的光芒逐渐形成，幽冥之路。黑色光芒猛然间从他手中喷射而出，大桥上的所有玩家遇到黑色光芒全部被打死在了地上。大桥上再次尸横遍野，玩家看到恶魔之魂造成的伤害全都傻眼了。这么强，这我们怎么打？玩家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攻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一件事， BOSS 的经验和装备不能被别人抢走。大桥上再次挤满了玩家，不过这次没有玩家再傻愣愣地冲上去放技能了，所有人都在等着 BOSS 死的那一刹那。圣光骑士团没有了玩家捣乱，再次将恶魔之魂围住。5分钟之后，恶魔之魂的气血只剩下了 33%。 大家注意，恶魔之魂血量剩下 5% 的时候，我们一起上，那个时候一定可以打死 BOSS 的。我们一起抢装备，绝对不能便宜那些大公会的人，如果没抢到，就杀了抢到装备的人。周围的玩家开始成群结队的商量起来。陆阳此时已经跳入桥下的大河当中，游到了河对岸，此时他正在桥下面休息。恶魔之魂最难的地方并不是在前面 70% 的气血以前，那些技能早就被上一世的玩家找到破解办法，恶魔之魂真正的难是在他血量只剩下 30% 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恶魔之魂每掉 5% 的生命值会释放魂之挽歌，以他为中心，从他身上爆发出数以10万计的亡灵冲击向50码范围内的玩家。凡是被攻击到的玩家瞬间掉血12000点，能够抗得住玩家数量十分稀少，只有最顶级的玩家才能抗得住他的攻击。也正是因为这个 BOSS 太吃装备，他才会被列为最难的3个 BOSS 之一。魂之挽歌，恶魔之魂的血量掉到了 30%。 突然间，恶魔之魂举起双手， 0.5秒钟之后，黑色的光幕瞬间笼罩着周围50码以内的玩家，被光幕照射到的玩家瞬间死亡。身在近处的玩家不明所以，可是站在远处的玩家却可以看到，那根本不是光幕，而是密集到让人无法想象的黑色亡灵。周围的玩家看到 BOSS 的血量越来越少，都聚集到了 BOSS 30码左右的距离，他们以为没事，结果这次攻击又被打死了好几千人，并且连带着周围的房屋都被魂之挽歌打碎。快跑，小心 BOSS 在用技能！不用其他人去喊，早已噤若寒蝉的玩家们四散奔跑，有的跑回到了桥上，有的撤退到了桥的两侧，还有的躲在了 BOSS 的身后60码以外的距离。陆阳躲在桥下观望，偶然间他发现了迟木、雄霸、嗜血霸天等各大公会的老大正带着各自的精英团成员埋伏在 BOSS 周围60码左右的位置，而距离他最近的迟木老人更是只有20码的位置。迟木老人和他烈酒清风等人无暇他顾，他们都在紧张地盯着 BOSS， 显然都有抢夺装备的想法。准备 BOSS 死了，不要着急抢装备，谁先靠近就杀谁。迟木老人对身后的烈酒清风说道。这种在数万人集合的地方，一旦 BOSS 掉落了装备，谁敢先去抢死的就是谁，后去的反倒是有机会抢夺。老大，万一抢不到怎么办？谁抢到就杀谁，尤其是嗜血霸天，如果让他们的人抢去了，我们就弄死他。好的。嗜血霸天和叶孤星等人也在窃窃私语，看着周围其他公会的老大说道，注意点，千万别当出头鸟，所有人等我命令再去抢装备。圣光骑士团的成员已经战死了3人，但是其他人还是寸步不离的挡在 BOSS 面前，让后面的圣光法师团和神圣弓箭手可以继续输出。圣光骑士团的成员有天赋系统，当恶魔系生物血量低于 30% 的时候，他们的输出增加 50%。 恶魔之魂的掉血速度瞬间加快，没用3分钟的时间，恶魔之魂只剩下了 5% 的血量。光芒将敌进黑暗，圣光骑士团的团长光明之剑卡西斯举起手中的圣剑，怒吼一声，化作一只大天使，凌空一剑劈下，斩杀。
恶魔之魂被击中心脏，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声，身体旋转着扭曲起来。BOSS 死了，大家快去抢装备！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四面八方的玩家全都朝着 BOSS 所在的位置扑了过去。转眼间，恶魔之魂周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玩家。就在这个时候，恶魔之魂的身体猛然间爆裂开来，数以10万计的亡灵四散喷涌。凡是靠近恶魔之魂50码范围之内的玩家，全部被打死在了地上。3个物品从恶魔之魂身上掉落在了地上，周围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的玩家，本来还在懊恼速度慢了，可是看到这个情况，所有人都激动的再次扑了上去。预备，射！迟暮老人用手一指恶魔之魂死亡的位置，他身后300名弓箭手整齐划一的举起弓箭，同时使用散射箭。预备，射！雄霸睥睨的脸上发出了冷酷无情的命令，他身后的200多名弓箭手射出散射箭。预备，射！嗜血霸天命令手下的200多名弓箭手攻击。连续20多个顶级工会同时命令手下的玩家释放弓箭雨和火球术等远程攻击技能。一瞬间，以 BOSS 掉落装备为中心，所有靠近30码范围之内的玩家全部被打死在了地上。后续冲过去的玩家眼睛里面只知道装备，虽然身上掉血了，但是看到前面的玩家死了，都抱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往前冲，结果都毫无意外的死亡。偶尔有法术玩家想要用闪烁跳进包围圈抢装备，可是刚跳进去，各大工会的精英法师同时用出火焰冲击，瞬发技能攻击之下，跳进来的法师没等拾取装备，就全都被打死在了原地。预备，射！第一波攻击结束，20多个工会的会长仿佛商量好了一般，继续倾泻箭雨和火球术，打得周围玩家四散躲避。周围的散人组团的玩家看到各大工会的做法，愤怒不已。散人团的兄弟们，各大工会不让咱们抢，咱们也不让他们抢，给我一起射，谁进去谁死！组好队形，退到30码以外，一起打。他们不让我们抢，我们也不让他们抢。大桥上和桥两侧的数万散人玩家，有弓箭的用弓箭，有飞镖的用飞镖，有法术的用法术。各大工会的老大本意只是想要清理周围的玩家，让他们好去抢夺装备，结果这样一来，这个地方的中心点就全都是攻击技能。怎么办？烈酒清风看着场面有些发呆，数万人同时攻击一个地方的情形，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箭雨和火球术肆虐，一点进去的空隙都没有。迟暮老人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样子，皱着眉头说道：所有人停手！雄霸与迟暮老人几乎是同时发布这一命令。嗜血霸天和黑血等人正恼羞成怒，恨不得攻击对面的散人玩家，只是苦于对面人数太多，他们不敢妄动。迟暮和雄霸的人怎么不攻击了？叶孤星眼尖的问道。嗜血霸天愣了一下，他很快反应过来，说道：迟暮这是在玩阴谋，让我们的人停手，派盗贼前行过去，我亲自去。叶孤星退到身后的人群中，使用盗贼的特有技能隐身术。黑血等各大工会的老大先后反应过来，纷纷命令手下停手。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只要示之以弱，让散人玩家出口气，他们也会停止攻击。只要有那么一个空当，这些潜伏的盗贼就能快速的扑到装备面前，拾取后使用回城券逃跑。果然，不到2分钟的时间，散人团看到各大工会不用技能了，逐渐的也都停了下来。这个时候，以 BOSS 掉落的装备为中心，周围40码的范围之内没有一个玩家。陆阳一直躲在桥下，刚才技能太多，他看不到装备。此时技能全都停了下来，陆阳爬到了桥的侧面，看向了场内。BOSS 的中心处，一把暗金色的圆形弯刀闪闪发光的躺在了地上。陆阳知道这把武器的名字叫做死灵血刃，是50级最顶级的双手武器之一。在死亡弯刀旁边还有一件黄金颜色的头盔，名字叫做鬼面头盔，也是50级最顶级的几个头盔之一。它是一个套装组件。正当陆阳记看的时候，装备的旁边出现了异常的空气波纹，这种波纹不止一个，而是有20-30个。各大工会的老大嘴角都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仿佛装备已经要进入了他们的口袋。有贼！陆阳刚要喊话，可是没等喊出来，他的眼睛猛然间瞪大，在一个隐身盗贼的前面，一个黑色的圆柱体正闪闪发光。恶魔晶石！陆阳体内的热血猛然间喷发出来，心脏不可抑制的剧烈跳动起来。恶魔晶石是魔神之心升到2级的必备之物，是魔神之心最难获得的升级材料之一。他本以为要等到30级以后才有机会获得，没想到眼前就有，他必须抢到。看着周围的无数玩家，陆阳的脑袋飞速转了起来。他知道，如果就这么跳进去，首先他会被玩家给认出来，到时候就算他侥幸得到恶魔晶石，他势必会遭到各大工会和大量散人玩家的追杀。再一个，他即便跳进去，也扛不住数不清的烈焰冲击技能，一旦被打中，他还是必死无疑。正当陆阳焦急务必的时候，忽然间，陆阳发现自己现在穿的衣服是伪装外衣。这件衣服是陆在未来地精国王比塞尔那里买的，而他的背包里面还有一瓶磨免3秒钟的抗魔药剂。拼了！陆阳看着场地里面正在往装备那里前行的20多个盗贼，立刻选择使用伪装外衣。一道光芒闪过，他瞬间变成了一个绿皮小地精。喝下磨免药剂，陆阳把手里的匕首猛然间投掷出去，逃脱匕首带着一丝蓝色的光芒，高速旋转着插入恶魔晶石所在的位置。正在前行的盗贼们被吓了一跳，周围所有的散人玩家和各大工会的老大也都吓了一大跳。匕首哪来的？正当所有玩家好奇的时候，匕首绽放出蓝色光芒，变成绿皮小地精的陆阳瞬间从光芒中出现。抗拒火环！周围的20多个盗贼同时遭到抗拒火环的攻击，全部被陆阳崩出了隐身。有贼！各大工会就是一群混蛋，怎么冒出来一个地精？他是谁？所有玩家迷茫了那么一瞬间，随即他们立刻反应过来，圣加尔城里面根本不可能有地精出现在这里，这根本就是一个玩家冒充的。杀了他，他是玩家！无数人怒吼地指着陆阳。
散人团和各大公会的玩家立刻瞄准陆阳释放技能，一瞬间，数以万计的弓箭和技能朝着陆阳打了过来。弓箭速度慢，烈焰冲击瞬间落在了陆阳的身上。可是陆阳有抗魔药剂，3秒钟之内魔法免疫。陆阳用完抗拒火环，就地一滚，捡起恶魔晶石、死亡弯刀和鬼面头盔，刚站起身，身上白光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之前的大桥旁边，纵身一跃，跳入了河水当中。这就是逃脱匕首的妙处，与闪烁结合使用，敌人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人呢？飞哪去了？黑血的脸都黑了，快找，别让他跑了！嗜血霸天更是气得眼睛充血。3件装备啊，大家快找他！各个散人团和各大公会的玩家都发狂了，他们之前费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目的就是为了这件装备，结果装备让一个绿皮地精给抢跑了。这件事传出去就跟笑话一样，10多万双眼睛四下寻找。突然间，有人指着河里面喊道：“河里有人！”他跳到河里去了。雄霸距离河边最近，他一马当先，带着手下朝着陆阳追了过去，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给我杀了他，抢回装备！迟木和嗜血霸天等人，各大公会的老大带着人紧跟着追了过去。绿皮小地精的腿太短了，陆阳用尽全力在水里面游的速度还是很慢，而岸上的玩家全力追捕，陆阳很快就被追了上来。雄霸一边沿着河岸跑，一边喊道：“河里的朋友，只要你愿意加入我雄霸的公会，你的装备我原价收购。”嗜血霸天在后面大怒地喊道：“雄霸，你少学迟木老狐狸那一套！”紧跟着他对着河里的陆阳喊道：“小子，这一趟你是死定了，老老实实的上岸交出装备是你唯一的选择，你惹了众怒，雄霸也保不了你。”陆阳听着两人的对话，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这完全就是在狗咬狗。雄霸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包场练级的事情他也没少做。他比嗜血霸天强的地方只在于他这人说话算话，还讲一点江湖道义。嗜血霸天和黑血就是俩混蛋，根本就不知道道义这2个字怎么写。现在他无论是落到谁的手里都没有好下场。扑通扑通，身后不断有落水声传来。陆阳回头一看，迟木和黑血的人手下已经跳入水中，正朝着陆阳追了过来。朋友，你无路可跑了，立刻做出选择，否则别怪我雄霸出手了。雄霸用手一挥，他身旁跟着跑过来的200多名弓箭手同时瞄准了陆阳所在的位置。如果他们使用分裂箭，陆阳势必死在这大河当中。嗜血霸天举起手臂，他身后的200名弓箭手也将弓箭瞄准了陆阳。沿着河岸追过来的还有散人团的玩家，几十个散人团的玩家中都有猎人的猎豹光环。交出装备，不然我们杀了你！快点交出装备！无数玩家怒喊。河的另外一边也有数不清的玩家跟着陆阳追了过来。所有人当中，他们看得最为清楚，只是大河太宽，陆阳距离河对岸有40码的距离，他们够不到。看到这个情况，所有人都露出了得意的表情。他们知道陆阳已经无处可逃了。陆阳却冷笑一声，继续全力的往前游去。雄霸和迟木等人看到陆阳的表现都有些惊讶，他们以为陆阳起码会说2句话做缓兵之计，没有想到陆阳1句话不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开了录像功能，只要陆阳一开口，他们就能录下声音，即便陆阳跑了，今后他们抓人的时候也有办法。再一个，各大公会手里面都有一些特殊装备，比如说死亡后原地复活一类的道具，只要用在陆阳身上，多杀几次不愁爆不出这3样东西。这小子一定是个高手，雄霸说道。他手下的10个战士和10个猎人跳入水中，管他是什么，就算是神仙，今天我也要杀了他。嗜血霸天听到了雄霸的话，愤怒的大声吼叫。叶孤星带着3个猎人跳入水中，借助猎豹光环快速的朝着陆阳游了过去。后面追过来的剑舞苍穹和灵魂阵战等20多个公会的老大也都派遣手下跳入河中，河对岸也有无数人跳入水里面朝着陆阳追了过来。因为对方都有猎豹光环，不多时，数百人组成的半圆形包围圈逐渐形成，距离陆阳最近的迟木手下与他之间只有30码的距离。小子，你这趟死定了！岸上的黑血冷笑着喊道。陆阳看到了包围圈，不过他凛然不惧，继续朝着前面游去。他知道各大公会一定想要抓住他，被玩家打死之后爆率太随机了，可能3个都爆出来，还有可能1个都不爆，各大公会都不敢打这个赌。不仅如此，各大公会还会帮他杀那些想要杀他的散人玩家。果然，当河岸右侧的散人玩家朝着陆阳攻击的时候，迟木和黑血的手下立刻对准了他们发起攻击。转眼间，右侧追过来的玩家死伤大半，而陆阳的气血只剩下1丝。这个时候，连嗜血霸天都变得投鼠忌器，陆阳却丝毫不惧，朝着河对岸游了过去。大河对岸前面的不远处有一个6码高的墙壁，这个地方是圣加尔城的王宫外墙。陆阳看了看距离，确定之后，他转过头看了看追过来的迟木和黑血等人，又看了看岸上的雄霸和嗜血霸天，一拱手大笑着说道：“多谢诸位相送，在下告辞了。”地精的变声器让他发出的声音尖锐刺耳，雄霸和嗜血霸天等人顿时愣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陆阳看着已经追到他面前不到10码的迟木老人，向后扔出匕首。逃脱匕首高速旋转着，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快速的朝着王宫外墙飞去。陆阳身上蓝光一闪，在河水里面消失，随即他出现在了半空中。不好，他要逃跑，杀了他！迟木和黑血同时大吼一声，命令手下攻击半空中的陆阳。陆阳只有1滴血，他却丝毫不惧。此时他距离王宫外墙还有20多码的距离，身上白光一闪，使用闪烁技能出现在了王宫的外墙之上。转眼间，陆阳与所有追兵拉开了60码的距离。他站在外墙上，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瞬间生命恢复药剂，将气血加满后，后空翻跳落到了地面上。6码的高墙跳下来，摔掉了陆阳30点生命值。
王城的守卫发现了陆阳，警报，有地精侵入王宫，窃取机密。一个30级全身穿着亮银色重甲的王宫守卫举起手中的重剑，朝着陆阳冲锋而来。陆阳赶忙侧身躲避，同时撤掉伪装外衣，高声喊道：“我是人类，我是来投资的。”王宫守卫的防守任务只是针对一族，对于人类却不设防。看到地精是陆阳变的，守卫将距离陆阳脑袋只有3公分的长剑收回剑鞘，皱着眉头说道：“以后不要胡乱变身，给我们造成麻烦。”陆阳赶忙恭敬地说道：“一定一定，守卫大人慢走。”第2世界的 NPC 拟人化程度非常高，如果玩家不恭敬，王宫守卫有权处置玩家。王宫守卫这才悻悻地离开了，显然对于没有惩罚到陆阳很是不爽。大河当中，雄霸、迟暮老人、嗜血霸天、黑血等各大公会的老大全都被陆阳的这一波操作给秀傻眼了。这样都行，2段闪啊，太强了！迟暮老人第一个反应过来，指着王宫高声喊道：“所有人给我追，谁先抓到这个人，我奖励他1万块钱。”嗜血霸天和雄霸等各大公会的老大也都反应过来，纷纷露出愤怒的表情。这要是让陆阳给跑了，他们就丢人丢大了。给我追！雄霸怒不可遏地说道。河岸另一边，已经赶过来的公会手下立刻扑向了王宫。嗜血霸天扬起手中的长刀喊道：“包围整个王宫，杀了他！”黑血指着河对岸赶过来的手下喊道：“他刚遭到攻击，2分钟之内不能回城。”一时间，各大公会的老大纷纷发布命令，大河南岸赶过来的手下全都朝着王宫冲了过去。王宫的正门可以同时容纳50名重装骑兵的并排通行，换成没有马的玩家，并行的人数足足有80多人。可是这次冲进来的玩家有数万人，大门瞬间变得拥堵不堪。让开，别挡老子的路！我是黑暗之剑公会的，都给老子让开！陆阳听到王宫门口的吵闹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根据游戏规则，受到攻击的2分钟之内无法使用回城券，这是所有玩家不放弃追杀他的原因。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返回魔神殿的咒语不受这个规则的限制。他现在的位置是王宫花园，距离正门有200多码，这个距离足够他使用咒语了。不过这个地方不保险。陆阳看了看左右，他跑进了王宫侧面的塔楼当中，顺着旋转楼梯，陆阳快速地朝着上面跑去。等逃脱匕首的时间到了，陆阳用力将匕首朝着上面投掷。陆阳眼看着匕首上升到了30码的高度，他身上蓝光一闪，出现在了匕首所在的位置，紧接着使用闪烁，再次向上跃起30码的高度，停在了旋转楼梯的扶手上。伟大的火焰之神！陆阳念起了返回魔神殿的咒语。当他念到2秒钟的时候，大量玩家才跑进王宫大门。当他念到4秒钟的时候，冲进王宫的玩家正茫然四顾。5秒钟时间到，陆阳身上红光一闪，出现在了魔神殿的大殿当中，而玩家们连陆阳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人呢？跑哪去了？冲进来的散人玩家没有组织，等各大公会的玩家跑进来了，为首的黑暗之剑的3团团长喊道：“搜索王宫，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人可能已经变回了人类形态，见到玩家不论是谁，格杀勿论。好，无数玩家响应，朝着王宫正殿冲了过去，数万人集体对王宫展开了搜索。不多时，雄霸、迟暮、嗜血霸天、黑血等各大公会的老大并排来到了王宫门口。时间已经超过2分钟了，这人肯定跑了。雄霸脸色难看地说道：“哎，丢人啊！我们这么多公会一起行动，还有数万散人玩家都没有抓到这么一个地精。”迟暮叹着气说道：“不要让我知道他是谁，否则我非杀了他不可。”嗜血霸天不爽到了极点。不过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迟暮说道。好事？各大公会的老大纷纷看向迟暮。迟暮笑着说道：“这个玩家虽然在我们面前抢走了装备，可是他的身法你们也看到了，无论是他用那个特殊的匕首逃跑，还是他对时机的把握程度，还有他毫厘不差的2次闪烁落在王宫的外墙上，这种操作都是需要我们去认真学习的。”雄霸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如果我们的手下的精英也能有这个能力，我们打副本会变得容易很多。散了吧。”迟暮说完话，转过身带着他的手下离开了。雄霸紧跟着也走了。嗜血霸天和黑血等人都不甘心，可是他们也知道继续搜索也没有意义了，各自都带着人走了。散人玩家也逐渐散了。不多时，王宫恢复了他以往的冷清。回去的路上，嗜血霸天看着一直紧皱眉头的叶孤星问道：“有什么事吗？”叶孤星皱着眉头想了又想，说道：“老板，我感觉这个地精像是陆阳装扮的。”什么？嗜血霸天怒不可遏，问道：“你怎么确定的？”叶孤星说道：“就是一种感觉，我前行过去的时候被那个地精用抗拒火环弹开了，这个地精把我弹开的距离和上一次陆阳把我弹开的距离几乎一样。”嗜血霸天怒极，说道：“好，一个散人玩家敢这样公然跟我对抗，我要让你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叶孤星激动地说道：“老大，你要发布全世界公告吗？这样全服玩家都会追杀他，他就死定了。”嗜血霸天怒道：“你想让我们公会成为笑话吗？为什么？”叶孤星不理解地问道：“第一，你没有看到那个地精就是陆阳扮演的证据；第二，以我们跟陆阳的关系，就算我说出了你的猜测，全服玩家会怎么看？他们只会以为我一个大公会的老大拿陆阳没有办法，却想到用这个方法来害他。我告诉你，到时候即便真是他，我也只会丢人现眼。”嗜血霸天说道。叶孤星无言以对。嗜血霸天接着说道：“我会在城内布置更多的眼线，我不信陆阳一次圣加尔城都不回。这几天你们带着手下的玩家快速升级，尽全力的赶上陆阳的等级，你再亲自带一批人，好好的磨练一下战斗技巧，不要求你们立刻超过陆阳，
起码得有陆阳7、8分的实力。叶孤星点点头，说道：“放心吧，老板，陆阳今天暴露的实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会尽全力的。”另外一边，迟木老人正带着手下慢慢前行，刚到拍卖行门口的时候，迟木老人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烈酒清风等迟木笑过之后，问道：“老大，你笑什么呀？”迟木依然在笑，甚至有些前仰后合。过了1分钟的时间，迟木才停了下来，拍着烈酒清风的肩膀说道：“他妈的，我知道那个绿皮小地精是谁啊？”“谁啊？”迟木没有说话，对烈酒清风发了一条信息，说道：“陆阳。”“啊！”烈酒清风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说道：“老大，你这么一说，我也反应过来了，那手法还真像他。我举报他去。”影刀愤怒地说道。迟木赶忙拉住影刀，说道：“别啊，这件事对于各大公会来说已经够丢人的了，我们从身法上认出是他，可是你有实际证据吗？说了不仅没人信，还给陆阳增加了不少声望，家丑不外扬，何必呢？”影刀哼了一声，说道：“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影刀指的是当初迟木给陆阳50万年薪，陆阳不要的事情。迟木说道：“这件事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不吐出来点装备，也得给我个说法。”魔神殿内，陆阳看着手里的恶魔晶石，激动得恨不得仰天长啸。50级领主级 BOSS 才有几率掉落的恶魔晶石，还不是必爆的。上一世陆阳杀了差不多60个恶魔领主，才得到了一块恶魔晶石，可见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稀有。陆阳原想着，等到了50级的时候，他亲手星号出一个100人团，跟着他去杀 BOSS， 最快也要在半年之内才能打到恶魔晶石。可是他怎么也没有现在就得到了，这才开服10天啊！魔神之心升到2级的需要物品只有2样，一个是恶魔晶石，另外一个是30级的史诗级副本黑铁熔炉，最后一个领主级 BOSS 才出的火精灵碎片。而黑铁熔炉这个副本在上一世早就有玩家发布了单通视频，单通副本的要求他现在就达到了。陆阳用力地握了握拳头，他知道很快他就能把魔神之心升到2级了。2级的魔神之心不仅带来属性上的巨大提升，还可以让陆阳幻化成一只火魔，30分钟之内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可以快速地提升手下玩家的装备，组建工会了。正当他激动万分的时候，迟木老人发来了一条消息：“老弟，今天你可是将我们这些各大公会的老大耍得团团转啊！”陆阳一愣，旋即释然。他用地精可以瞒过别人，但是独特的身法却瞒不过跟他下过副本的迟木老人。不过迟木老人猜到又如何？他又没看到自己的模样。陆阳装傻的说道：“老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以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这个大公会跟你一定有合作的机会，对不对？”迟木话里有话的说道。陆阳明白迟木的意思，威胁的意味很浓。不过陆阳丝毫不惧。正当陆阳准备回绝的时候，突然间陆阳想到了一个问题：迟木占据的初级打怪地图是10根草、银叶草和枯叶草的主要产地，这3种草药是抗毒药剂的原材料。不过迟木不会炼制抗毒药剂，而其他初级草药配方对这3种草药的需求量很低。他记得迟木手下的采集工人有500多，那么迟木工会的仓库里一定有很多这3种草药。之前他写了上一世几个炼药大神的名字，让金不换去招募。如果这些人都来了，一起炼制抗毒药剂的话，拍卖行的草药不够用，他正好可以和迟木做交易。再一个，如果他在近期之内把魔神之心升到2级，建立工会的话，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做支撑，不仅是工作室的工资，还有跟嗜血盟正面开战的战争资金。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千手下仅仅是药品上的一项支出，就是一个成百上千金币。所以他急需要一个稳定的抗毒药剂原材料来源，等抗毒药剂大卖的时候，他可以赚到足够的战争经费。陆阳说道：“老哥，眼下我这里还真有一个要跟你合作的项目。”迟木一乐，说道：“什么项目？你们工会的初级草药是不是多的用不了？我一个朋友准备开一家药店，但是他没有稳定的草药供应商。你要是愿意，他这边每组初级草药10个铜币收购，怎么样？”迟木以为陆阳服软了，要把得到的50级装备卖给他，可是没想到陆阳却说出了这番话。不得不说，迟木想发火，却更想要这笔生意。他仓库里面堆积的草药已经没地方放了。你确定是10个铜币一组收购吗？它的收购量有多大？迟木问道。陆阳说道：“无论什么初级草药，他每种每天至少要2000组。这样，我让这个人加你，你暂时开放一下好友申请。他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迟木有些惊喜，他手里的初级草药有6种，每天要2000组的话，可以卖12个金币，1个月下来就是360个金币。这笔钱可以极大的缓解他工会运营的压力，比50级黄金装备要有价值的多。可以，迟木老人说道。等我一下，我跟他联系。陆阳关闭了对话栏，拨通了金不换的通话器，将这件事跟金不换说了一番。金不换惊喜的说道：“老大，我这要跟你汇报呢，你让我招募的8个人我都招募到了，合同和他们签订完毕，现在又有了稳定的供货商，那我们就等大量玩家到8级开荒毒蛇峡谷就可以赚钱了呀。”陆阳说道：“很好，快去联系迟木吧，记住，以后你就是老板，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的，老大，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金不换点头，保持着通话器通畅联系迟木老人。双方谈判的内容，金不换都让陆阳听得清楚。陆阳也有意看看金不换的谈判能力。金不换加了迟木的好友，等迟木通过之后，迟木率先说道：“请问您是要草药是吗？”金不换说道：“是的，我这里每天需要6000组草药来供应我手下来炼制药剂。”朋友出手阔绰啊，你这等于是在烧钱啊！
迟木说道，培养药剂师是一个相当烧钱的事情。迟木这么大的一个工会，仅仅培养了36名药剂师，还都是初级的。金不换知道迟木想要打听消息，说越多让对方猜到的事情越多，说道，你那里主要有什么药剂？金不换假装思索，沉吟一会，说道，那我就在你这里订10根草，银叶草和枯叶草这3种草药为长期货源吧。另外3种草药你够500组了，再给我发货。迟木老人说道，那真是太好了，咱们这就签订合同。合同是一个虚拟纸张，但是它具备法律效应。2人约定合同期限为3个月，这3个月之内，迟木必须每天交给金不换3种草药，每种2000组，单价10个铜币，而金不换每天按照数量付款。金不换和迟木签过字之后，虚拟合同发送给官方设置的高智商 AR 法律机器人进行审核，5秒钟之后审核通过。迟木开心极了，大笑着说道，老弟，为了表示诚意，我现在就给你送去一批原材料，你不用着急给我钱，明天和我给的原材料一起把钱给我就行。金不换惊喜地说道，那真是太好了。迟木突然间问道，老弟，我能问一句，你要这3种草药是做什么用的吗？陆阳笑了一声，他就知道迟木会在这个时候装人畜无害，发信息给金不换说道，按我的话说，10根草根太阳花可以制作缓慢魔法恢复药剂，银叶草和枯叶草可以制作初级力量药剂，枯叶草和龙须草可以制作初级智力药剂，可惜你这里货物不全，我还要去其他地方采购。金不换正发愁不知道怎么说呢，看到陆阳的话立刻有样学样说了出来。迟木老人笑意中隐藏的凌厉眼神逐渐淡去，他看到有人这么大批量的购买草药，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在为抗毒药剂找稳定货源，如果是他一组草药都不会卖。可是对方这个叫做金不换的人给出了这3种药剂的名字，迟木老人没有听说过，却能查到，显然对方不会用这么拙劣的谎言去骗他。那么这人真的可能是想要在这个游戏里面投资药剂师这个行业。哦，那我们要多交流交流了，如果可以，我愿意在你这里新号药剂。迟木老人说道，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那是最好了，力量药剂可以为玩家额外增加5点力量，智慧药剂也是如此。不过现在能够制作初级力量药剂和智力药剂等配方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的价格可能会有些高哦。金不换说道，哈哈，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我有需要一定第一时间找你。迟木老人说道，对于金不换的药剂，迟木根本就不需要才加5点力量，这对玩家的提升几乎为0，即便是下副本也不会有人差这5点力量，他是绝对不会购买的。他有些意兴阑珊地说道，老弟，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药去了呀，我这还有事不能跟你多聊了，祝你生意兴隆。承你吉言。金不换说道，他知道迟木是要挂电话了，顺势结束了谈话。陆阳听到金不换挂断的声音，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谈判的不错。金不换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我还差得很远，刚才差点出纰漏。他想出来的草药用途解释有很大漏洞，而陆阳给出的解释却是无懈可击。陆阳说道，我只是对草药的了解比较多而已，你很快就能超过我了。金不换汗颜，我会通过邮箱给你寄过去8张抗毒药剂配方，一会草药来了，你带他们制作，务必在今晚制作出1000瓶抗毒药剂。陆阳说道，等级榜上达到8级的玩家已经突破1万人了，有了人数基础，只要推广力度足够大，抗毒药剂将会受到无数玩家的追捧。好的老大，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金不换说道。陆阳相信金不换的实力，关闭了通话器，陆阳又拨通了肖亮的通话器。老大，我们在秘密通道1层呢，你要回来了吗？肖亮按下接通键后迫不及待地问道。陆阳笑了一下，说道，这就回去，不过老大我马上就要走，你们在洞口等我。哦，那好吧。肖亮将陆阳的话转述给韩影3姐弟。等陆阳传送到萨罗斯城秘密通道下面的时候，肖亮和韩影3姐弟正在入口处的高台上等着他。陆阳大哥，你来了。韩影3姐弟一起说道。陆阳跳到高台上摸了摸3小只的脑袋，说道，我要出去做一件事情，恐怕这一阵子都回不来，你们几个好好在这里升级，不到19级不要出来。哦。韩影将魔神之心和神火法杖等装备放在了陆阳的面前，说道，陆阳哥，给你。陆阳笑了笑说道，用着怎么样？感觉这装备让我变得特别厉害。韩影说道，过阵子哥哥我帮你也弄一个，别着急。陆阳又揉了揉韩影的秀发，惹得小丫头很是害羞。真的吗？韩影惊喜地问道。那是当然。陆阳换上了魔神之心和神火法杖，属性又恢复到了之前的顶级状态。虽然属于术士的死灵头骨他不知道出处，但是神火法杖他能帮韩影再获得一个，只要等骸骨暴君刷新了就行。告别了3姐弟之后，陆阳返回了圣加尔城。他看了看背包里的药品，黄金店蛮肉已经吃没了，也幸好吃没了，不然他都恶心的受不了了。现在他用的药品全都是之前打 BOSS 的时候爆出来的药剂，其中生命恢复药剂小瓶还有22个，魔法恢复药剂小瓶还有21个，这些数量足够他打通毒蛇峡谷的副本了。只要他打通了专家级的，然后将打通的办法和产出的装备公布出来，他的抗毒药剂将供不应求。因为一瓶抗毒药剂可以让很多人穿上8级的黑铁或者白银套装，这是很多人都愿意付出的。在干什么？陆阳在通讯栏里模拟了一个群组，将孙宇和浊酒轻伤5人给加了起来。老大，我在看视频呢，你知道吗？刚才有个高手把各大公会的老大都给戏弄了，那人真是太强了。孙宇说道。各大公会老大的脸都绿了，真是太可笑了。毛球哈哈大笑地说道。我们在讨论那个地精的身法和技巧，越讨论我们越发现这个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浊酒轻伤说道。而且所有人连他怎么消失的都不知道，做的真是太隐秘了。我真想拜那个高手为师。夜月听风说道。你这么夸我都不好意思了。告诉你们实话吧，那个地精就是我。陆阳把他获得的那2个装备的图片发在了模拟群组里面。死亡血刃和鬼面头盔。老大，跪拜。孙宇发了一个跪拜臣服的表情包子。我就说嘛，能做到这个技术的就只有你高手兄了。浊酒轻伤哈哈大笑的说道。他十分感激陆阳没有瞒着他们。毛球更是无语的说道。高手，我服了。你一个法师比贼和猎人的身法都好。夜月听风、塞外狂刀和火神 M16 3人一脸赞同。陆阳笑着说道。你们想学我教你们，现在有空吗？我们正休息呢。什么事？浊酒清风问道。跟我去一趟毒蛇峡谷，我带你们打装备去。陆阳说道。就我们6个人吗？夜月听风问道。陆阳说道。当然，我从其他公会的手里得到打通的攻略了，正好我这里有几瓶抗毒药剂，我们一起打通了去。加你才7个人，那是20级的副本啊。毛球刚说完，转过头拍了一下自己的嘴，说道。我忘了，你输出一个顶10个。众人哄笑，对于毛球的性格他们都知道，这人就是嘴快，对兄弟够义气，默地说。陆阳说道。集合地点就在毒蛇峡谷副本门口，我在那等你们。我们马上过去。浊酒轻伤看着孙宇和其他4兄弟说道。刚刚陆阳告诉我们的事情，大家谁也不许说出去，知道吗？陆阳告诉我们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如果让别人看到他发给我们的图片，他将遭到全服追杀。毛球说道。放心吧大哥，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夜月听风、塞外狂刀和火神 M16 也纷纷表态。孙宇更是说道。我不会出卖我师傅的。那好，我们这就去毒蛇峡谷。浊酒清风带着队伍朝着毒蛇峡谷跑去。毒蛇峡谷距离圣加尔城不算远，陆阳先一步来到了毒蛇峡谷的门口。此时已经是夜晚了。毒蛇峡谷的夜色很美，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空中，周围怪石嶙峋，不时有毒蛇发出的嘶嘶声从远处传来。为了防止跟嗜血盟或者黑血的人碰面，陆阳看了看四周，在他旁边就有一块15码高的巨石。陆阳一甩逃脱匕首，跳到了巨石上面，躺下来，双头插在脑后，仰望星空。这是他一世最喜欢做的事情。游戏中的星空是根据9国共同发射的好奇号 V3 卫星从遥远的银河系外围实时传送回来的视频，没有一丝一毫的虚拟成分。未来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花费信用点或者金币，在游戏里面使用好奇号 V3 卫星上的望远镜对太空进行观察。而那个时候，第二世界与现实世界几乎已经分不开了。正当陆阳思索的时候，一队玩家从远处走近。我跟你们说，就在 BOSS 死去的那一瞬间，各大公会绞尽脑汁想要抢夺装备的时候，一把奇怪的匕首飞到了场地中间，随后一个地精突然间出现在了匕首旁边，他先用抗拒火环崩飞了所有潜伏过来的盗贼，然后抢夺装备，闪烁逃跑进了大海。人群中，张子博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这群人正是寒冰工作室的成员，昨天他们玩得太晚，夏雨薇和蓝雨等人才上线，张子博比他们上线时间早，在给蓝雨和夏雨薇讲述今天在北城区发生的装备争夺战。然后呢？蓝雨问道。然后那个地精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各大公会还有散人玩家都在对他穷追不舍。地精腿短，游的速度慢，各大公会还有散人团的玩家开着猎豹光环在水里追。就在他们即将追上的时候，那个地精回头一抱拳说道：“多谢诸位相送，在下告辞。”紧接着，他丢出匕首，闪烁到了天空中，然后再次闪烁，跳跃到了王宫的高墙上。你们知道吗？他闪烁的时候只有一滴血，60码的闪烁距离啊，稍微掌握不好就会掉血死亡。可是他掌握的就是这么准，一点血不掉的落在了墙上，然后翻墙进了王宫里面。张子博激动地说道。郑远不爽地说道：“算他运气好，我带着人搜索了整个王宫，连个人影都没看到。”张子博说道：“这人一定是个顶尖高手，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公会的人，要是能把他招募来就好了。”郑远同意的说道：“就是这样的人才算是高手，比那个叫陆什么的强多了。”蓝宇懒得搭理郑远，问张子博道：“有视频吗？”“有啊。”张子博将一个网站链接发给了蓝宇和夏雨薇。“我们先在这里等一下其他人，人全了的时候，我们就进副本。”夏雨薇说道。蓝宇走到陆阳所在的石头侧面，安静地看起了视频。只是蓝宇刚看到视频中那是地精的身手，凭女人的直觉，蓝宇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人不是陆阳吗？”陆阳就知道女人的直觉非常恐怖，他趴在石头上面往下丢了一个石子。“谁打我脑袋？”蓝宇气愤地捂着脑袋看向了上面，结果看到了正在一脸坏笑的陆阳。“好啊，是你。”蓝宇一手掐着星号，一手指着陆阳说道。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蓝宇身边，说道：“是我呀，妹子，你在上面偷听到我说的话了是不是？”蓝宇笑意盈盈地说道。陆阳最爱看蓝宇这个笑容，这让他总是联想到沈梦瑶，说道：“是啊，被你这个鬼丫头猜到了，我只能下来认输了。”蓝宇开心极了，伸出小手说道：“见者有份，拿来。”陆阳就猜到蓝宇会这样，说道：“死灵血刃和鬼面头盔，你要哪个？你还真送啊！”蓝宇惊讶地说道：“很贵的，我不要。”陆阳说道：“那你要什么？”“我想让你带我们打副本。”蓝宇鼓着小嘴说道。陆阳叹了口气，他何尝不想多带小蓝宇啊？可是夏雨薇还以为这个游戏靠着钱就能解决一切，郑远又对他有意见，他根本不可能来。“蓝宇，我们人齐了，该走了。”夏雨薇的声音传来。“哦，我过来了。”蓝宇也知道他的要求不可能实现，看着陆阳说道：“我走了呀，大高手。”陆阳摆了摆手，说道：“下次见面送你礼物。”“哦。”蓝宇摆了摆手，转身走出了大石头，来到了夏雨薇的身边。
郑远一脸谄媚的跑到了蓝雨的面前，说道：“这是抗毒药剂，拍卖行10个银币1瓶呢，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抢到的10瓶，今天就当为工会做奉献了，我们10个主力1人1瓶。”郑远的说话声逐渐远去，陆阳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重生回来，他最想报答的几个人里面就有蓝雨。如果夏雨薇听他的，不要说毒蛇峡谷，之前每个副本史诗级难度的首通都是他们寒冰工作室的，那样的话，寒冰工作室凭借首通得到的号召力建立的工会绝对可以媲美黑雪和黑暗之剑这一类2线工会。可惜夏雨薇这位大小姐根本不在乎他。老大，我们到门口了。孙宇发来了一则消息。陆阳朝着门口的位置看了看，发现孙宇和浊酒轻伤吴兄弟正在四下张望。我在这呢。陆阳冲着他们招了招手。孙宇眼睛一亮，率先跑了过来，说道：“老大，我现在能一个人同时躲避4个巨魔的攻击了，不错不错，进步很大。这次任务结束，我带你们去下一个地方升级。”陆阳发现2天不见，孙宇变得自信了不少。浊酒轻伤5兄弟也来到了陆阳的身边。高手兄，几天不见，你变得越来越强了。浊酒轻伤说道。毛球忍不住问道：“高手，你用的那个匕首是什么装备啊？怎么获得的呀？”陆阳将逃脱匕首的属性发在了模拟群组里面。逃脱匕首加10，等级0，描述拥有破开空间的神奇能力，据说是盗窃之神的贴身武器。这就是我在逃跑的时候用的那把武器。至于获得的方法，我是开潘多拉魔盒得到的。陆阳说道。潘多拉魔盒？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都露出了好奇的眼神，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这个物品。陆阳一路上给他们讲解的潘多拉魔盒的具体用处以及获得的方法，还有他给武器升级的事情，一直到了副本门口才说完。我还以为这东西很简单呢，原来这么复杂。毛球都听傻了。一般而言，这需要集合一个小型工会的全部力量才能获得，还有很大的几率失败。高手，你太强了。夜月听风说道。浊酒轻伤点头赞同的说道：“现在我对于你建立小型团队的建议越来越有信心了。”陆阳失笑，选择好副本难度之后，带着队伍进入了蛇形岩石的入口。系统提示：你进入了毒蛇峡谷副本，难度专家级。我擦，专家级难度！毛球一脸惊讶地看着陆阳，说道：“高手，你选错难度了吧？我们7个人打专家级难度。”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抗毒药剂，放在了众人的面前，说道：“当然，我们7个人打专家级难度正好。”毛球眨了眨眼，说道：“高手，你确定吗？我们才7个人啊！”陆阳失笑，说道：“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高手吗？”啥意思？毛球没明白。陆阳一边在地面上立火墙，一边说道：“先把抗毒药剂都喝下去，然后你们躲在右边的那块大石头后面。”副本门口的通道长度30码，宽度10码。陆阳用了1分钟的时间，在通道里面立了10排火墙，每排5个，正好将通道填满。看好了，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副本的正确打法。陆阳的脚下出现一道炽烈的火焰，炽热极速，2级的炽热极速给陆阳带来了150%的移动速度加成。陆阳如同一道幻影朝着前方疾驰而去。30码范围之外，20多条毒蛇分成3组挡在前方。黑色毒蛇，等级12，气血83008300。陆阳来到毒蛇10码的位置，毒蛇还没有发现他。陆阳甩出逃脱匕首，高速旋转的匕首带着一道蓝光向前飞去。陆阳继续往前跑了5码的距离，就在毒蛇即将发现他的时候，陆阳身上蓝光一闪，出现在了3组毒蛇的后方。刚落地，前面又出现3组毒蛇，并且有1组毒蛇在来回巡视，最近的一条距离他只有5码的距离。白光一闪，陆阳再次从原地消失，出现在了第2批毒蛇的后方。一个高高的山坡出现在了前方，坡底下有4组毒蛇不停地在左右巡逻。陆阳的等级是13级，毒蛇的等级都是12级，比他低1级的副本怪，想要发现他只有在5码之内。山坡有40码左右的宽度，4组毒蛇来回巡视的时候，恰好出现一个距离每组毒蛇都有5码距离的空地。陆阳去准时机，脚下带着一片火焰冲了过去，来到山坡顶端，一片空旷的平地出现。平地的宽度大概是20码，上面分列6组毒蛇排成3排，每组有7条黑色毒蛇和1条黑色花斑蟒蛇。花斑蟒蛇，等级15，气血10000010000。花斑蟒蛇属于精英怪，等级比它高2级，发现它的距离是10码，而这2排毒蛇之间的空隙恰好都是10码。一般而言，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高手也会没辙，但是陆阳却有破解方法。在游戏当中有一个技巧叫做半身位。陆阳带着炽热急速的效果冲到了第1排毒蛇的中间，当他和左侧花斑蟒蛇的距离即将到了10码的时候，左侧的花斑蟒蛇目光看向了陆阳所在的方向。就在花斑蟒蛇即将示警的时候，陆阳巧妙的一个侧身滑步，身体旋转半圈，与花斑蟒蛇的平行距离在那一瞬间达到了10.05码，成功的躲避开了花斑蟒蛇的注意力。而右侧的花斑蟒蛇因为与左侧的花斑蟒蛇错开了一个身位的平行线，此时右侧的花斑蟒蛇才看向陆阳所在的位置，陆阳赶忙又一个半身位走位，轻松的躲开了右侧花斑蟒蛇的注意力。连续3次这样的走位，陆阳轻松躲避过这6组毒蛇，沿着右侧的一条狭窄的小路，陆阳再次用半身位方法躲过2波花斑蟒蛇后，来到了一个周围都是峭壁的环形场地。在场地中央有12组毒蛇，每组当中都有一个花斑蟒蛇，而在这12组毒蛇的正中央，一个足足有10码高的黑色毒头巨蟒正盘桓在一块巨石之上。黑色蟒蛇王，精英，等级15，气血1510001511000。这是专家本的气血和等级，如果是史诗本，
属性还要再增加30%。陆阳站在原地恢复了一下，等炽热急速的冷却时间到了以后，他口中念起研报术，法杖一指黑色蟒蛇王的头下7寸。1084暴击！黑色蟒蛇王两个冰冷眼眸瞬间盯住陆阳，蛇身从大石头上盘旋而下，朝着陆阳飞速的冲了过来。周围的12组毒蛇是黑色蟒蛇王的护卫，当黑色蟒蛇王遭到攻击，全都摆动着身体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开启炽热急速，脚下带着一团火焰朝着来路跑了回去。此时他的面前全都是之前被他躲避过去的怪，这个时候他不再躲避，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直线逃跑。周围的毒蛇有发现陆阳的追了过来，没有发现陆阳的，等黑色蟒蛇王经过的时候，受到指令也追了过来。副本门口，毛球看着消失在远处的陆阳，有些脑袋冒汗，说道：“高手兄，这是要怎么打呀？我怎么看不明白呢？”浊酒轻伤说道：“我有种预感，高手兄回来的时候带的怪一定不少。不能吧？我们装备这么差，就算有高手兄的输出也不够啊。”毛球说道。话音刚落，陆阳的身影从山坡上浮现，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刚露出欣喜的表情，却发现在陆阳的身后出现了数不清的毒蛇，而在众多的毒蛇当中，一个高达10码的巨型黑色毒蛇分外明显。这是 BOSS 吧？火神 M16傻眼的说道。在以前的副本里面，如果一次性遇到这么多怪，他们要么跑出副本，要么只能等死。快跑，后面就是副本入口，我们能跑出去。毛球下意识的喊道。浊酒轻伤一把拉住毛球，喊道：“大家别急，听高手兄的安排。”他本能的感觉到陆阳不是一个会出现如此低级错误的人。浊酒吃下抗毒药剂，准备接 BOSS， 其他人退后。陆阳一边跑一边给所有人发了信息过去。好的。浊酒轻伤走到陆阳释放的火海当中，方形大盾立在地上，做好了随时接怪的准备。作为一个职业玩家，浊酒轻伤一眼看出来陆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毛球等人一开始还不理解，随后都反应过来，高手兄玩的真够极限，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一次成功，要是失败了，我们就都得挂了。毛球说道。塞外狂刀哈哈一笑，说道：“死了也够爽，值得尝试。”孙宇说道：“不愧是我师傅，你们看，我拉 BOSS 的习惯就是我师傅教我的。”陆阳失笑的摇了摇头，他就知道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能够看明白他的用意。果然，这些人猜到了他的想法，并且做出了配合的动作，这是陆阳最开心的。此时已经跑到了坡下，面前只剩下最后2波小怪了。他回头看了看，距离他最近的怪还有30码的距离。他右手一甩，逃脱匕首，飞速的朝着前方飞去，越过第1波小怪。陆阳身上蓝光一闪，出现在了30码外，没有惊动第1波怪。紧接着白光一闪，又闪出去了30码的距离，没有惊动第2波怪。转眼间，他跟身后怪群的距离达到了90码。陆阳继续奔跑，一直跑到了浊酒轻伤的身后，将他和怪的距离拉开到了100码。转过身目，试着快速接近的怪群，口中念起了咒语。伟大的火焰之神，咒语的预读时间有10秒钟。当陆阳读到5秒钟的时候，怪群来到了陆阳50码的位置。当陆阳读到7秒钟的时候，距离陆阳最近的黑色蟒蛇王进入了火海。当陆阳读到10秒钟的时候，黑色蟒蛇王一口毒雾喷在了浊酒轻伤的大盾上，而他身后的100多只黑色毒蛇和花斑蟒蛇也全部走进了火海当中。而就在这个时候，陆阳口中的咒语结束，一个巨型火球从云层中出现。陆阳调整位置，用手一指火海中央，巨型火球带着刺耳的破空中冲击而来。轰！黑色蟒蛇王和所有毒蛇全部打晕在了火海里面。3684、3712、1822。除了黑色蟒蛇王是精英怪，其他都是普通怪，遭到流星落的攻击，全部眩晕10秒钟。一个赤红色的大鸟从陆阳头顶出现，陆阳用手一指面前的怪群，赤焰鸟。赤红色的大鸟落在怪群当中，打出500多的伤害。紧接着陆阳继续使用赤焰鸟。火海自身有500多的伤害，10秒钟的时间可以打5000多伤害，加上之前流星落的伤害和陆阳持续释放赤焰鸟打出的伤害，刚到8秒钟的时间，火海里面的普通小怪全部被陆阳打死。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7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58点。数不清的经验在他们的对话栏中翻飞。毛球看着经验条说道：“太爽了，我再有1万经验就能升到12级了。”塞外狂刀等人也是一脸激动。浊酒轻伤警惕地喊道：“别急着庆祝，快打 BOSS！” 黑色蟒蛇王一口咬向浊酒轻伤，被浊酒轻伤提前预判躲了过去，吸引到了更大量的仇恨。陆阳说道：“别担心，这个黑色蟒蛇王一共就3个技能：邪恶毒素、毒蛇獠牙和剧毒喷雾，它分成6个阶段，血量每掉 5%， 它释放一次邪恶毒素和毒蛇獠牙，等血量到了 50% 以下，它会释放剧毒喷雾。剧毒喷雾是范围攻击，遭到攻击的玩家每秒掉血60点，这点伤害一般玩家很难承受，但是对于吃了抗毒药剂可以抵抗50点毒素伤害的玩家而言，每秒只掉10点气血却是很容易接受的。再一个，剧毒喷雾并不是全范围攻击，而是有指向性的，它是根据玩家中的输出第一仇恨来释放技能的。浊酒轻伤之前没有打过这个副本，以为很难呢，没想到有了抗毒药剂之后，他抗黑色蟒蛇王变得非常简单，只要躲避蟒蛇王的毒蛇獠牙就行。很快，黑色蟒蛇王的血量掉到了 50%。陆阳投掷出匕首出现在了蟒蛇王的后方，蟒蛇王突然间停止攻击，口中蓄满了绿色的喷雾，转头朝着陆阳喷了过去。陆阳被毒雾喷中，持续每秒掉血60点，不过他有抗毒药剂，只是每秒掉血10点。感觉这个 BOSS 还不如3级普通本的老一难打呢。
毛球说道。同意，我也感觉太简单了。塞外狂刀说道。陆阳说道，这就是抗毒药剂的好处，不然光是邪恶毒素都让我们难以抗住。陆阳失笑一声，继续输出。不过这一次他输出的时候改成了自由模式，研报术突然间以 0.5 秒每发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打在了黑色蟒蛇王的7寸部位。1474暴击5层灼烧。1474浊酒轻伤和火神 M16 等人一开始还以为陆阳是有气定神闲这一类让法术变成瞬发的技能，可是他们发现陆阳的研爆术跟机关枪一样，根本不停歇的时候，兄弟5人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1分钟之后，黑色蟒蛇王高达10码的身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击杀了黑色蟒蛇王，你获得了4816点经验。浊酒轻伤等人纷纷打开了输出排行榜，看了一眼陆阳的输出伤害。输出排行榜：1. 陆阳伤害94817。2. 火神 M16 伤害14821。火神 M16 欲哭无泪的看着陆阳，他感觉自己跟陆阳玩的不是一个游戏。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也惊骇的不得了。高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的研爆术怎么每次都是跟瞬发一样呢？毛球问道。浊酒轻伤和火神 M16 等人也都一脸的好奇。陆阳说道，我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是法师的自由模式，一个是法师的简化咒语。简化咒语？孙宇和浊酒轻伤5兄弟同时问道。陆阳说道，自由模式你们知道了，简化咒语简单来说就是法师可以用嘴来自己念出释放研爆术需要念的咒语，同时引导出释放法术的能量。法师还能这样？火神 M16 激动地问道，这个去哪能学？陆阳指了指自己说道，这个东西没有地方教导，只能自己琢磨，目前来说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会。火神 M16 愣住了，浊酒轻伤等人也愣住了，他们以为陆阳是找到了某个 NPC 呢，没有想到是陆阳自己琢磨的。火神 M16 想问却没好意思开口，浊酒轻伤也没好意思开口，简化咒语有多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如果是任务的话早晚被爆料出来。他们问陆阳做顺水人情就告诉他们了，可是这个简化咒语是陆阳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个人情就有些大了，这也是他们没有问的原因。可是简化咒语就在面前，没看到还能说不心动，看到了自己兄弟还能学习。毛球还是没有忍住问道，高手，你能交给火神吗？陆阳耸了耸肩膀说道，你们也看到了，简化咒语对于一个法师来说的意义有多大，抱歉，除非你们跟我签订工会合同，否则我是不会教的。上一次陆阳带他们杀巨魔升级，从头到尾用的都是火强术，偶尔有怪脱离火强的范围，也是孙宇他们负责击杀，陆阳从始至终都没有显露出会简化咒语。今天陆阳带着酒轻伤等人打副本，故意显露他会简化咒语，就是要招揽他们5人，建立工会的资金他有抗毒药剂来支撑，普通玩家又一招一大片，现在唯一差的就是可以带队的高端玩家。浊酒轻伤5兄弟都愣了一下，之前他们已经决定好进入这个游戏绝不加入工会，更不会签订合同这类卖身契，可是一想到简化咒语，浊酒轻伤和毛球他们看了看火神 M16， 火神 M16 的眼神满是渴望，显然火神对这个技能心动了。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互相看了看，随后一同点头。浊酒轻伤问道，兄弟，我想问你一下，你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工会？火神 M16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浊酒轻伤等人居然愿意为了他而加入工会。浊酒话没说完，浊酒轻伤示意火神 M16 不要说话，同时目不转睛地看向陆阳。浊酒轻伤想要知道陆阳在游戏里到底要做什么。陆阳说道，我的目的很简单，我要在这个游戏里面建立一个全球第一大的工会，称霸第2世界。黑血、雄霸、迟暮老人、嗜血霸天，还有个大财团，你凭什么打败他们？浊酒轻伤问道。这就看你们的内心还有没有那一腔热血了，从无到有，将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挑落马下。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陆阳说道。游戏的根本在于竞技，竞技的根本在于谁更有天赋，谁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金钱、权力在游戏里面只是附属品，真正强大的是你的内心和你在游戏里面的技术。早就看那帮大公会的做事不顺眼了，你要是抱着这个目的，我没意见。毛球说道。塞外狂刀说道，我也没意见，这段时间要不是有高手兄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升级，恐怕我们跟各大公会在野外练级区已经打了好几场了。夜月听风说道，我没意见，高手兄的这个游戏要比我们现在玩的有意思多了，我愿意加入。浊酒轻伤哈哈大笑说道，兄弟们都同意，那我们5个人就陪高手兄闯一次，合同拿来，我们这就签。火神 M16 感动的说道，兄弟们多谢你们。毛球说道，别感动，我们可不是为你，我们只是被高手的这个挑战打动了而已。陆阳笑着说道，跟了我，你们会知道这个游戏会比你们之前看到的生动很多。陆阳拟出了一份合同，此时他的内心激动的无以复加，浊酒轻伤5兄弟的加入将会给他即将建立的工会以极大帮助。1人1份，你们签下名字就好。陆阳将合同递给了他们，说道，暂时我不会给你们工资，我会给你们工会的股权，将来工会开始赚钱了，你们会按比例分红，至于你们的股权有多少，将根据你们对工会的付出来定。这是一个标准的工会合同，未来这样的合同是这个游戏中的主流，不过现在还有一些超前。浊酒轻伤简单的看了一下合同，没有犹豫就签下了字，说道，钱我们暂时不需要，工会发展方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毛球等人也是如此，几个人都是在校大学生，对于金钱他们还没有直观的概念，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今天他们签订的这个合同，在未来给他们带来了多么庞大的收益。孙宇看到浊酒轻商等人都签订了合同，走到了陆阳的面前，说道：“老大，我的合同呢？”陆阳一乐，说道：“你也想加入我的工会吗？我是你徒弟，我当然要加入了。”孙宇一本正经地说道。陆阳感觉得出来，孙宇这小子就是个小二货，要不然也不会把巨魔萨满沃金斯当小怪给拉了出来。不过这孩子真把自己当大哥了。小弟，如果你加入工会，未来你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当中，几乎每天都要跟各大工会开战，你能适应那样的生活吗？陆阳问道。孙宇想了想说道：“跟着老大一起玩就好，要不然一个人多没意思。”陆阳失笑说道：“那好，合同我也给你一份。”孙宇看也没看，直接签下了他的名字。转眼间，6份上一世顶级玩家的合同到了陆阳的手中。这不是普通合同，而是3年的长合同，等于未来3年时间，孙宇和浊酒轻商他们只能跟陆阳在一个工会里面，换账号都不行。陆阳看着孙宇和浊酒轻商5人说道：“实际上，不仅法师有简化咒语，圣骑士、牧师都有简化咒语，恰好这方面我也懂得一些。”浊酒轻商和夜月听风俩人同时瞪大了眼睛。“我们也有简化咒语？”夜月听风问道。“当然。”陆阳笑着看了看毛球，说道：“在这个级别，猎人有一种宠物，如果有猎人抓到，他可以一个人单挑3个人。”“啥？”毛球坐不住了，激动地问道：“什么宠物？在哪抓？”选择玩猎人的玩家最大的爱好就是抓宝宝，尤其是特殊宝宝和输出强大的宝宝。这对于毛球而言，跟简化咒语对火神 M16一样吸引。陆阳没有回答，看着塞外狂刀说道：“这个游戏里面前期有一把盗贼的神级装备，名字叫做狂风刀，30级的亚传说武器，玩家达成某些特殊要求可以提前佩戴上。我知道出处在哪。”塞外狂刀本以为没他什么事呢，听到这话，塞外狂刀激动的脸都红了。“真的假的？还有这样的武器？”塞外狂刀问道。陆阳将他的神火法杖属性发到了团队里面，说道：“看看这是什么？怪不得你法上这么高，居然还有这样的武器。”塞外狂刀看到陆阳的武器，完全相信了陆阳说的话，赶忙问道：“老大，这武器哪出啊？”陆阳看着浊酒轻商5兄弟的眼神，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们5兄弟开始真正的佩服自己，并且愿意跟随自己了。“别着急，我先把咒语交给他们，召唤兽和武器我这几天给你打出来，顺便我再打一把神火法杖出来。”陆阳说道。“老大，我们听你的。”毛球说道。“听你的。”塞外狂刀说道。浊酒轻商说道：“老大，我们听你安排。”5个人纷纷答应下来。他们发现陆阳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得多，原来跟陆阳签订了合同有这么多的好处。“老大，快教我们法术吧，我也想跟你一样顺发言报数。”火神 M16急切地说道。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哪有那么容易？你过来，我先单独告诉你火法的体内运行回路。你要是能在1周之内把火球术学会，就算你厉害了。”“这么难？”火神 M16问道。“1周能学会，还得是你聪明。”陆阳拉着火神 M16走到了副本门口，开始教导。10分钟之后，火神 M16眉头紧皱，不停地在思索着什么。他没有想到法师的自由模式想要用简化咒语释放一个火球术要这么难。“怎么样，学会了吗？”毛球问道。“我回去还得研究研究，太难了。哦，对了，浊酒你去吧，老大说下一个教你声光术。”火神 M16说道。浊酒轻商点头走了过去。10分钟之后，浊酒轻商回来也是一脸迷茫。“这么难？”夜月听风问道。“你去就知道了。”浊酒轻商一脸苦笑。夜月听风有些惊讶，他们5兄弟当中，浊酒轻商的实力是最强的，连他都说难，显然是真的很难。10分钟之后，陆阳带着夜月听风回到了众人的身边。毛球看了看夜月听风，发现他的眉头也是紧皱不松。“有那么难吗？”毛球问道。“难。”浊酒、夜月、火神3人一起说道。“好吧。”毛球举手投降。陆阳说道：“好了，具体的方法我已经交给你们了，我们继续打副本。副本打通了，我们就去给毛球和孙宇召唤暗影战狼去，你们则回去研究技能。”“暗影战狼，这名字就够酷啊！”孙宇说道。“那我们赶紧，我要忍不住了。”毛球说道。浊酒轻商说道：“也好，我们3个暂时不研究了，这东西确实太难了。”陆阳内心失笑，简化咒语当然难了，上一世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做到融会贯通，收发自如，他只是占了重生的优势，不然他学起来并不比浊酒等人快多少。不过现在看来也有一个好处，浊酒、夜月和火神他们3个更加崇拜自己了。陆阳说道：“我们继续打副本，后面的小怪少了很多，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第2个 BOSS 了。”毒蛇峡谷副本难就难在除了老一之前的小怪很多以外，之后路上的小怪很少，但是每一个都是精英怪。拾取了老一掉落的3个装备，陆阳带着一行人走上了高台。经过老一的大石头之后，在60码外见到了第2波怪，一共6条青色双头蛇。双头青蛇，等级15，器械100001000。老大，你没大招了，要不一个一个引过来打吧？毛球说道。他自信自己可以将6个集合在一起的双头青蛇一个一个的引到陆阳面前。这些蛇都很简单，你们看我杀。陆阳在地上释放火墙术，一共4排，每排10个火墙术。等火墙完成了，陆阳脚下冒出火焰，发动炽热急速技能，朝着前面的双头青蛇跑了过去。来到距离双头青蛇30码的位置，陆阳口中念起咒语：烈焰风暴。黑色的波纹在6条毒蛇的脚下出现，
突然间，一道巨大的火焰光柱将6条双头青蛇打晕在了原地。赤焰鸟，尖笑声响起，一个火红色的大鸟从天而降，俯冲到了毒蛇群中。陆阳一连打出2个赤焰鸟，双头青蛇群才从眩晕中醒了过来。6条毒蛇，12个脑袋一起看向陆阳，朝着他冲了过来。陆阳等6条毒蛇来到他10码距离的时候，停止攻击，朝着后面跑去，带着毒蛇跑进了火墙里面。毒蛇进入火墙，每秒受到500多点火焰伤害，并且每经过一个火墙，重复受到1次伤害。等毒蛇追着陆阳跑出火墙的时候，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又回到了火墙里面。毒蛇转头又追进了火墙里面，一共10个火墙，跑过去一趟，打掉了双头青蛇5000多的气血，再回来一趟，末等追上陆阳，就死在了火墙里面。系统提示：你获得了214点经验。一连串的经验提示让站在后面看着陆阳秀操作的浊酒轻伤等人都麻木了。作为一个 PK 高手，浊酒轻伤等人看到有人比他们厉害，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才能打赢他。可是他们看到陆阳的火海加闪现，怎么也想不到打赢的办法。老大，太厉害了！孙宇高声喊道。陆阳冲着孙宇挥了挥手，说道：你们就在这等我，还有6波双头青蛇，后面就是 BOSS 了。陆阳重新释放火墙术，等火墙术形成火海之后，陆阳丢出闪烁匕首，朝着前方跑去。想出怎么应对老大的火海加闪烁了吗？毛球问道。浊酒轻伤摇了摇头，说道：如果老大先把火海立上，除非我学会魔免，否则我绝对打不赢老大，甚至有可能让他连招秀死。我也是，恐怕只有远程才能打得过老大了。塞外狂刀说道。老大的研爆术跟我射箭的速度一边快，我跟他硬刚的话，刚不过。孙宇挠了挠头说道。毛球赞同的点了点头。夜月听风说道：别看我也打不过，就算法伤一样，我也学会简化咒语，可我等级没老大高。他闪烁过来释放抗拒火环，紧接着2个研爆术我就挂了。毛球郁闷的说道：如果老大用烈焰风暴和赤焰鸟的话，我们6个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老大一个人，这实力相差太大了。夜月听风和火神等人同时叹了一口气，他们的自信心被打击得不轻。浊酒轻伤笑了笑，充满斗志的说道：那我们以后就多努力练习，有这么一个好的对手摆在面前，正好可以加速提升我们的实力，早晚有一天我们可以1对1跟老大 PK 的。陆阳刚好带着一群双头青蛇跑了回来，问道：你们聊什么呢？浊酒轻伤说道：我们在商量怎么打败你呢。陆阳一乐，他知道自己刚才显露的能力激起了浊酒轻伤等人的好胜心。好啊，那你们可要努力了，我可是没有那么容易追上的。陆阳看到双头青蛇来到了他的面前，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火墙的另外一头。追过来的双手青蛇又跑回了火海，结果全数死在了火海当中。大家捡装备，我们准备打 BOSS。陆阳对跑过来的众人说道。地上掉落了一件青铜装备，是夜月听风的牧师装备，陆阳分给了夜月听风。一行人继续往前走，在下一个平台上面看到了一个身高3码左右的双头青蛇王。双头青蛇王精英，等级18，气血180-400，180-400，看起来比老一的巨型蟒蛇王好打一点啊。毛球说道。当然，陆阳说道。毛球眨了眨眼睛，他只是看体型，感觉双头青蛇王比黑色蟒蛇王容易打，可是双头蟒蛇王是副本第2个 BOSS， 一定要比第1个 BOSS 难打才对。老大，你不是逗我吧？毛球说道。当然不是，陆阳笑呵呵地说道。这个 BOSS 之所以好打，原因就在双头蟒蛇王的毒上面，它是全屏喷毒，而毒素的伤害是每秒70点。我们身上有抗毒药剂，抵消掉50点，就剩下20点每秒的伤害，硬扛过去非常容易。浊酒轻伤等人和孙宇都露出惊喜的表情。那这太容易了，浊酒轻伤说道。陆阳说道：这个怪没有打法，他只会用毒，浊酒开怪，我们轻松虐过去，打最终 BOSS。好烈！浊酒轻伤扛着大盾朝着双头青蛇王跑了过去，一道神圣乘击打在了双头青蛇王的身上。双头青蛇王的一个脑袋朝着浊酒轻伤咬去，另外一个脑袋仰天喷吐青色毒雾。陆阳的身上出现了一个每秒掉20点气血的毒雾效果，他先在 BOSS 脚下释放了一道火墙术，接着给 BOSS 上了5道灼烧法术。夜月听风给浊酒加血就可以了，其他人的血量我来加。陆阳说道。你还能加血？毛球问道。陆阳说道。当然。夜月听风本来还感觉治疗有些压力，听到陆阳这么说，再也不用担心，专注的给浊酒轻伤加起血来。加血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无脑按治愈术就可以的，入门要领是要掌握好加血的度。如果对方满血的话，给他用治愈术会导致无效，还浪费蓝，而加血不及时的话，可能会导致对方死亡。陆阳一边输出一边观看其他人，等孙宇的血量掉到1/5了，陆阳连续释放5个治愈术，将众人的气血上限拉了起来。浊酒轻伤拉怪拉得很稳，他已经11级了，装备上了圣光之书，他的献祭额外提升2级，达到了3级。即便火神 M16 在5层灼烧的加成下多次打出暴击，双头青蛇王也没有转移目标的意图。毛球和孙宇等人也都没有问题。陆阳继续输出，高达每秒1400多的伤害以及多次的暴击效果，让陆阳输出的畅快淋漓。3分钟之后，双头青蛇王被陆阳打死在了地上，爆出来了一件盗贼的装备：蛇皮铠，黑铁，类型皮甲，等级8，防御5-9，力量+6，体质+2，伤害额外增加11点。不错的盗贼装备。陆阳将蛇皮铠给了塞外狂刀，同时在游戏里面进行了照片，这是他为了写攻略用的。有图有真相，陆阳不信这么好的装备，那些着急想要装备升级的玩家能够忍耐得住。等恢复好了之后，陆阳说道：
最后一个 BOSS， 我们继续。顺着平台继续往上走，6个蓝色单头毒蛇挡住了去路。这种毒蛇还是近战攻击，陆阳用老办法火海加闪烁，几次就干掉了这些毒蛇，带着队伍来到了最后一个 BOSS 三头蛇王的面前。三头蛇王精英，等级20，气血200400，200400。这家伙3个脑袋呢，还都不一个颜色的。毛球说道。三头蛇王如同他的名字，有3个脑袋，中间的最大是黑色的，两侧一个是青色，一个是蓝色。这个三头蛇王与外面的三头蛇王一样，只是比外面的要难打很多。陆阳说道，蛇王中间的脑袋是物理攻击，青色的是毒物攻击，每秒掉80点气血，蓝色的是冰物攻击，降低40%的移动速度，并且掉血50点每秒，看着很难。不过两者毒素不叠加，分开计算。那我们有抗毒药剂，岂不是每次只掉30点血？毛球说道。陆阳说道，是啊，它的难度跟第二个区别不大，唯一难度就是黑色蛇头的物理攻击力很高，不过我们不需要那样打。陆阳继续在地上立火墙，这次他只立了一排火墙，一共60个。这也行。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都明白陆阳这样做的意义，不过这对他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陆阳笑着说道，对付这种 BOSS， 我的这个打法非常容易，浊酒听我指令再去接怪。好的。浊酒轻伤感觉十分的兴奋，他第一次发现 BOSS 还能这么打过去。远程的随意输出，近战的不要打。陆阳换下了包子的披风，走到了距离三头蛇王30码的位置，他口中念起咒语，法杖一指三头蛇王，灼烧一层接着一层的套在了三头蛇王的脑袋上。三头蛇王遭到攻击，3个蛇头的6只眼睛同时盯上了陆阳，青色蛇头全屏喷吐毒物，黑色脑袋控制身体朝着陆阳冲了过来。他的速度很快，是陆阳正常移动速度的 1.5 倍。陆阳释放了5层灼烧之后，三头蛇王的来到了陆阳10码的距离，再有5码的距离，黑色蛇头就能打到陆阳。炽热急速，陆阳念出咒语，脚下冒起火焰，转身逃跑，带着三头蛇王跑进了火墙里面。60个火墙长达120码，三头蛇王刚进入火墙，立刻遭到700点左右的火焰伤害，而他每跑过一个火墙，则再遭到1次伤害。2级炽热急速增加150%的移动速度，让陆阳与三头蛇王的速度相当，三头蛇王怎么也追不上陆阳，两人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10码左右。孙宇、毛球、夜月听风和火神 M16 4人都是远程攻击，看到陆阳拉住怪了，各自开始输出。蛇王的 AR 很低，只知道追着第一仇恨的目标。陆阳的火墙术对蛇王造成的伤害最高，陆阳始终是第一仇恨。他带着蛇王从火墙的开头跑到了火墙的结尾。陆阳打开输出栏看了看，他带着蛇王跑了一趟火墙，打掉了蛇王4万多的气血，还算不错。他站在原地喘了一口气，看到蛇王跑出火墙，来到了他面前5码的位置。黑蛇蛇头朝着陆阳一口咬了过去，就在他即将咬中陆阳的时候，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蛇王身后的火墙里面。Miss， 一个丢失的字样从陆阳的所处的白光中冒起，三头蛇王的3个脑袋同时转过头盯着陆阳，蛇身一转，朝着陆阳再次冲了过去。游戏中躲避 BOSS 的攻击是最吸引 BOSS 仇恨的技能，会让 BOSS 产生痛恨该玩家的想法。陆阳继续带着 BOSS 在火墙里面奔跑，不过这次他和 BOSS 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了25码。三头蛇王每一次经过火墙都要受到700点伤害，等他追逐陆阳跑出火墙的时候，他的气血只剩下了10万多点，掉了将近50%的气血。孙宇和毛球等人在一旁努力射出，正当蛇王跑出火墙的时候，蛇王停在了原地，蓝色的蛇头张开巨口，仰天吐出蓝色毒物，蓝色毒物覆盖全场，陆阳的身上多出来了一个减速40%，每秒掉血50点的效果。这个就是 BOSS 第2阶段释放的寒星号物。这个时候陆阳就跑不过蛇王了，不过他并不担心，连续打出2个研爆术在三头蛇王中间脑袋的7寸上，他把逃脱匕首朝着 BOSS 所在的位置丢出。三头蛇王恢复行动，朝着陆阳冲了过来，与逃脱匕首撞在一起，泛着蓝光的逃脱匕首仿佛没有实质一般，穿过了三头蛇王的身体，出现在了蛇王的身后。陆阳等蛇王来到自己身前5码的时候，在原地留下了一个活动假人，身上蓝光一闪，再次跑到了蛇王的身后。黑色蛇头再次打出 miss 效果，愤怒至极的三头蛇王转过身，继续朝着陆阳冲了过去。老大，我什么时候上？浊酒轻伤问道，他担心陆阳被 BOSS 追上。别急，听我指令。陆阳说道。他受寒星号物的影响，移动速度比 BOSS 慢了40%，跑出去20码的位置。三头蛇王追杀了陆阳，两者只差5码的距离。中间的黑色蛇头刚要攻击的时候，陆阳遥控身后放置的活动假人释放技能群嘲。群嘲是强制性攻击，三头蛇王受到群嘲效果，转过头朝着另外一端的活动假人跑了过去。才5秒钟的时间，蛇王来到了活动假人面前，中间的黑色蛇头猛地一咬，活动假人砰的一声碎裂开来。三头蛇王又掉转头朝着陆阳跑了过来，不过这个时候三头蛇王的气血只剩下不到6万点了。浊酒轻伤和毛球等人内心的震惊此时是无法形容的，强如8级副本的专家级最后一个 BOSS 居然被陆阳一个人毫发无伤的打掉了14万的气血，尤其是打的方式仿佛遛狗一般， BOSS 在火墙里面跑了足足有4趟，这 BOSS 完全就是被陆阳给烧死的，而且在时间方面这才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浊酒接怪，陆阳喊看着距离自己还有40码的蛇王喊道。此时的他的炽热急速效果消失了，不过他也轻松的完成了任务。好的。浊酒轻伤和 BOSS 的距离比较近，脚下踩着3级的献祭对 BOSS 发动正义圣印和神圣决斗。
这是圣骑士的单体嘲讽技能，可以让 BOSS 6秒钟之内只打着9轻伤一个人。3级的献祭在6秒钟之内打出了海量的仇恨，着9轻伤利用其自身的卓越身手，连续2次躲过了黑色舌头的物理攻击，吸引到了更大的仇恨。陆阳趁此机会换上了包子的披风，将仇恨降到了最低。等神圣决斗结束，三头蛇王果然没有攻击陆阳，大家全力输出，最后4万血，一鼓作气灭了他。陆阳喊道：“好！”孙宇和毛球等人高声喊道：“火神，我让你看一下一个火法的究极输出是什么样子的。”陆阳站在原地，右手法杖抑制三头蛇王，左手引到能量，口中念起咒语。就在火神和浊酒轻伤等人都好奇地看着陆阳的时候，突然间，陆阳的法杖顶端发出巨大亮光，研爆术那硕大的火球如同机关枪一般，一个接一个的从法杖顶端击射出，每一发都精准地打在了三头蛇王中间舌头的7寸上。1476暴击，1476暴击，三头蛇王的血量飞速下降，仅仅20秒时间，三头蛇王的3个脑袋仿佛同时没了力气一般，摔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成功地杀死了三头蛇王。火神和浊酒轻伤等人都看呆了，这是研爆术，不是火球术。如此高级别的法术，陆阳可以像瞬发一般，以不到1秒钟的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释放出来，太强了。毛球说道。浊酒轻伤问道：“老大，你这样的输出能保持多长时间？”我最长记录可以持续10分钟。陆阳说道：“这就跟念绕口令一样，再熟练的绕口令，说时间长了也会出错。”火神和浊酒轻伤等人却再次被惊呆了。老大，那你站在原地不动的话，那你岂不是成了一个站桩炮台了？毛球说道。陆阳一乐，站桩炮台也是上一世玩家送给火法的第2称号。是啊，10分钟之内我可以打死任何一个 BOSS， 对于人的话，只有猎人的35码输出距离可以克制我一下。陆阳说道。哦，毛球松了一口气，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无敌的呢。”陆阳失笑说道：“哪有无敌的？这个游戏的职业之间互相克制的很厉害，你们以后就知道了。上一世曾经有神级猎人发布视频，将极限控制距离发挥到了巅峰，跟一个火法始终保持着35码的距离，让火法一次没有打中他就杀了火法，哪怕火法用闪烁拉近距离，猎人也有向后跳30码的距离的技能躲避。不过换作是陆阳的话，死的一定是那个猎人，他有逃脱匕首，可以连续闪烁到他面前，反过来卡猎人的 bulletin 星号，让猎人一下打不中他的死在原地。好了，我们去拿装备吧，然后老大我带你们去抓宝宝的地方。”陆阳说道。好的，好的。孙宇和毛球一起说道，两人都对可以1挑3的宝宝十分渴望。陆阳来到三头蛇王面前，开启装备，是一把盗贼的匕首。陆阳分给了塞外狂刀。一起回城，你们先去做下准备。我们这次组队去的地方是18级野怪区，你们要在那里升级一段时间，等你们准备好了来卖肉老板那里找我。陆阳拿出回城卷，飞回了圣加尔城，朝着肉铺走去。广场上依然是数不清的玩家，因为嗜血盟的追杀令，陆阳为了避免麻烦，将披风上的帽子戴在了头上。肉铺的位置就在城东繁华大道的门口处。来到肉铺里面，2个胖胖的男子正站在门口等待生意，其中一个是肉铺老板，他就是前期所有玩家的最爱，因为他收购肉类，玩家用肉找他可以换钱。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肉类是可以回购的。陆阳来到了肉铺老板面前，说道：“我要买肉。”终于有人买肉了，想要些什么？肉铺老板笑呵呵地问道。陆阳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购买栏，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肉类，鹿肉、猪肉、牛肉等，每块肉后面都标有品质和价格，品质越高价格越贵。陆阳点击搜索月痕鹿肉，购买栏上面全都换成了月痕鹿肉，一共20多页，每页50块。月痕鹿是1级野怪区稀有的角鹿，每次刷新的时候，上万只鹿里面只有10只月痕鹿。月痕鹿遭到攻击就会逃跑，正常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1.5倍，在初级能够打死月痕鹿的玩家很少。游戏中有一个特色，任何可以获得肉类的怪物都不能用法术攻击，尤其是火法，打死了之后肉的品质急剧下降，只有物攻击才可以。至于品质的作用，很多人都以为只有卖钱的时候才有用，其实品质的用处很大，其中之一就是制作烹饪上，如果品质足够，能够制作出完美烹饪。陆阳看了看鹿肉的品质，几乎全都是20以上的，价格都是5个铜币到8个铜币之间。陆阳挨个购买，最终买了11组，一共1000多块鹿肉，花费了将近1个金币。恰好在大门口看到了跑过来的孙宇和毛球等人，跟我去厨师那里。陆阳一挥手，带着队伍来到了圣加尔城王宫里面，在1楼餐厅里面找到了大厨博古斯。胖胖的大厨博古斯正在硕大的厨房里面焦急地来回走动。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可怎么办？很多人搜索特殊任务的时候都来过这里，看到过胖大厨，可是他谁也不搭理，问话也不回答，仿佛是个疯子一般。毛球好奇地问道：“老大，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呀？”陆阳说道：“我跟你们说一件事，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游戏里面凡是异常的 NPC 都会发布任务，而这种任务给予的好处比普通任务要高很多。”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一同点了点头。陆阳走到了博古斯面前，原本疯癫的博古斯突然间停了下来，双眼放光地看着陆阳说道：“我在你身上闻到了月痕鹿肉的味道。”陆阳从背包里拿出一块月痕鹿肉，说道：“是这个吗？”博古斯眼睛放光地说道：“哦，天啊，就是它，你能卖给我吗？”“抱歉，这是我准备招待朋友用的，我要水煮了它。”陆阳说道。博古斯急了，说道：“这是月痕鹿肉，你知道吗？这是月痕鹿肉，怎么可以用水煮呢？这样，我教给你烹饪的方法，
你给我10块月痕鹿肉怎么样？就10块。陆阳就等博古斯这句话呢，从背包里面拿出来了10块鹿肉，说道：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想看看有什么新的烹饪方法。博古斯从怀里拿出一张配方，得意地说道：我可是王室的御用大厨，我给你的东西岂是其他东西可以比拟的？多谢。陆阳说道。他把配方拿到了手里后，点击学习。系统提示：你学会了制作香烤月痕鹿肉。香烤月痕鹿肉，香果木4根，大茴香2份，胡椒粉2份，肉蔻2份。这些东西外面都有卖的。陆阳告别大厨，带着毛球等人来到了杂货铺，购买了相应的调料，然后带着一行人跑向了18级野怪区。从毒蛇峡谷一直往上走，穿过幽暗沼泽、迷雾森林、戈尔山道等几个大地图，陆阳带着队伍用了6个多小时的时间，跑到了18级地图呼啸平原。红色的大草原上，到处都是低矮的青绿色灌木丛，一只通体幽蓝色的狼悠然地从灌木丛中游荡了出来。鲁伯特，稀有精英，等级18，气血5000-5000。陆阳说道：运气不错，刚到就碰到了他。这狼看起来很帅啊。毛球眼睛一亮地说道。陆阳说道：不止帅气，攻击力更强。鲁伯特的攻击方式是暗影伤害，无视防御力。你给他升到20级的话，6下就能秒一个青铜级装备的同级别非防战职业。这么强？毛球和孙宇一同惊喜地说道。第2世界升级这么困难，想要到达20级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再加上装备的难打，到了20级的玩家大部分还凑不齐同等级的装备。那我们在这个级别找到这个召唤兽，普通玩家2-3下就能秒死了吗？毛球问道。就是这样，陆阳说道。上一世这个召唤兽几乎抢破了所有猎人的脑袋，很多猎人甚至到了50级都没有抓到一只鲁伯特。快过来给我打下手，想要抓鲁伯特只能用香烤月痕鹿肉。陆阳从背包里拿出香果木和月痕鹿肉等材料。来了来了。孙宇、毛球和浊酒轻伤等人都跑了过来，给陆阳打下手。趁着烹饪的时候，陆阳对孙宇和毛球2人说道：你俩猜拳吧，赢了的先抓，输了的后抓。2人刚要互相谦让，陆阳说道：别谦让，这是咱们工会的规矩，以后也是如此，不服气的回家多练练猜拳去。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呀。毛球志得意满地看着孙宇。孙宇感觉挺好玩的，说道：猜拳我可是高手，3局2胜啊。陆阳说道。他看着2人的样子，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的工会。上一世和兄弟们建立工会之前，分装备的时候一直都是用这个方法，直到工会逐渐庞大，他才改用积分制判定装备的归属。虽然积分制免除掉了很多的麻烦，但是陆阳还是最喜欢工会创建之初的猜拳制。很快，孙宇和毛球分出胜负，胜者是孙宇。小伙子高兴得不得了，毛球也没有不爽的表情，只是叫嚷着回家练猜拳去，下次他一定赢。陆阳烹饪好了1块月痕鹿肉，香烤月痕鹿肉，等级5。描述：30秒内为玩家恢复668点气血和668点魔法，持续使用10秒钟的时间，将会获得一个力量加10的特效。将鹿肉的香味飘散在空中的时候，鲁伯特就逐渐走了过来。陆阳将鹿肉交给了孙宇，说道：将肉扔在他面前，鲁伯特不会搭理你，你直接召唤就成。孙宇一言照做，将鹿肉扔在了鲁伯特的面前。鲁伯特低头一口咬在了鹿肉上面，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孙宇小心翼翼地走到鲁伯特的面前，对鲁伯特使用技能召唤。一个个星形符号在鲁伯特的脑袋上飘过，鲁伯特只顾着吃肉，全然没有注意到孙宇。当30秒钟的召唤时间一到，鲁伯特的名字后面多出来了孙宇的名字。太好了，我成功了！孙宇开心地领着鲁伯特来到了陆阳的面前。属性发来看看，陆阳说道。孙宇点开鲁伯特的面板，在模拟群组里面共享了鲁伯特的属性图片。召唤成功的鲁伯特等级与孙宇相同，气血变成了886点，攻击力变成了104点，暗影伤害。不错，有这个宝宝，你们打怪的速度会快很多。明天再召唤一只，你们在这边升级就没有问题了。陆阳一边烹饪一边说道。剩下的月痕鹿肉我都给你们做出来，未来的10天之内，你们就在这里升级。老大，你不跟我们一起升级吗？毛球感觉陆阳说这话的意思是要走。陆阳说道：我要去一个特殊地图做任务，你们先自己练级。接下来陆阳要忙很多事情，交代清楚这边打怪的注意事项。陆阳也烹饪好了月痕鹿肉，将鹿肉全数交给了浊酒轻伤。陆阳返回圣加尔城后退出了游戏。此时已经是深夜了，萧亮和韩影3姐弟已经睡着，韩飞和韩宇2个小子就躺在自己的身边。陆阳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重新进入游戏，在虚拟网络里面开始制作他打通专家毒蛇峡谷的攻略。从杀小怪的方法到杀 BOSS 的注意事项，从 BOSS 的技能到每个 BOSS 的产出，陆阳都详细的配了图片以及 BOSS 的每一个产出。随后他打开了第2世界的官网论坛。官网论坛是玩家最大的一个聚集地，里面分成好几个板块，其中讨论帖子最多的一个板块是新手进阶。陆阳用匿名的方式将这个帖子发到了新手进阶上面，帖子的名字就叫做毒蛇峡谷专家本通关攻略附图和技巧。简单的一个标题。陆阳敲完了之后退出了游戏，看着漆黑的房间和窗户旁隐约透进来的月光，陆阳换了一个姿势，舒服地躺在了地板上。他知道明天开始，这篇攻略将会引起整个游戏地震式的连锁反应，抗毒药剂将会成为这个游戏里面最畅销的物品，每个人都会为了黑铁和白银级的套装去副本里面拼命。工作室不会例外，工会团也不会例外。玩家想要快速升级，就必须有相应等级的武器。之前副本大家打不过去，是因为没有攻略。陆阳在论坛上发布的攻略不是他打的方式，
而是上一世众多玩家研究出来的最优打团方式。他附图的意义只是证明他打通了专家级副本而已。他给出的攻略里面，一个团队只要有10瓶抗毒药剂就能打通副本，而10瓶抗毒药剂不过是50个银币而已。现阶段一件8级的白银级武器卖价通常都在1个金币以上，打到就是赚钱。更何况游戏内的玩家越来越多，等他们不用的时候，也能将装备卖给其他人使用，怎么样都不会赔钱。一切就看明天了。陆阳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闭上眼睛睡了下来。第二天中午，陆阳醒来的时候，萧亮和韩影三姐弟已经进入了游戏。他用了2个小时锻炼身体之后，也戴上了头盔进入了游戏。画面一闪，陆阳出现在了圣加尔城的广场上。突然间，留言器上的滴滴声疯狂地在他耳边回荡，仿佛有无数条信息同时发来了一般。陆阳点开了通话器，发现是金不换的留言：老大，不知道谁发了一个打通毒蛇峡谷专家本的攻略，现在数不清的玩家在求购抗毒药剂。老大，你什么时候上线啊？我们的抗毒药剂已经有1100瓶了。老大，我要忍不住了呀！世界频道上起码有几百个人在求购。一连8条信息都是金不换发来的。陆阳看着信息，忍不住握了握拳头。他就知道所有人会因为他的攻略而疯狂。正当他要拨打金不换的通话器，他的通话器响了起来。陆阳一看是金不换打来的，他笑着摇了摇头，按下了接通键。老大，你可算上线了，抗毒药剂大火，我们这次要发财了！金不换激动地喊道。本来金不换不是这么急躁的人，可是今天他真的是被刺激到了。满世界都是求购抗毒药剂的，最高价格到了5个银币，他手里有1100瓶却不能卖，这种感觉让他难受的要死。陆阳笑着问道：现在你手里的抗毒药剂有多少瓶了？有1100瓶，你没上线我不敢卖。不过迟木老人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需不需要草药，我这边没钱，就说暂时不需要草药，给回绝了。如果有草药的话，我还能做出来1000多瓶。金不换又是激动又是失望的说道：你没买就对了。陆阳说道：这个老狐狸他还是怀疑你卖抗毒药剂。你回答得很好，现在我去你那里取抗毒药剂，你别去拍卖行，被他发现容易引起怀疑。金不换顿时惊呆在了原地，说道：对啊，我没想到这一点呢，光顾着激动了。陆阳笑了摇了摇头，关闭了通话器，朝着药剂师协会走去。路上的时候，他打开了聊天频道看了看，世界频道上已经陷入了混乱，数不清的玩家在用1到5个银币的高价收购抗毒药剂。不仅各大工会，平时难得一见的各个工作室也加入了抢购的行列，可惜根本没人出售，5个银币都没人卖，这让各大工会和工作室的人傻了眼。偶尔有几瓶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抗毒药剂，都把药剂的价格标在了10个银币上。可是10个银币的价格明显超出了玩家的预期，这样价格的药剂才6瓶，买了完全不合适，所以无人问津。陆阳整合了一下世界频道上的信息，他发现抗毒药剂的最高价格就是在5个银币了，这个也是上一世最高的价位。他来到了药剂师协会侧门，金不换早就等在了那里。从金不换那里拿到了1100瓶抗毒药剂后，陆阳来到了拍卖行。刚到门口，陆阳看到了烈酒清风和曲无义等各大工会的副手正带着人在拍卖器旁各自等待，另外一边还有不少穿着5级白银级装备的工作室玩家。显然各大工会的老大和各个工作室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在拍卖行守候。陆阳不再犹豫，将1100瓶和他身上带的300瓶抗毒药剂全都放到了拍卖行上，一共140组，每组10瓶，每瓶价格5个银币。这边他刚挂到拍卖行上，立刻有玩家搜索出来，看到是5个银币的价格，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结果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有的抗毒药剂全部销售一空，刨除掉拍卖行1%的交易税，陆阳最后剩下了69个金币，30个银币。他赶忙带着钱来到了圣加尔城王城的土地交易官那里，问道：城东肉店的那块地皮还有吗？土地交易官笑眯眯地摊开地图说道：当然，你确定要买吗？价格22个金币。陆阳眉毛都不皱一下的交付了22个金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城东都是玩家主要的贸易区域，哪怕是3个月之后最大交易区转移到了城北，这里依然有很多的客流量，在这里购买地皮绝对不亏，更何况在这个地方卖抗毒药剂的话，生意只会更好。陆阳早就看上了这块地皮，之前一直没有钱，如今有钱了，陆阳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地皮买下来。土地交易官依然笑眯眯地说道：欢迎你在圣加尔城进行投资，我的朋友，这是地契。陆阳看到地契到了自己的手上，终于松了一口气，告别土地交易官后来到了城东市场。他买的地方正是城东贸易市场开头的第一家，就在肉铺的旁边，是最好的商铺之一。商铺分上中下3层，每层的面积有500平米。陆阳用地契打开了大门，通过系统内置的房屋商店购买了2把钥匙，又花费了10个金币购买了一批炼药设备，放在了第3层。陆阳发信息给金不换说道：兄弟，来城东一下，我在这里买下了一间房子，以后你们就在这个房子里面炼药，相关的炼药设备我都给你们买全了。金不换正在炼药，闻言眼睛一亮，说道：老大，我这就过来。陆阳发了一个定位给金不换，不多时，金不换来到了门口。虽然城东市场有很多人，但是大道上的贸易摊位有6排，到处都是卖货和买货的玩家，根本没人注意到两侧的房子。陆阳将金不换迎了进来，说道：这地段怎么样？老大，这地段太好了。金不换惊喜地说道：这地方我们用来开药店的话，绝对可以抢走绝大部分的生意。银色轻舞轻蹙秀眉，说道：还有金不换买的草药，我怎么感觉都像是制作抗毒药剂用的，只是没有证据。烈酒清风说道：说真的，这确实有高手兄的作风。抗毒药剂1瓶5个银币，他这一次卖了1400多瓶，如果用的全都是我们的草药，
那真是气死人了。洛思雨说道。可是我们没证据啊，在一个原材料不卖的话，我们堆积起来也没用啊。烈酒清风说道。这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啊，气死我了。洛思雨说道。迟暮老人的眼睛里带着金光，说道：别急，等等看，今天中午卖的草药是他们昨晚全力制作出来的，如果1个小时以后有100瓶左右的草药流入市场，那卖抗毒药剂的人就是金不换。迟暮不信金不换手下的药剂师有30人以上，多说就是10个人，以每瓶药剂5分钟的时间来算，1个小时正好是120瓶。1个小时之后，手下来报，老大，拍卖行又有人卖抗毒药剂了，一次挂上去了1000多瓶。迟暮和洛思雨都惊讶地站在了原地，烈酒清风则更加的迷茫，怎么这么多？对方这是开始清库存了吗？烈酒清风惊讶地说道。难道我们错了？洛思雨皱眉思索起来。哎，不管那些了，先把抗毒药剂买回来囤积起来，这东西我们工会需求量很大。迟暮老人解除了对金不换和陆阳的怀疑，他工会里面跟他签合同的工作室就有30多个，加上跟他签订正式合同的游戏员工500多人，他对抗毒药剂的需求量非常大。雄霸、嗜血霸天、黑血以及新晋的寒冰女皇夏雨薇也是如此，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抗毒药剂给手下雇佣的玩家去打副本。烧钱的游戏啊，谁不花钱谁就要落后，甚至被淘汰出去。迟暮老人微笑着说道。或许对于别人来说这些钱很多，但是对于一个身家100亿的大富豪，他现在投入的这点钱，连他在银行固定存款1/10的利息都不到，这钱他烧得起。陆阳站在拍卖大厅的2楼，看着抗毒药剂一瓶接着一瓶的被人以5个银币的价格买走，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获得了50个金币。从拍卖器上拿到钱之后，陆阳将斗篷遮盖在了脑袋上，离开了拍卖行。他跑到了地精营地，找到了比塞尔。嗨，兄弟，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吗？比塞尔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对陆阳招手。陆阳来到了比塞尔的面前，寒暄了2句后说道：最近我想去一趟兽族，需要再买2件伪装外衣，另外再要10个抗毒药剂配方。兽族？那可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要去那里的话，我们地精一族的飞艇会在今天下午从萨罗斯城飞往国境森林。你要是想去的话，你可以用我的身份去。比塞尔将2件伪装披风和10张抗毒药剂配方交给了陆阳。陆阳给了比塞尔2金币50银币，说道：多谢了，我下午变成你的样子前往国境森林。没有问题，那我下午回房间睡觉。比塞尔跳下椅子，悠哉悠哉地走了。陆阳失笑，这个是得到风险投资公司声望崇拜的一个好处，比塞尔会给他很大的方便。游戏里面的智能 AR 太过强大，如果不是陆阳确定比塞尔是一个 NPC， 很容易将他当成一个玩家。从房间里出来，陆阳来到了传送点，飞到了萨罗斯城。落地后，陆阳走到了萨罗斯城的东北角，那里是一个地精营地，空艇运营公司。大门口上方写着这6个大字，在大门里面，一个30米高的专制高塔上面，一个银色的地精飞艇正停靠在那里。在游戏初期，没有开通种族战争之前，官方是禁止2个种族的玩家进入对方的领地的。玩家想要前往兽族，只能通过地精一族的飞艇。陆阳知道这个方法，也是在上一世在游戏开了5年之后，官方的解密档案里面透露出来的。他使用伪装外衣变成了地精比塞尔的模样，来到了营地门口，对城楼上的地精喊道：开门。营地大门是不对外开放的，玩家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进来，只有陆阳这样变成了地精的样子，才能得到开门的许可。城楼上的地精看到是同类，打开了大门，说道：这阵子的生意怎么样？相当不错。陆阳从背包里拿出1枚金币，在手里晃了晃，惹得周围地精羡慕不已。想要去哪？塔下的老地精贪婪地问道。国境森林。陆阳说道。半个小时之后，飞艇出发。老地精说道。谢谢。陆阳将金币扔给了老地精，走上了高塔，在2个地精的帮助下进入了飞艇里面。飞艇一共可以乘坐30名玩家，此时上面只有几个地精操作手。半个小时之后，2个地精解开了捆在高塔上的缆绳，飞艇尾部螺旋桨旋转，朝着地图的西南方向飞去。萨罗斯城本身处在边境地带，在经过一座高山和一片茂密的森林，飞艇降落在了国境森林兽族的边境主城纳可纳鲁。系统提示：你进入到了兽族境内。红色的提示看着就让人心里有紧迫感。他走出了地精营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兽族的 NPC。这里如同萨罗斯城一样，目前还没有玩家到这里来升级。陆阳找到了一个没有 NPC 注意的角落，使用外装外衣变化成了一个狼族玩家。灰黑色的毛发和腹部的6块腹肌，让狼族看起来十分的矫健。陆阳来到了传送点，对传送 NPC 说道：麻烦送我去一下狼族主城银月狼城。1个金币。陆阳交付了1个金币，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银月狼城里面。银月狼城是兽族9大主城之一，银月狼皇是这个主城的王。上一世攻城战中，陆阳曾经随着其他工会一起攻陷过这里，并且打死了银月狼皇。银月狼城是狼族掳掠人类建造而成，在建造过程中，狼族士兵只要能够用巨锤砸碎城墙，建造的人类工匠就要被处死，砸不碎，狼族士兵就要遭到30军棍的惩罚。任何一个士兵对待外族人都不会宽容，更不会主动去接受惩罚，所以狼族士兵每次用巨锤的时候都用尽了全力。最终，当这座主城建起来的时候，死亡的人类数量超过10万人，被军棍打死的士兵也有800多人。这种血腥的介绍让很多视战如命的玩家都选择了狼族。再一个，狐族和兔族作为狼族的附庸种族，没有自己的主城，也出生在这个城市里面。这2个种族因为魅惑和可爱的外形备受女玩家青睐，选择兽族的女玩家大多数选择这2个种族，因此在玩家的数量上，
狼族要比兽族的其他各族数量都要多很多。未来的世界中，随着进入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银月狼城的人口数量在兽族中遥遥领先其他种族，大量的商人进驻，让银月狼城的地皮价格比圣加尔城还要贵。陆阳之所以来狼族主城，目的之一是买地皮，再一个，狼族与人类做的副本怪物名字不一样，但是攻击方式一样，也有一个8级需要抗毒药剂才能打过的副本。他朝着狼族王宫走去，狼族王宫是一座灰黑色格调的岩石城堡，宫殿正门有一条血红色的地毯，灰黑色是狼族的图腾色，血红色代表了狼族的意志力。尊敬的奥斯洛将军，您好。陆阳右臂敲击胸口，行狼族军礼。狼族的土地执行官是一名负伤的军团长，与半人马一族的战争中负重伤不能参战，转入王宫文职。欢迎你，我的战士。你想要做些什么？奥斯洛敲击胸口，同样回了一个军礼。系统提示：奥斯洛对你的好感度+1。这是上一世的一个小 bug， 军人有军人的荣耀，特别了上过战场的军人，即便退役了，他们依然喜欢别人用军礼跟他们打招呼。陆阳说道：我想购买一些地皮，请允许我做一些买卖经营。战争结束了，我的战士，你应该获得一块可以经营的商店，告诉我你要哪里。奥斯洛将地图铺开在桌子上，3维立体的银月狼城出现在了陆阳的眼前。银月狼城的开发度与圣加尔城差不多，没有开放货币兑换之前，各大工会对土地的购买量很少，上一世最火热的城南繁华街道还没有被人买走。陆阳指着上一世生意最好的2家店铺说道：这2个我要了。奥斯洛说道：眼光不错，那2个店铺每个定价20金币。陆阳从背包里拿出40个金币交给了奥斯洛，得到了这2个房子的地契，手里又多了2块地皮，陆阳心里的踏实感增加了不少。之后就看如何经营了。正当陆阳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口传来了脚步声，陆阳侧过头看去，一个腰间别着双手长剑的狼族战士朝着他们走了过来。战士很年轻，眼神中透着庞大的自信心，看到陆阳，战士愣了一下，旋即对着陆阳微笑了一下，走到了奥斯洛的面前。陆阳感觉这个人有些眼熟，一瞬间陆阳回忆起来，眼前这个人叫做射天狼，是上一世银月狼城第1工会天狼军团的老大。最辉煌时期，射天狼手下有20万天狼军，兽族106个要塞当中有10个被射天狼占据，是兽族10大霸主之一，其实力在国服兽族当中可以排进前5名。除了游戏中的名号外，现实中射天狼开创的天狼工作室一直是国内10大工作室之一，最高排到过全球第7。眼下他的工作室应该刚刚创建不到2年，正处在上升期。在前世3族大战当中，射天狼带领20万天狼军奔袭千里，攻打圣加尔城，杀死国王圣加尔，使得他一时风头无两。狼族因为射天狼让他在人类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刘杰庞大的资金入驻游戏开始争霸的时候，射天狼更是以一个工会的力量在边境抵挡刘杰手下的嗜血盟、诸神黄昏、神武部落等6个顶级工会，以20万高级玩家对60万人，连续5次打退了6大工会的入侵，让全球玩家激动不已。可惜在资本大鳄刘杰的操作下，天狼军团没有抵住金钱的诱惑，从内部开始瓦解。手下36名顶级职业玩家被挖走了22人，17个顶级工作室被挖走了10个，10个成建制的军团被挖走了4个，天狼军团最终只剩下了3万多老弱病残。与陆阳一样，射天狼扩张的时候背负了大量的贷款，那个时候银行主动给他贷款，让他建成赚钱，他也有能力偿还。可是当城池被攻破，射天狼无颜面对支持他建成的手下和家人，最终选择了自杀。一代英雄最终落得如此下场，让无数人为之扼腕。那年射天狼自杀的时候，陆阳正在筹备建成，所以他对射天狼充满了同情。做人方面，射天狼的为人一直都是以和善著称，这是一个标准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玩家。在官方论坛上面，从始至终没有关于天狼军团恃强凌弱的新闻。你好，我叫射天狼。射天狼的笑容非常阳光，让人看着就忍不住想要去亲近。你好，我叫陆阳。陆阳说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上一世攻打射天狼要塞的刘杰手下6大军团中，有2个是兽族的帮派，显然射天狼跟刘杰一定有什么仇恨，不然他不会不接受刘杰的收购而选择跟刘杰死磕。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工会的老大吗？射天狼觉得但凡是在游戏中有点名气的玩家，他都认识，没见过面也应该听说过，但是陆阳有些陌生。不，我只是个散人玩家。陆阳看了看地图说道，你也是来买地皮的吗？是啊，我攒了好一阵子，让工会节衣缩食，才攒出来了20个金币，准备买块地皮。射天狼说道，要不要听些建议？陆阳说道，上一世天狼城地皮哪里最贵他最清楚，攻打天狼城的时候，他们先摸清的就是地皮的位置，这些房屋是可以被摧毁的。好啊，我正发愁不知道买哪块地皮呢。射天狼说道。陆阳用手一指城南他选择的地皮对面，说道，买这里，不过你不要经营药剂类生意，最好是经营武器、装备一类的。为什么？射天狼问道。陆阳自信地笑着说道，因为你对面开的那家药店，未来会是全服生意最好的药店。射天狼惊讶地看着陆阳，他发现眼前这个叫陆阳的人真够狂的，不过他选的位置确实不错。好吧，我听你的。射天狼和奥斯洛完成了交易，买下了陆阳对面店铺的地皮。陆阳兄，你要开药店的话，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吗？射天狼问道。陆阳说道，暂时还没有。射天狼眼睛一亮，说道，我给你供应怎么样？我的工会天狼军团分散在10个新手村升级，你要什么材料我都能提供。他手里的草药多得没有地方安置，这些都是帮派内部生活玩家采集来的，扔了可惜，给炼药师炼药太多用不完，卖的话还很少有人买。
陆阳没有想到来这一次还能找到合作伙伴，说道：“这样当然好啊，最迟晚上我派人去你那星号草药。至于价格方面，一组草药按照10个铜币计算，一次提供我3000组，怎么样？”“可以，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射天狼惊喜地说道：“3000组草药等于是3个金币，对他来说作用太大了。”“那就这么说定了。”陆阳添加射天狼为好友，然后离开了王宫。此时他手里还剩下10枚金币，将5枚金币分开挂在了外部交易网站上面。很快，有玩家花费4000块钱买下全部金币。陆阳退出游戏，摘下头盔。此时他手里拥有的地皮数量一共有6块了，其中4块是人类组成的，2块是兽族组成的。而且他还有了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给他制造金钱的抗毒药剂配方。人族的药剂店有金不换金银，兽族方面的抗毒药剂，陆阳准备用自己的人去经营。上一世，要塞被刘杰攻破之后，背叛他的人很多，没有背叛他的人也不少。在这些人当中，陆阳最心疼的是木易和木雨两姐弟。当年这2个小家伙跟陆阳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年龄大的木易比陆阳小5岁，木雨比他小7岁。2人的父母外出打工的时候双双死亡，一直是奶奶带着。平时在小区里面玩的时候，陆阳格外照顾他们2个，当亲弟弟和亲妹妹来看待。后来奶奶也去世了，2个小家伙在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亲人，被送到了孤儿院。孤儿院的生活对2个小家伙来说就是折磨，他们是后来的，总是被欺负。好在孤儿院距离陆阳他们的住处不远，陆阳经常带着肖亮他们去孤儿院找木易和木雨，清楚2人的情况。后来陆阳进入游戏赚钱了，花钱将2个小家伙带了出来，送他们上学。木雨学习好，木易更加争气，是他工会里面的首席药剂师。凭借炼药方面的天赋，木易身家曾经达到数百万。可是在陆阳战败之后，木易拿出全部身家给陆阳还债。按理说木易已经尽到了他作为兄弟的义务，凭他的炼药账号，即便脱离了陆阳，他也可以在游戏里面找一个不错的工会去赚钱。可是木易毅然决然地卖了账号，替陆阳还去了不少贷款，还出去打工帮陆阳还债。上一世陆阳到死也没有醒悟过来，这一世重生，他绝对不会再辜负身边的人了。小杨，你在想什么呢？韩中看到陆阳拿下头盔后一直在发呆，好奇地问道。陆阳笑了一下，说道：“师傅，徒弟求您个事。”“你说。”韩中说道。“陪我去一趟孤儿院行吗？帮我领养2个孩子。”陆阳说道。韩中没有想到陆阳会说这种事情，惊讶地问道：“你要领养2个孩子做什么？”“路上我慢慢跟您解释。”陆阳拉着韩中走出了家门。在路上的时候，陆阳详细地告诉了韩中关于2人的情况。“你要领养他们，我不反对，可是你有经济能力吗？你爸妈回来之后能同意吗？”韩中问道。他看得出来陆阳的家庭状况并不算好，再多2个孩子给这个家庭造成的负担将变得非常大。陆阳说道：“放心吧师傅，我心里有数。”眼看着到孤儿院的大门了，韩中说道：“好吧，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既然你有信心，我帮你也没有问题。”韩中的国籍还是华夏人，在领养这方面，只要是国人，办理手续都不费劲，而且给了一笔赞助费之后，办理程序会更快更简单。2人在孤儿院门卫那里说明来意之后，被请到了院长办公室，开出了相关手续。院长亲自带着陆阳和韩中进入了孤儿院。这个年代进孤儿院的正常儿童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带有先天疾病被抛弃的，正常的孩子只有27个。院长开心地说道。突然间，孤儿院2楼的宿舍里面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说：“是不是你偷的？”一个女人愤怒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是我。”陆阳听到这个声音，朝着宿舍走了过去。他听得出来这个是木易的声音。“好啊，我让你偷东西。”女人冷笑一声，随后传来了啪啪的声音。陆阳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房间里面木易正跪在地上，旁边的木雨正缩在木易的怀里哭泣。一个女人手中拿着一个长格尺，不断地抽打着木易的后背，而小木易一脸倔强地闭着眼睛。“住手！”陆阳一把抢过尺子，皱着眉头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女人看到陆阳，反问道：“你谁啊？敢管我？”陆阳没有搭理他，拿出手机连续拍照，并且打开了录音功能。院长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赶忙说道：“别拍啊！你干什么？”女人也害怕了，赶忙冲上来想要抢夺陆阳的手机，结果莫等走到陆阳身前，就被韩中一只手制住。陆阳冷着声问道：“院长，你们孤儿院就这么对待孩子吗？”院长尴尬极了，对女人说道：“怎么回事？”女人是孤儿院聘请的职工，摆出一张臭脸说道：“这小子在偷东西，被我抓到了。”陆阳冷哼一声，走到了木易和木雨的身边，轻声说道：“真是这样吗？”木易看到是陆阳来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说道：“我和小雨在这里总挨欺负，吃不饱饭，所以我去厨房里偷了点吃的给小雨。”木雨哭着说道：“哥，对不起。”陆阳长出了一口气，说道：“你们愿意跟我走吗？如果你们愿意，哥哥我领养你们。”木易和木雨2人惊讶地看着陆阳，一起说道：“愿意。”陆阳站起身对院长说道：“这2个孩子我们领养了，院长，我们需要交多少赞助费？”院长笑眯眯地说道：“如果你们愿意把视频删了，我不要钱。”陆阳一乐，说道：“那就这么定了，一会我跟你签过文件，我立刻删了视频。”走出卡恩家的大门，陆阳在广场出生点找到了木雨。小丫头用的是本来的容貌，看起来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哥，你来了。”木雨开心地和陆阳打招呼。陆阳笑着来到木雨身边，说道：“走吧，哥哥带你升级去。”“木雨乖巧地说道。陆阳心疼地笑了笑，带着小丫头来到了飞航点，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萨罗斯城。“老大你来了。”
萧亮站在传送器外面挥手，韩影三姐弟也在一旁挥手打招呼。陆阳领着沐雨来到了众人的面前，说道：“走吧，我们下秘密通道。”老大，你今天要带我们一起升级吗？萧亮欣喜地说道。陆阳抱歉地说道：“只能带你们到秘密通道3层，然后我要从密道3层去一个30级的地图。”啊！萧亮惊讶地问道：“秘密通道3层还连着一个30级的地图？”陆阳说道：“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吧。秘密通道3层有几百个岔路口，在这些岔路口当中的一条连接着通往奥斯曼神庙3层的通道。奥斯曼神庙里面遍布着凶残的巨型野猪人，那是属于他们的城市，几乎每一只野猪人的高度都是人类的2倍，每一只野猪人手里拿着的都是黑色的巨型狼牙棒。正常玩家想要前往奥斯曼神庙，需要跑到萨罗斯主城邻近的另外一个主城里面，两者相距1天的路程，其中不能使用传送器。击毙那进入了奥斯曼神庙，里面也全都是怪物。奥斯曼神庙非常大，想要一边打怪一边跑到3层，几乎需要1天的时间。但是通过这里可以快速的传送到奥斯曼神庙的3层，而在密道进入神庙3层的入口处旁边，就是奥斯曼神庙副本的入口。陆阳带着队伍一路杀怪，来到了秘密通道3层，前往奥斯曼神庙的入口处。好了，接下来你们从这里打回去吧。回去的路上刷新出来的怪不是很多，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什么难度。路上遇到的那几个矿石结晶体，你们有空都给挖了，黑铁矿石都保留下来。陆阳嘱咐道。好的，老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萧亮说道。陆阳拍了拍沐雨和韩影2个小丫头的小脑袋，说道：“保护好自己，等着哥哥我回来。”韩影和沐雨嗯了一声，乖巧的点了点头。陆阳露出一个潇洒的笑容，跳下了通往奥斯曼神庙3层的入口。下面也是一个5米高台，在高台下面有3只全身黝黑、身高2.5米最有的巨型野猪人。黑色野猪人，等级30，器械10200。野猪人的眼神十分凶狠，嘴角有2个吐出来的獠牙，手里拿着一柄长达2米的黑色狼牙棒，上面的银色钉头看起来就瘆人。好在这3只野猪人距离陆阳有25码的距离，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不然刚下来就被发现的话，陆阳只能使用闪烁跳回到密道3层了。老大，用我下去帮你扛一下不？萧亮在上面喊道。陆阳说道：“你的防御力扛不住，我一个人没问题。即便是30级的战士，遇到了3个野猪人，也要吃药才能抗住。才13级的萧亮对上这3个野猪人，一刀就死。不过第2世界这款游戏十分偏爱法器职业，尤其是火法。上一世火法就被称为第2世界亲儿子，因为游戏里面的怪物很少有魔抗的，所以法师只要有人帮他扛着，即便只有13级，也能打得死30级的野猪人。陆阳在高台下面放置火墙，野猪人攻击力高是他的特点，速度慢却是他的缺点。上一世玩家发现这个问题后，战士系的玩家很少有人来奥斯曼神庙。同理，另外几个30级地图也有不适合法师更适合战士的，以至于到了30级的时候，单独出来做任务的玩家，法师都来奥斯曼神庙，战士都去一个叫做死亡虫洞的地方。很快30个火墙树被陆阳立在了原地，分成2排，每排15个。野猪人身材巨大，一个人就占据了2排的位置，当然伤害只是受到单个火墙的攻击。陆阳抬手一个研爆术打在了25码距离他最近的黑色野猪人身上。哼哼，野猪人发出愤怒的声音，举起狼牙棒朝着陆阳跑了过来。身后的2个野猪人受到声音影响，也跟着跑了过来。不过黑色野猪人的移动速度只有正常玩家移动速度的80%。陆阳站在高台上，轻松地给野猪人头上释放5层灼烧。等3个野猪人的5层灼烧都挂满了，打头的黑色野猪人才走到陆阳面前5码的位置。657、656、641，一连串的伤害数字从3个黑色野猪人的脑袋上冒了出来。不到10秒钟的时间，黑色野猪人的气血只剩下了4000点左右。这就是有神火法杖和魔神之心的好处，让陆阳拥有超高的法伤和别其他人多1级的技能等级。即便是面对30级的野猪人，依然可以从容面对。当黑色野猪人来到陆阳面前的时候，硕大的狼牙棒刚要砸下，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野猪人身后20码的位置。3个黑色野猪人集体转身，再朝着陆阳追过去，结果才跑到了距离陆阳10码的位置，就死在了地上。3个怪什么都没爆出来，陆阳就朝着前面走去。高台下面是一个宽阔的长廊，长廊2侧是黄土墙壁，直到顶棚之间没有一点空隙。在长廊的尽头处，陆阳看到了一个野猪人头形状的巨石，在猪头的口中就是副本的入口。陆阳快速地朝着副本门口跑了过去。这次比较幸运，长廊中间虽然有野猪人，但是都分布在2侧。陆阳连续几次半身位的跑动，轻松地避开了所有野猪人。只有在副本门口30码距离的位置，有2个野猪人挡在了道路的中间。陆阳继续奔跑，等到2个野猪人20码距离的时候，被2个野猪人发现。当他们朝着陆阳冲过来的时候，陆阳手中丢出逃脱匕首，匕首身上闪着蓝光，穿过野猪人的身体，落在了野猪人的后面。当野猪人来到陆阳面前的时候，陆阳已经跑到了距离副本只有50码的地方。野猪人当头一棒砸了下来，陆阳身上蓝光一闪，出现在了野猪人的身后，紧接着白光一闪，陆阳直接跳进了副本当中。系统提示，请选择副本难度。陆阳点选史诗级，画面一闪，出现在了一座巨型的地下神殿当中。神殿的入口处有2个10米高的怪物雕像，充满了邪恶的气息。官方正史中，奥斯曼的野猪人曾经是统治这片大陆的主人，在更上古的神战中，奥斯曼帝国遭到重创，他们崇拜的神灵更是被打得陷入了深度睡眠。几千年后，赤炎魔神战败，他的一部分能量化身为火焰精灵，被野猪人发现。
火焰精灵充满了强大火焰之力，野猪人以为这是他们神灵苏醒的前兆，是神灵赐给他们的礼物。野猪人领袖金锤，皮革为了表达对神灵的恭敬，将其供奉在了奥斯曼神庙的神台上。按照常理而言，陆阳一个人是绝对单刷不了这个副本的，但是这个副本有一个重大的 bug。上一世，玩家来杀金锤皮革的时候，发现神殿所处的位置是在一个地下溶洞的最上层，想要去神殿底层，就要不断的往下跑。当他们顺着狭窄的石桥跑到底下的时候，发现皮革所在的位置刚好就在副本入口处的正下方。有玩家研究能否跳下去直接去单刷金锤皮革，多次试验，他成功的找到了跳下去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必须要有的装备就是逃脱匕首。陆阳上一世用这个方法过了无数次金锤皮革，皮革不仅掉落火焰精灵，还掉落30级的法师系红宝石套装，对这个方法掌握的十分熟练。他走过石桥上面蜿蜒向下的石桥，每往下20米连接一个新的平台。平台是在悬崖开凿出来的，在平台的尽头处又有一座石桥连接着对面的悬崖上的平台。每个平台上面都有20多个红色野猪人，分成4波来回巡逻。每层石桥上面也有一队野猪人负责守卫。红色野猪人等级30，器械51000。副本里的野猪人属于战士系职业，都懂得冲锋技能，一旦进入对方的冲锋距离，野猪人势必对冲锋过来发动攻击。陆阳看了看石桥上巡逻的野猪人，嘴里默念数字。当他从1数到10的时候，石桥上的野猪人刚好走到了他的面前20码的距离。陆阳猛地向下丢出逃脱匕首，匕首带着一阵蓝色光芒旋转飞出，准确地落在了下层石桥下面10码位置的一块岩石凸起上。蓝光一闪，陆阳一脚踩在了这个凸起上面。恰在此时，桥上的野猪人刚好走出他20码的距离。这个位置陆阳坚持不了2秒钟的时间，只能稍微借力，凌空一跃，陆阳直接朝着悬崖深处跳去。悬崖深不见底，陆阳心中默数，眼看降落速度越来越快，足有60码距离，差不多可以将他摔死的时候，陆阳身上白光一闪，瞬间出现在了斜前方30码的位置。闪烁稍稍阻碍了下落的速度，但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悬崖的正中间。当陆阳再次下落的时候，陆阳猛地甩出匕首，带着蓝光的逃脱匕首精准地插在了对面悬崖的一个只能够一人站立的位置上。蓝光闪现，陆阳精准地站在了这块岩石上面。侧面石桥上一队野猪人走过，没有发现陆阳的存在，上面的野猪人更是没有看到陆阳。如果有人看到陆阳现在做的动作，一定会惊讶的大吃一惊，即便上一世的顶尖玩家也很难达到陆阳这么精准的程度，一旦失手将会掉下悬崖万劫不复。陆阳身上的魔神之心更是会掉落在地上，再也没有机会捡起来。可是陆阳经过5年的雇佣兵生涯，这种程度的闪烁跳跃对他来说不过是小意思。或许在现实中，苦于身体没有恢复到上一世的状况，陆阳的实力还有很大的限制，但是在游戏里面，陆阳的精神境界与上一世没有任何区别，用起游戏里的这具身体比现实中还要得心应手。此时他已经跳下了90米的高度，闯过了4个石桥，每4层石桥后面的平台就有一个 BOSS 镇守。第一个 BOSS 是野猪召唤师，每隔10秒钟召唤5个野猪人加入战斗，单是这一招陆阳就打不过他。看了看下面还有180米的高度，陆阳同样操作闪烁带逃脱匕首，每次都精准地落在悬崖上的岩石凸起部位。不到2分钟的时间，陆阳最后一个闪烁成功地落在了悬崖底部，他正式进入了奥斯曼神庙的核心部位。金锤皮革高达5米的体型出现在了60米外一个巨型妖怪雕像的前面。金锤皮革领主等级40，器械1500000，1500000。金锤皮革全身皮肤金黄，头上正中间一缕毛发直到后背，口中金色獠牙，面目凶狠，右手持一把短柄金锤，左手持一面金色圆形大盾。上一世金锤皮革是一个非常难打的 BOSS， 作为上古神族的信徒，别看金锤皮革体型巨大，速度略慢，他却拥有空间闪烁能力和全屏静魔的能力。一旦他用全屏静魔，会在接下来的3秒钟之内连续3次挥出金锤重击，每次攻击是正常攻击的3倍效果，治疗处在静魔的状态下，防战必死。一旦防战没有挡住3锤子，金锤会触发巨力轰击技能，巨力轰击的效果为周围锥形半径内所有玩家遭到3倍物理攻击。第二防战因为装备原因绝对顶不住金锤的巨力轰击，处在周围的刺客和狂暴战更加挡不住。金锤释放完技能会瞬间闪烁到远程第一仇恨的玩家面前，依然使用巨力轰击，这样的结果就是团灭。当时全世界各大顶级的工作室和工会都卡在了金锤皮革这里足足1个半月的时间，各大工会和工作室想了所有办法来克制金锤的攻击，结果有一次在一个玩家被追得上天无处入地无门的时候，他用2段闪跳到了金锤皮革信仰的远古神底雕像伸开的双手上，本来是没地方跑的办法，结果金锤皮革就这么停止了攻击，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玩家一下一下的用火球术打他。金锤皮革血量掉了10%的，会释放一种叫做灭天火的技能，玩家不慎被一招秒死在了原地。这个玩家品质很好，将这个视频公布到了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之前各大工会和精英工作室一直在论坛上讨伐官方要说明，数量有几百万人。当这个视频出来，刚好赶上了年底发布会，官方代表在发布会上给出了解释，金锤皮革信仰上古神底，他绝对不会用锤子去打那个雕像。官方给出了这个解释，证明这不算是 bug， 而是他们的设定，玩家争相使用这个打法。可是想要使用这个打法非常的不容易。首先 BOSS 会释放灭天火，这个技能对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技能。灭天火延迟2秒钟才落在地上，
攻击范围的半径是5码。平时这是一个很好躲的技能，可是当玩家跳到神像手掌上的时候，手掌的半径差不多也是5码，根本躲不开，只能跳到神像的另外一只手上去。灭天火释放的征兆非常轻微，稍有不慎就是灭团。再一个，硬件方面，能够挑战过小丑皇 SSS 级任务的玩家全球不到1万人，能够使用这个 bug 的人只有少数中的少数。恰好陆阳就是那少数中的少数之一。5年雇佣兵训练出来的敏锐洞察力和超强身手，现在又有逃脱匕首，他能轻松做到这一点。陆阳走到金锤皮革30码的范围，口中咒语念出，一道灼烧打在了金锤皮革的脑袋上。402，皮革的脑袋上多出来了一个火焰的符号。哼哼，皮革狰狞的面孔上更显愤怒，怒吼一声，举起手中的硕大金锤，朝着陆阳发动冲锋。一阵幻影掠过，就在皮革撞到陆阳的那一刹那，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皮革身后30码的位置。他的脚下冒出一团火焰，朝着前面的神像快速跑去。皮革一击不中，回头想要再次冲锋，陆阳却已经跑出了他的冲锋范围。哼哼，皮革迈开大步朝着陆阳追了过去。虽然皮革是身躯庞大的野猪一族，但他作为 BOSS， 移动速度是玩家的 1.5 倍。陆阳开火炽热急速，刚好与皮革持平，仗着那不到1码距离的优势，让皮革怎么也不能发动第二次冲锋技能。别看这只是1码的距离，却可以决定生死。3秒钟之后，陆阳跑到神像脚下，手中的逃脱匕首猛地向上扔去，高速旋转的逃脱匕首带着一道蓝色的光沦落，在昏暗的神殿神像面前煞是美丽。皮革终于追到了陆阳30码的位置，右手举起金锤，朝着陆阳发动拦截技能。一阵幻影朝着陆阳掠去，就在皮革冲到陆阳的那一瞬间，金锤刚要落下，陆阳身上蓝光一闪，顺利的跳到了神像的右手上面。皮革一击落空，焦躁的站在下面，仰着头来回走动，想要冲上去却不敢。陆阳来不及喘口气，口中念起咒语，对金锤、皮革连续释放4道灼烧。火墙术，神像脚下燃起火墙，不多时形成一片火海，将皮革所有的行走路线都包括在内。皮革打不到陆阳，焦躁的在神像脚下走来走去，在5层灼烧的作用下，皮革每走一步都掉700多的气血。陆阳右手举起法杖，瞄准皮革的脑袋，口中念起研爆术的咒语。0.5秒钟之后，一颗巨大的火球在他的法杖前端形成。研爆术，巨型火球呼啸飞出，正中金锤皮革的猪鼻子上。1222，皮革的气血总量有150万。一般玩家想到一个才13级的玩家就要单挑一个拥有150万气血的 BOSS，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在陆阳有了魔神之心、神火法杖、灼烧、唤醒、火墙这些装备和技能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硬是让陆阳变成了可能。陆阳将精神提升到极限，右手法杖瞄着皮革的脑袋，研爆术以 0.5 秒每发的速度，一个接一个的从法杖前端飞出，打在皮革的猪头上。皮革的体积太大了，所以头也特别大，比17寸的显示屏还要大很多。即便皮革的移动速度是玩家的 1.5 倍，陆阳瞄准起来也不需要特别费劲，只要提前预判好皮革的位置就可以。皮革面对陆阳的攻击，他所有的近战技能都用不上，只能焦躁的在地上走来走去。1分钟之后，皮革的气血被打掉了15万。吼！皮革突然间站定，猪头仰天咆哮，手中的金锤突然间冒出熊熊烈焰。陆阳眼睛情不自禁的睁大，转过身朝着神像左手跳了过去。击到空中，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神像胸口的位置。而此时，就在他刚刚闪烁的那一瞬间，一团赤红色的火焰从天而降落在了他刚刚站在的位置。这就是灭天火，中期每一个自由模式法师最爱的神技，追杀残血敌人秀操作的必备技能。陆阳贪恋的看了一样，掷出逃脱匕首，飞向了神像的左手。蓝光一闪，正在下落的陆阳手中握着匕首，成功的站在了神像的左手上。皮革看到陆阳换地方了，追着跑了过来。陆阳故技重施，继续给皮革释放灼烧和在地上放火墙。刚好火墙铺设完毕，陆阳身上最后一滴魔法值用光，他看了一眼皮革的血量，距离下一个10%还有10多万的气血。陆阳口中念起咒语，以他为中心出现一个蓝色的魔法能量风暴。唤醒，这是陆阳之前杀骷髅精灵得到的技能，引导8秒钟的时间，魔法值回复2000点。陆阳的全部魔法值才2000多点，8秒钟之后几乎恢复到了满值。哥，我和佘天狼签完合同了，你要我找的药剂师，我和他们也签完合同了。木易发来了一条消息。不错，陆阳就知道木易能够将自己的任务圆满完成，从小丧失父母、奶奶，还要照顾一个年幼的妹妹，木易要比普通人成熟很多。带着他们炼药，尽快让抗毒药剂开始大批量销售。陆阳说道。狼族的玩家到了8级的数量不在少数，越快完成药剂，赚到的钱越多。关闭了对话栏，陆阳继续输出，又打的皮革用了2次灭天火之后，陆阳彻底没蓝了。他拿出魔法药剂小瓶喝了下去，然后坐在地上等待恢复。皮革有150万的血，现在还剩下120万左右。副本 BOSS 有一个特点，自身无法缓慢恢复气血，这是陆阳敢于单挑皮革的另外一个因素。等他魔法值回复了一半，时间过去了2分钟，陆阳站起身继续输出，等蓝没了的时候再用唤醒。1个小时之后，陆阳成功的将皮革的血量达到了10%。此时皮革已经陷入了狂暴，灭天火每隔30秒就释放一次，一团一团的赤红色火焰从天而降。陆阳在神像的2手间不停的闪烁。又过了2分钟之后，皮革再也支撑不住，手中金锤掉在了地上，整个身体垮了下来。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击杀了金锤皮革，你得到了14684点经验。陆阳跳到地面，从神龛中拿起火焰精灵。火焰精灵碎片1，描述：它看起来是破碎的，
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上一世陆阳却差点想破脑袋。当时他以为火焰精灵的碎片在其他副本里面呢，实际上是让他打10次这个副本，10个火焰精灵碎片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火焰精灵。陆阳将火焰精灵放在了背包里面，走到了金锤皮革身旁，俯下身体点击开装备。一个火红色的戒指出现在了陆阳的眼前，戒指周身是黄金打造，戒指上的宝石是一颗发着赤红色光芒的红宝石。红宝石戒指，黄金级，等级30，法术伤害9-19，智力加15，体质加12，额外增加火焰伤害加30。陆阳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在金锤皮革的所有爆落物品里面，最难爆出来的就是红宝石戒指，而红宝石戒指是对应火法的顶级装备，想不到他第一次打就爆了出来。第二个物品是一个图腾柱一样的东西，族长信物，描述历代野猪族族长的象征，如果你把它交给圣加尔城的国王，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陆阳一愣，上一世他来打史诗本奥斯曼神庙的时候，这个副本已经不知道被人打通过多少次，想不到手通的时候还会给一个任务。如果陆阳没有猜错，这类任务都是世界唯一的任务，也就是说，全世界谁第一个打通了这个副本，后续的各国任何一个玩家打通了都不会触发这个任务。陆阳将族长信物放在了背包里面，看了看外面的小怪，这个副本里面有一定几率爆出来火焰药剂配方。火焰药剂可以被动提高火焰法术伤害60点，对于任何一个工会团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药剂，只是这个药剂的爆率只有1/1000。陆阳朝着副本的来路跑去，在金锤皮革所在神殿的外面有6组金甲诸卫，每组10个，他们是进入神殿的最后一关。金甲诸卫，精英，等级35，器械300000，300000。金甲诸卫的体型大概在3米左右，全身穿着重装金甲，手里拿着一柄金色狼牙棒，强大的物理输出和物理防御力让他们成为所有物理职业的噩梦，但是他们却扛不住法师的伤害，而且他们都是近战攻击，没有远程职业。陆阳来到距离金甲诸卫30码的位置，口中咒语念出，一个赤红色的大鸟一声尖啸从他头顶凝聚而成。赤焰鸟。陆阳用手一指前面的10只诸卫，赤焰鸟立刻俯冲而去。584，1024，一连10个伤害数字从诸卫的头顶冒出，10只诸卫同时回头，猪脸狰狞地看着陆阳。陆阳在放出赤焰鸟的时候，脚下冒起火焰，发动炽热急速技能，横着跑了起来。超过30码，诸卫无法发动冲锋，只能挥起狼牙棒朝着陆阳追了过来。陆阳保持着距离，用灼烧将其余5波金甲诸卫都吸引到了之后，转身朝着神殿内部跑了进去。来到神像下面，陆阳扔出逃脱匕首，蓝光一闪出现在了神像的手掌上面。金甲诸卫的攻击方式与金锤皮革相同，却没有金锤皮革的法术攻击能力，只能眼看着陆阳站在30码高的神像上面，焦躁地在神像脚下走来走去。陆阳口中咒语念出，一个个火墙在神像脚下出现，不到2分钟的时间，神像脚下变成一片火海，将60个金甲诸卫全都包裹了进去。金甲诸卫的智能很低，遭到攻击后只能在神像脚下走来走去，气血快速地掉了下来。突然间，火海当中冒出黑色的波纹，随后轰的一声，一个10码高的火焰光柱在金甲诸卫中间冲天而起。遭到攻击的诸卫全部被打晕在了原地2秒钟的时间。陆阳口中在念咒语，赤焰鸟一个接一个的从空中俯冲而下。30万气血看似很多的金甲诸卫，没过多久就全部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608，其中越级打怪经验968点。一连串的系统提示不断的从陆阳的对话栏里冒了出来，60个金甲诸卫让他的经验槽增加了一小块。到了13级，陆阳升级需要的经验达到了60万。如果按照常规的打怪方法的话，等级很快会被各大公会的老大追上，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打怪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白光一闪，陆阳回到地面，在诸位中间走了一圈，突然间他发现了一张纸质的物品掉落在地上，陆阳赶忙走过去捡了起来。系统提示，你获得了火焰药剂配方。陆阳眼睛一亮，没有想到真把火焰药剂图纸给打到了，不得不说开荒打副本给好东西的几率确实很高。他把配方装在了背包里面，抬头看了看上部，为了明天下副本，陆阳还要跑回到副本的入口处，手中甩出逃脱匕首。陆阳在悬崖两侧的岩石凸起上不断跳跃，不到3分钟的时间，陆阳回到了入口处。此时入口处桥上的野猪人依然没有任何的发现。陆阳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转身走出了副本。如果做刺客的话，他感觉自己这一趟刺杀非常完美。哼哼，白光一闪，陆阳莫等看清楚外面的情况，耳中传来一个比普通黑色野猪人喘息重10倍的哼哼声，而且声音就在近前。突然间，头上一阵风声传来，不好！陆阳身上白光闪烁，出现在了副本正面30码外的位置。刚落地，陆阳回头一看，发现一只身高5米的白色野猪正举着一柄黑色流星锤朝着他冲锋而来。野猪将军，精英，等级40，器械15000，1500000。陆阳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碰到野猪将军，手中逃脱匕首向后甩出，身上蓝光一闪，赶在野猪将军撞在他身上之前，逃到了30码以外的地方。刚落地，陆阳发现他长廊里面刷新了30多只黑色野猪人，三三两两的分布在他的周围。陆阳是火法，输出需要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陆阳知道自己暂时打不死野猪将军，脚下冒起火焰，发动炽热急速技能。陆阳朝着密道3层的入口处跑了过去。野猪将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的移动速度与陆阳释放炽热急速后的移动速度相当，这
这使得他不能选择转弯或者横着跑来躲避前面的野猪人，只能尽全力地朝着前面奔跑。灭天火，类型：火焰法术，消耗50法力，施法时间瞬发，距离100码。描述：向指定目标位置释放一道天火，2秒钟之后，天火到达指定地点，攻击范围10码以内的所有目标，伤害300点，范围内的所有目标均瘫。上一世，这个技能刚出来的时候被无数人吐槽，这种即时对战游戏2秒钟的时间打出来，目标早不知道跑哪去了，根本打不到人。可是当玩家琢磨出来这个技能的真正用途的时候，尤其是几个火法大神多次用这个技能预判精准的秒杀残血对手的时候，这个技能被推上了神坛。能否运用好这个技能，成了衡量一个火法是否是高手的标志。陆阳在上一世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技能，因为当残血的对方以为跑出你30码的攻击范围，侥幸活命的时候，一个天火将他希望击破的感觉是无以伦比的。点击学会技能，陆阳的灭天火因为魔神之心的关系，自动变成了2级，基础伤害变成了500点，算上法伤，这个技能足可以用来秒人。陆阳将地上剩下的药水都捡了起来，等技能都恢复冷却之后，一路杀怪跑回到了萨罗斯城。红光一闪，陆阳回到了魔神殿，任何地方休息都没有这里安全。老大，我们要下线了。萧亮发来了一条小信。陆阳说道：正好我也要下线，大家等我一下，我安排一下睡觉的地方。哦，好的。萧亮说道。陆阳选择退出游戏，等待几秒钟之后，头盔切断了他与游戏人物的联系。陆阳摘下了头盔，萧亮等人刚好也都摘下了头盔。木易激动地看着陆阳，说道：哥，这游戏太好玩了。陆阳拍了拍他的小脑袋，说道：那是当然，这可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类未来的游戏。木易用力地点了点头，他十分相信陆阳说的话。陆阳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人，此时家里面不仅有师傅韩忠，还有萧亮和韩颖3姐弟，现在又多了穆氏兄妹，本来家里地方就不够大，现在更加的拥挤。陆阳说道：韩颖和沐雨睡一个房间，我们几个人睡在地板上，现在大家先将就下，等过阵子赚钱了，我们就换大房子。老大，我们感觉住在一起挺好的。萧亮说道。这里让我有家的感觉。韩飞说道。几小只谁也不想分开，陆阳听着他们的话语，心中感慨不已，想当年他也是这样，对环境要求一点也不高，只要能够和情投意合的朋友一直在一起，比什么都开心。这种感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友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这种感情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好了，搬家也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去睡觉，明天我们继续。哦，众人一起回答。洗漱之后，韩颖和沐雨2个小姐妹开开心心的回房间去了。陆阳和萧亮他们躺在了沙发上。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沐浴揉了揉眼睛睡醒过来，他发现身边的陆阳和萧亮等人都不在了，四周看去，陆阳他们正在锻炼身体，韩忠在一旁指导。哥，你们怎么都在锻炼啊？沐浴走到搬着小板凳坐在一旁的沐雨身边说道。萧亮也在训练的队伍中间，脸上虽然带着痛苦，却得意的说道：小弟，要不要加入我们啊？好啊。沐浴还不知道陆阳他们的锻炼有多辛苦。陆阳说道：师傅，你看沐浴怎么样？行的话，给他一个单独的训练如何？韩忠观察了一下沐浴，说道：算是一个不错的苗子，我给他制定一个训练方案。韩飞冲着沐浴挤眉弄眼，说道：小弟，你完蛋了，当年哥哥我受的苦你也要来一回了。沐浴不明白，可是很快他就明白过来了。不过面对韩忠近乎残酷般的教导，沐浴却比韩飞要坚强得多。一番锻炼之后，陆阳他们洗漱完毕，回到了沙发上，各自戴上头盔，回到了游戏里面。陆阳再次单刷了一趟奥斯曼神庙，得到了一个火焰精灵碎片后，回到了圣加尔城。只是陆阳发现往日里繁华的主城，今天多了一丝紧张的气息。街道上的行人走路匆匆，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陆阳没有时间去管这些，手上拿着族长信物，来到了王宫3楼国王大殿当中。一条红色的地毯铺在大殿的中央，两侧各自站着王公大臣。国王圣加尔则坐在王位上面，正在与众臣子讨论事情。我们必须要发动军队摧毁金锤，皮革的地下势力绝对不能容忍它继续发展下去，否则早晚会对我们构成威胁。王国大将卢比斯将军说道。不行，我不同意这场战争。金锤、皮革距离我们很远，大军劳师远征实属不智，而且金锤的实力强大，我们攻打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打得赢。财政大臣说道。那我们就出动圣光军团，让他们去打。卢比斯说道。不行，圣光军团只负责守卫圣殿，其他的事情他们不会参与。一个身穿白色金边长袍的教廷人员说道。那我们就任凭他们发展嘛，将来他们发展起来了，我们怎么跟臣民们交代？卢比斯愤怒地说道。一众大臣还是摇头，圣加尔也露出了愁容。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陆阳走了进来。法师学徒，你来这里做什么？卢比斯怒火无处发泄，瞪着陆阳说道。陆阳脸上带着微笑的表情，刚开始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个任务，现在他心里有底了。从背包里拿出族长信物，陆阳说道。我已经杀死了金锤、皮革，这是他的信物，以后他的种族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有任何作为了。卢比斯激动的第一时间跑到了陆阳面前，抢过信物，仔细观察上面的纹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卢比斯哈哈大笑的对圣加尔说道。圣加尔国王眼前一亮，说道：法师学徒，你叫什么名字？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叫陆阳。陆阳原封不动的将他如何击杀金锤、皮革的事情告诉了圣加尔国王。圣加尔满意的点了点头，赞许的说道：我的臣民，你替我们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为了表扬你的功绩，从今以后你可以随时到王宫军需官那里购买东西。
系统提示：你上交了族长信物，获得圣加尔城300点声望奖励。你开启白银之手声望。王宫军需官就是圣加尔城王宫卫队白银之手的军需购买人。上一世陆阳到死都没有开启这个声望。据传说，凡是开启这个声望的玩家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陆阳赶忙道谢，转身跑到了侧面王宫卫队营地里面，在左侧一个青石做成的房子里面找到了军需官。军需官是一个看起来40岁左右的壮年男子，一脸络腮胡子，脸如刀刻一般，眼神凌厉非常。这里是王宫军需处，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军需官阿布雷德皱着眉头说道。上一世这位军需官就是这个脾气，很多玩家不听劝告，结果都被卫兵给抓了出来。陆阳说道：我杀死了金锤皮革，国王陛下奖励我以后可以在您这里购买物品。哦，阿布雷德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说道：就凭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陆阳原封不动地跟阿布雷德又说了一遍。阿布雷德露出兴奋的表情，说道：好样的小伙子，军需处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你想要购买什么？一个购买框出现在了陆阳的面前，第一页是配方类，有初级防御药剂配方、初级攻击药剂配方和初级魔法恢复药剂等20多种配方。陆阳激动地长吸一口气，吐出来之后才有所缓解。这些药剂配方虽然是初级的，但是每一种药剂配方给玩家带来的提升都非常大。以初级攻击药剂配方为例，带来的效果是提升物理攻击20点，这相当于多带了一把15级的白板双手剑。在当前这个普遍等级低的情况，能够使用这样的药剂，打怪的速度会比正常快1倍不止。陆阳可以肯定，这些药剂必定畅销。药剂的配方不贵，每样要10个银币。陆阳手里的钱还有5个金币，他将每个配方都买了2份，身上的金币还剩下最后一个。关闭了购买页面，陆阳跟阿布雷德告辞，转身来到了传送器的位置，直接飞到了20级地图白光镇。骸骨暴君刷新时间到了，陆阳决定再去打一把神火法杖出来，但是要打到神火法杖就需要永罪刀位。不得不说，带着永罪刀位的日子让他十分怀念。从白光镇出来，陆阳跑进了永罪森林，在里面搜索了20分钟。陆阳看到了一抹银白色的身影从他身边的大树越过，陆阳跟着跑了过去，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永罪刀位，带上迷梦指环，陆阳对永罪刀位释放迷梦之光，永罪刀位的名字变成了黄色。1分钟之后，永罪刀位的名字变回了白色，成了陆阳的宝宝。从永罪森林里面退了出来，陆阳朝着圣加尔城的方向跑了过去。永罪刀位不能进城，他只能这么做。高手，今天有空吗？白狮突然间发来了一条消息。我在外面，什么事？陆阳问道。我们要向你发起挑战。白狮自信满满的说道。哦，陆阳变得饶有兴致起来，说道：这样4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毒蛇峡谷碰面，我这边情况特殊，在20级地图呢，只能跑着回去。好的，没有问题。白狮带2个弟弟同意了陆阳的要求。怎么样，他答应没有？白狼着急地问道。别着急，听大哥说。白虎说道。白狮说道，他答应了，不过他在20级地图呢，有特殊情况只能跑着回来，要我们4个小时后在毒蛇峡谷等他。白狼有些咂舌，他俩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会在那么高等级的地方练级，说道：怪不得他等级一直那么高呢。怕啥？我们3兄弟这次一定打赢他。白虎说道。平原上，陆阳开着炽热急速全力奔跑，上一次回去要10个小时，这次他却有把握在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回到毒蛇峡谷。至于原因，都在逃脱匕首上面。逃脱匕首穿越空间的特性，让陆阳可以避开大量的丘陵和断崖，尤其是红色峡谷。明明从上山顶跑过去就行，偏偏连接2座山的桥断了，留下一个60码长的悬崖。玩家想要跑到对面，只能上山后跑下山，再在峡谷里面跑上另外一座山，这个时间就要花费3个多小时。现在陆阳有了逃脱匕首，2段闪之下，陆阳轻松地跳过红色峡谷，来到山对面的悬崖上，省去了3个小时的路程。等他来到毒蛇峡谷的时候，正好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他看了看左右，今天毒蛇峡谷显得格外冷清，几乎没有玩家来这里打怪升级。我已经到了。陆阳发信息给白狮。我们在门口呢。白狮说道。来我这里。陆阳将定位发给了白狮。等我。白狮回了一条信息，带着白虎和白狼跑到了陆阳面前。陆阳看了看3兄弟，发现3人的装备都翻新成了毒蛇峡谷的黑铁套装，装备不错。陆阳说道。白狮3雄也在打量陆阳，上一次他们与陆阳对战的时候，陆阳身上一件装备没有，今天陆阳装备穿戴齐全。3兄弟自以为有了毒蛇峡谷的飞蛇套装，可以轻易的大败陆阳，可是看到陆阳手里拿着的那把赤红色法杖，3人的心里感觉到了不妙。你的武器是什么级别的？白虎问道。陆阳笑了笑，将武器的图片发到了3人的对话框里面，说道：它叫神火法杖，是我单挑30级领主怪骸骨暴君得到的。3兄弟看到法杖的属性，同时惊呆了。100多的法伤。白虎说道。陆阳说道：还打吗？白狼说道：当然要打了，虽然你的实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3兄弟针对你专门研究了一套打法出来，绝对可以打赢你。白狮说道：如果这场战斗你赢了，我们跟你签订工会合同，跟你打天下。不要小瞧我们，我们也有了终极技能。白虎一连释放了烈焰斩、雷霆震击等几个新学会的技能。白狮也演示了一遍圣骑士的技能，说道：公平起见，你让我们见到了你的终极技能，我们也让你看看我们的。白狼说道：还有我们的等级也都到了13级了，怎么样，厉害吧？陆阳心中有些震撼，如果他记得没错，上一世3兄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们在开服之后意外接到了一个国王任务，斩杀不死族士兵，看来他们已经在做这个任务了。
也只有完成国王任务，才能在军需官那里购买中阶技能书，等级也才能这么快的追上来。不错，那就放马过来吧。陆阳体内的热血有些沸腾，现在白氏三雄的终极技能基本都全了，装备也都是8级套装。自己虽然有神火法杖和魔神之心，但是面对他们3个人的攻击，双方也算是相差不大。现在就看哪一方的手法更高明了。系统提示：白氏三雄向你发起挑战，你是否接受？陆阳选择接受，双方各自站在了距离对方30码距离的位置。陆阳所选择的这个地方周围全都是空地，没有一棵树木或者一块石头。白氏跟2个弟弟对视了一眼，点了一下头，扬起手中的圣骑士之锤，一道金黄色的神圣光芒瞬间打向了陆阳。神圣之锤，陆阳的身形在原地一阵变换，本该瞬发打中陆阳，并且可以眩晕他2秒钟的技能，就这样被陆阳神奇的躲了过去。白虎和白狼丝毫不感觉意外，他们早就见识过陆阳的迷踪步，知道用远程技能打中他的概率很低。冲锋！白虎和白狼同时大吼一声，朝着陆阳所在的2侧位置冲了过去。他们的想法是务必将陆阳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让他的迷踪步失去效果。陆阳早就等着2人冲锋，口中咒语念起，右手法杖一指白狼，火焰冲击，一道火焰魔法命中白狼的脑袋，将他打晕在原地2秒钟的时间。白虎却在这个时候冲到了陆阳的面前，手中大剑顺劈而下。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坚不容发地躲到了右侧30码的位置，同时口中念起咒语，左手一指身前3码的地面，一道黑色波纹在地面上出现。烈焰风暴，一道冲天光柱从陆阳面前喷涌而出。与此同时，正中发动拦截技能的白虎、白狼和白狮2人都看惊呆了。30码的距离1秒钟冲到，想要在这个情况下打中是何等的艰难。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真的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中白虎。圣光术，好在之前白氏三雄已经拟好了对策，只要无论谁发动主攻，白狮都给他加血。陆阳没有想到白狮的动作这么快，口中念出咒语，岩爆术一发接一发的打在了白虎的身上。2秒钟的时间，白虎被陆阳打中了4发岩爆术。白狮虽努力加血，但是面对陆阳强大的法术伤害，白虎还是倒在了地上。白狼本想发动拦截技能，可是陆阳一直躲在白狮的身后，白狼根本无法行动。看到这个情况，白狼和白狮对视了一眼，2人叹了口气的放下了武器。不打了，白狼说道。系统提示：对方请求结束挑战。陆阳笑着点击同意，说道：不打了呀，打不过还打啥呀？白狼郁闷的说道。白虎赞叹的说道：你确实比我们厉害，我能问你一句，你是怎么做到用烈焰风暴打晕我的吗？白狮和白狼2人也很在意，他们输就输在这个上面。陆阳说道：这个简单，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经过严格的训练，你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严格的训练？白氏三雄同时疑问地看向陆阳。陆阳说道：没错，想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蒙就能做到的，而是有着非常快的反应能力，这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你能教我们吗？白氏问道。当然。陆阳很乐意指导他们，毕竟他们上一世可是3人战全球总冠军，现在他们还没有师傅，自己当他们师傅的话，以后他们3个当总冠军了，自己也荣耀不是。签合同吧，我们跟你签订正式的工会合同，以后我们兄弟3个就认你当老大了。白狼说道。陆阳笑了笑说道：合同的事情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勉强。白虎说道：全服只有你有这个资格，我们早晚是要下大副本的，也需要团队的支持，跟着你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白狼和白狮一起点头。好吧，那欢迎你们加入我的工会。陆阳将早就拟好的合同交给了3人，说道：签字吧，合同为期3年，我会把你们培养成世界冠军，你们要做的就是助我打下这个天下。成交。白氏3兄弟同时在合同上签下了字。陆阳将3份合同上传到了系统里面，心里面忍不住激动的想要怒吼。他终于将白氏3兄弟给招到自己的麾下了，有了这3个人，他等于是有了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和2个副团长。老大！白氏3雄一起喊道。陆阳说道：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工会过几天我会建立起来，这几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打怪升级。白狼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说道：老大，我感觉你要是想要建立工会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怎么呢？陆阳问道。你不知道吗？这几天散人团和各大工会打起来了。白狼说道。陆阳一惊，问道：怎么回事？跟我具体说说，这几天我都在外面升级，不知道况。老大，那你错过了很多精彩的事情。白狼激动地说道。自从那天怪物工程事件之后，临时组建起来的各大散人团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聚集在了一起。各大工会习惯了包场练级，结果纷纷惹到了散人团。之前那些大工会强占地图、包场练级、以重欺寡等行为，已经让散人玩家愤怒到了极点。现在工会玩家还敢欺负他们，立刻反击了回去，结果双方就这么打了起来。白狮冷笑着说道：各大工会以为散人团好欺负，结果散人团大的有好几万人，小的也有几千人，一共30多个散人团，集合起来有几十万人，在第一天晚上打的各大工会不敢出城。白虎说道。从第2天开始，各大工会才展开像样的反击，包括迟暮、黑雪、嗜血、雄霸等各大工会的老大，组织起各自工会的玩家，加起来足足有20万人。散人团的人数更多，有50、60万人。双方一连打了3天，现在整个世界都打乱了。陆阳这才明白过来，怪不得毒蛇峡谷没人呢，原来人都在新手村和圣加尔城外面混战呢。现在战果如何？陆阳问道。不知道，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本来各大工会的精英团装备精良，各大工会的老大身家也丰厚，早晚能打垮散人团。
可是散人团人多，虽然装备差等级低，但是拼死一个精英，掉落的装备就能弥补他死10次的。白狼说道。陆阳说道，这可够各大公会受的。正聊天的时候，忽然间远处传来一阵怒吼声，太欺负人！白狼不爽地说道，他最见不得人多欺负人少。三弟，别冲动，对面人太多了。白虎说道，你们留在这里，我去帮忙。陆阳问道。白氏惊讶地问道，人少的那一方是你朋友吗？不是。陆阳整理了一下装备，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但是人多的那一方是我的仇人。追在最前面的那个玩家陆阳认识，是嗜血霸天手下的一个精英团团长，上一世围杀他的主力之一，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陆阳岂能错过？我们跟你一起。白狼说道。陆阳摇了摇头，说道，不用，才30个人，我轻松收拾。白氏三兄弟均是一愣，他们3个人也不敢同时跟30个人打呀。陆阳拿起神火法杖，迎着对面走了过去。逃跑的5个人中为首的玩家看到了陆阳，惊慌地喊道，快跑，别往这边来，我身后是嗜血盟的人。嗜血盟的人恃强凌弱，屠杀小号是常态，在玩家中口碑非常差。追在后面的嗜血盟玩家也发现了陆阳，看到陆阳手里赤红色的法杖，都露出了贪婪的神色。嗜血盟的精英团团长风狼居西哈哈大笑地说道，他们还有同伙，一起杀了，爆了他的装备。全杀了，爆装备。30多名玩家集体喊出声音，加上集群式的追击，看起来很有气势。陆阳冷哼一声，不管即将冲到他面前的5名残血玩家，等嗜血盟的30多人即将跑到他30码范围的时候，口中念动口诀，尖笑声响起，一个赤红色的大鸟在他头顶出现。追来的嗜血盟玩家和刚跑到他身边的5个残血玩家都是一愣了，这是什么技能？这人邪门，先杀了他！风狼居西皱眉喊道。晚了，伸出右臂让大鸟落在上面，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30名嗜血盟玩家的中间。刚落地，陆阳俯身左手一按地面，一道黑色的波纹在他脚下出现。烈焰风暴，一道烈焰光柱冲天起，将周围10码范围内的所有嗜血盟玩家全部打晕。547、512，赤焰鸟停留在陆阳肩膀上，俯冲而下，砸在了他的面前。539、574，8级的精英玩家，即便全套白银装备，气血也才700多，连续遭到2次陆阳的攻击，处在范围内的16名嗜血盟玩家同时倒在了地上。风狼居西看到陆阳发动闪烁技能，还以为陆阳逃跑了，四周没有看到，却在身后听到了响声，转身一看，发现身后来的30多人已经死了一半。这怎么可能？嗜血盟惊恐地看着在火焰余烬里傲立的陆阳，来不及细想，连忙喊道，一起上，杀了他！剩下的10多名玩家早已反应过来，8名战士看到陆阳就在他们身边，同时朝着陆阳跑了过去。2个法系职业转身对陆阳念起咒语，3个猎人各自向后跳跃25码的距离，在空中对陆阳射出弓箭。抗拒火环，陆阳早就预判到了这一点，一道赤红色的光环从陆阳身上喷发而出，坚不容发的将8名跑过来的战士全都崩飞出去，同时向右一个侧空翻，轻易的躲开了3名猎人射过来的弓箭。此时他面前正有一名对他释放寒冰箭的法师，2人的距离不到1码，陆阳一闪身跑到了这名法师身后。法师失去目标，已经读了1秒的寒冰箭强制中断。法术反制，陆阳左手一指旁边的另外一名法师，将其法术打断，并且沉默15秒。2个兵法被陆阳控制住，他不需要再担心被减速的问题。看着远处一个正要落地的猎人，口中咒语念出炎爆术。0.5秒钟之后，一个比正常火球大1倍的火焰在神火法杖前端形成。陆阳用法杖一指，炎爆术呼啸飞出，正中刚刚落地的那名猎人玩家脑袋。1184，暴击！砰的一声，猎人应声而倒。周围玩家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白氏三雄如此，逃跑的5个残血玩家如此，连剩余的嗜血盟玩家也是如此。刚才陆阳的那个炎爆术，仿佛是猎人主动撞上去的一样。我要杀了你！站在陆阳前面的法师玩家终于发现跑到他身后的，赶忙转身使用寒冰箭。陆阳却斜着跑了一步，又来到了他的身后，在猎人向他射击之前，左手指向另外一个猎人。火焰冲击，一道瞬发火焰在第2名猎人的脑袋上爆开。896，暴击！第2名猎人应声而倒。这个时候，8名的战士停了下来，抗拒火环将他们崩飞到了10码以外的距离。8个嗜血盟的战士第一次受到如此屈辱，纷纷怒吼一声，对陆阳发动第2冲锋技能拦截。8道幻影朝着陆阳冲锋而来，陆阳一脚踹在他面前这名法师玩家的后背上，借着反弹力，在8个战士冲到他面前的那一刹那，向后跳了1码的距离，坚不容发的躲过了8个战士的冲锋。这种躲避的方式在上一世的群战中十分常见，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无一不是各个公会的顶尖玩家。8个眩晕符号在战士的头顶出现，即便是同伙同时发动冲锋撞在一起也会眩晕，只是这一次人比较多，是8个人。陆阳口中念出咒语，法杖一指他们的脚下。火墙术，2道火墙将8个战士包围在了中间，等战士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承受了1秒钟的伤害。光能烈焰，陆阳双手握着法杖，口中咒语念出，一道长度3码的火焰朝着前面喷射而出，6个嗜血盟的战士倒在了地上。这是巨能烈焰的简化版，需要距离10秒钟才能释放的火焰瞬发出来，只按照基础火焰伤害和法伤来计算，不过这也足够了。此时场面上就剩下一个猎人队长和2个法师玩家，正当他们惊呆的时候，白氏三雄冲了过来，将2个法师玩家砍倒在了地上。你知道你刚才做什么？猎人队长惊恐地站在30码外，色厉内荏地看着陆阳说道。不过是杀了你们30多人吗？有什么问题吗？陆阳丝毫不在意地说道。
我们可是嗜血盟的人，你连我们嗜血盟都敢惹，你会付出代价的。风狼居西喊道。陆阳哈哈一笑，说道：我惹的就是你们嗜血盟。风狼居西以为拿出工会的名头能镇住陆阳，没有想到陆阳根本不惧。你是谁？风狼居西问道。我是陆阳。你是陆阳？风狼居西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如果说有谁真不惧嗜血盟的强大的话，那个人一定是陆阳。有种你别跑，我找人来收拾你。风狼居西的跳跃技能冷却时间到了，发动技能身体向后跳出30码的距离，开启猎豹光环，拼命地朝着来路跑去。别跑！白狼不甘心地喊道。猎人想要逃命，在这个等级战士是追不上的。陆阳冷哼一声说道：他跑不了。口中咒语念出，陆阳举起神火法杖指向天空。2秒钟之后，60码以外的天空中，一团赤红色的火球从天而降。等着，我这就给叶孤星老大发信息。老大说了，发现你就有重赏，今天看你往哪跑。风狼居西一边窃喜他成功的逃跑，一边打开信息栏告诉叶孤星这件事。可是莫等发出信息，他只感觉到自己被一道耀眼的红光包围。2848暴击。风狼居西死！陆阳身边的白氏三雄和残血的5个玩家看到这一幕，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白狼激动地说道：老大，这什么技能？太帅了！这种看着敌人自己撞进他的技能里面，靠着预判杀敌的方法，让所有人都肾上腺激素飙升。果然是高手。残血的5名玩家对视了一眼，一起走到了陆阳面前。为首的一名玩家对陆阳说道：您就是陆阳吧？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我们5个必死无疑。陆阳转身看着这名玩家说道：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怎么惹到嗜血盟了呢？为首的玩家自我介绍说道：我是苦爱半生，我身边的这4位分别是暮色收割者、谁纵我一世猖狂、呆萌帅哥、韩柳。我们几个人是同学，只因得到了一件装备，在跟嗜血盟的人商量的时候，对方说用一套毒蛇峡谷黑铁套装跟我们来换，可是他们居然把我们约到城外，想要杀了我们抢夺装备，还指责我们是散人团的主力。好在我们怀疑他动机不纯，这才逃了出来。当陆阳听到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苦爱半生的时候，陆阳的内心就已经震撼的难以自持了。苦爱半生上一世著名的散人玩家，他的出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鲛人战绩曾经夺得过国内5人战冠军，更是因为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第1年夺得国内冠军后，所有高端玩家都认为他们有资格稳定世界冠军，可是他们却如同一道流星，第2年的比赛一场没有参加，世界赛更是弃权了。很多人好奇他们去哪了，最终有人在网上解密，苦爱半生一直偷偷喜欢对内女法师韩柳，可是韩柳却并不知道苦爱半生的心意。在他们夺得国内冠军之后，韩柳嫁人，苦爱半生至此一蹶不振。陆阳看了看苦爱半生，又看了看韩柳，他发现当苦爱半生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韩柳的大眼睛全在苦爱半生的身上，那种饱含感情的目光是做不了假的。显然韩柳不是对苦爱半生无意。这一世既然有缘相遇，陆阳怎么也要撮合一下2位，他不希望自己上一世的感情经历在别人身上重演。暂时你们别回圣加尔城了，嗜血盟人多，你们5个人目标太明显，回城之后再想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陆阳说道。那怎么办？我们才刚当8级。呆萌帅哥说道。团队里他最小，心智也最不成熟。别怕，以后我们去10级地图练级，回城买药的任务交给我来负责。暮色收割者说道。他是盗贼，可以隐身进城，早晚有一天我要找回这个场子。谁纵我一世猖狂，愤怒至极。我们去的地方也路过10级地图，我送你们一程吧。陆阳带着他们进入了剧毒森林。另外一边，圣加尔城南部的10级地图里面，嗜血霸天正在杀怪升级，他身上已经凑齐了一套毒蛇峡谷的白银套装，在他身边是12名同样一身白银毒蛇峡谷套装的法师。忽然间，叶孤星拨来了一通电话。什么事？嗜血霸天问道。老大，我们人在毒蛇峡谷发现了陆阳，手下的30多个精英团兄弟被陆阳给杀了。叶孤星说道。什么？嗜血霸天一招烈焰斩打死了面前的怪物，怒不可遏地说道：你身边有多少人？我身边有1万人，其中精英团的人有200人，现在正跟散人团在圣加尔城6级地图对攻呢。叶孤星说道。让其他人替你指挥，你带着200名精英玩家去追杀陆阳，务必要把他给我杀了。嗜血霸天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禁魔卷轴，交给了身边的一个法师，说道：我会派人给你送去一张禁止回城的卷轴。禁止回城卷轴只有工会玩家可以购买，买的地点是游戏内置商城，每张价格1万信用点，作用范围半径3000码，是各大工会专门用来打攻防战的时候用的。叶孤星激动地说道：老大放心，我这次必定不会让您失望，一定将陆阳杀回0级。结束对话，叶孤星看了看胜负难分的战场，对一直集合在他身边时刻准备发动袭击的200名精英玩家说道：大家跟我走，陆阳出现在毒蛇峡谷里面，老大说了，谁拿到陆阳的首杀，重重有赏。精英团指的是全身穿戴青铜级别以上毒蛇峡谷套装的8级以上玩家。老大威武！200人同时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叶孤星大手一挥，带着200名精英朝着毒蛇峡谷追了过去。从汇报到带团追杀，时间刚好1分30秒。陆阳带着苦爱半生等人一路清怪朝着前面走去。虽然有陆阳在，但是刷新的怪数量很多，他们一行9个人不可避免被小怪拖慢了行进速度。毒蛇怎么这么多？这样打下去会被叶孤星的人追上的。暮色收割者说道。没办法，这已经是主干道了，怪最少的地方。苦爱半生也很无奈。叶孤星正在跟散人团对打呢，应该能力派大部队来追杀我们吧？韩柳说道。
希望如此吧。陆阳说道。一路杀怪到了10级地图的入口处，这个地方周围100码以内全是空地，20几只毒蛇在上面来回游荡。总算是到10级地图了，嗜血盟的人应该追不上我们了。呆萌帅哥松了一口气的说道。以后我们就在10级地图升级，现在我们级别不够，装备不行，等我们以后强大起来，我一定不会放过嗜血盟的人。谁纵我一世？猖狂愤恨的说道。今次被嗜血盟的人追杀，被他引以为奇耻大辱。苦艾半生也是松了一口气，刚要对陆阳表示感谢，这一路上没有陆阳他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快。可是话还没说出口，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恐怕你们是没有那个机会了。陆阳回头一看，叶孤星露出身形，一发弩箭正中呆萌帅哥的身上。系统提示：你遭到叶孤星团队的攻击，30分钟之内可进行正当防卫。叶孤星，苦艾半生眉头紧皱的说道。这几天叶孤星的大名已经传遍游戏，他在嗜血霸天的指挥下，带领队伍多次跟散人团对打，在游戏中已经有了将才的称呼。叶孤星没有搭理苦艾半生，盯着陆阳，一脸冷笑的说道：陆阳，这次看你往哪跑，就凭你。陆阳冷哼一声，杀你岂用我来动手？叶孤星脸上带着愤怒的神色，显然是想到了上一次被陆阳打得无力还手的事情。今天就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最后一天，我会让你知道得罪了我们嗜血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叶孤星一招手，身后茂密的森林里面200名穿着毒蛇峡谷套装的嗜血盟玩家走了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狞笑。不好，对方人太多了。暮色收割者紧张地说道。高手，你们快走，事情因我们而起，由我们来拦住他们。苦艾半生挡在了陆阳的面前。没错，高手，你们快走。谁纵我一世？猖狂咬着牙说道。韩流等人也都站在了陆阳的前面。陆阳没有想到这几个人还挺仗义的，说道：跟我走，前面不远的地方是双峰山，那里的地形我比较熟悉，我有办法甩开他们。真的吗？苦艾半生本以为必死无疑，想不到还有活路，都跟在我后面。陆阳看着孤星寒，对身边的人说完话，转身带着队伍跑进了10级地图。孤星老大，陆阳要跑了。风狼居西着急地说道。慌什么？前面是10级地图，他们一路要杀怪前行，根本跑不快。孤星寒大手一挥，得意地说道：跟着我追，我要让陆阳在绝望中被我杀死。200人跟着孤星寒追进了10级地图峡谷密道，这是毒蛇峡谷通往下一张大地图的必经之路。密道处在峡谷当中，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人用刀切出来了这么多的小路一般。陆阳带着队伍一路奔跑，沿途遇到不少毒蛇，都被他用瞬发灼烧吸引到了身边。等聚集到了一定数量，陆阳便使用烈焰风暴加持焰鸟。10级的小怪气血1390点，被陆阳的连招轻松击杀，几乎没有影响到逃跑速度。路上，白狼兴奋地问道：老大，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这么一直跑吗？白石说道：对方人多，如果他们分散成30人一组的话，我们一起上能够打赢。陆阳笑了一下，说道：你们比我还好战啊，别担心，一会有你们出手的时候，先跟着我跑。苦艾半生听到陆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反打，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说道：如果打仗算上我们5个一份，有什么好的计划？跟他们干，一帮垃圾就是仗着人多，1个对2个，我们都没问题。谁纵我一世？猖狂说道。苦艾半生等人的装备一般都是5级的黑铁装备，面对全身8级毒蛇峡谷套装的嗜血盟精英，还能说出这话，显示出他们强大的实力。陆阳看了看前面逐渐降低高度的2侧山崖，说道：你们信我吗？信啊。白狼说道。苦艾半生等人也都点了点头。刚才要不是你帮忙，我们早就挂了。谁纵我一世？猖狂说道。你有什么好的提议？韩柳问道。陆阳说道：我要先跑到前面的虎口峡做一下准备工作，你们继续留在这里吸引他们，记住别让他们分开。没有问题。白石毫不犹豫地说道。老大，你要怎么做？白狼问道。一会你就知道了。陆阳的脚下突然间冒出一道火焰，身体化作一道幻影，朝着前面疾驰而去。炽热急速到了2级，增加150%的移动速度。正常的盗贼有疾风步也才增加50%的移动速度，陆阳现在的速度是正常玩家的2倍。我去，高手的速度太快了。暮色收割者说道。白氏三雄赞同的点了点头，他们也才发现陆阳的真正移动速度有这么快。如果老大跟我们对战的时候开启炽热急速，我们就是靶子。白狼挫败的说道。没关系，老大就是技能多一些，我们以后跟他混了，他一定会给我们配齐技能的。白石说道。也对。白狼又高兴起来。白虎也是一脸高兴，输给陆阳他们不觉得丢人，反倒是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苦艾半生5人心中却有些异样，看得出来刚才杀风狼居西手下残兵的时候，白氏三雄都是实力强大的高手，因为即便是残兵也是嗜血盟的精英团成员，3人几乎没有掉血就杀了对方。追上他们了，杀呀！忽然间身后传来一阵喊杀声，叶孤星和身后200精英团成员头顶带着一个马蹄形的白色符号，以他们1.5倍的移动速度朝着他们快速接近。他们怎么这么快？韩柳皱着眉头说道。如果陆阳在的话，他会认出来这个技能是极速之书，群体加速技能，最多一次可给50名玩家附加50%的移动速度加成，持续时间30秒。别管那些了，大家快跑，前面马上就到虎口峡了。白石说道。也不知道老大用的是什么技能，难道有什么技能可以一下子打死200人吗？白狼好奇地问道。哪有那种技能？白虎摇头说道。那老大是什么意思啊？白狼问道。不知道，反正他不会害我们就是了。白虎深信这一点。叶孤星追在后面越跑越近，有了极速之书和猎豹光环的加成，他
他们的实际移动速度有 80%， 一直追进到了40码距离的时候，急速之书效果消失。不过双方的距离还在不断的接近，因为苦外半生他们中间没有猎人。奇怪，陆阳哪去了？叶孤星皱起了眉头，不会是丢下他们跑了吧？风狼居西说道，绝对不能让他跑了。叶孤星手中卷轴打开，一道紫色的光幕瞬间扩散出去，扫过了前面的白氏、三雄等人，更扫过了已经来到虎口峡里面刚刚清理完身边小怪的陆阳。居然用静止回城的卷轴！陆阳感慨，真是有钱人，1万信用点说用就用。不过即便用了又如何？陆阳早就知道嗜血霸天会派人来追杀他，这趟送苦爱半生到10级怪区，陆阳也是抱着当诱饵的目的，想不到一次调来了嗜血盟的200名精英，还是叶孤星带队。上一世的仇恨让陆阳愤怒不已，对于嗜血盟的任何一个玩家他都没有好感。他跑到虎口峡的关口位置，这里只能通过一个玩家，周围的都是高不可攀的悬崖，身后的小怪山地虎已经被他杀了，短时间之内不会再刷出来。陆阳站在关口的正中央，口中晦涩难懂的咒语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古朴的咒语每一个音阶仿佛都带有天地之力，引发出来的共鸣让整个虎口峡谷上面阴云密布。叶孤星带着200人追进了虎口峡谷，宽敞的地面让他终于可以将兵力展开，更让他开心的是，陆阳就站在峡谷的关口位置。陆阳是不是发现自己没法回城了？前面的地方太窄，又被怪给拦住了。叶孤星猖狂大笑，白氏三雄和苦爱半生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纷纷跑到了陆阳的面前，转身将其挡住。叶孤星走到了陆阳31码的位置，这个距离他自认不会遭到攻击，大手一挥，身后队形展开，200名玩家分成15排站在他的身后。陆阳看到对方这个阵型，脸上的笑意更浓，口中最后一个音阶读完，陆阳冷酷地看着叶孤星说道：“替我回去跟嗜血霸天说一声，他的工会我会亲手毁掉。这是你的最后一言吗？”叶孤星狞笑着一挥手说道：“给我上，谁杀了陆阳，赏钱1万。”白氏三雄和苦爱半生等人连忙做出防御阵型，可是就在他们看着对方冲过来的时候，他们却忍不住瞪大了眼睛看向天空，情不自禁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叶孤星迷茫地看着白氏三雄的变化，耳中一道空气撕裂的声音响起。叶孤星抬头一看，只见他的头顶上一团耀眼的有房子大小的火流星拉着一道长长的火尾，正朝着他们撞了过来。流星落！陆阳怒吼一声，叶孤星莫等喊出一个字，以为他中心，周围15码范围之内被火流星集中，一道冲天火光亮起，剧烈的声响和耀眼的烈焰光芒刺痛的所有人睁不开眼睛。白狼等了3秒钟的时间才恢复视觉，看向场中，却发现叶孤星带来的200名玩家还站着的只有50多个人。怎么可能？白狼激动的差点陷入疯狂。禁咒，真的是禁咒！所有人的肾上腺激素都超标了。在游戏开服之前，曾经有记者询问过创作团队，这样一个高度自由的游戏里面是否会有禁咒的存在。当时受访的主创人员只是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让所有人都认为一定会有禁咒的存在。但是那也只是玩家美好的猜测，今天他们却真真正正的见到了禁咒。陆阳口中念动咒语，一个赤红色的大鸟落在了陆阳的手臂上，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还处在惊呆的嗜血盟玩家面前。这是人数最多的一群，大概有20多个。烈焰风暴，赤焰鸟，冲天而起的火焰光柱和火鸟爆裂的声响，刺激的白氏三雄反应过来。我晕，老大你给我们留点。白狼发现陆阳又打死了20多人，看着最后还剩下的零星几个人，赶忙冲锋了过去。白虎和白狮也纷纷无语的靠了一声，冲向了场中。苦爱半生等人看到没有几个人了，赶忙也冲了上来。给我们留几个，谁纵我一世！猖狂连忙喊道：“快来，给你剩一个！”白狼看猖狂很顺眼，可能是因为他的名字和白狼性格相像。2个，我要2个！猖狂是术士，控制技能多，有1挑3的条件。韩流等人也冲了上来，对面一共就剩下9个人，转眼间全被打死了。看着满地尸体，苦爱半生等人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赢了，我们赢了！呆萌帅哥喊道。白氏三雄和苦爱半生等人同时看向陆阳，眼神中带着说不出来的尊敬。陆阳笑着说道：“大家别看我啊，赶紧抢装备啊！满地的装备不能让他们捡回去啊！”200名精英团成员全都装备着满套的毒蛇峡谷套装，死了之后掉了一地装备。哇哈哈，发财了！白狼大笑一声，冲进场地捡装备去了。白狮和白虎也跟随其后，陆阳也跟着跑了过去。战斗之后，拾取战利品永远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陆阳捡了好几件，发现苦爱半生等人尴尬的站在原地没动。快来啊，赶紧捡装备来！陆阳招手喊道：“我们还是不要了吧，毕竟我们没起多大作用。”苦爱半生说道。韩柳和猖狂等人虽然眼神向往，却都没有向前一步。陆阳说道：“这么客气干什么？快来捡，我们身上装不下这么多，小心一会他们杀回来了，这些装备让他们抢回去就可惜了。好吧，那我们先替你们拿着。”苦爱半生一挥手，带着韩流等人进场捡装备。200名嗜血盟的玩家暴露了1000多件装备和各种药水，铺得满地都是。陆阳他们一行9人拾取了10多分钟，包裹都满了，也没拾取完。老大，装不下了！白狼着急地说道。差的扔了，好的留下。陆阳将一件青铜级的飞蛇手套扔在了地上，捡起了一件白银级的放在了背包里面。回去我就给你们一人做一套32个背包，你看看这多可惜。白氏三雄一脸认可，不过他们更多的感觉是老大好无耻，好没节操，但是他们好喜欢。老大，你那是什么技能啊？是禁咒吗？
白狼问道。技能叫做流星落，伪禁咒，距离禁咒还有一段距离。陆阳说道。太帅气了，有这技能人再躲也不怕了。白虎兴奋地说道。需要特定的环境才可以，这次秒了这多人只是叶孤星轻敌大意才做到的，以后没这么容易了。陆阳并不盲目，众人一起点头。白师说道。那老大也够厉害的，火法太强了。韩流也是法师，眼神放光地看着陆阳说道。能告诉我在哪学习吗？我愿意付钱。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这是唯一任务，你做不了了。韩柳露出失望的表情，不过他没有气馁，禁咒这种技能必定是唯一任务，做不成并不可惜。他接着问道。高手，你刚才释放的魔法怎么都是瞬发的呢？一开始韩流以为陆阳有气定神闲一类让魔法变成瞬发的技能，但是看到陆阳的法术一直都是瞬发，他感觉到了问题。陆阳说道。这个是法师的自由模式，释放法术方面我用的是简化咒语。简化咒语？韩柳疑问地说道。陆阳口中咒语念出，研爆术的火球在他法杖顶端形成。他说道。这个就是简化咒语，可以让研爆术从6秒钟的预读时间最快变成0.5秒的预读时间。还能这样？苦艾半生等人都惊呆了。韩柳问道。我想学这个简化咒语，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能用这种口气说话的，家境一般都很好。陆阳看了看韩柳，说道。这是我的独门秘密，除非跟我签订工会合同，不然我绝对不会教的。加入工会？苦艾半生5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不过又都露出明白的眼神。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他们之前就想过要加入工会，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谁纵我一世猖狂说道。我们上了嗜血盟的黑名单，很少有工会能接纳我们，即便接纳了，还要担心会不会被工会内部的人出卖给嗜血盟。既然如此，我们索性就加入高手兄的工会，有高手兄这么强力的会长，我们根本不惧嗜血盟的人。苦艾半生看了看呆萌帅哥和暮色收割者，两人都有加入的想法。他又看了看韩柳，韩柳也点了点头。高手兄，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几个愿意加入你的工会。苦艾半生说道。陆阳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收下苦艾半生等人，不过他还是摇头说道。你们想好，跟我签工会合同，一次要签3年，中途不准退出。韩柳还要签额外的保密协议，一旦透露出去，你们给我的钱足够让一个中等小资的家庭破产。苦艾半生等人愣住了，他们以为陆阳说的合同只是普通合同，没想到约束力这里大。能给我们先看看合同吗？韩柳问道。当然可以。陆阳将白氏三雄签订的合同拷贝了一份，交给苦艾半生等人，一共12页的工会合同，详细的阐述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和得到的报酬。这个合同还给工会股权？韩柳惊讶地说道。没错，将来工会盈利，你们这些参与创建的玩家都会按比例获得分红。陆阳说道。我们仨签的也是这个合同。白狼说道。容我们商量一下。苦艾半生抱歉地看了陆阳一眼，带着其他人到了一边。几个人商讨了好一阵子之后，回到了陆阳面前。苦艾半生说道。我代表其他人跟你签这个合同，至于我们能否有你说的那么大作用，我们无法保证。陆阳笑着说道。我相信你们。会长，看样子你目标不小哦。韩流打趣地说道。那是当然。陆阳看着几人在合同上签名，又拿出来一份保密协议交给了韩柳说道。签了协议，我教你魔法，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学起来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韩柳对自身的能力很自信，签下协议后跟着陆阳走到了一旁，听从陆阳教导。另外一边，嗜血盟总部，嗜血霸天看着面前的叶孤星，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急声厉色道。怎么死的？给我具体说出来。叶孤星连忙将陆阳引他到了虎口峡，用伪禁咒流星落打死他们160玩家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嗜血霸天听完汇报，脸上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说道。200人的装备啊，掉了将近一半啊，这件事怎么处理的？我命令手下严守秘密，绝对不让这件事传出去，同时让其他人停止追捕，返回到散人团战场那里。不过他们缺了装备，士气还低落了很多，我只能跟散人团打成平手。叶孤星惭愧地说道。秘密是保不住了，这些人中间一定会有人将这件事说出去的。嗜血霸天说道。老大。叶孤星没说完话，被嗜血霸天阻止，说道。再过2个小时，服务器会开启货币兑换功能，我先期会购买10万金币，这些钱一部分用在工会精英身上，一部分你给我买消息，一切有关隐藏任务、唯一任务的消息。叶孤星暗自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一关算过去了，被陆阳用流星落打败，这件事虽然特殊，但是主要原因在他，如果他不这么大意，也不会被一个流星落打死160多人。老大你放心，我一定让咱们的人也学会禁咒。叶孤星咬着牙说道。去吧。嗜血霸天说道。等叶孤星离开，嗜血霸天对着空气说道。看样子以后还得靠你们了。6个玩家的身形从黑暗中浮现，为首的一个女玩家说道。我们品验工作室绝对不会辜负霸天老大的期望。陆阳，算个什么东西，交给我们去处理。一个战士模样的玩家轻蔑地说道。另外4人纷纷露出冷笑。这6个人代表6个工作室，是嗜血霸天新招募来的。不过这6个人在国内工作室的名声不好，他们专责的是代练业务，靠着找 bug 毁了不少经典游戏。不过他们的手法和头脑都是一流的。有陆阳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继续升级吧，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你们是我的底牌。嗜血霸天说道。6个人各自使用回城卷飞走。嗜血霸天看到没人了，这才露出他暴怒的一面。陆阳，我一定要亲手杀到你到退区。虎口峡。白狼看到陆阳带着韩柳回来，好奇地问道。老大，接下来我们去了。陆阳说道。大家等一下，我召唤几个人过来，他们也跟你们签的一样合同，都是高手。白狼等人来了兴趣，都等在了一旁。陆阳发信息给浊酒轻商，
问道：“有空吗？来一趟毒蛇峡谷，我带你们打神火法杖去。”马上到。浊酒轻伤激动地关闭了通话器，对身边的火神 M16 说道：“兄弟，你发达了，老大要带我们去打神火法杖，30级武器。”火神 M16 激动的脸都红了，说道：“老大太够意思了，我们这就去。”他们知道陆阳是怎么打到神火法杖的，单挑30级领主级 BOSS， 危险系数相当高，一个失误就必死无疑。老大，太谢谢你了！火神 M16 给陆阳发了一条信息。陆阳已经带着人回到了毒蛇峡谷，并且找到了被他安置在角落的永醉刀位，正在带着刀位升级。跟我客气什么？快来吧！陆阳一个研爆术将一条蟒蛇打成残血，让永醉刀位上去补刀。老大，我们也想要迷梦指环。白狼羡慕地说道。陆阳无语地捂着脑袋，这是白狼第9次跟他说这句话了，想不到这孩子还有碎碎念的功底，说道：“乖，听话，你现在的实力不足，挑战不了 SSS 级小丑皇任务的。那我什么时候能挑战啊？”白狼问道。陆阳说道：“等你们每个人能在我手下坚持住30秒的时候。”众人都靠了一声，陆阳到底有多强，他们不是没见到过。1对1不要说坚持30秒了，能挺住3秒都算强了。过阵子我会对你们进行一些特训，你们做到了就能拿到指环了。陆阳不忍心再逗他们，多谢老大。众人又燃起希望。小丑皇的任务触发只有1次机会，一旦失去就跟迷梦指环永远失之交臂，除非你运气好开潘多拉魔盒，不过那个概率太过魔幻。陆阳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将永醉刀位带到了7级，银色的盔甲变成灰色，手中的短刀变成了一柄长关刀，够帅的呀。白狼说道。远处一群玩家跑了过来，陆阳仔细一看，正是孙宇和浊酒轻伤5人。走到近前，浊酒轻伤笑着说道：“老大，我们来了。”陆阳笑着将双方介绍了一番，让两边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把背包里的套装都拿出来，给他们配齐装备。陆阳说道：“好烈！”白氏三雄嘿嘿笑着从背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6套白银装备。孙宇惊讶地说道：“全都是白银级的毒蛇峡谷套装，老大，你哪来的呀？”陆阳说道：“杀人得来的。”杀人？浊酒轻伤等人来了兴致。白狼接过话茬，激动地将陆阳如何用禁咒秒了嗜血盟160名精英团成员的事情说了出来。老大，这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居然没有在场。毛球抓狂地说道。陆阳无语，这又是一个好战分子，说道：“以后你们有的是机会，这次嗜血盟会把我们几个恨透了，不用我们去找他们，他们都要来找我们。”哈哈，也对。陆阳看着面前的这群人，上一世白氏三雄是3人赛世界冠军，苦艾半生是国内冠军，浊酒轻伤5人是国内顶级公会的军团长，孙宇是神级猎人。一个公会能有一组这样的玩家都可纵横一方，他却将这么多顶尖好手都聚集到了他的麾下，再加上圣城和狼城2个顶级药店，对于未来陆阳越来越有信心。陆阳说道：“好了，现在我们向30级地图尼尔王宫进发，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在那升级。”好。路上的时候，浊酒轻伤等人主动和白氏三雄等人聊天，询问战斗的情况，双方很快聊在了一起，都是高手，不需要多说废话，双方越来越投机。2个小时之后，陆阳还在带着队伍跑在路上，突然间一条全服通告在所有人耳中回荡：全服通知，货币兑换正式开启，所有想要兑换金币的玩家可在线下进行兑换。陆阳感叹，果然开始了，打从今天开始，游戏才真正算是开始，之前只不过是小小的测试而已。货币兑换连带引发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迟暮、雄霸、嗜血、黑血等几十个公会将在地图的各个角落展开对决。上一世没有散人团的出现，这一世的对决中还要加上一个散人团。这次战争是陆阳崛起的一个重要机会，游戏中的战争实际上打的就是经济，尤其是在前期，几乎是谁要多谁就能赢。陆阳发信息给金不换，说道：“从今天开始，大量招募药剂师，只要是晋升初级药剂师，有炼药天赋的都收，最少要80人。”这么多？金不换虽然惊讶，却明白陆阳的意思，说道：“之前来我这应聘的药剂师不少，放宽条件的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80个人。”好，那明天药店开业。陆阳说道。以前陆阳只是有一个抗毒药剂配方，为了防止迟暮老人将原材料提价，陆阳没有让药店开业。现在手里的初级配方有20多种，陆阳需要的草药数量极大，完全可以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这边通话结束，陆阳带着浊酒等人继续跑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了海边小岛。等永醉刀位背叛一次之后，陆阳带着队伍来到了废墟门口。现在所有人进入地图里面去引僵尸，僵尸的速度慢，你们能引多少就引多少，我会一直在这里释放火墙术。陆阳一边释放火墙术一边说道。这次一共来了15个人，陆阳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快速的跑到废墟中心处的王宫里面，只能这么慢慢的清怪。是。浊酒等人一起喊道，各自朝着废墟里面的一条路跑了进去。废墟的每条道路里面都有数不清的恶灵僵尸挡在道路中间，但是他们凭借各自的手法，纷纷躲过挡路僵尸，钻到里面拉到更多的怪。废墟的门口处大概有长宽60码的空地，陆阳将地面上铺到第60个火墙的时候，第一个拉着怪回来的是孙宇。老大，我拉回来了100多个。孙宇喊道。我的也马上到了。毛球在对话栏看到了孙宇的喊话，连忙说道。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才能回去。苦艾半生说道。二哥快点，我们速度慢了。白狼在路上着急地催促白虎。晕，这帮人真牲口，我们还要1分钟的时间。白虎在群里说道。陆阳笑着说道，快点啊，来晚的没经验。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听着手下着急的声音，陆阳忍不住笑了出来。根据游戏规则，2个玩家在直线距离80码以内就能共同分享得到的经验，
现在每个人跟他的距离都在范围之内，也就是都能得到经验值。老大，我还用等一下吗？孙宇问道。不用，拉着怪进来吧，他们能得到经验。陆阳说道。好的。孙宇不再跑 S 型曲线，径直跑进高达1米的火焰当中，身后的100多只红衣僵尸也跟着跑了进去。10码宽的通道让僵尸们自动排成了8排。陆阳举起法杖，口中咒语不断，赤焰鸟一个接一个的飞入通道入口处，每一批走进火焰的僵尸都至少遭到了2次赤焰鸟的攻击。恶灵僵尸是25级怪，气血总量才3660点，以陆阳现在的2级火墙，每次攻击有500多的伤害。恶灵僵尸没等走出火墙范围就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136点经验，其中越级打怪经验82点。100多条经验提示刷满了整个对话栏，在路上着急跑回来的白氏三雄等人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老大，我们到门口了！毛球第二个喊道。我们也到了。浊酒和白氏三雄几乎同声喊道。一起进来，你们都跑到我身后，看我清怪。陆阳口中咒语不断念出，赤焰鸟、灭天火、烈焰风暴等技能仿佛瞬发一般，一个接一个的落在僵尸群中。浊酒等人一共带回来了近1000只僵尸，正常而言，玩家想要杀死这么多的僵尸，一整天的时间也做不到。但是陆阳的这个火法特殊，仗着魔神之心和30级的神火法杖，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面就把所有的僵尸全部击杀，这太快了！我经验涨了10多万，快升级了。塞外狂刀说道。陆阳笑着说道：这张地图不要外传出去，今后这里将是我们工会的常驻地点。玩家到了20级可以在游戏中建立工会根据地，这样的工会可以提升玩家的某些生活技能。等工会达到了5级，还有资格参加要塞争霸战。浊酒轻伤等人不知道要塞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陆阳选在这个地方建立工会非常的满意。大家继续，遇到怪我们就停下来升级，一直打到废墟中间的尼尔王宫为止。陆阳说道。这个废墟原本就是一座城市，陆阳加速跑也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跑到王宫门口，现在带着14个人，只能一边杀怪一边走。等陆阳带着队伍来到宫殿门口的时候，足足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不过这4个小时，陆阳他们足足有1-2万只僵尸，每个人都得到了20多万的经验值。其中已经在12级停留了2天的浊酒轻伤5人和孙宇直接升了1级，而等级更低苦爱半生等5人更是连升2级。这次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老大带着我们在这里升级5-6天的话，我们岂不是都能到20级了？苦爱半生激动地说道。白狼等人纷纷认同地点了点头。陆阳也正有此意，他带着队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里升级。带着一行人进入了皇室区，走在通廊中，陆阳指着侧面的骸骨恶犬的房间，对浊酒轻伤说道：那个地方还熟悉不？浊酒轻伤5人纷纷露出回忆的笑容。陆阳选择使用烹饪图纸，这段时间陆阳一直受困于没有好的烹饪，而在打怪的时候有些束手束脚，现在有了这个烹饪，他再也不用担心打怪打一半没血的事情了。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深夜了，陆阳说道：今晚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早上8点大家在这集合。好的。众人各自下线。陆阳看了看萧亮和韩影他们，让他们几个人都下线。木易那边相隔一个种族在游戏里面通知不到。系统提示：你确定退出游戏吗？陆阳选择是退出了游戏，摘下头盔放在一旁。陆阳拍了拍木易的肩膀。木易感觉到外面的情况，选择退出游戏。等电源关闭，木易迫不及待地摘下头盔，对陆阳说道：哥，我要改合同。萧亮和韩影3姐弟都退出了游戏，正在跟陆阳汇报这一天的收获。听到这话，都惊讶地看向了木易。怎么了？陆阳问道。哥，我手下的药剂师有20人，今天一天的时间做出来了3000瓶抗毒药剂，一共卖了150枚金币，我自己做出来了300瓶，按照合同我可以拿到20%，也就是3个金币，这太多了。木易惊慌地说道。今天货币兑换开启，官方给出的货币兑换比例是1枚金币兑换300信用点。木易在炼药不熟练的情况下，一天时间赚到了900信用点，这么多，保持1个月的话能有3万信用点的收入啊。萧亮说道。是啊，这太多了，哥我不能要。木易到陆阳这里，只求陆阳能够收留他，给他和妹妹一个安身之所，岂敢奢求如此多的财富。陆阳搂着木易的肩膀，笑着说道：傻弟弟，这笔钱是你该拿的，而且以后你能赚到的钱更多，放心拿着。可是木易还要说话，却被陆阳制止。明天开始，我会给你各种高价值的药剂配方，你扩大人员配置的同时让药店开业，我要求你最少要有80名药剂师为你工作。陆阳说道。老大，这个没有问题，只是钱，木易还是不想要这么多钱。陆阳用力搂了一下木易的肩膀，说道：当我是哥哥，这钱你就拿着，不许推辞。木易眨了眨眼，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说道：好吧，那我先拿着了。陆阳笑了笑，对萧亮和韩影3姐弟说道：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再过几天你们赚到的钱可能要比木易赚到的还多啊。萧亮和韩影3姐弟都惊讶地看向陆阳。老大，那我们要做什么准备？萧亮问道。陆阳说道：跟你们无关，这需要我先完成一个任务，这几天你们安心升级，争取把等级都提升到20级左右。是。好了，活动一下身体，都睡觉去吧。陆阳伸了一个懒腰，做了一下简单的运动洗漱，睡觉去了。韩影等人也是如此，不过韩中却没有动，而是认真地思考起来。第二天清早，陆阳洗漱之后登录游戏，出现在了皇宫长廊里面。浊酒等人还没有上线，长廊里只有他一个人。金不换在线发来了一条消息：老大，我已经招募到了80名药剂师了，下一步怎么做？陆阳说道：等我回来。拿出回城券，陆阳飞回到了圣加尔城广场上。不同以往，
开通货币兑换的圣城比往日的活力高了很多，大街上到处都是做生意、卖消息、吆喝组队一起去买药的声音。陆阳戴上斗篷，先来到拍卖行，将身上剩余的30多套毒蛇峡谷套装摆在了上面。白银级的一套卖价3个金币，黑铁级的16套单价2个金币，青铜级的11套单价1个金币。有人卖毒蛇峡谷套装，成套卖的。系统提示：你卖出了白银级毒蛇峡谷套装，获得了2个金币97个银币。拍卖行突然间轰动起来，陆阳没等反应过来，他摆在上面的所有毒蛇峡谷装备全都被人一抢而空。我晕，卖便宜了。陆阳以为自己摆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没想到玩家的购买力这么强大。毒蛇峡谷套装在哪呢？来晚了，都卖没了。哎呀，怎么这么快啊？这帮牲口！无数玩家扼腕叹息。对于很多人来说，钱他们有的是，没有的却是时间。陆阳看着沸腾的拍卖行，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取出来他刚刚得到的45金币、95银币，转身走向了王宫军需官处。小伙子，又来我这里了，想要买些什么？阿布雷德问道。一个购买页面出现在陆阳面前。陆阳选择初级攻击药剂、初级防御药剂、初级法术药剂、初级气血药剂这4种药剂配方，每种买了40份。上一世各大工会从今天开始将进入抢地盘的混战时代，这4种药剂正好是各大工会迫切需要的，可以打破玩家之间平衡的顶级药剂。陆阳来到城东，走进了自家药店里面，新招募的药剂师都站在1楼的大厅里面，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稚嫩的表情，有几个已经被聘请的药剂师正在跟他们讲解炼药技巧。金不换看到陆阳，连忙恭迎他到了2楼的办公室里面，说道：老大，太赚钱了，您之前交给我的配方做出来的攻击药剂昨天卖脱销了，迟木知道是我做出来的，想要独家承包。哪有那种好事，我们才不得罪人呢。陆阳笑着将20张4种药剂的配方交给了金不换，说道：招募来的人分成4批，一批20个，学习1种配方。金不换看到配方眼睛都瞪大了，激动地说道：老大，这回我们发财了，这2天赚到的钱给我，我给药店升级。陆阳说道。金不换拿出一份流水账单和一袋子金币说道：这是账单和264枚金币。陆阳瞥了账单，拿过金币说道：我信你，以后账单1个月给我看一次。谢谢老大。金不换感激地说道。陆阳拿着金币点开系统界面，选择店铺升级。系统提示：终极药店需要100枚金币。陆阳将金币交给系统，选择升级。一阵光芒出现在房子外面，随后原本只有3层的房子又加高了1层。内部装修，陆阳选择将1楼合并，整个1楼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厅，销售面积比原来多出了1倍。2楼分为特殊药剂店和草药储藏室，暂时不对外开放。3楼是炼药房。器具方面，陆阳新购买了80套初级炼药器具，花费了80枚金币。看着一套套流水线一般的设备出现在自己面前，金不换说道：老大，你把钱都花了呀？陆阳笑着说道：有付出才能有回报嘛。我们的草药库存怎么样？老大，这几天我担心迟木那边会识破我们的秘密，所以我和雄霸那边也签了一份协议。昨天您跟我说要开药店招人，我提前从他们这2边要到了足够100人炼药5天的原料存量，另外昨晚制作出来的抗毒药剂我也没有卖。金不换说道。干得漂亮，1个小时以后药店开业。陆阳说道。拍卖行里面，奇怪了，往常这个时候都有人卖抗毒药剂，怎么今天没有了呢？我也等着抗毒药剂下毒蛇峡谷呢呀，这有钱了怎么还断货了呢？卖抗毒药剂的赶紧出来啊！无数玩家怨声载道。正当他们迫不及待的时候，世界频道上陆阳让金不换打出了一条广告：城东血与火之歌药剂店开业，独家销售抗毒药剂，3银1瓶，价格实惠，买者从速。整个圣城的玩家面面相觑，目前为止圣城还没有一家药剂店开业，现在居然出来了，而且卖的还是抗毒药剂。数不清的玩家蜂拥到了城东繁华大街上，一个显眼的4层楼上面印着血与火之歌药剂店这几个大字。金不换笑眯眯地站在柜台前，抗毒药剂摆在大厅正对门的柜台里面，两侧的柜台销售的则是初级攻击药剂和初级防御等4种药剂。为了配合开业销售，陆阳也下手参与制作，这4种药剂用的也是初级原材料，刚好雄霸和迟木2人提供的药材很全面。陆阳用大炉炼药，5分钟出产50瓶，1个小时的时间出产了600瓶4种草药。玩家蜂拥而至的时候，看到真有抗毒药剂，纷纷出钱购买。陆阳站在药店对面的大街上，看着门口拥堵的足有上千名玩家，心中大定，人族的药剂店没有问题了。陆阳又去了一趟兽族，将同样的配方交给了木易。至于药店的名字，陆阳让他自己选名字，木易选择叫做忠义药剂店。木易选择的狼人外形看起来凶悍粗犷，带有一股子狠劲，却给人一种讲义气的感觉，再加上他为人仗义，懂得世俗规矩，他对药店的经营反倒是比金不换还要好一些，这让陆阳更加放心。我走了，你这边有事随时下线找我。陆阳说道。好的，木易说道。陆阳返回了圣加尔城，又去了杀了一次金锤皮革。此时他的火焰精灵已经有3个了。然后他回到尼尔王宫废墟，继续带着队伍升级。一连5天的时间，陆阳都在带着队伍升级。在这5天当中，货币兑换引发的连锁反应持续发酵。先是嗜血霸天和雄霸等20多家工会或者工作室先后宣布投资10万金币，接着是迟木老人宣布投资20万金币，雄霸不甘示弱，又追加10万金币。官方在网上有现金池，这几天的时间，华夏区现金池的金币兑换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枚，也就是说，华夏玩家在游戏中花费的信用点超过了300亿。不过，
更引人注目的是另外一条消息，嗜血霸天的200精英团被陆阳用禁咒打败，损失大量装备，致使其无力剿灭日渐式微的散人团。谁传出去的？嗜血霸天脸色冰寒地看着叶孤星，老大，人已经抓到了，是精英团的一个战士，补充装备的时候他被排在了后面，有怨气，就在喝酒的时候将这件事说了出去。叶孤星惶恐地说道。杀回灵级，踢出工会。嗜血霸天愤怒地拍着桌子。是。叶孤星逃一般地离开了房间，收拾那名玩家去了。还没有陆阳的消息吗？嗜血霸天问道。低级地图找遍了，都没找到他。我们在各大公会的探子也没有发现他托庇于哪个帮派。长老浴血霸王说道。给我传出命令，谁能提供陆阳的位置，我奖励他100金币。嗜血霸天说道。身旁的浴血魔王咬着牙说道。老大，有这个奖励一定能抓到陆阳的，我去发全服通告。100金币等于3万信用点，这笔钱足够一个普通人舒服的生活1年时间。浴血魔王不信有人会不动心。全服通告是系统的一个公告模式，使用一次10个金币，可以在所有玩家的面前显示出这条消息。全服公告，陆阳为嗜血盟死敌，谁能提供陆阳所在位置，奖励金币10枚，此消息永久有效。清溪谷作为游戏中的一处旅游胜地，清溪谷上游是一条冰山上引下来的瀑布，谷内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湖泊，湖泊的四周有很多条支流。这里是10级野怪巨眼蛙的产出地，同样也是小龙虾的产地。陆阳获得香辣小龙虾的食谱后，一直忙于生计，今天终于有机会抓捕小龙虾了。他正带着浊酒等14个兄弟准备抓够今后30天用的，免得下次下来。蓝天白云，清澈的湖泊，溪流，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让陆阳忍不住懒散地躺在地上。你们加油啊，我睡一会。陆阳说道。这一次的悠闲是他最后一次的悠闲时间，手下一众顶尖玩家都快到了20级，药店赚到的金币也达到了3000枚，而明天击杀皮革就能得到最后一个火焰精灵，他的魔神之心可以升到2级，建立工会的条件已经满足，接下来他将正式创建工会，参与这场全球争霸战。老大，你也太懒了，我抗议。韩柳鼓着小嘴说道。跟随陆阳时间长了，韩柳也逐渐敞开了心扉，跟团里的人互动越来越多。突然间，嗜血盟的布告传来，韩柳的小脸露出坏笑的表情，说道：老大，我要把你卖了。我们赞同。众人哈哈笑着说道。陆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帮人跟他混熟了，越来越不把他当会长看待了。一会来场 PK 训练，痛觉效果30%。陆阳说道。晕，老大我们错了。众人赶忙求饶，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陆阳手下走过10秒钟的时间。陆阳得意地哼了哼，继续享受悠闲。突然间，一直站在高处放哨的孙宇在模拟群组里面发来了一条消息：清溪谷外面有2个工会在进行小规模战斗，大家要不要来看一看？谁跟谁打的？浊酒轻伤问道。暂时不清楚，不过一方的会长是一位大美女，另外一方的会长看起来有些阴险。毛球说道。老大，在下认为我们应该出手相助，美女一方。塞外狂刀一脸纹皱皱的说道。陆阳翻了个白眼，这是一个金谜，说道：走吧，我们去看一看。清溪谷外到处都是60码高的灰色岩石，陆阳等人跳上岩石，在山谷上面奔跑，来到孙宇和毛球放哨的位置，刚好看到两边人马正在对峙。陆阳一眼认出来双方，喃喃自语道：居然是黑血和夏雨薇。老大你认识？孙宇问道。陆阳嗯了一声，说道：黑血是永信号的老大，跟我有仇，这阵子我忙没空找他晦气。另外一边你说的那个女叫做夏雨薇，是寒冰工作室的会长，冰山美人，为人太傲，不过她身边的那个小丫头跟我有点关系，是我的妹子。上一世的仇恨当中，黑血是他最痛恨的几个人之一，如果不是他之前的欺压，陆阳的工会怎么可能发展的如此缓慢？说到底，黑血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我们帮寒冰工作室？浊酒轻伤问道。先去看看怎么回事。陆阳说道。之前的事情让他郑远和夏雨薇都不怎么有好感。山崖下面，寒冰工作室一方明显人少，而永兴号一方人数是寒冰工作室的10几倍。蓝宇着急地看着夏雨薇，说道：你先走，你不死，我们工会对外依然能抬得起头，你死了，我们工会就完了。张子博点头说道：没错，你是工会的灵魂，你没有被其他工会击杀，我们依然是那个强大的工会，要不然以后黑血到处跟人说亲手击杀过你，我们招人都费劲。我不走，大不了战死在这里，我绝对不当逃兵。夏雨薇脸色冰寒，咬着牙说道。郑远红着眼睛骂道：黑血，你敢赢我们，你等着，回头我一定杀了你。我赢你，这升级地点是你家的呀，是不是要回去找爸爸了？黑血猖狂大笑，永兴号的一众玩家更是大笑不止。闭嘴，别惹怒对方，现在他们打过来，我们根本挡不住。张子博愤怒地说道。这次的事情一半是黑血偷袭，一半是郑远的骄狂自大，以为自家工会强大，除了那几个大工会以外，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抢了黑血的地盘，遭到黑血袭击。要是陆阳在就好了，我们何至于受这个窝囊气？张子博说道。之前陆阳用禁咒杀嗜血盟的消息，他们都知道了，现在还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夏雨薇皱眉说道。蓝宇眼睛一亮，说道：我找他帮忙，他一定会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张子博说道。我们边打边撤，后面还有逃脱的路，我先试着联系。蓝宇连忙拨通了陆阳的通话器，陆阳正在上面看呢，看到小丫头的申请通话，忍不住笑了，按下了接通键，问道：怎么啦，小丫头？哥，我们被黑血的人伏击了，被困在清溪峡谷里面，你能过来帮帮我们吗？
陆阳听着蓝雨细声细气的小声音，心都快融化了，说道：“可以啊，你真的答应了？”蓝雨眼睛一亮，开心的说道：“我这就把坐标发给你，你多久能到？不用那么麻烦，我就在你上面的岩石上看着呢。”陆阳说道。啊！蓝雨忍不住抬起头，刚好看到陆阳在那摆手，示意他低下头。笨蛋丫头，快低头！陆阳说道。哦，蓝雨赶忙低下头，虽然挨说了，心里却开心非常。你怎么到这来了呀？蓝雨问道。这个以后再说，妹子，你想让黑血这帮人怎么死？陆阳问道。这帮人坏透了，偷袭我们，招募来的人被他们打跑了一半，太气人了，你帮我消灭了他们。蓝雨说道。没问题，拖住他们10秒钟的时间。陆阳站起身，对身边的浊酒等人说道：“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上了。”陆阳已经决定，既然要参与这场争霸，那就先用黑血这个工会来作为他踏上这条争霸路的敲门砖。老大，你用流星落吗？苦艾半声问道。当然。陆阳口中念起咒语，很快，大峡谷的天空上风起云涌。陆阳那边怎么样？能来吗？张子博着急地问道。蓝雨露出开心的表情，突然间指着黑血说道：“黑血，你敢不敢跟本姑娘单挑？你赢了，我们解散工会，彻底认输。”你胡说什么呢？郑远怒道。张子博和夏雨薇也一头雾水。黑血正要下令全军出动，听到蓝雨的话却迟疑了。按理说他选的职业是盗贼，蓝雨是牧师，两者单挑的话，蓝雨必死无疑。黑血，你堂堂一个大公会的会长，连本姑娘的单挑都不敢答应吗？蓝雨掐着星号，非常的得意。如果是男的要跟他打，或者等级高的比他打，黑血可以拒绝。可是蓝雨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等级比他低的牧师，他如果拒绝的话，会在手下心里产生严重的阴影。既然你找死，那我就跟你打一场。黑血看了看莫名其妙黑下来的天空，走出了人群。奇怪，这天怎么阴了呢？黑血下意识地说道。蓝雨看到黑血出场了，也要走出去。夏雨薇拉着蓝雨说道：“你真要跟他打？”“当然不是。”蓝雨得意地对黑血说道：“大笨蛋，你被骗了。”黑血皱眉说道：“什么意思？”话音刚落，山谷右侧顶端一声大喝传来，流星落。云层突然间破开了一个大洞，一个比房子还大的火球带着长长的赤红色火尾，朝着黑血身后的队伍砸了下来。快散开！黑血刚喊出这3个字，流星落正中黑血队伍的中间，带来的300多名手下有200人被陆阳砸了个正着。系统提示：你杀了人，你成了杀人犯。系统提示：你杀了人，你成了杀人犯。一连200多条提示在陆阳的对话栏翻飞。不过陆阳现在顾不得那么多，对手下喊道：“杀！灭了黑血的所有人！杀！”白氏3雄率先冲下山坡，紧随其后的是浊酒轻伤和苦艾半生。14个人组成一个尖刀阵型，冲进了敌人剩余的100多人当中。他们的等级都是19级，而黑血一方的等级才刚刚10级，如同虎入羊群一般，迅速撕开了一个口子。一声尖啸从山顶响起，一只赤红色的大鸟落在陆阳肩头。黑血，你还记得我陆阳否？陆阳目光凝视黑血。你，黑血惊恐地抬头看向山崖，他没有想到陆阳会出现在这里。如果是在平地上，黑血队形散开，1万会员齐备，他不会惧怕陆阳。可是在这里，他的手下被陆阳一招打死1半人，剩下的1半人被打得士气全失。你敢得罪我永兴号，我不会放过你的。黑血愤怒地说道。同理，我也不会放过你。一道白光闪过，陆阳从山崖下落在黑血的面前。烈焰风暴，一道冲天光柱在黑血脚下分出，将黑血打晕在了原地。赤焰鸟，停在陆阳肩头的大鸟俯冲到了光柱当中，黑血的气血总量才900多点，被陆阳2招打死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杀人了，你成了杀人犯。老大死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余下人等四散奔逃。别跑，我还没打够。白狼玩命追了过去，浊酒轻伤等人也没有收手，跟着追击起来。看到敌人被打跑了，寒冰工作室的一众人等都松了一口气。蓝雨开心地跑到了陆阳身边，说道：“哥，你太厉害了，高手，我算服了。”张子博也跑了过来。陆阳对着蓝雨笑了笑，说道：“我妹子要我帮忙，我能不来吗？”“谢谢哥。”蓝雨说道。夏雨薇站在远处，眼神惊呆地看着陆阳。他虽然猜到陆阳未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高手，可是他没有想到，仅仅开服20天，陆阳就能有如此成就。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看走眼了。陆阳，谢谢你。夏雨薇走到陆阳面前，歉疚地低下头，说道：“之前是我不对，请你原谅。”陆阳没有想到夏雨薇会跟他道歉，说道：“算了，你道歉我就不介意。如果不是蓝雨，他还真不会帮忙。现在看到夏雨薇道歉，他也懒得跟夏雨薇计较。”远处，郑源眼神极恨地看着陆阳，尤其是看到夏雨薇在陆阳面前露出柔弱的一面，和蓝雨在陆阳身边开心的样子，都让郑远恨到极点。陆阳感受到了郑远的眼神，对于这种人，陆阳懒得搭理，发信息给白狼：“别追了，都回来吧，捡完战利品，我们该走了。”“好吧，太没劲了，这帮人的战役都被老大的流星落给打没了，打落水狗一点意思都没有。”白狼杀死面前的最后一个人，长刀入鞘，返回了陆阳身边。不多时，浊酒轻伤等人也回来了，一行14人站在陆阳的身后，每个人都带着一股高手的风范。蓝雨羡慕地说道：“哥，他们都是谁啊？”“是我工会的人。”陆阳挨个介绍道：“白狼、白虎、白狮、浊酒轻伤。”本来蓝雨和夏雨薇等人是要感谢他们的，可是每听到一个名字，夏雨薇就不可抑制地惊讶一分，因为
眼前的这些人不正是等级榜上的前15人吗？原来他们竟然都是陆阳的同伴。哥，你们好强啊！蓝雨惊叹地说道。陆阳得意地笑了笑。老大，我名字怎么红了呀？孙宇挠着头说道。他这是第一次杀人，这你都不懂，杀人杀的呗。白狼说道。系统规定，玩家杀人之后，名字会变成红色，并且显示在身体上。如果被人击杀，背包里的东西全部暴露，身上装备暴露的几率是正常的5倍。同时，红名玩家不能进主城，任何一名士兵看到红名玩家都会追杀。孙宇看了看自己名字的颜色，又看了看陆阳的，说道：老大，你的名字都红得发黑了。我杀了200多人呢，当然会这样。陆阳说道。众人咂舌，纷纷感叹火法在杀人时候的作用。夏雨薇说道：都是为了我们才让你们红名的，今后这段时间我们寒冰工作室会保护诸位，请诸位放心。陆阳说道。我们倒是不用你操心，你现在得罪了黑血，想过要怎么办吗？手下还剩下多少人？本来有3000人了，这一战之后剩下的只有1300多。夏雨薇头疼极了，建立工会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件事啊？蓝雨问道。陆阳说道。办法有2个，一个是躲起来练级，一个是加大投入，花钱聘请工作室跟黑血打硬仗。躲到哪里？夏雨薇问道。他们没有父母的资助，没有能力养工作室。陆阳说道。往南边去吧，黑血的主要升级地点在北边，只要你们会做人，不跟其他大工会起冲突，应该没事。也只好这样做了。蓝雨叹了口气。陆阳说道。我要走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哦，那好吧。蓝雨很是不舍。陆阳一挥手，带着孙宇和浊酒等人离开了，从清溪峡谷上方跑过，一行人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返回了海边小岛。等到地方的时候也是深夜了。陆阳说道。明天你们留在这里升级，我出去几天，暂时不能带你们升级了。好的。浊酒轻伤说道。第2天清早，陆阳认真的锻炼身体，这一次他坚持的时间比他最开始长了半个小时了。老大，你的身体强壮了很多啊。萧亮说道。陆阳喘着气看了看自己越来也坚实的肌肉，脸上露出一丝坚毅的笑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蓝雨的缘故，昨晚他又梦到自己上一世跳下悬崖的那一瞬间了。还不够，起码还要2年的时间，我才算小有所成。陆阳说道。韩飞咂舌说道。哥，你也太拼了。陆阳笑着说道。有付出才有回报，都上线吧，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升级魔神之心的火焰精灵就差最后一个了，只要得到这个火焰精灵，他的魔神之心就能到2级。戴上头盔，陆阳出现在了国王大殿的入口处，从背包里拿出伪装外衣，选择使用变身。陆阳变成了一个宽脸的人族法师，身上红色的名字也隐藏起来。伪装外衣的特效是可以将任何一个玩家伪装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效果可以骗过王城卫兵，不会让陆阳遭到追杀。返回到圣加尔城，陆阳通过传送阵飞到了萨罗斯城，带着萧亮和韩影等人一路杀怪来到了秘密通道3层，让他们回去升级。陆阳跳入奥斯曼神庙3层入口，跑进了副本当中。哥哥在吗？蓝雨发来消息。什么事啊？陆阳笑着问道。我们听你的话往南走，果然没有遇到黑血的人，雨薇姐让我谢谢你。陆阳在山崖上跳跃说道。谢我就不用了。蓝雨说道。那你这几天有空吗？我想让你带我下副本，郑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想要跟你赔礼道歉呢。陆阳一愣说道。那小子也知道认错？是真的，他说要当面跟你道歉呢。蓝雨说道。陆阳想了想说道。道歉就不用了，这2天我有些忙，3天之后吧，我带你们下15级副本恶魔洞穴。好的，那就说定了呀。蓝雨开心的说道。陆阳跳到了悬崖底部，发了一条消息给孙玉，然后径直来到了金锤皮革面前。被陆阳蹂躏了10次的金锤皮革看到陆阳依然是那么的嚣张，怒哼一声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连续闪烁，轻松跳到了神像右手，在地上撒满了火强术。10分钟之后，金锤皮革又一次的倒在了地上。陆阳跳下神像，激动的从神龛中拿起火焰精灵，忍不住激动的说道。第10个精灵魔神之心终于可以升级了。红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魔神殿。此时其他9个火焰精灵和恶魔晶石都被陆阳摆在了祭坛上面。陆阳将第10个火焰精灵和魔神之心放在了上面。系统提示是否合成？陆阳选择是。祭坛10个火焰精灵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炫耀的光芒，整个祭坛仿佛燃烧了一般，一个巨大的炎魔虚影在火焰中形成。好，恶魔晶石虚悬空中，一阵巨大的吸力出现，将炎魔虚影吸进了晶石里面。随后恶魔晶石化作点点星光，融入到了魔神之心当中。魔神之心一阵跳动之后，颜色变得更加鲜艳。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合成了魔神之心，你的魔神之心等级提升为2级。陆阳拿出魔神之心看了看属性，魔神之心等级2级，体质+50，耐力+50，力量+50，智力+150，敏捷+50，暴击几率正10%，命中几率正10%，法术级速正10%，火法技能等级+2，特殊法术流星落2级，化身炎魔，持续时间10分钟。魔神之心2级的属性对于玩家的提升比1级大很多，并且多出来了一个化身炎魔的技能。化身炎魔可以让陆阳变成一个5码高全身火焰的炎魔，气血额外增加1000点，魔法增加1000点，除禁咒以外，所有魔法瞬发，并且法术攻击范围增加30%。上一世给魔神之心升到2级的时候，陆阳心中悔恨万分，
如果他能在刚开服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鱼人族的任务可以让他变成巨斧，最起码能让他有资格跟雄霸和嗜血霸天正面一较高下的能力。如今他做到了，身上红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圣加尔城，来到传送点，点击传送黑石高地。系统提示：传送费用1个金币，你是否继续传送？陆阳点击选示，画面一闪，出现在了黑石镇。黑石镇是圣加尔城北部无数个30级地图中的一个，因其镇外到处都是黑色石头而得名。在黑石镇的北部有一片黑石森林，里面有一座黑石宫殿，遍布着火树部落的巨魔。陆阳一路杀怪来到黑石宫殿的外面，门口8个火树巨魔守在那里。火树巨魔精英，等级30，气血50000，50000。这里的怪每一个都是精英，他们攻击的方式极为特殊，远程长矛攻击，每次伤害都附带45点气血，每秒的火焰伤害无限次叠加，而且血量越少，火树巨魔的攻击速度越快。上一世曾经有工作室试验过，火树巨魔的最高攻击速度达到 0.2 秒一次。试验的时候，工作室的玩家刚好30级，血骑士全身防装气血总量3000多，被火树巨魔叠加20层以后，3个牧师加血都加不住。宫殿里面的火树巨魔有2000多个，除了门口是8个一组以外，里面的每一波巨魔都是12个一组，想要从正面攻入，除非是大量玩家一起冲进来，人少的话绝对打不过。陆阳来到这里要找的是火树巨魔的族长，如果从正面打进去的话，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不过这个宫殿有一个不算 bug 的 bug。陆阳来到宫殿的侧面，青石建造的宫殿3楼位置有一个宽阔的阳台，陆阳手中逃脱匕首扔出，蓝光一闪，落在了阳台上。阳台里面的房间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火树巨魔一族的族长威尔金斯正和12个精英火树巨魔说着什么。威尔金斯 BOSS 等级30，气血25000，25000。威尔金斯的攻击方式是近战，想要杀威尔金斯不难，最难的是身后的12个精英火树巨魔，任何人都扛不住叠加了10层以上的火焰长矛，更何况巨魔低血量时候的攻击速度比陆阳的反应速度快很多，陆阳根本躲避不开。唯一能打得过威尔斯和他身后12个巨魔的办法，就是用魔神之心升到2级的技能化身炎魔。化身炎魔后的法术无冷却时间效果，可以让陆阳无限制的释放烈焰风暴。陆阳走到了距离威尔金斯30码的位置，将自动模式关闭，调整成了常规模式。化身炎魔，一道烈焰从陆阳的身体中燃烧而出，熊熊大火瞬间将陆阳吞并，火焰不断膨胀，最终变成了一个5码高炎魔。系统提示：你的气血增加1000点，你的魔法增加1000点，法术攻击范围增加 30%， 你的法术无冷却时间。陆阳感受着强大的力量，5码的身高让他可以俯视威尔金斯。烈焰风暴，足有13码直径的黑色波纹一道一道的在威尔金斯和他的12个手下脚底出现。轰的一声，冲天的火焰将威尔金斯和他的手下全部包裹在其中，除了威尔金斯，每一个火树巨魔都被打晕了2秒。威尔金斯是 BOSS 怪，眩晕1秒钟的时间。人类，你敢擅闯我黑石宫殿，我要用火焰烧死你！威尔金斯大怒，醒过来后朝着陆阳冲了过去，可是威尔金斯莫等往前走，再次被陆阳打晕在了原地。烈焰风暴的冷却时间是8秒钟，现在没有冷却时间，除了内置的1秒冷却，陆阳可以无限释放。魔神之心升到2级以后，陆阳的法伤达到了500多，魔神之心的效果中有火法技能加2，让陆阳释放的烈焰风暴是3级的。单就技能而言，3级的烈焰风暴可以造成264点伤害，加上法伤，每次攻击都有700多的伤害。陆阳玩了一次无脑打法，烈焰风暴的冲天光柱一个接一个的在威尔金斯和他的手下身上爆发。外面世界中，当大量玩家还在10级地图里面跟艰难的打着野怪的时候，陆阳却在这里用烈焰风暴打的 BOSS 一动不动。嗜血盟的总部，嗜血霸天坐在椅子上面，毫无表情的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郑远。嗜血老大，我知道陆阳在哪，3天后他会到恶魔洞穴副本打怪。郑远一脸谄媚的说道。真的假的？不是骗我们吧？叶孤星皱着眉头问道。不是，我说的都是真话，他想追求我们工作室的蓝雨和夏雨薇2个美女，所以才让我知道了他的位置。郑远脸上带着嫉恨的神色。哦，嗜血霸天产生了兴趣，身子前探看着郑远说道，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话？郑远来的路上只想着要报复陆阳，没有想过怎么证明自己，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突然间他想了起来。昨天我们工会被黑血的人堵在了清溪峡谷，是陆阳用禁咒打崩了黑血的人，不信你问黑血。郑远说道。嗜血霸天沉吟了一下，昨天黑血莫名其妙被打崩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各大工会的耳朵里面，只是这次跟他去的人都是他现实中的手下，没人将这件事传出去。寒冰工作室只有区3000人，还是一帮乌合之众，黑血从开服到现在手里的精锐起码有500人，打崩寒冰工作室太轻松了，能够让他打输的仗也只有清溪峡谷那种狭窄地方被陆阳偷袭。浴血霸王说道。嗜血霸天点了点头说道，好，那我就相信你，3天之后你来跟我联系，如果真能抓到陆阳，我不仅给你100金币，以后你们的寒冰工作室对外就说是我保护的。谢谢嗜血老大，谢谢嗜血老大。郑远的一急了。你走吧。嗜血霸天说道。您忙。郑远转身走出了嗜血盟。老大，您真要保护寒冰工作室？浴血霸王问道。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说道，我怎么会因为一个寒冰工作室而得罪黑血呢？命令发下去，工会所有精英团做好准备，这次是在平原上对打，我一定要灭了陆阳。是。叶孤星和浴血霸王均是一脸冷笑。
嗜血盟的大门口的不远处，一个猎人模样的玩家正在摆摊，刚好看到郑远得意地走出了嗜血盟。奇怪，郑远来嗜血盟干什么？孙宇低着头与郑远错身而过，这个猎人正是孙宇，他应陆阳的要求监视嗜血盟的总部，果然发现了不寻常。我赶紧汇报给老大。黑石宫殿，陆阳又一发烈焰风暴打出，12个火树巨魔全被打死在了地上，威尔金斯的血量也只剩下20万点。老大，我看到郑远走进了嗜血盟，又走出来了。孙宇发信息说道。陆阳冷哼一声说道，果然，你继续盯着嗜血盟的总部，这3天有什么异常情况继续跟我汇报。上一世他帮过寒冰工作室那么多次，郑远都没跟他说过道歉，这一世怎么可能会道歉？果然被他猜中，郑远不是道歉，而是要杀他，还是借他的仇人嗜血盟的手。这个事情倒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6分钟之后，威尔金斯死在了地上，一本金黄色的书籍掉落在了地上。陆阳眼睛一亮，来到威尔金斯面前，将书捡了起来。陨石冲击，类型火焰法术，消耗60法力，施法时间3秒，距离30码。描述：召唤一枚红色的陨石落在地上，命中目标造成86点伤害。陨石落地后向前滚动10码距离，每秒对处在陨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56点每秒的伤害。海潮之石，没有任何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的介绍。陆阳拿起这块石头，心中激动的难以平静下来。海潮之石他终于得到了，在这个开服才20多天的时候，他得到了。金不换，我们现在有多少金币？陆阳发信息给金不换。药店运营10天，一共赚到了2866枚金币，刨除工资和原材料的钱，还剩下2176枚金币。金不换已经把账本背熟了。很好，留下1000金币给药店升级，剩下1000金币留给我，我一会去拿。陆阳说道。好的，金不换说道。陆阳关闭通话，捡起地上的药水，飞回了圣加尔城，先到血与火之歌药剂店。经过10天的发展，血与火之歌药剂店已经发展成了圣加尔城第1大药剂店。抗毒药剂、初级攻击药剂等特殊配方，让药剂店每天都挤满了客人。这几天当中，因为药剂的数量跟不上玩家的需求，陆阳不得不又去了一次王宫军需官和地精比塞尔那里，分别购买了100人份的药剂配方。药店再次扩招，现在的药剂师数量达到了180人。迟暮、雄霸、嗜血等工会的大量精英药剂师，除了合同受限的，其他都跑到了血与火之歌药剂店。在新来的药剂师名单当中，陆阳甚至看到了嗜血盟上一世的一位顶级药剂师。老大，药剂师的炼药器具要不够用了，我这几天收到了几十张不错的配方，我们几个药剂师也研究出来了不少配方，又可以再招人了。金不换将1000金币交到了陆阳手中。陆阳满意的笑了笑，说道：我给药店升级，多招药剂师，过阵子游戏中的玩家还会更多，我们还能赚到更多的钱。金不换嗯了一声，说道：我一定努力。另外小心其他工会给咱们使绊子，一旦有这个问题及时跟我说，我给你想办法解决。陆阳说道。他们敢？金不换嘚瑟的说道。现在雄霸、迟暮还有嗜血霸天都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多供应一些药剂呢。散人团那边也多次让我多提供药剂，我现在左右逢源，谁都要拒我3分。这话金不换只敢跟陆阳说，陆阳也看得出来，金不换将他当成真正的兄弟。干得不错，想不到你还挺有办法。陆阳不吝赞美。金不换感慨地叹了口气，真诚地对陆阳说道：老大，这一切都多亏了你。回想起当初，我还是一个被人撵出工会，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废物药剂师，如果没有你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那次看到叶孤星跟我道歉，我心里别提有多爽了。如何能够报仇？最佳方法是努力提升自己，等你实力强大了，凌驾在他之上了，你就可以看着他无奈地走到你面前，跟你赔礼道歉，这才是最爽的报仇方法。陆阳拍了拍金不换的肩膀说道：别妄自菲薄，要不是你，谁能把这180人的药店和那么多顶级药剂师治得服服帖帖的？我只能说是自己捡到宝了。金不换难得的脸红了一次，嘿嘿笑着挠了挠后脑勺。不说了，我给药店升级，今天开始，它将正式成为圣加尔城最大的药剂店。陆阳拿出1000枚金币交给了系统点击升级，一阵光芒闪过，血与火之歌药剂店的外墙变成了晶莹的碧绿色。正在门口和店里购物的玩家看到这一幕，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啊。有懂行的玩家看到，却纷纷露出惊呆的神色。升级已经是2级药店了，升到3级要1000枚金币啊！血信号祭店太有钱了，报告老大去，这是大事。金不换站在原地，数不清的恭贺声发到了他的对话栏。雄霸、迟暮、嗜血等几十个大工会和散人团的老大纷纷给他发消息。我走了。陆阳知道金不换的回复好一阵子，跟他摆了摆手，带着1000金币离开了药剂店。从东门出去，陆阳一路奔跑，来到了20级地图金色海湾。金色海湾是圣加尔城东边的一个美丽海湾，金色的沙滩、微凉的海风、碧蓝色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大海，都让人对此着迷不已。不过，美丽的事物往往都能给人以伤害，如同玫瑰花一般，金色海湾也是如此。整个海滩遍布着那家海妖，一直延伸到海水里面。不过，在金色沙滩的一个靠近椰子林的角落，有一艘大船靠在岸边的大船，船上遍布着20级的鱼人。上一世，大量玩家到了20级来金色沙滩升级的时候，发现这里鱼人的船只上，铁匠、裁缝、工程、炼金、族长等所有 NPC 一应俱全，显然是一个小型探险队，是可以做任务的。可是，鱼人对每个玩家的声望都是仇恨，如果击杀，仇恨更高。当时国内数不清的工作室都参与到破解这个鱼人声望的难题上来，
可惜完全没有头绪，一直到有一名得到了海潮之石的玩家来到这里，才破解了这个任务。原来海潮之石是海潮鱼人的圣物，利用它，鱼人一族可以使用潮汐之力获得食物。但是在一次意外中，海潮之石被那家族抢走，最终辗转到了威尔金斯的手里。金色沙滩上的鱼人部落正是为了寻找海潮之石而从海里面追过来的。如果有人能够提供给他们海潮之石，他的声望在鱼人部落将变成友善。陆阳带着海潮之石走到了鱼人部落的门口，守门的一个年迈鱼人正对着他做出攻击状态。鱼人哨兵克拉克，等级20，气血26722672，人类，这里不欢迎你！克拉克冲着陆阳怒吼。陆阳不以为意，径直走到了克拉克的面前。克拉克刚要攻击，脸上却露出了迷茫的表情，问道：为什么我在你身上闻到了海潮之石的气息？陆阳从背包里拿出海潮之石，说道：是这个吗？哦，海神在上，我真的看到了海潮之石，您能送给我吗？求您了，这是我族的圣物。克拉克激动地说道。当然可以，陆阳就是来做这个任务的。哦，谢谢，太谢谢你了。克拉克接过海潮之石，激动万分。系统提示：你在海潮鱼人的声望变成友善。小伙子，多谢你的帮助，我的族人会跟我一样感激你。如果你有什么需求，可以到我们的商店看看。克拉克拿着海潮之石，大喊着找族长去了。多谢。陆阳的心瞬间砰砰跳动起来。鱼人族的军需官出售1级的白银海潮套装，锁甲、皮甲、布甲3系都有，而且都是输出套装。现阶段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新人在进入游戏里面，仅圣加尔城这一座主城，每天进入的玩家都超过5万人。游戏中获得装备有多难，进入游戏他们很快就会清楚。当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1级木剑打不动怪的时候，再发现很多3级、5级的玩家身上的装备还不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一套1级白银海潮套装对他们有多重要。上一世，即便过去几个月了，第一个发现这里的玩家仅靠着出售1级海潮套装，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赚到了1000万身价。陆阳重生以来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靠着这个来赚钱。跟在克拉克的身后，陆阳走上了鱼人族的海船，沿途遇到的每一个鱼人都对他表示出了善意。走进海船里面，在甲板下面，从左侧的房间当中，陆阳找到了鱼人军需官艾米丽。亲爱的朋友，感谢你帮我们找回了圣物，你想要些什么？艾米丽问道。陆阳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购买项：海潮攻击护臂图纸，价格5银币；海潮智力护臂图纸，价格5银币。3系图纸，每系装备是9件套，分别为武器、头盔、项链、衣服、肩膀、护臂、腰带、腿甲、靴子。3级副本出产的套装也只有5件，其他散件更是不易获得。可以想象，当完成的1级白银套装出现在游戏里面的时候，将会受到多大的欢迎。3系图纸，陆阳每个系列都购买了16套，一共432张图纸，花费21个金币，60个银币。在忙什么？陆阳发信息给肖亮。打怪呢，老大。肖亮说道。全都到圣加尔城拍卖行门口集合，我有事情找你们做。陆阳说道。好的，马上到。肖亮将消息告诉了韩颖等人。陆阳拿出回程券飞回了圣加尔城，留下6套图纸，其他都放在了仓库里面。来到拍卖行，陆阳在门口看到了肖亮和韩颖等人。老大，我们来了，进去说。陆阳带着他们进入了拍卖行的2楼，找了一个没人的包厢坐了下来。陆阳哥，有什么重大事情吗？韩颖问道。去一次萨罗斯城，每人要花费1个金币，也就是300信用点。如果没有重大事情，陆阳不可能找他们。好事。陆阳把图纸拿了出来，说道：看看这是什么？1级的白银套装图纸，还有这种东西？韩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晕，老大你从哪弄的呀？这太强了。肖亮傻眼地说道。陆阳笑着问道：你说以后我们卖这种套装能赚到钱不？赚大了呀。肖亮激动地说道。这里面所有人当中，肖亮是唯一一个经历过从0级开始升级的人。他知道没有装备打怪的痛苦，更知道打不过怪的痛苦以及抢怪的痛苦。新手有了这个套装，升级会变得非常容易。肖亮说道。今后的一段时间，你们停止打怪，我会教导你们制作海潮套装的方法。陆阳给每个人100金币，说道：我在模拟群组里面发了一份清单，你们照我说的购买，不要在乎花钱，现在花的越多，将来赚到的越多，能买多少材料就买多少材料。制作海潮套装要用到密银矿石、硬甲皮、真银矿石、墨灵、蛇精、精致野牛皮等30多种材料。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玩家采集和制作出来的，挂在拍卖行上面卖的人很多。因为没有好的图纸，这些材料都处于滞销状态，价格也非常低。上一世价值30个银币一组的密银矿石，现在才卖3个银币，精致野牛皮更是1个银币一组。几分钟之后，这些材料被陆阳和韩颖等人全部清空。奇怪了，墨灵怎么没人卖了呢？原来拍卖多到没人买啊！一个站在陆阳身边的战士玩家疑惑地问道。我也买不到蛇精了，奇怪了。另一个猎人玩家说道。木鱼捂着小嘴偷笑。陆阳说道：走吧，跟我去城北。城北广场的对面有陆阳买的3家店铺，自从货币兑换开启以来，城东繁华大街已经被有钱的玩家们买空了，城南和城西也都卖得基本差不多了，只有城北没什么人买，平时也没有人来，刚好可以作为生产基地。陆阳带着他们走进了一家店铺，点开操作界面，将肖亮和韩颖等人设为允许进入人，随后点开购买界面，选择锻造设备、裁缝设备和制皮设备，分别再放在了房子的3层楼中。一阵光芒闪过，1楼大厅里面多出来了一套锻造炉、铁针、
清水池等一系列锻造设备。陆阳将图纸放在了桌子上，说道：“按照各自喜好，每个人拿一套图纸去研究一下，一会我挨个教导。”萧亮和韩宇选择了锁甲，韩颖和沐雨选择了布甲，韩飞选择了皮甲。陆阳拿过剩下的一套皮甲自己学习。老大，你会做皮甲呀？萧亮问道。陆阳笑了一下，事实上他不仅会做皮甲，还会做板甲、锁甲和布甲。上一世作为一个小工会的老大，想要给工会的玩家谋福利，还想省钱，势必要事事躬亲，尤其是装备上面高级的锻造、制皮，裁缝大师根本不会搭理你，你只能自己带着手下的玩家慢慢学习。陆阳将密银矿石等材料放在了桌子上，选择内置商店，点击购买精品焦炭，一组焦炭要10个银币，可以燃烧1个小时的时间。我从锁甲开始教。陆阳一边说，一边将焦炭放在锻造炉中，选择引燃，锻造炉迅速升温。密银矿石想要锻造成装备，先要将矿石变成高纯度的密银锭，然后用密银锭和其他材料混合制作。陆阳亲手演示，半个小时之后，一柄海潮之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海潮之剑，白银级，等级1级，攻击6-11，力量+3，体质+3。海潮套装1/8，套装效果：5件套，物理伤害额外增加5点；9件套，攻击有一定几率附带潮汐之力，伤害额外增加30点。0级的木剑伤害才0-1，这武器要比木剑强太多了，跟5级的白银级双手大剑也不相上下。要是套装的话，比5级的还要好。萧亮惊叹地说道。陆阳问道：“学会了吗？”萧亮挠了挠头，说道：“大概学会了，我试验一下。”萧亮的资质有些愚钝，学习的速度比正常人要慢一些，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才真正掌握了要领。沐雨和韩颖3姐弟学习的比较快，最快的韩飞看一次就学会了制皮。等他们都学会的时候，时间也到了下午5点。恰好每个人都做出来了一套海潮套装，算上陆阳的3套，一共8套。我们去拍卖行试试水。陆阳说道。陆阳哥，这东西能卖多少钱？韩飞好奇地问道。一套的定价是3个金币。陆阳说道。900信用点，是不是太多了？韩颖惊讶地说道。陆阳露出回忆的神色，上一世套装的价格也是3个金币，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卖家疯了，可是套装摆上去才几分钟的时间，20套套装被人一扫而空。不要低估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对于我们来说3个金币很多，对于他们来说，连给游戏里女朋友买时装的钱都不够。陆阳说道。第2世界官方很懂得揣摩玩家心理，再加上之前有那么多经典游戏可以借鉴，因此在开通货币兑换的同时，也开启了时装商城。玩家不再拘泥于游戏里的装备和外形，可以变换成任何他们喜欢的形态，也可以穿上经典礼服、沙滩清凉衫等不加任何属性的衣服。而这样的衣服，一套的价值是100金币。目前为止，根据官方的调研，用信用点兑换的金币中有1/3是用在了时装上面，仅仅一个海盗礼服就卖出了1.5亿信用点，而这个数据还在节节攀升。韩颖的眼神中带着迷茫，虽然这些东西都在官方的新闻里面，他也看得到，可是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如今从陆阳的口中说出来，却让他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感觉，也让他在这一刻开始真正的融入到了游戏里面。陆阳哥，我们会不会因此成为百万富翁？韩飞开心地问道。你的目标太小了。陆阳揉了揉韩飞的脑袋，带着他们走进了拍卖行。今天的拍卖行有些人多，上午陆阳的采购花掉了600多金币，很多玩家都得到了红利，以至于很多人都来到拍卖行将存货摆了上去。刚进服务器的新人玩家也有很多来到了拍卖行，他们是来看看有没有装备卖的，老玩家也会每天逛一次，卖掉一天的收获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东西，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刚好现在是下午5点，大量玩家返回城内，让拍卖行的人格外的多。哎，怎么卖装备的人那么少呢？之前不是还有人卖毒蛇峡谷套装吗？那次我临时有事没去拍卖行，后悔死老子了。一个战士玩家一脸懊悔地说道。没办法，副本一共就那么几个，一次还要20人一起组，我们没工会还是野团，经常有人抢装备，气死我了。一个猎人玩家说道。老公，打怪太费劲了，你想想办法给我买一套装备吗？一个穿着黑色深 V 晚礼服时装女玩家依偎在一个帅气的年轻人身边，嗲声嗲气地说道。韩飞抱着双臂浑身哆嗦地说道。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陆阳大笑说道。以后你就习惯了。陆阳哥，是不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怎么拍卖行这里穿时装的人这么多呢？他们钱多闲的呀，有钱干什么不好，非得买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时装？韩宇不解地问道。陆阳说道。有些人呢是真喜欢，所以他去购买，有些人呢是因为他买了时装，他身边的美女就会喜欢，所以他们也去购买。不懂。沐雨摇头说道。陆阳拍了拍他的小脑袋说道。小孩子到一边玩去，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沐雨瘪了瘪小嘴，萌萌地跑到一边玩去了，模样可爱至极。陆阳笑着将8套海潮套装摆在了拍卖行上，说道。看着吧，很快就会有结果了。8套装备都是成套拍卖的，底价3个金币，上限10个金币。陆阳又点开拍卖行公告系统，发了一条海潮套装的广播。还在为没有装备而苦恼吗？世界出售1级的白银级9件套，预购从速，先买先得。拍卖刑场内的玩家听到这则消息都惊呆了。有1级的白银套装，还是9件套？不管是1级玩家还是10级玩家，都在拍卖器上搜索海潮套装，想要一看究竟。真的是1级白银套装？这属性太强了吧？就是这价格太贵了。系统提示，你所选择的套装已被人买走，这就抢了。话音刚落，
8套装备被人一扫而空，并且都是以最高价10个金币买到手的。老公，你太帅了！黑色深 V 礼服的美女娇滴滴的看着身边的男子，哪个孙子手这么快，给老子留一套啊！1楼的大厅里面，一个玩家愤怒的骂了出来，他刚刚只是迟疑了一下，装备就卖没了。卖装备的呢，赶紧继续卖啊！老子正缺装备呢。拍卖行内上千人抱怨的场景，让萧亮和韩颖等人都看呆了。陆阳哥，他们都是要买装备的呀？韩飞问道。陆阳拿着到手的79个金币、92个银币说道：“走吧，还不赶紧回去做装备去？”哦，是。萧亮和韩颖等人反应过来，连忙跟在陆阳身后返回了城北房子里面。今晚不睡了，我要打造一晚上的装备。韩飞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也是。萧亮和韩颖一起说道。沐雨也小脸兴奋非常。不行，就到12点，然后多睡觉去，钱不是一天赚的。陆阳说道。啊，哦，众人无奈，只好点头答应下来。从晚上5点半到12点，陆阳带着萧亮等人忙活了6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共做出来了24套装备。陆阳拿着装备到拍卖行，刚摆上去2分钟，又被人哄抢买光了。好多钱啊！韩飞看着240个金币，开心极了。先下线，陆阳说道。好的。萧亮和韩颖等人纷纷下线，退出了游戏。陆阳返回魔神殿后，也退出了游戏。房间里面，韩中有些皱眉的看着陆阳和韩颖3姐弟。今天怎么这么晚？韩中不悦的说道。老爸，今天我们赚到了240个金币。韩飞激动的说道。240个金币？韩中皱眉一脸不解。哎呀，我忘了，你不玩游戏。韩飞手舞足蹈的说道。72000块钱，我们这一天赚了7万多信用点。韩中露出惊讶的表情，这笔钱相当于他的一次雇佣费用了，问道：怎么回事？韩飞详细的跟韩中说了一遍。韩中看向陆阳，问道：真这么赚钱吗？是的。陆阳点头说道。韩中的脸色平静，看不出表情的对陆阳说道：跟我来屋里一趟，我有话跟你说。好的。陆阳跟着韩中走进了卧室。韩中仔细的打量着陆阳，说道：小杨，认识这么久，我们还从来没有深谈过吧？是的。这个游戏是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说吗？当然可以。陆阳一直在等这一天，他要用真实的数据来说服韩中，不要让韩颖3姐弟从事佣兵这个职业。从全息模拟游戏的起源到第2世界的登顶，以及它未来的价值，陆阳一一诉说。师傅，别让韩颖他们当佣兵了，我会教导他们赚钱，成为专业比赛选手。以他们的身手，在游戏里面稍加训练，就能成长到极高的程度。等他们的年龄过了比赛阶段，我会培养他们成为专业解说，赚到的钱都比当佣兵多。陆阳说道。比赛？韩中问道。陆阳说道。在20年前，国内就有专业的游戏联赛，连一款手机游戏都有联赛，并且官方规定，职业选手的月薪不低于3万信用点，而一个职业选手往往一年的收入都在几百万。韩中对于3个儿女的身手是很有信心的，听到这里心中不由得心动起来。如果有更好的工作能养活自己，谁会愿意当佣兵呢？至于仇家的问题，等将来有钱了，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花钱就能买了他们的性命。陆阳说道。韩中的眼神陡然间变得凌厉起来，点头说道：好吧，你说服了我，我同意你的要求。陆阳站起身，恭敬地给韩中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师傅。此时陆阳的心中无比激动，他终于做到了改变韩中一家的人生。门口，韩颖3姐弟听到韩中的话，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帮兔崽子！韩中失笑地说道。你们都进来。陆阳从兜里拿出6张银行卡，交到了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这一天我们总共赚到了300多金币，刨除掉成本，还剩下260个金币左右。我给你们每个人20%的纯利润。陆阳说道。平均分下来，每个人每天可以赚到8个金币左右，换算成现金收入的话，相当于一天赚2400块钱。陆阳大哥，这太多了，我们不能要。韩飞摇头说道。韩颖、韩宇还有沐雨、萧亮也都一起摇头。陆阳说道：让你们拿着就拿着，明天我会招募一批新人过来，由你们负责教导他们锻造，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新的分配方式，让你们赚得更多。老大，还是太多了，一天能赚300块钱，我都感觉是痴人说梦了。你现在给我这么多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萧亮挠着头说道。陆阳心道：上一世没有你替我挡枪，我早死了，岂能有跳下悬崖重生的事情？都拿着，不许再跟我客气，不然我生气了。陆阳说道。哦，那好吧。萧亮和韩颖等人互相看了看，一起收下了银行卡。发财了！韩飞激动地和萧亮等人一起研究该如何花掉这笔钱。陆阳在一旁听得失笑不已。陆阳大哥，你要怎么花这笔钱啊？韩飞问道。陆阳说道：我的钱要建立工会，暂时不能动。相比于萧亮等人，陆阳一个月可以赚到20多万现金，过阵子雇佣玩家的话，赚到钱的更多，但是再多一个月也不会超过50万。相比于雄霸、迟木等大工会动辄一个月花费500-600万相比，他赚到的这些钱在那些人眼中不过是9牛1毛。更何况与刘杰那种超级富豪相比，刚进入游戏，刘杰用了100多个亿买下了好几个工会，如果陆阳现在就用这笔钱来享受的话，他无疑是在找死。师傅，你有兴趣进游戏来吗？陆阳突然间问道。我？韩中乐了，说道：我都40多岁了，能在游戏里面做什么？陆阳说道：游戏会送你一副18岁的身体，当年你能做出来的动作，在游戏里面你依然能做出来，而且游戏还没有身体疲劳这一说。还能这样？韩中惊讶地问道。
当然，游戏里面有一个上世纪的80后老头子，他创建了全服最大的工会，而且他的身手还灵活无比，年轻人都打不过他。萧亮说道。韩中这次来了兴趣，说道：“这个不错，我倒是可以尝试一下。”那真是太好了。陆阳用力一拍手，说道：“师傅，那以后徒弟的兵器店就交给你来管理了呀。”韩中失笑，说道：“原来你小子在这等我呢。好吧，既然都答应了，那我就进去看看，帮你小子做点事情。多谢师傅。”陆阳感激地说道。至于招募什么人，陆阳早就想好了。第二天清早，锻炼结束后，陆阳换好衣服走出家门。距离陆阳家2站地的地方有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实际上就是技校。2040年，世界各大发达国家都完成了机器人 AI 技术革命，机器人代替了大部分人类的工作，毕业生找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很多贫困家庭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有工作赚钱养家，宁愿不让孩子上大学，而是去念技校。起码很多特殊的工作，比如在山区修铁路这一类，就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卢兆宇、陈峰2人就是这样被送进技校的。2人和萧亮一样是贫民窟出身，与陆阳从小在一起玩到大。2人比陆阳小2岁，父亲都是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被重物砸成重伤，只能靠着母亲微薄的收入生活。上一世陆阳建立工会招聘玩家的时候，2人最早一批加入给陆阳帮忙，是陆阳最得力的2个助手。2人一辈子没有叛变过，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大，我俩没本事，你是大哥，一切你拿主意，我俩照办就是。”上一世，在陆阳临死之前，萧亮还多次跟他提起2人，说他俩还带着一帮兄弟在帮自己打工还债。这份情谊如此深厚，上一世陆阳醉生梦死，不知道珍惜。这一世重来，陆阳绝对不会辜负这样的兄弟。来到技校门口，一个米白色的巨大校门上面书写着“钢厂职业技术学院”几个字。此时正是早餐时间，学校教学楼侧面的食堂后厨，一帮学生正在努力的工作。想当面点师，你们这帮孩子就得从最基础的做起。那俩刷碗的，速度快点！食堂大厨指着卢兆宇和陈峰，声色俱厉。好的，我们马上刷完。2人已经刷了不知道多少个盘子了，额头上全都是汗。陆阳刚到打餐窗口，看着2人心疼的要命，来到2人的身边，蹲下身开始帮忙。突然间多出来了一个人，让2人一愣。看到是陆阳的时候，2人更是露出惊喜的表情。大哥，你怎么来了？卢兆宇问道。陆阳笑着说道：“等忙完再说，小心有挨师傅骂。”2人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加速刷了起来。3个人一起干活，速度快了很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盘子都刷完了。洗手的时候，陆阳对2人说道：“听说过第2世界吗？”“听说过啊，是一款全息模拟类型的网游。我俩天天看新闻，听说全世界的玩家加在一起已经超过2亿人了。”陈峰说道：“我在游戏里面找到了赚钱的方法，现在缺人帮忙，你俩来不来？”陆阳问道。“来。”卢兆宇和陈峰异口同声的答道。从小陆阳就没有骗过他们，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2人对陆阳格外的信任。我就知道你俩会来。陆阳用力的搂着2人的肩膀，说道：“我的好兄弟，不过只有你俩还不够，再帮我找些人过来，要跟你们关系好的，头盔我提供。”陆阳说道。“我俩兄弟100多人呢。”陈峰得意的说道。陆阳一拍额头，说道：“忘了你们2个小子朋友多了。”卢兆宇和陈峰2人对兄弟讲义气，到哪都能结交到不少朋友。先找33个人过来，我在对面的金拱门等你们。”陆阳说道。“好的。”卢兆宇和陈峰2人一起答应。看着2人跑了出去，陆阳走出了学校大门，在金拱门里面点了一份早餐等待。据传说，金拱门在20多年前不叫这个名字，好像叫卖什么的。不过那个名字已经没人提了，早就遗忘在了故纸堆里。半个小时之后，陆阳刚刚吃完饭，卢兆宇和陈峰一起带着33个小伙子走了进来。“老大，我们来了。”陈峰说道。这些人是他和卢兆宇一起精挑细选的，都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可以不用上课。陆阳看了看这些年轻人，每一个他都认识，甚至可以叫出来名字。而且上一世好像就是他们这帮兄弟在帮自己打工还债，现在这一世却要见面装作不认识，陆阳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这是我老大陆阳，以后就是你们老大了，听到没有？陈峰说道。老大好。众人一起说道。16岁的年轻小伙子都带着一股子热血的侠义气息。陆阳说道：“不错，一会跟我去买头盔，合同我会让你们在游戏里跟我签约，这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工资方面，你们每个人的底薪是5000信用点，奖金是走绩效考核，如果你们做得好，你们的收入能够达到1个月1万块钱。”这么多！33个小伙子都惊呆了，卢兆宇和陈峰也惊呆了。当一名工人，即便进了工厂里面，前3年工资只有2000多信用点，转成初级技师工资也才3000多，陆阳给他们的钱是他们完全不敢想象的。老大，工资这么高啊？陈峰说道。陆阳心道：兄弟们，上一世跟我吃了那么多的苦，这一世我岂能让你们再受穷？跟我走，买头盔去。陆阳搂着卢兆宇和陈峰的肩膀，带着一帮子兄弟走出了快餐店。学校旁边有一家游戏头盔专营店，陆阳带着他们进入头盔店里面，买了36个头盔。今天你们先各自回去熟悉游戏，明天我会带你们去一个指定的地方，今后你们可能要住在那里，都回去跟家里说一下。陆阳说道。今后这些人将是制作海潮套装的主力，这种秘密的工作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再者家里面住的地方也太拥挤了，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才能满足。至于地点，陆阳选在了上一世他曾经租住过的一个旧式小区，原来是一个国营钢厂的职工宿舍，后来工厂搬迁，这里卖给了私人。让卢兆宇和陈峰带着人离开后，陆阳打车来到了市郊区的小区门口，找到正在出租房子的业主，将房子租了下来。房子里面家具
网络一应俱全，陆阳在网上买来上下铺式的行军床，找专业保洁忙了一天时间，傍晚时分带着韩中一家和木易、木雨以及肖亮住进了这个房子里面。他们全都住在3楼，1楼和2楼被陆阳留给了卢兆宇和陈峰等人。当天晚上，卢兆宇和陈峰迫不及待地带着33个兄弟按照陆阳给的地址找了过来。老大，这游戏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就想开工。陈峰说道。可以，我找人教你们。陆阳一招手将肖亮和韩颖3姐弟叫了过来。进游戏，我们教导他们制作装备。陆阳说道。好的。1楼大厅里面有一排沙发，每个人选择一个沙发躺在上面，一起进入了游戏。初级锻造、裁缝、制皮并不难学，简单的教导之后，卢兆宇和陈峰等35个人全都学会了制作海潮套装。老大在吗？孙宇突然间发来了一条消息。我在。什么事？陆阳问道。嗜血盟总部这里今天来了高等级的玩家，好像他们打赢了跟散人团之间的战争。孙宇说道。陆阳暗叹一声，果然散人团最终还是没能打得过这些有钱的大公会。老大，他们刚刚还派出了500名盗贼玩家，在叶孤星的带领下潜伏到了恶魔洞穴副本那里。塞外狂刀刚给我发来的消息。孙宇说道。陆阳冷笑一声，说道。果然，这帮人是冲我来的。老大，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孙宇问道。你继续守在嗜血盟总部，我自有安排。陆阳打开了模拟群组，对浊酒轻伤等人说道。明天早上8点上线，我们准备打一场大战。老大，就等你吩咐呢，明天一定准时到。白虎等人纷纷说道。陆阳笑了一下，关闭了聊天框。有什么问题吗，小杨？韩中问道。一点小事。陆阳不在意的说道。这次的事情他自己能够处理好，暂时还不需要借助外力。当天晚上，陆阳和韩中等人带着一帮手下在游戏里面不停地打造装备，一直到了凌晨12点，陆阳和韩中等人需要锻炼身体，各自休息去了，留下卢兆宇和陈峰带着队伍继续制造装备。刚刚16岁的小伙子，熬夜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事。陆阳之前劝过他们到了12点就睡觉，但是这帮小子为了赚钱都非常的积极，没有一个愿意去睡觉的。清晨，陆阳早早的进入了游戏，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也都在线。老大，我们都到了。毛球发信息说道。嗜血盟那边有什么动静？陆阳问道。他们那500人还在我的监控当中，哈哈，一帮13级的盗贼以为隐藏得很隐蔽，我就藏在他们身边，他们都没看到我。塞外狂刀大笑着说道。陆阳也忍不住笑了，塞外狂刀的等级是18级，看13级的盗贼隔着15码都能看到对方的虚影。嗜血盟总部这边有一个叫做浴血霸王的人带了200个玩家，刚刚也来到了恶魔洞穴附近，正藏在洞穴里面呢。暮色收割者说道。没关系，来多少人都一样。陆阳说道。老大，一共700个人狙击你一个人，你还这么有信心？白狼难以置信的说道。陆阳还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魔神之心升到2级的事情，说道。这样才够刺激不是？除了孙宇和塞外狂刀，其他人都到恶魔洞穴副本后面的高山上来。恶魔洞穴地处恶魔平原和恶魔峡谷的交界处，在恶魔洞穴后面100码的地方有一座爬不上去的高山，但是借助套马索却可以上去。哥，我们都到了，就差你了。蓝宇发来了消息。我在圣加尔城呢，这就过去。陆阳说道。偷偷告诉你，雨薇姐想要当面向你道谢呢。蓝宇说道。陆阳失笑，通过传送来到了恶魔平原的一个村子里面，朝着恶魔洞穴副本跑了过去。副本门口，郑远一脸惊喜的说道。陆阳真的要来了是吗？夏雨薇皱着眉头说道。郑远，这次你收敛点，不要再胡闹了。怎么会呢？我这次一定要跟陆阳好好的道歉，跟他承认错误。郑远哈哈笑着说道。私下里，郑远将信息发给了嗜血霸天。嗜血盟总部。好，陆阳果然去恶魔洞穴了。嗜血霸天宁笑着的站了起来，说道。这次我要让你彻底从这个游戏里面消失。叶孤星整对了，浴血霸王整对了。嗜血盟的人刚动，陆阳就收到了塞外狂刀和暮色收割者的消息。不多时，陆阳来到了恶魔洞穴副本附近，看到了站在集合室下面的夏雨薇和蓝雨等人。哥，我们在这。蓝雨开心地冲着陆阳挥手，夏雨薇也冲了陆阳摆了摆手，千年寒冰的脸孔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说道。陆阳，谢谢你能来帮我们。陆阳笑着说道。不用客气。郑源脸色露出一丝阴冷，转而大笑着来到了陆阳面前，一脸谦卑地说道。高手兄，以前真是对不起啊，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陆阳看了看郑远，冷笑一声。张子博和夏雨薇等人都以为陆阳这样性格的人不会跟郑远一般见识，却没有想到陆阳居然没有接受郑远的道歉，场面顿时尴尬起来。高手兄，我们要不先进副本吧？张子博打着圆场说道。想进副本没那么容易吧？一声冷笑从恶魔洞穴里面传了出来，转眼间浴血霸王和他的200手下开着猎豹光环从洞穴里面跑了出来，摆开了战斗队形。是血盟。夏雨薇顿时脸色大变，说道。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嗜血盟的人？陆阳走到夏雨薇的身边，小声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是郑远高密的，你信吗？不可能。夏雨薇坚决摇头，以郑远的家世，他绝不相信郑远会做出这种事情。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我赢了，你解散工会，以工作室的身份并入我即将建立的工会当中。陆阳说道。夏雨薇咬着牙看着站在不远处的郑远背影，说道。如果被你说中了，我夏雨薇也没脸再开工会了，就带着人并入你的工会。但是你输了呢？我输了的话，我加入你的工作室，给你打工3年。陆阳说道。陆阳，想不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浴血霸王站在距离陆阳60码外，得意地说道。陆阳不在意地说道：“才200人，你是来送死的吗？”浴血霸王大怒，指着陆阳说道：“你别猖狂，我的队形如此松散，你有禁咒也没用，今天我一定杀你回灵级，让你出不了安全区。跟他废话干什么？直接杀他就完事了。”浴血霸王身边的一个外形俊朗的战士说道：“是血衣卫的老大屈寒。”夏雨薇脸色冰寒。如果说叶孤星是嗜血霸天的军团司令，屈寒就是嗜血霸天的禁卫军团长。屈寒成名于散人团的怒风峡谷之战，一战打溃了3万散人团成员。难道屈寒身后带的是血衣卫吗？张子博惊恐地说道。陆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想不到嗜血霸天为了让他提前释放流星落，连屈寒都用来当诱饵。屈寒，念在你成名一场，我劝你一句，给雄霸、迟暮这样的人当手下，能博得一世功名。即便10年以后，人们提起你屈寒，也会赞你一声英雄。给嗜血霸天这样的人当手下，今后人们只会骂你是条蠢狗。陆阳冷声说道。你找死！屈寒俊朗的脸上露出不可抑制的怒色。跟他废话干什么？浴血霸王手中拿起一张紫色卷轴，捏碎了上面的封印，一道紫色的光芒瞬间闪过全场。系统提示：浴血霸王发动禁制卷轴，3000码范围内所有玩家禁止使用回城券。他们这是要彻底杀了陆阳哥，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做。蓝雨惊慌地说道。所有人听我命令，今天这件事因我寒冰工作室而起，我们宁愿被打回灵级，也不能让陆阳死在。大家到我身边来，保护陆阳撤退。夏雨薇大声喊道。随同夏雨薇而来的19个人立刻聚集到了陆阳身边，其中也包括了郑远，他就站在陆阳的侧面。高手，你快用禁咒，我们帮你拖住时间，只有禁咒才能让我们逃跑。郑远说道。夏雨薇眼睛一亮，说道：我们保护你，一定能让你坚持到禁咒释放出来。陆阳说道：好啊。浴血霸王，你们找死，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陆阳举起法杖，口中念起咒语。伟大的火焰之神。浴血霸王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带着身后的200人稳步向前压上。10秒，9秒，8秒，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就在陆阳读到第7秒钟的时候，浴血霸王大喝一声：郑远，此时还不动手，你在想什么？夏雨薇和蓝雨等人如遭雷击，同时惊呆地看向郑远，而郑远的脸上正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手里拿出一张卷轴，对准了陆阳。去死吧，陆阳！法术反制。郑远手中的卷轴化作一道流光，正中陆阳的身体。夏雨薇等人阻止不及，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陆阳被法术击中。郑远，你干什么？夏雨薇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愤怒至极的表情。雨薇，你不要担心，杀了陆阳，我们以后就能得到嗜血盟的庇护了。郑远猖狂大笑。郑远，你太让我失望了。夏雨薇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哥，对不起，是我害了你。蓝雨第一次露出无助的表情。嗜血盟的战士听令，老大说了，谁拿了陆阳的首杀，奖励3万信用点。杀！55码外，200嗜血盟的士兵如同潮水一般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是我对不起你，你快走，我帮你挡着。夏雨薇拦在了陆阳的身前。高手哥快走！张子博也拦在了陆阳的身前，脸上带着坚毅的表情。所有人都清楚，如果陆阳被嗜血盟的人缠住，在2个卷轴的禁制下，陆阳一定会被杀回灵级，并且永远出不了安全区。你们这是干什么？陆阳笑着说道。你快走啊，怎么还不走？夏雨薇着急地说道。他已经跑不了了，陆阳，你就牺牲一下，就当是为了雨薇和蓝雨的未来着想。郑远自忖陆阳中了法术反制，短时间之内不能释放火焰法术，一脸得意。是吗？陆阳看着浴血霸王的人已经跑到了50码，口中突然间念起咒语，一团巨大的火焰在他手中出现。研爆术。陆阳用法杖一指郑远，砰的一声巨响，郑远被陆阳打得后退3米远，倒在地上死亡。你还能用火焰？夏雨薇和蓝雨等人一起惊讶地问道。陆阳又是一笑，口中咒语再起。伟大的火焰之神。随着一个个古老的音阶在陆阳口中出现，天地间风云变色，不到5秒钟的时间，天空中变得阴云密布。怎么回事？天上怎么又变色了？浴血霸王皱眉说道。不好，陆阳刚才没上当，他还能用禁咒。屈寒说道。浴血霸王脸色巨变，看着即将进入30码的距离，一咬牙喊道：兄弟们，冲啊！嗜血盟这200人冲锋的时候，为了抢到首杀，都往陆阳的方向集中，所以这200人几乎都在20码的圆形范围之内。现在想要分散也来不及了。浴血霸王发信息给叶孤星说道：准备上。5秒钟之后，嗜血盟的200人即将跑到30码的范围之内，战士玩家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云层猛地向外鼓起，随后破开了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孔洞。流星落，一团巨型火球发出耀眼的光芒，带着一道长长的火尾，在空中发出嗡嗡的破空中，朝着嗜血盟玩家所在的方向砸了过来。不好，是禁咒！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嗜血盟冲锋来的200玩家顿时惊呆在了原地。等他们想要四散奔逃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房子大的巨型火球正中200名嗜血盟玩家的中心位置，一团如有实质的赤红色光圈猛地从中心地带向外喷发而出。系统提示：你杀死了嗜血盟玩家童风，你犯了谋杀罪。火光结束，200名嗜血盟玩家死伤无数，还能站着的只有6个人。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张子博激动地大喊出来：高手，你太厉害了！众人欢呼雀跃。夏雨薇松了口气，今天的事情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让他一时间缓不过来。陆阳，你是对的，郑远真的背叛了我们。夏雨薇落寞地说道。郑远怎么这么蠢呢？刚才嗜血盟可是要连我们一起杀的呀！
张子博大怒地说道：“你怎么知道郑远会背叛我们的？”夏雨薇问道。陆阳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郑远为人刻薄寡恩，只顾个人利益，眼里面又只有你和蓝雨，你俩对我这么好，他能跟我道歉都怪了。”陆阳说道：“哥，哪有啊？”蓝雨脸红了，夏雨薇也难得露出羞涩的表情。“我们赶紧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嗜血盟的人可能会杀回来。”张子博说道。“想走，没那么容易吧？”50码外，一身血牙套装的叶孤星冷笑地现出了身形。“叶孤星？”张子博惊恐地说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叶孤星冷哼一声，一挥手，在陆阳60码外的周围，数不清的穿着血牙套装的盗贼显露出了身形，人数大概有500的样子。血牙套装的颜色是猩红色，铠甲肩膀上狰狞的血牙更是让人望而生畏。“陆阳，我们又见面了，想不到吧？驱寒和浴血霸王只是诱饵，我才是杀你的主力。”叶孤星冷笑着说道。“杀！”500盗贼统一发出怒吼，声音震动旷野。驱寒和浴血霸王是诱饵，难道这些人才是血衣卫？这下完了！夏雨薇的内心焦虑万分，看着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的盗贼，咬着银牙说道：“高手，你的流星落冷却时间要多久？”陆阳说道：“6个小时。”夏雨薇等人的心又往下沉了一分。一会我们朝着后面突围，照我看他们的人数应该很平均，如果我们突然间突围的话，送高手一个人出去应该没有问题。夏雨薇说道。“同意。”蓝雨说道。“我们也没有问题。”张子博说道。陆阳笑着说道：“干嘛要想着逃跑？不用担心，这500人我还不放在眼里。”“什么？”众人惊呆。陆阳看着远处一脸得意的叶孤星说道：“你知道吗？我等你已经很长时间了，想不到你真能当缩头乌龟，真到了浴血霸王和驱寒死了的时候才出现。”“什么？”叶孤星大怒，指着陆阳骂道：“死到临头还敢猖狂！兄弟们，给我上！”500盗贼一言不发，一起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高手快走！”夏雨薇喊道。“炎魔变！”陆阳大吼一声，身体突然间被一团烈焰包住，烈焰迅速膨胀，到了5码高的时候，好，一头面目狰狞的火焰巨魔从火中出现。“陆阳！”夏雨薇惊呆地看着变成炎魔的陆阳，蓝雨的小脸也满是惊讶。远处冲过来的叶孤星等人更是大惊失色。陨石冲击！变成5码高炎魔的陆阳右手举起，天空中3个赤红色的陨石飞速成型，面对最先冲过来已经到了他们20码范围的3波盗贼，3颗陨石径直飞了过去。赤红色的陨石常规大小是10码，在炎魔变加成30%的状态下，陨石的大小变成了13码。轰的一声，陨石直接砸中了这3波盗贼。670 soul 698 702，落地的陨石将直接命中的盗贼打掉了大半气血。正当他们咬着牙以为技能结束的时候，陨石却没有裂开，而是径直向前滚动。680 soul 691 677，陨石碾过这3波人当中的所有盗贼，每一个盗贼最少受到3次伤害，全部死在了地上。坐在嗜血盟总部，正在通过叶孤星的视角观看战斗的嗜血霸天看到这一幕，惊呆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啊！老大，叶孤星他们要死！身旁的一个手下说道。我不信他这个技能没有时间限制。嗜血霸天大怒，指着面前的8个手下说道：“来人，召集所有在圣加尔城的手下，都去恶魔峡谷。今天我非杀了陆阳不可。”是。8个军团长一起站了起来，各自召集队伍去了。各个练级地图当中的嗜血盟玩家接收到命令，打怪的、跟人 PK 的全都停了下来，集体回城，飞到了恶魔峡谷。正在带着队伍跟嗜血盟的人 PK 的烈酒清风看着突然间撤退的嗜血盟玩家，好奇地问道：“奇怪，怎么都跑了？”“老大，这里面有古怪。”烈酒清风发信息对迟木老人说道。迟木老人没有说话。另外一边，雄霸的美女副手屈无义正在指挥手下跟嗜血盟在争夺地盘，嗜血盟的突然间撤退也让他惊疑不已。“雄霸哥，嗜血盟的人突然间撤退，这是有问题。”屈无义发信息给雄霸说道：“我这边收到消息，嗜血霸天跟陆阳打起来了，那小子不知道怎么弄到了一件特殊装备，一个人打崩了嗜血盟的700人，嗜血霸天气急了，正带着所有人要跟陆阳拼命呢。”雄霸大笑着说道：“哦，那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屈无义开心地说道：“那是当然，这种盛会怎么能少了我雄霸？”雄霸大笑一声，立刻集结手下。恶魔平原上，叶孤星的500盗贼已经被陆阳杀得七零八落。炎魔状态下，陆阳的法术没有冷却时间，一个人如同杀得暴走了一般，法术一个接一个的落在了叶孤星的队伍当中，打死了对方将近400名盗贼。叶孤星此时已经没有反击的能力，他只恨自己这一次怎么没有多带战士来参与进攻。如果有战士玩家的话，何至于没有冲锋这一类打断技能，让陆阳如此嚣张？陆阳，我老大不会放过你的！叶孤星看着逐渐被陆阳歼灭的手下和爆出来的装备，气疯了一般，大声喊叫。陆阳故意没有击杀叶孤星，就是要让他感受到这种痛苦。上一世他就是这样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一次次的被叶孤星击杀，装备掉落，等级下降的。如今这一世隐忍了这么久的时间，他终于可以不再隐藏实力，痛痛快快的报仇雪恨了。嗜血盟，陆阳一个烈焰风暴加持焰鸟打死了20多个盗贼，指着叶孤星嘲讽的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会亲手毁了嗜血盟，我要让你嗜血霸天还有嗜血盟的所有垃圾永远没有在这个游戏中存活的资格。”如此仇恨的话语从陆阳口中说出，让叶孤星听得毛骨悚然。这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仇恨，叶孤星完全理解不了陆阳的仇恨来源。他哪里知道陆阳上一世遭受了怎样的磨难，
自己家破人亡，多少兄弟也因此背负巨额债务。兄弟们失望的眼神仿佛刻在陆阳的脑袋里面，让他再活一世也忘不掉。更忘不掉的是古神战场自己被围，嗜血霸天和刘杰等人猖狂大笑的场面。这一世报仇就从嗜血盟和嗜血霸天开始，变成炎魔的陆阳闪烁到了一群盗贼面前。烈焰风暴，赤焰鸟。陆阳的法伤有500多，算上3级技能的伤害200多，他的每次技能都能打出700多的伤害。13级的盗贼即便满身套装2血加点也才1000点气血左右。陆阳2套技能带走一群盗贼，转身看着另外一波盗贼朝他冲了过来，同样又是烈焰风暴加赤焰鸟打了过去。技能没有冷却的陆阳当真化身成了一个战场恶魔。远处的恶魔峡谷山顶，苦艾半生挠了挠头，说道：“老大这是暴走了呀，对面被打崩了，我们俩好像没啥意义。这杀得太爽了。”浊酒轻伤说道：“我们俩好像没啥意义呢。”白狼郁闷地看着陆阳用出抗拒火环，崩飞了面前的10多个盗贼，紧接着连续5个灭天火，10多个盗贼被打飞到了13码外的地方，没等停稳，天上先后落下5团火焰，正好落在这10多个盗贼的头顶。3级灭天火在法伤的加持下能打出2100多的伤害，人多的时候伤害均摊，5团灭天火有1万多伤害，10多个盗贼即便分摊也全都被打死在了地上。孙宇盘腿坐在地上吃着月痕鹿肉，看到这一幕鼓掌说道：“老大加油，我们总不能看戏吧？”白狼郁闷地说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用处。”浊酒轻伤说道：“干啥？”“捡装备。”10分钟之后，战场上只剩下一个叶孤星还活着，500血牙盗贼都死在了陆阳狂怒的火焰当中，地上掉落了一地装备。陆阳，嗜血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叶孤星歇斯底里地说道。“你算老几？”陆阳冷笑一声，一发炎爆术打出，将叶孤星打死在了地上。“赢了，我们赢了！”张子博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蓝宇也惊呆地看着陆阳，仿佛看着一个战神一般。“哥，你太帅了！”蓝宇喊道。陆阳仰天怒吼，重生到现在，陆阳心里面的怒气总算是发泄出去了一点点。夏雨薇迷茫地看着陆阳，咬了咬牙走到陆阳面前，仰着头问道：“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叶孤星带着人准备偷袭你的吗？”“老大，我们来了。”塞外狂刀和暮色收割者在远处露出了身形，更远处，孙宇和浊酒轻伤等人正在跑向这里。陆阳指着塞外狂刀说道：“我早就安排人盯着嗜血盟的总部，他们亲眼看到郑源走进了嗜血盟总部的大门。嗜血盟随后派出叶孤星带领500精锐盗贼，提前1晚潜伏到了这里，却不知道他这一群所谓的13级精锐，在塞外狂刀和暮色收割者这2个18级盗贼看来，跟没隐身毫无区别。”塞外狂刀露出一个得意的表情，对于自己的这次潜伏很是满意。夏雨薇露出苦涩的表情，说道：“想不到我相信的郑远竟然是这样一个人，我夏雨薇愿赌服输，今天正式解散工会，给我3天时间，我会带着寒冰工作室并入你的工会当中。”“啊，加入高手的工会？”张子博惊讶地问道。夏雨薇刚要说话，陆阳制止道：“别这么急着回复我，我不会逼迫你们加入我的工会，但是如果你们决定加入了，你们几个都要签订一份3年的长合同，能给我们看看合同吗？”夏雨薇问道。陆阳将合同样本发给了夏雨薇等人，同样是按比例持股的方式。夏雨薇和蓝宇等人在上一世能够让寒冰工作室占领7座要塞，自身的管理能力还是不错的，值得陆阳如此付出。“哥，你的野心不小哦。”蓝宇看过合同调皮地说道。陆阳笑了笑没有说话。夏雨薇等人商量了一番，最终夏雨薇对陆阳说道：“我代表工作室答应你的要求，跟你签订这份3年长合同。”“欢迎之至。”陆阳张开双臂欢迎道：“今后我会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当上军团长。”浊酒轻伤问道：“老大，你决定建立工会了？”陆阳说道：“回城我们就建立工会。”“太好了！”浊酒轻伤和白氏三雄等人都激动地说道。“需要资金上的支持吗？”“我们几个人能提供1000金币。”夏雨薇问道。“暂时不用。”陆阳说道。有海潮套装和血星号店的支撑，陆阳手里的钱财每天都在以上千金币的数量递增，支撑一个小型工会完全不成问题。大家捡取装备，这些就是我们招收第一批精锐玩家的资本。”陆阳说道。“老大，你这是预谋好的呀！”白狼大笑着说道。陆阳和众人大笑，捡起掉落的装备后，正当陆阳准备带着人离开的时候，忽然间正在远处负责放哨的孙宇和毛球同时发出警戒：“老大，东侧2000码外来了大批玩家，是嗜血盟的人；西侧2000码外也有大批嗜血盟的人，北边也有大批嗜血盟的人。不好，我们被包围了！”夏雨薇皱眉说道。嗜血霸天这次死了这么多精锐，一定是愤怒到了极点，看样子他带着所有嗜血盟的人都来了。“老大，怎么办？”张子博问道。陆阳指了指恶魔峡谷说道：“这个峡谷的入口处只能容纳10名玩家并排行走，跟我去那里不妨，我们好好的会一会嗜血霸天本人。”这是陆阳之前想好的退路，一旦有人追来，他会带着人进入恶魔峡谷。峡谷的2侧全都是高山，懂得用套马索这种 bug 的玩家不多，只要陆阳在峡谷入口处铺满烈焰，毛球等人守在山崖2侧，这里就是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老大，跟你混是我最得意的选择。”白狼兴奋地说道。一行人火速退回到了峡谷顶端，陆阳释放火墙术，从峡谷入口往里面延伸了30码的距离，高达800多伤害的火墙，不论是谁都走不进来。峡谷外面，不多时，嗜血霸天带着8000玩家来到了峡谷外面50码的位置，8000人呈正方形站列整齐。嗜血霸天看着站在峡谷顶端的陆阳，眼神射出仇恨的神色。“陆阳，
我们终于见面了。嗜血霸天说道。我等这一天也等很久了。嗜血霸天。陆阳冷着声说道。嗜血霸天盯着陆阳说道，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全服道歉，投降我嗜血盟，要么我杀到你退区。杀！8000人同声怒吼，气势滔天。哎呦呦，这是谁啊？喊的声音这么大，震得老头子我耳朵都快聋了。在嗜血盟的东面，迟暮老人笑呵呵的带着5000名玩家出现。老大，紫金王朝的迟暮老人来了。复活的叶孤星汇报说道。看住这里。嗜血霸天带着队伍转向迟暮老人一方，来到距离迟暮老人50码的位置。嗜血霸天脸色冰寒的问道，迟暮，你来这里做什么？老头子，我特意来劝和的，要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件事就算了吧。迟暮老人乐呵呵的说道。迟暮，你老糊涂了吧？嗜血霸天怒笑着说道。陆阳前前后后杀了我将近1000名成员，我今天非杀他不可。你要是想阻拦我，别怪我嗜血盟对你紫金王朝发起全面战争。无所谓啊，早打晚打，总归要打的吗？是不是？迟暮老人继续乐呵呵的说道。迟暮身后的烈酒清风、银狼、洛思雨等10多个工作室的顶级玩家同时举起手中的武器。杀！5000多名玩家喊出来的气势一点不弱于嗜血盟。嗜血霸天眼睛眯成一条缝，举起手中的武器。嗜血盟的8000多玩家立刻摆出战斗队形，双方战争一触即发。只要嗜血霸天和迟暮2人任何一个做出攻击收拾，必将出现一场万人大战。正在此时，远处又一股数千人数的玩家出现在了天边。嗜血霸天和迟暮同时放下手臂，看着远处。雄霸带着屈无义和5000手下志得意满地走到了2队中间，大笑着说道：“两位会长，这是做什么呀？”雄霸，你爱做什么？嗜血霸天皱眉说道。嗜血霸天，里面的那个陆阳，我欠他一个人情，这次看我的面子算了，怎么样？雄霸气势凌人地说道。嗜血霸天的眉头皱得更紧，发信息给手下说道：“集合兵力，全部来恶魔峡谷。”你雄霸说算了就算了，你当我嗜血霸天怕了你不成？嗜血霸天大怒道。雄霸带着队伍来到了迟暮老人一方，轻蔑地看着嗜血霸天说道：“你说呢？”雄霸和迟暮2人的兵力加起来1万人，嗜血霸天顿时迟疑起来。迟暮给了雄霸一个眼神，对嗜血霸天说道：“老弟啊，我们不如就此各自带着队伍分别如何？带这么多人出来多费钱啊，不如好好升级呢，是不是？”雄霸和迟暮2人的工会人数加起来超过15万人，嗜血盟的总数才8万，一个人对付2个工会，嗜血霸天还做不到。正当双方僵持的时候，远处第4支队伍出现，为首一人盗贼装扮，正是许久没有出现的黑血。嗜血霸天，我来帮你。黑血带着5000人的队伍进入了嗜血盟一方，双方的人数比变成了13000对1万。我没来晚吧？黑血冷笑地看着雄霸和迟暮。这段时间，黑血被迟暮和雄霸2家工会打压得很惨，不得已推到了圣加尔城南部去经营，也因此才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找陆阳的麻烦。嗜血霸天哈哈大笑地说道：“不晚，你来的正是时候。雄霸、迟暮，我还是那句话，要么你们走，要么我们4家工会正式开战。”嗜血霸天再次举起手臂，黑血也举起手臂。嗜血盟和永兴号2方人马同时拿起武器，摆出了进攻姿态。雄霸和迟暮2人对望一眼，这次2人前来是约好的，打溃了3人团，逼走了黑血。雄霸和迟暮的升级地点开始与嗜血盟重叠，两方这次来有意干掉嗜血霸天。可是黑血的增援让雄霸和迟暮2人陷入了劣势。当前级别，在人数如此多的大型战场，玩家的个人能力被无限缩小。即便陆阳这样掌握了研磨变的睾丸，气血有2000多，但是面对系统的规定，玩家遭到攻击，即便防御力是对方1000倍，也会强制掉一点血。13000人的队伍中有2000射手，一人一下陆阳就会被秒杀，更何况队伍中还有法师、战士、术士等各种职业，都能对陆阳造成极大的伤害。可以说，哪一方人少，哪一方就会吃亏。恶魔峡谷上方，陆阳看着4方汇聚而来的2万多人，心中惊讶不已。他没有想到雄霸和迟暮回来帮他。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白狼等人发问。暂时不要动，我发信息给迟暮和雄霸问问情况。陆阳建立了一个模拟群组，将雄霸和迟暮2人拉了进来。2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陆阳问道。老弟，惊喜不惊喜？迟暮开玩笑的说道。雄霸说道：“老弟欠我们一个人情啊，我们这次为了你，可是要跟嗜血霸天决战了。瞒不过你小子，我和迟暮已经结盟一起对付嗜血霸天，这次的机会不错，我俩来试探一番。”雄霸说道。这次我们带来的人只有一部分是精锐，太仓促了。迟暮有些迟疑的说道。我有个计划，可以让你们打崩嗜血霸天的队伍。陆阳说道。什么计划？迟暮问道。我有一个技能叫做灭天火，可以让我在这个距离攻击到嗜血霸天。你俩准备好，我秒杀了嗜血霸天，你们立刻带队进攻，怎么样？陆阳说道。还有这样技能？雄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却激动地看着旁边的迟暮老人。我同意，只要你打死了嗜血霸天，我们立刻带队进攻。迟暮老人发信息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彻底打崩嗜血盟。雄霸说道。没问题。陆阳退到山顶的平地上，脱离了嗜血盟玩家监视的视线。老大，陆阳消失了，可能是要逃跑。叶孤星听到手下汇报，立刻跟嗜血霸天说道。嗜血霸天眉头紧皱，脸色冰寒地看着雄霸和迟暮2人说道：“这是你们自找的。”话音刚落，突然间3团赤红色的火焰从天而降，正中举着手臂的嗜血霸天。灭天火！
嗜血霸天的血量总计3300点，在战士玩家当中算是非常抗揍的了。他的身后还随时有6个治疗为他加血，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被人偷袭。可是陆阳的技能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嗜血盟一方根本没人注意上面。灭天火的单体伤害有2100点，连续3个灭天火几乎同时落在嗜血霸天的脑袋上，嗜血霸天瞬间倒地死亡。杀！迟暮老人突然间怒吼一声，手臂一挥，身后5000玩家朝着嗜血盟冲了过去。与此同时，雄霸也用手一指黑血的队伍，高声喊道：杀！黑血正惊讶于嗜血霸天的突然死亡，莫等他反应过来，又是3个灭天火集体落在了他的头顶。黑血的血量只有1800多点，第一发灭天火就将他打死在了地上。顿时，嗜血盟和永兴号两边群龙无首。叶孤星暗骂自己失算，他虽见过陆阳的灭天火，却没有想到能打这么远的距离。兄弟们，给老大报仇，跟我杀！叶孤星大喊一声，带着手下的人朝着紫金王朝的队伍冲了过去。黑血一方也是如此，一场2万多人的大战就此在恶魔平原上拉开帷幕。双方战士来到30码的距离，同时发起冲锋，身后的牧师团队仿佛无限蓝一般，拼命地用瞬发技能给己方的战士加血。紫金王朝新招募的神级射手千山雪带着800弓箭手来到45码的距离，射手仰角65度散射箭射，数千支弓箭从紫金王朝一方射出，精准地落在了嗜血盟一方的战士队伍当中。法师团气定言报数，9点钟方向给我打出一条缺口。洛斯语高声发令，1000名火系法师同时瞄准了9点钟方向的，先用气定神闲技能开启瞬发效果，使用言报数，1000枚大火球密集地打向了9点钟方向的嗜血盟队伍。轰！一个硕大的缺口被打开，烈酒清风右手大剑一挥，高声喊道：兄弟们，随我上！超过200名战士突破防线，冲进了嗜血盟的阵中。叶孤星接受过散人团战争的考验，临危不乱，指挥队伍与烈酒清风抗衡，很快弥补了缺口，依靠人数上的优势与迟暮老人你来我往的对攻起来。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嗜血盟仗着比紫金王朝多出来3000人，迟早能打赢这场仗。可是负责防守嗜血盟侧翼的永兴号出现问题，黑血被击杀后，接手的副会长江湖三刀没有指挥过这么大型的攻防战，面对雄霸的进攻只能被动防守。可惜没坚持10分钟的时间，雄霸采用3路佯攻1路主攻的方法，手下第一军团长韩风带领500战士杀入永兴号中心，斩杀大量法师。副会长，法师团遭到攻击，我们怎么办？一名团长询问江湖三刀。江湖三刀看着被保护在中心处的法师如同笼中待宰的牲畜一般被雄霸手下击杀，心中彻底失去了方寸，慌张地喊道：快去保护法师团，所有人回援！正是这一声命令让永兴号彻底崩溃，雄霸看准机会，命令部队全部压上，将永兴号打得不断向后败退，露出了嗜血盟的侧翼。兄弟们，跟我杀！美女副会长屈无意带领1000玩家，33人一组，以雁行阵朝着嗜血盟侧面攻打而来。不好，永兴号崩了！叶孤星瞬间发现侧翼的问题，来不及请示嗜血霸天，立刻发布命令道：撤退！所有人往恶魔平原西边撤退！战场上，嗜血盟和黑血两方朝着2个方向各自撤退。雄霸和迟暮两人岂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立刻带着队伍追杀而去。峡谷上方，夏雨薇、浊酒轻伤和白石三雄等人都眼神发亮地看着下面的大战。陆阳问道：羡慕吗？白狼说道：老大，你将来的建立的工会也能有这样的规模吗？陆阳说道：当然，不用太久，你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军团长，都做好准备，到时候有你们忙的。太好了！白狼激动地说道：我们也走吧，战斗已经结束了，嗜血霸天和黑血的部队完全被打崩了。陆阳说道：众人都点头表示认同。沿着恶魔峡谷往里面走了3000码的距离，陆阳他们脱离了卷轴的范围，各自使用回程卷飞回了圣加尔城。陆阳给雄霸和迟暮两人发了一条信息，说道：我在圣加尔城等你们回来。我俩已经回来了。迟暮大笑着说道。陆阳惊讶地问道：你俩没去追击呢？一帮残兵，让手下追杀就可以了，快来凤仙楼，我来在这等你。雄霸笑着发了一个坐标给陆阳。凤仙楼，陆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地方，循着地图走了过去。城东繁华大街上，一个3层楼高的东方古典建筑矗立在一众欧式建筑当中，显得是那样的突兀。青砖、绿瓦、金漆立柱，还有牌匾上硕大的凤仙楼3个字。陆阳刚走到牌匾下面，2楼的窗户旁边，迟暮老人对着陆阳挥了挥手，喊道：快上来。陆阳进门来到了2楼包间，迟暮和雄霸正微笑地等他到来。老弟，今天真是多亏你的灭天火秒杀了嗜血霸天和黑血，让我们成功地打赢了这场仗。雄霸哈哈大笑地说道。这一仗让嗜血霸天和黑血吃了大亏，精英玩家和普通玩家的装备都掉落很多，短时间之内都没有办法缓过来，这给雄霸和迟暮老人赢得了很多个升级场地的控制权。陆阳说道：应该是我谢你们，没有你们，我这趟休想走得这么轻松。迟暮摇头说道：我看过地形了，即便我们不去你也死不了，凭你的法伤，在峡谷入口处立下的那些火墙，嗜血盟没有一个人能走过去的，你小子厉害。陆阳笑了笑，默认了迟暮的话。老弟，这次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战斗，但是嗜血霸天和黑血都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你要做好准备，他们对你的追杀会更加厉害。雄霸说道。进入我的工会怎么样？只要你答应，我让你当副会长和3个军团的军团长，保证嗜血霸天不敢动你。迟暮突然插话说道。雄霸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有没有兴趣进入我的工会？
盛嘉尔城2大公会同时抛出橄榄枝，一般人早就接受了，陆阳却只能摇头，因为他的目标是刘杰。多谢2位好意，我已经聚集了一批人手，准备自己建立帮派。迟木和雄霸都没有意外的表情，迟木有些感慨地说道：“果然如此。”雄霸沉吟了一下，说道：“既然你要自己建立帮派，那我们就不好再劝你了，我们结盟如何？”陆阳眼睛一亮，说道：“那当然好了，我就怕2位老大看不上我这个小公会的会长呢。”迟木老人笑着说道：“老弟，凭你的实力，振臂高呼的话，你能招收到你想象不到的玩家数量。今天这一战，陆阳一个人杀死嗜血霸天700人的事迹，很快就会被全服知道。陆阳法神的名号将会在游戏里面传颂。之前被打崩的散人团，大多数与嗜血霸天和黑血这一类无良公会有仇，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让他们看到陆阳就如同蜜蜂看到蜂蜜。数十万的散人团成员，即便只是1/5进入陆阳的公会，陆阳也将成为盛嘉尔城最大的几个公会之一。迟木和雄霸2人在陆阳来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盟是2人想到最好的办法。好，那就这么说定了。结盟有正式条约，还有全服公告。陆阳站起身对2人说道：“我这就去建立帮派，缔结盟约。”跟2人告别，陆阳走出凤仙楼，来到了城南的一个民宅里面。这是一个没人住的废弃宅子，上一世陆阳曾把这里当作是公会的秘密据点。白氏三雄、浊酒轻伤、夏雨薇以及蓝雨等人正在房间里面等待陆阳的到来。今天的战争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对公会产生了无限向往。老大，你回来了。孙宇说道。迟木和雄霸怎么说？浊酒轻伤问道。陆阳说道：“他俩要跟我们结盟。”结盟？没错，明天中午我将正式建立公会。陆阳说道。太好了，凭借老大的威望，我们一定能招收到很多玩家的。苦艾半生说道。陆阳说道：“如果帮派建立成功，你们每个人都将拥有1%的股份，将来公会赚钱了，我会按照股份给你们分红。”白氏三雄、浊酒轻伤5兄弟、苦艾半生5人团、夏雨薇的5人团队，再加上孙宇，一共19个人，算作19%的股份。老大，钱什么的无所谓，我们先发展公会。白狼一脸不在乎的说道。我们也不差这点钱。浊酒轻伤说道。如果你缺钱，我可以注资。韩柳代表苦艾半生说道。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金币。夏雨薇说道。陆阳内心无语，说道：“合着我招募了一帮富二代啊？你们就不能给我这个穷人帮主点面子啊？”众人爆笑。陆阳也笑了，说道：“钱暂时不用，我需要的是你们的名头。一会下线，各自登录官方网站发布建帮消息。”除了夏雨薇，其他所有人的等级都是19级，陆阳是等级榜第1，其他人分列等级榜第2到第16。如果让全服的玩家知道我们这些人建立帮派，一定会踊跃加入的。浊酒轻伤说道：“嘿嘿，我这里还有老大刚才一个人灭了嗜血盟700个人的视频，以及老大秒杀嗜血霸天和黑血的视频，将这个放出去，我们的声势一定会得到全服关注的。”白狼说道。陆阳说道：“很好，大家各自行动，有消息密切联系。”傍晚时分，官方网站上一则视频轰动了整个论坛。视频中，陆阳一行人被嗜血盟的浴血霸王领着200玩家堵截在了恶魔洞穴的入口处。人数上的劣势和郑远的背叛偷袭，让无数人的心都掉到了嗓子眼。在无数人的心目中，陆阳已经成了普通人对抗恶势力公会的精神领袖。陆阳一天没有被嗜血盟击杀，他们就一天相信嗜血盟是可以被打败的。这种情况在散人团被击溃之后更为强烈。就在所有人忍不住想要关闭视频，不想看到陆阳被击杀的时候，陆阳却奇迹般的又释放出了禁咒，一招灭杀200嗜血盟玩家。玩家额手相庆，可是没等高兴几分钟，叶孤星带着500盗贼将陆阳包围。就在所有人以为陆阳这一次必死无疑的时候，陆阳突然间化身5马高的炎魔，用一个个瞬发咒语将叶孤星的500盗贼团打崩。爽，看得太爽了，不愧是全服第1高手，好样的！官方论坛上一片赞誉之声，不过也有人发起了质疑，是不是真的呀？不会是做出来的吧？话音刚落，却发现视频的末端浊酒轻伤、白氏三雄等人站成一排，各自打开背包，里面装着满满的血牙套装。在结尾还有一句话：明天中午12点，陆阳在圣加尔城帮派申请人处建立公会，期待你的到来。陆阳要建立公会，散人团的仇终于可以报了。拼了这游戏不玩，我也要跟着陆阳再和嗜血盟较量较量，跟着陆阳干。数不清的玩家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他们要么是散人团的成员，要么是长久以来遭受嗜血盟这样公会欺负的普通玩家。圣加尔城城南废弃宅院里面，陆阳和浊酒等人正在讨论建帮的具体事情。老大，论坛上的留言玩家有20万了，我们公会明天不会一下子招收到20万人吧？孙宇说道。这么多了？浊酒轻伤惊讶地问道。苦艾半生说道，不用惊讶，散人团之前人数最多的时候多达100万人，如今有20万人要进入陆阳的公会很正常，要真有这么多的话，我们怎么管理啊？白狼傻眼地说道。陆阳笑着说道，我们又不是什么人都要，第一次招收标准定在8级以上的玩家，低于8级的都不要，这样够资格加入的玩家能减少很多，预计能加入的也就5、6万人。夏雨薇说道。陆阳说道，不管多少人，白氏三雄、浊酒、夏雨薇、苦艾半生，你们4个是团长。是。几个人一起兴奋说道。白狼说道，还是第一次带领这么多人，不知道能不能管得明白，谁有什么好办法？提到具体的带团方法，众人都迷茫起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带团经验。夏雨薇皱眉说道，不要小看建立公会的难度，10万貔貅10万星，想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很不容易，要想办法带他们升级，
提升装备，最难的是让他们统一听从指挥。张子博说道：“我们之前工会创建的失败原因就在这里，陆阳会长一定要小心。”陆阳笑着说道：“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过，建立工会，我会首先开启工会仓库。我们前后后与黑血和嗜血霸天的战争，我得到了很多8级以上的套装和散件。我会用积分制度，让会内玩家用积分买走这些装备，增加他们的凝聚力。增加积分的方法就是参与战争。升级方面，我手里有几个不错的升级地图，凡是积分到达一定程度的玩家，我会带领他们进入这些地图，快速提升等级。这是上一世公认的管理工会最佳方法，也是甄选人才的最佳方法。陆阳曾经建立过工会，对这方面了解的十分透彻。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夏雨薇说道。当晚，陆阳详细的给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讲解了关于建帮之后各方面的工作纲要以及具体的管理方法。这些都是他上一世总结出来的经验，还有一些是其他工会总结出来的经验。浊酒和白氏三雄等人都是桀骜不驯的高手，一般建议听不进去。但是陆阳说出来的这些话在情在理，他们找不到任何反驳的地方，这让他们对陆阳更加钦佩。深夜，几个人都下线之后，陆阳也退出了游戏，摘下头盔。一旁的韩影3小只和木易2小只以及萧亮都坐在陆阳身边看着他。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陆阳笑着问道。哥，你太帅了，一个人打败了嗜血霸天700多人，还秒了嗜血霸天和黑血本人，我们都看到视频了。木易说道。老大，明天建帮我们要不要去帮忙？萧亮问道。卢兆宇和陈峰等人都跃跃欲试。陆阳摇头说道，这件事你们不要参与，记住，你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们的来历、身份。你们是我的一支骑兵，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是陆阳重生以后一直存在他脑袋里的构想，以游戏中的高玩来充当工会的军团长，带领工会作战，以贫民窟的兄弟们作为骑兵，一方面赚钱，一方面隐藏在暗处升级。还有一支部队是陆阳的同学，他们将作为游戏中的管理层，接替浊酒轻商等人处理繁杂的琐碎事务。正说话间，陆阳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陆阳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拿起电话按下了接通键。你丫不看看时间几点了，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你闲的呀？陆阳开口一顿狂喷，让萧亮和韩影等人看陆阳的眼神都变了。我擦，我这不是玩过点了吗？电话那头的回复更是欠揍。陆阳心中涌起说不出的暖意，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高中3年的死党江泽。说起江泽，不得不说这货就是一个奇葩，高中3年住校就2套衣服，洗的都发白了也不买件新的。吃饭吃的更是简单，早中晚3餐什么便宜买什么，恨不得3顿都吃馒头、稀粥和咸菜。在物价猛涨的2040年，江泽一天的花销不过5块钱，这简直就是奇迹。当时全班同学都有些看不起江泽，一起玩的时候或多或少的也会避开他。江泽本人又有些内向，朋友的交际更少。陆阳因为父母常年外出工作，有段时间在学校里住，刚好就在江泽商铺。陆阳的家里虽然不算有钱，但好歹还能吃得起带肉的早餐，因此两人一起去食堂的时候，陆阳总是将打来的一半肉类分给江泽。有人敢欺负江泽，也是陆阳带着兄弟给江泽出头。就这样一直持续了3年时间。这3年里，陆阳一直以为江泽是贫困生，家里穷才这样的。可在快毕业的时候，江泽这货跟陆阳说了实话。实际上，江泽是一个海运公司的继承人，身家近亿，只是这货从小被人绑架过，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才这么节俭的生活。感恩于陆阳这3年的帮忙，上一世陆阳建立工会的时候，江泽无条件借给陆阳上百万的信用点。后来陆阳出事了，江泽不仅不让陆阳还钱，还资助陆阳东山再起。可惜之前绑架过江泽的男子出狱，再次找机会绑架了江泽，并且把江泽害死。兄弟，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陆阳的眼角有些湿润，这一世他绝对不会让身边的任何一个兄弟再受到伤害。找我什么事？陆阳抑制住泪水，大咧咧地说道。后天同学聚会，帮我来撑下场子。江泽说道。陆阳笑了，说道，真决定追求咱们班的女神了啊？你小子发育的挺快啊。江泽被戳中软肋，着急地说道，我都暗恋她3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再说咱班追她的人那么多，我单独要怕她不来，这次我可是组织了一次全班性质的，你可得帮我想办法呀。陆阳说道。没问题，你的女神我一定帮你追到手，就知道你够意思。江泽这3年依赖陆阳习惯了，有陆阳在身边他安心不少。正要挂电话，突然间江泽响了起来，问道，你玩第2世界没有？听说这游戏有意思，玩半个多月了，带我刚跟我爸从海上回来。江泽得意地说道。陆阳笑着说道，没问题，这2天有些忙，等见面的。这2天我要好好练习一下表白，后天见面聊。江泽挂断了电话，陆阳也失笑着挂断了电话。过阵子跟江泽见面的时候，陆阳准备给他一个惊喜。第2天上午10点，陆阳戴上头盔进入游戏。建立帮派的地点在国王大厅。陆阳来到地方的时候，国王大厅的外面聚集了数不清的玩家。陆阳粗略看了一下，大概有5、6万人。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人？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他发了一个消息到模拟群组里面，问道，你们在哪？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工会申请人的旁边，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正一脸苦笑的被数百玩家围在中间。老大，你可算来了，赶紧的，外面这些人全是要加入工会的，你快点建立工会吧。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陆阳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说道，你让他们给我让出一条路，我进去。不到3分钟的时间，国王大厅门口的玩家主动让出了一条5码宽的大道。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带着20多名玩家走了出来，径直来到了陆阳的面前。浊酒轻商来到陆阳身边，
高声说道：“这位就是陆阳，我们的老大，老大，老大！”数不清的玩家一同高呼，让盛家尔城的玩家都迷茫地看向了国王大厅的方向。陆阳没有说话，看着左右两侧的玩家，一甩斗篷，径直走进了两侧玩家让出来的通道。面对着两侧数万玩家的目光，陆阳的脸上没有一丝畏缩，更没有一丝畏惧，相反，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从没有一刻，陆阳像今天这样自信过。有了这群班底，他就有了打败刘杰的资本。在不远的未来，他有信心将工会带领成盛家尔城第一工会，更有能力称霸世界。走进国王大厅，陆阳来到了工会申请人面前，点击建立帮派。系统提示：建立帮派需要花费3000信用点，请确认。陆阳上交10枚金币，点击确认。系统提示：恭喜你成功建立工会，你的工会号码为68888号，请输入名字。陆阳上一世的工会名字叫做铁血兄弟盟，这一世陆阳还叫这个名字，铁血兄弟盟。系统提示：恭喜，您的工会名字确定为铁血兄弟盟。浊酒轻伤、苦爱半生、白氏三雄、孙宇、夏雨薇、毛球、蓝雨等人此时正站在陆阳的身后。陆阳说道：“兄弟们，跟我出去招人。”好，众人都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来到正门门口，陆阳站在6层台阶之上，看着面前的数万玩家，高声说道：“今天开始，铁血兄弟盟正式成立。”浊酒等19个人排成一排，点开工会招募系统，正式招收玩家。远处，雄霸看着人群中意气风发的陆阳，对身边的迟暮老人说道：“想不到来了这么多人，这小子号召力够强的呀。”迟暮笑着说道：“这小子运气好啊，散人团被我们所有工会一起打崩了，这些人心里有怨气，自然想要东山再起。陆阳算是捡了一个便宜。”雄霸摇头说道：“就看他之后有没有能力掌控这么大的工会了。如果他没有能力，下场不会太好。”“嘿，他怎么可能有那个能力？他有钱嘛，有精英玩家嘛。现在他意气风发，不过是假象。真正面对嗜血盟的全力进攻的时候，就是陆阳彻底崩盘的时候。”迟暮老人说道。包括雄霸和迟暮老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工会老大认为陆阳有能力支撑起这样一个庞大的大工会。更何况嗜血霸天和黑血了。嗜血盟总部，嗜血霸天看着前方传回来的视频影像，冷笑着说道：“我让你建立工会，小子，这次我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让你一辈子都不敢再进入这个游戏。”浴血霸王问道：“老大，我们现在不收拾陆阳吗？”嗜血霸天摇头说道：“雄霸和迟暮正等着我出手呢，我又不傻。那黑血怎么办啊？他和雄霸已经开战了，若我们不帮忙，黑血必败。”浴血霸王说道。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说道：“没有他，我哪来的缓冲时间去打装备？上一次战斗，嗜血霸天损失了数千件一线装备，对他的工会打击非常大。如果雄霸和迟暮老人攻过来，嗜血霸天虽然靠着他在其他主城的工会过来帮忙能够支撑得住，但是损失对他来说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嗜血霸天想出来这一招阴损的计谋，黑血却不知是计，带着队伍跟雄霸在各个地图展开了小规模战斗。算那小子走运，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浴血霸王说道。国王大厅，从上午到深夜，陆阳和夏雨薇等人用了将近15个小时的时间才完成了招募工作。最终，陆阳招募到了67000名玩家，工会的玩家数量一跃成为盛家尔城第10名，位列10大工会之一。这才第一天，明天继续招募的话，我们工会的人数很快就能破10万了呀。浊酒轻伤说道。还招募？白狼瘫倒在了地上，说道：“老大，能不能雇人来负责招募的事情啊？”苦爱半声说道：“是啊，老大，这么招人的话，我们的等级很快会被其他玩家追上的，而且长时间不带团行动的话，工会玩家会散了的。”夏雨薇赞同的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赞同。”第二天，陆阳和浊酒等人继续招募玩家。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陆阳退出了游戏。这边刚洗漱完毕，江泽的电话打了过来，说道：“我到你家楼下了，快下来。”马上就到。陆阳换好衣服走了下去，大门口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跑车停在路边。江泽站在车旁，拍着车盖说道：“我爸新给我买的兰博基尼，不错吧？”陆阳说道：“还行。上一世陆阳当雇佣兵期间买过更好的车，还执行过任务。你小子还是这么淡定，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江泽无语的说道。陆阳失笑，坐上了车的副驾驶。他们聚餐的地方在市郊区的一个高档主题餐厅，点击自动驾驶，兰博基尼快如闪电的奔驰而去。藤渊阁号称省内第一餐厅，事实上它是一个高档的主题娱乐会所，占地几十亩，各种娱乐设施齐备，还有温泉，是省内名流的主要聚会地点。兰博基尼驶进大门，一眼望去，广场上停满了车。兰博基尼虽好，但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般车。这帮人真有钱，江泽说道。以后我们也会有的，不用在意。陆阳说道。走进大门，酒店大厅布置的富丽堂皇，一名经理走了过来，恭敬地问道：“两位有预定吗？”江泽说道：“106包房，我预定的。”酒店经理微微鞠躬，说道：“原来是江先生，您的朋友来了很多，我带您2位过去。”好的。在酒店经理的指引下，陆阳和江泽2人来到了106包房。屋子里面20多个人正坐在桌子和沙发旁边聊天，他们都是10多岁的模样，看起来朝气蓬勃。陆阳扫过这群人，几个熟悉的面容映入眼帘：李锐、赵旭、江淮、涂峰4人是他的高中室友，也是上一世一起帮助陆阳建立帮派的好兄弟。即便陆阳出了问题，4人也不离不弃，一直帮陆阳想办法。陆阳，怎么才来啊？赵旭冲着陆阳招手说道。罚酒，罚酒啊！江淮喊道。对对，一帮人起哄，气氛瞬间热烈起来。陆阳笑着说道：“这都要怪江泽呀，他非要开着跑车过来，
害我来晚了。众人同时将目光瞄准了江泽，其中还包括一位身材高挑的白衣女孩。江泽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注视，加上心爱女孩的目光也扫了过来，江泽瞬间红了脸。这次还真得多灌江泽几杯，没看出来啊，高中3年的穷小子，原来是我们班里的大土豪。一个女生眼神发亮的说道。就是，不能饶了他。5、6个大胆的女生纷纷露出调戏的目光，男生有些嫉妒的也加入到了其中，跟着起哄。别起哄啊，不带起哄的。陆阳拦着众人，眼睛却看着对面的白衣女孩说道，班长大人平时总帮江泽，怎么今天不说话了呢？白衣女孩叫做方雨婷，眼神寒碜的看了江泽一眼，说道，今天江泽不把话说清楚，就该好好罚他，亏我这3年这么帮他。江泽瞬间着急起来，连忙将自己小时候被绑架过差点身死的经历说了出来。众人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装穷。现在我长大了，身体也锻炼结实了，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所以我不用再装穷了。江泽看着方雨婷说道，算你过关。方雨婷说道，不能这么容易就算他过关啊。陆阳说道。方雨婷露出惊讶的表情。陆阳说道，这3年江泽的笔记都是谁借的啊？这3年谁总是给江泽讲题的啊？这3年又是谁在江泽得病的时候给他买的药啊？男人没有女人细腻，住校这3年，江泽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陆阳他们同宿舍的男生能帮到的有限，而同属女性的方雨婷帮助了江泽很大的忙，这也是江泽明明有无数女孩可以选择，却偏偏选择方雨婷的原因。即便方雨婷的家庭普通，陆阳这边一件一件如数家珍的说出来，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方雨婷自己也惊呆了，连他都不知道这3年帮了江泽这么多。之前他这是在履行一个班长的责任，后来也是同情关心居多，原来班长大人帮了江泽这么多啊。赵旭说道，跟陆阳同宿舍这么多年，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陆阳的目的。涂峰也看了出来，故意说道，江泽这是应该以身相许的节奏啊，欠债这么多只能肉偿了呀。众人大笑。方雨婷则脸孔羞红，假装生气的说道，连我的玩笑都敢开，真当毕业了我管不了你们是不是？班长大人，小的们不敢。江淮、赵旭、涂峰、李锐加上陆阳一起嘿嘿笑着说道。方雨婷气得翻了个白眼，说道，高中的时候就数你们几个捣蛋，一会一人罚酒一杯，江泽别躲，你也跑不了。好的，我认罚。江泽立刻说道。众人轰然大笑。突然间，门口走进来了几个男生，为首一个帅气的男孩身高有1.8米多，拿着一瓶啤酒走了进来。江泽，我们好久不见了，方大美女也在啊。男孩一脸阳光的打着招呼。江泽看到对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陆阳冷笑一声，这人不是篮球队的张野吗？怎么会来这里？赵旭问道。张野一直在追求方雨婷，今天看样子是故意找茬来的。陆阳看了看张野带来的5个男的说道。陆阳忽然间回忆起来，上一世的同学聚会张野也来了，这个张野的父母是做生意的，有点钱，但是跟江泽比却差远了。张野知道高中这3年方雨婷一直帮助江泽的事情，认为江泽是情敌，总是找他麻烦。这次同学聚会，张野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江泽对啤酒过敏的事情，为了让江泽难堪，故意敬了江泽一杯啤酒。不过张野还不清楚江泽的家庭背景，江泽自打决定恢复正常生活后就没再怕过事情，没有让陆阳和赵旭等人插手帮忙。出院那天，亲自带着10多个人将张野堵住，打得他住了半年的医院。事后张野家里愣是没敢报警，从那以后张野再也没敢招惹过江泽。不过方雨婷却因此被江泽的父母埋怨，导致江泽和方雨婷之间一直没有成为恋人关系。陆阳既然知道了这件事，这一世怎么也不可能看着这种事情再发生。江泽，以前我们有些冲突，现在都毕业了，就让恩怨都过去吧。今天我是来道歉的，看在班长大人的面子上，我们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怎么样？张野装作诚恳的说道。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能和睦相处真是太好了。方雨婷来到2人面前，开心的说道。张野，你确定要让我喝啤酒是吗？江泽的眼神突然间变得凌厉起来。张野被江泽看得心里发慌，但是仍然不肯示弱，说道，我是真诚来道歉的，看在班长大人的面子上，你就喝了这杯吧，就一杯。就在这个时候，方雨婷刚要忍不住开口继续劝说江泽喝下这杯酒的时候，陆阳走到了方雨婷的身边，拿起手机给方雨婷看。手机屏幕上写着江泽对啤酒严重过敏。方雨婷惊讶地看着陆阳，眼神中带着疑问。陆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眼神示意方雨婷阻止。方雨婷哪里不明白陆阳的意思？好，那我喝。江泽看了方雨婷一眼，举起酒杯就要喝下去。方雨婷连忙抓住江泽的手臂，说道，你别喝，笨蛋，对啤酒过敏，你怎么不早说啊？江泽脑袋疼的一下长了起来，感受着方雨婷的小手，脸从两腮红到了耳根。张野看着方雨婷居然主动抓着江泽的手，气得火冒三丈，刚要冲上去拉开2人，陆阳却一只手拦住了张野。赵旭、涂峰、李锐、江淮4人同时站在陆阳的身边，拦住了张野等人。这里是我们班级的同学聚会，麻烦你们几个外人出去。陆阳说道。你让开。张野气急。陆阳冷笑着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毕业聚餐那天你在厕所偷听到了江泽跟他父亲通话中提及对啤酒过敏的事情，做人不能做得太缺德呀，张野。方雨婷转过头生气地看着张野，说道，你知不知道过敏是有可能害死人的？张野，你太过分了，这里是我们班级的聚餐，请你离开。你听我解释。张野还要辩解，却无话可说。走吧走吧，绅士一点，别让方雨婷看不起你，来日方长啊，来日方长。
陆阳带着涂峰等人将张野他们撵出了包间。如果是在上一世，张野这么做事，陆阳一定请他尝尝拳头的滋味。但是重生一世，陆阳做事更加圆滑，也更加老练，撵走张野的方式让张野连借题发挥的机会都没有。涂峰和赵旭几人都明白陆阳这么做的含义，但是他们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等到将包间的门关上了，涂峰问道：“就这么算了？”陆阳笑着说道：“回头我们找机会再收拾他，不能搅了江泽追求方雨婷的这次机会。”涂峰一拍脑袋说道：“我气得把这事给忘了，还是你想的周全。”血气方刚的年纪，能有这份老练的做事方式，让涂峰和赵旭等人对陆阳刮目相看。就桌旁，方雨婷看着江泽越来越红的脸孔，担心不已，关切地问道：“江泽，你脸怎么红了？是不是刚才喝到啤酒了？”陆阳刚好走了回来，看着江泽的样子，假装惊恐地说道：“方大班长，你再不松手的话，江泽恐怕就要人工呼吸了。”本来气愤的众人听到这话，顿时爆笑起来。方雨婷则被陆阳弄了个大红脸，连忙羞涩地松开了手。刚才太过关心，他都忘记把手拿开了。江泽的脸孔更红，忍不住地喘了几口粗气，说道：“我没事。”傻子都看出来江泽脸孔红的原因。方雨婷羞涩的小声说道：“被你害惨了。”转身走到了女孩群中，不再搭理江泽。陆阳则走到了江泽身边，看着正用眼神追着方雨婷的江泽，说道：“别看了，你的意思方雨婷明白，她也没拒绝你的追求。这女孩不错，今后慢慢追吧，你是有机会的。”江泽深深地吸了一口，平复了一下心情，捂着砰砰跳动的心脏，说道：“谢谢兄弟，跟我客气做什么？这3年方大美女的人品已经证明她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你们两个能在一起，当兄弟的我替你高兴。”陆阳说道。小插曲结束，酒宴开场，众人聊得更加欢畅。涂峰、赵旭、李锐和江淮坐了过来，几个人男生聊了一会，话题很快转到了游戏上面。谁玩第2世界了？这游戏特好玩，我已经10级了，是法师，你们要不要一起来玩？赵旭说道。我完了，10级圣骑士，在预言工会当个小队长。江淮说道。我在0点工会10级盗贼，也是个小队长。李锐说道。涂峰说道。我11级了，是牧师，以前在散人团，可惜解散了。江泽说道。你们等级都那么高了呀，我才3级。陆阳你多少级了？你答应带我的，你们几个都带我的话，我升级应该能非常快了。陆阳先是拍了拍涂峰的肩膀，看得出来涂峰对散人团被打亏的事情很是伤心。如果我跟你们说，游戏里面等级榜第1的那个陆阳就是我，你们信不信？陆阳说道。不信。江泽和涂峰等人一起摇头。哪有这么二的人用自己名字当网名的？赵旭说道。陆阳无语，说道：真是我，不是说笑吧？涂峰和江淮等人都变得认真起来。陆阳的名字对于这个游戏意义重大。陆阳说道：我骗你们做什么？真是我。气氛有些诡异的安静。江淮感叹地说道：行啊兄弟，原来我们几个人当中你才是隐藏 BOSS 啊！兄弟，替我散人团报仇！涂峰激动地说道。陆阳说道：报仇是一定的，怎么样，都过来帮我，我现在急需要你们的帮忙。没问题。涂峰第一个说道。赵旭等人也连连点头。陆阳就知道他们会答应，说道：我给你们每人1%的股份，股份就不要了。赵旭和江淮等人摇头说道。陆阳说道：亲兄弟，明算账，为了我们的友谊能够长存，这个股份你们必须拿着，用不了多久，游戏中会开放野区要塞争夺战，掌控了要塞，玩家下线休息、买药、购买装备等大量生意都会在要塞里面进行，光是税收就能让工会每天获得几十万的收入。这么多？江淮惊讶地问道。可能还会更多，如果一个要塞有30万常驻玩家，每天购买药品的消费量就比我说的要多。陆阳说道。所以啊，明天早上进入游戏，我会给你们发送合同过去，别嫌少，股份并不是都在我这里，等级榜排名前15的玩家都在我的工会里面任职，他们也都每个人占据了1%的股份，后期融资，我的股份被稀释的更多。陆阳说道。需要投资吗？江泽说道。如果你需要钱，我这几年爸妈给我的零花钱，我攒了500多万了。陆阳说道。暂时不用，有钱都换成金币，在游戏里面投资购买地皮，过阵子会涨到你们不敢相信的程度。我听你的。江泽说道。陆阳接着说道。明天加入工会，你们的职务暂时是负责后勤、招募玩家、管理账目、安排活动、发掘高手，不要小看这类职务，我们工会的人数很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突破10万人，如果后勤管不明白，这工会就废了。放心，我们会尽全力去做的，自家兄弟绝对撑你。江淮说道。陆阳说道。我自然相信你们。上一世陆阳的工会就是这么创建起来的，当时无数人看不起陆阳和江淮等人，尤其是江淮和涂峰他们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队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江淮他们将后勤管理的井井有条。江泽说道。不如我们今晚就进入游戏怎么样？提前熟悉一下工会的事情，明天接手也容易一些。陆阳说道。那是最好了。宴会结束，众人各自回到了家中。陆阳没有喝多，酒宴上喝的都是几乎没有度数的鸡尾酒。家里面，肖亮带着卢兆宇和陈峰等人在1楼大厅的沙发椅上正戴着头盔进行游戏。肖亮回到楼上，韩中带着韩影3姐弟和木易兄妹也在游戏里面。陆阳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后，也进入了游戏。此时刚好是晚上5点，陆阳按着江泽等人给的 ID 加他们为好友，先用流星落带着他们在游戏里面升到了15级，然后才带着他们来到了国王大厅。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正为工会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看到陆阳带着人回来了，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老大你可算回来了。白狼说道。
陆阳指着身后的江泽、赵旭、涂峰、江淮、李锐等人说道：“深海长空、九头鸟、屠刀、江南烟雨、辛浩刀这5个人是我现实里的同学，以后后勤的工作交给他们，你们办理一下交接工作。”好烈！白狮和浊酒等人一起露出解脱的表情，各自与江泽、赵旭他们交接起来。陆阳看着他们的样子，一阵失笑。他们在一旁交接，陆阳打开工会名单看了起来。不同于上一世，陆阳建立工会时间太晚，高手都被各大工会招募走了。这一世，陆阳在开服20多天的时候建立工会，还是在散人团被打溃的时候建立的，一定能够招收到不少顶级玩家。果然，第一页就有一个陆阳记忆中的神级玩家黑色音符，他是一名术士。晚上9点，招募时间截止，江泽和浊酒等人结束了招募工作，恰好陆阳也看完了团队的花名册，在所有招募的7万玩家当中，陆阳找到了224个上一世他能叫出名字的玩家。让还在等待的玩家先散去，陆阳带着众人回到了城南废弃宅院。落座后，陆阳问道：“交接工作有什么问题没有？”江泽说道：“一切顺利，明天我们几个可以独自招募玩家。”陆阳点点头，说道：“很好，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将会变得非常繁重，你们后方稳定，我们前方才能打得安心。老大，我们要跟嗜血盟干架了吗？”白狼跃跃欲试地说道。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们建立工会这件事本该是困难重重，可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帮派来找我们的麻烦，这件事确实挺奇怪的。”夏雨薇说道：“当初他建立工会的时候，没少跟其他人发生过冲突。”陆阳说道：“一方面是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笑话？众人一起皱起眉头。陆阳说道：“没错，就是笑话。所有人都以为我陆阳和你们在座的这些年纪轻、没经验的小孩子没有能力支撑得起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会，我一定会因为平衡不了内部原因，让你们或是为权力争吵，或是为利益争吵而解散。怎么可能？”白狼说道。毛球也直摇头。陆阳笑着说道：“要不是血盟怎么没立刻反扑我们？黑血怎么没在野区杀我们的手下？雄霸和迟暮明明知道我们崛起对他们有威胁，却还让出了很多练级场，尽量不跟我们发生冲突。”浊酒和夏雨薇等人略微一想，发现还真是如同陆阳所说，一切都顺利的让他们难以想象。老大，我们绝对不会为了钱和权力发生争吵的。玩游戏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享受的是在游戏里面纵横驰骋的感觉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新奇。苦艾半声说道。韩柳嫌弃的说道：“权力这东西，我讨厌还来不及呢。”陆阳说道：“现在谁先跟我们找茬，谁就会迎来我们整个工会7万多人的庞大怒火。嗜血盟现在能打得过我们，黑血也有可能将我们打败，但是他们都不想出这个眉头，毕竟打赢我们，他们获得的也只是一个惨胜，赢了之后面对的将是敌对工会的无情打击。合着我们现在没人敢惹呀？各大工会的会长果然都是一帮老狐狸。”白狼说道。陆阳说道：“正是这样，恰好我也是头小狐狸。”众人大笑。陆阳接着说道：“这段时间将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时间，有多久我不能确定，所以从明天开始，浊酒、夏雨薇、白狮、苦艾半生，你们4个人分别带领200名玩家开荒各大副本积攒装备，用不了多久，各大工会发现我们内部没有出现问题，运营的越来越好，我们就会成为一块群狼环4下的肥肉。那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一战打下嗜血盟，我们才能算是真正的站稳脚跟，不然我们的工会就会瞬间崩塌。”夏雨薇和浊酒等人没有考虑过那么长远的事情，不过经过陆阳的描述，他们完全能够理解工会当下的处境。老大，装备不是问题，这个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开荒副本，我们这些人都能做到。唯一的问题是技能书，这东西花钱买都买不到。我们这些人的10级以后的技能还不全呢。如果跟其他工会对战，没有高等级的技能，太吃亏了。浊酒轻伤说道。同样一个是对战，一方用10级学会的技能打出的伤害和1级学会的技能打出的伤害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双方装备相同，比拼技能的时候，哪一方技能差，哪一方就会被打败。陆阳说道。技能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明天开始我会闭关练级，我们以10天为限，10天之后我会给你们带来大量的技能书，你们也要给我带出来至少800名18级装备全套白银的玩家。这种要求换作是其他工会，手下早就表示不可能了。浊酒轻伤和白狼等人却都露出了挑战的兴趣，唯有夏雨薇和蓝雨的寒冰工作室有些为难，却也没有表现出来。我手里有一份人员名单。陆阳将他之前找到的黑色音符等上一世的大神名单发到了浊酒和夏雨薇等人的对话栏里面。第一批先带这些人升级，他们的装备和等级都比较靠前，之后我会对他们另有安排。陆阳说道。他没法告诉浊酒等人自己是众生玩家，只能用这个解释。好的。浊酒轻伤等人在招募玩家的时候也留意到了黑色音符等人，在他们的脑海里也希望第一批先带这些人。陆阳对江泽和涂峰等人说道：“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当中要替我发掘潜在的游戏高手，需要花销的时候，你们和一个叫做黑甲战士的玩家联系，他的本名叫做萧亮，是我现实中一起长大的兄弟，少于500金币的工会开销，你们直接跟他要钱，我会告诉他的。”你这么有钱啊？江泽惊讶地问道。陆阳笑着说道：“这点钱都没有，我岂能开工会呢？”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原本还担心陆阳的工会缺少资金开不长久，现在他们都放心下来，露出轻松的表情。好，浊酒和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我这就去跟手下交流交流，正好都在线。”白狼站起来说道：“我们也去。”苦艾半声说道：“工会新加入的玩家都处在亢奋的状态，工会频道里面的聊天一直没停，也很少有人下线。”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在纷纷起身告辞，纠集各自的手下探讨具体的时间安排。不同于现实社会，游戏中每个玩家上线的时间都不一样。
平衡这一项需要很大的努力。陆阳等所有人离开了，也离开废弃宅院，来到了圣加尔城南侧的圣光大教堂。大教堂是整个圣城最辉煌的建筑物，占据了城南1/5的土地，外墙金碧辉煌。教堂大门处，24名圣光骑士穿着金色铠甲正站门口巡逻，每个骑士的等级都是50级。骑士队长皮克纳斯皱着眉头看着走过来的陆阳，问道：“年轻人，我在你的身上感受到了浓重的杀气，你来这里做什么？”陆阳撤掉伪装外衣，露出他的大红珉，一脸虔诚地说道：“我是来赎罪的。”该死，卫兵，给我拿下这个罪犯！皮克纳斯怒吼地指着陆阳。巡逻的24名圣光骑士集体将陆阳围住，皮克纳斯手中圣光出现，一道金色光芒做成的手铐困住了陆阳的双手。系统提示：你被圣光镣铐封印，无法使用魔法技能。该死，你要在神的面前忏悔你的罪过，直到他饶恕你为止，把这个人送进敌罪监狱。皮克纳斯命令身边的2名骑士说道：“按照游戏规定，普通红名玩家死亡之后会被送到克罗拉岛上面，等时间到了才能传送回圣加尔城。但是如果是杀人狂魔一类的红名玩家死亡之后，被送到的地方是圣光大教堂的敌罪监狱，在那个地方，玩家只能静静的等待红名时间结束，而这样，玩家往往要经历1周以上的时间。不过，敌罪监狱并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有一个隐藏任务，只有杀人狂魔才能开启。恰好，陆阳杀了700多人，符合杀人狂魔的条件。随着2名士兵进入了一个纯白色的大型建筑物，这个就是敌罪监狱当中。监狱里面的墙壁也是纯白色的，在监狱一层有一个10码高的神像，在神像下面，一名身穿白衣、金色长发披肩的欧洲面孔女性神职人员正站在祈祷。伟大而仁慈的主，请您宽恕我所有的罪孽。神职人员伊米尔虔诚的祷告。陆阳走过伊米尔的身边，问道：“我想赎罪，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伊米尔转过头看了看陆阳，说道：“在神殿的下面有一个庇护所，曾经是上古诸神为了保护人类在魔神战争中存活而设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里变成了亡灵的天堂，所有活着的人类都变成了亡灵。你们神殿骑士团这么强大，为什么不去剿灭他们？”陆阳问道。门口设有上古结界，只有杀人狂魔才能进入，否则只会被传送到其他地方。伊米尔说道。看起来我刚好符合条件。陆阳说道。这不是一个普通任务，有可能会死亡，如果你完不成，我不确定你能从那里出来。伊米尔说道。如果任务失败，死亡后还是被困在结界里面，直到红名结束才能出来。我接受任务。陆阳说道。伊米尔注视着陆阳，说道：“如果你能完成这个任务，神会宽恕你之前所有的罪恶。”系统提示：你接受了击杀亡灵任务。伊米尔手中圣光闪现，陆阳手上的圣光镣铐消失，说道：“跟我来，我带领你去神殿底层。”沿着敌罪监狱的旋转楼梯，陆阳跟在伊米尔的身边往下走了大概100米，来到了一个青铜大门的门口。2个圣殿骑士守在大门两侧，浓烈的杀意不断从大门里面透出来，让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打开大门，伊米尔说道。两侧骑士打开铁锁，拉开青铜大门，一个纯白色的结界出现在了陆阳的面前。这里面就是庇护所。伊米尔说道。等我的好消息。陆阳一挥手走进了结界当中，画面一闪，陆阳出现在了一个白色魔钢石做成的地面上，地面并不宽，大概有3码的样子，地面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上面一片漆黑，只有魔钢石地面每隔5码的两侧支柱上有发着白色光芒的水晶。丝尖锐的嘶鸣声，又有些像狂风刮过峡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陆阳循着白色魔钢石地面往远处看去，这个悬在空间中的魔钢石地面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每一段魔钢石大概有30码长。在魔钢石地面两端各有一个冒着白光的1人高鸡蛋型传送门，玩家想要从一块魔钢石地面走到另外一块魔钢石地面，需要经过传送门。如果是新人玩家来到这里，一定会晕头转向，不知道该怎么走。陆阳却不同，上一世这个任务早就被玩家摸透了，相关的攻略秘籍有上万篇，陆阳也来这里提升过等级，更是亲身体会过。这个地图中135这类奇数魔钢石地面没有怪，而246这类偶数魔钢石地面上全都是怪，怪物全都是20级的精英，给的经验非常高。不过近战玩家如果不到30级，满装备、满技能、镶满宝石和符文来这里的话，完全打不过，只有远程职业才有机会。陆阳走到第1块魔钢石的传送门处，恰好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第3块魔钢石的地面，手中逃脱匕首甩出，陆阳身上蓝光一闪，跳到了第3块魔钢石上面，在第3块魔钢石的下面，刚好可以看到了第2块魔钢石上面的满满当当的亡灵怪。幽灵精英等级20，气血50000，50000，白色灵魂状态的幽灵差不多有100个。火墙术，陆阳手中火焰冒出，火墙一个接一个的释放出来，不多时，第2块魔钢石地面上变成了一片火海。幽灵无法飞行，被困在火海里面，只能愤怒地冲着陆阳尖叫。陆阳的法伤有600多，加上3级火墙的伤害，幽灵每秒受到800多的伤害。2分钟左右的时间，幽灵纷纷嚎叫着倒在了地上，无数纯白色的灵魂从幽灵体内飞出，飘向深渊顶部。系统提示：你击杀了一个幽灵，1-2000，100个幽灵相继死亡。陆阳看了一下经验条，增加了25万经验值。玩家到了19级，想要升到20级，需要经验224万。原本这是一项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在庇护所，陆阳只要杀完这一层1半的怪，就能提升到20级。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第2块魔钢石上面。100个幽灵死后，不少掉落了物品。一块火红色的宝石出现在了陆阳面前，纯净红宝石，类型珠宝。
如果玩家学过珠宝切割，并且拥有图纸的话，可以将纯净红宝石切割成烈焰宝石，装到有卡槽的装备上面，额外增加24点火焰伤害。运气不错，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继续杀了起来。1个小时以后，陆阳成功杀掉了1000个亡灵，金光一闪，等级提升到了20级。人族频道，陆阳20级了，吼一嗓子。人族频道是玩家在20级以后才能使用的频道，所有到了20级以后的玩家均可以不再限于主城之间的屏障，可以跨城联系。上一世玩家到了20级都会在人族频道上吼一嗓子以示庆祝。这一世陆阳习惯性的将消息发了出来，不过他忘记了他是全服第一个到达20级的玩家。蓝雨发信息给陆阳，哥哥好厉害。夏雨薇不愧是高手。浊酒轻伤厉害。白狼老大，以后跟你 PK 你不带用抗拒火环的。公会内部大量玩家向陆阳表示恭喜，同时公会内部的士气更加昂扬。江泽发来信息说道，兄弟，你这一嗓子吼来了数不清的玩家要加入公会，继续这么张扬下去，加油。江淮说道，我还担心你被各大公会的老大给超过呢，想不到你真能找到快速升级的地点，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开启货币兑换后，迟木、雄霸和嗜血等各大公会的会长纷纷出资购买游戏中的各种消息，很多快速升级的方法都被各大公会的老大找了出来。其中最快速的方法是一种叫做国王任务的活动，一共300环，一环比一环给的经验高，但是全程跑下来需要花费500金币。这2天迟木他们都在跑这个任务，在手下精英玩家的帮助下，迟木的等级已经到达了19级，嗜血和雄霸也都到了18级，其他诸如黑暗游侠、剑舞苍穹、死亡气息、灵魂阵战等各中等公会的老大也都到了17级。各大会长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超过陆阳，可是陆阳突然间这一嗓子让各大公会的会长都愣住了。迟木老人刚跑完一环任务回到了国王面前，打开等级榜，看着重新回到第1名的陆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喃喃自语地说道，这小子怎么升级这么快。同样跑环回到国王身边的剑舞苍穹公会老大苍山也皱着眉头，发信息给手下说道，让进入兄弟盟的间谍查一下陆阳在哪升级。预言公会的老大神之子冷哼一声没有说话，也发信息给进入兄弟盟的手下。圣加尔城数百个公会的会长几乎都在同时发布这项命令。庇护所里，陆阳还不知道这一嗓子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此时他正在整理背包里面的宝石。1000个幽灵爆出来了12颗纯净红宝石，这些宝石最少可以让他切割出来24颗烈焰宝石。等有好的带有插槽装备的时候，一身装备都镶嵌上烈焰宝石，陆阳的法伤等额外提高300多。喝下一瓶魔法恢复药水，陆阳看了看时间，快到12点了，选择退出游戏。陆阳摘下了头盔，韩中和韩颖等人也跟着退出了游戏。一家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下这一天的情况，各自回房间休息下来。第2天早上，陆阳锻炼之后回到游戏，看了一下等级榜，迟木老人和雄霸刚刚到了20级，嗜血霸天和黑血也追到了20级，神之子和苍山等人追到了19级。陆阳明白，这些人是在跟自己争等级榜第1的位置呢，冷笑一声，继续击杀亡灵。从20级升到21级需要经验值236万，陆阳杀到第1层下第2层入口的时候，金光一闪，升到了21级。活法玩家在没人干扰的情况下，升级速度是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进入庇护所2层，一群外形金色的幽灵在地图中飘荡。金色幽灵精英，等级20级，气血50000，50000。金色幽灵魔法抗性500点，是法师系玩家的克星。不过陆阳拥有2级魔神之心和30级武器神火法杖，算上技能伤害高达800多，杀金色幽灵虽然慢了一点，却一样能够打得死。5分钟的时间，陆阳烧死了一块魔钢石上的100个金色幽灵，一颗6芒星图样的徽章掉落在了地上。诅咒徽章暗金级，等级20，体质加20，智力加20，力量加20，敏捷加20，耐力加20。效果使用后可瞬间解除控制技能。陆阳看到这枚徽章，惊讶的眼睛都亮了。玩家在50级以前只有这么一件装备是可以解除控制技能的，而徽章的爆率在整个游戏里面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想不到自己运气这么好，连这枚徽章都打了出来。正好陆阳还没有视频呢，将诅咒徽章装备了上去，法伤又提高了20点。蓝雨发来了消息，哥哥，你分配给我们的都是什么人啊？好强大啊！陆阳笑着问道，怎么了？蓝雨看了看夏雨薇，又看了看面前这40多个陆阳分配到他们身边的需要让他们带的人。陆阳说道，哥，他们好强啊，我们用你给的攻略下副本，他们看2遍就琢磨透了，杀怪的时候完全不用我们教导，甚至我有一种被他们带着打怪的感觉。陆阳分配给夏雨薇的玩家是上一世他听说过名气最大的一部分玩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让他感觉奇怪。现在还有没有信心完成我交代的任务啊？陆阳说道。有，蓝雨萌萌地说道。这边通话结束，白狼发来了消息说道，老大，你给我们送来的这帮兄弟太牲口了，比我还猛，全都是幸春哥的啊，自由模式下残血都敢单挑 BOSS， 还能抗2分钟的时间，这帮兄弟太合我胃口了。白石说道，我们打完一个40人副本了，原本以为要半天的时间，这才1个小时。20级的40人副本是陆阳给白狮和浊酒等人的要求，这个副本的装备产出是最高的。不多时，浊酒和苦爱半生也先后发来消息，都打完了第1个副本。圣加尔城周围的20级40人本一共有186个，这些副本的所有打法、卡 bug 方法，每个副本的具体要求，陆阳全都详细的用笔记的方式告诉了浊酒和夏雨薇等人。第1个副本用了1个小时就开荒成功，证明这些上一世的高手聚集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接下来配合越来越默契之后，这些人打副本的速度更快。陆阳猜测用不了10天的时间，第一批200多人的装备全都能够凑齐。关闭了对话框，陆阳将心思转移到了面前的金色幽灵上面。第2层的怪魔抗高，但是对他没有威胁，陆阳决定加速升级。在第9块魔钢石上对着第8块魔钢石里面的幽灵释放满了火墙术之后，陆阳连续闪烁跳到了第11块魔钢石上，继续对第10块魔钢石的幽灵释放火墙术。3级的火墙术燃烧时间长达5分钟，完全可以烧死幽灵。陆阳不需要一直等在一个地方。外面世界，中午醒来的迟暮老人得意地想着在今天一定要超过陆阳，可是刚戴上头盔，他却发现陆阳的等级到了21级。不仅如此，没到2个小时的时间，陆阳升到了22级，又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陆阳冲到了23级。一直到了傍晚的时候，陆阳升到了25级，迟暮老人和雄霸等各大公会的老大却只追到了23级。庇护所3层，陆阳趁着恢复的时间，正和卓九、夏雨薇等人联系。经过这一天的磨合，速度最快的卓九轻伤带着队伍打通了6个40人副本，获得了20多件白银级装备，30多件黑铁级装备。有了装备，我们打副本的速度更快，估计再有5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提前完成任务，并且还能多出来不少的装备。卓九轻伤说道。陆阳说道，不要大意，尽量多打出来一部分装备，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旦打输了，失去了装备的话，战斗力会下降很大一块。嗜血霸天就是个例子，上一次的战争，如果嗜血霸天和黑雪2人的装备齐全，不可能那么快被雄霸和迟暮打崩。卓九轻伤点了点头说道，那我们多打一轮副本，10天之内应该可以完成。江泽问道，工会什么时候能开启积分制度？现在帮派里面有7万多玩家，很多都是8级左右的，都想用积分兑换我们打到的血牙套装。陆阳说道，让工会的玩家大量搜集普通宝石，什么宝石都要，1颗宝石兑换10积分，100积分奖励1件血牙散剑。不够用啊，用不了几天就换没了，在一个工会仓库里面的东西还是太少了，很多手下抱怨没有可换的东西。江泽说道，人选可选的职业有7个，工会仓库里面拿得出手的只有盗贼的10级血牙套，其他从黑血手里爆出来的散剑对非盗贼职业的玩家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陆阳说道，告诉他们5天之后工会仓库会有大量的10级各职业套装，再有3天陆阳就能到30级，等到了30级，目前急需的东西他都有办法获得。好的，江泽说道，又交代了众人几句。陆阳关闭了对话框，魔法值已经恢复完全，陆阳继续杀了起来。庇护所3层的怪是长着翅膀的青色幽灵，青色幽灵精英，等级25，器械70000，70000。3层的地图与1层和2层一样，还是由悬浮在半空中的一块块魔钢石构成。青色幽灵长着翅膀，可以在空中飞行。陆阳无法再使用卡怪的方打怪，不过上一世有高手发布了一个视频，恰好这个视频陆阳记得清楚。活动了一下身体，陆阳手中逃脱匕首甩手，在第3块魔钢石上对着第2块魔钢石上的青色幽灵释放一发研爆术。100个正在游荡的青色幽灵同时将目光对准陆阳，一起发出尖笑声，展开翅膀朝着陆阳飞了过来。陆阳脚下冒起火焰，发动技能炽热急速朝着跑到了第3块魔钢石的尽头，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第5块魔钢石上面。研爆术打中第4块魔钢石上的青色幽灵。陆阳等200个青色幽灵即将跑到自己面前的时候，走进了第3块魔钢石的传送门里面，进入到了第4块魔钢石当中。200个青色幽灵回追，陆阳等他们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刚好逃脱匕首冷却时间完毕，返回第5块魔钢石，逃脱匕首甩手来到了第6块魔钢石。15分钟之后，陆阳的身后足足跟着1000多个青色幽灵。此时在他的前面出现了一大块魔钢石地面，身上白光一闪，陆阳落在了地面上。这个地方算是庇护所的中心地带的边缘，之前1、2、3层零碎的魔钢石都是从这里崩落出去的。往远处看去，白色的魔钢石陆地完全看不到尽头，而在地面上到处都是青色幽灵。陆阳回头看了一眼追过来的1000多个幽灵，继续朝着前面跑去。沿途的青色幽灵发现陆阳纷纷追了过来，炽热急速处于冷却状态，青色幽灵很快追上了陆阳。就在陆阳即将被身后1000多青色幽灵吞噬的时候，左前方出现了一个冒着蓝色光芒的水池。水池长宽各20码，里面没有泉水，只有深蓝色的奇特液体，在水池周围遍布着数不清的青色幽灵尸体。在水池里面也能看到青色幽灵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其中。在水池的正中间有一块1码见方的纯白色的魔钢石。陆阳手中逃脱匕首甩出，冒着蓝光的逃脱匕首穿过水池，落在中间的魔钢石上面，光芒闪烁。陆阳出现在了魔钢石上面。1000多只青色幽灵立刻朝着水池冲了过来，可是当他们靠近水池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飞过水池，纷纷停留在了水池边上，眼睛紧紧地盯着陆阳。陆阳冷笑一声，口中咒语念起，一道道火墙术落在了青色幽灵群的脚下。青色幽灵的脑袋上冒出一个个500多的伤害，但是他们宁愿承受伤害，也绝不走进水池。上一世第2世界官方曾经推出了一本游戏历史传记类小说，详细叙述了第2世界的构架和历史故事，其中之一就有关于庇护所的详解。上古时期众神大战，星球上各族攻伐，胜者往往对败者进行灭族屠杀。星空之神战败，为了保护信徒不被杀绝，在无尽星海中用他的神眼创造了一个特殊空间，让他的信徒居住，这个空间就是庇护所。后来星空之神遭到重创，陷入沉睡，庇护所与外界连接点消失，星空之神的信徒想要出去一探究竟，私自挖开了一个空间节点，致使异空间幽灵入侵，庇护所内的信徒尽数被杀。
无数幽灵占领了庇护所的空间，但是这些幽灵唯一不敢去的地方就是庇护所的起源之地神眼。神眼对任何非庇护所的生物都有极大的伤害力，因此只要闪烁到神眼中间的这块魔钢石上面，就能躲开幽灵的追杀。上一世有玩家发布通关视频后，无数玩家挑战这个拉怪方法，陆阳用了很长时间学会了这招。这一世他再次使用，丝毫没有滞涩感。系统提示：你获得了2966点经验。一连串的经验提示让陆阳的经验条快速增长，不多时，陆阳身上金光一闪到了26级。庇护所3层怪的数量有4000只，陆阳用逃脱匕首跳出了神眼，用刚才的方法继续拉怪杀敌。正当陆阳刚刚带着第二波幽灵回到神眼中心地带的时候，江泽打来了电话：兄弟，出大事了，我们怕是要提前做准备了。陆阳问道：怎么了？给你看个视频。江泽发了一个视频链接，陆阳点击链接，面前出现一个微光显示屏。杀！怒吼声响起，一个手持双手战斧的欧洲玩家带领300人的小队斜刺里冲向了双方上万人交战阵营的一方。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亮起，挡在双手战斧玩家面前的100名玩家瞬间被绞杀干净。俄罗斯的战皇现在就拿到战神之星了。陆阳皱眉说道。第二个画面，一名精灵族的欧美玩家站在高山上，弓拉满月，一道紫色流光划过，1000码以外的一名满血圣骑士瞬间被秒杀在地。苏格兰的月神也跟上一世一样拿到月神之星了。陆阳说道。第三个画面，陆阳化身5码高的炎魔、烈焰风暴、赤焰鸟等技能齐发，打崩了嗜血盟200顶级盗贼。这视频哪来的？陆阳皱眉问道。江泽苦笑地说道，这是官方的推广视频，明天下午开始，这则广告会在纽约时代广场、伦敦塔桥、法国香榭丽舍大道等多个世界著名地点进行广告投放，同步的还有电视、电影、视频等一切电子传媒。你出名了，官方坑我呀。陆阳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说道，嗜血霸天看到这则视频，非得跟我玩命不可呀。江泽说道，正是这样，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陆阳说道，尽全力约束手下，这几天绝对不能跟嗜血霸天起太大的冲突，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树欲静风不止。正当陆阳和江泽探讨如何避免和嗜血霸天发生冲突的时候，正在升级的嗜血霸天已经陷入了暴怒。面对着叶孤星和浴血霸王等人，嗜血霸天的脸色阴沉的如同雷雨天。从今天开始，命令所有会员追杀所有兄弟盟的玩家，不仅在新手村，还有各个升级地图、副本门口，见到一个杀一个，击杀一个，奖励1个工会积分。是。浴血霸王立刻传达命令。嗜血盟的玩家本就与陆阳有仇恨，加入陆阳工会的主力又是散人团和跟他们有仇的普通玩家，如果不是嗜血霸天之前害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早就开战了。现在有了命令，嗜血盟内部将近3万玩家开始在各个地图对兄弟们展开追杀。野外，一队兄弟盟的玩家正在打怪，突然间冒出来上百名嗜血盟的人，两边装备差距较大，兄弟们的玩家没有坚持住1分钟就全被击杀。工会频道，月如风，兄弟们，嗜血盟的人在外面杀我们的人，有没有人来跟他们拼了？烈日当空，我们也遭到了偷袭，20多人全死了。灭灵，新手村冒出来好几百名嗜血盟的人，我们这边损失惨重。数不清的坏消息在工会频道刷新，正在打副本的白狼和浊酒轻伤等人纷纷皱起眉头。正当白狼准备说话的时候，江泽发信息说道，所有玩家暂时不要和嗜血盟起正面冲突，老大说了，所有玩家暂时进入副本升级打宝石，1颗宝石10点工会积分，5天之后老大将优先带领工会积分高的玩家去特殊地图快速提升等级。江淮说道，我们的人数虽多，但实力不及嗜血盟，散人团的教训在前面，这么跟嗜血盟的人硬打，我们工会一定会被打崩溃，大家辛苦打到的装备也会就此失去，更是可能会掉级。忍耐一下，一切等老大安排。散人团的教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比深刻的，几十万的散人团都被打崩了，更何况他们这些装备不全的散人团败兵。工会频道，岳如风说道，听老大的，这仇暂时忍了，我们打宝石拿工会积分去。灭灵说道，都去副本，老大能够保持等级榜第1的优势1个月，一定有独特的升级地点，我们先升级，然后再找他们报仇。被杀死的兄弟盟玩家对于升级的渴望暂时抵消掉了仇恨，一场灾难就这样被化解掉了。陆阳看着工会频道的消息，长出了一口气，发信息给江泽和江淮说道，做得很好，这几天暂时辛苦你们，我尽快出来。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阻止冲突发生。江泽说道。陆阳嗯了一声，关闭了对话框，口中咒语念出，在火墙上一道道烈焰风暴和赤焰鸟落在了上面，处在火墙里的青色幽灵掉血速度加快。等级榜上，陆阳的等级不断提升，27、28、29。等到了傍晚的时候，陆阳身上金光一闪，正式升到了30级，而他也刚好清理干净了庇护所里的所有幽灵。老大，你30级了。浊酒轻伤发来了一个惊讶的表情。老大，你把第2名迟暮老人甩了整整5级啊！白狼激动地说道。陆阳看着等级榜上才25级的迟暮老人和紧随其后24级的雄霸和嗜血，眼神中满是激动。这场意外来临的等级 PK 战，他成功地保住了等级榜第1的位置，打碎了迟暮、雄霸等各大帮派老大想要毁掉他在散人玩家心中建立的威望的机会。光芒一闪，陆阳回到了敌罪监狱，伊米尔正站在他的面前，脸上带着惊喜的神色。你成功了？伊米尔问道。陆阳说道，应该是吧，不然我也不会出来。伊米尔满意的点了点头，用手一指陆阳，
一道纯白色的光芒降落在陆阳的身上，血红色的名字消失得无影无踪。系统提示：你解除了谋杀罪。多谢。陆阳说道。伊米尔从背包里拿出一张金色的书页，交给陆阳。图纸：烈焰宝石，效果可以将一枚纯净的红宝石切割成烈焰宝石。陆阳接过图纸，激动地说道：多谢。有了这个图纸，陆阳就有了制作烈焰宝石的办法。在庇护所里的这2天，他一共打到了60多块纯净红宝石。点击学习图纸，陆阳使用回程卷飞回了圣加尔城广场。此时广场上面突然间多出来了许多新人玩家，看样子这个视频已经开始奏效了。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上一世官方也推出了这个视频，只是没有他。如果陆阳没有记错，从今天开始到未来的3个月之间，第2世界的玩家数量会突破6亿人。大部分玩家喜欢玩游戏的究极原因，是因为游戏可以用很简单的操作来完成很多看似困难的任务，比如杀人，只要选择好技能，一套连招打过去就能拿下对方的人头。还有比这更痛快更舒爽的游戏吗？显然是没有的。第2世界抓住了玩家这一心理，加上推广视频，玩家的数量进入了疯狂模式。陆阳保住了等级榜第1的位置，还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显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工会的人数也会大量的增长。不过想要增加工会人数，先要守住这个工会才行。你们在哪？陆阳发消息给萧亮。老大，我们在打造装备呢。萧亮说道。陆阳说道：韩中师傅，你、韩颖、韩宇、韩飞还有沐雨，你们几个停下手里的工作，1个小时之后到圣加尔城东门等我。老大，我们去哪？萧亮问道。带你们去个秘密地图。陆阳说道。来到圣加尔城传送器位置，陆阳打开传送地图，找到沙鲁斯小镇。系统提示：传送费用1枚金币，你是否传送？是否？陆阳往传送器里面投进去了1枚金币，点击是，光芒一闪，他出现在了沙鲁斯小镇当中。沙鲁斯小镇是一个非洲风景的小镇，标志性的土黄色房屋和外墙，以及街道上独特的带着沙漠骆驼、穿着白衣的 NPC， 都让这里看起来很有异国文化的风采。在沙鲁斯小镇外面是沙鲁斯沙漠，上面遍布着30级的怪物，分别是沙虫、沙狼、沙蝎和沙漠钢甲虫等。陆阳这次来要找的就是沙漠钢甲虫。走出沙鲁斯小镇不多时，陆阳在一群沙虫当中遇到了一只沙漠钢甲虫，等级30，气血26002600。钢甲虫的外形是红色的甲虫，鼻子上长着一个 T 字形长角，后背的甲壳上面遍布着钢刺，看起来凶悍无比。上一世，一个民间网站推出了一个第2世界怪物图录，上面详细叙述了游戏里面每一个怪的气血、防御、魔钢、攻击、法伤这5项属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0级的沙漠钢甲虫，这种召唤兽的气血在所有30级怪物中是最少的。常规而言，30级怪的气血是4500点，而沙漠钢甲虫只有2600点。究其原因，是钢甲虫的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都在500点左右。如果给钢甲虫提升到了7级，它的双防能够达到870点，比永最刀位还要强大，而且还会传送技能，可以瞬间传送到主人的身边，是召唤系玩家最喜欢的召唤兽。陆阳戴上迷梦指环，对准钢甲虫使用迷梦之光。不多时，钢甲虫的脑袋多出了陆阳的名字。钢甲虫属于伪精英一类的召唤兽，如果是在后世，这东西刷新的数量不多，而且杀死后还会爆出大量的药水，因此很多玩家都来杀这个召唤兽，想要召唤到一只非常的困难。好在玩家还没有来到这个地图，陆阳在沙漠上转了半圈，就找到了5只钢甲虫。召唤完毕后，陆阳带着钢甲虫在地图上提升到了7级，到达满级的钢甲虫，器械上限提升到了4000点，双防提升到了870点。看了看时间，刚好1个小时，陆阳让钢甲虫原地待命，拿出回程卷飞，回到了圣加尔城广场。来到东门，萧亮、韩颖3姐弟以及沐雨正在门口附近等他。老大，你来了！萧亮喊道。陆阳说道：跟我走，我们进矿洞。圣加尔城东北角方向有一个废弃矿洞，里面遍布着8级的僵尸。这些僵尸是普通玩家的最爱，击杀之后往往会掉落技能书和少量金钱，还有可能掉落一些白板装备。陆阳哥，我们去矿洞挖矿吗？韩颖问道。陆阳笑着说道：当然不是了，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废弃矿洞一共3层，每一层的地图大且复杂，陆阳却如同识途老马一般，带着队伍快速的来到了3层的一个偏僻地方。看了看时间，陆阳说道：我们先组队，原地休整5分钟。陆阳哥，我们在这里杀僵尸的经验太少了，干嘛在这里打怪啊？韩飞不懂得问道。陆阳说道：你们知道吗？3层这里是有尸王的。尸王？萧亮和韩飞的眼睛都亮了起来。这是好东西啊，能爆技能书和装备。韩宇说道。这里是刷新点吗？韩颖问道。上一世游戏开服3个月之后，当所有玩家都发愁没有10级和20级技能书的时候，突然间拍卖行大量的出售各职业的15级到25级之间的技能书，甚至出售30级的技能书。无数玩家寻找这一原因，却始终找不到头绪，因为技能书是在拍卖行出售的，根本找不到卖东西的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6个月的时间，整个圣加尔城的技能书差不多有1/10都是这个玩家提供的。为此，这个玩家发了一笔横财。这样的情况引起了服务器中大量工作室的注意，在多方查找之下，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玩家，也因此一个极其隐秘的地图被发现出来。尸王殿，废弃矿洞当中，僵尸每次刷新都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他们钻出来的坑深浅不一。这名玩家在废弃矿洞3层打怪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他
他打怪的地方，在一次刷新当中，从地底下钻出来了一只穿着僧袍的黄色僵尸。这名玩家尝试着打了一下，黄色僵尸的气血比黑色僵尸多一些，却非常有限，很快就被他打死了。黄色僵尸掉落了一件装备，他在捡装备的时候，不慎掉入了黄色僵尸钻出来的那个坑里面。他本以为这个坑跟其他的坑一样很浅，可是掉下去之后，直接进入了另外一张地图。地图不大，是一个正方形的矿坑，而在矿坑当中，居然遍布着手中拿着锁链的黑色僵尸王。狮王不仅掉落15到25级之间的技能书，还有一定几率掉落特殊技能书。而这个狮王殿还有一个特点，一次只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队伍的人进入，如果不是这个队伍的玩家，即便走进了地图，也会被瞬间传送出去。结果，自从这个地图曝光之后，矿洞3层的这个坐标成了各大公会的必争之地，每天一共3个时间刷新，每次刷新这里都会尸横遍野。上一世，陆阳从来不敢染指狮王殿，因为争抢的公会都是全服最顶级的几个大公会。可是这一世不同，现在知道这个坐标的人只有他陆阳一个人。从今天开始，陆阳决定在未来的1年之内都要将这个狮王殿承包了，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染指。正当陆阳思考，萧亮和韩影3姐弟聊天的时候，在陆阳前面5码的地面上，一只惨白色的手掌破土而出，随后一只全身穿着黄色僧袍的僵尸从土里钻了出来。黄色僵尸？韩影好奇地问道。陆阳口中咒语念出，一发研爆术打死了黄色僵尸，说道：这个坑下面布满了狮王，你们在这里等我消息，我让你们下去的时候，你们再跳下去。狮王？陆阳没有回答，抬腿走进了坑洞当中。光芒一闪，陆阳出现在了一个正方形的房间当中。吼！数不清的怒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陆阳左右一看，他被传送到了狮王殿的正中间，四周数不清的狮王正怒吼着朝着他冲了过来。狮王精英，等级30级，气血90000，90000，距离他最近的狮王就在他的身边，手中金刚铁链挥出，朝着陆阳砸了下来。闪烁！光芒一闪，陆阳出现在了30码外的一处空地，攻击陆阳的僵尸纷纷转头朝着他冲了过来。陆阳的四周依然到处都是僵尸，手中逃脱匕首再次甩出，蓝色光芒闪过，陆阳落在了狮王殿的东北角。2只狮王就在角落附近，发现陆阳立刻扑了过来。召唤钢甲虫，5只被陆阳固定在沙漠上的7级钢甲虫瞬间出现在了陆阳的面前，将陆阳包围在了角落里面，一只狮王也打不到他。狮王的攻击力有1000多，打在钢甲虫的身上，每次攻击只能打掉130点血，而钢甲虫的气血总量有4000点，抗住狮王非常轻松。火墙术，陆阳用老办法，在地面上遍布火墙术，不多时30码之内变成一片火海，至少有30只狮王都处在火焰当中。正常而言，玩家想要击杀狮王难比登天，狮王会冲锋，攻击力还高达1000点，法师一个人在野外遇到狮王几乎都是必死的结局。可是陆阳有了钢甲虫之后，却可以在这里用火墙烧小怪一般来烧狮王。狮王的掉血速度很快，每1秒都会受到800多的伤害。陆阳等火海扑完之后，换上治疗戒指，用治愈术不断的给钢甲虫加血。凭借身后的魔法值和法伤，5只钢甲虫的血量很快恢复上来。趁着空隙，陆阳口中念出烈焰风暴和赤焰鸟。5分钟之后，火墙术即将熄灭的时候，30多只狮王的血量全部归零。系统提示：你杀死了狮王，你获得了2633点经验。数不清的提示传来，陆阳却根本没有在意提示，而是看着面前暴露的一片金黄色技能书，激动不已。胡月斩、灼热波动、地灵守护、赤炎波动、风魔、流星剑等几十本7职业终极技能书掉落在了地上。陆阳说道：你们进来吧。萧亮和韩影姐弟正在洞口观望，听到陆阳的话纷纷进入，刚一落地，几个人都眼睛瞪大的看着地上的技能书。天哪，这么多技能书都是终极的！萧亮惊喜的说道：居然有逆刃，我的逆刃啊，终于看到你了。韩飞抱着一本技能书在怀里抹撒。陆阳哥，这些都是给我们的吗？韩影惊喜的问道。陆阳笑着说道：当然，都捡起来，然后躲到我钢甲虫的后面，今后这段时间我天天带你们在这里打技能书。好的。萧亮和韩影3姐弟一起点头，捡起地上的50多本技能书，跑到了钢甲虫的后面。钢甲虫有半米高，身体更是有3个人并排站立那么宽，5只钢甲虫靠在角落组成的包围圈很大，他们5个人和陆阳加在一起完全容纳得下。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吸引狮王。陆阳说道。半个小时之后，狮王殿里面的狮王尽数被陆阳烧死，爆出来的技能书经过统计有150多本。老大，我们几个的技能书都全了。萧亮激动地说道。有了这些技能，我们完全有能力跟人出去 PK 了。韩飞挥舞着手里的匕首，冰蓝色的光芒不时从匕首中闪现而出，这是逆刃的特效。盗贼伤害高的情况下，用这一招可以秒杀10多个人，是当前阶段最高级的技能。陆阳也打到了属于他的30级技能，冲击波、法力玛瑙和魔法窃取这3个技能，剩下的技能书都留着，我有用处。你们几个暂时不要回去赚钱，就在这里跟着我升级。你们现在得到的技能书并不全，还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呢。陆阳说道。游戏中的技能并不仅仅有职业技能，还有很多特殊魔法。以魔法师为例，有龙羽魔法和圣堂魔法。获得的办法要么是天生就是隐藏职业，要么在狮王殿爆出来这些书学习。这些魔法技能每一个的威力都十分强大，一旦拥有，往往有改变战场形势的能力。萧亮听到陆阳讲解完毕，好奇地问道：战士有什么特殊技能啊？陆阳说道：
战士的特殊技能有2种，一种叫做铁臂，以降低80%的伤害，换取60%的物理和魔法伤害减免；另外一种叫做激怒，降低50%的防御力和魔抗，提高50%的物理伤害。萧亮说道：“老大，我想学习铁臂。”“你真想学习吗？”陆阳问道。萧亮挠着头说道：“我的天分不如韩非他们，也不如浊酒他们，打我打不过，那我就防守。”上一世萧亮也说过这样的话。陆阳拍着萧亮的肩膀说道：“兄弟，如果打出来铁臂，我一定让你学习，但是我向你保证，你的成就一定能达到浊酒他们的程度。”凭借记忆中的攻略秘籍，陆阳一定要让萧亮在这一世功成名就。接下来的3天时间，陆阳一直带着萧亮他们在狮王殿里面打怪，铁臂技能顺利的被打了出来。萧亮学习之后，防御力大幅度提升，但是攻击力却低得可怜。这攻击力也太低了吧？韩非说道。陆阳笑着说道：“你试着跟萧亮打一场，你看看能打赢不？”韩非看了看防御力比他攻击力还高的萧亮，挠着头说道：“打不过。”陆阳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不已。萧亮说道：“能帮到老大就行，我有没有攻击力无所谓，够义气。”陆阳搂着萧亮的肩膀说道。突然间，江泽发来一条消息，说道：“老大，嗜血盟的攻击越来越猛烈，我们在外面升级的散人玩家已经死伤超过3000人次了。”江淮说道：“工会里面吵报仇的人太多了，甚至叫嚣必须让你出头，不然就要退出工会。”陆阳皱眉说道：“这些人的名字都给我记下来，肯定都是个帮派进来的奸细。”江泽说道：“都已经记好了，我也这么认为的。”陆阳说道：“你组织帮派里面的人手，挑出来1000名玩家，先找被杀次数多的，第二找工会积分高的，第三找身手好的。你要带他们出去升级？”涂峰问道。陆阳点头说道：“这次升级你们也去，我有一个特殊的升级地点，现在就看浊酒他们那边的装备情况了。”浊酒轻伤发信息说道：“老大，最迟后天早上，我们所有人的装备就能凑齐，全都是20级的白银装备，这些人的等级也都顺利到了20级。”“好，那就定在后天中午，这2天也给江泽他们选人的时间。”陆阳说道。“没问题。”江泽说道。陆阳心中涌起一阵豪情，只要浊酒等人的200多精英装备凑齐，他把这几天得到的技能书再分发下去，有等级，有装备，有技能，还有高明身手的这200多精英，将会成为陆阳的一支骑兵，无论是战场争雄还是带队升级，他们都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关闭了通话器，陆阳继续杀狮王，50个狮王在火焰中行走，不多时全部死亡。陆阳说道：“找一找有没有一本叫做地狱火的技能书。”连续刷了3天多的时间了，盗贼、猎人、战士的特殊技能都获得了，术士的特殊技能却始终没有获得。如果打到了这本技能书，即便陆阳走了，韩颖也能带队在这里打怪。萧亮和韩非等人出去寻找，快要捡完的时候，萧亮喊道：“老大，我找到地狱火了。”陆阳眼睛一亮，说道：“快给我看看。”地狱火类型：召唤系，效果：召唤一只异位面敌地狱火为玩家作战，降临到地面30码范围内，所有玩家眩晕2秒钟的时间。学习要求：智力300点。哥，是法师的特殊技能吗？韩非问道。陆阳将技能书交给了韩颖，说道：“是术士的。”我的。韩颖好奇地接过技能书，惊讶地说道：“要500点智力。”韩颖的全部智力加在一起才刚刚超过150点。陆阳将魔神之心和神火法杖等全套装备换下来，递给韩颖说道：“这样你就能学习了。”韩颖佩戴装备后，智力刚好够500点，选择学习技能。金色的地狱火技能书发出一阵耀眼光芒，消失在了韩颖的手中。同时，韩颖的技能栏里面多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冒着邪火的石头人。陆阳说道：“你用出来看看。”哥，这地狱火不会被秒了吧？韩颖说道。你试试就知道了。陆阳笑着说道。好吧。屏幕中还有最后20个狮王，韩颖念出咒语，10秒钟之后，狮王殿的棚顶出现一个绿色的空间虫洞。破风声响起，一颗绿色的巨型石头拖着一条长长的火尾从虫洞里面飞出，重重地砸在了20个狮王的中间。轰的一声，绿色的巨型石头落地将20个狮王打晕，同时巨型石头伸展开来，转眼间，一个身高5码、全身冒着火焰的巨型石头人从地面上站了起来。地狱火，气血8000-8000。好！地狱火怒吼一声，一拳砸在了身边的狮王身上，打掉了狮王102点气血。同时，石头人身上冒出的绿色火焰灼伤了狮王302点气血。这地狱火很强啊！韩宇说道。陆阳一边给地狱火加血，一边说道：“这东西天生防御力600多，升到7级之后，防御力有960点，不是一般的厉害。正常而言，术士要想召唤地狱火，最低也要40级，500点的智力要求，让很多人买到技能书也只能干着急。韩颖却不同，在陆阳的魔神之心和一身装备的帮助下，在20级的时候就能召唤出来地狱火。这种地狱火完全是低级职业的克星，战士和法师类职业连破防都很难做到。”韩非挠了挠头，说道：“术士的这一招也太强了，我感觉我会被我姐的地狱火一拳头秒杀了呢。”陆阳笑着说道：“你的逆刃不是也可以秒杀了你姐吗？”游戏进入学院魔法和特殊魔法时期，获得的提升不是一星半点，尤其是特殊魔法，但凡能够学会特殊魔法的，无疑不是装备齐全、实力强大的高手。原本陆阳还担心刷不出来地狱火，现在打到了技能书，只要给地狱火升到7级，就可以让地狱火来代替它了。速度虽然慢了一些，但是也能杀得过。至于提升速度，陆阳对着萧亮说道：“之前我答应给你凑出来一套黑血套装，你把蛇毒珠和黑血刀给我。黑血刀、黑血珠和黑血铠是一套装备，效果是释放剧毒喷雾，最大面积可以笼罩50码，
范围内的敌人每秒受到30点伤害，效果威力十分巨大。这3样装备中，黑血刀是最容易获得的，可以直接在怪物身上爆出来。比较难获得的是黑血珠和黑血铠。黑血珠是用蛇毒珠升级，提升到10级后，蛇毒珠自动进化成黑血珠。黑血铠是通过8级毒蛇峡谷副本里面3头蛇王掉落的蝰蛇皮铠升到10级获得。之前陆阳击杀黑血200手下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件蝰蛇皮铠，一直放在身上。从萧亮手里接过2样装备，陆阳身上红光闪烁，飞回到了魔神殿，来到祭坛边，拿起命运骰子抛掷在地上。666，系统提示：你的幸运值增加10点。陆阳把蛇毒珠放在了祭坛上面，再放上一直储存在祭坛旁边的黑铁矿石。陆阳给蛇毒珠升级，每升1级，蛇毒珠的颜色变得愈发深绿。到了第10级的时候，蛇毒珠变成了纯黑色。系统提示：你获得了黑血珠。陆阳拿出蝰蛇皮铠升级，到了10级以后变成了黑血铠。返回狮王殿，陆阳将3样装备交给了萧亮，说道：试试看看。3样漆黑的装备看起来就让人感觉到含有剧毒。萧亮佩戴上3样装备，系统提示：你集齐了黑血套装，触发黑血特效。在萧亮的技能栏里面多出来了一个叫做黑血雾的技能。黑血雾类型：毒素，冷却时间30分钟，效果对5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人进行毒素攻击，每秒掉血30点，持续时间30分钟。萧亮眼睛一亮，说道：老大，这装备很强啊。陆阳说道：配上你的铁臂技能，光靠毒素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你之前不是打到了一个蛇毒囊吗？让黑血珠吞噬了它，接下来的50次毒素攻击，每次伤害还能提高10点。萧亮激动地用力点头。陆阳笑着想到，上一世用这个打法称霸游戏的是永星号的老大黑血，现在陆阳要原封不动地复制到萧亮身上。狮王的血量9万点，全凭毒素攻击的话，40分钟的时间就能被全部毒死，再加上一个7级地狱火的每秒300多火焰伤害，用不了1个小时的时间，萧亮和韩影他们就能打死这一地图的狮王。接下来的2天时间，陆阳一直在狮王殿里打技能书。让陆阳意外的是，可能是运气好的关系，又打出来了3本召唤地狱火。陆阳发信息给卢兆宇和林峰，说道：你俩停下手里的锻造工作，来废弃矿洞3层，坐标478.974。好的。两人放下手里的工作，快速来到了矿洞里面。两人此时的等级还是1级，好在游戏里面的玩家数量太多了，到处都是人，怪刚刷出来就在1分钟之内被杀光了。来到坐标位置，卢兆宇发消息说道：老大，我们到了，看到拐角的那个窟窿了吗？跳下来。陆阳说道：好的。卢兆宇和林峰走进了窟窿，画面一闪，两人进入到了狮王殿。老大，两人一起对站在他们面前的陆阳说道：这是哪呀，老大？林峰好奇地看着左右。狮王殿。陆阳从背包里拿出2本召唤地狱火，放在两人面前，说道：其他的事情由萧亮和韩影他们告诉你俩，先把技能书拿好。召唤地狱火。卢兆宇惊讶地说道：老大，这是什么技能书啊？林峰问道。陆阳指了指韩影身边的那个5码高的绿色地狱火，说道：就是它。卢兆宇和林峰两人看呆了，两人一起激动地问道：这是术士的技能？陆阳说道：你2个小子运气好，多打出来了2本，今后你俩暂时停止打造装备，每天留在这里用地狱火打装备。太好了。林峰激动地说道。为了让两人快速升级，等狮王再次刷新的时候，陆阳单独和两人组队，快速地击杀了100个狮王之后，两人1级约29级打怪，打的还是精英怪，等级全部到了15级。陆阳换下魔神之心和神火法杖给两人，两人的智力达到500点，也学会了召唤地狱火。正午12点，浊酒轻伤发消息给陆阳，说道：老大，任务顺利完成，我方61人全部集结待命。夏雨薇发来消息：任务顺利完成，我方61人全部集结待命。苦爱半生发来消息：老大，我方61人全部集结完毕，按照要求每人1套半白银套装。白狮发来消息：老大，我方61人装备齐全，随时可以征战。陆阳说道：很好，全体成员不必回城，立刻到20级地图包子村集合，行动路线我会发到各位的对话栏里面，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包子村集合。是。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一起答道。关闭对话框，陆阳对萧亮和韩影等人说道：我要走了，今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记住，每次下线你们3个术士至少有1个要留在这里。随着玩家人数的增多，狮王殿这样的地方早晚会被玩家发现，一旦让其他人发现，这里势必会如同上一世一般，成为所有公会的必争之地。老大你放心，我会安排好一切的。萧亮说道。陆阳拍了拍萧亮的肩膀，说道：我相信你。拿出回城券，陆阳飞回了圣加尔城，在城南市场找到了比塞尔。哦，我的兄弟，你好久没有来看我了。比塞尔热情地说道。陆阳说道：这阵子有些忙。哦，你到30级了。比塞尔惊讶地看了看陆阳的等级，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能否去一趟夜色镇的地精营地？我的父亲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想请你去帮助他。陆阳说道：当然可以。任务提示：寻找比塞尔的父亲。这是比塞尔的后续任务，上一世陆阳在攻略上曾经看到过，需要玩家等级到了30级才能触发。有了这个任务，陆阳才能带着手下升级。从地精营地离开，陆阳使用传送阵飞到了夜色镇，如同上一世一般，沼泽地带的地图还是不招玩家待见。圣加尔城能够进入20级地图的玩家有2-3万人，愿意来这里升级的却寥寥无几。在夜色镇的东侧商业街区，陆阳找到了风暴投资公司，走进大门，陆阳在营地中心看到了愁眉不展的卡鲁斯。尊敬的卡鲁斯先生，
我是您儿子比塞尔的朋友，他听说您遇到了困难，让我来帮助您。陆阳说道。卡鲁斯看到陆阳露出感激的笑容，说道：亲爱的朋友，比塞尔已经在信里将你的事情告诉了我，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不用客气，请问您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能帮您做些什么？陆阳问道。卡鲁斯露出愤怒的表情，说道：夜色镇东边的月落山脉是我暴风投资公司买下来开采矿石的地方，可是在我们挖开山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处恶魔宫殿，我的30多名手下全部被恶魔给吃了，我想请你帮我剿灭宫殿里的恶魔。任务提示：杀光恶魔，你是否接受？没问题，我会替你杀光全部恶魔，请等我的好消息。陆阳说道。系统提示：你开启了暴风投资公司声望，你在暴风投资公司声望为友善。卡鲁斯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去那里，请多带些帮手，那里的恶魔有些多。好的，多谢提醒。陆阳说道。上一世这个任务之所以会让陆阳印象深刻，原因是这个恶魔宫殿里面的怪不是一般的多。当时开启这个副本任务的是碧血苍穹会长带领39名精英进入，结果被数不清的20级恶魔围死在了大殿里面。当时碧血苍穹老大的等级是30级，跟随他的39名成员也都是30级，这样的队伍都能被围死在一个地图里面，可见里面的怪有多少。后来碧血苍穹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他们工会后来进入里面统计过，整个大殿里面怪的数量有10几万只，他们当时40人进去，杀了有2000多之后，药品耗光立即而亡。这样的地图正好适合陆阳和他的工会，而且这样的地图不于有被发现的危险。即便别人知道陆阳在这个地图升级，没有承接之前的地精任务，也进不去那个宫殿，除非他能进入陆阳组建的团队。陆阳发信息给江泽，说道：1000人准备好了吗？江泽说道：已经在夜色镇外面的沼泽地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这批玩家是江泽这几天精挑细选出来的，工会积分最高，与嗜血盟仇恨最大的一批人，等级平均是12级。很好，原地待命，等我消息。陆阳关闭了通话器，跑向了包子村。另外一边，嗜血霸天和雄霸等各大工会的老大纷纷接到了间谍的汇报。陆阳带着1000兄弟盟成员去了夜色镇。嗜血霸天皱着眉头说道：夜色镇外面都是沼泽地，玩家一旦陷进去必死无疑，他们去那做什么？叶孤星说道。浴血霸王说道：会不会也和我们一样买到了快速升级的地图吧？叶孤星说道：很有可能，老大，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杀了他们？我这里随时能集合到5000人。嗜血霸天说道：我们的间谍没能进入管理层，也没有入选这一次的升级队伍，暂时确定不了他们的动向。不过你先把人召集起来，一旦找到了，立刻发动雷霆一击。第二世界的宣传视频让嗜血霸天这段时间一直处于暴怒当中，但凡有机会打败陆阳，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包子村中，浊酒轻商、夏雨薇、白氏三雄、蓝鱼以及苦爱半生等签约玩家正带着224名手下在村子里面休息。这地方太神奇了，想不到在茫茫沼泽地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补给村落。浊酒轻商说道。夏雨薇点头说道：陆阳估计花了不少钱才买到了进入这个地方的地图，如果没有地图，这里绝对进不来。老大来了。孙宇负责瞭望，发现远处陆阳跑了过来。浊酒轻商等人确认后立刻站了起来，一起跑到门口迎接。老大。一众人等和陆阳会合后一起说道。陆阳看着1周不见的浊酒轻商、夏雨薇和苦爱半生等人，每个人都穿着20级的装备，说道：不错，都提升了不少。老大，你给的攻略太完美了，我们用攻略打史诗级副本，一点难度都没有。孙宇说道。陆阳失笑，攻略是一方面，这群人的能力还是占据了大多数。从背包里拿出储物袋，一共4个，浊酒、夏雨薇、白狮、苦爱半生一人一个。这里面是1458本技能书，你们243个人在当前级别能学习的所有技能书都在这里面。陆阳说道。老大，你从哪弄到的呀？毛球惊喜地问道。我自然有我的办法。陆阳从怀里拿出2本弱体剑技能书，交给了毛球和孙宇，说道：这个是特殊技能，你们2个学了。弱体剑能够削弱玩家30%的实力。毛球惊喜的立刻学了下来。孙宇也点击学习，开心的说道：老大，这技能太厉害了。弱体剑是整体削弱，包括移动速度、攻击、防御、气血，一切数据降低30%。老大，有没有战士的？白狼兴致冲冲地问道。陆阳笑着拿出5本烈焰斩，说道：这是战士最强单体攻击技能，归你们了。白狼、白虎、苦爱半生、张子博、夏雨薇纷纷上前领取，下一次攻击提升200%的攻击力。张子博激动地说道：这技能秒人用的呀！我现在攻击力350点，一刀能打出700伤害的话，布甲和皮甲类职业一刀就死了。白狼说道。陆阳说道：不止如此，如果你们配合冲锋发动烈焰斩，效果叠加，最高能叠出来3.2倍伤害。我无敌了呀！白狼激动地说道。陆阳失笑，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召唤地狱火，对谁纵我一式猖狂说道：你过来。啥事？老大。猖狂正在打酱油，被陆阳喊到愣了一下。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术士，这本技能书送你了，希望你能不负你的名字。陆阳说道。啊？谁纵我一式？猖狂迷茫的接过技能书，看着上面的名字说道：召唤地狱火，需要智力500点。老大，我智力不够啊。韩柳说道：用我的装备，我身上的宝石加在一起能凑够500点智力。韩柳是土豪，全身17件白银装备，每一个都打上了3块智力宝石，纯智力比拼，韩柳比陆阳的智力都多。陆阳拿出自己的神火法杖交给猖狂，说道：加上这个应该够了。哦，
谁纵我一世，猖狂自身等级20级，换上韩柳的装备和神火法杖，刚好凑够了500点智力。点击学习，召唤地狱火进入了他的技能栏。什么技能啊？放出来看看。暮色收割者好奇说道。谁纵我一世，猖狂看了看技能，又看了看众人，说道：我试试。口中咒语念起，包子村的天空中突然间破开了一个直径30码的碧绿色空间虫洞。那是什么？包子村里面的224名精英都惊讶地抬头观望。突然间，空间虫洞一阵颤抖，旋即一个直径巨大的绿色岩石从虫洞里面出现，带着一条绿色的火尾划过天空，重重地砸落在了包子村的外面。好！在所有人惊呆的目光中，砸在地上的石头化做一个5码高的放出绿色火焰的巨型石头人，地狱火。我擦！白狼忍不住骂了出来，问道：这石头人什么属性？谁纵我一世，猖狂打开召唤兽属性栏看了看，傻眼的说道：邪恶攻击力102，防御力640，附带每秒302点火焰伤害，气血8000。陆阳说道：邪恶攻击力无视物理防御，多少攻击力就是多少伤害。这防御力目前的怪根本就打不破防啊！要是有这个东西打副本的话，20级史诗本的 BOSS 都不一定弄得死他。毛球说道：这术士的特殊技能怎么这么强啊？苦艾半声说道。陆阳说道：没办法，都说法师是第2世界的亲儿子，实际上术士才是，地狱火就是这么强大。不过好在这本书的爆率太低了，今后这个服务器即便大家都到了50级，90%的术士也没有这本书。众人感叹。谁纵我一世，猖狂激动地看着陆阳，千言万语想要说却说不出口，最终只说了一句话：谢谢。陆阳拍着他的肩膀说道：都是兄弟，不必客气。有些人用钱就能买到忠诚，可他不值那个钱；有些人用钱却买不到忠诚，只能对他用情义相待。谁纵我一世，猖狂属于后者。众人纷纷对猖狂表示恭喜。谁纵我一世，猖狂也激动得不得了，有了这个地狱火，奠定了他在这个游戏里面成为顶级高手的地位。陆阳对蓝雨说道：小丫头，过来。哥哥，我也有吗？蓝雨惊喜地说道：当然。陆阳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咒复杀的技能书说道：这是牧师在当前级别最强大的攻击技能，可以将目标控制在原地无法行动的同时，打掉目标与你法术伤害相当的气血。咒灵复杀，攻击范围直径6码。还有地灵圣护和神圣波动，一个是给玩家提高神圣系物理防御力的，一个是给近战提高神圣系物理攻击力的，都是非常强悍的群体加成技能。地灵圣护给玩家提供额外30点加法术伤害时的防御力，以蓝雨当前200多的魔法伤害，可以给玩家提供50点防御力。谢谢哥哥。蓝雨说道。夜月听风和呆萌帅哥一脸抑郁，说道：老大，我俩呢？不带这么重色轻友的。众人大笑，蓝雨的小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陆阳拿出2份同样的技能书，说道：别胡说，少不了你们的。老大，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们的。呆萌帅哥和夜月听风立刻卖萌。陆阳被这俩人逗得失笑不已，从背包拿出2本逆刃，说道：暮色收割者，塞外狂刀，这是你们俩的。神圣愤怒，全能圣印，魔法削弱，这是圣骑士的。浊酒轻伤和白狮给你俩。陆阳接着说道。4人上前领过技能书，各自学习试验之后都露出惊叹的神色，身后的224名精英玩家脸上都是羡慕，尤其是术士职业。浊酒轻伤说道：老大，有了这些特殊技能和常规，我们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陆阳说道：整队。是。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立刻答道，各自整理队伍。不多时，224人分成4组战列，整齐地来到陆阳面前。老大好。众人一起说道。陆阳看着每个人都是一身20级白银级装备，满意的说道：不错，都是好样的。你们不负精英之名，在短短的1周之内都打齐了白银级装备。众人露出得意的表情。陆阳说道：我知道，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嗜血盟和黑血这一类公会有仇，没仇的也是慕我陆阳的名字而来。老大，我答应你们，你们的仇我一定会带领你们报，同时我也会让你们成为国内最顶级的玩家，我们的公会也会成为全服最强大的公会。现在我们弱小，被黑血、嗜血盟欺凌，被紫金王朝的迟暮和雄霸他们看笑话，但是今天的弱小却是我们未来强大的基石。欺凌让我们更加团结，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友情。今天我给你们配齐了终极技能书，今后你们不再是普通玩家，而是公会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团长。我会给你们每个人配备手下，你们将是这个公会的中坚力量。玩游戏图的是个什么？不就是能够带领一帮手下痛快的打怪、杀人、打装备吗？陆阳都给他们。一会有1000名新人玩家加入到我们的阵容当中，我会带领你们去一个庞大的地图升级，他们就是你们未来的手下，保护他们，指引他们，成为他们眼中可以信赖的高手，明白吗？明白。所有人一起回答。加入陆阳的公会，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嗜血盟和跟随陆阳闯出一番事业。陆阳现在把机会摆在了他们面前，任何人都不会错过。陆阳说道：发书。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立刻将背包里的技能书分发给手下的玩家，无数道金光闪过，224人每个人都学全了终极技能。跟我走，我们开荒恶魔宫殿去。陆阳一挥手，带着队伍走出了包子村，来到了月落山脉。走过一条幽暗山道，陆阳带着队伍来到了一个镶嵌在山体中的土黄色岩石做成的4方形大门面前。大门的入口处有3层台阶，台阶上的石门看起来与周围岩石质地不同。老大，江子还没到，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白狼左顾右盼地问道。他们早就到了，半个小时以前，江泽已经带领1000名12级的玩家提前进入到了月落山脉里面。
陆阳发消息给江泽，说道：“出来吧。”好的。月落山脉深处，江泽一声令下，带领1000玩家排成10人方队，整齐地从山上走了下来。会长，我们来了。江泽说道。1000玩家看着面前的224人精锐，全身极品装备，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陆阳拍了拍江泽的肩膀，表示感谢。能够聚齐这1000人，江泽费了不少功夫。让我看看你挑选的人。陆阳说道。江泽得意地说道：“全都是值得培养的精锐，每个人的工会积分最少1000点。”陆阳跟着江泽来到1000人的面前，看了看这帮兄弟，走到了一块大石头人上，高声说道：“首先，感谢你们对铁血兄弟盟的付出，我保证，你们的1000工会积分很快就会有大用途。第二，今天开始，我会带你们快速升级。那边的224个人，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记住一句话，血债只有用鲜血才能偿还。当你们的实力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就是我们和嗜血盟、黑血决战的日子，明白了吗？”明白。相比于那224名精英，眼前的这些玩家对嗜血盟和黑血的仇恨更深，这也是他们拼命提升工会积分的原因。很好，现在你们留在原地，我带着他们进副本里面清理出一片容纳得下你们的地方，再通知你们进去。陆阳说道。江泽说道：“没问题，我在外面等。”陆阳点点头，转过身回到了浊酒轻伤等人的面前，烈焰缠身，旋即一个5码高的炎魔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起状态。陆阳说道。地灵圣护，神圣波动。蓝雨、夜月听风、呆萌帅哥一起喊道：“全能圣印！”浊酒轻伤喊道。陆阳的攻击、防御属性全面提高，说道：“我先进去，谁纵我一式，猖狂跟在我后面。第3个进去的是牧师，进门后用咒灵附杀控制小怪。”是。众人答道。5码高的陆阳居高临下的看着浊酒轻伤等人，转身走进了恶魔大门。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大殿的中间位置。入侵，有人入侵，击杀入侵者。数不清的全身黢黑的2米高生物正在大殿里一个挨着一个的站着，看到突然间出现的陆阳，纷纷冲着陆阳举起了钢叉。恶魔哨兵，等级20，气血56865686。陆阳瞬间被围在当中，正当无数把钢叉即将插中他的身体的时候，黑色波纹在他脚下出现。烈焰风暴，烈焰风暴，一个接一个的烈焰风暴将他包围，并且将周围13码内的恶魔哨兵打晕。老大，我来了！谁纵我一式，猖狂进入副本，落在陆阳身边。好！地狱火怒吼一声，替陆阳挡住了身后的怪群。我们也来了！蓝雨、夜月听风和呆萌帅哥一起跳进大门，站在了陆阳的右侧。浊酒轻伤和苦爱半生等战士和圣骑士落在了陆阳前面，32个战士和骑士结起盾阵挡在陆阳前面和左右两侧。猎人、术士、牧师、盗贼、法师等精英先后跳入阵中，224人加上陆阳，他们20个人依托地狱火组成了一个圆形堡垒。恶魔哨兵被挡在盾阵之外，不甘示弱，疯狂地朝着盾阵扑了过来。不同于普通20级怪，恶魔哨兵的血量多出来2.5倍，杀起来非常费力。陆阳说道：“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我用流星落。”是。众人的士气猛然间提升起来。陆阳的成名之战就是用禁咒干掉了嗜血盟的数百玩家。伟大的火焰之神，空气中一阵魔法波动传来。10秒钟之后，一颗巨大的火流星从天而降，正中陆阳前面30码的位置。烈焰腾升，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浊酒轻伤等人睁眼望去，他们面前直径50码以内所有的恶魔全部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老大威武！浊酒轻伤举着武器喊道：“老大威武！”白狼等200多精英一起举着武器喊道。化身炎魔的陆阳用手一指前方空地，说道：“防战，防骑上前，扩大保护圈。牧师治疗跟上，术士、法师、圣骑士释放范围，攻击法术。法师的常规攻击法术有暴风雪、火强术，术士有火焰雨，圣骑士有神圣愤怒。神圣系法术对恶魔系生物提高2倍伤害。”浊酒轻伤、夏雨薇、白氏三雄和苦爱半生4支队伍所在的4个方向迅速按照陆阳的指示扩大保护圈。等保护圈可以容纳500人的时候，陆阳发信息给江泽，说道：“让1组到5组的玩家进入。”好的。江泽立即指挥门口的500名玩家按照次序进入恶魔之门。光芒闪烁，数不清的玩家进入宫殿，落到保护圈当中。涂峰和江淮也在其中。看到场中的情景，涂峰问道：“我们做什么？”陆阳说道：“约束好人手，让他们分成4个方阵，给中间留出一个1米宽十字形通道。场内局势还没有稳定，陆阳需要支援各个方向。哥，我这边好像遇到 BOSS 了，张子博快挡不住了。”蓝雨发来一条消息。陆阳看向蓝雨所在方向，6个比正常恶魔哨兵高出半米的红色恶魔口中不断喷吐出长达5码的烈焰，不仅张子博遭到攻击，连张子博身后的法师玩家也差点被烧死。火焰恶魔亚精英，等级25，气血78667866。我来支援。陆阳想要跑过去，可是刚进入的500名玩家还没有整队完成，无法及时的给陆阳让出通道。陆阳看到这个情况，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蓝雨和夏雨薇的身边。陨石冲击。陆阳右手指天，1个、2个、3个带着高温的红色陨石在空中成型，带着呼啸声朝着张子博前面火焰恶魔砸了过去。轰！陨石落地，正中6个火焰恶魔，随后陨石向前滚动，每次移动都造成巨大伤害。烈焰风暴、赤焰鸟、灭天火，一道道终极魔法在陆阳手中出现。6个火焰恶魔没有支撑到5秒钟的时间就被打死在了地上，
连带着清空了张子博和夏雨薇盾战队伍身前10码的空白区域。治疗优先给战士加血，后排法师吃恢复药。张子博跟我战士队向前。夏雨薇高声喊道。数十道治疗法术落在张子博等16名战士和骑士身上，防御阵地稳固下来。张子博举起大盾，带着队伍向前扩大保护圈范围。哥，你太棒了！蓝雨对陆阳说道。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陆阳的强大给所有人带来无比的自信。很快阵地稳固下来，逐步扩大。老大，我这里有 BOSS！ 浊酒轻伤喊道。负责守卫正南方向保护圈的浊酒轻伤面前，一名身高3米、全身棕黑色，一手持黑色长斧，一手持黑色长刀，全身肌肉奔张的巨型恶魔正疯狂攻击浊酒轻伤。恶魔卫士 BOSS 等级30，器械250000250000，股神在上，请赐予我惩罚敌人的力量。恶魔卫士念出一段咒语，双眼中射出一道灰色光芒。浊酒轻伤躲避不及用盾牌硬挡，盾牌被光芒击中的地方变得虚无。系统提示：你的防御力降低200点。烈焰斩恶魔卫士的双刃斧两面带着烈焰，一斧劈了下来。恶魔卫士常规攻击打浊酒轻伤一下，掉血400点，现在浊酒防御力降低一半。恶魔卫士使用提高2倍攻击的烈焰斩，浊酒硬抗必死无疑。以浊酒轻伤的身手，单打独斗的话，他完全可以向左右或者向后躲避，躲开这致命一击。可是现在浊酒轻伤左右都是队友，身后是贫血的法师和牧师，他后退势必让阵型出现缺口。恶魔卫士趁机进入保护圈，死伤将更加惨重。准备后退，收紧队形。浊酒轻伤抱定必死决心，大喊一声，举起盾牌硬抗。就在恶魔卫士的斧头即将砍到浊酒轻伤的时候，陆阳甩出逃脱匕首，落在浊酒轻伤身后，蓝光一闪，陆阳出现。烈焰风暴。陆阳刚落地，一道烈焰打在恶魔卫士身上，滔天烈焰将恶魔卫士打晕。牧师驱散，队形保持准备向前。陆阳说道。夜月听风释放驱散，浊酒轻伤恢复防御力，盾牌重心架好顶在了阵前。老大，这怪太强了，将防御和烈焰斩一起用，任何近战都要被秒。浊酒轻伤后怕的说道。陆阳说道。夜月看好浊酒，我全力输出打死他。恶魔卫士是恶魔宫殿里面仅次于大 boss 的强力怪，实力强大，陆阳也要全力输出才能打得过。手中神火法杖对准恶魔卫士的脑袋，在研磨状态下，陆阳的研爆术以无 CD 模式，如同机枪一般 0.5 秒钟一发的速度，一发接一发的打在恶魔卫士的脑袋上。2042暴击，2046暴击。恶魔卫士遭到攻击，只是稍微后仰，依然保持着进攻状态。4个牧师同时给浊酒轻伤加血，浊酒的血量不断的下降上升，非常凶险。3分钟之后，恶魔卫士哀鸣一声倒在地上，一把闪着金光的黑色双刃战斧掉落在了地上。陆阳眼睛一亮，喊道 ：“BOSS 出黄金级！”浊酒队伍全力向前，这把武器归浊酒团队所有。杀！浊酒轻伤和手下50多人同时怒吼一声，士气高涨。黄金级武器在史诗级副本都很难打到，如今爆出来一把，陆阳又奖励给浊酒一方。浊酒等人瞬间向前推进了5码距离。炼狱黄金级，等级25，伤害26-99，力量加26，体质加26，额外附加攻击力加36，插槽3个。陆阳捡起武器，将属性发到了团队频道里面。黄金级的双刃斧，炼狱这名字太酷了，伤害一共161点，还有3个插槽，神器啊！团队当中所有人都惊叹起来。陆阳高声说道：“这张地图里面报25级各职业黄金级武器，各团队谁先扩大包围圈找到 BOSS 掉了物品就归哪个团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就斗志高昂的白氏、三雄和夏雨薇等人更加激情地带着队伍扩张保护圈。宫殿里面恶魔虽然多，但是面对红了眼睛的精英团成员，死伤数量急速增加，保护圈也逐步扩大。半个小时之后，陆阳研磨形态结束，保护圈扩大到了足够容纳1000人的程度。陆阳发消息给江泽，说道：“第2批500名玩家分成5组，一组一组的进来。”好的。江泽和涂峰联系，保护圈内部立刻腾出来一个容纳500人的空间。按照游戏规则，玩家组队的人数越多，获得的经验越少。陆阳全部人员加在一起1244人，杀死一个恶魔425点经验，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只能强制获得1点经验。但是游戏中还有一项规则，组队经验奖励，组队的玩家越多，经验奖励的越多。1244个人组队，可以额外附加68点经验。陆阳的224人精英团队，每个人都配齐了终极技能，拥有范围伤害的能力。浊酒等19人还拥有特殊技能，平均每30秒可以杀死300多只恶魔，获得经验2万多点。夏雨薇和江泽等人一开始还担心这么多人一起升级经验被分摊的太少，看到有这么高的组队经验奖励，都放下心来。组队进入的1000玩家更是惊喜极了，平均等级在10级到12级左右的玩家，需要升级的经验不过10多万点。看着经验槽疯狂的增加，2分钟之后，1000人里面有300多人身上金光一闪，升级了。按照这个速度，这1000人很快就能升到20级了。江泽说道。陆阳说道：“没有那么容易，团队经验有一个极限距离，我们再扩张一段时间，4周玩家距离过远会被看作团队之外。这样的升级方式最多能持续1个小时，之后团队分散到各个位置，玩家的经验将缩减1半。”江泽点点头，说道：“能有这个速度，我也很知足了，起码我们有了抵御嗜血盟的能力。”老大，我这边发现 BOSS 了，还是个大个的。孙宇在远处跳着脚的对陆阳喊道：“别心急，我去看看。”陆阳拍了拍江泽的肩膀，
连续闪烁来到了孙宇的旁边。在哪？陆阳问道。孙宇指着宫殿拐角处的房间说道，刚才有个5米高的大家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们没敢招惹。好！低沉的咆哮声从偏殿中传出，陆阳所站的位置明显感觉到了重物砸在地面上的声音，连带着身体都跟着颤动。不多时，一个身高5米、头上长着2个弯角、全身漆黑、背部还长有翅膀的巨型生物走到了门口。恶魔教主，领主，等级30，器械450000，450000。孙宇队做好准备，谁纵我一世猖狂带着地狱火过来接怪，来大 boss 了。陆阳喊道。这个 boss 只有地狱火能够抗得住。听到陆阳的命令，谁纵我一世猖狂第一时间冲到陆阳身边，摆好防御阵型。老大，我来了。猖狂说道。陆阳说道，让地狱火抗住他。没问题。猖狂得意地发出命令，升到7级的地狱火对准恶魔教主发动冲锋技能。2个体型相当的庞大大物撞在一起，发出剧烈的响动声。恶魔教主被撞得后退了一步。好，该死的异世界生物又想来毁灭我们的世界，尝尝神赐予我的力量。恶魔教主的双拳冒出了如有实质般的金色火焰，双拳齐出，重重地打在了地狱火的脑袋上。1500，地狱火抗住了。猖狂惊喜地说道。老大，来的1000人里面有100个牧师，要不要让他们加血？涂峰问道。陆阳说道，除了这边的牧师，其他人严禁加血。游戏规则 ，BOSS 会按照攻击他的玩家数量提升实力，现在是40人以内的血量，如果有100个人加血 ，BOSS 的实力翻4倍。还带这样的？李锐刚要命令加血，立刻约束手下停了下来。陆阳说道，孙宇团队有假死的猎人出猎，法师有冰箱的出猎，圣骑士有无敌的出猎，其他人退后100码的距离。每一个野外领主看似血少，却都拥有十分强大的攻击技能。恶魔教主的特殊技能之一是空间闪烁，气血每掉10%会发动空间闪烁能力，瞬间出现在任何一个攻击他的玩家身后，发动火焰之拳。火焰之拳是范围攻击技能，攻击范围是10码。上一世来开荒的工会最惨的一次，同时来了1000人 ，BOSS 实力提升20多倍，火焰之拳的面积扩大。结果，当他们打掉恶魔教主10%气血的时候，被恶魔教主闪烁到人群中，火焰之拳一下打死500多人，团队瞬间崩溃。陆阳一边给恶魔教主上灼烧，一边指挥参战的其他玩家靠在墙角站好。40个人每隔10码在偏殿站了一排，看起来十分滑稽。所有人听我命令，我让你们发动保命技能，立刻使用。陆阳喊道。是。39个人一起回答。老大，我咋办啊？猖狂傻眼的说道，术士没有保命技能。陆阳说道，我保护你。切换成全体攻击模式，陆阳继续输出。不同于之前，有了2级魔神之心，陆阳的灼烧技能提升到了3级，叠加5层，可以额外造成250点火焰伤害。陆阳在恶魔教主脚下立了一道火墙术，接着用岩爆术一发接一发的打在了恶魔教主的脑袋上。2486暴击，899 2486暴击。岩爆术与火墙术相加，陆阳每秒能打出将近4000点的伤害。不到1分钟的时间，恶魔教主的血量降低到了90%。你们将要受到惩罚。恶魔教主手中出现烈焰，目光看向了地狱火。所有人原地不动，不要释放技能。陆阳朝着谁纵我一世猖狂甩出逃脱匕首，蓝光闪烁。陆阳刚刚出现，恶魔教主同步出现在了猖狂的身后。就在恶魔教主的火焰之拳打中猖狂身体的前1秒，抗拒火环，一股狂暴的力量从陆阳身体涌现而出，击中谁纵我一世猖狂，将其打飞出去了15码距离。白光一闪，陆阳返回到了他刚才所在的位置，喊道：“地狱火嘲讽接怪！”恶魔教主一击打在空出，周围10码全部笼罩在烈焰当中，怒吼着说道：“人类，这是你应有的惩罚！”谁纵我一世猖狂看着刚才自己站立的位置，后怕的喘了口气，说道：“吓死我了！”陆阳说道：“别担心，有我在，你们每个人都不会受伤，全力输出。”多谢老大。谁纵我一世猖狂感激的看了陆阳一眼，命令地狱火接怪。外面世界，嗜血霸天皱着眉头问道：“还没有找到陆阳他们的下落吗？”抱歉老大，还没有找到。叶孤星无奈的说道。老大，现在怎么办？浴血霸王问道。5000人集合完毕，就这样干等着不发布命令，对工会的声誉打击极大。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嗜血霸天怒极，突然间他沉思了一下，说道：“这样，从今天开始，叶孤星你带着这5000人给我横扫我们占领区的所有 BOSS。这5000人都是等级在15级以上的高级玩家，很多等级都是将近18级，在嗜血盟的逼应下，没人跟他们抢怪，这些人升级速度极快。”叶孤星眼睛一亮，说道：“这样我们的装备能快速发展起来。”嗜血霸天说道：“不止如此，我还要借此多多吸纳新会员加入我们工会，只要我们实力强大，不愁没人加入。”老大厉害，浴血霸天说道。宫殿里面，陆阳继续带着队伍输出，恶魔教主的血量只剩下1%，随着最后一发岩爆术打中恶魔教主的脑袋，恶魔教主身躯裂开，倒地而死，数不清的装备暴露到了地上。系统提示：你击杀了恶魔教主，领主级，你获得了6042点经验值。赢了，我们杀死 BOSS 了！所有人激动的尖叫起来。一个绿色的长着翅膀的小精灵从恶魔教主的身体中飘然而起，陆阳眼睛一亮，一道白光闪现落在小精灵旁边，将其抓在手中。风精灵，等级1，类型特殊物品，效果佩戴后移动速度增加1%，风系伤害增加1%。这是什么东西啊？孙宇好奇地问道。陆阳笑着说道：“宝贝，顶级的宝贝。风精灵，上一世最难获得的几个物品之一，仅次于魔神之星一类的特殊物品。
最高等级可以升到20级，移动速度额外增加30%，风系伤害增加10%。在上一世，孙宇就是靠着20级的风精灵才拉着300级 BOSS 跑到了圣加尔城。给你。陆阳将风精灵交给孙宇说道，今后你升级的所有经验都给风精灵，尽快将它提升到20级，之后你会获得技能风精灵守护，效果射速提高100%，附带风雷之使，每次攻击额外附加200点风雷伤害。多谢老大。孙宇开心的装备上了风精灵，绿色的小精灵进入他的身体后，仿佛知道了孙宇是他的主人，迷迷糊糊的爬到了孙宇的肩膀，一脸呆萌。今后你的名字就叫月儿了，好不好？孙宇开心极了。陆阳拍了拍孙宇的肩膀，让他继续带队杀怪。地上的其他物品里面还有一个黑水晶项链，是20级的黄金级法师系装备。陆阳给了谁纵我一世猖狂。多谢老大。谁纵我一世猖狂高声说道。众人看着又是一阵羡慕，尤其是还没有得到装备的浊酒轻伤和白氏三雄一方更加努力的升级。陆阳看着众人的势头非常满意，继续拾取物品。突然间，陆阳在众多物品当中看到了一块黑色的令牌，耀色攻城令。描述：凡拥有耀色攻城令玩家，可向圣加尔城国王申请攻打30级耀色黑岩城。老大，这是什么啊？孙宇问道。陆阳把玩着耀色攻城令，说道：这是一个能够让全服陷入混战的神奇物件。孙宇眨了眨眼睛，不明所以。陆阳说道：好了，帮我叫卓九、夏雨薇、白氏三雄、苦爱半生他们来一下。好的。孙宇挨个通知，不多时，几人聚集到了陆阳身边。老大，找我们什么事？卓九轻伤问道。陆阳将耀色攻城令共享给了他们几个人，说道：这个怎么样？卓九轻伤惊讶地说道：黑岩城，我听说过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30级地图，这是城主令吗？陆阳说道：黑岩城在圣加尔城的南侧，是一个30级地图，里面遍布着30级的小怪。这个城主令的用处是打下黑岩城之后，可以拥有黑岩城的绝对统治权，玩家在那消费的所有税收一半归城主所有。奖励这么丰厚，如果这个主城发展起来了，当1个月城主岂不是要收入好几万？卓九轻伤说道。陆阳说道：这块令牌我不会使用，我会用它做人情交给雄霸。卓九轻伤和夏雨薇等人都惊讶地看向陆阳。陆阳说道：别急，听我说完。从这块令牌出现开始，游戏将进入耀色争霸战阶段。这种令牌一共有108块，也就是有108个要塞可以获得。这个30级的要塞是最低级的要塞，算是官方对玩家的一种试探。老大，你的意思是？卓九问道。陆阳说道：黑岩要塞在圣加尔城的南部，周围无险可守。我们这样的工会占据之后，想要守住非常难，所以我才拿它做人情给雄霸。至于我想占据的要塞是圣加尔城西北侧的火焰之地，那里易守难攻，而且是一个绝佳的升级地点，这是秘密，你们几个都是有股份的，谁也不准说出去。卓九和夏雨薇等人一起点头。陆阳接着说道：今后的这段时间，你们努力升级提升装备，多多提拔手下的玩家。我们工会一共有7万人，今后还会更多。夺得火焰之地后，第2座要塞，你们谁带队出色就归谁镇守。我会给他要塞30%的税收作为奖励，同时还会拨给他3万会员。老大，你当真？夏雨薇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当然，陆阳说道。夏雨薇一直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虽然他失败了，但是内心并不服。如今有机会自领一座要塞，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白狼、浊酒轻伤、苦爱半生等人都是一脸激动。要塞税收是一方面，3万会员才是重点，这相当于独自建立了一个工会啊。陆阳说道：这里交给你们了，我出去一趟。你放心，这里交给我们。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陆阳顺着原路跳出了恶魔宫殿，回到夜色镇的地精营地，找到了卡鲁斯。小伙子，你回来了，任务完成了吗？卡鲁斯问道。陆阳拿出攻城令，说道：我杀死了恶魔教主，这是凭证。哦，天啊，小伙子你真是太棒了，我要感谢你。卡鲁斯从怀里拿出一张图纸，交给了陆阳。系统提示：你完成了卡鲁斯的任务，你获得了火箭推进器图纸，你在暴风投资公司的声望提高到尊敬。陆阳说道：多谢。火箭推进器，类型：工程，效果：安装在靴子上，提高100%的移动速度，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2分钟。这是一件对于任何玩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装备。第2世界的地图太大了，动辄从一个地图跑到另外一个地图就要耗费1个小时的时间。陆阳也正需要这个东西，不过这个图纸暂时还购买不了，想要进一步购买，需要等声望到了崇拜才可以。小伙子，多年前我的妻子乘坐地精飞艇运送一批物资通过戈兰高地的时候，被风元素领主袭击，你能帮我找回我妻子的项链吗？卡鲁斯问道。当然可以，陆阳说道。系统提示：你接受了妻子的项链任务。陆阳拿出回程券，返回圣加尔城。戈兰高地所在位置没有飞航点，玩家只能跑着过去。陆阳需要先制作出来一个火箭推进器。在拍卖行，陆阳买到了晶矿石、火蛇皮、密银稳定器等材料，制作的过程非常繁琐，陆阳也是第一次尝试，因此多买了几份材料。在比塞尔的地下工厂进行试验的时候，陆阳发消息给雄霸：在吗？什么事？雄霸正在带队打副本。看看这个。陆阳将要色攻城令发给了雄霸。停手，所有人停止进攻，原地待命。雄霸高声喊道。怎么了，雄霸哥？屈无义好奇地问道。雄霸沉吟了一下，发消息给陆阳说道：老弟，这个东西我知道，想不到你在这个级别就打出来了，我确实想要，你开个价吧。凡是大公会的老大
都能从各个渠道打探到一些关于游戏的资料。要塞工程令雄霸一直垂涎，能够成为全世界所有服务器第一个建立工会的老大，势必会获得无上荣耀。陆阳笑着说道：“我就猜到你不会拒绝。不过，明人不说暗话，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也相当于得到了一个烫手山芋。其他工会的老大不会这么轻易让你建帮的。圣加尔城的工会数百个，大的十几万人，小的也有几千人，其中能够威胁到雄霸的更是有10多个。工程令虽好，却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不是那么容易拿的。”雄霸说道：“老弟，你肯坦诚跟我说这番话，证明你人品不错。这块工程令我应该能吃得下。跟我说你的要求。”“好，那我就说了。”陆阳顿了一下，说道：“跟我建立正式的同盟，我若遭到攻击，你必须出手相助。就这么一个要求？”雄霸惊讶地问道，他以为陆阳会跟他狮子大开口。陆阳说道：“就这么一个要求。”雄霸充满豪情地说道：“好，我答应你。之前的狗屁同盟作废，那都是我和迟木一起忽悠你的。这次我跟你单独建立同盟，黑血已经被我打跑了。如果嗜血盟攻击你，我一定从侧翼攻击他们。”陆阳说道：“雄霸这名字就是为了称霸这游戏准备的，我相信你雄霸会长一诺千金。那我们就这么定了，令牌我会邮寄给你。好，那就祝我们两家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同心同力，一起在第2世界闯出个名堂。”雄霸说道。陆阳说道：“还有件事，我想要建立一个雇佣兵协会，有兴趣吗？”“做什么用的？”雄霸问道。“杀人、代练、打 BOSS、开荒，哪怕是陪聊天，一切能提供的服务雇佣兵协会都提供。”陆阳说道。雄霸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说道：“这个提议不错，你想怎么做？”陆阳说道：“我准备邀请几个工会老大跟我一起建立这个协会，股份所有人平摊，各大工会只要出人手就行。在协会里面，我们不公布自己的姓名，只公布代号。佣兵协会有详细的品级制度和佣金协定。目前为止，游戏中这方面的市场非常混乱，有能力承接代练、杀人服务的工作室很多，各大工作室为了抢生意，刻意压低价格，互相偷袭暗杀的层出不穷。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组织规范这方面的服务，绝对可以大赚一笔。”雄霸说道：“你这个主意非常好，我同意。如果你想拉几个有能力的工会老大的话，我建议你带上迟木老人、河北丰城的雷龙。我先联系迟木。”陆阳说道。迟木老人正带着队伍在野外杀 BOSS， 刚刚人数超过10万人的迟木占据了大量的 BOSS 刷新点，此时正全力的开荒各大地图的20级领主怪和精英怪。系统提示：玩家陆阳邀请你进群。陆阳找我？迟木老人点了加入，问道：“什么事？”陆阳将佣兵协会的事情和迟木说了一遍。“好主意，我完全同意。我建议将汉尼拔城的千千私语拉进来。”迟木说道。陆阳问道：“千千私语有什么特殊吗？”迟木说道：“老弟，你可能还不清楚，实际上嗜血霸天在人族、兽族和精灵族的10多个主城里面都有工会，在圣加尔城的工会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真算下来，这小子的实际工会人数有40多万。”雄霸说道。千千私语和雷龙一样，都是5万人级别的大型工会，两人一个在北风城，一个在汉尼拔城，也都与嗜血霸天有仇，拉他们进来暂时看着没有用处，将来的用处很大。陆阳说道：“可以，你俩拉人，我去创建频道，然后我们在凤仙楼上次见面的那个包间回合。”“可以。”雄霸和迟木一起说道。火箭推进器制作完成，陆阳安装在了靴子上，点击开启，一道绿色的火焰从推进器里冒出，推着陆阳快速奔跑出了地精营地。陆阳来到圣加尔城广场东侧的一间商铺，这个最显眼位置的商铺是陆阳让金不换花费了1000金币买下来的，就为了开这个佣兵工会用的。进入房间后，陆阳点击开设特殊店铺，租借频道。游戏中玩家可以租用频道，一个频道的租用价格是1个月100金币。这一切都完成后，陆阳来到了凤仙楼的大门口。雄霸刚好也来到门口，两人相视一笑进入了包间当中。陆阳先把令牌交给了雄霸，说道：“老哥，祝你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拥有要塞的工会老大。”“多谢，这份情谊当哥哥的我一定铭记。”雄霸拱手说道。两人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迟木老人笑眯眯地走了过来。陆阳说道：“在谈佣兵工会的事情，千千私语答应了吗？”迟木老人说道：“马上就到。”雄霸说道：“雷龙也很快就到。”陆阳说道：“趁着他们没来之前，我们3个先具体拟出一个佣兵协会的章程出来，他们2个来了再补充。佣兵协会这样的组织需要一个详细的章程，其中佣兵的等级、实力、好评、诚信、收费等各方向都要进行详细探讨。”凤仙楼下，一个体态轻盈的绝色女子和一名身材雄壮、面容冷峻的男子先后走进了大门。这2人就是千千私语和雷龙。5个人见面，一番寒暄后一起商量佣兵协会的运营方式和条款，逐渐成型。最终，陆阳和他们4个人约定，前期每人占据20%的股份，之后人数增加再共同减持股份。不过，无论股份如何稀释，陆阳拥有1票否决权。今天之后，我们5个人只用代号在雇佣兵频道称呼对方，烦请诸位让手下的佣兵到我的佣兵大厅去注册和选择愿意承接的任务。”陆阳说道。迟木、雄霸、千千私语和雷龙各自将佣兵协会的事情告诉手下，陆阳则安排江淮和李锐连同迟木等人的手下管理协会日常。不到1天的时间，佣兵协会加入了600多名职业玩家，因为地处圣加尔城广场，当天申请任务的玩家数量达到了2000人次。千千私语看着手中的账单，惊讶地说道：“这才1天的收入，几乎相当于我工会1周的收入了。”迟木说道：“陆阳老弟果然不一般，能想到这样一个赚钱的方法。有了这个佣兵协会，我们对抗嗜血霸天的实力又增强了1分。”众人点头。陆阳说道：“佣兵协会今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甚至有可能超过我们各自工会的全部收入。既然我们现在同坐在一条船上，我们就要守护好这个协会。迟木点头说道：“这话对，我们几个工会一定要互相帮助。圣加尔城、北风城和汉尼拔城，起码这3个城市的蛋糕，我们绝对不和其他人平分。”雷龙说道：“我和芊芊私语商量了一下，今后我们会拖住嗜血霸天在北风城和汉尼拔城的精锐，不让他们来圣加尔城支援。如果有需要，我们2个可以派人来和你们一起攻打嗜血盟。”雄霸说道：“这样最好，我们5方结盟，一定能够打败嗜血霸天。”陆阳建立佣兵协会的目的就在这里，利益均摊之下，雷龙和芊芊私语心甘情愿地加入他的阵营。陆阳说道：“那好，近期我有可能对嗜血盟发动一次正面攻击，你们也回去做好准备。”雄霸皱着眉头说道：“老弟，你可要想好了，嗜血盟不是你轻易能撼得动的。我听说他手下招募到了不少特殊职业的玩家，龙羽法师、圣堂法师、幽灵贼、剑士等一批天生特殊职业被雄霸高薪聘请到了工会里面。”陆阳说道：“所以这几天我会出去做一下准备工作，等准备好了，我通知你们。”雄霸、迟木、芊芊私语和雷龙纷纷看向陆阳。既然老弟有把握，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真能杀嗜血盟的锐气的话，是一件好事。迟木说道。陆阳拱了拱手，起身告辞，带上斗篷走出佣兵协会大厅，来到圣城传送器，点击加蓬阵。系统提示：传送需要50个银币。陆阳点击交付，画面一闪，他出现在了一座小镇当中。加蓬镇是20级地图，从这里一路往北走是30级地图戈兰高地，那里就是风元素领主的所在地。此时游戏中已经有不少人到了20级来这个地图升级。陆阳走在街道上，遇到不少玩家，擦肩而过的玩家也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头上戴着黑色披风的人，能够到达这个等级，无一不是游戏中的高手，尤其是独行侠更是高手中的高手。朋友，单独组队危险，要不要一起出去升级？远处一个玩家喊道。陆阳摆了摆手，走出人群，开启火箭推射器，移动速度提高100%，快速地跑出了小镇。切，又是一个假模假样的高手，跟之前遇到的那2个人一样。算了算了，我们凑够8个人了，一样出去组队。从加蓬镇到戈兰高地正常要跑10个小时，陆阳有3级炽热极速，提高200%的移动速度，现在又有了火箭推射器，只用了5个小时就来到了戈兰高地的入口处。陆阳刚准备停下来休息一会，发现远处有2个玩家正在升级。这里是29级地图了，能够来这里升级的，如果不是同等级的玩家，就是超级高手。陆阳好奇地走过去看了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个手拿双手剑的战士模样玩家正在砍怪。不过这个战士玩家却跟普通的战士有些不一样，他身上穿戴的不是厚重的板甲，而是皮甲，使用的技能也不是战士的常规技能，而是一种叫做气刃斩的技能。远处的另外一个女玩家也不正常，明明是牧师系玩家，却释放出了水系魔法。陆阳感觉2人很眼熟，仔细回忆了一下，惊讶地发现这2人不是神剑士擎天一剑和他的妹妹神官牧师紫墨凡尘。上一世这2人与陆阳是朋友关系，也是竞争对手关系，2人都在一个城市，也都创建了各自的工作室。擎天一剑本人的实力非常强，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服单挑无敌，和妹妹组合还称霸过2人竞技场。不过擎天一剑的结局比较惨，他所在的工作室背后有一个大老板，这大老板明面上是为了帮助擎天一剑，实际上是看中了他的妹妹紫墨凡尘。紫墨凡尘不同意那位老板的追求，却也不敢过分拒绝，怕耽误他哥哥的事业。结果有一次那个老板没有忍住，强行欺负了紫墨凡尘，为此紫墨凡尘得了抑郁症自杀。擎天一剑有心报仇，却被诬陷进了监狱。陆阳有心帮忙，却根本插不上手。回想起上一世的事情，陆阳不禁有些唏嘘，走向了2人。擎天一剑和紫墨凡尘2人正被10多只恐狼包围，杀得很吃力。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陌生人朝他们走过来，顿时2人有些紧张起来。擎天一剑皱眉说道：“朋友，什么意思？”陆阳手中烈焰腾起，一只赤红色的大鸟在陆阳头顶浮现，尖笑声响起，大鸟翅膀一震落在了陆阳的左臂上。陆阳手中逃脱匕首扔出，蓝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紫墨凡尘的身边，右手法杖一指面前的8只恐狼，黑色的波纹在地面出现。烈焰风暴，半径10码腾起一道耀眼的光柱，8只恐狼全部被打晕在了原地。赤焰鸟，在陆阳肩上的赤焰鸟俯身冲入了恐狼群中，光芒亮起，每只恐狼都被打掉了1000多的气血。29级的恐狼4330点血，被陆阳打掉了一半气血，纷纷转头朝着陆阳冲了过来。8只恐狼在来到陆阳面前3码的时候，同时一跃而起，朝着陆阳的身体扑了过来。小心紫墨凡尘下意识地喊道。陆阳给了紫墨凡尘一个安心的笑容，身上猛然间冒出一道狂暴的金色光芒。抗拒火环，8只恐狼接触到火环，被瞬间崩飞了回去，摔倒在地上后继续向后滚动。陆阳口中魔法再起，陨石冲击，一块巨大的赤红色陨石从天而降，砸中了8只恐狼，随后继续朝着后面滚动。而8只恐狼还没有从抗拒火环的技能中反应过来，还处在向后崩飞的状态。结果恐狼后退一步，陨石冲击，向前走一步，8只恐狼连退6步，结结实实的被陨石碾压了6次。系统提示：你杀死了恐狼，你获得了640点经验。连续8个系统提示，8只恐狼全部死在了地上。好厉害啊！紫墨凡尘惊喜地说道。擎天一剑此时也打死了另外2只恐狼，收剑入鞘，走到了陆阳面前，说道：“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狂法陆阳吧？”狂法是游戏里的玩家给陆阳起的外号，原因就是他的这一套标志性的连招。陆阳笑着说道：“那都是别人起的外号，我是陆阳。”紫墨凡尘惊喜地说道：“高手，
刚才你那一套技能太帅了，我是紫陌凡尘，他是我哥哥擎天一剑。擎天一剑咳嗽了一声，说道：“妹妹，哥哥我刚才也很厉害的。”陆阳失笑，紫陌凡尘更是露出无奈的表情。陆阳记得上一世擎天一剑就是个妹控，这家伙从小和妹妹相依为命，对妹妹的在乎远远超过了对自己。好吧好吧，哥哥你最厉害了。紫陌凡尘说道。啊哈，妹子，在外人面前不用这么夸你哥哥呀。擎天一剑大笑着说道。紫陌凡尘无语的叹了口气。擎天一剑又咳嗽了一声，他发现自己确实有些浪了，问道：“你找我们兄妹有什么事吗？”陆阳说道：“路过，顺手帮个忙而已。”擎天一剑点点头，说道：“刚才真是多谢了，我工作室的人还没有来，等他们来了就好打了。”陆阳说道：“你的工作室有多少人？有没有兴趣加个工会一起升级？”擎天一剑看了看陆阳，摇头说道：“我擎天工作室暂时不会加入任何工会。再一个，恕我直言，你们打不过嗜血盟的，早点放弃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紫陌凡尘不悦地说道：“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我们也和嗜血盟有仇，但是我可不想给兄弟盟陪葬。”擎天一剑说道。陆阳最不爽的就是擎天一剑的说话态度，不过这家伙狂有他狂的资本，擎天工作室的玩家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那好，我也不强人所难，这样吧，过阵子我会和嗜血盟有一次战争，我雇佣你们参战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蒙着脸打架不会被人认出来的。陆阳说道。擎天一剑露出感兴趣的表情，说道：“这个可以，不过我们要价可不低呀。”陆阳笑着说道：“答应就好，有空去圣加尔城广场那里的佣兵工会注册一下，我会通过那里给你们发布任务，签订合同。”可以。擎天一剑刚刚从手下那里听说了佣兵协会的事情，不过你不会让我给你当先锋官吧？如果是的话，我的要价会更高。擎天一剑说道。陆阳笑了一下说道：“凭你的实力还不够当先锋官的资格。白氏三雄、浊酒轻伤5个人，苦艾半生5个人，或者是夏雨薇的团队都有资格当先锋。陆阳确实不差这个擎天一剑。”擎天一剑沉默，有些惊讶地看向陆阳说道：“有机会我要好好见识一下你工会的玩家。”由于工作室生存的原因，擎天一剑要带着团队杀死野外各处的 BOSS， 获得装备来卖钱。为此没少和嗜血盟的人对战，他十分清楚嗜血盟的实力。陆阳跟嗜血盟也交战很多次，如果陆阳有信心不用他带队，显然铁血兄弟盟当中有不少高手。他哪里知道，陆阳已经招募到了不少上一世的顶级玩家，比如黑色音符、火焰刀和飞龙等人都已经加入到了铁血兄弟盟里面。这些人也已经展现出了各自的天赋和实力，很快他们就能独当一面。而且这些人都和陆阳签订了正式的工作室协议，他们是在陆阳这里领工资的。再一个，玩家的实力不仅仅限于装备，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也可以提升实力，比如陆阳要找的风元素领主。两位我还有事情要做，就此告辞了。陆阳说道。擎天一剑拱了拱手没有说话。紫陌凡尘说道：“高手加油，打败嗜血盟那群坏蛋。”陆阳笑了一下，走进了戈兰高地。卡鲁斯的妻子乘坐的飞艇并不难找，上一世的坐标虽然记不住了，但是大概位置陆阳还能记得住。陆阳循着记忆走到了戈兰高地东北部的位置，看到了一个地精飞艇的残骸。系统提示：你发现了风暴号飞艇。陆阳走到距离飞艇60码外的一块10米高的巨型青色岩石旁边，在岩石的下面找到一个箱子，打开后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石头，上面写着爱。石头爱，没有任何注释，也没有提示任何用处。如果是观察不细致的玩家的话，看到这块莫名其妙的石头一定会扔了。上一世大部分玩家都是如此。按理说游戏的每一张大型地图都应该有一个 BOSS， 可是戈兰高地这样一张大型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块石头就是找寻风元素领主的秘密之一。这样的石头一共有6块，分别藏在戈兰高地的6个10米高的青色岩石下面，每块石头上面各自写着1、2、3、4、5、6这6个数字。在青色岩石的一面会有一个插槽，对应着石头上的数字，只要将每个插槽里面插上对应的石头，就能召唤出风元素领主。上一世寻找风元素领主愁坏了占领这里的预言工会，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这个办法。陆阳看了看第一块巨型岩石上面的数字是6，手里的石头对应不上，将石头放在背包里面。陆阳朝着戈兰高地北侧走了过去。模拟群组当中，浊酒轻伤发来消息，说道：“老大，第一批1000人都到18级左右了，我想带领他们去打副本，这样装备和经验都有了。”夏雨薇说道：“我也是这个想法。”白氏三雄和苦艾半生等人也都发了一个赞同的表情。陆阳说道：“可以，不过人员仅限于你们4组人马。”江泽带着黑色音符等224名精锐原地留下，继续带领下一批1000人升到18级。浊酒轻伤说道：“黑色音符和飞龙他们的实力不弱于我们几个，留下他们应该没有问题。”陆阳说道：“跟你们几个说个消息，不能外传。我和雄霸、迟暮以及北风城的雷龙、汉尼拔城的千千私语结成了正式的同盟。以后嗜血盟再想攻打我们，雷龙和千千私语会控制这2个城的嗜血盟玩家，雄霸和迟暮则攻击嗜血盟的侧翼。我们再也不是孤单一个工会对抗嗜血盟了。”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都露出了喜色。白氏说道：“这真是太好了。有了他们的牵制，嗜血盟绝对不敢轻易对付我们。只要再给我们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工会就有自保的实力了。”陆阳问道：“江泽，帮里人员损失的怎么样了？”江泽发愁的说道：“死伤超过4000人次了，嗜血盟现在满世界宣传他们的功绩呢。妈的，真想给嗜血霸添点教训。”白氏说道：“很多玩家因此都退会了，我出言挽留也没用。再一个，因为嗜血盟的攻击，我们帮派新加入的玩家今天一个没有。”江泽有些郁闷的说道。陆阳说道：“先不管那些，在已知的这些玩家当中，
你给我挑出来100个活法，我不要求他们有多高的天赋，也不要求他们的等级，只要这些人忠诚，愿意跟着我，跟着兄弟盟一起拼搏就行。江泽说道，这样的人很好找啊，金恶魔宫殿里的法师都可以。陆阳说道，找100个人，让他们跟工会签订正式合同，我要亲自传授他们简化咒语。江泽以为陆阳要带他们去刷副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事情，说道，我给你挑一挑，3天后给你答复。可以，陆阳说道。陆阳会传授给这100名活法研报术的简化咒语，将来在战场上，这些人将作为陆阳的一支骑兵。陆阳接着说道，再给我挑一部分人交给孙宇，从今以后，孙宇将是我们工会的第5团长。有了风精灵的孙宇，实力可以碾压卓九轻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同时面对2个人也能赢，足可以独当一面了。孙宇的风精灵已经升到5级了，他已经发现了风精灵的强大，激动地说道，老大你放心，徒弟不会给你丢脸的。陆阳说道，我相信你，这224个精锐你随意挑4个，我给你这个特权。孙宇想了想，说道，我要逆光、黑色音符、飞龙和红叶飞舞。陆阳笑了，这几个人都是上一世的顶尖玩家，现在在工会里面也崭露头角，而且是卓九和夏雨薇他们4个人最看重的手下。卓九轻伤说道，老弟你真会选人啊，不过你的团队刚刚组建，哥哥我再舍不得也帮你，黑色音符给你了。夏雨薇说道，我没意见。苦爱半生说道，我也没意见。白氏说道，老大我也没意见。陆阳说道，那就这么定了，这次虽然夺了你们的悍将，过后我会补给你们一人一个好东西。什么东西？白狼好奇地问道。陆阳每次说好东西，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陆阳说道，暂时保密。戈兰高地，陆阳已经找到了6块石头，并且将前5块石头都插入了青色巨岩当中，此时就差最后1块了。陆阳找到西南角的巨岩，将最后1块石头插入了卡槽里面。突然间，6块10米高的巨石同时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旋即石头上的光芒一起射入天空，狂风乍起，乌云迅速笼罩着整个戈兰高地的上空，天色迅速暗了下来。一道青紫色的闪电划过天际，轰隆，惊雷声响起，云层中出现螺旋形的风云，在青紫色的雷电衬托中缓缓地与地面相连。一声怒吼从乌云中传来，风雷的力量，世界的主宰。一个高达10米的巨型风元素从风云中出现，风元素领主 BOSS 等级35，气血800000800000。风元素领主右手握着青紫色的闪电，左手握着一柄权杖。是谁吵醒了我的睡梦？风元素领主右手闪电之出，青紫色的闪电笼罩50码以内的所有空间，这是风元素领主的技能之一，雷暴。陆阳没有搭理风元素领主，转身走回到了东北侧的地精飞艇那里。想当初，这艘飞艇之所以会被风元素领主击落，是因为这艘飞艇上面携带了大量的魔铁。这是上一世一个著名的单挑风元素领主的打法。风元素领主的每一个技能都与雷电有关，常规法术是插撞闪电，可同时攻击20名玩家，被击中后掉血5000点，附带麻痹效果。大招是雷暴，气血每掉10%释放一次，指定目标50码范围内的天空中降下闪电，打中后掉血1万点。第3招是雷光散射，100枚回力镖形状的雷光弹同时以风元素领主为中心向4周散射，击中掉血1万点，同时附带麻痹效果。第4招是连锁闪电，场内有多少玩家释放出多少闪电，初始伤害5000点，相距30码以内的玩家会产生闪电弹射，弹射后伤害额外增加50%。上一世为了打死风元素领主，预言工会召集了很多工作室前来帮忙，可是无一例外全都折戟沉沙。超强的闪电攻击让所有人都产生一种风元素领主是永远打不死的幻觉。后来预言工会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了当时全服排名第1的工作室，花了1万信用点请对方帮忙击杀，并且允许对方挑走一件装备。如此高昂的代价让第1工作室心动的同时派出了最强的几名玩家，也正是因为他们才找到了打败风元素领主的办法。依靠魔铁导电墙的特性，玩家站在魔铁钢筋旁边打怪，风元素领主的每一招法术攻击都有一个 0.5 秒的法术前摇，法术释放出来的时候也有 0.3 秒左右的延迟。一瞬间的魔法判定，风元素领主的攻击目标是站在魔铁钢筋前面的陆阳所站的那块区域。高手玩家可以充分的利用这 0.8 秒的延迟时间与魔铁钢筋分开。魔铁导电性强，能够将插撞闪电完全吸收到魔铁里面，哪怕陆阳闪避的距离不够，也可以保证不受到伤害。陆阳以前看过打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单挑过，不过这种程度的单挑对他来说不难，而且他有特殊的办法。自从魔神之心到了2级之后，火强术自动升到了3级，基础持续的时间达到了5分钟，算上法伤加成，持续时间达到了8分钟。从这里到风元素领主的位置有5分钟的路程，陆阳一路击杀小怪，一路释放火强术，回到了风元素领主面前。等魔法恢复后，陆阳甩出逃脱匕首，灼烧，连续5道火焰附加在了风元素领主的脑袋上，风元素领主受到的火焰伤害额外提高250点。人类，你要受到惩罚。风元素领主右手握着的闪电噼啪作响，正当他准备攻击陆阳的时候，陆阳身上蓝光一闪，出现在了30码之外，同时再次一道白光闪过，出现在了60码以外的地方。刚落地，陆阳脚下冒出火焰，炽热急速，提高200%的移动速度，他朝着地精飞艇遗骸所在的位置跑了过去。风元素领主看到攻击自己的蚂蚁居然逃跑到了60码以外的地方，发出一声怒吼，踩着火墙朝着陆阳追了过去。1024 1026，炽热急速提高200%的移动速度，而风元素领主的移动速度是正常玩家的150%，比陆阳慢了50%。两人之间的距离被迅速拉开，等到30秒结束，
陆阳手中的逃脱匕首和闪烁同时冷却结束，蓝光和白光先后闪过，陆阳又拉开了60码的距离，落地后开启火箭推射器，陆阳提高100%的移动，继续奔跑起来。风元素领主此时只能看到前方一个黑点在奔跑，但是因为路上的火墙树不停地受到伤害，对陆阳的仇恨越来越深。再次过了30秒之后，陆阳身上的推进器效果消失，恢复了正常的移动速度。不过这个时候，陆阳已经看到了远处的地精飞艇残骸和他树立起来的方形魔铁钢筋阵了。回头看了一眼还在远处的风元素领主，陆阳不敢拖大，再次用出2段闪拉开距离。1分钟之后，当陆阳来到魔铁附近的时候，风元素领主追到了30码的距离，而此时风元素领主被一路上的火墙树烧掉了30万的气血，只剩下50万了。雷暴！风元素领主仰天怒吼，手中的青紫色闪电射入天空，随后天空中降下上百道闪电，落朝着陆阳射去。闪烁！陆阳一直在防着风元素领主，白光一闪，跳入了魔铁阵中，躲避开了雷暴的攻击。插撞闪电！风元素领主右手举起，一道散裂开的闪电朝着陆阳射去。陆阳在风元素领主的右手刚刚举起的那一瞬间，左手松开了抓着的魔铁钢筋，向右侧迈了一步。插撞闪电瞬间来到陆阳刚才所站的位置，本来是散开的闪电全部被魔铁钢筋吸收殆尽。陆阳趁此机会在风元素领主的脚下释放了一个火墙术，补上5道灼烧法术。这个时候就看陆阳的躲避能力了。插撞闪电每隔 1.8秒钟释放一次，陆阳反击的机会只有 0.5秒钟，释放一个研爆术就要再次躲避技能。2分钟之后，风元素领主的血量掉到40万点。尝尝闪电链的滋味。风元素领主右手上的闪电变成蓝白色，猛然间朝着陆阳射了过去。如果有一群玩家的话，闪电链会打中所有人并且弹射，可惜陆阳只有一个人，闪电链也只有孤单单的一条。陆阳闪身躲避，轻松躲开了闪电链的攻击，回手一招研爆术打在了风元素领主的脑袋上，双方再次回到拉锯战。10分钟之后，风元素领主的气血掉到了 1%， 陆阳一发研爆术打了过去，命中风元素领主的脑袋。系统提示：你成功的击杀了风元素领主，你获得了2万点经验。风元素领主的身体陷入了紊乱状态，雷电在云层做成的体内乱窜，最终整体爆裂开来，一柄散发着神圣光芒的权杖掉落在了地上。陆阳捡起权杖看了看，风雷权杖，传说，等级30，物理伤害102-166，体质+28，智力+68，法术伤害+106，暴击几率+40，命中几率+40。描述：雷系法术额外增加166点伤害。陆阳看到这柄法杖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能把这柄法杖爆出来，这可是传说级的装备啊，爆率1/1000啊！陆阳将权杖发到了公会频道里面。浊酒轻伤、夏雨薇、苦爱半生、白氏三雄以及孙宇正在各自带着队伍在副本里提升装备，看到陆阳发来的装备都惊呆了。老大，传说级装备啊，你在哪得到的？毛球激动地喊道。这属性太强了，比神火法杖还好。火神 M16 说道。怎么样，想要不？陆阳说道。想。浊酒和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每个人的队伍里面都有高级别法师，这柄法杖属性这么强，可以给玩家带来极大的提升，连带着打副本都快了很多。陆阳说道。过阵子我们要和嗜血盟打一场大战，告诉公会里的兄弟们，那天你们几个谁带的队伍表现最好，这柄法杖我就送给你们哪个队伍。老大你说话算话呀，就这么定了。白狼激动地说道。这回咱们几个要互相较量较量了，我可不会谦让的呀，我谦让了我手下的兄弟可要跟我急了。浊酒轻伤说道。苦爱半生看了韩柳一眼，说道。这柄法杖我预定了，一定是我的。夏雨薇说道。一切凭实力，我们各自较量一番。孙宇说道。我也要，红叶飞舞正好缺一把法杖。陆阳看着他们5个人，拌嘴露出一丝失笑。这5个人都是大神，让他们之间产生一些竞争，能够让他们更快的提升起来。关闭了对话框，陆阳将风雷权杖收到了背包里面，继续在地上寻找。风元素领主爆了一个8×8范围的大爆，其中最中间的是风雷权杖，在他旁边是一串项链和一张合计配方。妻子的项链，这个是卡鲁斯的任务。咕噜噜混乱合计配方。描述：一张奇怪的药方，没有注明研发人，很奇怪的东西，名字也很奇怪。上一世这张合计配方打出来的时候，很多玩家以为得到了一张极品药方，毕竟是35级 BOSS 掉落的。可是当他们按照配方上的方法制作出来之后，却发现咕噜噜混乱合计配方的效果只有3个。第一个是吃了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咕噜虫，防御力变成0点，攻击力只有1点。第二种是智力下降100点，第三种是变成一个僵尸。这3种效果没有一个对玩家升级有用处的。当时制作的玩家一共制作了30瓶，看到效果后失望至极，就没有再对这个药剂配方深究。一直到游戏中的万圣节到来，这个药剂师工会的老大想要让手下玩家全都变成僵尸，在圣加尔城游街搞怪，让这个药剂师大量制作。这个工会有1万多玩家，这个药剂师制作这个药剂用了1个月的时间，做出来了3000多瓶。在大量使用的时候，其中一个玩家触发了一个名字叫做咕噜噜王的特效，智力瞬间提升了1700点，持续5秒钟。这个玩家很聪明，立刻截图报告给会长，这样这个咕噜噜混乱合计才算出现在大众玩家当中。当时大量玩家的等级都到100级了，很多术士都能召唤出来地狱火领主，也知道了召唤地狱火领主的最低智力要求是2000点。这个工会的老大让手下的20级小号术士升级的时候狂吃咕噜噜药剂，当他吃出来咕噜噜王特效的时候，召唤地狱火，果然再也召唤出来了地狱火领主。
地狱火领主的实力是普通地狱火的2倍。当时这个公会的老大将这件事上传到网上的时候，无数顶级公会老大扼腕叹息。当年在30级的时候，要是知道这个药剂，公会的开荒速度将会极大的提升。现如今，陆阳在这个等级得到了这张配方，只要他帮韩影等人一人召唤出来一个地狱火领主，等跟嗜血盟对战的时候，胜算又增加了1分。陆阳选择学习，一道金光闪烁，炼金的配方中多出来了一个咕噜噜混乱合剂。随后，陆阳打扫战场。一般而言，一个 BOSS 爆出来2个极品物件就算极限了，所以陆阳变得比较随意。只是正当陆阳捡起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多出来了一张青色的纸张，风元素魔法学院通知书。陆阳读着上面的文字，眼睛都瞪大了，忍不住用力握了一下拳头。他怎么也想到自己的运气今天真是的爆棚了。这张通知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隐藏职业申请书。只要拿着这张风元素魔法学院通知书到圣加尔城的魔导师高塔，玩家会被传送到风元素魔法学院，可以学习风雷法术。这是第2世界的一大特色，除了魔神之心这一类的装备以外，其他隐藏职业都能通过世界暴露学习。风元素魔法学院不仅教导基础魔法，甚至还教导玩家刺激禁咒，伤害类似于陆阳现在释放的流星落。而风雷魔法向来以范围攻击著称，在大兵团作战中作用要比陆阳大很多。这张通知书的意义对陆阳来说太大了，不过陆阳却不准备自己学习，因为游戏规则，一个玩家只能学习一个系的法术。上一世陆阳全部的精力都用来钻研火系魔法上面了，风雷系的魔法虽然强大，却不如他火系用的自如。至于这个风元素魔法学院通知书给谁，陆阳不用想就有了人选。打开和萧亮和韩影等人建立的模拟群组，陆阳发信息问道：沐雨在吗？哥哥。沐雨萌萌地愣了一下，说道：我跟萧亮哥哥他们在狮王殿打狮王呢。陆阳将风元素魔法学院通知书发到了群组里面，说道：今后你不用打狮王了，哥哥送你上学去。上学？沐雨眨了眨大眼睛，萧亮和韩影等人也很迷茫。可是当他们看到通知书上的内容，韩影激动地说道：小雨，这是隐藏职业的通知书，陆阳哥，你从哪弄到的？刚刚杀了个 BOSS， 意外爆出来的。陆阳说道：咱们几个人当中只有小雨跟我一样是魔法师，我习惯了火法。小雨你去学习吧，回城跟我到法师塔下面集合。陆阳捡起地上的东西飞回主城，通过传送器来到了夜色镇，在地精营地找到了卡鲁斯。小伙子，你找到我妻子的项链了吗？卡鲁斯问道。陆阳从背包里拿出项链交给卡鲁斯，说道：是这个吗？卡鲁斯接到项链激动地说道：哦天啊，这是我妻子的项链，小伙子真是太感谢你了。系统提示，你完成了妻子的项链任务，你在暴风投资公司的声望提升了100点。小伙子，作为感谢，我为你开通暴风投资公司的军需购买许可。卡鲁斯说道。多谢。陆阳要的就是这个军需购买许可，找到旁边的军需官，点击购买，页面上出现一排采购清单：火箭推射器图纸、色银平衡石图纸、保护者短棒，一共30多样物品。陆阳选择火箭推射器图纸购买了100张，花费了100个金币。哥，我到法师塔下面了，你在哪？沐雨说道。我马上就到。陆阳说道。他拿出回城卷，飞回了圣加尔城。法师塔，城南最大的建筑物就是法师塔，高耸入云端的法师塔是圣加尔城魔法文明的象征。不过法师塔从来不欢迎普通玩家进入。陆阳在法师塔门口找到了沐雨，将通知书交给了小丫头，又给了她100枚金币，说道：这个是进入法师塔的证明，你拿到左边那个衣服上有风雷符号的老爷爷面前，之后你跟他走，需要花钱的地方直接用钱买，不够找哥哥要。法师塔的旁边有5位穿着各色魔法袍的白胡子魔法师，按照游戏官方历史介绍，这5位是大魔导师来圣加尔城参加会议的，每个月只来3天，今天恰好是这一天，只要将这张凭证交给风系魔导师，就可以进入风系魔法学院。谢谢哥哥。沐雨接过通知书，来到了白胡子老爷爷面前，萌萌的双手递过通知书，说道：老爷爷，给你这个。风系魔导师卡尔接过通知书，说道：能拿到这张凭证，证明你有实力加入我风系魔法学院，进去吧，梅林会告诉你接下来该做什么。飓风卷起，沐雨传送进了法师塔。陆阳站在原地等了5分钟的时间，发消息给沐雨，问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跟哥哥说一下，我帮你想办法解决。沐雨正看着琳琅满目的风系技能发呆，说道：哥哥，这里的技能好贵啊，风雷法术每一个的价格都是1个金币以上，最贵的闪电风暴要100个金币。陆阳一愣，问道：你确定是闪电风暴吗？沐雨说道：是啊，不过这个技能好像有购买时间限制，还剩下最后10分钟的购买时间了。早前就有传闻风系魔法学院有几率刷出来禁咒，想不到这件事是真的。陆阳激动地说道：买了妹子，先把这个技能买下来，然后回来拿钱把能学习的技能都学了。好贵啊哥哥。沐雨说道。陆阳说道：傻妹子，这是禁咒，再贵买了也合适。哦，那我买了。沐雨很萌却不傻，立刻点击购买，将禁咒买了下来，把技能效果发到群组里面，让我和萧亮他们看看。陆阳说道：好的。沐雨将闪电风暴的解释发给了陆阳。闪电风暴，类型风雷法术，消耗1000点魔法，效果随机对100码范围内的玩家发动闪电攻击，基础伤害600点，持续时间30秒。萧亮和韩影3姐弟正在狮王殿打怪，看到闪电风暴的图标，4个人都愣住了。萧亮问道：浩强，这是什么技能啊？陆阳说道：这是沐雨刚刚学会的禁咒，我们的小妹妹现在是禁咒法师了。萧亮和韩影3姐弟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以后用这个技能升级更快了。韩飞说道。
小雨，恭喜你了。韩颖说道。沐雨发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说道：好贵啊，100金币。众人都有些咂舌，100金币相当于3万信用点，比很多人1年的花销都多。幸好老大找到这些赚钱的生意，不然有这个技能我们也学不起。萧亮说道。陆阳说道：这就是一个用钱堆起来的游戏。沐雨跟我回去拿钱继续学习其他技能，韩颖让卢兆宇和陈峰在狮王殿继续升级，我一会去找你们。好的。沐雨从法师塔出来，回到了陆阳身边，陆阳带着他来到了城北铁匠铺，找到了韩中。小杨回来了。韩中一边制作海潮套装一边说道。陆阳点头说道：师傅，我们手里有多少金币了？韩中说道：刨除掉采购原料的钱，我们有2000枚金币了。小杨你要用吗？陆阳说道：给沐雨500个金币，让他学习技能，再给我1000枚金币，我随时使用。没问题。韩中拿出1500枚金币，分别交给了陆阳和沐雨。师傅，我去忙了呀。陆阳招手跟韩中道别，带着沐雨回到了法师塔。送小丫头再次进入法师塔后，陆阳来到了拍卖行，购买冬刺草、荆棘草和咕噜蘑菇。这3样草药属于2级草药，一组的价格是2个银币，3种草药陆阳各购买了800多组，直接将拍卖行的这3种草药买空。然后陆阳来到了药剂师协会，开了一个高级房间，开始炼药。一口大锅放进够炼制50瓶药剂的草药，5分钟一锅，陆阳炼制了2个小时，一共炼制出了843瓶咕噜噜混乱合剂。狮王殿清空了吗？陆阳发信息在模拟群组。韩颖说道：刚清空。等我。陆阳说道。开启炽热极速，陆阳一路跑出了圣加尔城，来到了矿洞3层，找到拐角处的狮王殿入口，钻了进去。狮王殿当中，韩颖、卢兆宇、陈峰以及萧亮正在地上捡技能书。老大你来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又打到了一本地狱火技能书。萧亮说道。不错呀。陆阳说道。从背包里拿出853瓶药剂，平均分给3人，说道：这个药剂有极其微小的几率让你们获得智力提升1700点的效果，一旦触发这个效果，立即召唤地狱火。韩颖好奇地问道：智力多了1700点，召唤地狱火有什么特殊吗？陆阳说道：你们身上穿戴的都是打满了智力宝石的装备，算上1700点智力，你们每个人的智力都能达到2000点，而智力超过2000点可以召唤地狱火领主，实力是地狱火的2倍。韩颖、卢兆宇和陈峰3人均是眼睛一亮。老大，那7级的地狱火领主岂不是普通地狱火的14倍了吗？卢兆宇说道。陆阳说道：哪有那么夸张，不过7级的地狱火领主造成的伤害不次于沐雨的禁咒闪电风暴。多谢老大。陈峰说道。陆阳拍着2人的肩膀说道：跟我别客气，先试着召唤地狱火领主，召唤成功后我们退出游戏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好的。2人激动的一起说道：禁咒对于任何一个玩家都是无法抵挡的诱惑。卢兆宇和陈峰2人自从跟了陆阳以后，半个月的收入达到了1万多信用点，这对2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人怎么也不知道陆阳为什么会对他俩这么好，不过2人却知道感恩，对于陆阳更加的认同和忠心。很快2人在经历了各种效果之后，都吃出来了智力增加1700点的咕噜噜王效果。韩颖也吃了出来。召唤地狱火，召唤地狱火，召唤地狱火。3颗比正常地狱火大1倍的绿色巨岩从天而降，砸在地面上，带起一片冲击波。随后烟尘中站起来了3个身高8码、全身带着尖刺铠甲的鬼脸地狱火领主。吼！地狱火领主精英，器械14000，14000，混乱伤害196-196，邪恶烈焰286点每秒。特殊技能邪火之拳，攻击有30%的几率附带364点邪火伤害。这地狱火领主太强了，完全杀不死啊。萧亮说道。老大，我感觉我很强。卢兆宇说道。陈峰说道。我也是。陆阳失笑说道：这家伙当然强了，按照常理是100级以上的玩家才有可能召唤出来的顶级召唤兽，你们在这个级别召唤出来了，千万要注意自己别让人给杀了，你们死了地狱火领主就会背叛，那时候这东西就成了队友的噩梦了。韩颖和卢兆宇、陈峰3人认真的点头。老大你放心，我们会注意的。卢兆宇说道。陆阳说道。这个地狱火领主升到7级以后还有一个特效，在10分钟以内不进行战斗的时候，会变化成一个邪恶火球围在术士的身边，术士在战斗可以再一次模拟召唤场景，将其扔出去砸晕敌人。还有这样的效果？陈峰惊讶地说道。陆阳说道。你们3个做好准备，过阵子可能会有一场战争，我会抽调你们参战。太好了。卢兆宇激动地说道。闹钟响起，陆阳看了眼时间，该吃晚餐了，说道：大家先下线，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为了促进兄弟之间的团结，陆阳让招募到的40星号流做饭，不管做的好吃不好吃，大家同甘共苦。今天是沐意带着8个人做饭，此时饭菜已经做好了，40多人都在楼下等待开饭。陆阳带着韩中和萧亮等人下来的时候，一群小弟纷纷站了起来，恭敬地对陆阳说道：老大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陆阳让他们每个人都赚到了数千块钱，还都是学生的他们对陆阳愈加敬佩。大家坐。陆阳来到了长条椅上，和40多个兄弟围在一起吃饭。等吃过晚餐后，手下各自回去登录游戏，陆阳身边只剩下韩中、韩颖3姐弟、沐意、沐雨、萧亮以及卢兆宇和陈峰。陆阳说道：人都到齐了，我宣布个事，明天开始工作室扩大规模，我要再招收100名职业玩家。卢兆宇和陈峰回学校招人，
我和肖亮回贫民窟招人，每个人25个名额。韩中露出惊讶的表情，说道：“小杨，现在海潮套装的制作数量足够了，再多怕是要堆积了。”陆阳说道：“不是海潮套装，我刚获得了一个火箭喷射器图纸，可以提高100%的移动速度，持续30秒的时间。这个喷射器冷却时间多长？”韩中问道。2分钟。陆阳说道。韩中一拍桌子，说道：“这绝对是一个赚钱生意。”自从进入到游戏里面，韩中就认真的在了解这个游戏。这段时间，世界频道上无数玩家抱怨地图太大，跑动需要的时间太长，让他们打怪的时间变少，都在求购加速度的装备。陆阳说道：“这个推进器我准备一个卖50银币，批量生产，争取让每一个玩家都买到手。”肖亮、卢兆宇和陈峰3人听到陆阳的解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我一直等老大的招募令呢，招人没有问题。肖亮说道。卢兆宇说道：“我这边也没有问题，明天我和陈峰带着5个兄弟回去，将这边的事情传出去，50个人很轻松就能招募到。”陆阳说道：“很好，那就这么定了。”众人均是斗志昂扬，不过木易却有些孤单，因为这些人当中只有他被陆阳留在了兽族。陆阳搂着木易的肩膀说道：“小弟，给你说个好消息。”木易知道陆阳发现了他的孤单，笑着说道：“我没事，什么消息？”陆阳看了看木雨，让他自己说。木雨开心地说道：“哥，陆阳哥今天送了我一张风元素魔法学院通知书，我成了风雷法师，还学会了禁咒闪电风暴。”真的吗？木易激动地站了起来。在狼族那边已经有玩家获得了风系魔法学院的通知书，闪电风暴的禁咒也出现在了公会战中，被玩家传得神乎其神。木鱼小得意地说道：“当然了，光是买闪电风暴这个技能花费了100个金币呢，都是哥哥给的。”木易看向陆阳说道：“哥，谢谢你。”陆阳搂着木易的肩膀说道：“哥，我还客气什么？哥哥给你保证，再过半年，我一定让你和大部队会合，还帮你获得隐藏职业的通知书。”木易说道：“不用了，我妹妹成为隐藏职业，我已经很开心了。”陆阳摇头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弟弟妹妹，我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韩中笑着说道：“既然你们这么开心，我也说个事，今后韩颖他们3个就认真的在游戏里面发展吧，我不会再让他们当雇佣兵了。”真的吗，老爸？韩飞激动地跳了起来，韩宇和韩颖也是一脸兴奋。韩中说道：“当然了，这游戏这么赚钱，谁还当雇佣兵去啊？”不同于其他人，韩中在陆阳这里有10%的股份，这1个月的时间，韩中赚到了20多万的信用点，比他当雇佣兵1年赚到的都多。陆阳说道：“多谢师傅，我不会让你后悔这个决定的。”终于不用锻炼了。韩飞激动地说道。韩中咳嗽了一声，说道：“锻炼还是必须的，可以减少运动量，但是不能不锻炼。”韩飞了一声，低着脑袋坐了回来。陆阳和韩颖等人大笑：“师傅说的对，锻炼是必须的。你们不是一直想要我手上的那枚迷梦指环吗？如果没有娴熟的基本功，你们怎么挑战得过小丑皇的 SSS 级任务呢？”陆阳说道。“哥，你要带我们去挑战小丑皇的任务吗？”韩宇问道。陆阳点头说道：“这段时间你们的实力都提高了很多，达到了挑战小丑皇的资格。这几天忙完了招募的事情，我会带你们去挑战他，顺便给你们讲解一下关于小丑皇的资料。”太好了！众人一起说道。陆阳拍了拍桌子说道：“那就这么定了，先招募玩家，我这就订床铺被褥和洗漱用品去。”好。第二天清早，陆阳锻炼后带着肖亮、韩飞和韩宇3人来到了贫民窟。作为上一世陆阳手中的嫡系玩家，贫民窟占据了一大块，也是最忠诚于他的2部分人之一。很多陆阳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里长大。陆阳挨家挨户的去招人，很快招募到了50名16岁左右的孩子。这些孩子目前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一人发放了一个头盔后，就都跟着陆阳来到了工作室。不多时，卢兆宇和陈峰也回来了，工作室多出来了100个人，变得热闹不少。陆阳让他们在大厅集合，简单的说了几句话，让他们签订了合同后，送被褥和床铺的车到了。陆阳又带着他们安排住宿，之后又是发放头盔，等一切都稳定下来了。陆阳在中午吃饭时间安排之前，加入的老玩家1个人带2个人指导这些人新人。整整1天的时间，陆阳都在忙碌这些。好在上一世有经验，看似忙乱，却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陆阳登录游戏，带着这100人隐藏到了城北他新买的房子里面，一步一步的教导这些玩家如何制作火箭推射器。这东西制作并不难，很快所有人都能熟练制作出来，只是效率有些人高，有些人低。到了第2天中午，陆阳带着300个火箭推进器来到了拍卖行。此时拍卖行里面的玩家数量更多了，大部分的等级都是10级以上，保有身家的玩家。陆阳进门的时候，刚好听到5、6个玩家在一个拍卖器旁边闲聊。哎，这游戏好是好，可是地图这么大，跑到地方往往要1个小时，也不说出个增加速度的方法。其他网游都有马匹代步，可是这游戏到现在还没有马匹出现，怎么就不知道体谅一下玩家呢？算了算了，谁让这游戏这么好玩了，人家想怎么样我们就得怎么样。陆阳看了身边的韩中一眼，将300个火箭推射器放到了拍卖行上面，每个的价值设定为50银币。哎，有人卖火箭推射器可以绑定到腿部装备上，提高100%的移动速度30秒，冷却时间还只要2分钟。一个搜索拍卖行的玩家首先发现了火箭推射器。什么？在哪呢？一瞬间，周围的玩家都激动地看向了这里。真有，是火箭推射器，只要50个银币。系统提示：你卖出了一个火箭推射器，你得到了49个金币，50个铜币。不到3分钟的时间，一连串的购买提示刷新了陆阳的对话栏。我们走吧。陆阳看着拍卖行变得轰动的玩家群，都卖出去了。韩中惊讶地问道。陆阳说道：都卖出去了，今后这个生意就交给您了，这将是我们另外一个赚钱渠道。
韩中本来还对陆阳的突然招募有些反对，看到结果这么好，他只能由衷的赞叹，说道：“放心，我会替你看好这4样生意的。”陆阳点头。路上的时候，韩中忍不住好奇，问道：“小杨，你说这个游戏的设计者怎么这么奇怪呢？每样东西都设计的让玩家很难发现呢？”陆阳失笑说道：“这款游戏其实一直在教育所有玩家。”教育？韩中更不理解。陆阳说道：“没错，就是教育。他在教我们一种思想，在华夏叫做侠义精神，在欧美叫做骑士精神。现在这个社会的道德已经被撕裂得七零八落。官方想要通过游戏告诉所有人，不要总想着利己主义，遇到该帮助的人，我们要伸出援手，力所能及帮到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嫌弃麻烦。游戏官方不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冷漠，开发这个游戏的人是有情怀的。”这是官方策划团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亲口说出的。游戏中，他们也身体力行地按照这个想法来设计游戏。只要心存善念，不贪图便宜，不恶意重伤，不损人利己，懂得诚信待人，懂得热心帮助，都能在游戏里获得回报。如同上个世纪香港 TVB 武侠片和仙侠片一样，心善就会偶遇回报。韩中有些感慨地说道：“人从青年时代进入社会摸爬滚打，说是经过历练，实际上就是王八蛋事看多了，习惯了，再想去做一个纯净的人已经不可能了。想要保持住那颗干净的人，更是妄想。这游戏诛心啊！”陆阳笑着点了点头，说道：“还有一个是，游戏官方可能也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资本的进入太夸张了，大公会强占地图，挤压正常玩家的空间，让游戏策划设计的剧情根本没有展开的机会。陆阳哥，我们完成训练了，你快来看看。”韩飞发消息说道。陆阳对韩中说道：“走吧，韩颖他们等着急了，我带他们做任务去。”韩中点头说道：“我去看看他们的实力。”封闭竞技场里面，韩颖3姐弟和肖亮一起锻炼陆阳安排的项目。看我的迷踪步！韩飞迎面跑向一群奔牛，身体左躲右闪，轻松非常。韩宇、韩颖和肖亮站在一旁鼓掌叫好。陆阳和韩中来到韩颖身边说道：“不错。”韩颖看到陆阳来了，开心地说道：“哥，我们3姐弟都能通过你设置的测试了，不过肖亮哥还差点。”肖亮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说道：“我还差了很多。”陆阳拍着肖亮的肩膀说道：“不急，慢慢来。”韩中问道：“你准备带他们去做什么任务？需要我帮忙吗？”陆阳说道：“师傅，你要是能去是最好了，这个任务不需要等级，就是躲避。”通关小丑皇的视频，陆阳一直留着，发给了韩中说道：“您先看看。”韩中打开视频看了起来。韩宇将玩得起劲的韩飞叫了回来。等两人来到陆阳面前的时候，韩中也看完了视频，说道：“这些动作倒是不难做到，你要这个指环做什么？”陆阳说道：“嗜血盟一直在屠杀我公会的成员，我准备发起一次反击，这个指环能起到很大作用。”韩中说道：“我陪你们去，帮你打个指环出来。”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去。陆阳说道。城东市场附近，神乐马戏团又一次来到了圣加尔城开始表演。经过1个月的时间，大量玩家都到了10级以上，马戏团挑战任务也在玩家之间传开。此时，数不清的玩家进入了神乐马戏团参与挑战。哎呀，这人差一点就能通过8个门的挑战，太可惜了。一群玩家发出惋惜的声音。通过8个门能给一件10级的白银级装备呢？你懂什么？前几天嗜血盟的叶孤星挑战过了12个门的难度，给了一件黄金装备呢。屈寒刚才也挑战成功了。不得不说，嗜血盟虽然混蛋，但是这2个团长真的是高手。一群人感慨，不知道16个门给什么奖励。别扯了，早就有人挑战过，连3波都挺不过去，不可能有人得到那种奖励的。哎，又有人挑战12个门了，快去看看，好像是烈酒清风啊。场内，烈酒清风屏息凝气，看着12个打开的大门，面对疯狂冲锋而来的雷霆蜥蜴，利用身法不断躲闪，虽然有些吃力，但还能坚持。陆阳对身边的韩中一家说道：“这个就是迷梦指环任务，场内挑战的是目前国内一个大公会的第1副会长。”韩飞嫌弃地说道：“才12个门就躲避得这么费力，这人好笨。”陆阳失笑说道：“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有个特种兵老爸？你们在游戏里面如鱼得水，可都是跟你们这么多年的苦练分不开的。”韩颖3姐弟一起点头，如沐地看向韩中。韩中有些不好意思，他的本意可是训练3个孩子成为雇佣兵的，说道：“主要还是因为你，不然他们3个只能一辈子跟我待在东南亚的丛林里。”韩飞说道：“也不一定，那天晚上没有陆阳哥，就没有我们一家了。”韩中感慨地叹了口气，回想起那天他挡在门口与3个杀手搏杀的危急情况，韩中后背直冒冷气。孩子们，这恩情咱家一辈子不能忘啊！韩中悄悄地给韩颖3姐弟一人发了一条消息，3姐弟一起点头。系统提示：恭喜玩家烈酒清风成功挑战12门雷霆蜥蜴。场内，烈酒清风长出了一口气，对周围的玩家挥手示意离开了场地。系统提示：下一位玩家可申请挑战。场内议论声响起，珠玉在前，一些手法差的玩家不想去给烈酒清风当陪衬，纷纷驻足等待。系统提示：连续3遍系统提示，依然没有玩家前往挑战。就在众人好奇下一位谁去的时候，韩飞说道：“老爸，我去给你打头阵。”一个纵身，韩飞跳入场内。系统提示：请选择难度。韩飞说道：16门挑战。系统提示：玩家韩飞选择16门挑战难度。场内瞬间轰动，连烈酒清风和之前挑战过的屈寒都忍不住看向场内的韩飞。这人是谁啊？小子，别逞能啊！16门你搞笑呢吧？韩飞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更没有被周围人的话语所阻碍，竟显上一世银刀杀手的本色。系统提示：战斗倒计时，3、2、
1，开始。长宽30米的场地内，16个大门同时打开，体型比大象还要庞大的雷霆蜥蜴疯狂地朝着韩非冲了过来。这场战斗最难的不是躲过面前的雷霆蜥蜴，而是躲过第一波后面冲过来的一波又一波的雷霆蜥蜴。因为你站在场地中间，雷霆蜥蜴比你高，你看不到后面雷霆蜥蜴的情况。这样一来，靠的完全是身法和听力，只有真正高明的玩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恰好经过13年训练的韩非就能做到。面对冲过来的雷霆蜥蜴，韩非闭上眼睛，单凭借听力，轻松地躲过一波又一波的蜥蜴冲锋。场内玩家随着韩非的一次次躲避成功，从最开始的嘲讽到惊讶，再到激动，以至于现在疯狂地为韩非呐喊助威。一直躲过60多波雷霆蜥蜴的攻击，突然间，场内雷霆蜥蜴全部消失，只有韩非一个人站在场地当中。成功了！挑战16门成功了！高手，这是高手，他创造了纪录！数不清的玩家高声为韩非呐喊，连烈酒清风都惊讶地看着场内的韩非，不知道会给什么样的奖励，应该能很好吧？场内玩家都在期待地看着韩非，有人居然打破了我的记录，让我来挑战你！一个头戴金冠，脸上涂满黑白浓妆，身材纤细的小丑皇突然间高喊一声，跳入场内，站在韩非的对面。系统提示：玩家韩非成功触发小丑皇挑战任务等级 SSS， 玩家再次陷入疯狂。隐藏任务，这是隐藏任务，这人居然打出了隐藏任务，快去报告给老大！韩非凛然不惧，点击开始挑战，在16门雷霆蜥蜴和小丑皇的双重压力之下，展现出灵巧的步伐和鬼魅般的身法。这是个顶级高手，看起来是刺客，如果给他配上一套顶级装备，有万军中取敌上将首级的能力。烈酒清风说道。战场上，让这样一个盗贼隐身溜入敌方阵地，瞬间的爆发，如果能够击杀对方的指挥官，能起到不可想象的作用。屈寒也看出了韩非的强大，等韩非挑战成功，将视频录了下来，发给了嗜血霸天。系统提示：玩家引导挑战 SSS 小丑皇任务成功。一个焕发着迷人色彩的指环被小丑皇气愤地扔到了韩非手中。老大，我得到迷梦指环了。韩非发消息给陆阳。不错，用回城券离开，别让其他人发现你。陆阳说道。好的。韩非将披风帽子戴在头上，拿出回城券开始读秒。烈酒清风和屈寒正在场地出口等待，看到韩非用回城券离开，两人赶忙朝着场地内跑去。系统提示：非挑战玩家禁止入场。老弟，等一下，我们加个好友。烈酒清风喊道。我嗜血盟愿意高价聘请你入精英团。屈寒喊道。可惜韩非至始至终头都没有抬一下，10秒钟的回城时间一到，韩非消失在了场地中间。烈酒清风和曲寒两人一脸失望地站在原地。老大，我们派人去广场找。一名手下说道。找不到了，广场上的玩家好几万人，上哪找去啊？烈酒清风摇了摇头。算了，我们走吧，今天没有值得关注的人了。屈寒看了烈酒清风一眼，对身边的手下说道。正当烈酒清风和屈寒都为错过一个高手而感到意兴阑珊的时候，韩宇跳入场内。系统提示：玩家迎风选择16门挑战。又有人挑战16门，场内再次轰动。烈酒清风和屈寒看了一眼场内韩宇，各自停下脚步。场内韩宇开始了他的挑战，不同于韩非的热血，韩宇更加飘逸一些，横闪侧躲每一招都带着一种灵动的感觉。很快16波挑战被韩宇轻松完成。有人居然打破了我的记录，让我来挑战你。小丑皇再次出现。系统提示：玩家迎风触发小丑皇挑战任务等级 SSS。 居然也触发了挑战，我不是在做梦吧？一天遇到2个触发隐藏任务的高手。场外，雄霸的副会长屈无义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不远处预言工会的会长泰坦、暗月工会的天风也都来到了现场。这人果然是高手。屈无义看着在16门蜥蜴的攻击中还能躲避小丑皇追捕的韩宇，眼神发亮。有这样的猎人在精英团里面，他一个人可以顶5、6个人使用。天风说道。这人一定要拿下来，不能让其他工会抢走。各大工会的会长和副会长都暗下了决心。可是当韩宇挑战成功获得迷梦指环之后，同样披上斗篷上的帽子，拿出回城卷飞去了广场。屈无义站在入场门口，愤怒的一拍扶手栏杆，说道：这人什么意思？连招募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吗？烈酒清风等人也都皱起了眉头。哥，我去了呀。韩影冲着陆阳微微一笑，纵身跳入战场。系统提示：玩家红叶选择16门挑战难度。第3个，还有人挑战16门难度，还是个女孩子。观战的玩家疯狂了，数万人为韩影呐喊助威。韩影表情冷漠，丝毫不受外界影响，身形轻巧地通过了16门难度，触发了小丑皇的挑战。看着小丑皇第3次跳入场中，观战的数万玩家已经不能自持了。这种困难的挑战居然有3个人触发，而且这第3个人还是女孩子，对于那些男生的打击太大了。我受不了了，这美女太漂亮了，如果是真人的话，有这样的技术，还有这样的美貌，我为她倾倒了，绝对是第一美女高手。这身法我这个盗贼都做不到。女神，能加个好友吗？一个玩家在场边高声喊道。结果这一声呐喊让周围的男性玩家都加入了其中。女神，女神。韩影面对周围玩家的喊话依然态度冷漠，丝毫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轻松完成了小丑皇的挑战。系统提示：玩家红叶完成小丑皇挑战任务。拿到小丑皇丢过来的指环，韩影同样戴上斗篷上的帽子，拿出回城卷飞出了场地。女神别走。陆阳站在高台上，用手臂撞了一下身边的韩中，说道：你女儿要成为明星了。韩中老脸一红，
对于场内数万玩家高喊自己女儿是女神，韩中还有些不好意思。该我这个老家伙出场了，希望还能发挥出巅峰时期的实力。韩中说道。对于充满活力的3个孩子，韩中真心感觉到了自己的衰老。系统提示：玩家要离选择16门挑战难度。第4个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大神集体嘲讽来了吗？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场内的玩家本来已经被刺激的淡定，可是当他们看向场内，发现挑战的是一个40岁大叔的时候，玩家们再次淡定不起来了。尼玛，老头子都敢挑战16门，我赌他绝对挑战不过去，过了我直播吃翔。我也赌，我赌。韩中听着周围玩家的说话声，突然间露出了一个痞气十足的笑容，活动了一下身体。韩中仿佛找到了当年万军面前竞技夺冠的场面。不同于韩影3姐弟，也不同于陆阳，韩中有着20多年的丛林战经验，生死搏杀的次数更是数也数不清。面对这种16门蜥蜴的简单挑战，韩中如同玩一般，抽空还用出了20年前流行的街舞动作。这大叔酷毙了呀！一个萌妹子突然间尖叫起来，冲着韩中喊道：大叔，你太帅了！韩中进入游戏的时候调低了容貌，但是那冷峻的杀气和掌控他人生死的气质，依然让无数小迷妹为他倾倒。大叔，我爱你！一个萌妹子尖叫着喊道。陆阳将现场的视频同步播放给了韩影3姐弟，3人看到老爸被美女疯狂追求的狼狈相，相顾无良的大笑起来。老爸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这美女真厉害。韩飞捂着肚子说道。韩宇大笑的说道，以后老爸负责开店，要是让这妹子看到了，一定更好玩。韩影也笑得不得了，说道，不过话说回来，老爸是该找个人照顾他了，都多少年了。陆阳说道，你们就不用为这个操心了，一帮小屁孩，小心让你们老爸知道，回头收拾你们。3人吐了吐舌头，不过都感觉这个想法不错。系统提示：玩家要离挑战小丑皇任务成功。韩中拿到迷梦指环，同样披上斗篷帽子，使用回程券飞离了比赛场地。站在门口观看的屈无义和屈寒等人纷纷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这件事不寻常，我有种感觉，比赛的这4个人是一伙的。天风说道。同意，身法上来看，这个年长的很有可能是前3个人的师傅。烈酒清风说道。一群奇怪的家伙，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加入工会。屈无义说道。你们至尊皇朝最近的行动有些不正常，雄霸他想要做什么？屈寒看着屈无义的眼睛问道。关你什么事？屈无义一甩披风，转身带着手下走了，心里面却有些发慌。得到黑岩城攻城令的事情在工会内部还是绝密，他感觉屈无义刺探到了什么。天风来到了屈寒的身边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屈寒盯着屈无义的后背没有说话，转身离开了。城北中央广场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面，陆阳、萧亮、韩中和韩影3姐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讨论刚才的事情。韩中自是被陆阳和3姐弟调侃一番，韩影也没有被陆阳放过。妹子，看看论坛上的评论，你已经被人称为红叶女神了。陆阳说道。真的啊，我姐真的被人称为女神了，一起待了这么久我才知道，原来姐姐也是个女神级的大美女啊。韩飞说道。找打。韩影羞涩地掐着韩飞的胳膊，引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小影，你弟弟说的是真话。陆阳说道。韩中看着女儿很是自豪。哥，别取笑我了，说正事。韩影鼓着小嘴说道。陆阳知道这丫头脸皮薄，不再取笑，说道，好了，那说正事。众人立刻肃穆。陆阳接着说道，这枚戒指可以让任何佩戴它的玩家拥有召唤能力，最多召唤5个宝宝。一会你们几个跟我走，我带你们召唤一种宝宝去。韩中把戒指放在桌子上，说道，我要看这4个店铺，没时间去，你把这个戒指给别人吧。多谢师傅，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后您主要负责经商，在游戏中积累人脉，这方面要比我们几个小子擅长。陆阳拿过戒指交给萧亮，说道，这个给你，一会你跟我走。萧亮惊喜地说道，谢谢老大，谢谢师傅。韩中说道，别谢我，明天开始你的训练加倍，争取1个月内靠自己的能力打到这枚戒指。是，我一定努力。萧亮说道。陆阳感激地看了韩中一眼，韩中则无所谓地笑了笑，他看出来陆阳对萧亮的重视，帮他训练一个得力助手不过是举手之劳。陆阳说道，我们走吧，时间紧迫，越早完成这件事越好。圣加尔城北部的戈兰高地旁边的25级叶松森林中有一个特殊的群落，里面的怪物鹰头兽身，有翅膀却飞不远，本身没有什么攻击力，却十分狡猾。陆阳带着队伍来到叶松森林，找到了森林深处的一大片空地当中。这片空地上面建筑着茅草和木头做成的房子，有些房子还建筑在树木的枝杈上，整个部落显得非常古老。在部落里面，鹰头兽身的苍枭在地上来回走动。苍枭模样好奇怪啊，韩飞说道。陆阳说道，我们今天要抓的就是他们，不过我们只抓头领，不抓小怪。烈焰风暴、赤焰鸟、陨石冲击。陆阳快速的清理小怪，韩影3姐弟和萧亮也加入其中。长时间杀尸王让他们几个人都到了25级，打怪的速度都非常快。一路杀怪来到销售部落深处，一个比正常销售高出半个头的苍枭头领出现。苍枭头领等级25，气血6080，感觉没什么特殊啊。韩飞挠着头说道。陆阳使用迷梦之光，一边召唤一边说道，一会你就知道了。白色光芒落在苍枭的脑袋上，很快苍枭的名字后面多出来了陆阳的名字，拍打着翅膀来到了陆阳的身边。苍枭头领，邪恶攻击102-102，防御124-166，特殊技能旋风。好垃圾，韩飞说道。陆阳失笑说道，25级的怪这属性确实挺垃圾的，
不过，你们注意最后的那个旋风技能。旋风释放一道旋风，攻击30码内的所有玩家，伤害30点每秒，持续时间5分钟。韩非眼睛一亮，说道：“哥，迷梦指环召唤的怪可以升7级，是不是这个旋风也能升级？”陆阳一拍韩非的肩膀，说道：“答对。上一世大部分玩家都不知道苍霄还有这样一个技能，因为苍霄垃圾的防御和攻击让猎人玩家从不正眼看他，再加上击杀容易，更成了大多数玩家升级的必选地方。之所以苍霄能够被发现，是因为上一世一名工会负责测试游戏数据的玩家使用迷梦指环召唤到了一只苍霄。这名玩家也看不起苍霄，只是抱着测试数据的目的给苍霄升级。可是当他给苍霄升到7级以后，苍霄的攻击力提升不大，旋风技能的名字却变成了飓风。再次释放的时候，一个如同现实世界巨型龙卷风模样的技能出现，伤害100点每秒，攻击范围60码，附带狂风效果。30级的全套白银级装备，玩家气血不过3000点左右，在这个技能里面却挺不过40秒。这个工会利用销售的技能，在一次工会战中将敌人引到特定地形，释放飓风将敌人切割成无数块，打了一场漂亮的战斗。陆阳工会的实力比嗜血盟弱很多，要想打胜仗就要出其不意。这个苍霄头领就是陆阳准备给嗜血霸天的一份大礼。江泽打来电话说道：“100个法师都找全了，什么时候召集他们？你们先抓，我接个电话。”陆阳对萧亮和韩影3姐弟说道。这一次与嗜血盟的战争当中，这100个活法是陆阳的重要武器之一。他问道：“确定可靠了吗？”江泽说道：“每一个至少让嗜血盟杀死过3次，都是深仇大恨，正满腔怒火，找不到方法报仇呢。我和屠风这2天什么都没干，就研究这些人了，保证没有奸细，你放心使用。”陆阳说道：“太好了，你先和他们签订工会合同，必须做到严格保密。我在晚上5点左右回去教导他们。对了，这些人都没有技能书，工会也没有，你得想办法解决。”江泽说道。想要获得技能书，只能从书店买或者打 BOSS 获得。普通玩家因为各大工会抢 BOSS， 导致他们根本打不到。而研报术这类技能书商店不卖。江泽招募的这100人都没有研报术技能。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陆阳说道。卢兆宇和陈峰一直在狮王殿打怪就没出来过，这2天技能书又攒出来了好几百本。江泽说道：“那你先忙，我去忙活工会的事情了。这几天我们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嗜血霸天成立了一支5000人的特殊部队，一方面在各大地图抢夺 BOSS， 一方面屠杀我们工会的玩家。那帮混蛋弄得天怒人怨，也不知道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陆阳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说道：“我看工会频道上的消息了，你再帮我弹压几天，只要我们那3000人训练出来，我会立刻对嗜血盟发动一场战争。不过千万别跟他们说战争的事情。”江泽说道：“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陆阳结束对话，拨通了金不换的通话器。“老大，啥事？”金不换正在药店里面制作药剂。陆阳说道：“给我准备3000人打一场战斗的高级药剂。战争实际上就是在打经济，并不是1-2次出其不意的战斗打赢了就能打垮对方。如果对方重新组织战斗，己方药剂跟不上的话，照样会失败。撒人团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买不起药。”金不换嘿嘿一笑，说道：“老大，3天，不出3天时间，我交付给你每个人30组高级生命药剂和30组高级魔法药剂。高级药剂可以在战斗中使用，12秒内恢复1000气血和魔法，官方售价10个银币一组。而在自家药店，陆阳只是付出一个原材料的钱而已，大概1个银币。不过即便如此，这一战也让陆阳倾家荡产了，之前赚到的数千金币全都一个不剩的花个干净。如果陆阳输了，工会将分崩瓦解，他也只能改行做生意，去当一个富家翁了。一切就看这场战争了。”陆阳喃喃自语地说道。“老大，你说什么？”萧亮已经召唤到了5个苍霄头领，跑了过来。陆阳摇了摇头，看了看韩影3姐弟，他们也都快要召唤到5个苍霄头领了。召唤满了原地给苍霄升级，保证苍霄最后一个击杀怪物，不然苍霄不获得经验。陆阳说道。随后他也开始召唤苍霄头领。苍霄头领不属于精英怪，在营地里面很容易找到。不多时，陆阳也召唤到了5只苍霄头领，各自升级1个小时以后，陆阳他们5个人的25只苍霄头领都到了7级。苍霄的旋风也变成了飓风。飓风类型：风系，距离200码，消耗600点魔法。描述：释放一道直径30码的龙卷风，对60码范围内的玩家造成100点每秒的伤害，持续时间30分钟，最远移动距离200码。这飓风技能果然强大。韩非惊叹地说道。陆阳说道：“用出来试试。”韩非点头，命令一只苍霄释放飓风技能。苍霄拍着翅膀左摇右摆地走了出来，双手举过头顶，口中念出一段晦涩的咒语。突然间，狂风乍起，天空中乌云密布，苍霄口中咒语越念越快，狂风越来越猛。当风速让陆阳和萧亮等人感觉快要站不稳的时候，60码外天空密布的云层中，一道铅黑色足有30码直径的巨型龙卷风缓缓连接到地面上。轰！看似缓慢的龙卷风落地后，将一棵千年大树搅成粉碎。太酷了！韩宇说道。韩影开心地说道：“哥，有这25个销售和嗜血盟的战争，我们一定赢。”陆阳也充满信心，说道：“还不够，我还要回去再做一些准备。”“你要走？”韩影说道。陆阳说道：“你们3个留在这里升级，苍霄头脑简单，不懂得背叛，我的苍霄也交给你们，我要回去再做一些准备工作。”距离晚上5点还有半个小时，陆阳要回去教导江泽给他挑出来的活法。“哦，我们在这等你。”韩影不舍得说道。陆阳笑了笑，拿出回程券飞回了圣加尔城，发消息给江泽说道：“人都齐了吗？”江泽发愁的说道：“合同都签完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隐秘的地点，
这些人我不敢集合，现在都散落在外面呢。这是陆阳工会的一大短板，没有一个能够具体集结的地点，等于一个人没有家一样。陆阳说道，这样签合同的让他们到包子村集合，那里隐秘不会有人知道。江泽说道，这个主意不错，我这就带队。5点，我们准时见面。陆阳说道。关闭对话框，陆阳回到韩中那里，取出100本研报术技能书之后，使用传送器来到了夜色镇，朝着包子村的方向跑了过去。另外一边，江泽和涂峰已经带着100名火法来到了包子村。终于能见到老大了，还是第一次跟老大见面呢。一个火法玩家激动地说道，简化咒语，我最梦寐以求的技能，想不到我真的能学到，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研究出来的。不管怎么样，这次终于能找嗜血盟报仇了，我绝对不会放过嗜血盟的。每一个火法的脸上都带着激动的神情，对于他们来说，陆阳就是一个传说。而在不远处，陆阳的身影逐渐浮现。老大来了，在哪？真的是老大，我们一起迎接去。跟过来的100名火系法师纷纷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江泽和涂峰两人看着众人的样子，互相对视了一眼。想不到陆阳在普通玩家心目中的地位这么高。涂峰说道，一个被杀了5000多人次的工会还能存在，全都靠着陆阳的名望，要不是他们对陆阳有信心，这个工会连半个月都坚持不住。江泽说道，看样子这次真的有机会打败嗜血盟啊，我终于能报仇了。涂峰说道。江泽拍了拍涂峰的肩膀，说道，走吧，我们也迎接陆阳去。包子村门口，陆阳已经被一众火法玩家包围起来。老大，你真的要教导我们简化咒语吗？老大，我们能打败嗜血盟是不是？众人的热情让陆阳有些惊讶，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举起双手示意众人安静，说道，兄弟们，大家听我说。围在陆阳身边的玩家立刻安静下来。陆阳一笑，高声说道，你们是江泽和涂峰亲自为我挑选出来的火法亲卫队，江泽跟我说，你们都愿意跟随我，是吗？是的，众人纷纷喊道，他们都跟江泽和涂峰签订了严格的工会合同和保密协议。很好，陆阳满意的看着众人，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会亲自教导你们研报术的简化咒语。这是真的，老大万岁！众人纷纷欢呼起来。虽然江泽和涂峰之前就跟他们说过，但是陆阳亲口说出来，让他们更加激动。陆阳示意众人安静，接着说道，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和嗜血盟有仇恨，对不对？对，那帮混蛋抢 BOSS 杀了我们好几次，老大，我们要报仇。众人纷纷说道。陆阳说道，很好，有仇恨就有动力，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嗜血盟不过是界选之极，用不了多久，我会亲自带你们打败嗜血盟。而打败嗜血盟之后，我们还要和很多工会作战，那个时候，你们还会像今天这样跟着我闯天下吗？众人面面相觑，他们不理解陆阳说这话的含义。不过没等几秒钟的时间，一个玩家高声喊道，老大，我是冲着你才加入兄弟盟的，之前我和嗜血盟没仇，当然现在也打出仇恨了，但是我更佩服的是你，以后你说让我打谁，我就跟着你打谁。对，林峰说的没错，我们跟着老大走，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陆阳举手示意众人安静，说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留下来跟我学习简化咒语，如果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迫你们，之前签订的合同，我也会申请作废，我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选择，同意的，跟我进入包子村的村长房间。说完话，陆阳当先一步朝着包子村的房间走去，江泽和涂峰紧跟在陆阳身后。100名火法中，很多人丝毫没有犹豫，转身跟在陆阳身后，有些人稍微有些犹豫，他们想要学习简化咒语的目的是报仇，如果仇报完了，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过稍微想了想，众人就都反应过来，跟在陆阳身后一起进了包子村村长的房间里面。5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涂峰代表一众玩家说道，老大，没有一个退缩的，都愿意跟你一起闯荡游戏。陆阳说道，很好，今天开始，我正式教导你们简化咒语，这是研报术的技能书，你和江泽发给他们。涂峰和江泽来到陆阳身边，接过技能书后挨个发放，陆阳则趁着这个时间给面前的100名火法详细讲述研报术这个技能的意义。另外一边，25级怪区正在快速升级的嗜血霸天正在收听手下的汇报。今天一共击杀铁血兄弟盟玩家1000人次，击杀领主级 BOSS 数量196个，精英级 BOSS 数量656个，史诗级副本打通1064个，获得黄金级装备284件，白银级装备647件，青铜级装备3556件。屈寒说道，这是嗜血霸天整个工会一天的产出量，经过1个多月的经营，嗜血盟的总人数超过10万，20级以上玩家数量超过3万。嗜血霸天皱着眉头问道，他们工会消失的那些玩家找到没有？屈寒说道，暂时没有，不过他们工会内部快要崩溃了，我们安插进他们工会的玩家这段时间一直鼓动兄弟盟跟我们打仗，陆阳的几个手下一直在弹压，已经快要弹压不住了。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说道，这个工会迟早要完蛋，主要是查那1000人的去向，我不希望他们这个工会完蛋的时候，却还有1000死忠分子跟我作对。屈寒点头。嗜血霸天继续说道，另外给我加大攻击力度，无论是我们这边负责杀人的那5000人，还是我们安插在他们内部的间谍，让他们不要怕暴露，鼓动铁血兄弟盟跟我们打一场野外决战，我要一鼓作气干掉铁血兄弟盟。屈寒犹豫了一下说道，老大，不留一点余地吗？我担心陆阳没有那么容易对付。嗜血霸天冷笑一声说道，陆阳一个人的时候还能给我们造成点麻烦，现在他建立这样一个工会，拖家带口的已经变成了废物，不用担心这一点，我已经约好了游戏内的几十个著名主播和游戏网站的主编，那天我们会亲临战斗现场，观看我们是如何打崩铁血兄弟盟的。屈寒点头
他明白嗜血霸天还在为上一次官方视频的事情生气，虽然他认为嗜血霸天有些轻敌，却不能有任何反驳的意见。他打开手下20个军团长的模拟群组，发信息说道：老大命令，从明天开始全力击杀铁血兄弟盟成员，安插在兄弟盟内部的间谍，随时报告兄弟盟成员的位置，不要怕暴露自己，力求最大化杀敌。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屈寒的这一道命令对游戏今后的走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之前陆阳给过命令，铁血兄弟盟成员在野外升级的时候不要佩戴工会徽章，嗜血盟的内奸为了不暴露自己，也不会提供这类情报，这样极大的降低了工会成员被杀的几率。但是从这道命令下发开始，嗜血盟内奸再无顾忌，玩家名单、练级地点、副本入口、隐藏据点一个接一个的被暴露出来，转眼间无数玩家遭到嗜血盟的攻击。第二天下午开始，江泽和涂峰两人忙得焦头烂额，如果游戏里面能流汗的话，两人早已汗流浃背，不过这不是累的，而是冷汗。死伤多少人了？涂峰问道。4000，从昨晚到现在，我们已经死了4000人了。江泽说道。看着慌张的两人，陆阳脸色依然平静，说道：别急，给我查内奸，能让他们击杀这么多人，一定有内奸，都给我查出来，清理出工会。涂峰和江泽两人恍然大悟。对啊，一定是内奸，先把内奸揪出来，我这就去办。江泽说道。陆阳点头，让江泽走了。涂峰说道：这不是办法呀，我们得找机会反击，起码提升一下帮派的士气。陆阳摇头说道：没有意义，我们只能等卓九和夏雨薇他们几个的消息，什么时候装备齐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跟嗜血盟开战？也只能这样了。涂峰焦急地说道。滴滴滴滴，陆阳的全息投影空间提示声响起，这是游戏设置的一个新功能，付费玩家可以开通一个虚拟空间，将玩家的虚影投射到空间里面进行交流。陆阳看了看群组中的人，分别是迟暮老人、雄霸天下、雷龙和芊芊私语。陆阳点击接通，光芒一闪，出现在了虚拟空间当中。这是一个类似于会议室模样的虚拟空间，迟暮和雄霸正坐在一个办公桌的四周。老弟，来了呀。迟暮说道。陆阳问道：什么事？迟暮脸色严峻地问道：我听说嗜血盟今天对你发起大规模进攻了，你伤亡4000多人了，还能挺住吗？需不需要我们帮忙？雄霸说道：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帮你出兵牵制，不过效果多大不一定。陆阳说道：我先谢谢你们了，这个时候愿意帮我，不过现在出兵意义不大，反倒是暴露了我们5个人之间的关系，继续等，我能挺得住。雷龙皱眉说道：我在北风城，虽然不清楚你那边的情况，但是真到万不得已，你可以提前发起攻击，我和芊芊私语已经做好了策应的准备。芊芊私语说道：帅哥，我们一切听你安排。陆阳说道：多谢。迟暮老人说道：不如打吧，我和雄霸各自抽调出来2万人陪你打一场。陆阳还是摇头说道：再等等，我准备好了会联系你们。迟暮和雄霸等人惊讶地看着陆阳，他们没有想到陆阳能够如此坚韧。好吧，等你决定了我们再联系。迟暮离开了房间。祝你好运。雷龙和芊芊私语一起走了，雄霸道别后也离开了。陆阳退出了房间，旁边的涂峰问道：刚才你怎么不动了呢？刚刚迟暮和雄霸他们找我，问我用不用帮忙。陆阳说道：看样子他们还挺守盟约的，有他们帮忙的话，我们能多坚持一段时间。涂峰说道。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没让他们帮忙，现在还不是时候。涂峰一愣，激动地说道：他们主动帮忙你干嘛不让啊？再让制止嗜血盟，工会就真的完蛋了。陆阳拍了拍涂峰的肩膀，说道：有我在，不会有任何事情，你去帮江泽吧，先把内奸除掉。好吧。涂峰不解地走了。陆阳来到了包子村的外面，看着分成10组练习简化咒语的活法，问道：谁还有问题？我们继续讨论。老大，我有个问题。一个年轻的法师举起手问道。陆阳看向对方，眼睛情不自禁地睁大。这个人的样貌，陆阳忍不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老大，我叫黑岩。黑岩说道。陆阳的脑袋如同五雷轰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活法禁卫军中居然意外签下了上一世的顶级活法黑岩法神。他赶忙翻看合同，当他看到黑岩真的跟他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激动差点地喊出来：什么问题？陆阳问道。研报术的咒语我已经能运用自如了，我发现火焰冲击的咒语与研报术的咒语类似，刚刚我尝试了一下，差一点就用出来了，却找不到拆在哪。黑岩说道。我教你，你先等一下。陆阳拍了拍手掌，问道：还有谁能够熟练运用研报术？其他99名活法都有些羞愧，虽然学了1天的时间，他们释放的速度还是6秒钟，比自动模式还慢了1秒，只有黑岩能够做到1秒钟释放。陆阳说道。今后黑岩就是我活法禁卫军的禁卫团长，我不在，一切事情他负责。黑岩惊讶地说道：老大，我怕我能力不足。我信你。陆阳说道。上一世的黑岩法神怎么可能能力不足？再者说，黑岩法神速以忠义闻名，陆阳知道自己的选择没错。跟我来，我教你其他法术，顺便给你补充一些技能书，还有你跟我重新签订一份合同。陆阳决定苦中作乐，先把这个上一世的大神牢牢掌握在手里再说。傍晚，江泽拨通了陆阳的通话器，说道：内奸除掉的差不多了，真想不到嗜血霸天往咱们工会派了30多个内奸，最厉害的都做到了中队长的级别。一个中队长负责协调150人在同一张地图的升级打怪工作。陆阳说道：工会里的玩家有什么反应？江泽说道：不太乐观，整个频道充满了悲哀的气氛，退会的人也很多，今天一天走了1000多人。陆阳说道：不必在意，继续等。副本里面，
浊酒轻伤、夏雨薇、白氏三雄、苦艾半生以及孙宇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的表情。工会里面的事情他们都非常清楚，可是他们现在却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全力输出，秒了这个 boss， 我们去下一个副本。工会需要我们，老大正等着我们呢。浊酒轻伤喊道。身边的39个玩家齐声高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愤。第一批和第二批加在一起的2000名玩家已经打齐了20级的白银套装，现在这2000人正在浊酒等人的带领下帮助第三批1000名玩家打装备，而第三次玩家马上升到20级。第二天清早，陆阳登录游戏后回到了包子村，发现这100名活法都已经上线了。黑岩跑到了陆阳身边，说道：“老大，你来了，挺早啊。”陆阳说道。黑岩嘿嘿笑着说道：“我们昨晚没下线，兄弟们昨晚都刻苦训练了一晚，现在有20个法师能够将研报术的释放时间缩短到3秒钟了。”工会里的所有玩家都清楚，铁血兄弟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显然，这100个活法为了工会都拼了。本来研报术是很难学的，但是在潜能激发之下，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或许，这就是平凡人有时候能创造奇迹的原因吧。陆阳说道：“不错，继续努力。”黑岩嗯了一声，跑回去继续带着活法练习去了。另外一边，嗜血盟总部刚刚上线的嗜血霸天正在观看手下录制的击杀视频，满意的说道：“不错，录得漂亮，体现了我嗜血盟的实力。官方不是要战斗视频吗？这8个视频给他们传过去，让他们知道陆阳的最终下场。”浴血霸王嘿嘿笑着说道：“有了这个视频，陆阳的工会就完蛋了，他的名字也彻底臭了。”嗜血霸天说道：“还不够，告诉手下给我继续杀，我一定要逼迫陆阳跟我进行一次决战。他不是有禁咒吗？我也有。”上午、中午、下午，铁血兄弟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圣加尔城的大门都不敢出。工会的玩家面对嗜血盟在广场上的挑衅，愤怒无处发泄。铁血兄弟盟的人出来啊！你们不是铁血吗？有种就出来，要不然喊陆阳出来，天天装孙子算什么能耐？圣加尔城的玩家快看视频啊！嗜血盟大破铁血兄弟盟于圣城各个地图，什么铁血兄弟盟根本就是个软脚虾盟。嗜血盟的玩家猖狂大笑，铁血兄弟盟的玩家则痛苦到了极点，大量玩家退会，原本7万的人数，最后剩下的只有2万人。工会里面，请大家暂时不要和嗜血盟发生冲突，尽量去副本里面升级。如果能打到属性宝石，可以抵换工会积分。等级高的带一下工会里面等级低的玩家。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团结，千万不能乱。江泽和涂峰两人面对着数不清的工会玩家的责问，已经头昏脑胀，但是两人依然没有给陆阳发一个求救消息，尽全力的安抚暴怒的玩家。包子村夜晚，黑岩激动的说道：“老大，活法100人队训练完成，都能将研报术的释放时间压缩到2秒了。”陆阳点点头，没有说话。不如让我们先去跟嗜血盟的人打一场吧，绝对可以干掉很多嗜血盟的人的。陆阳摇头说道：“没有意义，工会里面退会的人那么多，我们这一仗打赢了，能提升很多士气，也能缓解江泽老大和涂峰老大的困难。”陆阳还是摇头说道：“别急，只要我们打赢了这一仗，走的那些人还会回来。可是如果你们暴露了，让早已变得狂妄、看不起我们的嗜血盟起了戒心，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你懂吗？”黑岩的实际年龄只有16岁，却非常聪明。陆阳稍微一提点，立刻反应过来，说道：“老大，我明白了，我继续带着人训练去。”陆阳刚要点头，正在此时，浊酒轻伤向他发出了通话请求：“老大，3000人集结完毕，我们可以参战了。”陆阳用力握了一下拳头，说道：“很好，让夏雨薇、白氏三雄、苦艾半生还有孙宇各自带着600人悄悄潜入戈兰高地入口处的峡山两侧隐藏，我会把具体位置发到你们每个人的邮箱里面。你带着剩余600人前往20级副本古特兰。古特兰距离峡山只有20分钟的距离。”浊酒轻伤看地图就明白过来，说道：“我这就去。”关闭了通话器，陆阳叫住了要走的黑岩，说道：“命令活法100人队集合。”老大，您决定打了是吗？黑岩激动地问道。陆阳笑了笑说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先去做事。”是。黑岩兴冲冲地跑出去了。陆阳进入虚拟空间，分别将迟暮老人、雄霸天下、雷龙和芊芊私语拉了进来。什么事？迟暮问道。陆阳说道：“就在今晚，你们做好准备。”雄霸说道：“老弟，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都快等白头了。”众人都笑了。陆阳说道：“没办法，我的3000人才集合，我准备打嗜血盟一个伏击战。他现在杀我的人杀得这么爽，一定轻视我。”迟暮说道：“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和3个这就回去做准备，你让我们行动，我们立刻就去。”陆阳说道：“好，那就这么定了。今晚我们就给嗜血霸天一个深刻的教训。”虚拟空间暗了下来，陆阳返回到了游戏世界，使用回程卷飞回了圣加尔城，然后走进了传送器。嗜血盟总部，嗜血霸天正大笑着和身边的几个手下讨论今天的战斗成果。浴血霸王满脸笑容的跑了过来，说道：“老大，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人在20级地图发现陆阳的头号大将浊酒轻伤了。”什么？嗜血霸天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地问道：“其中有没有陆阳？有没有那1000人？”浴血霸王将视频投影打开，投影里面一群600人组成的玩家披着斗篷分散着在地图上奔跑，一群野怪拦在路上。这群玩家击杀的时候，其中一个玩家的攻击露出了侧脸，正是浊酒轻伤本人。视频里面只有这些，没看到陆阳本人。根据我们的人预测，他们很可能是去古特兰副本提升装备去了。浴血霸王说道：“古特兰可是一座小型古城啊，他们想要闯进去没那么容易，我们有机会追上。老大，这可是个好机会，
这600人一定是在陆阳的授意下偷打装备。如果我们抓到了这600人，陆阳就彻底完蛋了。嗜血霸天一拍桌子，激动地说道：“命令叶孤星带领着5000人给我追过去，务必围住这600人，逼迫陆阳带领大部队来跟我决战。”叶孤星所带的5000人全是20级以上的高级玩家，装备是清一色的20级白银套。此时叶孤星正带着队伍在15级地图分散着追杀陆阳公会的玩家。陆阳的主力出现了，叶孤星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喃喃自语地说道：“终于找到你们了。”老大，你说什么？身边一个小弟问道。叶孤星没有搭理他，直接发消息给手下各个团长，说道：“陆阳的主力600名玩家出现在古特兰副本门口，所有人10分钟内赶到兽人丘陵，逾期不到扣20工会积分。正找不到人的嗜血盟玩家纷纷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野狼一般，以小队、中队的规模朝着野狼谷集结。”身边的副团长慈视无光说道：“孤星老大，我们不在这里整军，去首领丘陵再整军好吗？”叶孤星说道：“这边整军费时太长，人跑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慈视无光闭口不言。叶孤星继续说道：“更何况这群人才600人，我一波冲锋就能打垮他们，所有人跟我冲向兽人丘陵。”叶孤星本部的500名玩家随着叶孤星的脚步跑向了兽人丘陵。古特兰废墟入口处，浊酒轻伤正带着600名铁血兄弟盟的玩家守在门口，负责在3000码外瞭望的10名猎人隔1分钟发来一次消息：“老大，我到达指定位置了。”浊酒轻伤发消息给陆阳，陆阳正带着100名火法在霞山上布防，说道：“我已经到霞山了，指挥完这边的事情就去找你。”陆阳说道：“这么快？”夏雨薇和苦爱半生等人都有些吃惊，他们带着2600人才跑到霞山入口处。这里有一条秘密地道，陆阳说道。在圣加尔城使用传送器来到25级地图月影镇，在小镇外面有一条秘密隧道，在隧道的另一头就是霞山。霞山山顶，黑岩看着被夹在左右两侧山坡中间的大道，说道：“老大，这里真的是杀人放火的好地方啊！”陆阳失笑，恰好远处腾起一阵烟尘，陆阳望去，夏雨薇、蓝雨、白氏三雄、苦爱半生、孙宇正各自带着队伍快速地朝着这里跑了过来。“老大，我们到了！”白狼发信息说道。陆阳身上白光一闪，出现在了通道中间。“老大！”白狼和苦爱半生等人激动地跑了过来。陆阳看着自己手下的一众大将和身后的2600名精英，说道：“这几天辛苦你们了。”白狼说道：“老大，你比我们更辛苦。老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嗜血盟干翻。”2400名玩家每一个都义愤填膺，这段时间工会的遭遇他们都清楚明白，如今终于可以报仇了，每一个都充满了动力。陆阳满意的点点头，说道：“兄弟们，这是我们铁血兄弟盟最关键的一战，打垮叶孤星这5000人只是第一步，我们这一次要彻底把嗜血霸天打疼，打得不敢再来招惹我们为止。”是。众人齐声高喊，声音响彻山谷。“老大，你说吧，怎么打？”白狼激动地说道。陆阳指着两侧的山坡说道：“白狼，你们三兄弟和夏雨薇带着1200人布防在右侧山坡上，苦爱半生、孙宇带着剩下的1200人布防在左侧山坡上。”是。四人一起说道。陆阳指着自己身后的100火法说道：“这是我单独训练出来的100名火法，每一个都懂得研报术的简化咒语，一会他们会单独组成一个团队参加战斗，100个会简化咒语的火法。”夏雨薇等人都愣住了，简化咒语有多强，他们都十分清楚。谁也没有想到，陆阳悄悄地建立了这样一支队伍。一会叶孤星的5000人被我和浊酒引进了包围圈，你们听我指挥发动攻击，务必全歼叶孤星这5000人，逼迫嗜血霸天带大部队跟我决战。”陆阳说道。“我们主动找嗜血霸天决战？”夏雨薇惊讶地问道。原先他只以为陆阳是要打掉叶孤星的这5000人，提升一下士气。陆阳说道：“没错，我就是要找嗜血霸天决战，他不是在找我吗？我已经约好了迟暮、雄霸还有北风城的雷龙、汉尼拔城的千思雨4个人一起出兵对付嗜血霸天。这一战，只要嗜血霸天带主力出来，他将一败涂地。”夏雨薇蹙眉问道：“可是我们只有3000人。”陆阳说道：“再加上2个禁咒法师和4个地狱火领主，以及25个顶级风系法术飓风，够吗？”2个禁咒法师？苦爱半生惊讶地问道：“老大，除了你，我们还有禁咒法师吗？”陆阳说道：“没错，他已经在下一个地图戈兰高地布防了。墨鱼已经前往戈兰高地找准备在那的寒影三姐弟和小来那个。”夏雨薇等人的心放了下来，有一个懂得刺激禁咒的陆阳就打得嗜血盟几乎崩溃，现在有2个禁咒法师，他们更加安心。谁纵我一世猖狂说道：“老大，什么是地狱火领主啊？”陆阳拿出100瓶咕噜噜混乱合剂交给猖狂，说道：“吃这个合剂，有一定几率触发增加1700点智力的效果。玩家智力达到2000点的时候，释放的地狱火会进化成地狱火领主，领主的实力是普通地狱火的2倍。”夏雨薇等人都露出惊讶的眼神。谁纵我一世猖狂几乎是用抢的拿过合剂，不停地喝了起来。不多时，触发增加1700点智力的效果。谁纵我一世猖狂选择召唤地狱火，一个比正常地狱火大1倍的绿色石头人从天而降，砸在地上带起一片烟尘。随后，一个身高8码、全身带着尖刺铠甲的鬼面地狱火领主在烟尘中站了起来。夏雨薇等人看过地狱火领主的属性之后，白氏激动地说道：“样的地狱火，我们还有3个。”陆阳说道：“没错，地狱火领主升到7级，在不打怪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绿色珠子，术士可以再次将其投掷出去，如同召唤地狱火的效果一样。”陆阳接着说道：“至于最后一个飓风，我先卖个关子，等到时候我保证让你们大吃一惊。”谁纵我一世猖狂激动地说道：“老大，从来没有一刻我这么相信我们能够成功的，
这一战我们必胜。众人纷纷点头。夏雨薇和白氏三雄等人立刻按照陆阳的要求带队进入两侧山坡，躲藏进了草丛里面。陆阳则飞速赶往古特兰，有3级炽热极速、火箭推进器、闪烁和逃脱匕首。陆阳的速度是正常玩家的5、6倍，仅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了古特兰门口。老大，你来了！浊酒轻商激动地带着人迎了过来。陆阳问道：“准备的怎么样了？”浊酒轻商说道：“为了装得像一些，我让夜月听风带着人在古特兰废墟里面清理出来了一条小路，随时可以撤退。”很好，陆阳说道。突然间，毛球发来一条消息，说道：“叶孤星的5000人追来了，距离这里还有5分钟的路程。”高山上，毛球亲眼看着远处的兽人丘陵入口处，叶孤星带着5000玩家迅速集结，敌人就在古特兰，跟我追！叶孤星一声令下，5000人朝着古特兰追了过去。行进过程中，5000人分成10个方阵，每一个方阵500名玩家，在每一个方阵里面又分成25个20人小队，每个小队配备1名猎人，开启猎豹光环，提升30%的移动速度。整个5000人的队伍没有一个掉队的，几乎做到了如臂指使。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叶孤星在这段时间之内不停地训练这些玩家，目的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自从遇到陆阳，叶孤星连续3次被杀，偌大的嗜血盟更是对陆阳无可奈何，他更是在嗜血霸天面前丢尽了颜面。陆阳，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叶孤星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穿过兽人丘陵，进入古特兰山岭，就在叶孤星还有100码就跑到古特兰废墟入口的时候，毛球突然间从废墟的一块大石头后面跳了出来，大声喊道：“不好了，嗜血盟的人追来了，大家快跑！”古特兰废墟的入口处，陆阳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大队人马中的叶孤星，眼神带着轻蔑，这就是嗜血霸天养的一条恶犬。虽然远在150码以外，可是叶孤星这辈子也忘不了陆阳的模样，眼睛瞬间睁大。是陆阳！叶孤星脸上浮现出不可抑制的怒气，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加速卷轴撕裂开来，高声喊道：“陆阳也在这支队伍里面，都给我追！谁第一个击杀陆阳，奖励信用点3万。”5000玩家听到奖励，瞬间进入暴走状态，眼神充血的朝着陆阳冲了过去，在有100%加速的状态下，迅速接近陆阳。陆阳冷笑一声，一挥手，带着浊酒轻商和600名玩家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路线跑了出去，说道：“猎人沿途设置冰霜陷阱、冷冻陷阱，干扰他们的移动速度。冰霜陷阱减速50%，可以极大的减缓敌人的移动速度，而冷冻陷阱可以将敌人冻在原地10秒钟的瞬间，更是可以破坏敌人的阵型。”叶孤星第一个踩入陷阱，进入减速状态，不甘心的看着逐渐跑远的陆阳，脸色狰狞的在世界频道上喊道：“陆阳，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一定要杀了你！就凭你，还不配！”陆阳同样在世界频道上回复。叶孤星更加愤怒，冰霜陷阱触发一次后只能持续10秒钟的时间，有100%的加速之下，叶孤星很快带队追进了陆阳，可是也仅仅是追到了50码的距离，加速效果因为时间到而消失了。不过叶孤星并不着急，加速卷轴的冷却时间只要5分钟，5分钟之后再开启一次，他就能追上陆阳，并且将其亲手斩杀。副手磁石无光跟在叶孤星的身旁，皱着眉头说道：“孤星老大，队伍太散了，我们不能这么追了。”叶孤星被陆阳那一句你不配刺激的彻底陷入暴怒状态，再加上这段时间不断追杀兄弟盟的玩家，根本不将陆阳放在眼里。怕什么？队伍散了更好，这样陆阳释放禁咒的时候打死的人更少，我们可以用更小的代价歼灭他。磁石无光无言，继续追了2分钟的路程。磁石无光看着两侧越来越隆起的山坡，说道：“孤星老大，这地形不对，小心对面有埋伏。”叶孤星看着还有一半冷却时间的卷轴，脸色猖狂的说道：“怕什么？我有5000人，他陆阳已经成了丧家之犬，难道他还能再多组织出来人手跟我作对吗？”磁石无光再次无言。双方你追我赶，3分钟之后一同跑进了峡山当中。此时加速卷轴冷却完毕，看着就在前面50码处的陆阳，叶孤星脸上露出了猖狂的笑容，再次拿起一个加速卷轴，正当他准备捏碎封印的时候，却发现陆阳带着600人原地停了下来。叶孤星，我要让你知道屠杀我铁血兄弟盟的代价！陆阳猛然间举起右手，兄弟们，给我杀！峡山两侧突然间站起来数不清的铁血兄弟盟的玩家，夏雨薇、蓝雨、白氏三雄、苦爱半生、韩柳、孙宇等人同时喊道：“杀！”数千法术和弓箭落入叶孤星的队伍，居高临下，法术和远程攻击距离以角度提升，而叶孤星的队伍在山下，攻击山顶的玩家却距离不够。再加上突然袭击，叶孤星和5000玩家只感觉两侧峡山上全都是陆阳的手下，肝胆俱寒之下，叶孤星高声喊道：“撤退，全都撤退！”一柄散发着蓝色光芒的匕首旋转着飞到了叶孤星的面前，蓝光一闪，肩膀上扛着一只火红色大鸟的陆阳出现。现在想跑，晚了！陆阳冷笑一声，口中念出咒语，一道直径10码的黑色波纹在叶孤星和他周围的玩家脚下出现。烈焰风暴，一道巨大的火焰风暴腾空而起，将叶孤星打晕在了原地，同时数不清的1000多伤害在叶孤星等人头上浮现。赤焰鸟，停在陆阳肩膀上的大鸟俯冲到了叶孤星等人的身边，又打掉叶孤星1000多气血。跟在叶孤星跑在最前面的是他手下的防骑和防战，专门为了防止被陆阳秒杀，每个人身上都镶满了气血宝石，包括叶孤星在内，一身装备为了撑血也全都装备着气血宝石，每个人的气血都在5000点以上。面对陆阳的2连罩，叶孤星丝毫不惧，高喊一声治疗加血，顶着陨石冲击朝着陆阳跑去，其余10多名战士也跟随着叶孤星向前发起冲锋。陆阳冷哼一声，就在叶孤星即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口中咒语再次念出，
陨石冲击，一个直径10码的陨石从天而降落在叶孤星的头顶，打出1000多伤害。抗拒火环，叶孤星等10多名玩家瞬间被崩飞的向后退去，刚好崩飞到即将落地的陨石前面，结果造成持续攻击效果，每后退一步都跟着被陨石攻击一次。叶孤星身后的20多名治疗拼命的给叶孤星等人加血，可是他们的法伤照比陆阳差距太大，加血的速度只能勉强跟得陆阳陨石攻击的伤害。叶孤星等人的气血始终处于残血状态，刚增加1000多点就被打掉1000多点。3秒钟之后，叶孤星停了下来，陨石攻击冲到了他的身后，此时他就剩下300点气血，他周围的战士剩余的血量在500点左右，而治疗刚刚加过血，下一次治疗在2秒钟以后，就在叶孤星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灭天火，一道赤金色的天火从天而降，正中刚刚停下脚步的叶孤星。3000暴击，叶孤星死，周围跟随的4名战士死，孤星老大死了。周围嗜血盟的玩家立刻陷入慌乱状态。杀，兄弟们，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浊酒轻伤没有陆阳的2段闪技能，刚刚带着人从50码外跑了过来。铁血兄弟盟的每一个玩家对嗜血盟都充满了憎恨，是他们强行抢 BOSS， 是他们肆意袭击玩家，也是他们仗着人多杀人抢装备。散人团的仇加入兄弟盟之后的仇，两者叠加让陆阳选出来的这3100人对嗜血盟仇恨到了极点。兄弟们，跟着我冲下去报仇！白狼举起手中的20级长剑带头跳下高山，从中间位置杀了进去。白狮和白虎跟在白狼身后，而500名近战职业跟在2人身后，狭路相逢勇者胜。白狮三雄凭借一股狠劲，带着队伍直接将叶孤星的5000人拦腰斩断。本来嗜血盟遭到埋伏就士气低落，陆阳这边又是以哀兵状态复仇，如今又被切断前后方的指挥联系，嗜血盟彻底陷入混乱。霞山左侧，苦艾半生看到白狼先他一步冲了下去，举起手中的武器，高声喊道：“近战职业，跟着我冲！”又一股500人的队伍冲下高山，韩流等法师队伍和孙宇的猎人队伍在山顶为其列阵，成功的让苦艾半生将叶孤星的后队又切成了2段。大家稳住，我们的等级比他们高，装备比他们好，所有人都别乱，后队组织防守，前队后撤，尽量减少伤亡。叶孤星的副团长磁石无光在人群中喊道。呼啸声响起，100枚研爆术精准地打在了磁石无光的身体上。98，磁石无光即便有5000多的气血，瞬间被秒杀在了原地。黑岩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指挥着100名火法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陆阳给他们这100人安排了任务，专门狙杀嗜血盟的指挥官和治疗职业。叶孤星的这5000人队伍中，治疗职业只有500人，每个人要承担9个人的治疗任务。因为这个团队主要是杀人用的，所以治疗非常少。为了防备陆阳的攻击，叶孤星特意在前队放置了300名治疗，结果在陆阳和浊酒轻伤的正面攻击中，这300名治疗职业死伤大半。末了治疗的队伍瞬间陷入了被屠杀的境地。同等装备之下，陆阳如同收割韭菜一般，不到5分钟的时间满地死尸。老大，不好了，我们的5000人队伍被陆阳伏击了！此时无光惊恐地发消息给嗜血霸天。嗜血盟总部正在等待消息的嗜血霸天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愤怒地问道：“怎么可能？你们带的是5000人，他陆阳只有600人，哪来的多余人去伏击你们叶孤星呢？”此时无光惊恐地说道：“老大，陆阳那边不是600人，是3000人。叶孤星团长报仇心切，带着5000人追杀陆阳进了霞山，遭到陆阳的伏击，5000人就跑出来500人，其余全都被困在了霞山里面，此时怕是被围歼了。”什么？嗜血霸天惊怒交加，立刻发消息给叶孤星，却发现叶孤星已经下线。混蛋！嗜血霸天怒吼地喊道：“此时无光，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团长。陆阳想要全歼这5000人没有那么快，你立刻带着复活的玩家重新组队，务必给我缠住陆阳这3000人，绝对不能让他跑了，我亲自带着人去帮你。”是。此时无光关闭了对话框，立刻整顿在复活点重生的手下。很快，人数聚集到了3000人。看到如此多人的死亡，此时无光愤怒至极，带着队伍重新朝着霞山冲了过去。嗜血盟总部，嗜血霸天愤怒的一拳打碎了面前的茶几，说道：“命令驱寒和浴血霸王各自集结所部1万玩家，前往霞山包围陆阳。圣城东部地图的20级以上的玩家全都在门口集合，跟着我走。”是。驱寒和浴血霸王各自带着1万人在圣城南部和西部20级地图升级打装备。闻言立刻整队备战。嗜血霸天亲自来到东门整理队伍。如此大的动作，让紫金王朝的迟暮和至尊皇朝的雄霸都发现嗜血霸天的动作。老弟，你果然得手了啊！我这边得到消息，嗜血霸天坐不住亲自来了。迟暮说道。陆阳问道：“来了多少人？”雄霸说道：“驱寒和浴血霸王各带1万人，嗜血霸天另外带1万人，都是20级以上的。”芊芊私语惊讶地问道：“陆阳，你杀了嗜血霸天多少人？怎么把他气成这样啊？”陆阳说道：“我在霞山这里打了一个伏击战，杀了他4000多人，干得漂亮。”雷龙说道。迟暮问道：“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陆阳说道：“你们现在能抽调多少人出来？”雄霸说道：“1万人，10分钟内能够结合完成，都是20级以上的。”迟暮说道：“我这边也一样。”陆阳说道：“好，两位老哥辛苦一下，各自带队拦截驱寒和浴血霸王。嗜血霸天的人数如果只有1万人的话，我会让他尝到一败涂地的滋味。”迟暮皱着眉头问道：“你确定吗？嗜血霸天本部的1万人中有2000人是纯黄金装备，全身都佩戴着宝石，你真能打得过吗？”陆阳说道：“放心，
这个等级装备不是一切，我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刚才那一战，我没有使用研魔变，也没有使用禁咒。雄霸和迟木听到这话都放下心来。迟木说道：“好，那老哥，我陪你疯一回，我会亲自带着1万人拦截浴血霸王。”雄霸说道：“我去拦截曲寒。”芊芊私语说道：“那我和雷龙开始在北风城和汉尼拔城捣乱了呀。”陆阳笑着说道：“多谢。”战场上，蓝雨和黑岩两人开心地跑到了陆阳面前。蓝雨满脸喜悦地说道：“这一仗我们获得了20级以上的白银级装备7000多件，药品材料都数不过来。”陆阳说道：“先把那些打满宝石的装备分发给浊酒和苦艾半生他们。”是。蓝雨和黑岩带着队伍一起跑向了阵前。浊酒轻伤发来消息，说道：“老大，叶孤星的残余玩家不知道怎么了，突然间向我们发起攻击。”我去看看。陆阳使用逃脱匕首和闪现跳到峡山顶部，开启火箭推射器，快速来到阵前。站在高处，陆阳发现嗜血盟剩余的500多人正在不停地使用魔法攻击浊酒等人。更远处，此时无光正带领毫无队形3000多人跑向这里。陆阳冷笑一声，明白了嗜血霸天的想法，无非是想要让这群人缠住自己，直到他亲自带着人追到这里。老大，我们怎么办？毛球在一旁问道。他刚刚换上了一身崭新的20级装备，全都打满了宝石，攻击力提升了100多。陆阳说道：“没了叶孤星，这群人就是垃圾。看他们的队形，此时无光根本不懂得带队。全员跟我跳下峡山。”峡山入口处，白狼、白狮、浊酒和苦艾半生等人正聚集在阵前，摆出了防御阵型，与峡山外面的嗜血盟玩家对峙。白狼回头看到己方队伍都跟着陆阳从峡山上跳了下来，眼中露出惊喜的表情，问道：“老大，我们是要冲出去反打吗？”陆阳来到阵前，高声说道：“兄弟们，嗜血霸天正亲自带着1万人朝着我们这边赶来，在他来之前，我们再送给他一份大礼。他想让叶孤星的这5000人缠住我们，他以为我们只敢打伏击，不敢跟他们正面对决。现在我就让他们知道我们铁血兄弟盟的实力。所有人跟着我冲！”陆阳第一个冲出队伍，白狼、夏雨薇、浊酒、苦艾紧随陆阳身边，急到对方30码距离。战士集体发动冲锋技能，转眼间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叶孤星的残余队伍接到的命令是缠住陆阳这3000人，刚才那一战已经将他们打怕，他们哪里还敢真的往里面冲，只能在外面拼命的释放魔法。而且嗜血盟的人从来都没有想过陆阳敢带着队伍冲出来，结果突然间的冲锋直接打懵了这剩余的500人。而远处由于地理位置高差的原因，处于下方的磁石无光还不清楚前方的战况，不到3分钟的时间，这500人全被击杀干净。牧师、圣骑士原地救人，其他人原地恢复。陆阳高声喊道：“两战两捷，让浊酒等人充满了信心，立刻将死去的兄弟们救活，吃起了药品，恢复气血和魔法。”2分钟之后，陆阳说道：“所有人摆开阵型，做好战斗准备。”是。浊酒和夏雨薇等人立刻摆开阵型。为了准备今天这一战，陆阳早在半个月之前开始给浊酒和夏雨薇等人安排大兵团作战的队形。整个兵团以100人为一个团队，以职业站位，防战和防骑在前，狂暴战和盗贼第2队，猎人、术士、法师第3队，牧师和治疗骑士第4队。被打崩的这500人，此时已经将事情汇报给了磁石无光。不同于叶孤星，磁石无光没有组织能力，也没有叶孤星的大局观。得知陆阳带着人已经跑出峡山，还以为他的机会来了，可以缠住陆阳去找嗜血霸天邀功，高声喊道：“兄弟们快点上！嗜血老大带着3万人正往这里赶过来，我们只要缠住陆阳，就是大功一件，跟着我冲！”跟随着磁石无光冲过来的3000多人，听到这话冲得更加勇猛。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整个战斗队形已经变得七零八落。诚然，陆阳不能放大招流星落，可是这样的战斗队形，面对陆阳已经摆好阵势的3000人，只有一个结局：铁血兄弟盟前进！陆阳用手一指，摆好阵势的3000人整齐地朝着前方行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仇恨的表情。整整7万人的工会被打得剩下2万多人，这是何等的屈辱！这段时间嗜血盟的追杀又让他们何等的狼狈，才杀了嗜血盟一次，完全不过瘾。他们要将之前这1个月的憋屈全都还回去。峡山之前的一个地图中有一个巨大斜坡，形如剃刀，被人称作剃刀岭。当磁石无光带着人跑到巨大斜坡中间部位的时候，陆阳的队伍整齐地出现在了斜坡顶端，在落日的余晖下，拉长的斜影甚至遮盖在了磁石无光的脸上。是陆阳的队伍。磁石无光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居然敢走到这个地方。回头看了看己方的阵型，磁石无光面无血色。铁血兄弟盟，杀！陆阳高举法杖，陨石冲击一个接一个的从天空中砸了下来。杀！白氏三雄带着200近战，以风使形，瞬间冲入敌方阵地，将本就零散的磁石无光3000成员切成2半。浊酒轻伤等人带着大部队随后掩杀。陆阳站在坡顶，看着连反击能力都没有的磁石无光军团，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战阵对于这个游戏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对于陆阳却熟悉无比。上一世，当所有人都在探讨大兵团作战到底应该把牧师和法师队放在第2排还是第3排的时候，被称作游戏兵圣的玩家瞒天过海率先提出了战阵打法：风使形、雁形、牛角形、矩形等18种阵法，每一种阵法搭配不同的职业组合，在双方装备相同的情况下，用阵法一方能做到大胜另外一方。陆阳那时候也算是一个工会的老大，上千人甚至5000人的工会战打过不止一次，对于阵法算是出窥门径，这一次用在这里算是杀鸡用牛刀。老大，你这打法太厉害了！浊酒轻伤在模拟群组里面喊道。
一轮就把他们打崩了，太轻松了。白狼喊道。陆阳说道，不要恋战，嗜血8天的队伍就要整队完成了，我们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准备跟我撤退。正说话间，江泽发来一条消息，说道，不好了，兄弟盟的成员听说我们和嗜血8天打上了，都要参战，我拦不住他们。陆阳打开公会频道，兄弟们，老大已经带着人跟嗜血盟打上了，我们不能坐在这干等，帮老大去组团，老大那边人少，不能让他就这么被嗜血盟给打败了。谁去报名？我去。我。转眼间上千条留言刷屏，陆阳的心猛地被震撼到了，这些人才10多级，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来帮忙，可见留在公会里没有的这些人对陆阳是多么的信任。兄弟们，大家听我说一句，我是陆阳。陆阳在公会频道里面发言，整个频道瞬间安静下来。你们暂时不要来，大家的等级太低了，之前我们太弱小，嗜血盟的压力又那么大，我没有办法带着太多人等级，现在我已经打赢了嗜血8天的先头部队，杀了这5000人，每人2次，大家只要安心等在这里就好，等这次彻底打赢了，我将给诸位迎来一个充足的升级空间，请大家相信我。留在铁血兄弟盟的2万多玩家这才明白陆阳之前的苦心，有之前骂陆阳的忍不住抽了自己一个嘴巴。一个玩家惭愧地说道，老大，哪怕让我们去当炮灰也行啊，给我们点事情做，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没脸在这个公会待下去了。是啊，当炮灰我们也认了。陆阳的心再一次被这群玩家打动，说道，你们真的愿意当炮灰吗？愿意，老大，你说去啊，我们这就跟着你去。一个叫做热血长刀的玩家说道。陆阳看了看时间，此时嗜血8天的队伍应该快要整理完成了，说道，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去15级地图巨魔森林集合，能来多少人算多少人。江泽发消息给陆阳问道，我们去那做什么？陆阳说道，我要你们帮我诱敌深入，一直以来我都想着怎么样骗到嗜血8天，如果来的人有2-3千的话，差不多就能骗到嗜血8天。江泽说道，你等着，我亲自带队。圣加尔城东门外面，嗜血8天正在整理队伍，得到前面2次战败的消息，嗜血8天已经怒不可遏，残月、寒江雪、西风他们3个人的队伍怎么还不到？副帮主跃马南岸说道，他们距离太远，别急，此时无光虽然战败，却已经缠住了陆阳，他跑不了。这一次我要亲手杀了陆阳，彻底毁了他的公会。嗜血8天咬着牙说道，放心，陆阳只是死前的最后一次反扑，只要我们3万名20级以上的玩家同时汇聚到霞山，铁血兄弟盟只能解散，今后也不会再有一个人想要加入这样的公会。跃马南岸说道。想到曲寒和浴血霸王各自带着1万人将陆阳重重围困的场面，嗜血霸天这才稍稍缓解了点怒气。曲寒和浴血霸王准备的怎么样了？嗜血霸天问道。人员组织完毕，曲寒走东侧地图到隐月谷，浴血霸王走西侧地图到岩壁峡谷，从这2个地方可以直扑霞山2侧山顶，1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跃马南岸说道。让他2人再加快速度，30分钟之内必须到达霞山。嗜血霸天说道。圣城东侧地图，曲寒正带着队伍奔跑，得到跃马南岸的消息，曲寒高声喊道，跑得再快点，盗贼团找到新的捷径没有？不要在意掉血多少，跑不死的地方能跳就跳。为了节省时间，曲寒命令队伍不走大道，全部走小路，前方开疾跑的盗贼负责开路，只是负责开路的30名盗贼此时却全都呆立在原地。怎么还不回话？曲寒问道。曲寒，看前面。副军团长柔宇指着前方突然间出现的1万玩家说道。所有人停下。曲寒举起右手停下队伍，看着对面团队中间一脸肃容的雄霸说道，雄霸，你什么意思？雄霸眼神凌厉的说道，曲寒，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现在跟我开战，要么你老实的停在原地。曲寒的队形已经零散，哪里敢和雄霸对打，咬着牙说道，整队。雄霸冷哼一声，命令队伍摆出进攻阵型。曲寒发消息给嗜血霸天说道，老大，我被雄霸的1万人拦住了。什么？嗜血霸天惊呆的问道，怎么回事？雄霸带着至尊皇朝的1万人拦在了隐月谷的谷口，让我选择要么打要么原地驻守。曲寒说道。混蛋！嗜血霸天大怒，发消息给雄霸说道，雄霸，你想跟我全面开战吗？你找死！雄霸回复了一个字，滚！嗜血霸天愤怒至极，却没有任何发泄的途径，指着跃马南岸说道，整队，我要亲自支援曲寒，灭了雄霸这个杂碎。跃马南岸询问后得知事情经过，皱着眉头说道，好，这就通知。嗜血霸天说道，还有，告诉浴血霸王，给我围住陆阳，我灭了雄霸就去找他。浴血霸王即将跑到岩壁峡谷，接到命令后高声喊道，加速冲进峡谷，这次头功是我们的了。突然间，岩壁峡谷门口，迟暮老人带着1万玩家拦在了浴血霸王的面前。老弟，你要去哪呀？迟暮老人笑眯眯地问道。停！浴血霸王吓得立刻举起右手停下队伍，指着迟暮老人问道，老家伙，你什么意思？银狼走到阵前，一剑砍出一道烈焰，指着浴血霸王说道，放尊重点，这是紫金王朝的会长。浴血霸王说道，一个老头子，我凭什么尊重他？迟暮，你给我让开，得罪我嗜血盟，小心我们老大事后找你麻烦。迟暮依然笑眯眯地说道，奇怪了，我带着队伍在这升级，你却带着1万人来攻击我，还说我得罪嗜血盟，怎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呢？浴血霸王哪里是迟暮老人的对手，一番交谈占尽下风，无奈之下拨通了嗜血霸天的通话器。老大，迟暮老人带着1万玩家把我拦在了岩壁峡谷外面，我打还是不打？什么？嗜血霸天这次坐不住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迟木也会对付他，发消息给迟木问道：“你什么意思？”系统提示：对方已将你屏蔽。混蛋！嗜血霸天气疯了。月马南岸问道：“又出什么事了？”嗜血霸天破口大骂的说道：“他妈的迟木老人带着1万人将浴血霸王拦在了岩壁峡谷的入口处，我联系迟木，他却把我给屏蔽了。”月马南岸皱着眉头说道：“显然，雄霸、迟木已经和陆阳结盟，他俩没有立刻带着人跟我们冲突，是在看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消灭陆阳，他们两个会动手；如果我们打赢了陆阳，这两人就会立刻撤军。好，既然他们俩要玩，我就陪他们玩。等我灭了陆阳，我回头杀了这两个混蛋。聚集多少人了？”嗜血霸天问道。寒江雪、残月、西风都到了，1万人已经聚齐，正在整队。月马南岸说道：“不用整队，直接跟着我杀过去。”此时吴光已经将陆阳纠缠在了剃刀岭前面的3岔路口。嗜血霸天带着1万人朝着峡山跑了过去。战场上，此时吴光的队伍被陆阳带着的3000人冲得七零八落，不过多次被击杀反倒是激起了嗜血盟玩家的凶性，装备掉了换上差1级的装备，重新集合，继续对陆阳发起进攻。剃刀岭的高出，陆阳看着战场上的形势，表面上此时吴光是将陆阳牢牢地牵制住了，可实际上此时吴光没有发现陆阳的身后有一支1500人的队伍始终没有参战。而在另外一边，3岔路口的右侧路上，江泽、涂峰正带着铁血兄弟盟的玩家朝着这边汇聚。老大，我们的人来了。江泽发消息给陆阳说道。来了多少人？陆阳问道。13000，在线的全都来了。江泽说道。陆阳说道：“辛苦你了，带着队伍进入峡山两侧布防，等我消息。”好的。江泽说道。看着江泽带着这1万人跑上了剃刀岭，陆阳对身边的夏雨薇说道：“这些人将是我们成为全服第一公会的中坚力量。”夏雨薇点头，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游戏能够产生如此多的感情，这种义无反顾去送死的行为，他扪心自问是做不到的。陆阳接着说道：“刚刚雄霸和迟木给我发来消息，他们两个已经到了预定地点，拦截住了驱寒和浴血霸王各自带领的1万人。”太好了！夏雨薇惊喜地说道：“这样我们的压力就小很多了。”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嗜血霸天亲自带着1万人冲过来了，多说半个小时就会抵达峡山。我们怎么办？”夏雨薇问道。“冲下去彻底结束，打崩这5000人，然后我们退回到峡山。”陆阳说道。“好的。”夏雨薇举起手中长剑，对身后的1500名玩家喊道：“全体成员注意，跟着我，杀！”蔷薇女皇夏雨薇展现出了她应有的魅力，手中长剑所指，愿意为她卖命的玩家数之不尽。此时吴光自以为缠住了陆阳的3000人，正当他沾沾自喜的以为半个小时以后就能迎来嗜血霸天嘉奖的时候，夏雨薇带着1500人从侧面突入战场。杀！夏雨薇开启冲锋进入敌阵，冲锋途中举起手中长剑，附带烈焰效果。烈焰斩，一刀砍中对方的一名盗贼玩家，打出1200的伤害，将盗贼打死在了原地。紧跟在夏雨薇身旁的张子博举起长盾，替夏雨薇荡开3把长剑。夏雨薇手中剑横扫，胡月斩。远处跟过来的蓝雨举起手中法杖，口中念出咒语，咒灵覆杀。3名敌人脚下出现黄色雾状触须，3人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治愈术，一道道白色光雾落在了夏雨薇和张子博的头上。干得漂亮，小雨！张子博说道。蓝雨得意一笑。陆阳一个研爆术打飞一个准备攻击蓝雨的玩家，高声说道：“不要恋战，尽快结束战斗。”蓝雨崇拜地看着陆阳，跟在他的身后继续战斗。此时吴光没有想到陆阳还有生力军，瞬间被打得崩溃。5分钟之后，主战场结束战斗，剩余小部分此时吴光的手下四散逃跑。陆阳喊道：“复活死亡的兄弟！”2分钟之后，后队变前队，浊酒和白石三雄带着队伍退入峡山，夏雨薇和孙宇带着队伍跟我殿后。是。简洁有效的命令让复杂的战场和人数众多的玩家协调起来变得容易很多。2分钟之后，3000人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开始后撤。等此时吴光带着队伍重新追过来的时候，却发现陆阳已经退到了剃刀岭上面，即将进入峡山。跟我冲，就算死我们也要拖住他们！此时吴光高声喊道。此时吴光只想着快速追上陆阳，结果刚刚跑到剃刀岭的坡顶，脚下出现一片冰霜。系统提示：你触发了冰霜陷阱，减速50%，持续时间10秒。陆阳看着被减速的此时吴光等人，冷笑一声，这样的陷阱他命令团里的猎人每隔50码设置一个。此时吴光再也没有追上他的机会了。峡山里面，江泽和涂峰已经布置好了13000名铁血兄弟盟的玩家，看到陆阳带着队伍回来了，两人冲下峡山迎接。这一仗打得漂亮，此时吴光彻底被你打败了。江泽说道。周围的1万多名玩家亲眼看到陆阳带着浊酒等人进攻的雄姿，个个都激动得要命。老大威武，老大威武！震天的喊声让陆阳心中痛快非常，高声说道：“兄弟们，感谢你们前来支援，但是我要说，这一次我对不起你们，要让你们替我们这3000人做一次诱饵。”热血长刀说道：“老大，你说我们怎么做？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有怕掉等级掉装备的。”“对，我们不怕。”陆阳举起双手示意众人安静，说道：“现在嗜血霸天亲自带着1万多人朝着这边追了过来，我对你们的要求是尽全力的拖住嗜血霸天，只要你们拖住5分钟的时间，我感激不尽。”江泽说道：“你放心，我们一定演好这场戏。”陆阳点头说道：“嗜血霸天不傻，想要让他上当，我们必须做出大量的牺牲，
这样才能放大他骄纵的性格，让他以为我陆阳怕了，逃跑了，才会拼尽全力的去追。要想使其亡必先使其狂，陆阳的最终目的是将嗜血霸天引到戈兰高地上的谢尔赫山脚下。可是嗜血霸天之前吃了他那么多次亏，不会轻易上当的，只有在这种屠杀的情况下，才会让他和他的手下都陷入疯狂状态。半个小时以后，霞山远处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1万嗜血盟玩家在嗜血霸天的带领下从远处逐渐接近。此时无光邀功一般的迎着嗜血霸天跑了过去，急到面前，此时无光激动的说道：“老大，陆阳的那3000人被我缠在霞山里面，一个没跑。”嗜血霸天目露凶光，一举手，1万嗜血盟玩家整齐的在他的指挥下朝着霞山走去。来到山门口，嗜血霸天看到了站在山顶的陆阳，四目交汇。陆阳从嗜血霸天的眼神中看到了想要杀死他一般的怒火。陆阳，你屡次跟我作对，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代价。嗜血霸天一挥手，1万玩家当中跑出3000人来到霞山两侧，手中长锁抛出，挂在岩壁上，3000人顺着岩壁攀爬起来。他们居然不从中间突破。夏雨薇说道。陆阳不在意的笑了一下，他早就猜到嗜血霸天这一次是有备而来，拱手对嗜血霸天说道：“嗜血会长好兴致，让一群人表演猴子爬山。不过很抱歉，我现在没有兴趣观看，再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话，陆阳消失在了霞山顶部。一旁的慈氏无光激动的说道：“老大，他想跑。”嗜血霸天皱眉说道：“派你的队伍冲进去，给我试探一下敌情。”是。慈氏无光一挥手，亲自带着队伍冲进了霞山里面。可是刚刚进去，就遭到江泽为首的1万多玩家拼命攻击。单体伤害不多，但是在大量玩家的攻击下，慈氏无光手中剩下的3000人还是遭到了大量损伤。更何况他们看到山体里面出现了1万多人，都吓得转身就跑。慈氏无光第一个跑回到了嗜血霸天身边，说道：“老大，里面果然有埋伏。刚才我进去看了一眼，陆阳带的不是3000人，里面好像有1万多人的样子。”什么？嗜血霸天紧皱眉头。跃马南岸说道：“都是多少级的？伤害多少？”慈氏无光回忆了一下，说道：“伤害倒是不多，感觉都是一些小号，杀我们很费力。”跃马南岸思考了一下，说道：“陆阳的工会就剩下2万人左右了，他不可能有1万多20级的玩家。如果你的说法没错，这里面的1万多人应该都是10多级的小号。”残月说道：“老大，好机会啊！陆阳一定是想要在霞山里面伏击我们，他以为等级低也能依靠着地形打得过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这次是攀着绳索上去的。从两侧攀岩上去的这3000人都是全身20级白银套的高手，这3000人就能打穿他的1万多人。”韩江雪说道：“等上面开战了，我愿意带着3000人突入霞山和陆阳决战。”很快，3000人爬上霞山，从两侧居高临下的冲了上去。陆阳看着冲过来的对方，对江泽、涂风和热血长刀一拱手，说道：“3位兄弟，拜托你们了。”浊酒和夏雨薇等3000人一起拱手，他们都知道这场战斗将会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1万名10多级没装备的小号，面对3000名20级全身白银套装的玩家，只能是甘心赴死。我们会尽全力的给你们争取时间，快走！”江泽喊道。“兄弟们快走，我们顶得住！”1万多人高声喊道。陆阳差点没忍住眼泪，高声喊道：“浊酒和白氏三雄为前队退往谢尔赫山脚下。”白狼怒叹一声，强忍着冲回去的想法，和浊酒一起带着队伍走了。陆阳和夏雨薇、孙宇两人领着后队，慢慢的退出战场。坡顶上，西风无罪正带着人疯狂冲进江泽团队的时候，一眼看到了陆阳正带着一部分人马离开了霞山。“老大，陆阳跑了。”西风无罪发信息说道。“什么？”嗜血霸天皱眉问道。“怎么回事？”西风无罪说道。“我看到陆阳带着3000人正退出霞山，怎么办？绝对不能让他跑了。”嗜血霸天一指霞山入口，喊道：“韩江雪、残月，你们两个各自带领1000人给我正面冲进去。”是。韩江雪和残月一起喊道，两人各自挥手，带着2000人脱离大部队，冲进了霞山里面。刚进山口，两人便势如破竹地冲上霞山两侧，与山顶的西风无罪上下夹击。江泽虽然命令队伍摆出了防御阵型，前排也布满了盾战士，却没有一个战士能够挡住嗜血盟玩家的全力进攻的，往往2刀就能打死一个。1万人的队伍迅速溃败。江泽高声喊道：“兄弟们，我们一定要坚守住防线，给老大他们争取时间。”韩江雪发消息给嗜血霸天，说道：“老大，我确信陆阳是逃跑了。他们工会名义上的2把手将泽和涂风带着人来的目的是阻止我们追击，给陆阳他们逃跑的时间。”嗜血霸天问道：“你那战况如何？”“我正在全力追击，这些人非常好杀，都是低级小号。”残月说道。嗜血霸天对身边的跃马南岸说道：“你带着剩下的3000人给我冲进去，彻底打溃他们。”跃马南岸说道：“是。”5000人的上下夹击已经让江泽和涂风等人难以招架，又冲进来了3000人，彻底让江泽和涂风的队伍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剩下的只有被屠杀的命运。冲进来的嗜血盟玩家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些人击杀起来这么容易，一刀一个，2刀一个，杀得越来越兴奋，以至于带队的韩江雪、残月和西风无罪这样的团长都杀得疯狂。跃马南岸本是嗜血霸天的智囊，参与到进攻中，火球术一个接一个的打死对方的玩家，让他也变得疯狂。嗜血霸天一直担心陆阳耍花样，当他收到跃马南岸的消息之后，再也坐不住了，举起手中的长刀喊道：“黄金军团，跟着我冲！”剩下的2000玩家全都是穿着黄金套装的顶级玩家，这群人是嗜血霸天的亲卫军。江泽和涂风两人看到嗜血霸天入瓮了，两人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互相看了一眼，
江子说道：“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任务。”涂峰看着漫山被屠杀的兄弟盟会员说道：“就是死得太惨了。”江泽拍了涂峰的肩膀一下说道：“相信陆阳，他不会让这些人白死的。”嗜血霸天进入战场后，眼睛变得通红，指挥着黄金军团纵向打穿了峡山，恰好与两侧追杀而来的残月和韩江雪等人汇合。看着远处还能看见人影的陆阳，嗜血霸天拿出加速卷轴捏碎封印，喊道：“跟我冲，打垮嗜血盟！”杀！嗜血盟的玩家已经杀红了眼，1万多人朝着陆阳追了过去。根据官方设定的游戏规则，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双方成员禁止使用回城卷一类的物品。嗜血霸天知道陆阳跑不了，陆阳在队尾看着嗜血霸天追击而来的人群，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嗜血霸天，你终于还是来了。”出了峡山，5分钟的路程，陆阳带着队伍来到了戈兰高地的谢尔赫山脚下。谢尔赫山的山顶非常平坦，仿佛山峰被人拦腰切断一般，山的整体很长，仿佛一个巨人平躺在戈兰高地上。浊酒轻伤跑到山脚下，惊讶地说道：“老啊，前面没路了。”陆阳说道：“没路就不要跑了，摆开阵型，我们在这里迎敌。”浊酒轻伤和白氏三雄等人没有丝毫的犹豫，带着盾战和防旗来到了阵前，摆好了防御姿势。“老大，我们是要跟嗜血盟决战了吗？”白狼问道。陆阳说道：“没错，就在这里决战。”夏雨薇看了看己方仅有的3000多人和嗜血霸天逐渐追近的1万多人，脸上露出一丝不甘的神情。嗜血霸天带着1万人的队伍来到了距离陆阳50码的位置，停了下来，看着被堵在山脚下的陆阳等人，确认陆阳跑不掉之后，嗜血霸天猖狂大笑：“陆阳，你跑啊，这回怎么不跑了？”月马南岸眼睛也带着血红，说道：“老大，让我带着3000人一波打溃陆阳，给我2000人就行。”韩江雪喊道。嗜血霸天笑得更加猖狂，说道：“不，你们那样太没意思了。我要让陆阳知道一件事，当绝对的实力出现的时候，任何雕虫小技都会被碾压踩碎，全体成员准备。”随着嗜血霸天的右手举起，呈半月形包围的1万嗜血盟玩家同时摆出进攻姿态。杀！嗜血霸天怒吼一声，手指向陆阳的队伍，身后1万玩家同时高喊，朝着陆阳的队伍冲了过去。浊酒轻伤和夏雨薇等人都露出了紧张的眼神。1万人在平原上的进攻，让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压力。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系统提示：玩家银刀加入团队。系统提示：玩家红叶加入团队。一连5条系统提示，沐雨、韩影三姐弟和萧亮加入了陆阳的团队。看着即将冲入30码的敌人，陆阳突然间举起右手，高声喊道：“飓风阵起！”谢尔赫山山顶早就等在山顶的韩影三姐弟和萧亮同时命令苍霄发动飓风。战场上突然间狂风大作，猛烈的狂风甚至让人有些站立不稳。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这是什么技能？我怎么每秒掉100点气血？伤害太好了，治疗快加血！嗜血霸天冲锋的队伍在飓风中陷入混乱，浊酒轻伤和白狼等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可是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老大，这是怎么回事？浊酒轻伤迷茫地问道。陆阳嘴角划起一丝弧线，说道：“这是我给嗜血霸天准备的一份神秘大礼，别急，礼物还没完。”陆阳再次举起手臂，高声喊道：“地狱火领主落！”站在山顶的卢兆宇、林峰和韩影3人同时举起右手，3个碧绿色的珠子急速升入天空，随后珠子迅速扩大，变成了一幢房子般大小。呼啸声响起，3块巨石落入嗜血盟玩家的阵地中央。好，3个高达8码、全身尖刺盔甲的鬼面地狱火领主在烟尘中站了起来。谁纵我一世？猖狂看到这里才反应过来，赶忙跑过来，跟着放出来第4个地狱火领主。这是什么鬼东西？怎么2万多的气血？法师、猎人、远程职业给我打！数不清的技能落在4个地狱火领主身上，却全都是负1点气血。即便是20级的黄金玩家，面对本该在50级才能召唤出来的地狱火领主，也打不破防御。老大，这4个地狱火领主太强了！白狼激动地喊道。陆阳说道：“这还没完，还有，忘了我跟你们说的禁咒法师了吗？”陆阳说道：“你真有禁咒法师啊，老大。”白狼说道：“你当我是骗你们的呀？”夏雨薇和浊酒等人一起点头。陆阳失笑说道：“老大，我可是从来不会骗人的，这是当老大的基本原则。看好了，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雷袭禁咒。”陆阳发消息给沐雨，说道：“小妹，到你表演了。”谢尔赫山顶，身体单薄的沐雨已经吟唱了5分钟时间的咒语了。如今到了紧要关头，听到陆阳的命令，沐雨骤然间加速的念咒语的速度。1分钟之后，沐雨念完了最后一个音阶。嗜血霸天的队伍在飓风的攻击下已经被切割成了5份，每一份有2000人左右。在最中间的黄金军团头顶上，原本就阴云密布，此时云层变得更加的厚重，仿佛有了实际重量一般。闪电风暴！突然间，数不清的青色雷电从厚重的云层中落了下来，砸在黄金军团的玩家头顶。934、997，闪电风暴不是只攻击一次，而是不停的攻击这一片区域30秒的时间。嗜血霸天的黄金军团瞬间遭到沉重打击。陆阳不知道的是，在黄金军团里面隐藏着嗜血霸天的很多杀手锏，包括懂得圣唐魔法的法师和龙与魔法的法师。这样的法师往往为了追究极致伤害而没有体质，身上的宝石也全都是加智力和法伤的。这样一来，虽然伤害很高，却气血很少。之前有大兵团做掩护，这不算问题，但是在飓风的攻击下，牧师团自顾不暇，闪电风暴又不停攻击，
这些法师第一个被打死在了原地，连一个高级魔法都没有释放出来。嗜血霸天亲眼看着冲锋进去的黄金军团死伤惨重，心都在滴血，激动地喊道：“退回来，全员都退回来！1万人中至少有5000人被飓风卷在阵中，想要退出去哪有那么容易？”前后拥挤之下，乱作一团。陆阳举起右手，高声喊道：“铁血兄弟团，集体前进20码，远程攻击，近战防守。”一每走一步，陆阳高喊一声，提醒手下不要冲动。20，所有人跟着陆阳整齐地喊着数字。当喊到20的时候，下一声下意识一般集体喊出：“杀！”数不清的魔法、弓箭、飞镖丢入飓风阵里的嗜血盟玩家，本就每秒掉血100点，再加上陆阳一方的攻击，飓风阵内的5000多名嗜血盟玩家飞速死亡。比起死亡更可怕的是气势，随着陆阳的这一波攻击打赢，整个兄弟盟士气达到极限，从最开始的不可能到现在坚信他们必胜。炎魔变！陆阳一声怒吼，在烈焰中化作一个5码高的炎魔，右手指向天空，连续10个13码直径的陨石从空中坠入人群，滚滚向前移动。处在飓风中的敌人气血本就不多，在陆阳强大的法伤之下，10个陨石冲击竟然成功的碾压出来了一个80码宽的道路。陆阳用手一指前方喊道：“兄弟们，跟我杀！杀！”浊酒轻伤和白氏三雄高声叫喊，带着队伍冲进嗜血盟的中心腹地。飓风同时向前移动，以每秒2米的速度碾压着嗜血盟的玩家。嗜血霸天看着眼前节节败退的手下，惊怒交加。他玩游戏到现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有一种预感要输了。老大，我们得退出去，重新整理队形，再这么打我们就要输了。跃马南岸残血状态跑了回来，惊恐地对嗜血霸天喊道。嗜血霸天红着眼睛怒道：“不会的，我还有1半左右的人没有进入飓风，我不需要逃跑整队。”跃马南岸激动地说道：“老大，不是人数上的事，对方用的技能太邪门了，飓风1秒掉100点气血，还有地狱火领主，根本打不动。我们的主力部队黄金军团也被对方的雷系禁咒给秒了，现在我们的手下气势都被打没了，根本是在乱打。我不走，就在这打！”嗜血霸天高声喊道，命令死了的玩家重新整队，让磁石无光带着人过来。今天我就算用人堆，我也要堆死陆阳。一颗巨大的火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轰的一声，重重地落在了嗜血霸天前面60码的距离。以火流星为中心，周围20码以内所有玩家全部死亡。老大威武！铁血兄弟盟的每一个人都认得这个技能，是陆阳的标志性火焰系伪禁咒火流星。四目相对，陆阳的脸上带着冷笑，而嗜血霸天看陆阳的眼神却在仇恨中带着惊恐。嗜血霸天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能够带着人将他的队伍打穿，此时他身边只有不到500名手下，周围再没有别人。老大，快走！跃马南岸用手指着身旁的一名战士喊道：“栾峰，带着你的人防守。”被喊到的栾峰是这500名玩家的领队，立刻走到前面，带队摆出防御阵型。嗜血霸天愤怒地喊道：“怕什么？我有1万人！陆阳，今天你死定了！”陆阳冷笑一声，鼓掌说道：“你的谢幕致辞不错，可以当做本年度第2世界最大的笑话。兄弟们，给我杀！嗜血霸天，我看你往哪跑！”白狼怒吼一声，冲入敌方阵营，直指栾峰。冲锋加烈火的同时，白狼一刀砍中栾峰的弱点脖子，打出6.4倍必杀伤害，将栾峰秒杀在了原地。栾峰的手下以为白狼是个傻子愣头青，都在等他被栾峰抗住，然后一起围攻。没有想到白狼竟然悍勇至此，一刀斩杀栾峰，一个个都惊呆地愣在原地。白狮和白虎趁此机会同声高喊：“杀！”陆阳一方士气大振，每一个人都疯狂地朝着嗜血霸天的队伍冲了过去。刚一接触，没了指挥的栾峰队伍就抵挡不住，有了溃散的迹象。嗜血霸天和跃马南岸都看傻眼了，他俩也没有想到陆阳这样一个平民工会的手中也能有这样高明的玩家。老大，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跃马南岸喊道。嗜血霸天知道自己不能死，慌张地说道：“你快带着人挡住，一定要挡住他们，我去集结部队。”天空中6个赤红色的陨石突然间从天而降，秒掉了数不清的嗜血盟一方治疗职业。陆阳身高5码，清楚地看到嗜血霸天转身慌张逃跑的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现在想走，来不及了吧？白光一闪，陆阳出现在了嗜血霸天的阵中，手中逃脱匕首丢出，一道蓝色流光划过嗜血霸天的身侧，飞到了他的面前。蓝光一闪，陆阳高达5码的身躯出现，看着地上渺小的嗜血霸天，陆阳一拳砸在地上，烈焰风暴。嗜血霸天及其周围20多名玩家全部被打晕在了地上。赤焰鸟，嗜血霸天气血掉了一半。陨石冲击，一颗陨石落在嗜血霸天的脑袋上，嗜血霸天的气血还剩下1/4。抗拒火环，嗜血霸天被崩飞，随着陨石不断后退，并且遭受攻击。快加血，加血，不能让老大死了！跃马南岸惊恐地喊道。10多个牧师同时对嗜血霸天释放治愈术，嗜血霸天的气血不停地回升下降。3秒钟之后，嗜血霸天站稳气血，还剩下一丝。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天火从天而降，落在了嗜血霸天的脑袋上。3600，嗜血霸天死！嗜血霸天死了！嗜血霸天死了！铁血兄弟盟一方齐声高喊，声震平原。正在和陆阳作战的嗜血盟一方更加慌乱。加血啊！盾战保护治疗啊！有盗贼潜过来了！法师，你们打哪呢？杀我这边的，我都把人打晕了！寒江雪、残月和西风3大指挥第一时间死在了战场上。下一级指挥官中各个千人团的团长也在无声无息当中被黑岩带领的100名火法击杀。嗜血霸天的指挥系统彻底崩溃，玩家各自为战，
攻击点不能集中，让陆阳方面的各个治疗小队有充分的时间给前线玩家加血。在药物充足的情况下，陆阳方面死伤非常轻微，而嗜血盟方面则死伤惨重。随着飓风的推进，嗜血盟逐渐进入崩溃状态，4个地狱火领主走到了一起。一旦3个领主同时触发烈焰之拳，周围20码之内所有玩家必死。沐雨、韩影3姐弟以及萧亮等人都从山顶跳了下来。沐雨的插撞闪电每一次攻击都能打中30名以上的玩家，群体攻击能力比陆阳还要强大。现在所有人更换装备，跟着嗜血霸天身边的这500人装备都不错。我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捡到的就是你们自己的。陆阳说道。老大威武！白狼和浊酒等人欢呼的带着队伍捡装备去了。另外一边，雄霸和迟暮老人还在带着队伍与嗜血霸天的2支万人队对峙，也不知道陆阳那边打得怎么样了，到底赢了还是输了。迟暮老人拨通了通话器，问道：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没打起来吧？雄霸说道：那边应该是陆阳占据了上风，曲寒那边有些坐立不安。急死我了，这都打了20多分钟了吧？迟暮老人问道。正当2人焦急等待的时候，陆阳给2人传来了一段视频，画面中陆阳化身5米高的炎魔，使用逃脱匕首来到嗜血霸天的面前，连续技能打出，将嗜血霸天秒杀在了原地。嗜血霸天死了。迟暮老人惊讶地睁大了老眼。陆阳将视频对准了现场，说道：我已经打赢了嗜血霸天，正在收割他们的残余部队，2位老哥千万要撑住，打赢了装备我分4成给你俩。老弟，这话你说的呀，我可不客气了呀。迟暮老人大笑着说道。雄霸说道：放心打，我们俩一定帮你拦着驱寒和浴血霸王，他俩除非打溃我们的部队，否则一个人都不会去前线支援。多谢。陆阳关闭了视频，看着已经重新穿戴好了装备的手下喊道：兄弟们，跟着我打回去，嗜血盟不会再有支援，这一战我们必胜，报仇的时候来了。杀！500人调转阵型，以陆阳为箭头，从嗜血盟队伍的背后冲了进去，站得高，战场形势看得也更明白。此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几十个残余的黄金军团带领的几百名玩家在抱团做殊死抵抗。给我杀！嗜血老大马上带着人回来，我们一定要坚持住，老大不会亏待我们的。一个黄金军团的圣骑士高声喊道。想到嗜血霸天的慷慨，周围玩家的气势陡然间提升了一截，对正在和他们正面对攻的夏雨薇进攻的更加猛烈。兄弟们，不要让其他团队的人把我们扁了，你们是我夏雨薇的亲卫，跟着我打垮他们。夏雨薇清亮的嗓音如同长刀出鞘一般，在他身后的手下耳中回荡，让人生出一种想要为夏雨薇拼命赴死的勇气。杀！为了我们的雨薇老大！一名战士怒吼一声，疯狂地朝着对方扑了过去，如同白狼一般，冲锋、烈焰斩、弱点攻击3种技能同时出发，竟然也打出了6.4倍暴击，以白银级装备一刀秒杀了一个黄金级装备的玩家。寒沙！夏雨薇惊讶地看着这个他熟悉的战士，可是他从没有想过寒沙有这样的实力。牧师团跟我加血，不能让寒沙死了。蓝雨的治愈术不断落在寒沙的头上。夏雨薇反应过来，右手剑指对方喊道：跟着我，杀！夏雨薇的团队整体向前发起冲锋，凭借寒沙的一剑之威，将原本落下的气势抢夺了回来。正当双方战况焦灼的时候，6个赤红色的陨石从天空中滚滚坠落。陨石冲击，熟悉的声音让蓝雨和夏雨薇等人士气大振，同时也让黄金军团的残余玩家惊恐万分。陆阳怎么从我们后面出现了？分出一部分人，快挡住陆阳！陆阳看着对方说话的那名黄金装备的法师，口中咒语念出，2秒钟以后，一道天火落在了那名玩家的头顶。4800暴击！黄金玩家和周围的2名玩家同时死亡，失去指挥敌方乱作一团。白氏三雄趁此机会带着队伍强势碾压，打穿了对方与夏雨薇会合。多谢。夏雨薇说道。白氏说道：应该的，主要还是老大给力。众人大笑，蓝雨看陆阳的眼神也更加崇拜。陆阳走到近前说道：敌人还剩下不到4000人了，大家跟着我横向冲锋一次，彻底打崩他们。是。本就乱作一团各自为战的嗜血盟玩家突然间发现身侧被人偷袭，彻底崩溃。四散奔逃之下，陆阳命令白狼和浊酒等人带着队伍一路追杀，整整30分钟的时间，嗜血盟的1万人大部分被击杀殆尽，只有少部分几百人四散奔逃。站在霞山的山脚下，陆阳看着遍地的装备和浊酒、夏雨薇等人的笑脸，说道：兄弟们，我们打赢了，赢了，赢了！3000人的欢呼声响彻山谷。夏雨薇感慨地说道：这一战多亏了你提前送来的药品，要不是我们一直有药水支撑，治疗部队能够一直加血，我们是打不赢的。这一战，陆阳事先给每个人准备了20瓶高级魔法药和高级生命药，正是有了这些药剂的支持，在战场上治疗可以不停地给残血的兄弟加血，玩家在治疗加血不及时的时候，也能自己吃药保住性命。白狼说道：老大，你花了多少钱啊？陆阳一笑说道：钱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再打嗜血霸天一个伏击战。还打？夏雨薇和白狼等人都惊讶了。陆阳说道：没错，还要打，嗜血霸天一定不服气，现在正带着人卷土重来呢。怎么打？白狼看着霞山的地形说道：我们在这里打伏击吗？这里倒是一个伏击的好地方啊。浊酒轻伤说道。孙宇说道：老大，我这就带着猎人小队清理4周的嗜血盟残余玩家去，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布置。陆阳说道：清理是应该的，布置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不在这里打。不在这打？那去哪？夏雨薇看着霞山险峻的地形，
他实在想不出来周围还有什么其他地图可以埋伏。陆阳看着自己招募来的这19个精锐手下迷茫的表情，说道：“教你们一招，学着点。我这叫做声东击西，我们不打嗜血霸天本部，全员向西与雄霸会合，打曲寒那1万人。”白狼听到陆阳的安排，惊讶的嘴都合不上了。在他的心里面，对于打仗只知道见面就杀，最多他会思考如何打败对方2、3个敌人的办法。可是陆阳今天给他上的这一课，让他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夏雨薇更是感觉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内心忍不住的想到，如果当初他没有答应合并到陆阳的工会里面，今后与陆阳对战的话，他将输得一塌涂地。韩柳和毛球等人看着陆阳，更是有一种仰望的感觉。刚刚打赢了一场以少胜多的大战，陆阳立刻就能想出来这样的打法，换作是他们，绝对做不到。苦艾半生赞叹的说道：“老大，我相信明天的第2世界头条，您将被封为战神。”陆阳一笑说道：“这恭维我收下了，我喜欢这名字。”众人大笑。陆阳突然间肃穆的说道：“全员注意，浊酒和白氏三雄为前队，苦艾半生和孙宇为后队，向西进发。”是。众人气势高昂。兽人丘陵，嗜血霸天已经重新整备到了7000多名玩家，正带着队伍火速朝着霞山跑去。看着已经装备残缺的手下，嗜血霸天已经怒极：“都给我快点，必须追上陆阳！”韩江雪、残月、西风和跃马南岸脸色惭愧地跟在嗜血霸天身边。“老大，刚才都是因为陆阳的诡计，是我们杀红了眼，这次我一定吸取教训，杀铁血兄弟们个片甲不留。”韩江雪说道：“这次的事情不怪你们，我也没想到陆阳竟然用1万小号做诱饵，骗我们上当，是我大意了。”嗜血霸天说道。作为一个枭雄，嗜血霸天拿得起放得下，主动承认错误后，韩江雪和残月等人都露出了感动的神色。“多谢老大体谅，不过我不能原谅我自己，请老大给我个机会，这次我一定亲自击杀陆阳，打溃兄弟盟。”韩江雪愤恨地说道，这是他玩游戏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我也是。”残月的脸上也带着不忿。跃马南岸说道：“如果我估计的没错，陆阳的那些特殊攻击都应该进入冷却时间了，那几个地狱火领主我们打不过，但是杀掉他们的主人就可以了，让黄金军团的特殊职业出动，等战斗开始的时候，让他们从侧面攻击，一波就能打败陆阳。”嗜血霸天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个方案好，韩江雪，我给你这个机会，不要让我失望。”“多谢老大。”韩江雪说道。话音刚落，前方探路的玩家汇报：“嗜血老大，我们的人刚刚发现陆阳带着3000人上了霞山，他们又跑到那里想要伏击我们去了。”“混蛋！”嗜血霸天怒骂了一句，他没有想到陆阳能够这么无耻，还想在霞山伏击他。跃马南岸皱着眉头说道：“计划有变，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方案。”嗜血霸天说道：“不必了，韩江雪，你带1500人走左侧，残月你带1500人走右侧，从霞山的半路上给我爬上去，我亲自带着4000人走大道，我们同时在霞山汇合，一起发动进攻。”兽人丘陵2侧的高山与霞山属于同一山脉，在3维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从这2侧也能到霞山山顶，只是路途难走，费时较长。“是，老大，你等我的好消息吧。”韩江雪说道。嗜血霸天说道：“不要着急，你们2个到达霞山之前给我发消息，我现在缓慢行军，给你俩准备时间。”“是。”韩江雪和残月一起说道。跃马南岸看着带队跑远的2个人，说道：“老大，要不要让驱寒和浴血霸王发动攻击，小心雄霸和迟暮先动手？”嗜血霸天冷哼一声，说道：“不用，我和雄霸、迟暮2人之间没有什么利益矛盾，他俩不可能为了陆阳跟我拼命，这次来无非是做做姿态，只要我打赢了陆阳，他俩自然就退了。”跃马南岸眉头深皱，他总感觉哪里不对，不过他还是按照嗜血霸天的命令发消息给驱寒和浴血霸王说道：“老大命令你俩严阵待命，不要主动与对方发起冲突。”隐月谷内，驱寒看着命令叹了口气，发消息给前方的部队说道：“猎人继续发射照明弹，小心盗贼偷袭。”此时游戏里面已经是深夜了，一轮明月高挂在隐月谷的上空，凉风吹得周围草木沙沙作响。哎，都快1个小时了，继续这样干等着，还不如进攻呢。落月剑是驱寒的副手，郁闷地发着牢骚。“是啊，我们擅长进攻，不擅长防守，要是让雄霸的人先动手，我们就麻烦了。”长刀挽歌是驱寒的第1团团长，驱寒看着已经在黑夜下变成黑影的雄霸一方，无奈地说道：“嗜血会长不让动，我们还是忍一下吧。这次圣城2大公会公开与我们对抗，显然是我们做的太过了。等这次事情结束，我一定要劝劝老大，不能再这么做了。”落月剑和长刀挽歌都点了点头，赞同驱寒的观点。正当驱寒等人闲聊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一朵黑云，将月亮遮住，原本还能看到人影的夜晚彻底变得伸手不见五指。驱寒皱起眉头，他感觉有些不对，却说不上来。一旁的落月剑说道：“奇怪，这云彩怎么这么小？雄霸那边没遮住，我们怎么遮住了？”驱寒猛然间瞪大眼睛，高声喊道：“不好，敌袭！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所有人做好战斗！”最后2个字没等说出口，一个20码范围的落雷树在他们头顶出现，4个碧绿色的珠子在侧面的高山顶上逐渐升空，越升越高，到了50码高度的时候，碧绿色的珠子变成了一个直径10码的巨型碧绿色岩石。地狱火领主，4个带着绿色火焰的巨型岩石撞进驱寒的队伍中间，带起一片烟尘。好，4个身高8码的地狱火领主冒着碧绿色的火焰在人群中站了起来，同时挥拳攻击，恰好同时触发火焰之拳，周围20码区域内的所有敌人全部被秒。驱寒指着雄霸喊道：“雄霸，你什么意思？”火光亮起，3个赤红色陨石从空中坠地，碾压前行。陆阳跳下高山说道：“不是他有什么意思，是我陆阳。
屈寒看到陆阳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说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在霞山吗？”“那是我骗嗜血霸天的。”陆阳大笑着说道，右手一挥喊了声上。沙卓九轻伤、白氏三雄、夏雨薇、苦艾半生、孙宇等人一起带着3000人跳下高山，朝着屈寒的侧面冲了过来。雄霸一方点燃火炬，站在队伍中央的雄霸拔出腰间长剑，喊道：“杀！”早已在夜色中调整好队形的雄霸部队1万人整齐地朝着屈寒冲了过去。两侧夹击之下，屈寒虽然焦急，却临危不乱，发布命令道：“落月剑负责防御陆阳，长刀挽歌正面攻击雄霸。”接着，屈寒发消息给嗜血霸天说道：“嗜血会长，雄霸对我发动攻击，陆阳带着3000人从侧面偷袭，请求支援。”嗜血霸天正带着部队一边接收败兵，一边和两侧的寒江雪、残月部队同步行军呢。此时刚到剃刀岭，听到这个消息，嗜血霸天如遭雷击。胡说！探子汇报他的人都在霞山里面隐藏，怎么会在你呢？屈寒说道：“陆阳亲自来的，他有4个地狱火领主，完全打不动。雄霸也亲自下了战场，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嗜血霸天怒吼道：“你给我坚持住，绝对不许失败！我这就带着人支援你去。”跃马南岸正陪在嗜血霸天身边，看到嗜血霸天暴怒的样子，问道：“怎么了？怎么了？”嗜血霸天怒不可遏地说道：“我要杀了陆阳，我一定要杀了他！那混蛋根本不在霞山里面。刚刚屈寒汇报，他带着那3000人和雄霸会合，偷袭了屈寒的部队，屈寒要完了。”跃马南岸惊呆地站在了原地，激动地说道：“老大，我们得赶紧支援屈寒，他不能被全歼。如果他也死了，我们3万人的部队有一半损失掉了装备，我们就再也没有能力掌控圣城周围大部分的领主刷新点了。用你废话，发消息给寒江雪和残月去隐月谷。”嗜血霸天说道。从剃刀高地到隐月谷有1个半小时的路程，一路上嗜血霸天不停地询问战场情况，每次得到的消息都令他无比沮丧。他怎么也理解不了陆阳是怎么做到在半个小时之内跑完了1个小时的路程。他哪里知道，在恶魔宫殿爆出来的风精灵已经被孙宇提升到了16级，获得了一个在3分钟之内提升团队玩家50%的移动速度的技能，冷却时间5分钟，实际上也就是只有2分钟的冷却时间。正是靠着这个神奇的风精灵，陆阳才能及时抵达战场。看着面前逐渐被打溃的屈寒部队，陆阳和雄霸并排走到了50码外靠山抵抗的屈寒本部。此时屈寒身边只有300人了，其他人都被雄霸的部队切割成了无数个小块，失败只剩下时间的问题。陆阳说道：“屈寒，放弃抵抗吧，一人留下1件装备，我放你们这300人一条活路。”雄霸惊讶地看了陆阳一眼，没有说话。屈寒也惊讶地看着陆阳说道：“你想耍什么花招？”陆阳说道：“屈寒，我敬佩你是条汉子，嗜血霸天这样的人不配当你的老大。我知道你不会改换门庭，但是我依然敬重你。你走吧。”屈寒最早闻名于3年前在顶级全息模拟格斗游戏里面获得了全国冠军，后来加入天联公会打职业比赛。这个天联公会就是嗜血霸天所在的现实中的社交公会，也是他能聚集起40万玩家的根本所在。屈寒加入的时候，嗜血霸天还不是公会会长。嗜血霸天夺权的那一年，屈寒刚刚和工作室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新合同，至此屈寒被迫为嗜血霸天效力。在上一世，屈寒并不认同嗜血霸天的做事方法，多次与嗜血霸天顶撞后被下放到外面当千人团的团长，期间也没有做过欺负散人玩家的事情。在整个嗜血盟里面，屈寒和他的部下是唯一的一帮好人。陆阳在上一世和屈寒有些交集，很钦佩他的为人，拱手说道：“我陆阳说话算话，你可以安心离开。”屈寒叹了口气，丢下手中长剑，说道：“这次我败了，下次见面我们再一决高下吧。”屈寒身边的300人是他的亲卫，看到老大丢下武器，也纷纷丢下1件装备。陆阳用手臂撞了一下雄霸，说道：“麻烦老哥让兄弟们让个路出来。”雄霸一挥手，围着的500人让出来了一条去路。看着屈寒带着手下离开，雄霸小声说道：“老弟，你这计谋够毒啊。”陆阳笑着说道：“我哪用什么计策了？”雄霸说道：“屈寒的其他手下死伤惨重，只有他和他本部的300人平安离去，嗜血霸天看到了会怎么想？你这是要把屈寒害惨了呀？”陆阳摇头说道：“这要看嗜血霸天这个人了。如果他心胸开阔，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自然不会怪罪屈寒。如果他心胸狭隘，连这点魄力都没有，屈寒还是不要跟他走得太近，免得将来公会被迫跟着受牵连。”雄霸耸了耸肩膀，说道：“你这么说，我还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不过，我还是感觉你小子缺德。”陆阳失笑，屈无义在一旁捅了捅雄霸，示意他说话注意点。雄霸却哈哈大笑的说道：“不用担心，我和陆阳老弟是真心交朋友，以后还要当兄弟，说话随意一点也是促进感情嘛。”陆阳说道：“我也这么认为。”屈无义翻了个白眼，说道：“理解不了你们这样男人的想法，真怪。我去清点一点装备，说好的，我们1人1半。”陆阳派夏雨薇和白石跟着去了。雄霸说道：“老弟，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全军出击支援迟暮去？”陆阳摇头说道：“没机会了，雄霸3路大军失败了2路，再败一仗，我们就能把他撵出圣加尔城了，他不敢再打了。3万20级以上全身白银级装备的玩家，有2万人装备变得残缺不全，士气又低落到了极点，嗜血霸天已经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资格。”雄霸点头说道：“有道理，那我们现在做什么？”陆阳说道：“摆出样子去支援迟暮老人，但是到霞山的时候，我们埋伏在霞山一侧。如果嗜血霸天识时务，不去追陆阳，并且退兵离开，陆阳不介意让嗜血霸天暂时保存实力，以免迟暮和雄霸太过强大。如果嗜血霸天真要找死，陆阳也只能成全他。”雄霸忍不住吸了口冷气，说道：“老哥，我佩服你这脑袋什么做的，这计谋太绝了。”
陆阳失笑，上一世、第二世界发展起来之后，各种战争数之不尽，精妙的打法、战术、计谋更是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个笨蛋也能学会两招，更何况陆阳并不笨。全员撤退，猎人队负责断后，做出样子，每隔50码放置一排冰霜陷阱，让追过来的嗜血霸天开了加速卷轴也跑不快。陆阳说道。雄霸点头，带着队伍按照陆阳的计划开始布置。路上的时候，雄霸对陆阳说道：“老弟，咱俩商量个事怎么样？”陆阳问道：“什么事？”这次战斗的收益和之前你答应给我的2成收益，我都不要了。雄霸说道。陆阳说道：“这可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啊！你想要跟我交换什么？”陆阳打嗜血霸天那一仗获得了2000多件黄金装备，16000多件白银装备，这一仗打驱寒获得了17000多件白银装备。雄霸说道：“我想要跟你换地狱火领主的召唤办法和飓风的召唤方法。”地狱火领主的实力让雄霸垂涎不已，飓风更是守城战的绝妙武器。这次缴获的这些装备都是一些20级的白银装备，这东西他可以带队打出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地狱火领主和飓风的召唤方法，他却没有眉目，只能求陆阳。陆阳思考了一下，说道：“地狱火技能书我可以卖给你，召唤地狱火领主的办法我也可以交给你。飓风你知道也没有意义，你的人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这需要先闯过小丑皇的 SSS 级挑战。”雄霸盯着陆阳的眼睛，看到对方不思作为，说道：“好吧，那我希望战争开始的时候，你能带着飓风部队来帮我。”陆阳说道：“这个没问题，你给足佣金就可以了。”雄霸失笑，恰好前方到了峡山，两人各自布置玩家隐藏起来。另外一边，嗜血霸天看到了带着300残部退回来的驱寒，一股怒火冲上嗜血霸天的脑袋，指着驱寒骂道：“你的队伍呢？你的人呢？都哪去了？”驱寒说道：“抱歉，我战败了。最后剩下我们300人的时候，陆阳给我一个条件，如果我投降丢下一件装备，就允许我带着300兄弟出来。我答应了。”嗜血霸天气乐了，说道：“也就是说，你投降了？”驱寒惭愧地说道：“给我点时间，我集合部队再跟他交手，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他。”嗜血霸天内心已经气疯了，现在他十分怀疑驱寒的忠心，眼神冰冷地看着驱寒说道：“不必了，这场战斗结束了，我们回去。”驱寒说道：“会长，陆阳他们才走，我们有机会追上。”跃马南岸也有些惊讶，说道：“老大，就这么算了？都闭嘴！”嗜血霸天怒吼一声，发消息给浴血霸王说道：“告诉迟木老人，我要跟他们谈判。”韩江雪激动地说道：“老大，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行的话，我们调汉尼拔城和北风城的人来支援，我们还没输。”嗜血霸天说道：“我刚收到消息，汉尼拔城的千千私语带兵1万，开始大规模抢我们的 BOSS， 北风城的雷龙也带兵1万，在各处抢夺领主怪。显然，陆阳、迟木、雄霸、千千私语、雷龙这5个人已经结盟了，这战斗暂时打不了了，我得想个办法怎么对付这几个混蛋。”岩壁峡谷，迟木老人已经知道了陆阳和雄霸联手打败驱寒军团的事情，说道：“浴血霸王刚才跟我说，嗜血霸天决定不打了，他想找我们谈判。”雄霸冷笑一声，说道：“终于知道惹了众怒了，行啊，就跟他谈谈，看他能说什么。”迟木老人说道：“我也是这个意思，陆阳老弟，你怎么看？”陆阳说道：“可以谈。”迟木说道：“那好，现在我们各自收兵，10分钟后在圣加尔城的凤仙楼集合。”结束通话，陆阳转过身对3000名手下高声喊道：“兄弟们，嗜血霸天认输了，想要找我们谈判求和，我们打赢了，赢了，我们真的赢了！老大威武，我们了！”整个铁血兄弟盟的玩家都陷入了极度的亢奋状态，在这场战斗之前，没有一个人相信陆阳能够打赢的。整个工会所有玩家愿意跟着陆阳战斗，也大多是抱着跟嗜血盟死命拼一场的想法。现在他们居然真的打赢了，一场3000打5000，一场3000打1万，一场13000打1万，3战3捷，打的嗜血霸天主动求和认输。3000玩家欢呼过后，每一个人看陆阳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拜和尊敬，这些人当中也包含了蓝宇。陆阳在工会频道说道：“兄弟们，这次战斗每个人工会积分加150点，3次工会战一共缴获了3万多件装备，我全部放到工会银行上面供大家选择，白银级一件30点，黄金级60点，大家一次换个够！老大万岁！”整个工会1万多人都轰动了。对于缴获的这些装备，跟在陆阳身边参战的这3000人基本上是用不到的，他们在现场就拾取了很多能用的装备。这些装备实际上是给那1万多当炮灰的兄弟们的。如果不是他们拼命抵抗，做出假象，嗜血霸天不会上当，更不会有之后的2场大胜。他们虽然战败，却居功至伟，这是陆阳对他们的奖励。陆阳接着说道：“现在大家回城休息，想要兑换什么装备，我去和嗜血霸天谈判，大家等我的好消息。”浊酒轻商和夏雨薇等人一起说道：“老大，我们陪你去。如果去了，就表明了他们和陆阳生死与共。不过陆阳不需要他们做这个表面，这一次的战斗，他们每个人都证明了自己的忠心。”陆阳说道：“这一天你们也都受累了，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们要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老大，你有什么计划吗？”夏雨薇问道。陆阳说道：“这次战争结束，嗜血霸天一定会让出来很大一块地图来给我们升级，当然我们也在嗜血霸天的黑名单上排在了第1名，今后嗜血霸天买通了雄霸和迟木，一定会来对付我。不过他还不知道，雄霸明天就要开荒30级，要塞黑岩城，预计开荒那里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嗜血霸天恐怕就没时间搭理我们了，他只会去找雄霸的麻烦。全服第一个获得要塞的荣誉，可以给一个工会带来极大的发展，嗜血霸天让这等荣誉旁落，他在天联工会里面将受到极大的压力。”白狼挠着头说道：“
老大，原来我还不太认同你把要塞攻城令给雄霸的做法，现在看来还是你有远见。陆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和雄霸他们的结盟一直都会存在。迟木虽然不爽雄霸第一个拥有要塞，却会支持雄霸和嗜血霸天对打，我们也会支持雄霸。而在雄霸和嗜血霸天发动战争的时间，我会带着你们开荒赤色要塞，等他们打完了，我们的要塞也建立完成了，那时候我们就谁也不怕了。要塞建成之后，要塞的拥有者可以制作要塞回城卷轴，该公会的玩家可以随时出入要塞，要塞周围是绝佳的练级地图，副本、精英怪、领主怪数不胜数。要塞周围的地图可以让玩家从30级升到50级。如果要塞管理得好，玩家都在要塞里面交易装备、购买药水、下线休息，这个要塞的城主每个月获得的净收入何止10万。当然，要塞也是游戏里面真正战争的开始。随着物资的变多，玩家背包的不够用，一个公会的资源往往会放在要塞的仓库里面，一旦要塞被攻破，仓库第一个被洗劫。看着手下各自回城，陆阳和雄霸一起飞回了圣加尔城，来到了凤仙楼的2楼天字1号包房。房间里面，嗜血霸天和雄霸、芊芊私语、雷龙正坐在一起聊天。看到陆阳，嗜血霸天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眼神中射出仇恨的神色，说道：陆阳，是我。陆阳同样眼神冰冷，即便重活一世，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嗜血霸天，陆阳也忍不住想要动手杀了他。雄霸站在陆阳身侧，右手按着剑柄，大有一言不合拔剑杀人的意向。迟木老人笑呵呵的来到两方中间，说道：在城里 PK 是要遭到惩罚的，来，我们今天是谈判的，大家先坐下，我们慢慢谈。陆阳冷哼一声，来到了桌子旁边坐下。雄霸坐在陆阳的身边，嗜血霸天坐在对面，迟木则坐在中间，芊芊私语和雷龙坐在另外一侧。刚刚嗜血会长跟我们3个谈过了，他不想再继续这场战争了，想要和我们讲和。迟木老人说道。陆阳鄙夷的说道：怎么，嗜血霸天，你认输了？嗜血霸天盯着陆阳的眼睛，说道：别以为我不敢跟你们打，继续打下去，不过是2败俱伤。我有个提议，这次战争就这么结束了，大家各自回去升级。雄霸冷笑一声，说道：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你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嗜血霸天说道：你还想怎么样？雄霸说道：简单，以后不该你抢的 boss， 你别越界，懂得点做人。这次战争的根本是嗜血霸天仗势欺人，靠着人多四处抢夺升级地图和野外 boss， 不然雄霸也不会参战。因此他说话的时候一点没有跟嗜血霸天客气。嗜血霸天第一次遇到有人敢这样指着他说话，一股怒火升起，皱着雄霸说道：你算什么东西？迟木老人悠悠地说道：嗜血，你确实越界了，如果你继续抢 boss， 我们只能继续跟你开战。雷龙冷哼一声说道：我们5个公会，你要继续玩，我们陪你玩到底。芊芊私语说道：能不打谁也不愿意打，但是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我们不打手下都不同意。嗜血霸天没有想到陆阳他们5个公会能够这么统一，皱着眉头说道：那你们说这地图怎么分？迟木在桌子上投射了出了圣加尔城周围的地图，指着地图东北侧说道：以后我在这里升级。雄霸指着南侧说道：我在这升级。陆阳说道：我在西北边，只要你不来我们这3个人的地方，我们就同意停战。雷龙和芊芊私语各自指出了北风城和汉尼拔城的地图，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嗜血霸天说道：可以，这几个地方我可以不来。迟木说道：那我们说定了，以后大家和平相处，一起升级。诸位，那我就告辞了。嗜血霸天拿出回城卷飞离了凤仙楼，在这里他多1分钟都不想待。老大，他们同意停战了吗？浴血霸王问道。嗜血霸天脸色铁青的说道：都跟我回去，抓紧升级提升装备，下一次大战再输了，你们都给我滚。浴血霸王等人噤若寒蝉，跟在嗜血霸天后面回到了公会里面。凤仙楼包房里面，陆阳和雄霸等人看着嗜血霸天消失离开，纷纷大笑起来。这一仗打得爽啊，陆阳兄弟，之前我真是小看你了，3战3捷，太漂亮了。雷龙夸赞的说道。芊芊私语更是看陆阳的眼神都变得微波荡漾，说道：陆阳，不介意给我们讲一讲你是怎么打赢的吧？迟木说道：对，我也要听听看，这么精彩的战斗错过了，真是太可惜了。陆阳笑着说道：当然可以，你们不嫌我啰嗦，我就跟你们说说。雷龙等人岂会嫌弃陆阳啰嗦，纷纷催促陆阳快说。10分钟之后，陆阳简要的将他如何在霞山埋伏、戈兰高地埋伏和长途奔袭的事情说了出来。迟木老人说道：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不服老都不行。你小子这3招，我多说能用出来1招。嗜血霸天败给你不是他轻敌，而是他真的打不过你。陆阳失笑说道：这件事还是多亏了你们帮忙，没有你们帮我，我也做不成这件事。迟木老人说道：老弟，能不能将地狱火领主、飓风阵这2样东西跟我们几个说一说，之前的报酬我不要了。雷龙说道：我们2个愿意付钱。芊芊私语连连点头。陆阳就猜到他们几个会找自己要飓风阵和地狱火领主，说道：钱我就不要了，大家是结盟的伙伴，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过飓风阵得等你们有人能挑战过小丑皇 SSS 级任务才能获得，地狱火领主需要技能书和咕噜噜混乱合技，如果你们有技能书了，我会提供合技给你们，到时候给我成本费就行了。迟木老人没有想到陆阳这么好说话，点头说道：那好，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我们打到技能书和完成了小丑皇任务就去找你。陆阳说道：可以。雷龙站起身说道：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这2样东西对工会的提升太大了，我回去做准备。芊芊私语说道：多谢陆阳兄帮忙了，我们欠你个人情。陆阳说道：客气什么，大家同坐一条船，以后风雨同舟，你们越强，嗜血霸天就越不敢动我们，祝我们几个友谊长存。
迟暮老人端起桌子上的酒杯说道。共饮了杯中酒，众人各自散去。从陆阳这里得到地狱火和飓风阵的消息，都着急去布置。陆阳也着急办事，工会的一众兄弟都在等着他呢，没有一个下线的。圣加尔城北侧广场，13000名参战成员正聚在一起闲聊，参战的玩家激动地讲述着他们打仗的经历。你知道吗？跃马南岸是我亲手宰了的。当时放出飓风阵的时候，你没看到，酷毙了！25个飓风圈住了嗜血盟5000人，太爽了！以后跟定老大了。散人团的仇终于报了，老大来了，老大来了！众人纷纷迎了过来，每个人看陆阳的眼神都带着崇拜。浊酒轻伤和白狼等人一起跑到了陆阳的身边，纷纷问道：“老大，谈得怎么样了？”陆阳说道：“让我去广场喷泉呐，你们集合整队。”是。江泽和浊酒轻伤等人立刻整理队伍，同时众人自动让出一条道路。陆阳走到广场中间，跳上了喷泉池的高台，看着面前已经整队完成的13000名手下，陆阳心中涌起无限感慨。正是这些兄弟对他不离不弃，跟着他一起打败了嗜血霸天。看着他们激动的眼神，陆阳高声说道：“兄弟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嗜血霸天认输了。今后我们可以安心的升级，不用再担心被人抢装备抢 BOSS 了。”所有人都在等待陆阳的这一句话，一瞬间1万多人同声高呼起来，整个圣加尔城都被这声音震撼到。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嗜血霸天认输了！欢呼声中，有的人眼角湿润，有的人激动的高声大喊，他们终于做到了散人团想要做的事情。江泽拍了拍涂峰的肩膀，他发现涂峰在哭。陆阳走到涂峰身边说道：“兄弟，这才哪到哪啊！下一次我要让嗜血霸天彻底滚出这个游戏，让嗜血盟彻底覆灭。”涂峰惊讶地说道：“你要灭了嗜血盟？”陆阳笑着说道：“当然，我和嗜血盟已经是死仇了，我不去灭了他，他也要灭了我。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先下手呢？”拍了拍涂峰的手臂，陆阳回到高台，等手下都安静下来后，高声说道：“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工会大规模招人，去告诉你们的朋友、兄弟，来我铁血兄弟盟，有我，有你们，就没人敢再欺负他们。今后我们一起升级，一起打装备，一起玩游戏，谁敢欺负我们，我们一起打回去。你们记住，铁血兄弟盟，无兄弟不游戏。铁血兄弟盟，无兄弟不游戏。”无数人回味着陆阳的这句话，仅仅一瞬间之后，1万多人同时山呼海啸般的喊出了这句话。浊酒轻伤、夏雨薇、苦艾半生、白氏三雄、孙宇等人站在陆阳下面，仰望着陆阳的表情，回想着他刚刚的话语。浊酒轻伤忍不住的说道：“老大的这句话太有感染力了。嘿，我敢打包票，嗜血霸天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一定是和老大签订停战协议。”白狼说道。无兄弟不游戏这句话仿佛病毒一般在铁血兄弟盟成员中扩散，他们每个人原本都是戴着冰冷的游戏头盔，独自在游戏里面打拼，现在不同了，看着身边与他们并肩作战的玩家，在嗜血盟这样的高压之下，都没有让他们抛弃彼此。这不是兄弟，什么是兄弟？从第2天开始，陆阳3战3捷打败嗜血盟，喊出无兄弟不游戏口号的事情在全服扩散，无数玩家申请加入铁血兄弟盟。涂峰和江泽两人带着50人招募都招不过来，很多之前退帮的玩家也想回到铁血兄弟盟，但是怕之前的兄弟们埋怨，但是他们没想到陆阳亲自向他们每个人发出电邮邀请，过往一概不究，之前兄弟盟自身难保，现在有能力保护他们，欢迎他们回家。3天之后，铁血兄弟盟成员数量超过10万人，站在圣加尔城西北部的高原上。陆阳看着自家工会数不清的玩家在地图上战斗升级，对身后的浊酒、夏雨薇、白狮、苦艾半生和孙宇说道：“这种俯瞰天下的感觉怎么样？”手握10万雄兵，陆阳一跺脚都能让圣加尔城发生震动。那些顶级工会的老大、雄霸、迟暮看到陆阳也要称呼我一声兄弟。嗜血霸天这样的超级工会老大，恨陆阳却也对他奈何不得，这种威势，任谁看的都要羡慕、嫉妒。浊酒轻伤和夏雨薇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他们脸上的喜色却怎么也挡不住。昨天普通玩家的奖励已经发下去了，是工会积分，现在到陆阳奖励他们了。工会招募了10万人，从今天开始，你们5个人也是你们5个小队，平均分配，每一队带领2万人。陆阳说道。白狮惊讶地说道：“2万人？虽然没有商量过，但是他们各自盘算过，陆阳应该会奖励他们1万人当手下。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陆阳这么大方，一次给他们2万人，并且没有提拔新人与他们平起平坐。”夏雨薇再次问道：“陆阳，你真的要给我们每个人2万人？”陆阳笑着说道：“当然，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是手下拥有2万兄弟的老大了，下面的团长、队长都由你们自行任命，我不插手管理，我只管理你们5个人。”这样的信任让浊酒轻伤和白狮生出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这是游戏，不是现实生活。如果他们掌控了这2万人，带着他们离开了，陆阳丝毫办法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之前的很多游戏都出现过，工会团长带着手下去别的工会，导致之前的工会一败涂地。老大，浊酒轻伤不知道该说什么。陆阳拍着浊酒轻伤的肩膀，对他们5个人说道：“工会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各自加油努力。这个程度不是我们的极限，更不是我的目标。今后要塞战开启，我希望你们每个人不仅占领一座要塞，而是让身边的兄弟也都成为要塞城主，有钱我们大家赚，身边的兄弟一个都不能亏待。”陆阳的这句话如同清泉一般划过浊酒等人的心头，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痛快、舒爽的感觉。白狮大笑一声，说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跟着你这个老大真是跟对了，爽。”浊酒轻伤拱手说道：“老大你放心，打要塞战的时候，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
陆阳一拍苦爱半生的肩膀说道：“兄弟，谁都看得出来你想追求韩柳，也谁都看得出来你俩之间身份的差距。好好干，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也别辜负了韩柳的等待。这是你最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带着2万人给我打下一座要塞来，凭借要塞的分红，你就有追求韩柳的资格。”苦爱半生愣在原地，不多时，脸上露出坚毅的表情，说道：“老大，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众人失笑。苦爱半生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说道：“原来你们都看出来了呀？嘿，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你看韩柳的表情跟老鼠看见蛋糕一样。”白石说道：“我哪有那么不堪？”苦爱半生郁闷极了。白石缺德的继续嘲笑。陆阳走到了夏雨薇的身边，说道：“怎么样，还有自己建立工会的想法吗？如果你有，我让你带2万人走。”夏雨薇先是惊愕，随后笑着摇了摇头，无奈说道：“算了，我还是跟着你吧。我发现了，游戏不是钱就能解决的，就算家族给我钱让我建立工会，我没有任何信心打得过你。既然如此，我还不如跟着你打别人呢。”夏雨薇说的是实话，跟着陆阳这1个月，让夏雨薇学到了之前10多年都没有学到的东西：杀人时候的气势，运筹帷幄的谋略，临战指挥的眼光。像陆阳这样的战争天才，想要跟他作对，除非脑袋有病。而且夏雨薇有种感觉，陆阳不像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妖怪，仿佛随时都要择人而是一般。浊酒轻伤等人听到夏雨薇说的话，都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只能一起点头赞同。陆阳无语地说道：“我哪有那么可怕？嘿，老大，我们3兄弟打遍全服没对手，结果3个人打1个都打不过，你说你可怕不？”白石说道。浊酒轻伤说道：“10级就跑去30级地图了，我是没这个实力。”陆阳再次失笑，不过心中却松了口气，他总是担心夏雨薇有独自建立工会的想法，这次跟夏雨薇坦诚不公，也是想要知道夏雨薇的真实想法。如果他真想走，那自己也认了，送他2万人当人情，感谢他之前的帮助。如果他不走，那是最好了。现在看来，还真是最好的结果。陆阳说道：“其实，在游戏里面当工会老大也好，当一个军团长也好，还是当副会长也好，都不难。最难的是处理好将来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纠纷。很快，你们就会带着手下的人赚到钱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不要因为帮着手下争取利益而忘记了我们几个人今天建立起这个工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别忘了，我们在3天前还是一个被嗜血盟压迫的，随时可能要解散的小工会。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团结。你们各自带团之后，会有无数人恭维你们，你们要分清楚这些人，哪些人说的话是对的，哪些人是错的。不要只看现在，要想好，如果你们按照他提供的意见做了，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陆阳最想对他们说的。上一世工会内部因为利益矛盾解体的数不胜数，陆阳不希望自己的工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夏雨薇和浊酒轻伤等人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听到陆阳的话，不禁都露出思考的表情。浊酒轻伤说道：“老大，我受教了。如果将来我们几个有利益纠纷，能私下解决的我们自己解决，还解决不了，我们就找您来解决。我发誓，绝对不会和诸位兄弟产生下隙。”孙宇、夏雨薇、苦爱半生、白石纷纷效仿浊酒轻伤发誓。陆阳说道：“那是最好的了。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够齐心协力，就是最强的。”这句话不是陆阳瞎说，上一世最顶尖的200多人几乎都在他的工会里面，只要团结一致，没人能够打赢他。对了，跟你们说件事，为了防止嗜血霸天和雄霸他们挖人，我让江泽和红叶飞舞、黑色音符他们200多人重新签订了合同，这些人每个人最低工资1万信用点。陆阳说道：“老大，工资太高了吧？我不否认他们的实力，但是200多人都这个价钱，你1个月就要付出200多万啊。”夏雨薇说道。陆阳说道：“没办法，我让他们签订的是带有转会性质的合同，5年合约，其他工会要挖人必须赔偿2000万信用点，不给他们这么多钱，他们不跟我签啊。”夏雨薇问道：“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投资还是赚钱？”陆阳说道：“放心，1个月200万我能撑住，赚钱暂时不用你们，投资也暂时不用，等工会稳定的吧，我再让你们几个投资。有血星号店、海潮套装以及火箭推进器3大赚钱机器的支持，陆阳支撑起来没有丝毫问题。”陆阳说道：“各自带队去吧，这几天我们先做出正常升级的假象，等雄霸那边开荒要塞的事情暴露出来，我就带你们开荒要塞去。”夏雨薇等人再次叹服。目送夏雨薇等人离开，陆阳拨通了金不换的，说道：“怎么样，药店经营上有什么问题没有？”金不换说道：“最近有不少药店也开通了圣城军需官声望，我们的药剂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其他药店有配方，却没有我们这样的药剂师，他们抢不过我们的，你不用担心。血星号祭店已经在圣加尔城一家独大，高级药剂师有800多人，有隐藏能力的药剂师260多人，制作的药剂效果不仅能够达到配方上的要求，很多药剂还能额外提高效果，处于统治地位。”陆阳说道：“军需官声望获得方法有很多，不是太难，不过没关系，我本来也指望他。你等我一下，这几天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之后我给你找新的药剂配方去。明天就开学了，马上就能看到沈梦瑶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些成绩。陆阳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他，上一世的遗憾，陆阳怎么也不能让他再次发生。只是不知道沈梦瑶看到自己会不会生气啊？上一次自己可是溜了他大半个学校才送他回到宿舍的。一想到这件事，陆阳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第二天清早，陆阳换好衣服，一脸微笑的来到了东都大学校门口，穿过绿荫长廊，走进了教学楼。新生开学第一天，结束了高考后长达3个月休假的学生们，每个人都带着对新学校的憧憬走进了校门。1年1班的教室里面，新生已经来了不少，距离老师来还有半个小时。
很多人互相介绍后开始闲聊起来，不过男生的目光大多聚集在坐在第3排的一个女孩身上。穿着雪白色短袖上衣，将头发披在双肩的沈梦瑶正在和新认识的几个同学聊着什么。开朗活泼的性格，干净纯洁的大眼睛和美到让人窒息的面容，都让她成为班级里当之无愧的焦点。同班里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美女，真是太幸运了，太完美了，一点瑕疵都找不到。我要追她，兄弟们帮忙啊！陆阳听着门口2个同学的对话，笑了一下，走进了教室。沈梦瑶正对着教室门口，看到陆阳，漂亮的大眼睛忍不住睁大，说道：“是你？”陆阳一脸笑意的说道：“原来你也在这个班级啊，好巧啊！”沈梦瑶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贝齿不自觉地咬着红唇，指着陆阳说道：“是啊，好巧啊，爱哭鬼。”陆阳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丫头还是和上一世一样，总是这么不留情面，说道：“不带这样的啊，刚见面就揭短，怎么说咱俩也是老朋友了。”沈梦瑶曾经想过各种再次见到陆阳时候的情景，她本想义正言辞地指责他缺德欺负人，陆阳如果敢反抗，就带着自己的姐妹收拾他。可是陆阳居然耍无赖，谁跟你是老朋友？说吧，这件事怎么解决？沈梦瑶掐着星号说道。周围的5、6个女同学一起站了起来，同寝室的张萌脸色不善地问道：“怎么回事？他欺负你了？”沈梦瑶带着小气愤的表情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张萌指着陆阳说道：“好啊，刚到我们几个姐妹还要带着梦瑶挨个教室找你呢，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说吧，这件事怎么解决？说吧，怎么解决？”楚瑜和刘爽一起指着陆阳说道，大有不解决不罢休的意思。陆阳举手投降，说道：“学校旁边的优莱克西餐厅，中午放学请诸位美女赏光，让在下当面赔罪，蝴蝶虾、龙虾随便点，可好？”优莱克餐厅是一家高档餐厅，里面经营的是海鲜，都是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运过来的。张萌满意的代替沈梦瑶说道：“既然你这么有诚意，中午我一定带着沈梦瑶去接受你的道歉。”楚瑜和刘爽2个同寝室的女生也一起点头。刘爽说道：“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算你过关。”沈梦瑶傻傻的看着立刻出卖了自己的3个同寝室姐妹，又看了看陆阳得意的笑容，顿时感觉自己又被陆阳给欺负了。看到陆阳走到一旁坐下，沈梦瑶着急的对几个姐妹说道：“我还没答应呢，你们怎么就答应了呀？”张萌一本正经的说道：“瑶瑶，我们决定了，中午一定要好好的宰他一顿，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谴责他。”随后张萌拿出手机找到优莱克餐厅的主页，指着龙虾说道：“听说他们家的炙烤龙虾特别美味。”楚瑜说道：“我要吃蝴蝶虾。”刘爽看了看自己180斤的身体，咬着牙说道：“我就吃几个鱼头，然后我就减肥。”沈梦瑶郁闷的低着头，她突然间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侧过头看着陆阳得意的笑脸，气愤的直接转过头。可是，一瞬间，沈梦瑶有些反应过来，心中暗道：陆阳不会是早就想好了吧？这家伙怎么跟我们公会的那个老大陆阳一个样子？如果真是的话，好厉害啊！陆阳看着沈梦瑶的样子，更是忍不住的笑了出来。他最爱的就是沈梦瑶的这个小模样。兄弟，厉害啊！刚来就和班花搭上交情了。一个胖胖的男生主动跟陆阳说道。陆阳认识对方是他大学同寝室的死党之一，叫做莫龙，是个很不错的兄弟。陆阳家是本地的，就在这附近住。陆阳主动说道：“我叫莫龙。”正说话间，4个男生走了过来，其中一人说道：“莫龙，你们聊什么呢？”莫龙说道：“正好，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林东、费勇、张强和黄翔，我们几个是同寝室的，这位是陆阳。”黄翔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说道：“认识就是换分，中午一起吃饭，我请客。”如果是第一次见面，都会被黄翔的热情所感染，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结交的朋友。可是谁能想到，上一世出卖陆阳的就是眼前的这个黄翔。想当初自己那么信任眼前的这个人，当他是兄弟，最后出卖他的却偏偏是这个人。那件事之后，陆阳曾经问过黄翔为什么要出卖他，当时黄翔的嘴脸和说过的话，即便重生，陆阳也忘不了。朋友，你也配？你只不过是我利用的一条狗，之前没有合适的人选，把你卖给刘杰正好。陆阳强忍着一拳打死黄翔的冲动，他知道这样的人不能打，反而要养着，要真心真意的和他交朋友。这就好比三国里面蒋干盗书那一段，明知道蒋干是个叛徒，周瑜却将他当兄弟一般，还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同床共眠，让蒋干去盗窃他的假文书，欺骗曹操。陆阳就要这样做一次，等刘杰出现的时候，黄翔将是他送给刘杰的致命刀。抱歉啊，中午去不了了，我请那边那几位美女吃饭。陆阳说道。黄翔看向沈梦瑶的眼睛一亮，小声说道：兄弟厉害啊，不过可得提醒你一句，听说学生会主席孙瑞正在追求沈梦瑶，那个人我们可惹不起。多谢。陆阳笑着问道：你们屋还有空位置吗？黄翔说道：有啊，当然有了，正好最后一个，你要来我这就找人给你安排。陆阳再次说道：多谢。兄弟嘛，应该的。黄翔说道。一阵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不多时，一位戴着眼镜的美女走进了教室。肃静。柳墨敲了敲黑板，说道：今天开始，我是你们的导员，我叫柳墨，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刘老师。哇！一阵阵惊叹声在男生中传出，刚刚博士生毕业，戴着眼镜，梳着黑色长发，一股优雅从容，散发着知性美的柳墨俘获了全班所有男生的心，连女生也有不少人跟着惊叹。柳墨很满意学生的表现，说道：下午开始，你们将会有一个为期1个月的军训。一番训诫，柳墨讲了2个多小时，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打岔或者捣乱的，这让柳墨非常满意。敲门声响起，
5、6个男生走了进来，为首的一人仪表堂堂，十分干练的说道：“刘老师，我是学生会主席王瑞。”什么事？柳墨问道。我不是兼职跆拳道社的社长吗？为了明年的全国跆拳道大赛，教练让我到各个班来看看有没有好的苗子。王瑞说道。柳墨说道：“好吧，我这边也说完了，这里暂时交给你，我去看看军训服装。”王瑞恭敬地送走了柳墨，回到讲课台，意气风发地讲了半个小时的跆拳道事情。陆阳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跟他抢沈梦瑶的。上一世，王瑞的出现让陆阳将他对沈梦瑶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在王瑞面前，无论是样貌、家世、学识、能力，陆阳没有一样比得过他。不过后来在社会上的阅历多了，陆阳才知道这些东西跟爱情狗屁关系都没有，反倒是很多王瑞这样的人其实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往往不会对一个女孩子多么深情。这一世，陆阳不会再看着王瑞追求沈梦瑶追求而默默忍受，他要主动追求沈梦瑶，任何想要阻挡他或者想要跟他抢沈梦瑶的人，陆阳都会让他们见识到自己的厉害。铃声响起，王瑞演讲结束，笑呵呵地来到了沈梦瑶的面前，说道：“梦瑶，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怎么样？”沈梦瑶心底一阵腻歪，说道：“不了，我还有事。”王大公子的名声早在沈梦瑶来学校之前就有学姐跟他说过，花花公子一位，经常是谈着一个女朋友的同时追求另外一个，虽然人送外号白马王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球。王瑞一脸关切地问道：“什么事？我给你解决，这学校没有我处理不了的问题。”沈梦瑶根本就没有事情，一时间有些语塞。抱歉，这个小路痴中午要跟我吃饭，没空陪你这个大忙人。对了，你女朋友王雪和女朋友夏丽呢？他俩的事情你处理完了吗？陆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沈梦瑶的旁边，王瑞顿时尴尬地站在原地。王雪是他的现任女友，夏丽是他刚刚追到手的女人，他还从来没有对人提起。不过看到沈梦瑶这两个女人，王瑞就都准备放弃了。可是没想到被眼前这个人在沈梦瑶面前曝光了出来。你胡说什么？你是谁啊？王瑞气急，指着陆阳凶光毕露。我是陆阳。陆阳看王瑞的眼神在那一瞬间露出了杀意。王瑞突然间感觉到一阵灵魂上的震颤，旋即感觉消失，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指着陆阳说道：“行，我记住你了。”说完话，王瑞转身离开了教室，跟随在王瑞身边的5、6个学生纷纷走到陆阳面前，说道：“小子，我们跆拳道社记住你了。”跆拳道社算个什么东西？陆阳冷笑着说道。你……王瑞等人没有想到陆阳嚣张至此，有心教训，却知道这是在学校里面。你给我等着！看着王瑞等人走远，张萌气愤地说道：“之前我还以为王瑞这人不错呢，原来是个朝三暮四的混蛋，都有2个女朋友了，还要追我们家瑶瑶。”刘爽说道。幸好陆阳说了出来，要不然我也上当了。沈梦瑶却皱起秀眉，担心地对陆阳说道：“你干嘛说破这件事啊？小心王瑞他们报复你。”陆阳一脸无所谓地说道：“只是看不惯这样的人而已。再说，我这不是赔礼道歉吗？”沈梦瑶惊讶于陆阳的镇定，说道：“真不知道你是真有实力，还是无知者无畏。”黄翔带着莫龙他们走了过来，搂着陆阳的肩膀说道：“这几天我们一起走，王瑞看我们人多，应该不敢乱来。”莫龙说道：“真要打的话，谁怕谁啊？最烦这种人渣。”陆阳说道：“多谢，不过这件事你们暂时不要参与，明天见。”如果陆阳不知道黄翔的目的是沈梦瑶，一定会感激他的帮助。莫龙他们是真心的，却被黄翔利用。黄翔没有想到陆阳会拒绝他，有些惊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陆阳却没有再搭理黄翔，拍了拍莫龙的肩膀，说道：“兄弟，不是不想请你们吃饭，而是我不想让你们现在就为了我招惹王瑞，这件事我自己处理。”莫龙说道：“那好吧。”陆阳笑了笑，转身对沈梦瑶说道：“我们吃饭去吧。”张萌和刘爽一起架着沈梦瑶说道：“好，我们一起去。”沈梦瑶无语，感情还是身边这2位姐妹想要吃大餐而已，说道：“好吧，我去就是了。”优来客餐厅的2楼包间，陆阳当真点了一盘大餐请客。虽然被张萌他们狠宰一顿，但是想要追求沈梦瑶，他同寝室的姐妹必须第一时间搞定，不然这是一群新号烦。刘爽在吃下第8个鱼头之后，满意的对陆阳说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同意。张萌含糊不清的咬着龙虾。陆阳说道：“多谢夸奖，以后我们常聚会啊，想吃什么好吃的找我，我都请。”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刘爽和张萌以及其他美女异口同声的说道。沈梦瑶无奈的用手捂着额头，她感觉自己碰到了一个老谋深算的妖怪。论起来，王瑞拍马也追不上陆阳，只是沈梦瑶心下好奇，这个陆阳的性格怎么和自己公会里面老大的性格那么像呢？还都是同样的名字。不过没有人那么自恋，用自己的名字当游戏名吧？瑶瑶，你在想什么呢？刘爽拿起第9个鱼头问道。沈梦瑶捂着额头说道：“姐姐，您真的要减肥吗？”刘爽鼓起嘴气愤地说道：“瑶瑶，我不和你好了。”沈梦瑶赶忙赔礼道歉，这才征得了刘爽的原谅。看着他开心地吃着第9个鱼头，沈梦瑶对陆阳说道：“看在你请我们姐妹吃大餐的份上，之前的事情就算了，不过下次你别帮我解围了。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王瑞真的不好惹，我怕他报复你。”陆阳说道：“他能怎么报复我？他可是跆拳道黑带，人品差了点，但是真的很厉害。”沈梦瑶说道：“我同意，等闲2、3个人进不了他身。”楚瑜说道。话语一出，沈梦瑶和张萌他们都露出担心的表情，陆阳却满不在意，
别说3个，就算是100个，给陆阳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他也能一个一个杀掉。再者说，跆拳道只是强身健体用的，真正丛林搏杀的技术都非常简单，攻击的部位也和常规比赛动作不同。我们要相信，王瑞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绝对不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陆阳笑呵呵地说道。下午，炽烈的太阳下，陆阳和其他8000名新生整齐地在操场上站队，校领导在主席台上拿着麦克风训话，军训的教官则站在各自班级的前面。分配到陆阳这个班级的教官叫做王晶，是一名连长。出身特种兵的王晶从接手这个班级开始，就对陆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为丛林野战的高手，即便陆阳再怎么掩饰，王晶也能看出陆阳的不平凡。等校长讲话结束，王晶带着陆阳所在的班级来到了女生宿舍门前的操场上，这是他们指定的军训地点，恰好旁边就是沈梦瑶所在的女生训练队伍。休息的时候，王晶故意走到了陆阳的身边，问道：“有没有兴趣考当兵？”陆阳正在喝水，闻言笑着问道：“金教官怎么问我这个？我感觉你特别适合当特种兵，而且你会功夫对不对？”王晶问道。陆阳神秘一笑，说道：“还好，只会一些粗浅的功夫。”王晶突然间抓住陆阳的手臂，平常人即便再怎么训练，手臂没有用力的时候，肌肉也不会呈现出来，而王晶抓住陆阳的手臂，却感觉到一阵坚硬。“你受过特殊训练？”王晶惊讶地问道。陆阳刚要回答，宿舍拐角王瑞带着一群穿着白色跆拳道队服的学生走了过来。“王教练您好，我是跆拳道社的社长，应教练要求让我们到每个队伍进行现场表演，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加入跆拳道社。”王瑞说话的时候故意看了陆阳一眼。王晶并不知道陆阳和王瑞的矛盾，说道：“可以，现在正是休息时间，所有人起立。”莫龙站在陆阳身边，小声说道：“小心点，我感觉王瑞是冲着你来的。”陆阳点点头。沈梦瑶却露出担忧的神色。刘爽说道：“这王瑞到底要做什么？”两个队伍站好后，王晶和女生队的教练命令所有人原地坐好。王瑞走到了两个队伍的中间，说道：“各位学弟，今天我们跆拳道社给大家带来一段表演，请各位观赏。如果有喜欢的，我们愿意接纳他成为会员。”王瑞一挥手，4个练习跆拳道的蓝带成员来到场地中间两对战，看起来好不热闹。王晶却懒得看，陆阳更没有兴趣，无聊的东张西望。等比赛结束，王瑞回到场地中间，说道：“有没有想要加入我们跆拳道社团的？”当上有3-4个人申请加入跆拳道社，王瑞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跆拳道不仅强身健体，还能用于实战。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不知道现场的哪位同学愿意跟我试一试？”王瑞扫视了一周，将目光定在了陆阳的身上，说道：“这位同学就由你来如何？”陆阳就知道王瑞是找自己麻烦来了，而且他还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借口。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他找打，陆阳不介意教训教训他。“好啊，不过我不会功夫，不懂得招式，万一伤了你咋办啊？”陆阳说道。跆拳道社一方所有人都大笑起来，王瑞更是笑着说道：“放心放心，你随便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伤了我也不介意。”那真是太好了。陆阳慢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走到了场地中间。王晶本来在看戏，可是看到陆阳要出场，他赶忙走到两人中间，说道：“王瑞，你换个人吧。”王瑞没有想到王晶会偏袒陆阳，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笑着说道：“没事教官，我就是表演一下，不会真伤到这位同学的。”王晶心想，我是怕你伤到，陆阳的肌肉已经定型了，你根本打不过。不过这话却不能说出来。正当他着急的时候，陆阳拍了拍王晶的肩膀，说道：“教官，只是切磋一下，我也想看看跆拳道的实力。”王晶不善言辞，迟疑地说道：“也好。”沈梦瑶刚才差点冲出去制止比赛，看到教官出现，以为能够解决，没想到教官居然同意了，还是陆阳主动要求的，这让沈梦瑶惊呆在了原地。陆阳给了沈梦瑶一个安心的眼神，整理了一下袖口，说道：“王瑞学长啊，一会万一我把你打伤了，你可千万别生气啊。”王瑞看到陆阳上场，只想着一会怎么揍陆阳，压根没有把陆阳说的话当回事，一脸冷笑的说道：“随便打，千万别客气。”王晶刚好也想看看陆阳的实力到底如何，而且他是裁判，即便有事情也能出手拦住，说道：“那就开始吧，你们两个点到即止啊。”话音刚落，一道风声响起，王瑞照着陆阳的脑袋旋身侧踹，如果这一脚踹中，普通人当场倒地昏迷。陆阳早就防着王瑞的突然袭击，身体下意识的后撤10厘米，随后没等王瑞收脚站稳，陆阳突然间前冲，一拳结结实实的打在王瑞的腹部。王瑞一声不吭的倒在了地上，如同昏迷了一般。陆阳说道：“抱歉啊诸位，我临时也有些事情，这几天不能上线，你们先玩。”众人都在失望沈梦瑶没有参加的事情，倒是没几个人在意陆阳去不去。不久后放学时间到，教官王晶宣布解散队伍，各自回去休息，明天一早8点还在这里集合。终于解放了，我要去逛街。张萌说道。刘爽一副要累死的表情说道：“可不可以先回去休息一下？”楚瑜摇了摇头，说道：“作为减肥的必修课之一，逛街你不能落下。走吧。”沈梦瑶主动架着刘爽的左胳膊，张萌架上了右胳膊，两人拉着刘爽往出走。陆阳在一旁失笑，和王晶一路闲聊，刚一起走到校门口，不远处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快速的开了过来。“哇哦，兰博基尼！”张萌说道。“是我们学校哪个系的帅哥呀？”刘爽双手抱在一起说道。一阵刹车声响起，黑色兰博基尼停在了张萌和沈梦瑶等人的面前，江泽从车上跳了。“哇哦，很帅啊！”楚瑜小声说道。“不会又是追沈梦瑶的吧？”张萌好奇地问道。沈梦瑶摇头，表示不认识这个人。就在所有人好奇江泽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四下张望后，眼睛一亮，来到了正在和王晶说话的陆阳身边，说道：“可算找到你了，
结束了吗？陆阳看到江泽也是愣了一下，问道：什么事？一句两句话的说不清楚，先上车回你公司。江泽着急的说道。陆阳点头，跟着江泽上了车，两人快速消失在了马路尽头。张萌惊讶的说道：哇哦，原来陆阳不像表面上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哦。刘爽点头说道：朋友都是开着兰博基尼来的，他一定也差不了。沈梦瑶有些惊讶，他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陆阳，却发现原来陆阳还是那么的神秘。不远处，莫龙说道：怪不得这小子不怕王瑞呢，原来王瑞不一定比他有钱。林东嘿嘿笑着说道：这下以后可以吃大户了。莫龙也嘿嘿笑着点头同意，唯有黄翔表情有些不自然，他以为自己是班上家庭最好的、最高人一等的，却发现事实不是那样，一种挫败感从他心底冉冉升起。车上，江泽问道：你小子真是无聊啊，居然跑来参加军训。陆阳说道：我能跟你比啊，你大少爷花点钱就摆平一切，我哪有钱啊。切江泽一脸的鄙视，说道：是不是看上哪个美女了，故意来的吧？陆阳说道：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看上了一个女孩，就是你下车时候面前的那个，这辈子我一定要娶她当我老婆，你等着喊嫂子吧。靠，这么快？陆阳说道：说正事吧，游戏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江泽激动的说道：大事啊，迟木老人找到了一个要塞工程令，正在开荒，结果被他手下的叛徒出卖，现在周围10几个小工会都蠢蠢欲动了。陆阳说道：还有这事，上线我看看。回到公司，陆阳戴上头盔进入游戏，关于要塞所在位置的地图江泽早已经发到了他的邮箱里面，这是一座位于圣加尔城东部的要塞。陆阳发消息给迟木老人说道：老大哥，听说你找到要塞了呀？迟木嘿嘿笑着说道：是啊，我这不是准备趁着嗜血霸天战败，有你俩做保护的机会开荒一下要塞吗？怎么样，哥哥运气不错吧？陆阳说道：这个要塞不太好吧，位置处于正东，与汉尼拔城、北风城以及深水港3大主城都很接近，如果你占据了那里，将来你那可就是战争的桥头堡了呀。迟木叹了口气说道：别提了，我拿到这个工程令也让我思考了好半天，可是都打到了，我这么大的会长还能把它给卖了啊？再说这样争第一的事情我必须得做啊，想不到让手下出卖，现在周边10多个中等工会都在找我的麻烦呢。陆阳问道：需要帮忙不？真打的话我带人去帮你。迟木一阵感动说道：老大哥先谢谢你，我再看看吧，暂时他们对我还构不成威胁。对于人数只有2、3万的中等工会，迟木这样一个拥有13万会员的超级工会根本看不上，而且他手中20级以上的精兵超过2万人，这些中等工会每一个能拿出来3000人都费劲，真打起来，迟木一个人能将他们所有人横扫了。而且打下要塞，制作出要塞回城卷轴，迟木的工会人数将提升一大块。对于陆阳的劝说，迟木颇有些认为是陆阳在嫉妒他。而出兵方面，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陆阳帮他打下工会，要塞利益必然要分陆阳一份，迟木才不做这样的傻子。陆阳也猜到了迟木不会答应，说这话只是表个态，证明盟友的关系稳固，让迟木可以放心。又聊了几句后，陆阳关闭了对话框，在模拟群组里面对卓九和夏雨薇等人聊了下今天的工会情况，确认没有事情后，陆阳来到了城南贫民窟。贫民窟是游戏里面一个特殊的存在，任何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城市都有其残破不堪的地方。根据官方资料给出的故事，贫民窟是整个游戏世界战乱的产物，因为3族的大战和各族内部的征战，流离失所的平民聚集到了各大主城里面，这些人聚集的地方就是贫民窟。穿过城南一个狭窄的巷子，走下台阶，陆阳进入了晦暗的贫民窟中，满地的臭水横流，过往的人群无一不是穿着破烂，脸色蜡黄。先生，给点吃的吧。一个乞丐拦住了陆阳。陆阳拿出背包里的月痕鹿肉，说道：给你。哦，是月痕鹿肉。乞丐接过鹿肉，立刻朝着远处跑去。可是跑这一下仿佛是没有找对方，像撞到了陆阳的身体后，差点摔了一跤，然后踉跄地跑进了贫民窟深处。陆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背包，发现里面的金币果然都不见了。这是上一世一个著名的游戏设定，后来让所有玩家痛骂不已。这个乞丐只要路过这里行乞，就会偷走玩家的钱币，而玩家哪里会注意到是被乞丐偷走了，只会以为是懂得偷窃术的盗贼。一直到很久以后，一个工会玩家带着100金币来贫民窟探索，结果这100金币都给偷走了，这才让贫民窟的这个小偷任务暴露出来。陆阳装作没有注意到，走进了贫民窟的巷子里面，在残破的贫民窟房屋群落中找到了一个墙角刻有拳头模样房子。砰的一声，陆阳一脚踹开大门走了进去，正好看到乞丐在桌子上数着偷来的金币。该死的，居然被你发现了，我要杀了你！乞丐尖叫一声，右手出现一柄短刀，朝着陆阳冲了过来。研爆术，一团巨型火球从陆阳的法杖尖端飞射而出，正中乞丐的脑袋。2268暴击，乞丐的气血只有800点，被打中后气血强行变成了1点，跌倒在地上，惊恐地喊道：不要杀我，我是石匠兄弟会的人。系统提示，你成功地击败了乞丐，你开启了石匠兄弟会声望。陆阳从桌子上拿回了自己的金币，说道：石匠兄弟会是什么组织？你为什么要偷钱？我们是贫民窟私自组建的一支军队，圣加尔城的国王不想帮我们夺回家园，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但是我们现在缺少物资。乞丐说道。陆阳问道：需要什么物资？或许我可以帮助你们。100组毛料，100组野牛皮，100组铁矿石，这些东西我们全都需要。如果你愿意送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些特殊的东西。乞丐说道。等着。陆阳返回圣加尔城拍卖行，分几次买够了乞丐需要的物品。系统提示，
你在石匠兄弟会的声望达到尊敬。乞丐高兴地说道：哦，先生，感谢您的慷慨，我愿意带领您去我们的营地。一个传送门在桌子旁边出现，陆阳跟着乞丐走进了传送门，光芒一闪，陆阳出现在了落日山脉。系统提示：发现落日山，发现石匠兄弟会营地。陆阳看向四周，在一座三面环山的山谷里面，扎着红色头巾的石匠兄弟会成员正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石匠兄弟会战士，等级35级，气血56605660。哦，是我们尊敬的陆阳先生来了，欢迎你来到石匠兄弟会。路过的士兵向陆阳打招呼，陆阳同样回礼。在营地中央位置，陆阳找到了兄弟会的副会长铁匠赫德。朋友，感谢你送给我的铁矿石，我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赫德说道。如果陆阳点开赫德的军需仓库，会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青铜图纸和普通装备。很多人认为自己做这个任务上当受骗了，就此放弃。不过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下一个任务的开端。陆阳说道：不用客气，我同情你们的遭遇，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情。赫德脸色肃穆地说道：我一定要帮兄弟们夺回家园。上一世游戏里面，赫德确实做到了，不仅带着兄弟会夺回了家园，还打下了一大块土地。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不过我怎么在你的营地里感觉到了一丝恶魔的味道？陆阳说道。恶魔？赫德皱起眉头说道：这怎么可能？我们虽然是失去了家园的战士，但是我们意志坚定，不会被蛊惑的。第二世界中，恶魔是异位面的生物，他们当中有些实力强大的，可以依靠精神力穿透位面，蛊惑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跟我来。陆阳朝着营地里面走去，在山谷的深处，一个巨大的营帐面前停下。这是谁的营地？陆阳问道。赫德皱着眉头说道：这是我们石匠兄弟会会长法布斯先生的营帐。一个身高2米、体型雄壮的男子从营帐里面走了出来，看着赫德说道：什么事？赫德刚要说话，陆阳口中言报术咒语念出，一颗巨大的火球朝着法布斯的脸上打去。熊熊烈焰烧掉了法布斯的外衣，诡异的魔法符号遍布着法布斯的身体。赫德和身边的石匠兄弟会战士刚要攻击陆阳，却都惊呆地站在了原地。都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狂徒拿下！法布斯怒吼。赫德脸色痛苦地指着法布斯身体说道：会长，为什么你的身体？为什么你会这样？法布斯看到自己的身体，露出惊恐的表情，旋即变得暴怒。一道黑色光芒从法布斯的身上亮起，不多时，一个身高3码、头身黑色双脚的怪物从黑光中站立而起。恶魔法布斯，精英，等级35，气血105000105000。既然被你们发现了，你们都要死！法布斯怒吼一声，暗影剑朝着陆阳射了过去。陆阳一直在戒备，向左侧一闪，躲开了暗影剑。石匠兄弟会的战士们，一起上，拯救我们的会长！赫德高喊一声，带头冲向了法布斯。陆阳口中言报术咒语念出，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火球攻击法布斯。法布斯刚刚被蛊惑，实力不强，很快被陆阳打倒在了地上。有石匠兄弟会的战士将法布斯押走。赫德来到了陆阳面前，感激地说道：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陆阳先生，要不是我们石匠兄弟会就完蛋了。系统提示：你在石匠兄弟会的声望提升到崇敬。陆阳等的就是这个，这是上一世玩家总结出来最难的几个任务，不是因为任务难度太高，而是不容易发现。陆阳能够找到，也是得益于上一世的记忆。点开赫德的购买界面，终极攻击药剂、终极防护药剂、终极魔法药剂、终极抗魔药剂、终极火焰防护药剂、终极冰霜药剂等20多种药剂配方在上面一一显示。终极火焰防护药剂，类型炼金术，效果提高火焰防御力100点，持续时间1个小时，价格50银币。接下来陆阳要开荒30级的赤色要塞，可是他手里的玩家等级大部分才20级，想要开荒成功，这些药剂是必不可少的。终极攻击类药剂每一样都是增加50点效果，这相当于多佩戴了一把30级的白板双手剑，加上牧师的终极法术，陆阳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开荒成功。血与火之歌药剂店5楼会议室里面，10多名药店顶级药剂师正坐在一张长桌前开会。一个高级药剂师郁闷地对金不换说道：老大，这几天我们药剂的销量降低了40%，下面的人都快受不了了。金不换也有些挠头，其他工会在圣城军需官那里得到初级攻击药剂配方后，大量制作这种药剂，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暴风药剂店，仿佛身后有大财阀支持一般，疯狂的在圣城各大药剂店挖高级药剂师，大有取代血腥号机店的意思。药店这么有钱，我们能不能高价买回来一些药剂配方啊？另外一个药剂师说道：就是啊，听说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好的药剂配方，增加攻击力的，有能加到30点的，还有加属性的，都很不错，值得我们购买的。金不换内心苦笑，钱都交给陆阳支持他打仗和给手下发薪水了，哪里有多余的钱啊？正当金不换发愁的时候，陆阳发来了一条消息，说道：药店这几天经营的怎么样？金不换有心说实话，可是咬了咬牙，还是摇头说道：没问题，一切正常。陆阳刚刚打赢了嗜血霸天，他不想给陆阳添乱。是吗？我怎么听说有个暴风药剂店要把咱们给挤兑的死了呀？陆阳说道。金不换露出苦笑的表情说道：老大，你都知道了呀，我正发愁呢，咱们药店的很多终极药剂师都让他们给挖走了。别愁了，给你看看这个。陆阳把终极攻击药剂配方发到了金不换的聊天频道。金不换看到终极攻击药剂的伤害增加50点的时候，激动地站了起来，吓了周围药剂师一跳。怎么了？一个药剂师问道。金不换来不及回答，对李宇阳说道：这配方能量产吗？陆阳将其余配方也一发了过来，说道：要多少有多少。老大，你这可是救命的配方啊，
有了这些东西，我能让暴风药剂店关门大吉。金不换哈哈大笑地说道。要多少张？陆阳问道。一样100张，一共2000张。陆阳说道。其他配方我都能给你，但是火抗药剂配方不行，咱们工会火法第一多，让其他工会拿到这个药剂了，对咱们工会太不利。金不换想了想，说道。火抗药剂配方你给我10张吧，我有9个心腹，算上我一起炼制，保证不会外传。陆阳说道。近期给我炼制出来1000瓶终极火焰防护药剂，我有特殊用处，别跟任何人说，药剂图纸我这就给你送去，10分钟后你在我的房间等我。好的。金不换关闭了对话栏。金老大，你倒是给个话啊，你站起来什么意思啊？一个药剂师着急地说道。其他药剂师也都着急地看着金不换。金不换看着面前的9个人，得意地将陆阳刚刚发给他的图纸发到了他们的对话栏中，说道。看看这些图纸，我擦，攻击力加50点，这过分了呀，怎么能加这么多？刚刚还生气的药剂师喜笑颜开，这终极法伤药剂也能加50点，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药剂？哈哈，这下暴风药剂店死定了，让他们挖人，我们有这个图纸，看我怎么挤兑死他。我们药剂店活过来了。对于血与火之歌药剂店，在座的每一个药剂师都真心希望它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药剂店里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没有任何人希望看到这个药剂店倒闭。金不换等众人兴奋过后说道。半个小时以后召集所有药剂师到这里来开会，我给他们分发图纸。是。众人气势满满。兄弟会营地，陆阳从赫德手中买走了3500张药剂图纸，除了金不换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给木易准备的。木易的药店已经发展1个月了，陆阳一直没有去看过，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去那边看看。回到圣加尔城，陆阳将配方交给金不换后，使用伪装外衣后变成了一个地精，通过飞艇来到了狼族地界。木易亲自守在营地外面迎接陆阳，来到了狼族主城，看着5层楼高的药店，陆阳满意的说道。做得不错，药店的账本都在这里。木易将一个文档发给了陆阳。陆阳笑着说道。傻弟弟，不用给我看这个，我相信你。平常木易每天都会将药店运营的记录在纸上写成账本给陆阳看，陆阳根本不需要再核对游戏里面的数据。木易挠了挠头，带着如沐的表情从背包里拿出13000枚金币，献宝一般说道。哥，这是药店的净收入，都给你。陆阳正缺钱呢，嗜血霸天打输了这一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陆阳这里挖人，包括雄霸和迟木在内的各大工会都偷偷的联系过浊酒轻商、白氏三雄、苦艾半生等人，可惜他们都碰壁了。之后他们又去找红叶飞舞和黑色音符这些次一级的高手，却发现陆阳跟他们签订了合同和高额的违约金，这才让各大工会的老大打消了念头。不过如果陆阳没钱发工资，这些高手可以随时跳出合同。现在有了这1万多金币，可以保证陆阳下1个月的工资发放，极大的缓解了谢星号店和韩中那边的生意。不错，你这次算是帮了哥哥一个大忙了。陆阳没想到木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拿走1万枚金币，留给木易3000枚做日常运转，又拿出了准备好的1000多张新药剂配方交给了木易，让他继续发展。你们这边有没有团队在开荒30级地图邪魔神殿的？陆阳问道。木易想了想说道。应该没有，这个地图很早就被各大工会发现了，但是里面的怪攻击力太强，狼族主城这边到达30级的玩家装备还不全，还达不到开荒的条件。陆阳点了点头，跟上一世的情况一样，果然还是没人开荒这个地图。在木易那里拿了一批药剂之后，陆阳飞来到了30级地图战神之城，走出西城门，朝着西北方向跑了1个小时，穿过一片冰原森林后，看到了一个寺庙模样的地方——邪魔神殿。邪魔神殿根据游戏官方资料，这座神殿里面供奉的是创世之初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神明，他们法力无边，实力强大。一开始他们确实帮助这片土地上的种族生存，可是当这片土地上的生物按照邪魔的要求建造了一个传送门之后，邪魔大军进入这片土地，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杀得原住民生灵涂炭，差点灭族。直到原住民发现了一件神器魔眼，凡是被魔眼照射到的邪魔大军全部被封印成了雕塑，邪魔本尊也不例外。至此一场浩劫才算结束。邪魔和他的军队虽然封印成了雕塑，但是原住民没有实力杀死邪魔，因此建造了一个地下宫殿，将邪魔和他的军队都埋在了里面。而后他们又在地宫上面建造了一个神殿，魔眼就在神殿的中央。不过那个年代的原住民早已被信仰星神的种族灭杀，只剩下这样一座空空的寺庙，而魔眼也在原住民被杀的时候被人偷走。最近邪魔已然重新苏醒。回忆着官方资料，陆阳走进寺庙入口，穿过盘旋楼梯来到了地下宫殿1层。入眼所见，整个地宫都是用暗黄色的砖石砌成，墙壁每隔10米镶嵌着一枚发光宝石，将地宫照耀得如同白昼。距离陆阳所在位置的不远处，一个手握钩爪形长矛、羊头、狮身、全身铠甲的灰色雕塑正面朝着他。邪魔战士亚精英，等级30，气血8000-8000。这个就是地宫里面的怪物。上一世很多玩家误打误撞进入这里，以为真的是雕像呢，无意间走到附近，结果雕像复活，一矛将其杀死。陆阳逐渐靠近雕像，到5码距离的时候，雕像身上的灰色封印消融散尽，一个全身黑色的邪魔战士怒吼一声，朝着陆阳冲了过来。陆阳口中炎爆术咒语念出，一发炎爆术正中邪魔战士的脑袋，将其打得向后退了一步。1986暴击！邪魔痛呼一声，继续朝着陆阳跑了过来。可惜陆阳的炎爆术一发接一发的打在邪魔的脑袋上，不多时邪魔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你获得了886点经验。地上什么都没有爆出来，陆阳也没有在乎，这样的普通怪是很少爆东西的。继续往里面走，出现一面墙壁，左右分成2侧通道。
地宫一层当中的地图是回廊形状的，如同一个无限回字的迷宫一般，需要跑完所有回廊才能到中心位置，而2层的入口就在中心那里。不过陆阳不需要这样跑，拿出逃脱匕首，陆阳朝着墙壁投掷而出，冒着蓝色光芒的逃脱匕首轻易穿过墙壁。陆阳身上蓝光一闪，来到墙壁另外一头，2个雕像刚好在陆阳身边，灰色封印退去，没等追击陆阳，陆阳身上白色光芒一闪，再次闪烁到下一个墙壁后面。回字形墙壁一共64面，陆阳用了20分钟的时间来到地宫中心，进入了地宫2层。一个手持8角大锤的羊头怪雕像就站在陆阳面前，灰色封印退去，羊头怪嚎叫一声，一锤子照着陆阳脑袋砸了下来。邪魔护卫亚精英，等级30级，气血9800。陆阳没有闪身躲避，脚下发动3级炽热极速，陆阳飞速地朝着前面跑去。地宫里面就有这个好处，所有的怪都是封印状态，即便靠近复活也有一个2秒钟左右的延迟，炽热极速提供200%的移动速度加成，轻松将所有怪都甩在了后面。跑到十字路口位置，一共有9个通廊选择，这些通廊每一条都能通往地宫3层，但是距离不一样。陆阳选择左侧第6条，等炽热极速消失，开启火箭推进器继续奔跑。期间遇到怪物，陆阳能躲则躲，躲不过去也利用速度将其撇开，一直来到坐标6686.7856位置。陆阳面对着墙壁甩出逃脱匕首，在身后几百个怪接近之前，闪烁到了墙壁的后面，一个通往3层的入口就在陆阳眼前。地宫前2层让很多玩家感觉到困难，但实际上这2层是地宫最简单的，真正困难的是从第3层开始。从第3层开始，很多邪魔护卫和邪魔战士的名字后面依然是亚精英，但是他们的血量、伤害、护甲、移动速度都与精英怪甚至是 BOSS 同级别。上一世很多公会开荒到这里的时候，经常出现特殊邪魔护卫和战士一下秒掉全身白银装备的30级玩家的情况。当然，这种邪魔护卫和战士的爆率极高，而且往往爆出好装备，其中最好的是黑铁级火抗板甲套装。陆阳这次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套装备，想要开荒赤色要塞，火抗套装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地宫3层，如同监狱一样的一个个房间出现在陆阳面前，每个房间的大小在50平米左右，房间门口的铁栅栏被莫名的黑暗能量腐蚀的破败不堪，稍微一用力就能推倒。陆阳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上一世的攻略中有玩家计算过，整个3层里面有15000个这样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面平均有10个邪魔护卫，整整15万个邪魔怪，其中只有120个是特殊怪。即便是一个大公会来这里开荒，也要付出1周的时间才能在不断刷新的情况下找到这120个特殊怪。不过陆阳不用这样，上一世的刷新坐标陆阳早就烂熟于心，记得比他生日都清楚。因为抗火装备非常值钱，陆阳在3族互通之后，不止一次来这里刷火抗装备，高价卖给小号换钱。先来到第154号房间，陆阳看着里面被封印着的10个邪魔护卫，在房间门口放了一个火墙树，然后跑进了房间里面。邪魔护卫感受到了陆阳的气息，怒吼一声解除封印，其他邪魔护卫受到怒吼声影响也破除封印。陆阳趁着邪魔攻击他之前跑回到了房间外面，邪魔追逐陆阳来到门口，但是面对火墙树，邪魔怎么也不敢越过去。邪魔自身惧怕火焰，如果地上有火墙树，他们绝对不会迈进去一步，哪怕敌人就在火墙的后面。这是上一世一个玩家偶然间发现的小 bug。 口中咒语念起，一个硕大的陨石破开空间，落到房间里的邪魔身上，10多个邪魔同时受到伤害，其中一只邪魔护卫与其他邪魔的速度明显不同，他立刻躲开了陨石，跑到了一边。邪魔护卫 BOSS 等级35，气血1583001600000。陆阳找的就是他，继续释放陨石冲击。不多时，房间里面的邪魔全部被杀。BOSS 级的邪魔护卫死亡后，爆出来了4样物品，其中之一是一个散发着黑色光芒的铠甲，邪魔护甲，黑铁级，等级26，防御12-22，耐力加12，体质加20，效果火焰抵抗能力增加50点。邪魔套装一共有8件，一共可以增加350点火焰抗性，算上火抗药剂的50点，可以抵消400点火焰伤害，这是其中最难打到的一件。想不到自己第一次杀邪魔护卫就打到了，这让陆阳很是开心。收起装备后，继续朝着下一个房间走去。陆阳哥，你在忙吗？蓝雨突然间发来了消息。不忙，啥事？陆阳在任何时候对蓝雨都不忙。那个，今天白天你没上线呢，在忙什么呀？屏幕的另外一边，躺在游戏舱里的沈梦瑶正用他的蓝雨账号询问。没错，沈梦瑶就是蓝雨，而蓝雨就是沈梦瑶。陆阳对此却丝毫不知，说道：这几天有点事情要处理，白天都没办法上线了，怎么了？沈梦瑶想要问陆阳是不是开学参加军训，可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说道：没事，我就是问问。陆阳没有多想，问道：你姐夏雨薇呢？正带着人升级呢，她马上升到26级了。陆阳哦了一声，说道：跟你姐说一声，争取后天升到26级，我们开荒赤色要塞。哦，好的。梦瑶怕耽误陆阳的事情，不再打扰，关闭了通话器后，独自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发呆叹气。夏雨薇发现沈梦瑶的异样，走过来问道：小雨，怎么了？小雨是沈梦瑶的小名。沈梦瑶摇了摇头，陆阳这件事他暂时不准备让任何人知道，将陆阳的话转达给夏雨薇后，说道：我们加速升级吧，别耽误哥哥的事情。夏雨薇点了点头，调笑地看着沈梦瑶说道：这一口一个哥哥喊的，我们家瑶瑶这是要名花有主了呀。沈梦瑶的俏脸羞红一片，慌张地说道：哪有，姐你别胡说。张子博在一旁笑着说道：我都看出来了，陆阳对你特别关怀哦。沈梦瑶说道：别闹了，你们也知道
我们的爱情是不能自主的，我不会对陆阳产生爱情的。夏雨薇说道，也不一定，如果我们能在游戏里面闯出一番事业，或许我们的爱情也能自主。张子博说道，我也是同样想法，所以我才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陆阳，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得到自由的机会。沈梦瑶憧憬地看着远处，如果陆阳真的能够带着他们打下很多个要塞的话，或许真的有机会。希望哥哥能做到吧。沈梦瑶说道。地宫当中，陆阳一边打怪，一边将一个个命令下达给江泽和浊酒等人。第一，让江泽安排人带500小号去挖黑铁矿石和金矿石。第二，安排1000小号去采集草药供应血与火之歌药店。第三，安排小号统一去刷5级副本爆宝石。这些东西都是陆阳急需要的。同时，陆阳高价收买游戏内的特殊任务消息，手下会员有人发现都第一时间买过来。虽然游戏规定一般是30级才能转职，但是有些特殊道具和剧情可以让玩家提前转职，比如浊酒轻伤提前触发了圣殿骑士团任务，白狼开启了剑圣转职任务，并且2人都转职成功。最让陆阳惊喜的是，韩沙这个上一世暗中苦练夏雨薇的神级高手，也在圣加尔城内触发了寒门战士的转职任务，成了一名剑圣。苦爱半生、毛球、红叶飞舞、黑色音符等一批高级玩家，也有很多人在圣加尔城内触发了各自的特殊任务。这才2天的空闲时间，工会就多了3名转职高手。陆阳，你招募的这些高手真是太厉害了！江泽兴奋地说道。想要触发转职任务，不仅要有等级，还要有高人一等的操作手法和智商，这2样才是陆阳肯花1个月1万信用点招募那些高手的原因。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200多人都能转职成功，时间越久，我们工会越强大。陆阳说道。转职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以为第2世界与之前玩过的网游差不多，都是到了等级就能转职，可他们不知道，上一世第2世界平均转职等级是52级，最倒霉的一个玩家到了82级才找到转职任务，可见转职到底有多么的艰难。而转职之后会给玩家带来大量的好处，比如说技能，玩家们终于可以给技能升级了，所有技能不再是1级，而是可以根据任务提高某一专项的技能等级，并且还能学习更加高深的技能。到了30级以后，一个转职的玩家可以做到一个打10个同级别的玩家。滴滴滴，耳边提示声响起，时间到了12点。陆阳看了看自己的收获，邪魔套装已经打到6套了，对江泽说道，不跟你聊了呀，我下线休息了，明天白天你替我看着工会，我上学去了。我擦，明明是泡妞去了。江泽鄙夷地说道。别这么说，你看工会里面有你们这些精英替我管理，压根就不需要我操心嘛，这都怪你们实力太强了，我不去泡妞也没事可做嘛。陆阳说道。对于这种吹捧，刚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江泽还不知道怎么应对，虽然感觉被忽悠了，但还是很受用的说道，去吧，暂时不用你操心，有事我会找你。清晨，女生301宿舍，瑶瑶，你快点，吃早餐要来不及了。刘爽的大嗓门让整个1层宿舍楼都能听到。沈梦瑶正在收拾背包，连续几晚设计手下成员的升级流程，沈梦瑶又是后半夜才睡觉，早上艰难的睡醒，却发现已经是7点了。军训集合时间是8点，只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整理，沈梦瑶忙乱极了。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到，不用等我了。沈梦瑶一边收拾床铺一边喊道。我们不等你了，不吃饭，今天军训就是我以后的忌日了。刘爽跑了下去，要是迷路了，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啊。楚瑜和张萌2人也跟着走了。经历了昨天王晶的训练，让本打算军训减肥的2位美女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如同刘爽所说，不吃饭就等着晕倒在操场上了。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沈梦瑶还在着急地收拾被褥，等她收拾完的时候，已经是7点20了。来到楼下，女神同学眨了眨眼睛，看着学校里面的榕树，她发现自己又忘了怎么去食堂了。完蛋了，这可怎么办啊？沈梦瑶有些小郁闷，用手敲了一下脑袋。嗨，美女，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陆阳从旁边走过。陆阳，沈梦瑶眼睛一亮，说道：你怎么会在这呀？陆阳说道：莫龙他们找我打篮球，我正准备过去呢，你在这做什么？沈梦瑶不好意思地说道：食堂怎么走啊？我又忘记去食堂的路了。我告诉你。陆阳指着大门口说道：先右拐，再左拐，再右拐，绕过一个花坛后向右拐，再向左拐就到了。沈梦瑶的眼睛里面已经全都是圈圈，说道：好复杂。一点也不复杂，我带你去。陆阳说道。沈梦瑶本能地感觉到一丝不妙，却说不上来是为什么，迟疑地说道：好，好吧，谢谢你。陆阳拍着胸脯说道：作为一个绅士，为美女引路，我义不容辞。上一世，陆阳也是这样和沈梦瑶相识的，不过陆阳那次却主动带着沈梦瑶去了食堂，这次陆阳却缺德地带着沈梦瑶在学校里的榕树大道下面绕了小半圈后，回到了女生宿舍门口。沈梦瑶看着女生宿舍门口的几个大字，就知道自己又上当了，气愤地看着陆阳说道：坏蛋，你又欺负我。陆阳最爱看沈梦瑶生气的小模样，假装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说道：哎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一个不小心我也迷路了。是吗？沈梦瑶走到了陆阳面前，嫩白的小手伸到了陆阳的腰间软肋下面，轻轻一掐，然后旋转360度。陆阳疼得倒抽一口凉气，说道：停停停，别疼。沈梦瑶小脸得意地说道：让你欺负我，以后还敢不敢了？这是她第一次掐人，从小作为一个淑女，沈梦瑶深受母亲的影响，从来都是谦逊、礼貌、优雅、得体。不过遇到陆阳这样的，她发现原来掐人这么痛快。错了，我真诚地认错。为了表达歉意，我这里有早点，请您大人有大量，先把手拿开。陆阳赶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蒸蛋三明治，说道：尝尝这个。
沈梦瑶小脸警惕地说道：“这是什么？”陆阳打开盖子，温热的蒸蛋糕带着喷喷香气，让沈梦瑶眼睛不由自主地亮了起来。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真的是漂亮极了。你从哪里买到的？我最爱吃这个了。沈梦瑶说道。上一世沈梦瑶最爱吃的就是学校附近的蒸蛋糕，陆阳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喜欢吃就好，还有酸奶和矿泉水。陆阳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拿了出来。你特意给我买的吗？沈梦瑶惊讶地说道。陆阳说道，也不算，据说某人起来晚了，你宿舍的好姐妹通知我过来给你带份早餐。沈梦瑶小脸一红，低着头说道，谢谢。客气什么，作为一个绅士，为美女服务是我的宗旨。陆阳说道。沈梦瑶红着脸打了陆阳一拳，说道，就知道拼。女生宿舍前的胶皮操场上，莫龙、黄翔和一帮男生正在打篮球，名义上是打球，实际上是在向女生展示肌肉。刚上大学，全身都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男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恋爱的滋味，尤其是如果能和校花榜榜首的沈梦瑶谈恋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正当他们挥洒激情的时候，陆阳和沈梦瑶一起来到了操场上。那一瞬间，篮球场上的众人同时将憎恨的目光送给了陆阳。这孙子是谁啊？抢我女神，弄死他！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学长看中的都敢抢。一帮男生不论年纪高低都愤恨地看着陆阳，莫龙和林东在一旁却对陆阳竖起大拇指。这小子太强悍了，下手真快。我打赌沈大校花一定逃不出陆阳的手。我赞同。两人正在夸赞陆阳，可是他俩却不知道，陆阳心里却郁闷极了。他只知道莫龙跟他说女生宿舍门口一起打篮球，哪里知道是几十个人都在这里打篮球啊！被几十双带着杀气的眼睛盯着，陆阳感觉背后凉飕飕的。沈梦瑶露出尴尬的表情，说道，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吧。陆阳说道，没事。一颗篮球朝着陆阳的脑袋飞了过来，球场上一个带着痞气的声音传来，哎呀，失手了。陆阳抬手轻松接住篮球，说道，没事，兄弟来一起打篮球怎么样？趁着军训开始前一起玩2局啊。一个高大帅气的学生说道。莫龙和林东来到了陆阳的身边，莫龙说道，别和他玩，他是校篮球队的队长李全。陆阳笑了一下，一边运球一边走向李全，说道，还是你们学长过得舒服啊，不用军训，不像我们这些大一新生，这个月累得要死，我就不打了，怕一会挺不过军训。怎么不敢？痞里痞气的声音再次响起，可是没等说完，陆阳突然间朝着球框跑去，说话的男子立刻上前拦截，陆阳简单的一个转身躲过对方，随后单手抓球高高跃起，砰的一声，重重的将篮球砸入了篮筐当中。全场惊呆，好强，他是在罚球线附近起跳的吧？这身体素质校队都没有啊，可以打职业联赛了吧？众人议论声中，陆阳笑着看了一眼李全，转身离开。夏雨薇看陆阳的眼神含中带着惊喜，等陆阳走了回来，他激动地说道，你的身体素质这么好。陆阳说道，这些都是小意思，这个身体素质距离他巅峰时期的身体还有很大距离，反应速度也比巅峰时期慢了 0.2 秒，别看只有 0.2 秒，但是在枪林弹雨的东南亚丛林，是你能否保住性命的关键。鼓掌声响起，王晶从远处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刚才陆阳的动作他全都看在眼底，来到陆阳面前说道，你有这样的身体素质，不当兵真是可惜了。陆阳说道，咱俩都说好了，给我一段时间考虑的吗？王晶笑着说道，我就是感叹一下。沈梦瑶说道，你要去当兵？王晶抢着说道，是当兵2年后，我推荐他去军官学校念书，出来当军官。军队的推荐名额很少的，我哥哥去年都没有拿到。沈梦瑶说道，是啊，这小子还说要想想。王晶也很郁闷。陆阳打着哈哈说道，我不是得遵从一下老爸老妈的意见吗？昨晚给他俩去了电话，他俩过2天就回来了，我一定给你答复。好吧。不多时，吃过早餐的学生都回到了操场上，开始了一天的操练。清晨的训练还好说，9月的清晨秋高气爽，可是到了下午，秋老虎凶猛地散发着热量，加上体能训练，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当然，陆阳是个例外，他的身体只是稍微出了点汗水，与王晶一样，几乎没事。趁着休息的时间，即便远处有女生在场，莫龙还是忍不住脱下了上衣，淋着汗水说道，陆阳，你这身体什么做的呀？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林东也脱了衣服，说道，是啊，你怎么一点汗水都没有呢？王晶看着一个个都脱掉了上衣的学生，说道，瞧你们一个个的，这点苦都吃不了，都把上衣穿上。汗水湿透的衣服重新穿到身上，就跟冰块一样凉，贴在身上更是非常的不舒服，谁也不愿意穿。教官，我们哪有您的身体素质啊？我都累不行了。是啊，衣服都湿透了，这样穿上会感冒的。男生群正吐槽的时候，远处的女生教官突然间喊道，齐步走，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男生们的肌肉。一片欢笑声从女生队伍中传来，很多女生都乐不可支，即便脸孔羞红也都听从教官的话走了过来。等到距离男生队伍2米的时候，教官才喊道，立定，稍息，坐下。女生队伍又是一片笑声，刚上大一的男生哪里有这个厚脸皮，面对60多双眼睛的观看，一个个的赶忙都穿上了衣服。王晶看着对面教官得意的表情，对一众女生说道，想看肌肉是不是？是。女生不怕事大的一起喊道，好，今天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肌肉。王晶指着陆阳说道，你站到中间来，把上衣脱了。陆阳正看戏呢，没想到自己被点名了，说道，教官，咱不带这样的。王晶嘿嘿笑着说道，这是命令，陆阳同学起立到中间站好。陆阳无奈走到了中间，王晶来到了陆阳的身侧，小声说道，给你机会了呀，向你的未来女朋友展示一下肌肉，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一定很多女生抢你，
会让他有危机感的。陆阳本来还无语的，不过听到王晶这么一说，痛快的点头说道：“这主意不错。”王晶很满意的点了点头，对所有人说道：“现代社会，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太弱小了，要想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为什么你们才锻炼了这么一会就全身大汗，而陆阳却没有事。”陆阳，王晶喊道。到，陆阳说道。脱掉外衣。陆阳解开迷彩服的扣子，露出了一身满是肌肉的身体，腹部8块腹肌，手臂上的肱二头肌和3头肌不需要弯曲手臂自然隆起，后背三角肌、胸肌，连肩膀上面都有肌肉。这种只在电视里看到健美运动员般的肌肉，真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惊呆了。这肌肉好帅啊，猛男啊！楚瑜看着同班的一个女生说道：“别流口水，丢死人了，真的好帅啊！”莫龙和林东看到陆阳这身肌肉就已经无语了，内心只剩下佩服，能够锻炼到这样的肌肉。莫龙和林东心里无法想象得出陆阳到底受过怎样的艰苦训练，又是有怎样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陆阳重新穿上衣服，系好扣子，眼神悄悄地看向了沈梦瑶，却发现沈梦瑶也在美目连连地看着陆阳，四目相对，沈梦瑶忍不住低下头，羞红了脸。这家伙一定是故意在我面前秀肌肉的。沈梦瑶暗暗想到，不过确实挺帅的。楚瑜悄悄在沈梦瑶耳边说道：“陆阳刚刚看你了。”“哪有，别胡说。”沈梦瑶更加害羞，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正当众人讨论的时候，有眼尖的女生喊道：“陆阳，你的腰间怎么有一块淤青啊？是谁掐的呀？”陆阳低下头看了看腰间软肋，果然有一块淤青，不由得失笑起来。沈梦瑶却更加羞涩，差点将头埋到土里，变成一个小鸵鸟。王晶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不过他的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说道：“看到了吧，你们跟我训练的这1个月，我不要求你们达到陆阳这个程度，但是起码男人都要给我练出肌肉。我不希望你们出去说是我王晶的兵的时候，让人露出嫌弃的表情，听到没有？”“听到了。”男生队伍整齐划一的喊道。训练继续，除了中午吃饭，一整天的时间，所有人都在训练中度过，直到傍晚才停了下来。男生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各自哀叹的回到宿舍，女生也如蒙大赦，唯有陆阳在众人无语的表情中转身离开了。